舒浅月，新婚之夜，你竟然红杏出墙！南陈国穆王府红烛高烧的喜房里，蓦然传出一名男子愤怒的吼声，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猛地掐住新娘子纤柔细嫩的脖颈。南宫耀一身大红喜长，俊美出尘的面庞因为极度愤怒变得狰狞可怖，死死掐住身下喜床上的女人。舒浅月紧锁眉头，痛苦地吸着气。舒浅月可不会束手待毙，他翻着白眼，佯装无力挣扎，右手却悄悄抬起握成拳，猛地击向男人的耳后穴，一击即中。南宫耀只觉得脑中一阵眩晕，不由自主松开手指，浑身无力地倒了下来。高大强健的身躯正砸在娇小的身体上，刚喘过一口气的舒浅月猝不及防被压了个结结实实。这个一心想要置她于死地的男人，就是原身的新婚丈夫，南陈国有着战王杀神之称的穆王南宫耀。舒浅月，你不但背负偷汉，还敢给本王下药！南宫耀蓦然再次掐住他的脖颈，满脸戾气，他俊美的脸庞泛起潮红，呼出来的气息中带着一股奇异的香气。醉红尘，作为从21世纪穿越而来的医毒大佬，舒浅月立刻判断出他中了极为霸道的醉红尘之毒。你少血口喷人，谁给你下药？他刚想解释，忽觉得身体传来阵阵异样，有如浪潮般不断地冲击着他。不好，他也中了醉红尘。舒浅月脑中迅速闪过好几种解毒之法，可惜手边没药，全不管用。唯一能解这毒的法子，就是和眼前这男人行鱼水之欢。南宫耀被他打中耳后穴，虽然掐住他的脖子，却没什么力道，他轻而易举就挣脱开来。他反客为主，摸了把男人健硕的胸肌。要是有腹肌就更好了。你再敢碰本王一下，这可是你邀请我的，那我就勉为其难再碰一下。舒浅月毫不客气的又摸了一把。你当我愿意碰你啊？咱们这不是中了药了吗？只有这个法子才可以解毒。对了，我是第一次，一会儿你温柔点。舒浅月，你要是敢碰本王，本王就将你扒皮拆骨，将你五马分尸，本王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闭嘴！你怎么比女人还聒噪？舒浅月不想听他嘚啵嘚啵，直接用嘴堵上。温香袭来，南宫耀瞬间石化，喜床咯吱咯吱响了彻夜。王爷，王妃她跑了！南宫耀想起昨天整夜的疯狂，脸上阴云密布。这该死的女人，不但给自己下药，还把自己当成了解药，最后卷了他的东西跑路了。舒浅月，扶酒。属下等失职，让王妃逃了，请王爷重重责罚。他那野男人呢？还关在地牢。很好，他竟然连小白脸也不要了，独自跑了。封锁城门，许进不许出。本王不信他能飞上天去。3天之内找不到人，你们就提头来见。狗男人，没吃过肉是不是？居然这么狠！一边上药，一边看着镜中的自己，倒吸口冷气。白皙娇嫩的肌肤，遍布青青紫紫，惨不忍睹。药性发作的南宫耀折腾得他差点丢了半条命。3个月后，靠，没完没了是吧？狗男人，我一没刨你家祖坟，二没挖你家棺材，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就是和你睡了嘛，你也没吃亏吧？至于对我这么穷追不舍，非要置我于死地啊？舒浅月挺着孕肚，躲在一所破庙的梁顶上，看着下方搜寻自己的黑甲卫们，恨恨不已。他没想到狗男人还真狗，几个月来带着他的黑甲卫像狗一样追着他咬，好几次他都差点被逮个正着。要不是发现自己意外怀了身孕，舒浅月早就易容改装，远走高飞了。但现在他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把孩子生下来。最后他灵机一动，选中了安远侯府，原身就是安远侯府的大小姐，对那里最是熟悉不过。他易容成送柴禾的粗壮汉子，循着原身的记忆，熟门熟路地溜进了柴房，竟是谁也没发现。一晃数月，舒浅月腹痛如绞，即将临盆。什么？那贱人一直躲在咱们府柴房？舒妙雪
原主的胞妹。还等什么啊？立刻随我去柴房杀了那贱人，斩草除根。与此同时，盯着安远侯府的黑甲卫也发现了舒浅月，马上放出烟花报信。安远侯府，一声响亮的儿啼突然从柴房里传了出来。好姐姐，妹妹特意来送你一程。舒妙雪露出甜美笑容，俯身抱起那婴儿。放下我孩子！不好了，二小姐，穆王殿下带着人闯进来了。这么快？本来还想再狠狠折辱他一番的舒妙雪，立刻改变主意，转身出了柴房，话声透着狠毒。立刻放火，有我连人带物，一起烧了。姐夫，姐姐她疯了，她竟然放火要烧死自己，还要烧死她和你的孩子。我只来得及救出这孩子，却来不及救姐姐了。南宫耀木然而立。5年后，崎岖不平的山道疾驰着一辆京鹏油布的马车，眼瞅着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仍是看不见客栈的影子。突然，在不远的密林里响起一阵密集的冰刃相交的声音。绵绵，来，娘亲带你来玩躲猫猫。林婶儿，你带绵绵上树，我去瞧瞧那边发生了什么。绵绵虽才5岁，却从小就被他用强壮筋骨的药浴浸泡长大的，身手灵活，爬树上墙根本不在话下。一群黑衣黑甲的侍卫保护着一名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边打边后退。他们虽然武艺出众，可对方人数多，又是埋伏偷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眼见再退下去就要退到舒浅月身边，舒浅月不想惹麻烦，本打算等这伙人打完架再离开，可麻烦偏偏找上身。他悄悄扔出去一个迷雾弹，很快山林里就升起了阵阵白雾，浓郁的面对面都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没过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那颗迷雾弹里他加了软骨散，无色无味，却能让人筋酥骨软，力气全失。至于双方都是什么人，舒浅月漠不关心。算你运气不错，遇到了我，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舒浅月从衣囊里取出一套医疗工具，立刻开始了救治。除了体内的毒，面具男人胸口还中了一箭，他银针止血，缝合伤口，涂抹药膏。最后他取出一颗药丸塞进了男人的嘴里。这药虽解不了你的奇毒，却能压制毒性，暂时不会发作。至于你还能活多久，就看你的造化吧。他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在他身后，面具后面，男人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这女人的声音好熟悉。属下救援来迟，还望王爷恕罪。这些黑云堂的杀手该如何处置？一个不留。月儿呢？回王爷，小世子在杀手到来之前就不见了踪影，属下已经派人四下去寻小世子了。南宫耀感到嘴里有一股淡淡的清甜气息，带着微苦。他记起自己醒来之时，有人往自己嘴里塞了颗药丸，还说了几句话，是他救了自己。他挺身站起，一枚亮晶晶的东西掉落下来，傅九忙捡起奉上，是一柄纯银打造的刀剪，小巧精致。3天之内找到它的主人。南宫要把银剪交给傅九，翻身上了马背，身手矫健，就像完全没受过伤一样。小世子。草丛里，一个雪团子似的小娃娃睡得正香，粉嘟嘟的小圆脸，睫毛又长又翘。南宫耀看到脏兮兮的儿子，皱起眉头。咦，怎么比平时轻了些？王爷，煮还是烤？红烧还是清炖啊？养着。对不起，小姐，奴婢把绵绵小姐弄丢了。舒浅月心里咯噔一下，她虽慌不乱，绵绵这小丫头年纪虽小，可人小鬼大，心眼儿比筛子还多。自己从小给她洗筋练骨，比寻常孩子要强壮结实得多，身手也灵活，寻常大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是怎么丢的？小姐看到树下有只小兔子，就溜下树去抓，
等奴婢追下去的时候，小小姐已经不见了。奴婢把这周围全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小小姐。别急，她跑不远。舒浅月定了下神，从衣囊里取出一只四四方方的白玉盒，打开盒盖，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展着翅膀飞了出来，在空中略一盘旋，向东北方翩翩飞去。这是他特意培育出来的信蝶，要是没有信蝶，绵绵这小鬼头早就不知道跑丢多少次了。舒浅月带着林婶回到马车旁边。林婶儿，找到了。谢天谢地，小小姐平安无事。绵绵小宝贝儿，是不是做噩梦了？别怕，娘亲在这儿。下次不许再乱跑了。你昨晚吓到娘亲和林婶儿了，知道了吗？要是再乱跑，娘亲真的要狠狠打你小屁屁了。小雪团子眨了眨眼，乌黑的眼中露出一丝疑惑。娘亲？这个说话温柔、长得又好看的仙女姐姐，是自己的娘亲吗？你要是一天都这样乖乖的，娘亲就让你吃一块红豆糕，好不好？吃完了2块红豆糕，小雪团子有些困了，她打了几个哈欠，很快就窝在舒浅月的怀里睡着了。鬼丫头今天居然没闹着要下去玩，吃饱了就乖乖的睡觉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绵绵小小姐又睡了，她今天可真乖呀。可不是，要是她能天天这么乖，该多好。林婶儿，趁着绵绵睡着了，咱们赶紧赶路。是，小姐，咱们是回蝶谷还是继续往南？回蝶谷。给公子治伤这位是个高人啊，公子之伤在要害之处应该是流了很多的血，那人却用针灸之法止住了血流，缝合伤口的手法更是十分精妙，万万不及。此人医术之高，世所罕见。这玉鸡散乃是蝶谷鬼医所制的生机圣方，万两难求啊！莫非救了自己的那女子是蝶谷的人？打发走了大夫，南宫耀陷入沉思。主子，她不是小世子。胡说八道，她怎么可能不是月儿？难道本王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吗？她是个女娃娃。福九，方才那名大夫还没走远，你去找他把一下脉，看看你的脑子和眼睛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情急之下，他跑到浴桶旁边，将小娃娃从水里捞了出来，光溜溜地举到南宫耀的面前。主子，您亲眼看看吧。事实胜于雄辩。他不是月儿，月儿呢？属下该死，是属下认错了人，请王爷重重的责罚属下。立刻派人去找，找不到月儿，你就提头来见。不好，王爷寒毒又发作了。主子的寒毒不是3个月才会发作一次，怎么1天之内连着发作2次啊？你们2个去烧热水，越多越好，越热越好。你们2个去药铺抓烈性的药，越烈越好。还有你，给这小娃娃穿上衣服，把她抱出去，越远越好，别让王爷再瞧见她。副统领啊，为什么要把小世子抱走呢？她不是小世子。福九揉着额头，头疼得厉害。他知道主子突然寒毒发作就是被这女娃娃给刺激的，所以他能想到的法子就是把这小家伙远远送走。福九指挥着侍卫们准备好热水，再将买来的各种烈性药材倒了进去，才小心翼翼地将昏迷不醒的南宫耀放进木桶里。老天保佑，希望王爷能够转危为安。你们是要害死他吗？这里没你的事儿，快点走开。快把他弄出来，再让他泡在热水里，他就要冻僵了。你个小娃娃懂什么呀？别诅咒我家主子。福九示意侍卫赶紧把小娃娃弄走。3年来，主子每次寒毒发作都是用这个法子来缓解。这水里还放了这么多的热药，错了，大错特错。小丫头，别在这里捣乱，快走快走。你们不听我的话，就等着给他收尸吧。不出1炷香，他就要全身结冰而亡。福九顾不得斥责小娃娃，因为南宫耀的情形的确不对劲，热水的表面竟然结起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福九忙把昏迷不醒的南宫耀从水桶里扶出来，更是吓了一跳。南宫耀湿淋淋的衣服迅速结成了冰，
脉象弱的几乎摸不到，浑身冷得像冰一样。你能够救我家主子吗？当然，不过我有条件。什么条件？我要10根冰糖葫芦。好，只要你能够救活我家主子，我给你买100根，不，1000根，10000根。不许反悔哦！绝不反悔。你们把这水倒了，里面的热药换成凉药，要越凉越好，分量越重越好。比如穿心莲、大青叶、长沙、紫花地丁，反正你们就去药铺，把所有的凉药都抓来。快去买凉药！不等他说第2句，2名侍卫就冲出门外，直奔药铺。她长得真好看。小雪团子的黑眼珠一直咕溜溜地盯着南宫耀。看在她长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我就救她一救。难道不是因为10根糖葫芦？小娃娃，谢谢你救了我家的主子。绵绵，我叫绵绵，不叫小娃娃。绵绵，这名字真好听，叫你祖宗都行啊。月儿呢？属下这就去寻。等等，是谁救了本王？是绵绵。绵绵是谁？就是那个长得和小世子一模一样的小女娃。福就把昨天南宫耀寒毒发作之后的事情，尤其是绵绵想出来的古怪法子，一五一十说得很是详细。属下实在是没办法了，主子您差点没了气，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绵绵她年纪虽小，可想出来的法子却真的有用。绵绵她一个小丫头，怎么会知道解寒毒的法子？难道她也是蝶谷的人？她和那个救了我的女人究竟有什么关系？这小丫头出现的很是蹊跷，好像凭空出现，而偏偏在她出现的时候月儿不见了。更蹊跷的是，小丫头竟然和月儿长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别说福九会认错，就连我这个当爹的也没分辨出来。去买几套小丫头穿的衣服鞋袜，还有糕饼点心，找人打听一下，把该买的全都买回来。是，主子，属下这就派人去买。不，你亲自去买。这个属下还要去寻小世子。不必找了。不找了？福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下去。福九只好揣着一肚子的疑惑离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小世子丢了，主子昨天还急怒攻心引发了寒毒，今天怎么就变得若无其事？找都不找了，给小女娃买衣服鞋袜、糕饼点心、玩具用品，比找小世子还重要？难不成主子打算把这长得和小世子一模一样的女娃娃当成小世子带回京？这一想，吓得他浑身直冒冷汗。站住！你们是谁？不得擅闯敌国！我是镇国公府徐夫人身边的管事钱嬷嬷，奉了国公爷之命来接大小姐回京。你们是谁？快叫我家大小姐出来！2名丫鬟正惊疑不定，忽然脸露喜色，不再理会钱嬷嬷，绕过她肥硕的身躯，奔向刚刚驰来的一辆青棚油布马车。小姐，您回来了。小青、小兰，怎么又不看好院子里的狗啊？跑到门口来乱吠，扰人清梦的。回头瞧我不打折你们的腿！小姐，不是狗叫，是什么徐夫人的管事嬷嬷，说是来接小姐您回京的呢。你是大小姐？不是说大小姐是个离不开药罐子的病秧子，可看这模样没那么病弱。没错，我就是苏千雪。她当然不是苏千雪，真正的苏千雪早在2年前就病逝了。此时坟上的草都长得老高，她临死之前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求苏浅月把她的牌位归入苏家祠堂。生她要做苏家的人，死也要做苏家的鬼。苏千雪，南陈国镇国公苏胜的嫡长女，身份尊贵，却因生母体弱，胎里就带着重疾。生她的时候，苏夫人难产去世，苏胜把她视作克母的灾星，对她不闻不问，很快娶了一门继室。这位继室徐夫人进门后很是争气，为苏胜生了2子1女，深得苏胜的宠爱。表面上徐夫人对苏千雪极好，
嘘寒问暖十分周到，府里上上下下没有人不夸他贤良淑德，是个称职的好继母。对前世的女儿好的呀，对亲生女儿也不过如此。但背地里苏千雪的日子却过得狗都不如。常言道，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苏千雪本就病弱不堪的身体，哪里受得了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折磨？没过几年就病得只剩下了一口气。5年前的一个寒冬之夜，徐夫人指使人把她扔到了荒郊野外，却对所有人宣扬说，为了救她的命，将她送到了蝶谷鬼医那里就医。苏胜竟然深信不疑。舒浅月大难不死，抱着才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离开京城时，顺手救了奄奄一息的苏千雪，并将她带到了蝶谷。只是苏千雪的病缠绵入骨，一时膏肓，他和义兄2个人齐心合力，想尽了办法，也只是延了她3年的寿命。大小姐的病似乎好了，国公爷派了奴婢来接您回京，您这就随奴婢动身吧，别让国公爷等得望眼欲穿。舒浅月心下嗤笑，这个苏胜枉为人父，凉薄的连畜生也不如。5年来对女儿生死不闻不问，如今倒是派人来接她回去，怕不是有什么阴谋等着她呢。她从善如流地应了下来。5年不见父亲大人，千雪也极是想念他老人家，等我收拾一下，明日就随你们进京。为何还要等明日？国公爷说了，让大小姐即刻动身。钱嬷嬷，你少拿着鸡毛当令箭，我说明日便是明日，究竟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还不赶紧服侍大小姐上车？她显然是有备而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住手！谁敢碰她？哪儿来的小野种，竟然敢对本嬷嬷大呼小叫的！放肆！钱嬷嬷不由心中一震，她觉得这小娃娃有些面熟，仔细瞧了几眼，只觉冷汗直流，脱口叫道：啊，小世子！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揉揉眼睛再看过去，当真便是穆王府的小世子南宫月。别看他年纪小，却是京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魔王，整个就是缩小版的战王杀神。谁敢碰他一下，我就要他的命！跪下，掌嘴！什么？听不懂本世子的话吗？你刚才骂我什么？奴婢这就掌嘴，奴婢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小世子，奴婢撕了这张胡说八道的嘴。钱嬷嬷想起自己竟然直呼小世子为野种，后背的汗瞬间打湿了衣服。本世子不喊停，就继续打。叫你嘴贱，长记性吧，宁可得罪鬼，也绝不能招惹小魔王。为了消除小世子的怒气，钱嬷嬷不敢留力气，每一掌都是卯足了劲儿的真打。4名大汉跪在他身后，吓得心胆俱裂，头贴在地面，根本不敢抬起，生怕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够了，这次姑且饶了你。多谢小世子饶了奴婢的狗命，奴婢再也不敢了，奴婢知错了。南宫月教训钱嬷嬷的整个过程，舒浅月一言未发，他的目光一直悠悠地停留在南宫月粉雕玉琢般的小脸上，像，真像，简直和绵绵一模一样。如果说之前他没认出来被他抱了一路的小娃娃不是绵绵，但经历了方才那一幕，他要是再认不出来，他就白生了这2娃娃了。那一刻他心中巨震，这个出言维护他并为了他教训刁奴的小世子，就是他那个刚出生就被舒妙雪夺走的小婴儿。5年来他没有一天不在想他。苏千雪，你个小贱人，别以为有了小世子撑腰就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你给我等着，我绝不会放过你的。尽管让他掌嘴的人是小世子，他却不敢把这笔账记在小世子身上，那是他根本得罪不起的人物。想起临走时夫人交代他办的差事，钱嬷嬷嘴角勾起一抹狠毒的笑容。苏千雪，你等着。属下答应过绵绵，只要她能够救了主子您，就给她买100个冰糖葫芦。买这么多，她吃得了吗？
这个属下也没想过。真的有冰糖葫芦啊！天哪，我不是做梦吧？这么多的冰糖葫芦啊！吃吧。在小女娃儿期盼无比的目光里，南宫耀拿过一根糖葫芦，放在她白嫩嫩的小手里，他都舍不得一下子吃光。这些冰糖葫芦不是给我的吗？福九低下头，怪了，主子对这个小女娃儿好的不像话。除了小世子，他还没见过主子对哪个小孩子多看一眼的。就连对小世子，主子也从来没给他买过冰糖葫芦，更别提糕饼点心了，还有玩具什么的。小世子从3岁起就跟着主子习武，他的玩具就是刀枪剑戟，吃的是和主子一样的饭菜。主子从不吃冰糖葫芦和糕饼点心，所以小世子自然也吃不到。福九越想越替小世子叫屈，唉，小世子好可怜。叔叔，您长得真好看。叔叔，你还缺女儿吗？要不你给我当爹吧。你没有爹？我爹是个狼心狗肺的渣男，他抛弃我娘亲，娶了个野女人，现在坟头的草都比我高了。那你娘亲呢？我娘亲她不要我了，我是个没爹也没娘的小可怜。唉，太可怜了，主子，绵绵她太可怜了。不许哭。你要是不哭了，我就帮你找娘亲，找到了她要是敢不要你，我就让人打断她的腿。对，这么可爱的女儿都舍得抛弃，你娘这女人真没良心，该打断她的2条腿。你骂我娘亲，还想打断她的腿？你这个坏人！那把银剪呢？在这儿。福九急忙从怀中掏出那把精巧的小银剪子，双手呈上。南宫要接过来，递到绵绵眼前。你看看，可认识这把剪子？这是我娘亲的东西。绵绵一眼就认出来，伸手夺过剪刀，像护宝贝一样护在怀里。坏人，我娘亲的东西怎么会在你身上？你把我娘亲怎么了？我福九快冤死了，他啥也没干呢，连见都没见过他的娘，怎么就成坏人了？从听说绵绵用古怪的法子压制住了自己体内的寒毒，南宫耀就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前天夜里救了自己的女人和这小丫头，都是出自蝶谷。自己受伤中伏的地方荒僻无人，那女人和绵绵却都出现在附近，而月儿也是在那个时候失踪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比的巧合。2个小娃娃长得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和这小女娃的娘亲认错了孩子，自己把她当成月儿抱了回来，而月儿自然也被那女人当成绵绵给带走了。既然那女人是蝶谷的，绵绵自然知道蝶谷在哪里。想通了这个关键点，南宫耀的心顿时就安定了下来。绵绵，只要你愿意带我去找你娘亲，我就同意做你的爹。好呀，我带你去。明天就走。一袭白衣的荣楚寒凝视着正在整理行囊的舒浅月，从他让人把苏千雪在蝶谷的消息散播出去那天，他就知道他迟早会离开，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是的，义兄，我答应过苏千雪，替他向苏胜讨回公道，同时我也该回京城算一算我的那笔账了。她不是苏千雪，也不是苏浅月，但这2个女子都莫名的含冤而死，尤其是原身死得更是不明不白。除了替2名女子申冤报仇，他还要替绵绵寻一味药救绵绵的命。绵绵出生时特别的瘦弱，
比小猫大不了多少。经义兄诊断发现，绵绵竟然是胎中带毒。舒浅月才发现自己被人下了一种奇怪的毒，这种奇毒毁了原身的脸，让她变成了一个满脸黑斑的丑八怪。舒浅月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容貌时，愣被吓了一跳。生下绵绵后，她的奇毒消失了，脸上的黑斑也不见了。义兄说是没出生的绵绵吸收了他的毒素，救了他的命，但绵绵的胎毒却发生了异变，对容貌无损，却深入骨髓。要是寻不到良药解除他的胎毒，他活不到10岁。你既决定了，我也不劝你，只是万事小心。舒浅月正想让义兄放心，就听到脚步声响。小姐，你快去看看吧，绵绵小小姐又闹别扭了。她说什么也不肯让奴婢给她脱衣洗澡，就连林婶的话也不听了，还把浴桶都踢翻了。好，我这就去瞧瞧。我和你一起去，她向来最听我的话。他更舍不得的其实是绵绵，小绵绵是他亲手抱回来的，也是他亲眼看着长大的。他不知道在绵绵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她不是绵绵。什么？此事说来话长。舒浅月还是长话短说，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荣楚寒听完蹙紧了眉头。绵绵的同胞哥哥，那绵绵呢？绵绵在哪里？如果我没猜错，绵绵应该被狗男人带走了。想当年，狗男人一直追着她咬不放，害她怀了身孕，东躲西藏，最后不得已躲到了安宁侯府的柴房。要不是义兄出手相救，他和绵绵早就被烧成一团焦炭了。归根究底，狗男人就是罪魁祸首。绵绵被狗男人带走了，你这个当娘的居然不去找回来，没心没肺！你不找，我去找。义兄，你放心，绵绵不会有事的。舒浅月想到女儿那一肚子的鬼心眼儿，这会儿指不定把狗男人折腾成啥样呢，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走，我和你一起去瞧瞧那位小世子。娘亲，没关系，娘亲知道你大了，不需要别人服侍了，那你自己洗澡，洗好了再叫人进来，好不好？好。荣楚寒则好奇地打量着南宫月，别说，小家伙长得和绵绵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他这个和绵绵朝夕相处了5年的义父都很难分辨出来，怪不得会认错。舒浅月让所有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南宫月自己。他知道儿子不想让人瞧出他的秘密，那他就装作毫不知情好了。宝贝，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以后就这么穿，好不好？好。饿不饿？娘亲做了好多菜，咱们去吃饭吧。我想吃红豆糕。南宫月冲口而出，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永远也忘不掉的味道。好，不但有红豆糕，还有梅花酥、马蹄糕、葱油薄脆和桂花糯米卷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是娘亲的宝贝儿，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和娘亲说，娘亲给你做。大小姐，奴婢早就等候多时，请上马车吧。没想到我离府多年，国公府竟然败落至此，连辆好点的马车也备不起了。大小姐，快上车吧。我坐马车，那嬷嬷你坐哪儿？奴婢自然也坐马车。一个奴婢也想和我同车？延安里可还有我这个主子吗？奴婢不敢。舒浅月不再理他。林婶赶着亲朋油布车过来，停在他面前。小姐，上车吧。舒浅月抱起南宫月上了马车，又招呼小青小绿也一起上了车。钱嬷嬷的肺都快气炸了，感情自己是奴婢，不配和他同车，那俩丫头就不是奴婢了。林婶看都没看他，一扬马鞭，走。马蹄子扬起来的灰尘溅了钱嬷嬷个灰头土脸。呸！小贱人，等着瞧。日暮西山，天色渐晚，南宫耀一行人匆匆地赶了一整天的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小祖宗，这就是蝶谷？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哎呀，出来太久，我忘了啦。哎呦，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又忘了呀？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嘛。
绵绵委屈的扁扁嘴，湿漉漉的眼神像小鹿一样纯洁无辜。你怎么样才能想起来？再吃5根冰糖葫芦，我一定能想起来。1根儿。3个。1根。2根。就1根。好吧，1根就1根。福九。福九立刻从身后的草垛子上拔下1根糖葫芦，交到绵绵的小手里。其实不是主子小气不让他吃，而是上次小丫头一口气吃了5根冰糖葫芦之后，突然就闹起了牙疼，疼得小丫头满床打滚，哭着喊娘亲。主子下令把镇上所有的大夫都找了来，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绵绵美滋滋地吃完了冰糖葫芦，还把10根小指头上的糖渍舔得干干净净。叔叔，我说话算话，明天我一定能想起来蝶谷在哪里，我保证。保证个鬼！小姐，咱们今天一共也没赶多久的路，那钱嬷嬷坐的马车就出了问题，否则咱们也不会错过宿头，他又坚持在这儿露宿，奴婢总觉得这里头有古怪。你猜的没错，他确实没安好心。那咱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不必，他不过是别人手里一颗棋子，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我留着他还有用呢。那万一有事，奴婢会誓死保护好绵绵小小姐的。照原计划行事。那穆王府的小世子呢？一起杀了，斩草除根，不留祸患。那事成之后，价钱可得翻3倍。3倍就3倍。成交。苏千雪，你个贱人，快点滚出来受死！有坏人来了，你怕不怕？不怕，我会保护娘亲。好孩子，娘亲给你变个戏法玩。他领着南宫月走出了帐篷，林婶和小青小绿也全都跟他走了出去。老大，这么好看的娘们儿一刀杀了，这是不是太可惜了呀？不如咱们先玩个痛快吧。少废话，杀一个不留。就你们几个，还有没有人了？一起上吧。老大，这娘们儿瞧不起咱们，先把他身边的小崽子宰了，再让他哭着跪下求饶。一名山匪气势汹汹地举起斧头，就向南宫月的脑袋劈了过去。南宫月眼眸一冷，小脸毫无半点惧意，可还没等他出手，就听到清脆的一声叮铃铃。舒浅月轻轻晃动手指，一串串悦耳动听的铃声从他指尖流水般传荡开来。听到铃声，那名山匪的脚步陡然停下，眼神变得呆滞。舒浅月又晃了晃手指，铃声响起，那山匪蓦然回头，手中的斧头毫不留情地砍向了同伴。一声惨叫，刀疤脸老大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连串密集的铃声响了起来，血光四溅，惨呼迭起，山匪们恶狠狠地互砍互杀，没一会儿功夫，山匪们就全都倒了下去。最凶悍的刀疤脸老大虽然活着，身上全是伤，倒在血泊里奄奄一息。躲在草丛里准备看好戏的钱嬷嬷和4名大汉看到这一幕，全都惊呆了，大气也不敢出。舒浅月目光闪动，银铃再次响起，没一会儿就见钱嬷嬷和4名大汉犹如行尸走肉般从草丛里爬了出来。铃声停歇，几人一回神，发现自己竟然站在血泊里。钱嬷嬷立马吓尿了，双眼一翻白，直挺挺地晕了过去。但她并没晕多久，就被掐醒了。老钱婆，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们，老子要你的命！钱嬷嬷被掐得眼冒金星，死命挣扎才摆脱了刀疤脸老大。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他忽然指着舒浅月叫道：“是他害的你们，你找他索命啊！”钱嬷嬷，是谁派你来害我的？你现在还不肯说实话吗？奴婢听不懂大小姐在说什么，奴婢是奉了国公爷之命来接大小姐回京的，并无加害大小姐之心。死到临头还在嘴硬，那人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这般为他卖命？舒浅月懒得追问，直接让小青小绿把钱嬷嬷和4名大汉绑了，丢进那辆老破小的马车里。
苏姑娘饶命啊！是那姓钱的老钱婆给了我500两银子要买你的命，小人是财迷了心窍，这才500两。苏千雪这条命在他们心里就只值500两吗？刀疤脸老大不敢答话，他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舒浅月却替他止了血，包扎了伤口，然后将他绑起来丢上马车，和钱嬷嬷等人关在了一起。这叫银锁金铃，它上面的每一个铃铛都会发出不同的音频，产生催眠的效果，可以操控人或是动物。你要是想学，娘亲以后教你啊。想学。先跟林婶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舒浅月把儿子交给林婶，他自己则向着山林深处走去。山林寂寂，星月无光，暗处一双冰寒深邃的眸子将方才发生的情景尽收眼底。南宫耀接到府九报信，听说数百米外的森林中有几人鬼鬼祟祟地埋伏其中，怕对主子不利，他一时兴起便来瞧了瞧，没想到却见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女子用的竟然是摄魂铃，难不成她是北陵国的奸细？身为南陈国赫赫有名的战神，南宫耀在边境和北陵国交战无数，对北陵国那些人的手段更是了若指掌。其中摄魂铃就是北陵国独有的一种能操纵人心的秘器，但会用的人并不多。他也是只闻其名，从未见人使用过。舒浅月的第六感告诉他，有人躲在暗处偷窥，而他的银铃催眠竟然对此人无效。阁下是谁？看了这么久的戏，也该是时候露面了吧？你是北唐川的什么人？北唐乃是北陵国最为神秘的一个家族，人数不多，却个个身怀绝技。北唐川正是其族长，而摄魂铃就是北唐一族秘不传人的绝技之一。他断定这女子必然是来自北唐，舒浅月却是从未听过。北唐川是什么鬼？少装蒜！我是北唐川他祖宗。舒浅月一认出南宫耀，想起5年前被眼前这狗男人追得像狗一样狼狈逃窜，还差点葬身火海，就恨不打一处来。南宫狗，绵绵呢？我儿子南宫月呢？南宫月在我这儿，连根汗毛也没有少。绵绵在我手里，连根头发也没掉。嘿，识人牙慧，毫无创意。牙尖嘴利，伶牙俐齿。谢谢南宫狗的赞美。你掳走我儿子有什么目的？笑话，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掳走他的？是他自己爬上我的马车认错了，懂？你拐走我家绵绵想干什么？同样的理由，认错。交换吧。好。现在？明日5时，同光镇最大的酒楼。苏千雪是谁？府九身为黑甲卫的统领，不但擅长追踪打探，还负责收集各路传递回来的消息，可以说是个百事通。镇国公苏胜的嫡长女，生母难产去世，父继娶妻徐氏，自幼多病，5年前被送往蝶谷就医，一直再未回京。绵绵的父亲是谁？属下不知道绵绵他爹是谁，属下只知道他爹的坟上的草已经比他还高了。苏千雪就是绵绵的娘亲啊！回主子，属下不知道苏千雪的姘头是谁，她被送往蝶谷的时候刚刚及笄，也没有定亲，也没有成婚啊。属下明白了，一定是这位苏大小姐和她的姘头私定终身，珠胎暗结被镇国公发现，这为了掩盖丑事，就把她送出了京城，却对外宣称她是去蝶谷治病。对，一定是这样，自己咋就这么聪明呢？什么姘头？说话这当难听。那苏千雪未嫁生女，那野男人不是她的姘头，这又是什么呀？住嘴！绵绵呢？她睡了，可真是个祖宗，真不知道她娘是怎么生出这么个稀奇古怪的小丫头来的，她简直比猴子还精10倍呢。主子，您是不是见到绵绵的娘亲那个苏千雪了？我还见到了月儿。小世子？不是吧，主子，您没把小世子带回来啊？那臭小子认了苏千雪那女人做娘，被人哄得团团转，连他爹是谁都不记得了。小世子认了苏千雪当娘，这小世子是被蛊惑了吗？蛊惑这2个字瞬间提醒了南宫耀，这个苏千雪的来历非常可疑。她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女子，未成亲嫁人，却生了个女儿，她的男人是谁？
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摄魂灵？本王今晚亲眼见到苏千雪，她用摄魂灵控制了想要杀她的几名山匪，让他们自相残杀。她绝不是普通的女子，本王怀疑她和北唐一族有关，但她不肯承认。摄魂灵，这不是北邻国北唐氏的独门秘技吗？难道绵绵的父亲是北唐一族的人？本王怀疑她用摄魂灵控制住了月儿，让月儿认她做娘亲，乃是别有居心。本王有理由怀疑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本王。本王更加怀疑她不是真正的苏千雪。宝贝，吃吧，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娘亲今天不拦着你了。娘亲，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胡说，娘亲怎么会不要你？你是娘亲的宝贝儿啊！不是娘亲要舍下你，而是你爹那个狗男人绝不会让你留在娘亲身边。月儿，对不起，娘亲现在还没有能力把你从狗爹身边夺回来，但是娘亲发誓，娘亲迟早有一天会让你回到我身边，咱们母子再也不会分开了。娘亲，你不用瞒着我，你的眼神已经都告诉我了。他好想哭，昨晚上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娘亲回来悄悄把他抱在了怀里，他全都知道。今天一早，娘亲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他，眼中含着泪水，一副要和他生离死别的模样，他全都看在了眼里。他一个字也没说。娘亲，你早就知道了我不是绵绵，所以你见到我爹了是不是？你要把我送回我爹身边，对吗？如果我猜的不错，他一会儿就到了，是吧？你说的都对，宝贝儿，你怎么这么聪明？你怪娘亲了，是不是？没有，我还能再叫你娘亲吗？当然可以，你是娘亲的宝贝儿啊。南宫月忽然甜甜的笑了，他伸出胳膊揽住舒浅月的脖子，嘟起小嘴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早就想这么做了，终于大胆了一次。舒浅月心里瞬间变得暖暖的，她突然觉得自己真傻，就算儿子不在自己身边，自己也一样可以疼他爱他呀。你和绵绵一样，都是娘亲的宝贝儿，不一样的。南宫月心里说，他没有绵绵的好福气，绵绵有这样温柔的娘亲，他却只有一个严厉的爹爹。绵绵可以吃到娘亲亲手做的好吃的点心，绵绵可以随时偎在娘亲怀里被抱抱。他好想做绵绵。你不喜欢你爹吗？不喜欢。为什么？他对你不好吗？他脾气坏，脸又丑，整天都不爱笑，还逼我练功。他还要给我娶后娘。娶后娘？还要娶谁？想嫁他的女人多了去了，可他要娶的却是最不要脸的一个。哪一个？就是我亲娘的妹妹舒妙雪，她是我的姨娘，她好不要脸，明明是我姨娘，却欺我不懂事，哄着我换她娘亲，她也配？她还说我亲娘是个丑八怪，不守妇道，勾引男人，给我爹戴绿帽，被我爹放狗给咬死了。胡说八道！你有没有叫过她娘亲？当然没有，她才是个丑八怪，她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我亲娘是这世上最温柔最好看的女人，在我心里她长得和你一模一样。娘亲，乖宝贝儿。但他一想到南宫耀这个瞎眼狗男人要娶舒妙雪那心肠狠毒的女人给自己儿子当后娘，就跟吃了苍蝇似的恶心。早知如此，那晚上就不该救他，任他毒发而死好了。我和那苏千雪有仇。5年前苏千雪就被送出京城，当时主子刚从边境回京成亲，您二人从未见过，无仇无怨的。南宫耀想起昨夜那叫苏千雪的女子，一见面就认出了自己，冲口就是一句南宫狗，面上更是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恨意。你娘亲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娘亲长得可丑了，脸上全是黑斑，又黑又丑。她不识字，只会喂猪，把我们家那口老母猪喂得又肥又壮。她声音还特别粗，嗓门特别大，说起话来和乌鸦一样嘎嘎嘎嘎的。幸好你长得像你爹。我才不像那死渣男。南宫耀无语，当然绵绵的话他一个字也不信。绵绵啊，娘亲，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娘亲，我可想死你了。你就是小狮子？你和我长得好像啊。
好像是在照镜子。南宫月没吭声，他心里又苦又涩，一个字也不想说。小世子，你叫什么名字？南宫月。你的名字好好听啊，一听就很威风很气派。小世子，小世子，啊，听起来就像是小柿子，就是那种又大又圆、红彤彤的脆柿子，又甜又脆。啊，你吃过小柿子吗？南宫月摇摇头。那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请你吃，你想吃多少都可以，我有钱。这次南宫月终于回了他一个字。小柿子，以后我就叫你小柿子好不好？绵绵，先吃东西，吃完了再说话。娘亲，是漂亮叔叔捡到我的，他对我可好了，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的衣服玩具，还有糕饼点心，还有我做梦都想吃的冰糖葫芦。小丫头猛然意识到说漏了嘴。你吃冰糖葫芦了？他的冰糖葫芦是我买的，你要怪就怪我，与绵绵无关。他一个小孩子家喜欢吃个冰糖葫芦怎么了呀？他牙疼的时候，你替他疼了？一句话对得腐朽哑口无言。小柿子，你多吃点，咱俩长得一样，看到你吃就像是我也吃了。多吃一会儿，就能在娘亲身边多待一会儿。南宫耀自然洞察儿子的那点小心思，心中越发恼怒。他现在当然看得出来，儿子并没有中什么摄魂灵，他是掉进了那个女人的温柔陷阱，被他的假象给迷惑了。中了摄魂灵的人眼神呆滞，行为不受控制，明显南宫月并不是那样，这让他越发觉得苏千雪这个女人绝对是不怀好意。他故意接近他儿子，目的为何？他若不是苏千雪，那他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人？我要回去了，绵绵，你要听娘亲的话，娘亲她很疼你的。我好羡慕你，我好想有这样的娘亲。但这句话被他咬住嘴唇，硬生生咽了回去。小少年的骄傲不容许他在人前示弱。他说完就转过身走到南宫耀身边，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小柿子，后会有期，漂亮叔叔，我会想你的哦。一记甜甜的彩虹屁顿时拍得南宫耀舒舒服服，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冷气都消失了。喜欢吗？喜欢。你骑得不错，回京之后父王就把玉葱花送给你。那匹玉花葱是大宛名驹，模样神俊，脚程又快，南宫月一直很喜欢。马可以给你，但你不许再乱跑，更不可以再和不三不四的女人在一起。那些人对你不怀好意。她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父王乱讲，她是这世上最温柔最好的女人，她和我娘亲一模一样。你要是再说她的坏话，我就再也不和你说一句话了。南宫耀脸沉的几乎要滴下水来。该死的苏千雪究竟给他儿子下了什么蛊，害得他父子离心，连玉花葱都换不回儿子的心了。月儿，你宁可相信外人的话，也不信父王吗？他不是外人。他不是你娘亲，你娘亲早在5年前就死了，你从未见过你娘亲，怎么知道他们一模一样？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哄你换她娘亲了。南宫月死死咬住嘴唇，哼，他才不要告诉父王，他在梦里见过娘亲，她温柔可亲的脸就和苏千雪一模一样，就算告诉父王，父王也不会懂。主子，我跟着那苏千雪了吗？我带月儿先回京城，你跟着那苏千雪，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每天向我汇报。是，属下遵命。做事隐秘点儿，要是让她发现了，你就没我这个主子了。什么监视苏千雪？主子的真实用意是想让她留下来保护小绵绵吧？月儿千雪，给父亲大人请安。哪来的女子，竟敢冒充本国公的女儿？来人，给我拿下！徐氏更是心中冷笑，苏千雪早就变成真鬼。10天之前，他接到钱嬷嬷的飞鸽报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4个字：事已办妥。
正因如此，他才会等不及钱嬷嬷把苏千雪的尸体运回来，就撺掇着苏胜提前办了这个出殡仪式。只有给苏千雪出了殡，他的女儿苏慧兰才能和平南侯府的小侯爷交换聘定之礼。父亲，5年不见，已经不认识女儿千雪了吗？苏胜沉默了。说实话，他确实不认得这张让人惊艳的少女脸庞。他自打苏千雪这女儿出生，就几乎没正眼看过她。他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千雪13岁那年，徐氏领着她出来给自己拜贺。小丫头又黄又瘦，丑得像个活骷髅，没说话就喘个不停。他心中一边叫晦气，一边叫徐氏赶紧把丑丫头带下去，嘴里说让她养好病再出来，其实是怕她将病气过给自己。这丫头胎中带病，克死生母，不吉利。后来徐氏自作主张将丑丫头送去了蝶谷就医，他还夸徐氏做得好，做得妙，做得呱呱叫。没了丑丫头碍眼，他的日子过得舒心多了。5年来，他对这个女儿不闻不问，要不是因为平南侯府突然提起了这门亲事，他完全把这女儿忘了。苏胜确实没想到，自己死去的那个原配居然给千雪丫头和平南侯府的小侯爷定下了娃娃亲，这一下喜从天降。恰在这个时候，舒浅月特意让人放出去的消息也传到了苏胜的耳朵里，让他立刻决定将苏千雪从蝶谷接回京来。徐氏千算万算也没算到，被自己扔在荒郊野外的苏千雪还真被蝶谷的人给救了。千雪，真的是你吗？你不是回京途中遇上山匪，已经死了吗？父亲说的不错，女儿确实在10天前遇到了一伙穷凶极恶的山匪。女儿是人，不是鬼，是女儿遇到贵人相救，这才化险为夷，又托父亲洪福庇佑，才能平安到达京城。只是我万没有想到，女儿刚踏进家门，第一眼看到的竟会是我的棺椁，而今天居然是父亲给我出殡的好日子。女儿还活着，可父亲却当我死了。父亲就这么不希望再见到女儿吗？当然不是，千雪，为父从来没有想过你死，是你娘亲口告诉为父，她说接到钱嬷嬷的报讯，说你已经……我娘不是10几年前就因难产去世了吗？为父说的是你继母徐氏。哦，原来是徐姨娘啊。老爷，妾身派了钱嬷嬷去接千雪回京，而钱嬷嬷却传了书信，说千雪遇到山匪被害，这女子突然出现，自称千雪，而钱嬷嬷又不见踪影，您就不觉得可疑吗？口说无凭，你自称是本官的女儿千雪，何有凭证？血浓于水，女儿身体里流着父亲的血，还需要什么凭证吗？拿不出证据，你就是冒认官亲。明知道今日是本官之女千雪出殡的日子，却来冒她的名字出现，意欲何为？你再不说实话，休怪本官将你拿下治罪。父亲，要治女儿什么罪？女儿千里迢迢，死里逃生的回到家里，满怀欢喜的想和父亲一叙天伦之乐，没想到父亲不但不认我这个女儿，反而相信了外人的挑唆，要拿女儿治罪，实在是让女儿伤心欲绝。苏国公，你莫不是老眼昏花了吗？连亲生女儿也认不出了？这样凉薄的父亲不要也罢。今日不是我不认亲女，实在是5年没见，只要他能够拿出证据，本官就让他进门。这是娘亲的遗物，女儿一直带在身边，我只可算是凭证。苏胜顿时一呆，10几年前的新婚之夜，他亲手将这只水晶镯戴在他新婚妻子的手腕之上，本以为早就不见了的东西重新出现在眼前。没错，他认得这镯子，正是他苏家的祖传之物。老爷，这镯子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徐姨娘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敢当，姑娘来历不明，还请不要如此称呼。镯子确是我家千雪的，但若是千雪遇害，东西却落在你的手里，你拿来冒名顶替，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姑娘和我家千雪有半点相似之处。千雪是我一手养大，
我绝不会认错人。姑娘，你拿着我家千雪的遗物前来冒认官亲，你和害了我家千雪的那伙贼人究竟是何关系？有何企图？徐姨娘说的不错，这镯子确实不会说话，可我却不是哑巴。5年前我被徐姨娘送离京城时，只有15岁，病得只剩了一把骨头。幸得叠骨鬼医妙手回春治好了我的病。这5年来，我肉大便，别说徐姨娘不认得，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和以前判若两人。分明就是2个人。但容貌虽变，女儿的心却始终不曾变过。女儿犹记得每年父亲寿辰，女儿都要亲手为父亲绣一个荷包作为寿礼。这5年来，更是1年也没有断过。说完，他取出5个颜色各异的荷包，恭恭敬敬地送到苏胜面前。你真的是千雪吗？许姨娘每晚睡前的冰糖桂花血燕还在吃吧？你怎么知道？千雪在许姨娘身边养了15年，许姨娘待我这样的好，许姨娘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千雪全都记在心中，只盼有一日能够报答许姨娘的大恩大德。尽管5年未见，千雪却一日也不敢忘记呢。旁人听着只觉得他一片孝心，就连苏胜都暗暗点头。徐氏却觉得后背猛然窜起一股寒意。你若是苏千雪，那钱嬷嬷呢？那钱嬷嬷，我本想着家丑不可外扬，既然许姨娘硬要追问我钱嬷嬷的下落，我也只好实验相告了。这钱嬷嬷自称受了许姨娘的吩咐来接我回京，却不想她起了歹心，勾结山匪想谋害我的性命，却被我识破。故而回京之后，我就将她送到大理寺去了。什么？老爷，妾身只是让钱嬷嬷接千雪回京，绝没有指使她勾结山匪加害千雪。你要相信妾身啊！我自是信你，你对千雪如何，府里上上下下谁人不知？那钱嬷嬷进了大理寺，这件事儿就交由大理寺处置便是。她是受谁指使，还是她自己起意，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老爷，方才千雪也说家丑不可外扬，这钱嬷嬷好歹是咱们府里的人，就算她做错了事，也该由咱们府里自己处置。这送到大理寺，岂不是宣扬的人人皆知？对老爷您的名声也不好。更何况钱嬷嬷在咱们府中多年，行事稳妥，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丧心病狂之事？妾身觉得这之中定有隐情，怕是千雪误会了吧？千雪，你说钱嬷嬷和那山匪勾结要害你，可有证据？徐氏这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本事还真了得。千雪并未说钱嬷嬷买凶害我是受徐姨娘指使，姨娘莫要误会，冤有头债有主，谁做的恶事自有谁来承担。至于证据嘛，虽然也是有的，那山匪头头也还活着，他亲口指认的钱嬷嬷，千雪把他也一起送进了大理寺。这山匪们穷凶极恶，他们想要攀诬陷害钱嬷嬷也是有的。你年轻识浅，不知人心险恶，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了，我也不会怪你。但你随便把人往大理寺送，却是有欠考虑。你可有想过事关老爷的名声？他不着痕迹的就把火引到了苏胜的头上。苏胜果然大为气恼。苏千雪，你这个逆女，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往大理寺送，简直是任性妄为，擅作主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老子吗？来人，给我取家法来！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不孝女，让你知道什么才是我苏家的家规。徐氏眼底闪过一抹得瑟，就千雪那病秧子的小身板，怕是挨不了几板子就得翘了辫子。等他一死，就是死无对证，自己再让老爷把钱嬷嬷从大理寺弄出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管家很快就取来了家法，苏胜从管家手里夺过家法，满脸怒气地举起来，对着舒浅月的后背重重打了下去。这一棍又重又急，带起一阵风声，分明半点也没留情。父亲，你真的相信别人的挑唆，要置女儿于死地吗？自从女儿出生以后就缠绵病榻，父亲何曾看过我一眼，问过一句吗？还是任由我受人搓磨？如今女儿经历9死1生，才终于回到这个家，父亲不去追究小害女儿的凶手，而是要亲手把我活活打死。这要是传扬出去，父亲的面子又在哪里？你千雪，
老爷也是为你好，才想着用家法教训你。子不教，父之过。你做错了事，老爷难道管教亲生女儿也不行吗？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啊？没错，今天我就是打死你这个不孝的逆女，旁人也说不出半个不字。就在这时，一名家丁喘着粗气跑了进来。老爷，穆王殿下驾到。苏国公，这女子是何人？回穆王殿下的话，她就是下官的大女儿苏千雪。苏千雪，她不是死了吗？难不成苏国公今天出殡的是另一个女儿？不，今天出殡的就是她。只不过这好像是个误会，小女并没有死，只是消息有误。穆王殿下来得正好，这女子口口声声说是我家千雪，可我家老爷派去接她的钱嬷嬷却报讯回来说，千雪在10日前遭遇山匪被害身亡。这女子手中拿着千雪的遗物，她冒认官妻事小，要是她和那伙山匪有什么勾结，怕是会对朝廷不利，还请穆王殿下明察。你是何人？他是内人徐氏，没规矩。穆王殿下面前求你说话的份儿，还不快退下，休得在穆王殿下面前胡言乱语。妾身说的句句属实啊。苏国公，她究竟是不是你的女儿苏千雪？苏胜好生纳闷，这穆王殿下来的突然，问的话也奇怪。他心里已经有80%认定苏千雪就是自己的女儿，可徐氏说的话也在理。万一她是山匪派来的奸细，想冒充千雪对己有所图谋，认了她岂不是害了自己？但凡对自己有一丝不利，他都会趋利避害。苏胜几乎立刻决定不能认这女儿。回穆王殿下的话，下官和小女千雪一别5年，这当年送她去蝶谷医治之时，她还是个病弱不堪的小姑娘，如今却长成了今日这般的模样，下官实在是不敢确认她就是千雪。还有，她手上确实有我苏家的祖传之物水晶玉镯，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是千雪遇害，她是山匪派来的。苏国公，你既不认她是你的女儿，方才还要拿着家法要管教她，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我方才是被她的言语迷惑，一时心软，差点铸下了大错，幸好穆王殿下驾到，这才没有让我中了这妖女的圈套啊。南宫耀眼眸微眯，略觉意外地看着苏浅月，今天演这一出苦肉戏是想给谁看？或者说她真的是苏千雪？本王再问你一次，你确定她不是你女儿苏千雪？下官确认，她不是小女千雪，她是冒名顶替的。当然，他绝不会承认不想认女的真正原因是面子。他大张旗鼓地为女儿苏千雪操办丧事，还广发讣告，闹得尽人皆知。结果死去的女儿突然回来了，岂不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再加上钱嬷嬷被他送进了大理寺，不管此事是真是假，他都不会再认这个将家丑外扬的不孝逆女。谁敢动我娘亲？小世子，这小世子怎会管苏千雪叫娘亲？她和穆王殿下是什么关系？南宫耀乌黑深邃的目光落在舒浅月的身上，既不否认也没承认，任由诸人心中猜疑。小女子进京途中遇到山匪，幸得穆王殿下出手相救，此恩此德，千雪牢记在心。本想回京之后禀明父亲，由父亲备下重礼，登门向穆王殿下致谢，却没想到。他神情哀戚，眼中含泪，渲然欲泣。你说你遇到山匪是穆王殿下救了你？正是，女儿方才说过，幸得贵人相救，穆王殿下就是这位贵人。目光向着南宫耀扫了扫，他笃定南宫耀不会当众揭穿他的谎话。你胡说，不可能！他话音刚落，苏胜就圆睁怒眼，猛地一巴掌抽上他的脸。老爷，你打我！打的就是你这贱人！苏胜怒不可遏，
又是一巴掌抽过去。母王殿下面前，岂容你一个妇人多嘴？千雪是我的女儿，我岂能不识？偏你在旁边多嘴多舌，挑弄是非，离间我父女之情，实在是可恨至极。今天不给你个教训，你还要兴风作浪呢！他左右开弓，一掌又一掌，只将徐氏扇得脸都肿了。众人却只觉得既解恨又有趣，竟然无一人劝阻。舒浅月冷眼旁观，心里一边鄙夷苏胜见风转舵、惺惺作态，演这出戏分明给南宫狗看的，还想借机平息自己的怒气来讨好自己。同时看到徐氏被打得如此狼狈，也算是为死去的苏千雪暂时出了口气。错了，妾身错了，求老爷饶我妾身吧，妾身以后再也不敢了。今天不打死你个贱人，老子就不姓苏！爹，求求你饶了娘吧！这是苏家二小姐苏慧兰呐，今天可是给她长姐出殡的日子，她又不知苏家大小姐及时未死，竟然穿得如此艳丽。苏家真是好家风啊！你个不知礼数的东西，给我滚！再敢为这贱人求情，老子连你一起打！兰儿，别拦着你爹，全是娘的错，娘该打，是娘有眼无珠，没认出你长姐来，害得她受了冤枉，险些被当成了歹人拿下治罪。老爷，妾身错了，你就打死妾身吧，妾身对不起死去的姐姐，更对不起千雪啊！徐氏这一番诚心悔过，倒让苏胜下不了手。旁人看戏看到这里，也纷纷上前相劝，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不过是苏胜演的一出戏罢了。还不快向千雪赔礼认错！千雪，千错万错，都是姨娘的错。5年不见，你出落得如此容貌，姨娘真的是没有认出来，更想不到钱嬷嬷竟然狼子野心，想要害你。这件事我毫不知情，老爷更是完全被那刁奴蒙在鼓里。千雪，你有怨有恨，都冲姨娘来，千万别怪你爹。这5年来，他没一天不在思念你，你可是他的亲生女儿，血浓于水啊！千雪啊，你姨娘知错了，你要是不肯原谅她，就让她跪到你原谅为止。这件事儿呢，为父也有错，为父也在这里向你赔礼了。明知道他和徐氏都是在做戏给南宫耀和宾客们看，舒浅月的演技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他伸手扶起徐氏，温言细语的道：姨娘是我长辈，却在我面前下跪，是要折杀我吗？我早就说过，姨娘一直待千雪很好，这番恩德我始终铭记在心，一日不敢忘。就算姨娘一时眼拙，没有认出千雪，我也不会怪罪姨娘的。父亲，您终于肯认女儿了吗？认，自然认的。你就是为父一直记挂着的好女儿千雪呀。千雪，你这一路车马劳顿，累了吧？不如姨娘带你回房歇息可好？是我从小住的那间房吗？5年了，它还空着。也是，那房子又破又小，又漏风又漏雨的，连下人也不会住。我还以为我离家之后，姨娘把它当成马房了呢。苏胜倒是从来不知女儿住的地方这般破烂，以前他没看过，也不关心。听了这话，不满地瞪了徐氏一眼。徐氏心虚，勉强扯了扯嘴角。以前让你住的偏远些，是因为你一直病着，需要静养，那里清静更适合你养病。如今你好了，自然不会再住那里了，以后你就住。他正想着把这小贱人安置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也好方便自己日后整治。雅梅轩刚刚修缮完毕，千雪，你就住在那里吧。对，雅梅轩清幽雅静，正适合千雪住呢。多谢父亲，既如此，女儿就先行告退了。舒浅月落落大方地向苏胜行了个礼，他牵着绵绵的小手，正准备离开。千雪，我得对小世子无礼，还不快放开小世子！母王殿下，小女无状，冒犯了小世子金贵之体，还望殿下恕罪呀。苏胜和众人心里头都还压着一个未解之谜，
尽管南宫耀进来之后几乎没说过什么话，但他的到来却扭转了整个局面。大家都误会了，他不是穆王府的小世子，他是我的孩子，名叫绵绵。绵绵，这是你外祖父。外祖父，你叫我什么？外祖父，你是我娘亲的爹爹，明明自当叫你外祖父。你不是小世子，你是千雪的孩子，怎么可能呢？这明明和小世子长得一模一样呢。小世子可万万莫要如此的称呼老臣，老臣担待不起呀。娘亲，外祖父说话真有趣。苏千雪说的没错，这小娃娃的确不是本王的儿子。苏胜刚松了口气，猛然意识到不对，这不是小世子，那就是千雪生下来的野种。他竟然连孩子都有了，那他和平南侯府的亲事岂不是泡汤了？这可是他做梦都求不来的好亲事啊！苏胜勃然大怒：你竟然连孩子都生了！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莫非这孩子是穆王殿下的种？否则为何生的和小世子一模一样呢？千雪莫怕，有什么委屈只管跟你爹和姨娘说，我们会为你做主的。你未嫁生子，此事传出去与你的名声有损，但若这孩子的父亲愿意娶你，此事还是能圆得过去的。姨娘是想问我绵绵的父亲是谁吗？你要是不愿意明说，就悄悄告诉姨娘，我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姨娘比谁都清楚，怎能反过来问我呢？我哪里知道啊？千雪，你自己做的好事儿，你不清楚还有谁清楚啊？父亲有所不知，绵绵今年5岁，女儿在5年前一直在家中养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从未与男子有过接触，可却稀里糊涂的有了身孕。当时一直是徐姨娘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所以女儿才想问徐姨娘，女儿这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徐氏，你说千雪的孩子是哪里来的？老爷，孩子是千雪生的，和妾身有什么关系？5年前她还是个不懂事的丫头，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半步，你负责照顾她，连她有了身孕也不知道，你敢说你毫不知情吗？哎呀，妾身是真不知啊，老爷，妾身冤枉啊！千雪，姨娘自问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这般陷害于我？是，姨娘待我是不薄，我生病这些年，姨娘对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吃的是残羹剩饭，住的是破瓦草房，竟然还照顾的我肚子里多了个孩子。姨娘，你说千雪该如何感谢你这些年的照顾呢？胡说，我没有。千雪，你莫要含血喷人。徐姨娘，当年你发现我身怀身孕之后，就让人将我丢弃在荒郊野外，却谎称将我送到了蝶谷养病。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姨娘你却问我这孩子父亲是谁，这岂非欺人太甚？我苏千雪就算是个泥巴人，也有几分土性子。父亲，请为女儿做主啊！苏胜心里早就把他的话信了个十足十，他对这个女儿是又气又恨，真想把这丢人现眼的女儿赶出门去，可他又不敢。穆王殿下在那儿虎视眈眈地看着呢，他要是处理不好，怕是穆王殿下就要降罪于他了。真不知道这丫头和穆王殿下是什么关系，穆王殿下明显是给这丫头撑腰来了。苏胜不敢教训舒浅月，只能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徐氏的身上，更何况他也认定了5年前定是徐氏弄的鬼。他抬腿重重一脚将徐氏踢倒在地。你这贱人，我让你照顾千雪，你就是这般照顾她的，还敢说你不知情？说千雪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今天不说出来，老子打死你！老爷，妾身冤枉，千雪她污蔑妾身，她行为不洁，与人私通，真的不关妾身的事啊！住手！母亲，您怎么来了？苏老夫人没理儿子，走到南宫耀面前，躬身：老身见过穆王殿下。免礼。今天乃是苏府的家事，与旁人无关，还请穆王殿下和诸位客人回避。若有招待不周之处，
待老身改日亲自登门，向诸位谢罪。众人不由倒出口冷气，这苏老夫人好刚，竟然用这样的语气和穆王殿下说话，她是活腻歪了吗？当然不是。苏老夫人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她手里有一样东西，足以能够镇得住南宫耀。老国公离世之前，曾将一只密封的密密实实的匣子交给他，那就是他们苏家代代相传的丹书铁卷，相当于免死金牌。本王要走要留，轮不到你智慧。孙女千雪拜见祖母。有我这个祖母，分明是想气死我这老太婆。母亲息怒，都是儿子教女无方。家丑不外扬，你个废物，连老婆女儿都管不了，算什么男人？苏胜讪讪的不敢回嘴，还不快把这对母子给我带下去啊，让他们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吗？是。管家连声答应，领着舒浅月母女离开大厅，去了后院。苏老夫人这一出来镇场，本来乱糟糟的局面登时就变得安静了下来。苏胜借着这个机会下了台阶，要不是母亲拦着，今天就打死你这贱人！哭哭啼啼成什么样子，一个个的不让我这老太婆省心。今日本是给我孙女千雪发丧出殡的日子，却不想是个误会。千雪她还活着，如今平安回家，乃是可喜之事。但诸位亲自前来调研的这份心意，老身和犬子却不会忘记。事情已经了结，累诸位白跑一趟，老身过意不去，特备了薄礼答谢诸位。来人，给每位贵客送上礼物。他说完之后，一名丫鬟走上前来，将准备好的荷包送到每个宾客的手中。荷包一入手，众人就觉得沉甸甸的，显然里面装的不是白银，而是黄金，足足有50两。苏老夫人出手果真是大方，客人们当时明白，这是要买他们的封口费，别把今天在苏家见到的丑事传扬出去。客人们嘴上说着不好意思，可每个人都非常好意思地将荷包收进了腰囊之中。至于要不要封住这张口，嘴巴长在他们脸上，他们说了算。客人们看足了好戏，又得了笔丰厚的谢仪，无不心满意足，很快人就走了个精光。穆王殿下独自留下，可是还有要事。那苏千雪当真是你孙女儿？老身与千雪5年未见，她样貌确实变了许多，但血浓于水，老身肯定她就是我嫡亲的孙女儿。老身这些年缠绵病榻，无心管事，致使家宅生变，害得千雪没成亲便生子，做下这等有辱门风之事。但望穆王殿下能够看在王夫老国公的份上，担待一二，不要毁了这孩子的将来。苏老夫人这是有求于本王，何不也给本王送上一笔厚厚的封口费？空口白牙，诚意何在？苏胜一直没敢插言，听了这话大喜，忙道：有，下官这就去准备银子去。他心想，果然有银能使鬼推磨，就连穆王殿下也是见钱眼开的人，肯收银子，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蠢货！见儿子连南宫耀的讽刺之意都听不出来，气得他肝疼。穆王殿下要怎样的诚意？不知道，先欠着。不等苏老夫人再想说辞，南宫耀已经站起身来，留下一句话便向厅外走去。这是答应了？苏老夫人愕然看着他高大俊挺的背影，终于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恭送穆王殿下。莫名而来，莫名而去。母亲啊，
这位穆王殿下当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他在这里，儿子连大气都不敢喘呢。幸好您出来镇住了场面，否则……苏老夫人面沉似水，看也没看儿子一眼。国公府虽然在苏胜的手中日益败落，但老国公留下的家底却不薄，足够苏胜这个败家子挥霍一辈子的了。老爷特意给二小姐准备的，却没想到鸠占鹊巢，虽没明说，但他鼻孔哼的那口气分明就是这个意思。5年不见，庞管家的威风不减当年呢。背靠着徐姨娘这个主子，庞管家过得可还舒心呢？大小姐慎言，您口中的徐姨娘现在是国公爷的正室夫人，大小姐也要尊称她一声母亲。母亲？她也配？看来庞管家是一心侍奉新主，完全将我娘亲这个旧主人给忘了。这等不忠心的狗，留你何用？我娘当年难产，腹痛如绞，是庞管家亲自去请的大夫，结果那虎狼大夫用药有误，差点一尸两命。请问徐管家，这大夫现在何处？事隔多年，谁知道他在哪里？大小姐提及此事是什么意思？庞管家不知此人下落，我倒是知道。而且这虎狼大夫亲口招认，当年是有人买通了他，让他暗中加害我母亲，造成一尸两命的惨案。他贪图重金答应下来，临下手之时于心不忍，便放过了那小小婴儿。若是让我爹知道送了他5000两银子的人便是庞管家您，你觉得家父对待这种不忠心的狗，是一刀杀了呢，还是一刀刀剐了呢？你怎么知道的？当年发生这事之时，他分明是个刚出生的小婴儿，瘦弱不堪。要不是那大夫心软，他哪里还能活到现在？庞管家没敢怀疑舒浅月是在诈自己，因为他连自己贿赂那大夫的银两数目都说得清清楚楚，一定是那虎狼大夫把自己供了出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庞管家，我娘亲待你不薄，你竟对她下此毒手，背主求荣，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大小姐，奴才不是没良心的狗，奴才是被人利用了，真正的主谋另有其人。当年的事情实在是……够了，我懒得听你那些逼不得已的苦衷。冤有头债有主，我此次回来必不会放过害我娘亲之人。我只问你，你是要继续助纣为虐，还是弃暗投明？奴才弃暗投明，奴才以后为大小姐马首是瞻。这园子里连个可用的下人也没有吗？有，奴才马上就安排人来服侍大小姐。还有吃穿用度、家具器皿，全部给我准备最好的过来。是，奴才遵命。滚！想拿当年的事儿做把柄要挟我，也要瞧瞧他有没有那么硬的命。既然来了，为何还要鬼鬼祟祟的躲着不露面呢？南宫狗，出来！舒浅月只觉一阵冷风从窗口吹了进来，下一刻南宫耀一袭黑衣的高大身影已经出现在他眼前。苏千雪，你再对本王出言不逊，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你现在去对我很客气了吗？放手！你再对我动手动脚，我也对你不客气。南宫耀松开手，乌黑深邃的眸子盯住他，心里忽然闪过一抹异样。他的某些举动似曾相识。漂亮叔叔，要不要尝尝我娘亲做的面？可好吃了。好。南宫耀一口答应，可桌上只有2碗面，一碗是绵绵吃过的，舒浅月面前的那碗面还没动过筷子。堂堂穆王殿下怎可能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南宫耀无比自然地拿起那碗没动过的葱油泼面，第一口面条刚入口，他就怔了一下，一种无法言喻的奇妙香味在他的舌尖绽放。他从来没想到一碗普普通通的葱油面会好吃到这种地步。好吃吧？我娘亲的手艺可是一流的。还有吗？南宫耀吃完一碗面，意犹未尽。没了。舒浅月恨得牙痒痒，早知道南宫狗会来吃面，他就该在面里下点毒，毒不死他也要恶心死他。南宫耀取出一锭金元宝放在桌上。面钱不够。南宫耀一面腹诽这女人好贪婪，又取出一锭。2锭金元宝就是100两黄金，
等于是3000两白银，就算买下10家面铺都绰绰有余。还是不够。那你要多少？那要看穆王殿下的命值多少了。什么意思？穆王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会连那夜荒郊野岭受伤以后是谁救了你也忘了吧？果然是你。你是诡异的什么人？关你屁事啊！你，穆王殿下，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你这辈子大约从来没有求过人吧？他早就猜出他的来意，明明是想求鬼医治他的寒毒，却摆出高高在上、大大咧咧的架势给谁看呢？本王从不求人。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世上有一件事叫求而不得。这世上根本没有本王得不到的东西。是吗？抱歉，我不认识鬼医。说谎，你分明就是从蝶谷出来的。你哪只眼睛瞧见我是蝶谷出来的？莫非你早就注意到我了？难不成穆王殿下一直跟着我？你看上我了？做梦！我和绵绵倦了，要休息。穆王殿下请回吧。漂亮叔叔，你是要找鬼医给你治病吗？南宫耀身中寒毒，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晓。他找遍了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有人说，或许只有蝶谷的鬼医才有办法治好他的毒。可鬼医行踪不定，蝶谷似乎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福九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探听到蝶谷的大概方位。结果前往蝶谷的途中却出了意外，他毒发受伤，阴差阳错被他所救。由此断定，他不但来自蝶谷，更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好医术。他和鬼医更是关系匪浅。南宫耀立刻转头看向绵绵，对他点点头。绵绵，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娘亲，漂亮叔叔是个好人，他对我可好了，给我买好吃的好玩的，还教我骑马。就是他生病了，他的寒毒发作，差点死掉了呢。不过我相信娘亲你一定可以治好他的哦。不治。为什么不治？因为我不高兴。开出你的条件，你要怎样才肯为本王医治，驱除寒毒？我要月儿。舒浅月险些冲口而出，不能冲动。舒浅月立刻告诫自己，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之前，绝不可以将弱点暴露在他面前。他要徐徐图之。说吧，你想要什么？我什么也不要，我根本就不会和你做任何交易。你还欠我一条命，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本王今天给你解围，护住了你的名声，算是一报还一报。你和平南侯的小侯爷有婚约在身，却未嫁生子。本王答应你，若是你治好本王寒毒，本王就替你摆平这件事儿，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到平南侯爷府，做你的世子妃，如何？呸！谁稀罕？要么滚，要么死，你自己选。罢了，不跟你个小女子一般见识。你也太狠了，竟然对娘你下这么重的手。都是苏千雪那贱人，要不是他，娘你也不会挨爹的打。他怎么就没死在外面？苏千雪没死，他就还是平南侯府小侯爷的未婚妻，始终压在他头上。他这个苏家二小姐想嫁给小侯爷，连门也没有。徐氏心里对苏千雪的恨绝不在女儿之下，甚至更深，但他城府极深，又当着下人们的面前，他慈母的人设不能倒。兰儿，住嘴！千雪是你大姐，你要是再对她出言不逊，我就要用家法教训你了。娘，玉娘啊，今天让你受委屈了，我今天打你也是无奈之举啊。穆王殿下明显是来替千雪那丫头撑腰的，我要是不如此，平息不了千雪那丫头的怒气，要是得罪了穆王殿下，只怕咱们家门都得不安宁了。老爷不必多说，妾身都明白的，妾身一点儿也没怪你，只要家宅平安，妾身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的。他太了解苏胜了，这人面软心硬，冷酷无情，又满腹算计，只要于己有利，连亲生老子都能出卖。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苏胜的众多姨娘中脱颖而出，稳坐正室夫人的宝座。玉娘，你总是这般的善解人意，大度贤良啊。老爷，
妾身可以发誓，千雪那孩子真的和妾身无关，妾身真的不知道他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希望老爷明鉴。我自然是信你的。一想到苏千雪未嫁生子，他就恨得牙痒痒。最让他难堪的是，他该如何向平南侯府交代？老爷是在担心平南侯府吗？也不知道能不能瞒得住，又能够瞒住多久呢？老爷，咱们不还有慧兰吗？你的意思是？妾身的意思是，千雪虽然做出有辱苏家门楣的丑事，可咱们慧兰却知书识礼，温柔大气，谁见了不夸？别说平南侯府的小侯爷，就算是王子皇孙，咱家慧兰也配得上。好，若是平南侯府来人退亲，我就把千雪和他生的野种赶出府去，让他们自生自灭，免得丢了我苏家的脸。到时候再和小侯爷商议他和慧兰的亲事。老爷，要赶千雪出府，会不会太无情了？她孤儿寡母的，咱们府里也不差他母子二人的一口饭。要是老爷觉得他们碍眼，就让他们搬到看不到的地方去。不管怎么样，她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啊。玉娘，千雪今日如此的顶撞你，你还如此的为她着想，你呀就是太善良了。赶出府，哪有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方便？想怎么搓弄就怎么搓弄。等苏胜离开之后，徐氏立刻唤来自己的心腹何嬷嬷。钱嬷嬷被送到了大理寺，她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想法子堵上钱嬷嬷的嘴，免得她咬出自己后患无穷。她如此这般的吩咐了一番，去钱嬷嬷的家里取了一样东西，然后又连夜去了大理寺。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嬷嬷用重金买通了看守的狱卒，顺利地见到了被关在牢房里的钱嬷嬷，并给她送了一盒刚出笼的肉包子。包子自然是狱卒检查过的，没毒。为了证明，何嬷嬷还当着狱卒的面吃了一个。钱嬷嬷吃包子的时候，却吃出了一样东西，是一只小小的银镯。她脸色大变。第二日一早，狱卒巡监的时候，骇然发现钱嬷嬷撞墙自尽了。王爷，不好了，小世子他……玉儿又闯什么祸了？小世子他把舒儿小姐的脸给打破了。玉儿可有受伤？那倒没有，只是小世子他发了好大的脾气，他非要把舒儿小姐赶出去，属下阻拦不住，只好给王爷报讯了。玉儿现在何处？在舒儿小姐的院子里。玉儿，你胡闹什么？玉儿，你又欺负你姨娘了。玉儿他没有欺负我。本王不瞎。玉儿，过来向你姨娘道歉。我不。连父王的话也不听了吗？南宫月。父王，你问都不问，就要我向这个女人道歉吗？我不，我没做错。你是本王的儿子，是孟王府的世子，这个身份不是让你用来仗势欺人的。你做错了事就要认错，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了吗？我没错，我不道歉。做错事的人是他，该道歉的人也是他。父王，你把他赶出去。胡闹！父王，你不分是非黑白，你心里只有这个女人，我讨厌你。南宫月眼中滚出大大的泪珠，他努力想忍住不哭，可还是没忍住，用力抹了下眼睛，迈开小腿跑了出去。滚回来！可南宫月充耳不闻，很快就跑得不见了人影。你们几个去跟着他，不许让他离开家门半步。侍卫们连声答应，追了出去。姐夫，都是我不好，不知怎么惹了月儿生气，还望姐夫不要责罚月儿。你要怪就怪我好了。回头本王让人给你送一盒宫中御赐的膏药，你的伤应无大碍。多谢姐夫。姐夫，住嘴！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本王容你住在这里，不是因为你是舒浅月那女人的妹妹，而是因为你是月儿的姨母。若不是因为当年你救过月儿，你有什么资格住进来？是你毛遂自荐要照顾月儿的饮食起居，你若不愿，大可离开。你不是这里的主子，你也没资格唤本王一声姐夫。若你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就立刻从这里离开。是王爷，是妙雪越举了。他才不傻，
在南宫耀身上，他耗费了5年的时间，要是就这样灰溜溜的离开，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王爷，耀雪只是担心月儿，她这次回来之后脾气就变得很古怪，所以我想问问王爷，月儿在外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啊？你只要管好她的饮食起居，至于旁的事，轮不到你操心。月儿呢？回王爷，小世子把自己关在房里，谁也不见，谁也不理，就连福护卫都叫不开门呢。不用理他，叫福九看住他。还有，不许让人给他送饭，这小子就是被惯坏了。属下遵命。小世子啊，你就开开门吧，要不你就出个声，让属下也知道您没事儿。你要是想出气啊，就出来找属下，属下任你打，绝对不还手的，让您出了心里的这口气，好不好呀？房间里也不知道南宫月是睡着了还是故意不理，半点声息也没有。哎呀，王爷您来的正好，快劝劝小世子吧。小世子他劝个屁！福九，让开！本王今天非狠狠教训这小子不可。南宫耀大步上前，浑身散发的冷气能冰冻3尺。福九吓了一跳，忙拦在门前道：王爷千万不可呀！福九，你胆子肥了，竟敢阻拦本王！王爷，小世子今天这么做并不是任性胡闹，是有原因的。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惩罚小世子呀。其实小世子他没做错的。他没错，他无故打人，弄伤了舒妙雪的脸，跑到他的院子砸碎了那么多东西，还拒不道歉认错，这般任性妄为，难道不该教训？他是本王的儿子，就更要承担后果。南宫耀对这唯一的儿子寄予厚望，他从小就对南宫月管束极严，因为子不教，父之过。福九，你再不滚开，休怪本王手下不留情。突然咣啷一声，房门从里面重重打了开来，南宫月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要打就打我，别动福九。哼，还挺有担当。南宫耀冷笑一声，大步上前，一把揪住儿子的衣领，将他像拎小鸡一样拎了起来，将南宫月抱在了怀里。放我下来，我不要你抱！再敢动一下，本王就打到你屁股开花！南宫月闭紧了嘴巴，好汉不吃眼前亏。曾经他惹得南宫耀大发雷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屁股，肿得老高，疼得他连着好几天只能趴着睡觉。舒妙雪拎着刚做好的点心赶到南宫月的院子，却扑了个空。侍卫们说王爷刚才来这儿发了好大的脾气，硬是把小世子给带走了，一定是把小崽子带到主院去惩罚了。舒妙雪心想，暗自欢喜，王爷嘴上没说，心里还是疼惜自己的，这不为了自己竟然管教起小崽子来了，这等好戏他岂可错过？他急匆匆的又赶往南宫耀所住的主院。王爷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去。福护卫，我听说小世子喜欢吃点心，特意亲手做了桂花糕给他尝尝。小世子从不吃点心。福九睁眼睛说瞎话，以前确实不吃，但这次回京之后，小世子已经是无点心不欢，每顿饭都要先吃好几块点心，而且每次吃点心的时候，小世子和主子一样，总是冷冷的表情都会变得柔和起来。可是我明明听说小世子很喜欢吃的。舒二小姐请回吧，别打扰了我家王爷用膳。既然小世子不吃，那就请福护卫帮我把这桂花糕送给王爷可好？我家王爷也从来不吃这劳神子。福九手一挥，食盒掉在地上。那妙雪就不打扰王爷了。你不是喜欢吃点心吗？这是我特意吩咐厨房给你做的。不吃。月儿，你是要惹父王生气吗？你今天也胡闹够了，你弄伤了你姨娘，又砸了她的东西，父王都没有罚你，你还要怎么样？我又没做错。月儿，我和你说过，当年要不是你姨娘救了你，你早就被一把火烧成了焦炭。她不但救了你的命，这几年对你细心呵护，也算是体贴周到。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讨厌她？父王，你要是娶她给我当后娘，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你听谁说的？我要娶舒妙雪了？是他亲口说的。不可能。他从来没对舒妙雪假以辞色，更从来没说过半句要娶她的话。你从来不信我说的话，只相信那个女人的。她是你姨娘，她今天怎么得罪你了？
他弄坏了娘亲的遗物。什么遗物？就是小时候包着我的那床被子。不过是床被子，5年前的旧物早就该扔了。父王给你买10床新被子。我不要，我就要我的小被子，那是我娘亲留下来的唯一一样东西。月儿，不要胡搅蛮缠。我就知道，告诉你没用，你心里就是偏袒舒妙雪那女人。她故意弄坏我娘亲的东西，还借口说要给我当娘亲，我偏偏不要。你要是不把她赶出去，我就离家出走。你要是离家出走，我就打断你的腿。这该死的苏千雪给他儿子灌了什么迷汤，竟然还引诱的他儿子要离家出走。他心里把苏千雪恨得牙痒痒的。你就是想跟我娶后娘，我不要。我心里只有娘亲一个，就是苏千雪，除了她，我谁都不要。我不喜欢曾祖母。为什么？她对娘亲你好凶，还骂你，所以明明不喜欢她。因为曾祖母没对你笑，没对你说好听的话，没疼没宠你，所以你觉得她是个坏人，对不对？对。那你有没有看到，曾祖母一句话也没问，就认下了咱们母女？要不是她护着咱们早就被人赶出去了。啊，绵绵明白了，怪不得娘亲和义父总是说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说得不错，你义父没白教你。原来曾祖母是向着我们的，一会儿我要认认真真的给曾祖母磕头。二姐，你今天戴的这只翡翠穿珠步摇真好看，是万宝阁刚上的新品吗？说话的是苏家3小姐，桂姨娘的女儿苏慧竹，年15。二姐就算不戴着这步摇，也美若天仙，要不然小侯爷怎么偏偏就看上咱们二姐了呢？接话的是陈姨娘的女儿苏慧梅，排行老4，今年刚满13。四妹别乱讲话，这事儿根本还没定呢。是苏慧兰含羞带嗔的声音。我觉得板上钉钉，跑不了的。三姐说的没错，现在谁不知道咱家有个未婚生子的大姐？小侯爷肯定不会要她的，她做出这种丑事，还连累了我们，以后我们都没脸出去见人了。几个女孩子都是来给苏老夫人请安的，却在院子里毫不顾忌地奚落起刚回府的苏千雪。舒浅月唇角轻勾，若无其事地带着绵绵走了进去。大小姐来了。见过长姐，长姐的孩子生得真可爱。她叫绵绵。三姐，你理会他们做什么？她根本就不配做咱们的长姐。苏慧梅带着稚气的脸上是和她年纪不相符的跋扈骄横，眼神还透着股恶毒。舒浅月看到她小小年纪就一脸的刻薄相，就懒得搭理她。她径自对苏老夫人的丫鬟道：我带绵绵来给祖母请安，麻烦进去通报一声。老夫人正等着您呢，大小姐请进吧。贱婢，竟敢当面扯谎！我们来给祖母请安，你说祖母身子不适，让我们在院里等着，怎么她带着小野种一来，你就让她进去？在你眼里谁是主子？那丫鬟捂着被打的脸退后2步，敢怒不敢言。在苏慧梅完全没反应过来时，她的右脸被狠狠地甩了一记巴掌。苏慧梅被打懵了，回过神来，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舒浅月。你敢打我？再敢说一句野种，我撕了你的嘴！你敢？我先撕了你的脸！苏慧梅冲口叫道，同时伸出尖尖的指甲对着舒浅月的脸狠狠抓了过去。她都懒得再出手，直接一脚，苏慧梅像个破布袋子一样直飞出去。她一时爬不起来，狼狈不堪。大小姐不是个离不开药罐子的病秧子吗？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一脚就能把人踹飞出去，她还有什么是办不到的？苏慧兰和苏慧竹齐齐打了个哆嗦，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好几步。舒浅月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子药草的气味。祖母，我会点医术，给您把个脉吧。你？我在蝶谷这几年跟鬼医学了一点皮毛，你要是相信的话，我就献丑了。好。苏老夫人这个可喘的毛病10几年前就有，请遍了天下名医，吃了不知道多少珍贵药材，不但没好，反而日愈加重。近来更是每日必咳，每咳必见血。丫鬟们都瞒着苏老夫人，
心下却了然，老夫人的日子怕是不多了。舒浅月将手指轻轻搭在苏老夫人的手腕上，她双眼微合，静心把脉。片刻后，舒浅月收回手来。祖母的病可以治。苏老夫人却微微摇头，她这病怎么可能治得好呢？忍了好久，苏老夫人再次剧烈地咳了起来。舒浅月却拉过老夫人的右手，握着她的指尖，开始轻轻按压，5根手指都按了一遍，然后又换成左手。大约按了半盏茶的时间，老夫人的咳声慢慢停止了。她怔怔地看着舒浅月，眼中尽是不可思议，只觉得喉咙里似乎含了块冰，一股子清凉之感顺着鼻腔到喉咙再到肺部，竟是说不出的清爽舒服。舒浅月依言继续替老夫人按摩起来，这次却不只限于手掌，而是从手掌根向上推拿，一直按到老夫人的手肘位置。又过了一会儿，苏老夫人眼皮发沉，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打起了瞌睡，还很快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鼾声。她轻轻替老夫人盖上了被子，站起身来对丫鬟们道：祖母这一觉大约会睡很长时间，你们不用在这里服侍，留下2个人照看祖母即可。舒浅月又叮嘱了他们几句话，就牵着绵绵的小手走了出去。大小姐，您终于回来了。她抬手把人扶了起来，不动声色。快请起，千雪不敢受嬷嬷如此大礼。娘亲有话要和这位嬷嬷说，你去那边玩一会儿，别跑远了。大小姐，这是您生的小主子，生得真好看，和大小姐您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绵绵，这是孔嬷嬷，她是你祖母的陪嫁嬷嬷。孔嬷嬷，哎呦，小主子，奴婢可不敢当。绵绵知道自家娘亲和这位孔嬷嬷有要紧的话说，对孔嬷嬷摆摆手，便自去一旁玩耍了。苍天在上，定是夫人在天有灵，才会保佑大小姐您平安归来。嬷嬷，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吧？她实在不忍心告诉孔嬷嬷真相，那个她心心念念的大小姐苏千雪早木木已拱。大小姐，奴婢没用，当年没能护住您，这些年来奴婢又没能守住夫人留给大小姐您的嫁妆，奴婢对不起大小姐，更对不起夫人的临终嘱托。万幸大小姐你吉人天相，没有被那心虚的毒妃害死，奴婢今生能再见到大小姐一面，就算是死也能闭得上眼了。他从怀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上面锈迹斑斑，双手颤颤巍巍地呈到舒浅月面前。这是夫人留给您的嫁妆，可是奴婢却没能替大小姐守住，奴婢罪该万死。舒浅月接过那把沉甸甸的钥匙，心中有些不解的疑惑也豁然开朗。怪不得徐氏一心要置苏千雪于死地，嫌她碍眼其次，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这一大笔嫁妆吧。这是苏夫人死前留给女儿的最后一笔财富，徐姨娘连这也要觊觎。不过是其身外之物，孔嬷嬷不必自责。奴婢本该誓死守护好大小姐的嫁妆，却始终没能护住，夫人留下来的财物只剩了不到1/10，现在物归原主，请大小姐过目。他从怀里又取出一本泛黄的账册，交到舒浅月手里。舒浅月翻开来，册子上密密麻麻地列着物品清单，从首饰、衣物、布匹到家具摆设、字画，还有各种日用品和名贵药材，还有田产铺子，称得上是琳琅满目。舒浅月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珍稀药材，可惜其中绝大部分的东西都被用墨笔勾掉了。孔嬷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大小姐，这府里除了老夫人没一个好东西，可老夫人年事已高，又缠绵病榻，她又能护着您多久呢？您还是早做打算的好，您带着这些剩下的嫁妆远走高飞吧。
离这里越远越好。他们吃人不吐骨头的。你和小主子要是留在这里，迟早会被他们害死。还有老爷面冷心狠，这男人要是真的狠下心肠，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年老爷对大小姐不闻不问，由得徐姨娘作践，还有夫人死得蹊跷，他就不信老爷心里没数。黄嬷嬷，我全明白的，以后你就跟着我住在雅梅轩吧。我初来乍到，这府里没个知心可靠的人，嬷嬷正好可以帮我提点一二，顺便看顾一下绵绵。奴婢没办好夫人交代的差事，大小姐还对奴婢这样信任，奴婢百死难报大小姐的恩德。大小姐放心，只要有奴婢一口气在，任是谁也不能欺负了绵绵小主子。祖母的贱婢以下犯上，对女儿不敬，女儿气不过就训斥她，结果苏千雪上来就给了女儿一巴掌，她还口出恶言，辱骂母亲，分明就是不把母亲放在眼里。母亲，她才第一天回家就作威作福，母亲要是不狠狠地教训她，迟早要被她气到头上来。这不正是送上门来的枪吗？你是她亲妹妹，她这个当姐姐的下手居然这样重，确实是她的不对。母亲一定要替女儿做主。梅儿，不是母亲不替你做主，而是她是你长姐，又是刚刚回府，你爹都向着她，她的背后还有穆王殿下给她撑腰，我这个做继母的也得看她的脸色，哪有资格管教她？母亲，您才是一家之主，难道就由得她这么欺负你吗？这苏千雪太可恨了。唉，继母不好当啊，我要是对她严了，旁人要说我虐待前世的女儿。罢了，谁叫我命苦，只是我受点委屈也就罢了，没想到她连你这个亲妹妹也要欺负，都怪母亲没用，母亲不好出头，我来教训她。她这般凶悍，你明着和她斗，吃亏的只会是你。母亲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在受她欺负，算了，咱们就忍忍，以后见了她绕道而行吧。那可不行，我绝不能就这样放过她。母亲，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有办法教训她的，对不对？这个……徐氏正迟疑着，一名丫鬟进来禀报道：“夫人，大小姐出府去了。”去了何处？奴婢不知，大小姐一个人出去的，身边没有人跟随。哦，知道了，下去吧。打发走了丫鬟，徐氏目光闪动，一条毒计油然而生。他故意一脸愧疚地对苏慧梅道：“哎呀，母亲知道你一直想住雅梅轩，故而派人将园子重新修缮了，准备指给你。没想到你长姐突然回来，你爹居然把那园子给了她，母亲没拦住。这件事是母亲对不起你。母亲，这怎么能怪你？明明是她占了我的地方。难得你长姐不在府里，你就去雅梅轩逛逛吧，千万别和你长姐起冲突，凡事多多忍让才是。哦，对了，你长姐生的那个孩子怪可爱的，你可以带些鱼食，带那孩子一起观鱼玩耍。你长姐要是回来见到，一定高兴。母亲提点的是，那女儿就去雅梅轩喂鱼玩。这蠢货！夫人使得好妙计，只希望她别蠢到家，能听得懂本夫人的言外之意，别让我失望。夫人放心，四小姐蠢归蠢，但蠢货都是一根筋儿。夫人都提点到这份上了，她肯定是听明白了。这条借刀杀人的计使得真是妙啊！咱们就等着瞧好戏吧。何氏微微一笑，苏慧梅兴冲冲地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取了鱼食，便赶往雅梅轩。四小姐，咱们还是别去雅梅轩了。大小姐她真不是好惹的呀。她不好惹，难道我就是好惹的？要是不狠狠给她个教训，我今天的打岂不是白挨了？你要是再敢多嘴一句，我就卖了你。你是谁？为何擅自进入雅梅轩呢？瞎了你的狗眼！
我是四小姐，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拦我的去路！不管你是几小姐，这里是我们大小姐的院子，没有大小姐的允许，谁都不可以入内。笑话，她是我长姐，我是她亲妹妹，妹妹来探望姐姐都不能进吗？我家大小姐有事出府去了，四小姐要探望的话，可以等大小姐回来。林沈一步没退，他奉了舒浅月的命令，要守住雅梅轩，不能让什么不三不四、阿猫阿狗的乱闯。哦，长姐不在，我来看看小外甥。你去告诉他，我是他的四姨母，特意带了好玩的东西给他。哼，四姨母，你带了什么好玩的东西给我？小野种上钩了。小绵绵，快过来，四姨母带了鱼食呢，咱们去喂鱼玩，好不好？好呀，四姨母真好，我最喜欢喂鱼了，咱们快走吧。绵绵小小姐又要出幺蛾子了，那四小姐自求多福吧。好玩，真好玩。那绵绵想不想亲手喂鱼呢？想。好，给你鱼食，你喂吧。苏慧梅笑盈盈地把食盒放在绵绵手里，自己往后退了一步，掩住眼底的恶意。绵绵接过食盒，抓了一小把，投向水面。左右无人，苏慧梅飞快地向周围扫视了一圈，机会难得，她立刻伸出双手，对着绵绵小小的后背狠劲一推。那丫鬟把眼一闭，不忍心看。说时迟，那时快，绵绵的后面像是长了眼睛一般。苏慧梅的手刚接触到她的衣服，她就突然往旁边一闪。苏慧梅推了个空，脚下收不住力道，往前冲了2步，竟然一下子掉进了池塘里。救命！救命啊！你家小姐掉水里了，你怎么不救她呀？是你推四小姐下水的。你要是再不喊人来救她，她就要淹死了。丫鬟这才反应过来，忙跑出园子去喊救命。一阵兵荒马乱后，苏慧梅终于被从池塘里捞了上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夫人，四小姐好心带着大小姐的孩子喂鱼，可她趁四小姐不注意，把她推进了池塘里，求夫人做主。什么？闻言，徐氏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梅儿，我的梅儿！苏慧梅的生母陈姨娘匆匆赶过来。小野种害死我女儿，我要她给我女儿偿命。这是我家大小姐的住处，不管你是谁，都不得在这撒野。你要再对我家小主子出言不逊，休怪我对你不客气。陈姨娘大怒，抬手就向林婶抽了过去，嘴里骂道：你个贱婢，竟敢对我如此无礼！今天我不好好教训你，你就不知道我陈姨娘的厉害。哎呦喂！夫人，大小姐带来的奴婢目无尊长，她竟出手打我。夫人，您就在这儿看着呢，她都敢对我动手，可见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家法，更没有夫人您呢。来人，把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给我绑了。就在这时，孔嬷嬷从后面赶了过来，拦在3人面前。不得动手！闪开！你要是不让，连你一起绑了。这是大小姐的地方，大小姐刚刚回来，你们就这么容不下她吗？连她带来的人也要欺负作践，你们简直不是人！哎，你个老糊涂，认不清谁是主子。在这府里，咱们都听夫人的，夫人的话那就是天，懂？雅梅轩闹出这么大的事来，舒浅月却一无所知。此时的她正走在店铺林立的街道上，准备给苏老夫人选购药材。姑娘想抓点什么药？我想要天门冬、肉苁蓉、菊贝子，每样2两，要品质最好的。姑娘莫不是开玩笑？怎么，你们这里没有这3味药？她明明闻到了这3味药材的气息，虽然很淡，她相信自己不会弄错。有自有，只是这3味药材哪一种都不便宜，姑娘要品质最好的那就更贵了。钱不是问题，只要品质过关，那些滥竽充数的药材我不要。原来姑娘是个行家，这您放心，我们同盛堂的药材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品质好，品种全，只要有银子就没有在我们这里买不到的药。那正好，我还有这些药材。舒浅月直接把列好的清单交给了伙计，伙计一看到密密麻麻的单子，
眼睛一亮，知道来了大生意，他忙不迭地去帮舒浅月准备药材了。有人参养荣丸吗？有的有的。我家主子突然发病了，需要人参养荣丸救命。伙计一听，慌忙去取药。那少女浑身无力，一进来就喘个不停。舒浅月的目光落在那少女的脸上，突然心中一震。小郡主，那脸色苍白的绿衣少女正是当朝长公主的小女儿傅清瑶。说起来，这位小郡主傅清瑶和前主舒浅月还有一段不浅的缘分。5年前傅清瑶不到10岁，现在却长成了纤纤玉质的妙龄少女，眉眼出落的愈加秀美，她仍是一眼就认了出来。伙计取来了人参养荣丸。且慢！舒浅月起身走了过去，阻拦道：他是哮喘发作，不可服用人参养荣丸。你是谁？休得胡言乱语！我家小姐每次病发的时候都是服用人参养荣丸的，这是宫里郭太医给开的方子，绝不会有错。哮喘发作有好几种情况，有药物性哮喘，有过敏性哮喘，运动性哮喘。人参养荣丸是好方子，不过对于过敏性哮喘却并不对症。你家小姐这次哮喘发作是因为误食了让她过敏的东西，比如桃子。咦，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姐刚吃过桃子？猜的。4月并不是产桃子的季节，但长公主是皇帝的亲姐姐，身份尊贵，皇帝经常会赏赐贡品以示荣宠。小郡主又是长公主的掌上明珠，寻常人吃不到的东西，不代表小郡主也吃不到。她也没想到自己不过是才吃了半颗桃子，就突然喘不过气来。偏偏今天出来，婢女们都大意了，身边没带着药，这才着急忙慌的把她送到最近的同盛堂来。偏巧就遇到了舒浅月。此时的小郡主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中。我需要一间净室，给她施针。舒浅月的眼神坚定，语气果决，带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那大丫鬟不由自主的就信了他。多谢姑娘对我家妹子施以援手，请姑娘告知身份，容父某日后登门道谢。傅子夜身为长公主的世子，浑身上下都带着股高贵清华之气，并没有半点以势压人的骄横。不必了。姑娘啊，这位是长公主府的世子爷呀。舒浅月看都没看向傅子夜，直接问之前的伙计：我的药备齐了吗？备齐了，不过数量颇多，姑娘你就一个人，怕是拿不了。我可以帮姑娘把药送回去，姑娘买的药材账记在我身上。无事献殷勤，东西随后送到我府上。舒浅月留下银票，就离开了同盛堂。傅子夜将自家妹子送上马车后，就打发婢女们先将傅清瑶送回府里。姑娘，请留步。傅某从未见过姑娘，姑娘为何对我满怀敌意？你们傅家没一个好东西。哦，看来是我们傅家得罪过姑娘。那姑娘为何还要以德报怨，出手救我妹子？舒浅月噎了一下，傅家确实对原主做出不可告人之事，可小郡主傅清瑶却是无辜的。当初若不是小郡主救了原主，原主怕是早就身败名裂了。我乐意，你管得着吗？傅子夜再次无语。就在这时，长街上突然响起急促的马蹄声，马蹄声骤然而止，高大的黑色骏马正停在两人面前。苏千雪，你是镇国公的长女苏千雪？舒浅月充耳不闻，一记鞭子重重抽在他的耳畔，只差一离，就打在他细腻娇嫩的面颊上。穆王殿下，用鞭子对付一个弱女子，这样不妥吧？原来是傅世子。是我，傅世子这是要为她出头，她是你的女人。本世子和苏姑娘只是初识，她救了我家妹子，我自是容不得她被人欺辱。你哪只眼睛看到本王欺辱她了？穆王用鞭子抽她的脸，本世子亲眼所见，她脸上可有半点伤痕？这倒没有。既然她没受伤，傅世子为何还要替她出头？多管闲事吗？月儿呢？你什么意思？少装蒜！要是月儿少了一根头发，本王就砍了你们苏家满门的脑袋。月儿不见了？明知故问，就是你蛊惑了她。苏千雪，交出月儿，本王就饶你一命。此事和我无关，月儿一定在镇国公府。他握了握拳，不再理会南宫耀，转身就飞奔起来。兄长，
你看到我月姐姐了吗？傅子夜深邃黝黑的眸子静静地看着妹子，没有说话。兄长，我月姐姐呢？瑶瑶，她5年前就死了。可是我刚才分明看到月姐姐了，我还握过她的手呢，她的手是暖的，她活着。你方才握着的是我的手，她5年前就被一场大火烧得尸骨无存。瑶瑶，你在做梦？那是梦吗？我讨厌你，你也是害死月姐姐的凶手之一，你们都是刽子手。瑶瑶，傅子夜知道他的哮喘症最忌情绪激动，否则极易并发，每次发作的时候都会难受得死去活来。太医特意交代过，要尽量避免让他发病，否则万一哪次救不过来，他就会永远的离他而去。等他走了之后，大丫鬟忍不住轻声劝道：郡主，世子爷是关心你，他事情那么忙，却每天都来陪你说话解闷儿，你这样对他，他会难过的。他难过，我就不难过吗？每次只要一想到月姐姐她死得那么惨，我就突然一阵喘不过气来，慌的丫鬟们赶紧端水的端水，拿药的拿药。好一阵忙乱之后，傅清瑶终于缓了过来，但丫鬟们却谁也不敢再在她面前提起月姐姐这3个字。大小姐，奴才奉了夫人的命令，要请您过去问话，还请您不要反抗，否则奴才们就只有得罪了。发生了何事？的确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还请大小姐随奴才去见夫人。她在哪儿？雅梅轩。她在我的雅梅轩做什么？这就要问绵绵小主子了。四小姐好心待她喂鱼，她却起了歹心，竟然将四小姐推进了池塘。现在四小姐昏迷着，还不知道能不能救过来。夫人大为恼怒，特意让奴才来请大小姐去问话。问话？怕是问罪吧？舒浅月眼角对着家丁们扫了一眼，让他们推开，我自己会走。说完，他理也不理家丁，向着雅梅轩疾行而去。庞管家见状，倒也没让人动手捆绑，反正她一个弱女子，既然进了府门，就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他正吩咐家丁们看好大小姐，就看到眼前蓦然站了一个人。穆王殿下。还没等他扑通跪下，南宫耀早就去得远了。娘亲，你可算回来了，绵绵要吓死了。他们好多人要抓绵绵，拿着棍子要打绵绵，还要打林婶和小七小烈。娘亲，绵绵好怕。别怕，娘亲会给你做主。千雪，今天这件事可是出于你的授意。哪件事？母亲，他还装无辜，就是他指使小叶小绵绵推我入水的。他总算记得自己曾为了小野种3个字挨过一巴掌一脚，没敢再次出口。我是一家之主，不会只听四丫头的一面之词就问责于千雪。事情发生的时候，千雪并不在府里，可四丫头却是被绵绵推进水里的。这件事究竟是不是你指使的？你要给四丫头和你陈姨娘一个交代。母亲，快把她拿下治罪。四丫头差点连命都没了，要是她死了，我也不活了。不是没死吗？你这说的是人话吗？难不成你还想看到四丫头没命了才开心吗？你有没有良心？良心？我倒是想问问四妹妹有没有良心，还是在府里多年，良心都被狗吃了？千雪，好好说话。绵绵推四丫头入水，是不是你指使的？你们说绵绵推四妹妹入水，有人看到了吗？奴婢亲眼见到的。你亲眼看到？是绵绵推了四妹妹？当时绵绵站在哪儿？四妹妹又站在哪儿？绵绵推的是四妹妹哪个地方？腰、背、臀，还是大腿？左腿还是右腿？四妹妹落水的时候是脸朝上还是脸朝下呢？四小姐在池边喂鱼，绵绵走到她背后，在她的后腰狠狠一推，四小姐就掉进水里了。是脸朝上，不，脸朝下掉进去的。四小姐一片好心，特意带了鱼食来陪绵绵喂鱼，哄她开心。没想到绵绵年纪虽小，心肠会这么狠毒，居然对四小姐下如此毒手。千雪，
你还有何话说？他说的对吗？他说谎。那你来说一下当时的情况。把食盒交给我后，就走到了我身后。我看到那边也有鱼，往左走了2步，结果就听到扑通一声，四姨母自己一头扎进水里去了。死丫头是失足落水的？不是这样的，分明是你推我的。千雪，不是我这个做夫人的偏袒四丫头，不相信绵绵所说的话，只是绵绵说的没有证据啊。要是有人肯出来为绵绵作证，证明这件事和她无关，本夫人自然不会责罚你们母子，否则徐姨娘就要治我们母子一个以下犯上、管教不严之罪了，是不是？我也是秉公而断。好一个秉公而断！徐姨娘打官腔的口吻倒是1等1的，我还以为这是在大理寺的公堂之上呢。徐氏被噎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心中大怒，但想到马上可以治他的罪，将他赶出府去，又变得舒坦了。既然无人为绵绵说的话作证，那本夫人也只能先将他关起来。至于千雪你可知罪？不知徐姨娘要如何处置我呢？他一口一个徐姨娘，分明是在故意挑衅徐氏的尊严。徐氏只觉得脸被打得生疼，却无法斥责于他。谁叫他的亲生母亲是正牌的国公夫人，还是受过皇命诰封的。他虽然被苏胜扶为了正室，可皇家的封诰上却并无他徐氏的姓名。徐氏吸一口气，正想吩咐将苏千雪母子赶出府去。小世子不知小世子驾到，妾身等有失远迎，还请小世子恕罪。本世子亲眼所见，你府上那个四小姐拉着绵绵喂鱼，后来她把食盒交到绵绵手里，自己却推到绵绵身后，趁着左右无人，想推绵绵入水，却被绵绵闪开，她收不住脚，掉进了池塘里。哼，害人终害己，自作自受。我没有，我是绵绵的四姨母，怎么会对她起加害之心？我疼她还来不及呢，谁能想得到她小小年纪却心如毒蝎？心如毒蝎的人明明是你，本世子亲眼所见，还会冤枉你不成？小世子是几时来的国公府，为何没人通报呢？你和绵绵是不是早就认识呀？你是来找绵绵一起玩耍的吗？我是来找雪娘娘的。雪娘娘，小世子，你还小，不识人心险恶，容易被别人的好话所迷惑，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你是说本世子说谎，故意护着绵绵？妾身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雪娘娘，你做得很好。千雪，小世子唤你雪娘娘，想必和绵绵也是交好。她年纪小，容易受人蛊惑，说的话不能作为证据。要是再没有旁人为绵绵作证，那本夫人还是要秉公而断，不能因为小世子护着绵绵，就置家法于不顾。苏夫人的意思是，本王的儿子在说谎吗？妾身拜穆王殿下。本王的话需要再说一遍。不敢，小世子的话自然是真的。既然真相大白，不知苏夫人如何处置那满口谎言、诬陷诽谤、蓄意杀人、贼喊捉贼之人？梅儿还不过来向你长姐道歉。还有绵绵，她是你的亲外甥，你居然也能下得去手？过来，给你长姐和绵绵跪下磕头。要是他们不原谅你，你就不许起来。我没错，明明是小绵绵推我下水的。母亲，你太偏心了，真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快给大小姐和绵绵磕头赔罪。徐姨娘口口声声说要秉公而断，不知这蓄意杀人的罪行该如何量刑呢？只是磕个头就算了吗？千雪说笑了，我就是一内宅妇人，哪里懂得朝廷律法？更何况咱们这是家事，要是千雪觉得我处罚轻了，那就加20丈的家法，再关祠堂1个月。母亲啊，你向来是最疼梅儿的，你要替梅儿做主啊！来人，将四丫头绑了，重则20家法，打完了不许给她上药，将她关到祠堂去。且慢，徐姨娘，
我只问你，若是今天四妹妹想推落食堂的人不是绵绵，而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也会知道四妹妹20板子，罚她关祠堂吗？当然不会，老娘会剥了那死丫头的皮。徐氏恨恨心想，千雪，我本来想着家丑不外扬，并不是有意要偏袒你四妹妹的，但她犯了律法，我也无法徇私。来人，将四丫头捆起来，送到大理寺去。还有她那个满口谎言的丫头，也一并捆了送去。送大理寺？那四妹妹岂不是又要像钱嬷嬷那样，过了一夜就自尽而亡？徐姨娘这样做，等于是让四妹妹送死啊！好歹她也是我四妹妹，我都不忍心，徐姨娘怎么能如此狠心呢？徐氏差点喷出一口血来。钱嬷嬷自尽的消息，这丫头也知道了，消息如此灵通。夫人，求求您大发慈悲，不要把梅儿送去大理寺。要是真的送进去，她这一辈子就毁了呀！大小姐，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梅儿吧。她一时愚蠢，犯下大错，竟敢对绵绵动手，我一定会狠狠地管教她，绝不会让她再干出这种事儿。只要不送她去大理寺，我给您做牛做马，报答大小姐您的恩德。陈姨娘，你弄清楚，要把四妹妹送大理寺是徐姨娘的主意，和我无关呀。我本来念着和四妹妹的手足之情，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四妹妹愿意认错，又愿意赔偿惊吓了我家绵绵的损失，我就不打算追究的呢。大小姐，我先替我家梅儿向你磕头赔罪，我认罚，你说罚多少都行，只要能让您和绵绵消气。都是自家姐妹，就罚3000两吧。3000两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陈姨娘攒了这么多年的私房，一下子出去了一大半，说不肉疼是假的，可为了救女儿，她倒是出的心甘情愿。四妹妹的事情了结了，可她身边那满口谎话的丫头，徐姨娘觉得如何处置才好呢？将那丫头拖下去，就地杖毙。今天有人要害你，你怕吗？不怕，反正他害不到我，倒霉的是他。绵绵不怕，以后要是再有人想欺负你，你就报我的名字，我会保护你的。好。谢谢小狮子。舒浅月看着两个孩子相亲相爱的模样，心里暖暖的。要是月儿也能回到他身边，一家3口团聚，永远这样幸福快乐，该多好。月儿，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他垂下眼帘，牙齿咬住了嘴唇，却没吭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月儿，不许哭，想哭就哭。这女人是铁了心和我作对是吧？她想把月儿教成个娘炮。谁说男人不会流泪，只是习惯用酒来麻醉，那种苦累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男人的痛自己才懂。娘亲，这首歌好好听哦。男人真的也可以哭吗？当然，男人也是人，他也有觉得痛或是受伤的时候，哭泣只是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流泪并不代表你就是弱者。舒浅月字字珠玑，他突然意识到南宫耀这狗男人根本不会教儿子。南宫耀薄唇紧抿，幽深的眼底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他在回味他方才哼唱的歌词，曲调古怪，词中的句子似是而非，似乎也有些道理。这不像是北邻国的歌谣，难不成他是来自东篱？舒浅月哪知道南宫耀的胡思乱想，他对南宫月道：现在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吗？那个女人她故意弄坏了我娘亲的遗物，我让父皇赶她走，父皇反而骂我，还要打断我的腿。是你那个姨娘？你娘亲留给你的是什么遗物？舒浅月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刚生下月儿就被舒妙雪抱走了，随后一场大火将她所有的东西都烧成了灰烬。如果出生的时候抱着我的那床小被子，他是故意的，他一直销毁了我娘亲的东西，我恨他。一床被子有什么大不了的？父王不是答应给你10床新被子吗？天山雪蚕丝的被子比你那床破被子强100倍。那能一样吗？他在乎的是一床被子，那是他对自己娘亲的思念和寄托。漂亮叔叔，你不对。我怎么不对了？这件事是你错了，娘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要是有人弄坏了我娘亲的东西，我会和他拼命。小柿子从小没了亲娘，他已经够可怜的了，可别的女人还把他娘亲留给他唯一的东西给弄坏了，他得有多伤心呀！可你不但不帮他把那女人赶出去，还骂他打他，要打断他的腿，你是他的亲爹爹吗？南宫耀噎住，他竟然答不上来。漂亮叔叔，你要向小狮子道歉，你道了歉他才会消气，就会跟你回家啦。月儿，父王答应你，回去之后一定会重重责罚舒妙雪。不过她毕竟是你姨母，又救过你的命，这些年对你细心照顾，你要是不喜欢她，以后少搭理她便是。你不赶他走，我就不回那个家。月儿，这臭小子简直蹬鼻子上脸，全是苏千雪这女人教唆的，想借月儿的手赶走舒妙雪，然后她趁机上位，攀上自己来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月儿，一个不会哭的男人并不是真正的男人，男子汉重要的品质是要有担当，尤其是明明做了错事儿却死鸭子嘴硬不肯认错，这种男人连娘们儿也不如，你可要记住了。我记住了。南宫耀被他这番指桑骂槐的话气得七窍生烟，狠狠瞪着舒浅月。月儿、绵绵，你们饿了吧？娘亲给你们做好吃的，好不好？谢谢娘亲。小柿子，你尝尝我娘亲做的白菜，它叫清水白菜，但其实它不是清水煮的白菜哦，保证你吃一口想两口，吃了还想再吃。月儿，吃吧。排骨炖得又香又烂，混合着蘑菇的鲜美，第一口下去，南宫月差点把自己的舌头都吞了。太好吃了，喜欢就多吃点。南宫耀是被屋子里传出来那浓郁诱人的香味儿和欢声笑语给吸引进来的。非请勿入，堂堂穆王殿下，竟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吗？本王的儿子被你带进来，你有问过本王一声吗？舒浅月无语，好吧，是他忘了，月儿身上还流着南宫狗一半的血。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吃雪娘娘做的菜。如果你要带她回去，也不差这一顿饭的时间。舒浅月知道自己没理由留下儿子，只盼和儿子能多待一刻是一刻，多看一眼是一眼。但南宫耀要是强行带走儿子，他也没办法阻拦。漂亮叔叔，你一定也没吃饭吧？来和小狮子一起尝尝我娘亲做的菜，可好吃了，尤其是这清水白菜，它可不是清水煮白菜哦，保证你吃一口想两口，吃了还想吃。他一撩袍角，在绵绵身边坐了下来。本娘亲要不是让漂亮叔叔坐下来一起吃，小狮子就要被带走了呀，娘亲连这都看不出来吗？他为自己想出来的法子很是得意。漂亮叔叔，你尝一口这个白菜，真的好好吃哦。这是清水煮的白菜？当然不是啊，娘亲说这个菜的门道全在汤里，里面放了10几种材料。绵绵，少说话，吃饭。小狮子，你怎么又难过了？是想家了吗？才不想，一辈子不回去也不想。吃里扒外的臭小子。南宫耀脸色一黑，刚想走过去把儿子拎起来狠揍他的小屁股。穆王殿下是想动手？小孩子刚吃完饭不能受惊，更不能打骂，否则会给他造成心理疾病，比如厌食症，吃什么吐什么，后果不堪设想。有这么严重？你不会是骗本王吧？还信不信？啊，我知道啦，你家里有一个讨厌的女人，她不只是故意弄坏了你娘亲的遗物，她还想要做你的后娘。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家出走的。那女人这么坏，你就别回去了，在这里住下来，我娘亲天天给咱们做好吃的，可以吗？做梦，滚过来，否则打断你的腿。漂亮叔叔，你对小狮子一直这么凶的吗？你是不是不喜欢他，所以才总是打他骂他，还要给他娶后娘？谁说我要给他娶后娘了？你如果不给他娶后娘，为什么要留那个女人在家里？本王没有王妃，总要有个人照料月儿的饮食起居。她是月儿的亲姨母，又救过月儿的命，这几年对月儿照顾的也算是尽心尽力。自己明明是为了儿子才留下舒妙雪，
儿子却总是故意和他作对，完全不理会自己的良苦用心。娶那女人，他想都没想过。你说的不对，他对小世子一定不好。如果他是真心的对小世子，绝对不会弄坏小世子最在意的东西。娘亲说过，世上没有人对另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好，必是有所图。他一个没出阁的大家闺秀，住在你府里好几年，只是为了照顾自己姐姐的孩子。要是说他没有企图，傻子也不信。南宫耀瞪着他，要不是亲眼看到，他真无法相信这话是从一个5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的。别理他，有些人天生就瞎，耳又聋，既听不到也看不到，别在这种人身上浪费口舌。连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可有些人就是自诩聪明，其实是个笨瓜，被人蒙在鼓里而不自知。娘亲，我想和小世子说几句悄悄话。舒浅月猜不到女儿打的主意，点了点头。漂亮叔叔，可以吗？你们不许偷听啊！绵绵拉着南宫月去了里间厢房，还掩上了房门。上次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上次的什么事？交易。给你治病。今天你亲眼看到了，这镇国公府里没有好人。今天绵绵更是差点被人推入池塘，有一就会有二，他能逃得过这次，难免不会有下一次。只要你答应，本王必可护得你们母女2人平安。不劳操心。南宫耀碰了个软钉子，心头有气。这女子是太傻，还是太过自信？她不知道自己身处狼窝，随时可能会没命。她以为自己会摄魂灵，会医术，就能天下无敌。罢了，她要自寻死路，关她屁事。夫人怎么突然生病了？发生了何事？夫人真是受了委屈。何嬷嬷看了徐氏一眼，就将今天在雅梅轩发生的事说了出来。她当然不会说出实情，而是添油加醋地说四小姐好意带着绵绵喂鱼，却被绵绵推入水里，差点淹死。夫人想要替四小姐主持公道，没想到穆王殿下和小世子来了，强要替绵绵出头，追得夫人不得不惩罚了四小姐，还杖毙了四小姐的丫鬟，才让穆王殿下消气，不再追究。夫人回来之后，想到四小姐无故受罚，丫鬟当了别人的替罪羊而死，心里难受，故而胸闷头疼。大夫给开了药，夫人吃了却不见好，老爷回来的正好，您宽慰一下夫人吧。夫人这人呐，就是心太软，也太慈悲了。你说穆王殿下带着小世子来了咱们府上，去了雅梅轩，还替绵绵出头？是的，老爷。徐氏已经发现事情没有按照他的剧本发展，他装了半天的可怜，想换取同情怜悯，顺便挑起老爷对苏千雪的怒气。可苏胜不但没有发怒，更没有来安慰他的意思。老爷，妾身无大碍，您别因为这个去责罚千雪。他招惹外人进府确实不对，可这不是他的错。我为何要责罚千雪？这件事儿他的确没错。妙极妙极，没想到千雪这丫头还真有几分福气呀，能入了穆王殿下的眼。你可知道穆王殿下向来是六亲不认，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为别人出头。他今天突然来咱们府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就可惜啊，千雪这丫头啊，这未婚生子坏了名头，要不然她要是能够攀上穆王殿下，岂不是咱们的造化到了吗？徐氏一口气给噎得喘不上来，可苏胜完全没注意到他全心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忙唤管家来问：穆王殿下现在在哪里？可还在雅梅轩啊？快快的取我的官袍回来，我要更衣去拜见穆王殿下。回老爷，穆王殿下已经带着小世子离开了，不过他们在雅梅轩逗留了挺长时间。哦，好事，这是好事啊。转过头来，他又眉头一皱，对徐氏不满地质问：死丫头为何要去招惹千雪和绵绵呢？好端端的跑到雅梅轩喂什么鱼啊？绵绵一个5岁的孩子，哪有力气推她落水？分明是她栽赃陷害，她那个丫鬟也是死有余辜，杖毙的好呀。你身为一家之主母，如果连这等小事都分不清是非，有什么资格做本国公的夫人？还是趁早退位让贤的好。幸好穆王殿下慧眼如炬，千雪母子出头，否则呀，后果不堪设想。余娘，
你可知错？玉娘知错了，妾身一时糊涂，还请老爷恕罪。你这次确实犯了糊涂，只此一次，不可再犯。妾身知错了。千雪是咱家的贵人，以后一定不能够得罪了她。她那里若是需要什么，你不用禀报，直接让人给她送过去。记住，全要最好的。难不成这是要翻天了不成？幸好我没有和大小姐彻底撕破脸。哎呀，好孩子，你从哪里学的这么高明的医术？祖母忘了，跟鬼医学的呀。哎呀，对，祖母老糊涂了，没想到我苏家竟然出了个女神医啊！祖母，我每天会给您送药过来，照着这方子吃上10天，再换别的药，不到1个月，您这病就差不多痊愈了。苏老夫人却微微摇头，她这个毛病已经折磨了她几十年，让她缠绵病榻，有心无力管理家事，才会把长家的权力交在了徐氏手里。否则苏千雪母女也不会遭到毒手，而徐氏之前的贤母演得实在太好，连她也被蒙蔽了双眼。直到苏千雪被徐氏偷偷丢弃荒野，她事后得知，才对徐氏的为人恍然大悟。外表慈悲，却是个蛇蝎之心。可惜她知道的太晚了，大错铸成，已然无力挽回。她每日祈祷自己的大孙女能够吉人天相，平安回来，却也知道希望渺茫。事隔多年，更是几乎不抱什么期望了。暗中更是吩咐丫鬟们每年都在园中烧纸，祭奠苏千雪母女2人。殊不料，以为早就亡故的大孙女无恙归来，还习得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苏老夫人心里是喜不自胜。祖母这儿没什么好东西，这对镯子是我的陪嫁之物，当年本想送给你母亲的，可惜她命薄啊，如今给了你，也算是全了祖母的一个心愿。朱浅月没推辞，高高兴兴地收下。多谢祖母。别以为我赏了你就不罚你了，你今天做错了，可知今天错在何处？孙女不知。亚梅轩发生了那样的大事，为何不派人来通知我？当我这老太婆是死的吗？我还有一口气。这个舒浅月当时确实没想过要惊动老夫人，一来老夫人身体不好需要静养，二来今天发生的事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大事，不过是些猴子们上不得台面的小打小闹罢了，她自己完全能解决。苏老夫人打量着她，怎么你不服气啊？服的，家还是老的辣，孙女应该来找老夫人您主持公道，而不该由得徐氏猖狂。却是舒浅月疏忽了，徐氏再威风也越不过苏老夫人去。哇，父王好厉害！小小的心里惊叹不已，漂亮叔叔的功夫太棒了，要不是自己灵机一动，想出和小世子互换身份，也见不到漂亮叔叔这么厉害的一面。南宫耀练完了拳脚，又练了套刀剑，一套顺序练完之后，精神奕奕，神采飞扬，转头一看儿子，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月儿，父王，你的功夫好棒！你第一次见我练功，继续扎马步，罚你2炷香。父王，我先去嘘嘘，回来就扎马步。绵绵撒开小腿就跑，离开了练武场，随便找了个房间继续呼呼大睡。可惜好梦刚做没多久，就再次被找过来的南宫耀拎着耳朵提回了练武场，继续扎马步。南宫耀气得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儿子学会偷懒了。以前小家伙皮实得很，不管多苦多累都会咬着牙坚持到底，今天简直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哪知道就是换了个人。吃什么呀，甜死了，齁死人了！绵绵只吃了一口就吐出来，嫌弃的将绿豆糕扔在地上。抱歉啊，我刚学会做，没能入得了小世子的口，全是我的错。做的不好吃就别拿出来献丑嘛，要是害父王和我吃坏肚子怎么办？月儿说的不错，府里又不是没有厨子，你若是闲得无事，就回安远侯府去吧。王爷，这是要赶我走？你早就急忌，为了照顾月儿耽搁了今日。若是你有中意之人，可以告诉本王，本王可以为你做主。王爷，你一点都不念妙雪这几年
照顾月儿的情谊吗？本王是为了你好，你总不能一直照顾月儿而终身不嫁吧？妙雪愿意终身不嫁。狐狸精，想得美！姨母，我已经长大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父王帮你物色一个好人家，让你嫁得风风光光的。舒妙雪恨得牙疼，小崽子今天话咋这多，字字戳在他心窝子上。他勉强笑了笑，月儿不要取笑姨母，姨母想一辈子照顾你，除非你父王给你娶了新母妃，姨母才会放心离开。那父王就先让姨母留下来吧，好不好？我也舍不得姨母呢。行，依你。他并不在乎舒妙雪怎么想，只要月儿高兴，怎样都行。姨母，你是不是喜欢我父王？你不许胡说，你小孩子懂什么？原来你不喜欢我父王啊，那等父王回来我告诉他。不是，我没说不喜欢，那就是喜欢了。你是不是还想嫁给我父王，做我的母妃啊？姨母，你要是想嫁我父王，我可以帮你，父王最疼我，我说话比什么都管用。你真的愿意帮我？当然帮你，你是我亲姨母啊。好月儿，只要你能帮姨母完成心愿，姨母一定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不对你呀，比亲生的还要好。你是我姨母，我信你。那你要怎么帮我？姨母，你长得虽然挺好看的，但是不够白，我父王喜欢皮肤白白的美人，你想让我父王喜欢你，就得变得白一些，皮肤也不够细腻。舒妙雪脸色又不好了，她呼吸粗重，瞪着绵绵。姨母，这个送给你。这叫玉肤膏，是我父王花了重金买来的灵膏哦，擦了之后可以让肌肤如美玉一样无瑕白皙。他说要送给未来的王妃，他想给我娶后娘，我一生气就从他那里偷了过来。他要娶谁？这是秘密，我不能说。好月儿，你告诉姨母，你父王要娶的是谁家的女儿？是陈哥老的孙女吗？还是裴大将军的独女？绵绵都摇头否认。快说，究竟是哪个狐狸精？姨母，你好凶啊！是姨母太心急了，月儿别怕啊，你快告诉我吧。那你保证不告诉父王是我说的？好，我保证。是镇国公府的大小姐。镇国公的大小姐，她不是个病秧子吗？早就被送出京城了，怎么会是她？你莫不是骗我？这几日他未出穆王府，消息闭塞，对苏家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不信算了。我信。二小姐，是小世子又惹您生气了吗？不是小崽子，是那个叫苏千雪的狐狸精。你们立刻派人去打听镇国公府的大小姐苏千雪，把这狐狸精的来历给我查个清清楚楚。快去！他一直笃定这穆王妃的位置非自己莫属，因为这5年来南宫耀身边除了他再也没出现过第2个女子。不行，我要亲眼去瞧瞧那狐狸精，她敢勾引王爷，我就和她拼了。二小姐千万不可，这件事还没确定，二小姐千万莫操之过急。小世子说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就算真有此事，二小姐想对付一个病秧子，还不有的是办法吗？你们懂什么？小崽子从不说谎，一定是真的。二小姐，您别着急，先打探一下那苏千雪的情况，咱们再想法子对付她。只要小世子向着您，那苏千雪没有机会的。有道理。他冷静下来，方才乍知此事，震惊之下让他方寸大乱。现在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区苏千雪算什么？只要笼络住小崽子的心，他就能稳操胜券。自己变白变美了，还愁得不到王爷的心吗？月儿今日可还安分？回王爷，小世子今天非常老实，除了上树掏了10几个鸟窝，弄得鸟飞蛋打，还把王爷养了3年的花锦鲤从池塘里捞了出来，让鱼翻了肚皮，又去府里的马厩闹了个天翻地覆，别的啥事儿也没干。月儿现在何处？小世子在您的书房。南宫耀表示满意，儿子小年纪就习武能文，颇得他的真传。王爷，求求你去看看我家二小姐吧，她得了怪病，水米不进，快要不行了。有病就去请大夫，本王也不会瞧病，去了何用？二小姐她这病和小世子有关，她爸请了大夫，会让王爷和小世子发生误会，说什么也不肯请大夫。
求求你去瞧瞧二小姐吧，您的话她一定会听的。王爷，她生病关月儿什么事儿？父王，姨母生病了，咱们就去瞧瞧她吧，好不好？好，生了病为何不去请大夫？怎么回事？舒妙雪却只是哭，一个字也不说。求求王爷，求求二小姐吧，她的脸是被小世子送的香膏给害成这般模样的。可二小姐怕破坏您和小世子的父子之情，老是要瞒着，也不肯请大夫。月儿，你做了什么？什么香膏？姨母的脸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涂了玉肤膏的缘故吗？小世子送了二小姐的玉肤膏，二小姐高兴的当成宝贝一样，等她擦了不到1个时辰，脸上就起了好多红点儿，又疼又痒。福九，取鞭子来。那个主子，现在不是惩罚小世子的时候，舒儿小姐的病刻不容缓，属下这就去请大夫来。鞭子。是主子。求求王爷，饶了月儿吧，要打就打我，月儿快跑！我为什么要跑？父王，你是要责打我吗？我犯了什么错？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给我跪下！本王宁可打死你，也不想要一个心肠歹毒、卑鄙无耻的儿子。你要是不知悔改，本王就当没生过你。王爷，请您饶了小世子吧。父王，我哪里心肠歹毒、卑鄙无耻了？我对姨母一片好心，上次我不懂事弄伤她的脸，所以才特意送她珍贵无比的玉肤膏，希望她变得更加好看。你就因为这个要责打我吗？我不服。她的脸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擦了你的玉肤膏。你在那玉肤膏里做了什么手脚？他冤枉我，我没有。父王要是不信，让姨母把玉肤膏拿来，我可以当场证明。对，王爷要责罚小世子，不能空口无凭，也不能够舒儿小姐说什么您就信什么呀，要有证据嘛。舒儿小姐，小世子送你的玉肤膏呢？你不可能全部擦光了吧？剩下的在哪里？玉肤膏确实剩了不少，我也不信月儿会害我。别说那些没有用的，玉肤膏呢？他的丫鬟取出一盒香膏，替他出头道：副统领，这就是小世子送给我家二小姐的玉肤膏。这就是月儿给你的玉肤膏。舒妙雪迟疑着点了下头。月儿，你要怎么证明？给我。他拿过玉肤膏，挖了一大勺抹在自己的脸上。小世子不要。月儿，你做什么？南宫耀伸手夺过绵绵手中的药膏，证明啊，我给姨母的玉肤膏没有问题。你不信的话，就看我的脸好了。这些够不够？不够我再抹。他又从南宫耀的手里挖了一块香膏，不但涂在脸上，连脖子上、手上都涂了厚厚的一层。小崽子的脸就要毁了，马上就要变成和我一样的丑八怪。接下来等着他的就是王爷一顿重重的鞭打。南宫耀面无表情，目光透着抹深思。这件事有蹊跷，月儿从来不是心机深沉的人，他才5岁，哪里想得出这种阴损恶毒的方法来报复一个人？如果这件事当真是他做的，背后也定是有人受益，那个人定是苏千雪无疑。紧张的气氛中，房间里静悄悄的，落针可闻。这香膏真是好东西，偏偏有人不识货，愣是把珍珠当榆木，白糟蹋了我的玉肤膏，更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月儿，姨母没有怪你的意思，就算你真的，姨母也绝不会怪你。姨母，如果我被父王给打死了，你会不会很开心？当然不会，姨母会心疼死的。你是姨母的掌心肉，姨母舍不得让人动你一根手指啊。可你的丫鬟却把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父王肯定不会饶过我的。姨母要是真的心疼我，就应该把这多嘴的丫头割了舌头，让她再也没有办法多嘴多舌。什么？舒妙雪脸色一变，小崽子好狠。月儿，不得胡闹。我就是开个玩笑，试探一下姨母到底有多疼我。看来在姨母的心里，我这个亲外甥还及不上一个丫鬟重要呢。南宫耀并不在乎舒妙雪是中毒还是过敏，他只看到向来疼爱关心月儿的舒妙雪，今天的表现让他很是失望。他似乎很希望那瓶玉肤膏有毒，看得比自己的脸还重要。如果那膏里真的有毒，那月儿就是害他的人。他要真的在乎月儿，又岂会让丫鬟把此事闹得人尽皆知？这世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对另外一个人好，除非有所图。有些人天生就瞎，既听不到也看不到，自诩聪明，却是个笨瓜，被人蒙在鼓里也不知道。忽然间，南宫耀想起那女人带着嘲讽的话语，当时只觉得刺耳，现在想想，
莫非自己真的看错了人？你既生了病，这段时间也不适合再照看月儿，回安远侯府养病去吧。王爷，我真的是病糊涂了，才没有管好奴婢们的嘴。我已经向月儿赔过不是了，要是王爷您还生妙雪的气，您要打要罚都可以，就是不要赶妙雪离开。月儿，姨母舍不得你，从小姨母照顾你，姨母要是不在，你可怎么办啊？父王，您就让姨母留下来吧，姨母舍不得离开我，我也舍不得离开姨母。姨母要是走了，谁来照顾我？你不要赶走姨母。狐狸精这么有趣，他还没玩够呢，要是他走了多无聊。你确定要他留下？我确定。月儿，今天全是姨母的错，姨母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你愿意原谅姨母，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当然不会怪姨母，姨母能留下来我也很开心。不过姨母你病了，应该多休息，父王和我绝不打扰你了。父王，咱们走吧。姨母，我会再来瞧你的，你要好好保重哦。一定要好好保重，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大小姐，给长姐请安，三妹妹无需多礼。舒浅月向来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她和桂姨娘母女井水不犯河水，只要对方不来招惹她，她也没打算惹事。桂姨娘和陈姨娘面和心不和，两人都是膝下无子，只有一女，但徐氏对两人女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陈姨娘嘴甜，善于讨好奉承，常在徐氏面前献殷勤。她知道自己这个妾想要在府里过得好，就要攀附上徐氏这株大树。桂姨娘看不惯她这番嘴脸，她对徐氏虽然尊敬，却不会像陈姨娘那样处处做小伏低。徐氏对他们母女的态度也就淡淡的。大小姐，昨日你得罪了夫人，以后可要小心了。多谢桂姨娘提醒。老夫人昨夜服了大小姐送来的药以后，睡得格外安稳，一夜都没咳过。今早起来精神也好，但喝了一碗百合燕窝粥之后，就突然说胸闷不舒服，方才竟然一下子咳了好多血出来，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别急，我先瞧瞧祖母。我要去告诉老爷，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桂姨娘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苏慧竹却留了下来。舒浅月收回手，她目光落向旁边的空碗，碗底还剩了点老夫人没喝完的燕窝粥。这粥是谁煮的？是奴婢。大小姐，这粥有什么不对吗？粥里被人做了手脚。奴婢没有，奴婢绝不会害老夫人。当年是老夫人救了奴婢一家五口的命，奴婢是老夫人如亲祖母一般。我没说是你，你起来。是粥里被人加了用红花和党参的粉末，说起来都是好东西呢。长姐，既然红花和党参都是好东西，那这做了手脚的人应该不是想害祖母吧？红花和党参都是烈性药物，适合体寒之人服用，但祖母的咳疾却是肺热所导致，需要服用清凉的枇杷、川贝等药，恰和红花、党参药性相冲，所以祖母喝粥之后才会被激得吐血昏迷。这下药之人当真是煞费苦心呢。这府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舒浅月取出银针，开始给老夫人施针，并没有让苏慧竹回避。她并不打算掩饰自己会医术的事实。老夫人喝下粥时间不久，吐了一大半。她年老未虚，红花和党参的药性并未吸收多少，所幸危害并不大。她施针之后不久，老夫人就缓缓醒转过来，只是精神不济，睁开眼看了看她。祖母，有人在你粥里动了手脚，企图让您病情加重。不过我给您施过针了，您的病不会有大碍。祖母，您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我在这里守着您。没一会儿，老夫人就沉沉睡了过去。苏慧竹一直没敢出声，她见老夫人睡着后，才轻声道：“长姐，祖母她还没事吧？祖母年事已高，又吐了好多血，情况不妙。我这就去禀报父亲，让父亲去宫里请太医来给祖母瞧病。”刘妈妈，我祖母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在她粥里下药，害她老人家呢？说。老爷明察呀，奴婢冤枉，奴婢没有害过老夫人，大小姐没有证据就冤枉我。她说我下药，有谁看到吗？老爷，这位刘妈妈侍奉了婆婆几十年，
确实忠心耿耿，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你不能因为千雪一句话就冤枉了好人啊！干什么事都得有证据。证据？你这双手就是证据。奴婢的手常年干粗活，能证明什么了？如果下药的人不是你，那你手上怎么会有这么大参味？还有，你的指甲里面还有红花的粉末呢。刘妈妈哑口无言，她整张脸都白了。说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下药的时候没人看到吗？就没办法证明了吗？你解释一下，你的参味和这红花粉末是怎么弄的吧？是我对不起老夫人，我愿意给老夫人偿命，你们杀了我吧。是谁指使你给祖母下药的？没人指使，是我自己的主意。老夫人缠绵病榻，反正也活不久了，我就想让她老人家能死得痛快一点。你们快杀了我，别再问了。来人，将这贱婢拉下去，乱棍打死。且慢，父亲，事情还没问清楚呢，这刘妈妈还不能死。她不是已经承认了吗？要是她下的，事情是她做的，人证俱在，还留她作甚啊？苏老夫人虽然病重不管事，可她毕竟是老国公的遗孀，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瞧不起她苏胜，却能给老夫人几分薄面。要是苏老夫人真的去了，那这镇国公府就彻底完了。想到这里，苏胜真想将刘妈妈撕碎了，再扔出去喂野狗。他不是真凶，背后定有主使之人。他一个不识字的老嬷嬷，哪里懂得药性？这红花和党参又不是毒药，而是和祖母治病药性相冲。他不过是被利用的一枚棋子罢了。是谁指使你的？说！刘妈妈却似乎是铁了心，嘴唇紧闭，一言不发。刘妈妈，你不在乎自己的生死，那你的儿子、孙子，他们也不在乎吗？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一家老小，奴婢下辈子给大小姐做牛做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是我害了老夫人，我狼心狗肺，我猪狗不如。来人，给我拖下去，重重的打，打到他肯说为止。算了。母亲可知道，就是这贱婢在你的粥碗里下药，害你吐血昏迷。他这贱婢受人指使，儿子要打到他说出主使之人为止。要是他不肯说，他家里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慎儿，你让大家都散了。母亲，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刘妈妈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看着老夫人。他是我从娘家带出来的人，跟了我几十年，他对我的好我全都记着。就算他受人蛊惑做了错事，我也会原谅他，不会要了他的老命。更何况我这把老骨头还硬着，不是谁想害就能害死的。生儿，你们都下去吧，刘妈妈我自会处置。对了，千雪丫头留下来。是，一切都听母亲的。苏胜只好领着人离开。老爷，婆婆也太慈悲心肠了，那刘妈妈死有余辜，不能就这么饶了她。母亲发话了，我能够怎么办？算了，反正那老贱婢是母亲的人，她想怎么处置都由得她去吧。还有，你是怎么管这个家的？竟然有人敢给母亲她下毒，要是母亲出了什么事儿，我唯你是问。秋香，你去取500两银票来。秋香一眼取了银票，给他。刘妈妈和丫鬟们全都吃惊地睁大眼，只有舒浅月隐约猜到了什么，神色镇定。刘妈妈盯着面前的银票，颤抖着双手接了过来，哑声道：老夫人，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没什么要问的，你也是做了祖母的人，怎么越活越糊涂了呢？算了，念在你跟过我一场的份上，你走吧。老夫人，您放我走。带着你的儿子媳妇还有你的孙子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这些银子拿去做个小买卖，只要勤快点就饿不死，够他们这辈子花的了。走吧，现在就走，要是走得晚了，我怕是护不住了。刘妈妈恍然而悟，她对着老夫人的背影磕了3个响头，然后不再犹豫，将银票收进怀里。
最后又看了一眼老夫人的房门，起身飞快地离开。你是不是怪祖母太过心软了？祖母这么做全是为了我。好孩子，你果然懂我。两人相视一笑。祖母老了，也不知道还能护你多久。你这花朵般的年纪，正是好时候。祖母只想看到你平平安安的。这个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都明白的，祖母。舒浅月握了握老夫人的手，她知道老夫人不追究的原因，其实暗中买通并指使刘妈妈的人已经呼之欲出，除了徐氏还有何人？但就算揪了出来又如何？他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替罪羊，替他背锅顶罪。钱嬷嬷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舒浅月明白，打蛇要打7寸，一招致命。他不急，苏老夫人比他更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丫头故意把这事情闹得这样大，也全是为了我这老太婆啊。苏老夫人看着他的目光中全是赞赏和喜悦，给他下药一事闹得全府皆知，徐氏必然不敢再用同样的手段，接下来应该会安分一段时间了。孙女聪慧懂事固然值得高兴，但让苏老夫人最为开心的是，本以为早就病死在外头的孙女儿活生生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个活泼可爱又机灵的宠外孙。当然孙女未婚生子，这名声算是毁了，毁了就毁了。苏老夫人底气十足，大不了自己养她一辈子，与其嫁过去像她母亲一样早逝，还不如不嫁人。但这番有悖常理的话，她不好说出口，只能放在心里。祖孙二人正说着话，就听着外面靴声霍霍，苏胜去而复返，一脸喜色地挑帘而进。母亲，儿子特意请了何御医来给您老人家瞧病，现在何御医就在外面。何御医？苏老夫人吃了一惊，那可是太医院第一神医，除了给皇族中人瞧病之外，寻常品级低点的妃嫔都请不到他。京城之中能请到何御医的皇亲贵族不过寥寥数人。镇国公府败落至此，别说何御医了，提起苏胜的名字，怕是连太医院一个打水扫院子的药童都不爱来。哎呀，是真的，儿子也万万没想到何御医居然会亲自前来呀。其实也是巧了，何御医离开穆王府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镇国公府。看门人听说他是太医院的何御医，立马去禀报了苏胜。何御医听说府上的老夫人得了病，便顺水推舟地说自己是来给老夫人瞧病的。快请何御医。何御医有话不妨直说，我受得住的。老夫是觉得你这个脉象有些奇怪，不知道该怎么讲。迟言无妨。好，那我就打个比喻，老夫人的病呢，却是沉疴之症，就像是积郁已久的干枯河流，只有河道却无流水。若是河床彻底干裂，那就……但不知为何，近来这淤堵的积泥却有了疏通之象，这河里啊渐渐有了水，虽然啊极细，但却涓涓成流，滋润着干枯的河床，使这条河呢重新焕发了生机。何御医，您的意思是，我母亲这病能够治好吗？但老夫想不明白的是，老夫人近来是服用过什么灵丹妙药吗？否则这淤堵已久的积泥，这为何能够得到疏通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呀。灵丹妙药倒是没有，不过倒是服过我这孙女亲手煎的2副药，喝了之后倒确实没怎么犯过这咳疾了。哦，令孙女还会医术，不知是哪一位啊？可否容老夫见上一见呢？何御医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见苏千雪。就是她了。她就是大小姐苏千雪。见过何御医。哎呀，大小姐开给老夫人的药方，可否给老夫看上一看呢？其实没有什么药方，我是随意配出来的药，
不过何玉一想看，我就把它写下来。随意配的，还能这样啊？是啊，每个人的病情不同，所用的药材自然也是不同的。同样的方子不能治同样的病，药方是死的，可是病是活的。身为医者，不能拘泥于药方，要活学活用。舒浅月说完，提笔写了个药方回来，交给何玉一。何玉一若有所思，直到药方送到手上，才回过神来。他定定神，飞快地扫了一眼药方。这方子是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啊？何玉一精研药方，他所学这一脉医学流派也是单方流，可以说从古到今，历代名家，甚至包括一些冷门的偏方，他都能如数家珍，倒背如流。治疗咳疾的单方大致有12种，比如最常用的是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麻黄汤、桑菊饮，还有比较常见的金水六君煎、二陈汤和黛哈散等等。可眼前这张药方却是他从未见过的，不是名家之方，是我根据祖母的病情配出来的药方。何御医，我家钱雪开的这方子有何不妥之处吗？不，这方子妙啊，这简直就是妙到电好，增一分则多，这减一分则少。大小姐的这张药方可以送给老夫吗？老夫想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当然可以。大小姐需要什么药材，只管开口。那我就不客气了。何御医终于说出今天的来意，他取下那剩下的半瓶玉肤膏。请问大小姐，这玉肤膏你是从哪里得来的？玉肤膏和玉肌散都是蝶谷出产的灵药，一个养颜养肤，一个止血疗伤有奇效，但很少在外面流传，所以奇货可居。小小一瓶玉肤膏的价格比同等体重的黄金还要贵，饶是这样，还是有钱也买不到。是穆王府的小世子。他把今天在穆王府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夫想问大小姐，这里还有玉肤膏吗？舒浅月却皱起了眉。月儿拿了他的玉肤膏，他怎么毫不知情？这东西他收得很隐蔽，只有绵绵才知道存放的地方。难道是绵绵送给月儿的？钱雪，何御医问你话呢。有的。可否卖与老夫几瓶啊？可以。投桃报李的道理他懂。何御医没想到他如此爽快大方，激动的手都发抖。老太医告辞之后，苏老夫人把苏胜也打发走了。老夫人，奴婢主又蒙了心，差点害了您老人家，奴婢回来任由您处罚。刘妈妈，亏你还有脸回来，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了。奴婢确实没那个脸回来见老夫人，只是有句话要是不说出来，奴婢死了都不安心。老夫人，那暗中收买奴婢加害您老人家的人就是夫人，他用我孙子的命威胁奴婢，还许诺给我儿子一个好前程，我一时鬼迷了心窍就。不用说了，我都知道。苏老夫人摆了摆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舒浅月端着药碗进来，听到刘妈妈的话，也是面容平静。祖母，喝药吧。苏老夫人慢慢一口口喝完了药，又试了下唇角，眼角扫过仍跪在地上的刘妈妈，叹了口气。哎呀，不是让你走了吗？你又回来做甚？我要你这老命有啥用？你是想死在我这里啊？让我给你买棺材吗？祖母，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行了，既然回来了就留下来吧，以后你就在我这院子里，少出去，免得扎了某些人的眼。舒浅月暗暗点头，老夫人到底是老夫人，这一招棋下的是极妙，既留下了刘妈妈的命，也彻底收服了她的心，更是给日后扳倒徐氏埋下了一枚重要的棋子。月儿，把话给我说清楚，娘亲这是发现了吗？她心虚的不敢动，看到她的表情，舒浅月越发笃定。
他哭笑不得。这俩小崽子居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互换身份。可气的是，他这个亲娘也被瞒了过去，现在才发现。想都不用想，定是绵绵这鬼丫头的主意。月儿，你以为不说话我就认不出你是吗？娘亲，我错了。娘亲只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和绵绵为什么要互换身份呢？我知道这是绵绵的主意，对不对？不是，是我。你不用替她遮掩，我知道就是绵绵这个小丫头想出来的鬼主意。你和她不一样，你是个乖孩子，绵绵也很乖。乖个屁！舒浅月一点也不担心绵绵到了南宫狗那里会被人欺负，从何玉一的嘴里已经知道，这小丫头已经让舒妙雪狠狠地吃过苦头了。娘亲，你是不是怪我？你想让绵绵回来是不是？没有，娘亲不怪你，娘亲觉得很高兴。娘亲，月儿也高兴。听说长公主有意给世子选世子妃，才举办了这次的赏花宴。能够接到请柬的世家贵女都在备选之列，咱们兰儿要是能够入了世子的眼，这前途啊不可限量。这件事儿你多费心，好好的提点一下兰儿啊。对了，赏花宴的那天呢，记得带千雪一起去啊。为什么？她初来京城，总不能够一辈子把她关在府里不见人吧？徐氏一肚子气，正想拒绝，转念一想，就满口答应下来。老爷说的是啊，是该让千雪见见世面了呢。千雪怕是还没有赴宴穿的首饰衣服，一时也来不及去绣坊定做新的了。兰儿那里有一套刚打好的首饰和新做的裙子，我这就让人给千雪送去。苏胜果然很高兴，夸他大度知礼。赏花宴我不去。大小姐，这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好机会。本来请帖上没你名字，是老爷特意吩咐夫人带你一起去，让你在人前露个脸的。何嬷嬷的意思是我给脸不要脸了？奴婢可不敢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你，别说这请帖上没我名字，就算是长公主亲自让人给我送请帖，我都不去。这个脸呢，谁想露给谁露去，我没兴趣。滚！既然大小姐不给面子，那奴婢就告退了。把首饰和衣服留下。何嬷嬷差点气疯了，就没见过比大小姐更不要脸的。给脸不要脸的贱人，不行，一定要让她去。何嬷嬷，你再去一趟，务必要让那小贱人去赴宴。她要是不去，岂不是错失一场好戏？夫人，小郡主的轿子停在咱们大门外了。哪个小郡主？是长公主府的小郡主。大小姐，府上来了贵客，夫人让您出去见客呢，您快跟奴婢走吧。来个客人就要我出去见啊？我岂不是要忙死了？没空，不见。那怎么行啊？这客人你一定要见。来的贵客是长公主府的小郡主，指明要见大小姐，说是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瑶瑶来了，小郡主还带着好多礼物，正在前厅等候。夫人在陪客，你还是见见吧。前面带路。是。苏姐姐，郡主，你的病不易见风，该多多休息才是。我来谢谢苏姐姐的救命之恩，二来也是给苏姐姐送请柬来的。3天之后的赏花宴，苏姐姐可有空前来？好，我去。郡主太客气了，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这些礼物我收不起。小郡主怔了怔，见他神态颇为疏离，讷讷的不知该说什么，还是他的丫鬟机灵，替他开口道：那天郡主情势危急，幸得您出手相救。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郡主诚心想和您结交，还请您不要拒绝她的一番心意。好，我收下了。小郡主松口气，重新展开笑颜。只是她不善言辞，说了没几句话就起身告辞。苏姐姐，你一定要来啊，我等你。好。徐氏嫉妒的眼中要冒出火来，这小郡主的架子不是一般的大。进府之后一句话也没和他这个当家做主的人说过，但一看到苏千雪那贱丫头，却像个没脾气的猫一样，任由对方搓弄。他心里窝着股火，回到房中越想越气。娘，
你为什么把我新做的衣服和首饰送给了苏千雪那贱人？为何不敲门？没规矩，滚出去！娘，滚！娘亲不是给你送了新打的首饰和衣裙吗？怎么不见长姐穿？首饰俗气，衣裙太丑。苏慧兰被气得满脸通红。长姐穿这身衣裙真好看，咱们也好看。可不是，长姐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生过孩子的。兰儿，不许胡言乱语。千雪，你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到时候别紧张，你只要跟在我身边就好，我会照看你的。任是谁看了都会夸她是个关怀备至的好继母，就连舒浅月都挑不出她的毛病来。多谢许姨娘，我记住了。娘亲，你干嘛要管她？徐氏警告地瞪她一眼，这个眼神却被苏慧竹看见了，心里暗想，徐氏怕不是要给长姐使绊子，自己要不要提醒一下长姐多加小心呢？但要是这样做了，会不会得罪了徐氏？苏慧竹沉吟不决。舒浅月一到花厅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所有人都盯着她打量。苏姐姐，你第一次来我家园子，我带你四处逛逛好不好？那边有一个湖，夏天的时候满湖全是碧绿的莲叶，还有粉嫩的荷花，可好看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游湖。自打舒浅月一出现，她眼里就只有她的苏姐姐一个人了。这位苏家大小姐生得好相貌，可惜未婚生子啊，命是坏了。听说平南侯府的小侯爷也来了，还是有好戏要看呢。贵妇们很快就把注意力从舒浅月身上移开，他们更关心的是长公主今天会挑中哪家的女儿做未来的世子妃。人到齐之后，赏花宴便开始了，众人纷纷落座，美食佳肴流水般的送了上来。苏姐姐，你尝尝这个，这道菜是我特意让他们为你准备的。抱歉，我不喜欢吃这个。那苏姐姐喜欢吃什么？我让他们去给你做。郡主不必管我，我就会吃得自在一些。是我冒昧了。舒浅月正吃着一枚香果子，也感觉到了氛围和刚才不同。她正奇怪，就听到长公主笑着开言：这时候要是能听上一首绕梁三日的妙音琴曲就好了。我家玉蝉的琴弹得不错，要是长公主不怕污了倾听，可以让她一试。一名穿着杏黄衫子的少女从席间起身，盈盈行礼。少女一张鹅蛋脸，肤白貌美，除了弹琴的时候因为紧张错了一两个音，琴音倒也美妙。户部尚书家的长女蒋玉蝉人不错，琴尚可。接下来就有别家的少女自告奋勇地上去表演才艺。苏姐姐，她是你二妹吧？这曲子弹得真好听。长姐有话不妨直说，不要因为我是你妹妹就有所偏颇。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曲子是好，却少了韵味，只得其形而无其神。真正的音不在于技，在于韵。什么时候你能懂了这个道理，才会更上一层。只会说不会做，有本事自己出来表演个才艺让我们瞧瞧，光动嘴皮子算什么本事？我家千雪自幼体弱，不曾像诸位那般习得才艺，都怪我这个当母亲的，还请诸位不要笑话。也就是说她什么也不会了？既然啥也不会，就请她免开尊口，少在这里对别人品头论足。是我教女无方，千雪少说话，这不是你随便评论的时候。好吧，我以后不说便是，实话的确是不好听的。苏姐姐，我喜欢听你说实话。那我继续说。好。徐氏一口气堵在了胸口，上不来下不去的，可她能怎么办？死丫头有郡主撑腰啊！苏大小姐，我想做一首诗，但独自无趣，不如咱们来比试一番如何？作诗吗？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虽然没有看过诗书，却读了几本医书，药材的名字记得不少，想必也能做出几首诗来。吕云芳见他上钩，笑道：苏大小姐的意思是要以药材的名称作诗吗？哎呀，这可就难上加难了。要是苏大小姐真的能做出一首这样的诗来，平仄相合，我自会认输。千雪，你哪会做什么诗？别胡闹，快点认输便是。
认输也可以，确实比当众出丑要好。还没有比就认输，不是我的风格。以何为题？为示公平，不如就请长公主出题如何？也好。今日乃是赏花宴，就以这春夏秋冬为题，半炷香之内随意作诗一首吧。这题目不算太难，众人一听就知道，其实长公主是在有意刁难苏千雪。她夸下海口要以药材为师，这药材和赏花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吕运芳暗自得意，她决定要做出一首空前绝后的好诗，技惊四座，博得长公主的青睐。这世子妃之位也就非她莫属。春风和煦满长山，芍药天麻及牡丹，远志去寻使君子，当归何必问责兰。做得真好。吕运芳听完有些沉不住气，但她告诉自己莫慌，这诗虽然不错，但自己想的2个佳句绝对能压他一头。就在这时，舒浅月重铺了张纸，第2首诗很快跃然纸上，接着就是第3首、第4首，分别以夏、秋、冬为题，各作一诗。他4首诗写完，那半炷香也只烧了不过一半，而吕运芳竟然一字未落于纸上。先不说诗做得如何，单就这作诗的速度，他就已经胜了。吕运芳听得众人接二连三的赞叹声，再也沉不住气，走过来拿起舒浅月的诗稿。端阳半夏五月天，菖蒲置酒乐半年。庭前娇女红娘子，笑语槟榔同采莲。秋菊开花遍地黄，一日雨露一回香。牧童去取国公酒，醉到天南星大光。东来无处可防风，白纸糊窗一层层。待到雪消阳起时，门外互悬白头翁。4首诗里不但都有药材名称，贴切应景，写实叙事十分生动。吕运芳半晌作声不得，他又羞又窘，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自己一字未写，对方已经做了4首诗，还比啥比？我认输了。徐氏和苏慧兰被这结果差点惊掉了下巴，两人又妒又恨。随着众人的称赞，谦虚几句，苏慧兰咬住嘴唇，险些哭出来。她本来想好好出个彩的，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样。吕运芳神色黯然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他知道世子妃的宝座怕是这辈子也够不上了。众贵妇却知道，无论这苏千雪表现得有多出彩，这世子妃的位置也落不到她的脑袋上。长公主是绝不会给自己的儿子娶一个未婚生子的丫头做媳妇的。要我看啊，这个苏千雪啊，哪会作诗啊，只会没成亲就勾引男人。吕姑娘输给她，那可太冤了。要是不给她个教训，她都不知道咱们京城不是她撒野的地方。哎，小侯爷，那个苏千雪不就是你未过门的媳妇吗？哎，听说她未婚生子，是不是真的呀？恭喜段兄啊，还没成亲就要当爹了，恭喜恭喜啊！听着这些冷言冷语，小侯爷段玉涛的肺都要气炸了。他紧握成拳，指骨咯咯作响，差点一拳打歪说风凉话之人的鼻子，但他忍住了。蓦然，他走到一旁，翻身上了马背，双腿一夹，那马就在跑马场上飞驰起来。真想弄死那贱人！小侯爷段玉涛敢断定，苏千雪就是特意来寒碜他，让他出丑丢他的人。苏姐姐，这边是跑马场，家兄他们在那里骑马射箭，你要不要去瞧瞧？舒浅月刚想说没兴趣，忽然就听得一声响亮的马嘶，一名面容俊美的紫衣少年纵马疾驰，那马的速度太快，来势汹汹的。小姐，苏姐姐别怕，他们的骑术都是很好的。话音未落，说时迟那时快，小侯爷的马头已经笔直地向着舒浅月冲了过去。郡主，瑶瑶，苏姐姐，你有没有事？有没有伤到？我没事，我没受伤。他是谁？平南侯府的小侯爷段玉涛。原来是苏千雪的未婚夫，怪不得怨气冲天，摔断了腿还死命瞪着他，像他欠他一条命似的，自作自受。腿断了？他勾起嘴角笑了笑，不知怎的，
小郡主也觉得小侯爷活该。你们还笑得出来啊？这时候，一众少年全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表示关切。但他们看到他那条伤腿，脸色都变了。小侯爷的腿断了，快去请大夫呀！寻常大夫怕是不管用，请胡御医，他擅长接骨，快去。瑶瑶，你没事吧？我没事，幸好苏姐姐挡在了我前面，她又救了我一次。他要撞的人是我，小郡主，你是被我连累的，伤成这样，请再好的太医来也没用，就算接好了骨头，以后2条腿也会一长一短，变成个跛子。你敢诅咒本侯？实话实说罢了。段玉涛，我和你无怨无仇，又素未谋面，你为什么要纵马撞我？你还有脸问？你未婚生子不守妇道，不待在家里忏悔罪孽，却跑出来抛头露面，丢尽了本侯爷的脸，你简直该死至极！就因为这，你莫不是连脑子也摔坏了？摔断骨头还能接，这脑子要是摔傻了，可就没救了。我怎样是我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就因为我们有一纸婚约。话说，你要是不满意，你大可以退婚呢。玉儿，你怎么了？平南侯段夫人听说儿子坠马受伤，吓得魂飞魄散。玉儿，这好端端的，你怎么会摔下马来？你哪里受伤了啊？娘，我的腿断了。涛儿，你的腿怎么会伤成这样？是谁害你坠马受伤的？段玉涛咬着牙，目光直直地看向舒浅月。究竟发生了何事？小侯爷，你是怎么受的伤？段玉涛脸色惨白，他忽然抬手指向舒浅月。是他，就是他害我坠马摔断了腿。苏千雪，你为何要害我儿子？苏大小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娘，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瑶瑶，不错，他确实因为我受伤。贱人，你找死！这位夫人都不问一下事情经过情由，上来就要打人，未免是非不分了吧？你就是段玉涛的母亲，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小贱人，你伤了我儿子，我要你的命！你们把这贱人给本夫人抓起来，本夫人要打断他2条腿，给我儿子报仇。长公主就任由他如此胡闹吗？段夫人稍安勿躁，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若真的是他伤了小侯爷，本公主自有公断。苏大小姐，你为何要害小侯爷坠马受伤？还有哪里得罪过你吗？你可知，他的腿要是断了，这人就废了。长公主明察，他受伤确实因我而起，但事情的经过却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我和小郡主刚从花厅走到这里，就看到小侯爷骑着马向我一头冲撞过来，那马蹄眼见就要踢到我身上，我便伸手带出了马缰，是小侯爷收拾不及，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胡说八道！我儿子又没见过你，他为什么要骑马撞你？奇怪，这话你应该问你儿子，问我做甚？谁能想得到小侯爷骑术不错，骑着马都能摔下来，还摔断了腿。段夫人，我好意提醒一句，他这条腿要是不及时治疗，以后怕是要变成1条腿长1条腿短的跛子吧。不好了，小侯爷吐血了。他的腿断了。胡御医，你不是最擅长正骨的吗？你一定能治好玉儿的腿，是不是？不只是断了，还碎成了好几片，不能够担保小侯爷的腿接好之后还能否和正常人一样。你的意思是，我在玉儿以后会变成瘸子？娘，咱们走，回府。走？难道就这样放过害你的贱人？当然不会。段玉涛早在心底发誓，要是自己这条腿真的废了，他不只是让苏千雪为此付出代价，就连他苏家满门一个也逃不过他的报复。他目光阴冷地看了看舒浅月，咬着牙道：回府。好，回府之后娘再给你请名医治腿。玉儿，你放心，娘就算请遍天下名医，也要治好你的腿。等一等，胡御医，小侯爷的腿你真的不能再试一试吗？傅世子有所不知啊，这正骨和别的不一样，若无十足的把握，不能够随便上手。若是稍有不慎，骨头就会接得不对位置，
更何况小侯爷的骨头还碎了，更是难上加难呐。老夫实在是不敢尝试啊。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了吗？除非是叠骨鬼医才能够治好小侯爷的腿，但小侯爷这腿伤得如此严重，去往叠骨要经历长途跋涉，一路颠簸，怕是到了叠骨也来不及了。我倒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傅世子，你要是能治好我家月儿的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这位苏姑娘就是从叠谷回来的，她医术了得，要是她肯出手的话，小侯爷的腿或许有救。他会个屁的医术！就算他真的会医术，老子宁可变成瘸子，也绝不求他。小侯爷有所不知，前几日舍妹突然发病，就是这位苏姑娘给治好的。当真？段夫人的视线不由移向小郡主傅清瑶。傅清瑶点了点头。如果你真的能治好玉儿的腿，这件事本夫人就既往不咎。不治。你别给脸不要脸。夫人这是求人的态度吗？这丫头莫非真有本事？因为她说的是不治，而非治不了。长公主深深看了舒浅月一眼，目光中颇含深意。苏姑娘，冤家宜解不宜结，若是你真能治好小侯爷的腿，双方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好吗？要我给段玉涛治腿也行，但是我要他先向我道歉。做梦！那就没什么可谈了。我并不是故意为难段玉涛，而是他无缘无故的骑马撞我。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非死即伤。我没向大理寺告他蓄意谋杀，已经网开一面了。现在只不过是要他道个歉，有这么难吗？我就算是变成了瘸子，也绝不会求你的。苏姑娘，是我儿子一时冲动得罪了你，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他吧。舒浅月淡淡一笑，她没理会段夫人。苏姑娘，小侯爷的确是做的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非要咄咄逼人呢？我只要一个道歉。既然小侯爷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那就此作罢。叶儿，你说那苏千雪救过你妹妹是怎么回事？傅子夜就把那天傅清瑶发病后偶遇苏千雪的事说了一遍。听完之后，长公主沉吟半晌，看来她确实从叠骨鬼医那里习得医术，但她也未见得能治好小侯爷的腿。你想让她出手，怕是有私心吧？姜果然是老的辣，傅子夜确实有私心，没想到被母亲一下子看破。这件事与你们无关，不管以后如何，你们都不许插手，知道了吗？可苏姐姐对女儿有救命之恩，你送过礼，以示报答过她，从此和她两不相欠。你们谁要是不听我的吩咐，惹出麻烦，后果自负。瑶瑶，母亲是不想让咱们惹事，这段时间你别再见那个苏千雪了。她救了我，你这样说也太无情了吧？母亲说的对，你已经送过重礼答谢了她，又亲自送来请柬，请她来参加赏花宴，你的报答已经够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她，但这是你的错觉，你们根本毫不相干，她不是你的月姐姐。我知道她不是月姐姐，但我就是喜欢她。这次我不许你们再伤害我喜欢的人，你和母亲都不可以。瑶瑶，你太年轻太单纯，容易被有心机的人利用。你对苏千雪了解多少？不过是一面之缘，你和她那次相遇难道真的是偶然吗？总是以猜疑的心去看待别人，兄长，你这样不累吗？赏花宴上发生的事很快就被探子报到了南宫耀的耳中。这个苏千雪当真不安分，就连长公主的赏花宴都让搅和的风流云散，还废了平南侯府的小侯爷一条腿，真是够狠的。三哥，你莫不是在笑？誉王南宫林一脸玩味地看着南宫耀，他是南宫耀异母同胞的亲弟，皇子中排行第6。你眼花了？三哥，你莫不是看上了那位苏姑娘了？时时刻刻都让人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对她真是一往情深啊！本王是怀疑她的身份。三哥，你总是草木皆兵，连个小丫头也要怀疑。我听说这位苏姑娘生的是天姿国色，貌比天仙，貌若桃李，心似蛇蝎。有趣有趣，能够得到三哥你如此评价，这位苏姑娘看来的确是与众不同啊。就是可惜啊，她有一个5岁的孩子，要不然还真想让她当我的三嫂。她此人身份可疑，不容小觑，以后你那边也派些人手盯着她。但平南侯夫人可不是好惹的，
他儿子因为苏千雪而断了腿，他怕是不会放过那丫头。三哥，你打算怎么办呢？他的事与本王何干？三哥这是打算袖手旁观了。好好好，不愧是我三哥啊。话虽如此，南宫绫眼中却透出一抹好奇。这个苏千雪，他还真想见上一见。罢了。老爷的意思是，就这么算了？千雪得罪的可是长公主和平南侯府啊！你懂什么？请老爷明示，为何老爷要如此纵容千雪？他自己有事不要紧，可我怕他连累咱们整个国公府啊！尤其是老爷您。千雪背后撑腰的人是谁？你还看不出来吗？是穆王殿下。他是怎么攀上的穆王殿下，暂时还不可得知。但穆王殿下对他的确是与众不同。试问穆王殿下何尝去过别人的府里做客，还留下了用膳？他是独一个。就凭这一点，就可见他和穆王殿下关系匪浅。还有小世子对他的态度，你品，你细品。徐氏脑中一团混乱，摇着头说不出话来。穆王殿下自打5年前王妃去世留下了一个小世子之后，再也不近女色。他那个小姨子在他府里一住5年，无微不至地照顾小世子，却连个侧妃也没有捞着。他却独独对咱们家千雪这般的另眼相看呐。千雪未婚生子，穆王殿下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这件事儿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他可不敢把话说死。穆王喜怒无常，心思难测，但就因为谁也猜不到，就说明这件事有希望。就算只是1/1000的希望，他现在也不敢去招惹苏千雪。得罪了千雪，就等于得罪了穆王。长公主和平南侯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穆王殿下，这中间的利弊得失，他的算盘早打得门儿清。千雪要是真的能入得了穆王殿下的眼，那就是咱们苏家的祖上烧了高香呢。我得赶紧去祠堂给老祖宗烧几炷香去，保佑咱们阖家兴旺发达呀。苏胜没心思理会徐氏，兴冲冲地准备去祠堂烧上几炷香。在他眼里，苏千雪就算未婚生子坏了名头，那也是奇货可居的香饽饽。日后要真是如他所想，能进穆王府，就算做个洗脚的丫头，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女儿送进去。苏胜正迈步要走，又回过身叮嘱徐氏道：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许再让第3个人知晓。还有啊，你对千雪的态度要好一点，对他那个孩子啊也要多加看顾。我看穆王殿下也是挺喜欢千雪那孩子的。千雪那丫头一口咬定非要小侯爷向他道歉才肯治退，这冤家宜解不宜结。他要是硬要小侯爷低头，就算以后治好了，小侯爷也会怀恨在心的。老爷，要不去劝劝千雪？段玉涛这小子欺人太甚，他骑马去撞咱家千雪，结果自己摔断了腿，凭什么要千雪向他低头啊？我看他就是活该，要道歉啊，也是他向咱们千雪道歉。我觉得千雪说的没错，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连句道歉也不肯，就让他变成瘸子好了。他要是真瘸了，就把兰儿嫁给他，他一个瘸子也没资格挑3拣4，就这么定了。什么？爹居然让我嫁给一个瘸子？我不嫁！凭什么？爹太不公平了！小侯爷瘸了就让我嫁，为什么不让那贱人嫁过去？我不服！我要找爹去理论。兰儿别去，你爹现在鬼迷心窍，只把那小贱人当成宝，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你别触怒他，毕竟他才是一家之主。难道女儿就真的嫁给一个瘸子？你放心，这件事还有转圜的余地，小侯爷不会就这样放过苏千雪的，咱们等着瞧好了。但这几天你给我安分点，不许去招惹那贱人，否则娘可保不住你。段玉涛被抬回府之后，段夫人立刻派人去太医院请太医。胡御医没本事，他就不信太医院里别的太医全是庸医，就算倾尽所有，他也要治好儿子的腿。平南侯权大势大，可不是只有一个空壳的镇国公府可比的。听说小侯爷摔断了腿，太医院的院士沈青山不敢怠慢，带着几乎所有太医全都来到了平南侯府。但是看过小侯爷的伤势之后，
太医们都表情凝重，眉头紧锁，就连沈青山都愁眉不展。平南侯段成庸迈着大步走了进来。沈院士，我儿子的伤怎么样了？小侯爷的伤势严重。沈院士有话直说，不必隐瞒。玉儿的腿究竟怎么样？是治不好了吗？实不相瞒，我们给小侯爷仔细的检查过，他不只是腿骨折断，还被马蹄踢碎了踝骨。吴御医最擅长接骨，他说这碎骨要是取不出来，就算勉强接上，愈合之后也会变成这条腿怕是会短上2-3分的。小侯爷的腿就算接好，也会变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子。这碎骨取不出来吗？骨头碎成了这种程度，就算取出来小侯爷的腿，怕是也很难恢复如初了呀。兄长的马术向来精湛，怎么会好端端的摔下马来，还摔得这么严重？究竟是怎么回事？母亲问话的是段玉景，他和段玉涛虽然同父异母，却对兄长很是关切。你还有脸问？你兄长伤成这样，你怕是心里乐开了花吧？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兄长平时白疼你了。儿子不敢。对段夫人的迁怒，段成庸只是皱了皱眉，并未制止。他更关心的是大儿子的腿伤。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要是能有玉林断续膏的话，小侯爷的腿还是有希望治好的。只是这玉林断续膏实在是难得，不管多少银子，花多大的代价，我们都出得起。这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的东西啊！玉林断续膏是蝶谷鬼医研制出来的一种灵药，对于断骨复原有着神奇的效果。不管是碎成什么样的骨头，只要是涂上了玉林断续膏，几乎都是可以恢复如初。只是老臣也是只闻其名，却没有见过这种药膏。本侯即刻派人去蝶谷找鬼医去买这玉灵断续膏。那鬼医神出鬼没，又是喜怒无常，连见过他的人也很少。还有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小侯爷的腿伤拖不了几日了。这断骨要是不及时的接续，怕是以后就接不好了呀。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据我所知，有一人手中或许就有这玉灵断续膏的。是谁？此人现在何处？就是镇国公府的大小姐苏千雪。据长公主府的傅世子说，她从鬼医那里习得医术，应该能够治好小侯爷的腿的。那还等什么？立刻去请他来给玉儿治腿。不要，我宁可变成瘸子，也绝不开口求那贱人。侯爷，你不知道，就是苏千雪那贱人害得玉儿摔成了这般模样。那贱人还口口声声让玉儿向他道歉，否则他就不给玉儿治腿。什么？这苏千雪就是和玉儿定了亲事的那名女子吗？就是她。段夫人咬着牙，面目扭曲，心里对苏千雪恨到了极点。其实苏千雪未婚生子的丑闻早就传到她的耳中，她第一反应就是立刻给儿子退掉这门亲事，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让这声名狼藉的女子败坏了平南侯府的名声。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平南侯段成庸竟然拒绝退亲，他选择观望，这让段夫人气愤难当，又百思不解。段成庸脸上表情变得耐人寻味起来。将太医们送走之后，段成庸回过身来，面色冷沉，对段夫人道：你去准备一下，我要带着玉儿和景儿去参加明日的春猎大会。侯爷，玉儿的腿都断了，怎么参加呀？父亲，你是要儿子断了腿去参加春猎吗？还是想让儿子当众出丑呢？众所周知，明安帝重文亦重武，当年的南陈国君更是马上得天下，所以贵族子弟们几乎都是从小习武，弓箭马术都娴熟。每年明安帝都会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春猎大会，在春猎会名列前茅的前3名都会得到丰厚的奖励。少年子弟们无不摩拳擦掌，想要在春猎会上拔得头筹。段玉涛更是志在必得，但此刻春猎会这几个字就像是对他赤裸裸的羞辱。皇上非常重视这次春猎会，玉儿和景儿你们都在人选之中，就算是断了腿也得去，不能让皇上失望。玉儿，为父必会为你讨个公道。可是
此事就这么定了。猎场上，明黄色的帷幕下方，明安帝和韦皇后端坐其中。不知今年是谁家的儿郎能拔得头筹？老三要是参加的话，非他莫属。皇上对耀儿如此有信心？当然，月儿，你觉得呢？父王是最厉害的，因为皇爷爷英勇非凡，老子英雄儿好汉。坐在一旁的荣王南宫月和荣王妃也都面带笑容。南宫月文采出众，但不擅长骑射，故而他扬长避短，这种狩猎大会他是不参加的，免得被南宫耀比下去。父王母后何事如此开心啊？六皇叔今天真好看。那我和你父王比起来，谁好看呢？父王俊美，六皇叔潇洒，多好看。月儿越来越会说话了。喏，六皇叔赏你一件好东西。南宫离笑着从身后取出一副小小的弓箭，递给绵绵。谢谢六皇叔，一会儿我要跟着六皇叔去打猎，我要收好多好多猎物回来，孝敬皇爷爷和皇奶奶。父皇母后，儿子这就去了。小心点儿，别伤了月儿。放心，保准他一根头发也不会少。三哥，今天咱们要不要比试一下，看看谁打的猎物最多？你带着月儿必是要输给我的。月儿打到的猎物也算是我的，怎么样？比不比？比。月儿见，我要射猛兽。什么是猛兽？野猪、熊、狮子和老虎。这是皇家的狩猎场，是为了博得众贵族子弟们玩笑取乐的场所，哪里会有这种凶猛的野兽？我要射老虎。去年父王猎到一只白额吊睛猛虎，老虎皮可漂亮了。娘亲，我也要送你一张老虎皮。好。舒浅月鼓励地对他一笑，纵马往林中深处行去。舒浅月对打猎没太大的兴趣，但能和儿子一起打猎却是他期盼已久的事情。他只希望能和儿子多一些共同的经历，每时每刻他都格外珍惜。突然他听到前方的草丛中有沙沙的响声。小心！低笑的箭头划破空气的声音几乎和一声提醒同时响起，一只闪着寒光的箭头像毒蛇般飞射而至，目标却不是他，而是他身前的南宫月。你受伤了？他一眼就看出来，他只是受了点箭伤，不严重。傅子夜从马上一跃而下，向着前方草丛中扑了过去，想要抓住那暗放冷箭之人，却是扑了个空。你知不知道刚才的举动有多鲁莽？那一箭差点要了你的命。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用暗器射歪了箭的准头，他这条命就没了。我知道，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仍然会这么做。傅子夜被噎得一口气没上来，等他半晌。你刚才有找到什么线索吗？没有线索。是什么人和你有这样的深仇大恨，竟然下这样的毒手？他一次没成功，保不齐会有第二次。苏大小姐，这里危险得很，也不是带着孩子玩耍的地方，你还是回去吧。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山林深处并不像表面上看着那般宁静平和，而是处处隐藏杀机。他的善意提醒并未让舒浅月对他多半分好感。舒浅月只要看到他这张脸，脑海里就会涌上原主的那些记忆，每一帧画面都让他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拜他所赐，原主才落到那步田地。这是我的事，与傅世子无关。傅世子要是闲的没事儿，可以去打几只猎物，免得一无所获，成为别人的笑柄。冷嘲热讽地说完，他就抱起儿子上了矮脚马，向着山林深处扬长而去。傅子夜看着他绝尘而去的背影，气得差点吐血。这该死的不知好歹的女人，他就多余救她。傅子夜愤然上马，选了个舒浅月背道而驰的方向，一路前行。他心中愤愤，倒是打到了不少猎物。月儿，你怕不怕？不怕，娘亲，咱们一定要抓到那个坏人。好。舒浅月胸有成竹地笑了笑，他可不是傅子夜那个笨蛋，空有一身好功夫，可惜没长个好脑子。在刚才刺客藏身的草丛里，并不是毫无线索，有的线索肉眼看不到，可鼻子却能闻得到。他嗅到了一股极淡极淡的马钱子的味道。马钱子又名番木鳖，可入药，却含有剧毒，箭头无毒。
故而舒浅月判断，那刺客随身带着的马钳子不一定是对付他的，否则他定会在箭头涂抹马钳子。那这躲在暗处的刺客真正的目标是谁呢？舒浅月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南宫耀。他和南宫狗重逢的时候，南宫狗正被一群黑衣刺客围攻，身受重伤，幸好遇到了他施以援手才保住一命。而南宫狗身上还有一种奇怪的寒毒，那刺客是何人指使？他这寒毒又是何人所下？全是谜团。那刺客要杀的人是南宫耀，至于为什么要选中南宫月为目标，是因为他见过南宫月，知道这是南宫耀唯一的儿子，杀人灭口，斩草除根。那刺客虽然不知道绵绵和月儿互换身份的事，却是认得这张脸。蛇，不只是一条蛇，而是数不清的蛇，一条条从草丛里钻出来，三角形的蛇头晃动着，蜿蜒着游向前方，络绎不绝。父王！南宫月突然惊呼一声，从草丛里捡起一枚玉佩，看到上面雕刻的穆王府特有花纹，他的小脸顿时变得全无血色。娘亲，父王有危险，我要去救他。娘亲，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你千万别来。舒浅月虽然气恼儿子做事冲动，但对他的品行仍是在心里大大的点了一个赞。事实上，他早就猜到南宫耀会遇到危险，本来不想管这闲事，可儿子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救父，他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送命？罢了，舒浅月心里吐槽，手上却没闲着，倒出些药膏涂在手上。这药膏气味浓郁，是他精心研制出来的硫磺膏，可以防蛇虫蚁等物。舒浅月抢上几步追上儿子，给儿子的手上也涂上了药膏。南宫耀，我要你今天葬身蛇口，死无全尸。我和你万蛇窟无冤无仇，你苦心孤诣的想要害我，为了什么？你要钱、权，还是女人？南宫高，你害我大哥性命，今天我要你为我大哥偿命。你大哥？他叫什么名字？现在想要求饶，却是晚了。我南宫耀手下从没有无名之贵，死在我手下的人不计其数，我实在不知你大哥是什么人物，但看你行事这等卑鄙下贱，想来你大哥死在我手下也不冤。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南宫高，我要把你的肉一口一口的全都喂了我的蛇儿，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身上被蛇儿啃的只剩下一副骨头，可偏就不得死。那人嘴里发出恶毒的诅咒，同时驱动蛇群继续进攻。父王小心！就在这时，草丛里窜出2条毒蛇，避开了他的双手，咬向他的背心。月儿！舒浅月右手一挥，发出2枚银针，正中蛇头。他救了南宫月之后，目光一扫，见眼前密密麻麻的全是蛇，数以万计，要是一条条用银针射过去，怕是累死也射不完。情急至生，他取出银锁金铃戴在手上，轻轻晃动，清脆悦耳的铃声悠扬响起。正在攻向南宫耀的毒蛇们听到铃声，攻势顿缓。你是北唐川的孙女吗？为什么要来坏我的事儿？舒浅月对他的话充耳不闻，继续不紧不慢地晃动手中的银铃。北唐川在我面前也不敢如此放肆。小丫头，你明明是北邻国人，和南宫狗乃是死敌，你为什么要救他？他死了，对你们北邻国只有好处。谁说我是北陵人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北邻国的人？你要不是北邻国人，你怎么会有北唐一族的摄魂铃呢？没见识，我这是银锁金铃，和北唐川没有半点关系。小丫头，我和这南宫耀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你让开，让我报了杀兄大仇，我会送你一份厚厚的大礼，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没兴趣。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救南宫狗了？我巴不得南宫狗倒大霉，可谁叫他是我儿子的爹呢？他要是出事，月儿一定会伤心的。看在儿子的面子上，也不能让他丢了性命啊！我不管你是万蛇窟的什么人，就连公孙羽见了我都不敢对我大呼小叫的。再不带着你的臭蛇滚得远远的，再不走，我就让公孙羽打断你的狗腿。你是怎么知道我爹爹的名号？原来你是公孙羽的儿子，真是不成器，净给你爹丢人。你爹还有别的儿子吗？那人气得七窍生烟，但看他一脸有恃无恐的样子，
又有摄魂灵能控制自己的蛇群，加上南宫耀这个劲敌在一旁虎视眈眈，肯定是讨不了好趣。你坏了我的好事，臭丫头！我万蛇窟和你没完，你等着！放下这句狠话，那男人就打着呼呼想让蛇群退走，可蛇群只顾舞动，根本不听他的号令。这些蛇儿虽然不是万蛇窟所养，只是他为了方便行事就近招来的，却也耗了他大量的心血、药材和时间，里面更是有不少稀有的品种，他准备带回万蛇窟的。你对我出言不逊，这些蛇我要留下来做蛇羹，你要是再不走，连你一起炖了。丫头，敢不敢报上名号？凭你也配知道我的名字？还不快走！舒浅月轻晃指尖，银铃互相撞击，清脆悦耳。那人登时觉得心烦意乱，几乎就要翩翩起舞，忙撕下一块衣襟塞进耳朵里。临走之时，他满心不甘地瞪了舒浅月几眼，很快消失在了山林深处。放虎归山，祸患无穷，真是妇人之仁，难成大事。他要杀的人又不是我，我想放就放，关你屁事儿！你能耐大，本领高强，那就把人留下来，在这胡乱吹什么大气啊？你武功再高，还不是要我救？谁要你救了？多管闲事！你有和我斗嘴的功夫，不如留点力气驱除蛇毒。要是再发作下去，怕你小命不保啊！南宫耀气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告诉自己不要和小女子斗嘴，有失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这才勉强把怒气压了下去。你是月儿？是，但这件事情和绵绵无关，全是我的主意。你要打就打我，随便你怎么发都可以。南宫耀瞪着儿子，竟说不出话来。他确实生气，因为他竟半点也没发现，那种被人蒙在鼓里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尤其是看到最讨厌的女人一脸的讥讽，他就更觉得脸上发烫，羞愧难当。一股火直冲上来，他咬着牙举起手。他高高举起的手还没落在南宫月的小屁股上，他整个人已经像个笨重的木头桩子一样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父王，娘亲，你快看看父王他怎么了？舒浅月走到他身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南宫耀。蛇毒甚剧，发作的又快，就一会儿功夫，南宫耀就觉得整条右腿没了知觉。他知道要不当机立断，怕是连命都要送在这里。壮士断腕，当断则断。月儿，把我的匕首拔出来。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一，袖手旁观，然后看到我蛇毒发作死在这里；二，就是立刻砍断我的右腿。我不敢，父王，你不能没了腿。那你是想要我死吗？不，我也不要父王你死。娘亲，你能救我父王的是不是？求求你，救救我父王，你一定可以救他的。月儿，不许求他，本王就是死了也不要他救。啊，真有骨气，让人佩服至极。你这么苦大仇深的瞪着我干什么？我是你杀父仇人，你中了蛇毒也不是我害的，害你的明明另有其人。别忘了，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没想到堂堂穆王殿下，原来竟是个恩怨不分的糊涂蛋。苏千雪，你这张嘴简直比毒蛇还毒。谢谢你的赞美，那我就救你一救。不必。父王，你是属鸭子的吧？除了嘴硬你还剩什么？为了赌一口气连命都不要，还是你宁愿做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废？真是傻吧。月儿，你父王是不是傻？父王，我觉得雪娘娘说的很有道理。南宫耀沉默了，这吃里扒外的臭小子真的是他儿子？别以为他眼瞎看不出儿子眼里暗藏的笑意，但他不得不承认，苏千雪这女人的话虽然难听，却是实话。好，你救了本王，本王自有报答。谁稀罕你报答？你说救我就救，当我是你家狗吗？现在我又不想救你了。苏千雪，你今天对本王如此羞辱，本王记住了。要是我南宫耀今日没死，我活着一天必将折磨你一日，直到你死为止。有种的话，你现在一刀把本王杀了。你的意思是想让我一刀捅死你，给你个痛快？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一刀戳下去，动作快似闪电，一刀落下，血喷溅而出。南宫耀却没感觉到半点痛楚。南宫月呆了呆，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娘亲这是给父王治伤呢。行了，死不了了。娘亲，谢谢你救了我父王，以后我会教你，想学什么都行。南宫月用力点了下头。尽管父王的武功很高，可是娘亲这些五花八门的本事和父王比起来，一点儿也不逊色。我知道你这样不舒服，可没办法呀，你现在又不能骑马，凑合一下吧，咱们回吧。直到天色全黑，他们3人2马仍是在密林里像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他终于放弃了。我好像迷路了，看样子今天是回不去了，只能在这里露宿一夜。哼，回答他的是南宫耀一记不屑的冷哼。他就知道这女人一定会迷路。舒浅月没理他，寻了个避风的地方，把南宫耀从马上掀了下来，扔在一堆枯草上，然后带着南宫月去打猎。尽管天色黑了，但他捕猎的经验很是丰富，没一会儿功夫就收获了1只山鸡、2只野兔，还采了一大把的蘑菇。他生了堆火，将山鸡、野兔和蘑菇烤熟了，然后撕了一条兔子腿给南宫月，自己拿起另一条兔腿吃了起来。娘亲，我可以把这条兔腿给父王吃吗？聪明的他早就察觉到娘亲对父王的态度很不友好，他亲近娘亲，也爱戴父王，不想看到父王饿肚子。南宫耀的蛇毒未消，四肢仍是僵硬，没有知觉。他又饥又饿，闻到烤肉的香气更是馋涎欲滴。可出于男人的骄傲和自尊，他当然不会开口向舒浅月讨要吃的，宁可饿死也不能没了骨气。当然可以，但是估计他不会吃我烤的东西的。这就是男人，只要面子活受罪。月儿，你自己吃，父王不饿。话音刚落，南宫耀的肚子就抗议似的咕咕咕叫了几声，当时窘得他俊脸通红。舒浅月用软草铺了一大一小2个舒适的铺位，又将火堆烧得旺旺的，以防夜间有野兽来袭，这才和儿子分别就寝。没一会儿，他就呼吸均匀，睡得很熟。南宫月悄悄爬起身，来到南宫耀身边。父王，你饿了吧？你吃吧，放心，雪娘娘不会知道的。我不吃那女人的东西。只有吃饱了东西才能好得快。雪娘娘不认识路，父王要是不早点好起来，咱们就要迷失在这山里了，这可怎么办呢？这话让南宫耀听得舒坦，他想到那可恶的女人也有短板，她是个路痴，要是没有自己，哼，他非死在这片山林里不可。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胃口大开，毫不犹豫地将一条鸡腿吃了个干干净净。南宫月背过身，小小的脸上闪过一抹狡黠的笑意。他悄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合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南宫耀肚里有了食物，精神大振，开始闭目打坐，运转内息，驱除身体的蛇毒。不得不说，舒浅月给他服食的驱毒丸功效十分显著，不到半个时辰，他体内蛇毒进去，本来肿得粗了不止1倍的右腿也恢复了原状，除了右腿稍微有点乏力，身体再无别的异样之感。南宫耀想起今天在这女人面前吃的瘪出的丑，怒从胆边生，喷涌的恨意像决堤的洪水般不可抑制。他悄无声息地走过去，毫不费力地将他带到了远离儿子的地方。南宫狗，恩将仇报，猪狗不如。说完，他就把眼睛一闭，一副随便他掐的模样。南宫耀沉默了，他本来想看到这女人惊慌失色，扑着向自己求饶的丑态，哪知他竟是毫不在乎。他俊美的脸变得更加阴沉沉的，手指微微加了力气，低声怒喝：苏千雪，你当真是该死！本王说过，只要我不死，你就别想好好的活着。我确实是该死，好心不得好救，救了一个没有心的畜生，吃我的喝我的，反过头来还要咬我一口。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救条狗呢。狗都知道感恩，知道冲那恩人摇尾巴，不像你。堂堂穆王殿下，烤鸡腿好吃吗？南宫耀无语了，险些没一口血吐出来。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死了，你恩将仇报的事情也就没人知道了，多好呀。南宫耀恨的是咬牙切齿，可他是恩怨分明的大丈夫，强自压下怒火，松开了手，可仍是目光炯炯地瞪视着他。
不杀我的话，你会后悔的。下次，怕是你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本王随时都可取你性命。舒浅月撇撇嘴，心底却承认，论武功，自己确实离南宫狗差着这么老大一截，就算拍马也赶不上。但谁说一定要靠武力才能取胜的了？就凭他的智商，想要南宫狗的命，也是分分钟都可以。你笑什么？我想说，彼此彼此。南宫耀，咱们谈谈。本王和你无话可说。你真的不想和我谈？你不是很想了解我的来历吗？还有，我是不是真正的苏千雪？本王早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至于你的来历，本王早晚会查得水落石出。你就这么确定我是冒牌的？你有证据吗？何须证据？本王早就派人查过，真正的苏千雪体弱多病，她的身子骨根本不可能有孕，更何况她5年前离京的时候根本没怀孕，她怎么可能会有一个5岁大的孩子？你冒名顶替，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待本王查出真相，定会要你好看。既然你早知道我是假的，为什么不揭穿我，还一直替我隐瞒？你又有什么目的？本王是想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你的一举一动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本王劝你做人还是安分一点。还有，那真正的苏千雪可是被你灭口了。为了一个身份就杀人灭口，会有这么丧心病狂吗？苏千雪是病逝的，她临死之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认祖归宗，让她的牌位可以出现在苏家祠堂中。我不过是借了她的身份帮她这个忙，替她完成心愿罢了。就这么简单？你爱信不信，事实就是如此。那你可知冒人身份顶替他人之名乃是大罪？你胆子不小啊！受人之托，重人之事，我既然答应了苏千雪，就要替她办成此事，了了她一桩心愿。莫老殿下，现在知道了真相，你是要治我的罪吗？除了完成她的心愿，你还有何目的？如果我说没有目的，你信吗？不信。那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就算我说真话，你也不会相信，我何必白费口舌啊？既然无话可说，你还要找本王谈什么？关于月儿的事，今天月儿差点被人害了。怎么回事？说清楚，是谁要害月儿？舒浅月把白天被人躲在草丛里射了一记冷箭的事情说出来。幸好副世子及时赶到，才没让那刺客得逞。我也闻到那刺客身上有马千子的味道，就循着线索一路找来，没想到会遇到你。南宫耀越听眉头皱得越紧，但他对舒浅月的怀疑倒也消失了大半。南宫耀，我不管你得罪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想要你的性命，你武功高强，又机智聪明，有足够的能力自保。但月儿不一样，她才只有5岁。有话直说，你是什么意思？我是为月儿担心。今天幸好是副世子救了月儿，但下次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你肯定会说你会保护月儿周全，可你能护得了她多久呢？又能护到什么时候？她要是继续在你身边，还会遇到危险。月儿是本王的儿子，与你有何关系？你为何要对月儿如此关心？因为我和她特别投缘，因为她和绵绵长得一模一样，每次看到月儿，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关心她。我不希望看到她遇到危险。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多管闲事，你对月儿这么好，究竟有什么目的？你对绵绵不也是一见如故？我看你对绵绵比对月儿还要好呢，难不成你对我家绵绵也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绵绵的生父是谁？死了，那渣男抛妻弃女，绵绵还没出世，他就被野女人拐走了，现在坟头草都30高了。那他葬在何处？关我屁事啊！难不成你想挖坟边是不成？他是北邻国人。不是，你有完没完啊？那狗男人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南宫耀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舒浅月被他盯得心里发慌，他仿佛要看穿他一样。干嘛这么看着我？是不是被我的美貌迷住了？警告你啊，离本姑娘远点，本姑娘对你这种男人没兴趣。本王对你也没兴趣。这样我就放心了。咱们来谈一谈月儿的事吧。说说你的想法。我想收月儿为徒，然后带她回蝶国。3年之后，我会把她毫发无伤地送回你身边。收徒什么的不过是个借口，他只是想把月儿带离南宫狗的身边，远离危险。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为你医治好身上的寒毒，让它永不再复发。南宫耀，你意下如何？
南宫耀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深邃难测的眼睛看着他，冷冽俊美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情绪。你只赚不赔，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是在要挟本王？不是要挟，只是谈条件。你就是要挟，你在用本王的命要挟本王。你诡计多端，心思深沉，比10个男人还要难缠。多谢夸奖。你以为本王会怕死吗？话毕，他双手握住胸襟，用力一扯，稀疏的月光下，他完美健壮的上半身毫无遮挡地暴露于他的眼前。舒浅月方才还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时候却一下子绯红了脸颊。他忍不住腹诽自己，脸红什么，真没出息，又不是第一次见。6年前他不仅见过，还毫不害羞地摸了个遍，那坚实的胸肌腹肌手感极佳，还有赏心悦目的人鱼线。流氓，臭不要脸！转过头来看着本王，你有病啊！他心想，怕个屁，看就看，反正吃亏的又不是他。当真把头一扭，目光直勾勾地看向他的身体，然后他就怔住了。他完美如同雕塑的身体上竟然布满了一道道疤痕，胸前、小腹、肩膀、手臂，有的年深日久已经变淡，其中最为凶险的是他胸口有一个蚯蚓般的伤痕，尽管是旧伤，看上去仍是触目惊心。看清楚了吗？本王自出生以来遭遇过无数次凶险危机，更有好几次九死一生，甚至是必死无疑。这道疤是我9岁那年一名刺客所留，当时太医说离心脏只有1毫之差，几乎回天乏术，但本王还是活了下来。本王从来没怕过，那些想要本王性命的人全都把命送在了我手里，一个也没逃过。月儿是本王的儿子，他身体里流的是本王的血，既然这样，他就要做好随时遇到危险的准备，不怕死，勇敢面对，这才是我南宫耀的儿子。要是他像个松包软蛋一样，遇到刺客就只想着要逃命，这样的儿子本王不要也罢，懂吗？你的条件本王不会接受，区区寒毒本王还真不信他能要了本王的命，除非哪天本王不想活了，否则这条命谁也休想夺走。舒浅月忍不住心生敬佩，她望着眼前的男人，忽然就觉得他的形象变得高大挺拔起来。行吧，她承认自己看低了这个男人。父王，雪娘娘，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南宫月睡醒之后，发现身边没人，又听到这边有声音，便揉着眼睛找了过来。坏了，他好像打扰到父王和娘亲的好事了。南宫月心里一阵激动，欢喜得差点笑出声来。他忽然看到父王竟然大半夜的和娘亲在一起，特意避开了自己幽会，怕不是铁树要开花，好事将成双。就说嘛，娘亲这么可爱，我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娘亲，父王怎么可能不喜欢？表面上说不要不要，心里却是想要想要。哼，父王原来也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呐。那个，我什么也没看见。父王娘亲，你们继续啊。说完，他就迈开小腿，哒哒哒地跑走了。臭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继续个屁啊！我和眼前毒舌女人半毛钱关系也没有，都是你。月儿好像误会咱们了，我去和他解释一下。解释没用，越描越黑。月光下，他蹙着剑眉，薄唇紧抿，一脸狱卒之气的模样，竟莫名有几分可爱。舒浅月想想方才的情形，竟抿着唇角笑了起来。南宫耀瞥到他上翘的嘴角，脸上的黑气又深了几分，好像一只炸毛的猫啊。那个莫殿下，我想好了，等回去之后我去帮你驱除寒毒，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免谈，月儿是我的儿子，休想让他离开我半步。不是收他为徒那个条件，至于什么条件我现在还没想好，总之我绝不会做伤害你和月儿父子感情的事情，你要是答应，我就为你去毒。是什么让你改变的主意？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出事，你要是不在了，月儿就没了父王，他会伤心难过。最主要的是有你在，你会倾尽全力保护好月儿。为了月儿，我也要治好你。你的寒毒已经遍布五脏六腑，要全部去除需要最少1个月。我要每天为你施针，还要配合药浴。为了方便，你每天来我雅梅轩1个时辰。
不行，你带着绵绵来我府里，我会为你准备所需要的东西。去穆王府，舒浅月本能的摇头。你不是想要保护月儿吗？这天底下还有比我府里更安全的地方吗？要是本王去了你那里，这1个时辰之内，月儿遇到危险怎么办？你带着绵绵住进来，2个孩子也可以一起做个伴儿，有何不妥？不得不说，这话一下子击中了舒浅月的心。难得你母后喜欢，老六，这只狐狸就送于你母后吧。父皇恕罪，这只狐狸儿子已经答应送给别人了。哦，是谁呀？当然是月儿。实不相瞒，父皇母亲，儿子能够打到这只红狐狸啊，多亏了月儿。狐狸也是他发现的。这只红狐狸长得漂亮不说，更是十分的狡猾。可是月儿就像是他的克星一样，不管他有多狡猾，月儿就愣是带着儿子寻到了他的老巢，结果把他生擒活捉。本来是想给月儿做件狐皮背心，看这小狐狸如此喜欢月儿，都舍不得呢，不如就养着吧。谢谢黄爷爷，谢谢黄奶奶，你们心真好，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们的。那你说说，老天爷会怎么保佑我们呢？老天爷会保佑黄爷爷万寿无疆，国泰民安，保佑黄奶奶福寿安康，喜乐绵绵。这话要是大人来说，明安帝和韦皇后肯定认为是拍马屁，虚伪之极。可由5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就让人觉得新奇的紧。老三教子有方呐，月儿小小年纪就出口成章，以后大了定然是和他爹一样，是国之栋梁啊。虎父无犬子嘛，黄爷爷是虎父，我父王是虎子，那我就是小小老虎。明安帝难得纵声大笑，韦皇后更是被逗得忍俊不禁。六弟，3弟这去打猎一夜未归，不会有什么事儿吧？3哥武功高强，他进了猎场就像是猛虎进了羊群，有危险的不是他，撞到3哥的那些畜生才算是倒了大霉呢。3哥一夜没回，肯定是去森林里去打大野兽了，说不定啊会扛一头大老虎、大黑熊的回来呢。嘿，我想吃烤熊掌了。舒浅月一夜未归，镇国公苏胜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找不到千雪，谁也别回来。老爷，不妥，千雪一夜未归，暂时只有咱们府里的人知晓。老爷这般大张旗鼓的找人，岂不是要闹得人尽皆知？千雪的名声毁了不说，就连咱们国公府的面子也要丢光了。玉娘，那你说怎么办？我还要指着千雪这丫头飞黄腾达呢，万一她有个什么不测，这可如何是好呀？千雪这丫头福大命大，当年她病成那样都有福气被蝶骨诡医治好，这次不过是去打猎而已，不会有事的。希望如此吧。傅世子这次打了不少的猎物，定能够拔得头筹的。不过是玩耍罢了，国公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去挑选一些，算是我送给国公的。却之不恭，多谢傅世子。苏大小姐在吗？我有几句话想和她说。千雪，千雪她……千雪带着绵绵打猎去了，傅世子没见到她吗？昨日在林子的确是见过苏大小姐，她当时遇到了危险，受了伤，还是我给她包扎的伤口。我以为她早就回来了，难不成她一直未归？千雪她受的伤严不严重啊？她没事吧？只是受了点剑伤，不严重。苏国公，大小姐她是否真的一夜未归？不瞒傅世子，千雪的确是一夜没回来。我本打算派人去寻她，又怕惊扰了圣驾，这事儿关乎千雪的名声，还请傅世子勿要外传呐。原来在苏国公的心里，名声比女儿的性命更重要。当然不是，千雪是本国公的长珠，我对她爱于性命。他有如此危险，我比谁都着急啊！这些话，苏国公还是留待苏大小姐回来亲自说给他听吧。傅子爷冷笑一声，转身就走。他早看穿了苏胜虚伪的嘴脸，懒得再和他多说一个字。但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这件事关系于苏千雪的名声，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他正准备亲自去寻苏千雪，忽然听到猎场上一阵喧哗。穆王殿下回来了！天啊，老虎！大家快来看，穆王殿下猎到了一头老虎。三哥还真是，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三哥，你还真的猎到了老虎。南宫耀冷峻的脸上却全无得意之色，眼角向着侧后方的舒浅月瞟了一眼，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苏千雪。只见舒浅月骑着的那匹矮脚马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突然奋起四蹄疾驰起来。舒浅月骑术不差，他拼命勒紧马缰，可矮脚马却像是疯了一样，完全不受他的控制，四蹄扬起，越跑越快。矮脚马越过猎场的栅栏，竟然向着明黄色帷幕下方坐着的明安帝和韦皇后直冲而去。明安帝和韦皇后完全没反应过来，就眼睁睁地看着那马越跑越近，撞翻了桌椅，对着明安帝一头撞了过去。护驾，快护驾！父皇母后，你们没事吧？幸好你二哥挡下了那马一下，然后老三及时赶到，朕和你母后都没有受伤，尤其是你二哥呀，勇气可嘉。但下次不可如此鲁莽。儿臣见父皇危急，一时没想到那么多，只是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皇受到伤害。你们放开我娘亲！你们为什么要保我娘亲？月儿，不得胡言乱语，离那刺客远点。这刺客是谁呀？回皇上，这女子是镇国公苏胜之女苏千雪。原来是她，让苏胜滚进来。看着御林军将死狗一般的苏胜和徐氏拖了进来，苏胜看到旁边的舒浅月，目眦欲裂，如欲喷火。徐氏更是红了眼珠子，指着舒浅月破口大骂：“你个杀千刀的小蹄子，狼心狗肺的下贱东西，自己死就罢了，为什么要害我们？你个娼妇养的小贱种！”住嘴！徐氏猛然意识到这是在御前，吓得慌忙闭嘴，浑身像没了骨头似的瘫软在地。苏胜早就跪趴在地上，浑身抖如筛糠，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华爷爷，我娘亲一定是被陷害的，你不要冤枉了我娘亲，我求你放了她吧。皇祖父，娘亲她不是刺客，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还请皇祖父明察，不要冤枉了无辜之人，而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怎么有2个月儿？华爷爷，我不是月儿，我不是您的孙子，我娘亲是苏千雪。皇祖母，我是月儿，但我愿意为娘亲作证，她绝不是刺客，她是被人冤枉的。矮脚马突然发疯冲进皇帐的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所有人都来不及阻止。南宫月听说娘亲被认定是刺杀皇祖父的凶手，当时就急了。他这时候也顾不得身份被揭穿，义正辞严的道：“我一直和娘亲在一起，她绝对不可能是刺客。”你才是月儿。月儿，你为何要喊她做娘亲？父王这次在月儿离京途中遇到杀手，毒神和父王失散，是娘亲救了我。月儿更是和娘亲一见如故，她待我比亲娘还要好，所以月儿才能平安回京。在月儿心里，她就是我的亲娘一样。老三，月儿所言可是真的？是，父皇，儿臣也认为这苏千雪不是刺客。昨天行猎途中，儿子遇到危险，也是这苏千雪出手相救。要不是她及时出现，儿臣已经遭逢不测。这2天1夜，她一直和儿臣在一起，方才也是和儿臣一起回到猎场。只是她那匹马不知为何发了疯，冲撞了父皇和母后。但想来这是马儿发疯的缘故，和他本人无关，还请父皇母后明察。三弟，就算你一直和这苏千雪在一起，也不能证明他对父皇和母后没有不轨之心。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别说他和三弟你毫无关系，就算他是三弟你的枕边人，也不可不防。谁知道他故意接近你，不是为了行刺父皇母后？父皇母后，这苏千雪纵马行凶，乃是有目共睹之事，任谁如何花言狡辩，也脱不了他的罪名。请父皇即刻下旨将他处斩。这行刺父皇乃是大不敬之罪，当诛九族。苏胜教女无方，当夺其爵，霸其位，满门皆尽抄斩。二皇伯，我娘亲是冤枉的，她是被人陷害的。月儿，你还小，还是那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女子当初救你，岂知不是她设的圈套，想要故意接近你？你是上了她的当了。我才没有上当，我又不是傻子，别人对我是真心还是假意，我看得清清楚楚。二皇伯，娘亲是真心待我的，她绝不会害我，也不会害父皇。
更不会害我皇祖母和皇祖父。皇爷爷、皇奶奶，我不是你们的孙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两位，我就发自内心的喜欢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皇帝皇后，我就是觉得亲切，我打心眼里敬你们，爱你们。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喜欢我的，就算知道我不是你们的亲孙子，你们还是不讨厌我，是不是？皇上，就算苏千雪有罪，也罪不及子女，这孩子还小，不如就饶了他吧。魏皇后见皇帝点头，松口气，对绵绵道：孩子，皇上饶了你了。绵绵真的跪下来给明安帝磕头。皇上，您处事英明，果然是人人称颂的好皇帝。自咱们南陈开国以来，就属您最英明神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马屁精！您又聪明又睿智，定然不会让好人受到冤枉的，是不是皇上？您刚才说饶了我的命，这是皇上您的恩典，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但我想用这个恩典跟您换样东西，我不要你饶了我，我只想用我的命换一个跟我娘亲说话的机会，可以吗？你确定？如果真给你这个机会，你就会掉脑袋，而你娘亲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性命。你确定不后悔吗？我绝不会后悔。皇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所有人都认定我娘亲有罪，认定她是行刺你们的刺客，可没有人问她一句原因，没给她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如果她真的是被冤枉或是被嫁祸的，却被这样满门抄斩，岂不是要轻者痛，仇者快？我不想让娘亲替人背锅，如果要掉脑袋，就先砍我的脑袋好了。苏千雪，朕就给你一个机会，你有何话要说？皇上，臣女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臣女百口莫辩，但臣女对天发誓，我是被人陷害的。臣女请求皇上给我3天时间，让我找出真相，和那个陷害我的人还自身一个清白。那个人不就是你自己？你想多活3天，用不着找别的借口。皇上可以不相信臣女的话，只是多等3天又何妨呢？臣女不怕死，但臣女却怕今天替别人背锅死了，那人贼心不死，还会再加害皇上皇后。有这样居心叵测的人在身边，皇上皇后等于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可不防啊。明安帝被他说的，心中确实是起了怀疑，万一他说的是真话，自己砍了他的脑袋，这幕后之人仍是隐在深处，确是防不胜防。这给你1天的时间，若是你不能够自证清白，那你苏家满门就一起给你陪葬吧。多谢皇上，我个臣女还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未能找到真凶，臣女想请求皇上下旨，所有前来参与围猎的人不得离开。臣女有理由相信，这个人就在现场这些人当中。好，朕允了，给他松开绑缚。父皇就算暂时饶了他的性命，也不能给他松绑啊！万一他在起不轨之心，伤了父皇母后怎么办？放任之心不可无。朕难道还会怕一个弱女子吗？他要是有那个胆子，只管再向朕行刺，倒是坐实了他谋逆的罪名，到时候罪加一等，灭门诛9族。那也不能放他随便行走，万一他跑了呢？他父母和孩子都在这里，他会弃他们于不顾而独自逃命吗？她要是这样的女子，也养不出那般懂事的孩子来。明安帝很是欣赏地看了看绵绵，本来他觉得自家亲孙已经是人中龙凤，今天见到一个和亲孙一模一样的小娃娃，机灵聪明不说，还情深意重，危急之极为母出头，小小年纪已经颇有侠义之心，要说不喜爱那是假的。他肯网开一面，给舒浅月1天的时间查找真凶，完全是看在绵绵的面子上。明安帝目光在几名皇子脸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南宫琳的脸上。老六，你看着苏千雪，不得让她伤害别人，也不能让人伤害她，做得到吗？儿臣做得到，父皇放心，儿子定会把这苏千雪看得牢牢的，不会让她溜出我的视线半步。行，此事就交给你了，散了吧。六皇叔，我还可以叫你六皇叔吗？
南宫林低头看着他粉嫩雪白的小脸，虽然明知道这不是自己的亲侄子，可他跟这小雪团子相处了2天，还带着小雪团子去打了1天的猎，被他嘴甜甜的叫着六皇叔六皇叔，心里别提多美了。结果竟闹了个大乌龙。南宫林故意板着脸道：想替你娘亲求情没用，如果他真的犯下大罪，你求谁都没用，能保住你这条小命已经是我父皇的皇恩浩荡了。我不是替娘亲求情了，我想跟着娘亲一起去查明真相，好不好嘛，六皇叔？让本王考虑一下。别求他，他想占你便宜。臭小子亲疏不分，为了外人连自己的亲叔叔都编排上不是了。六皇叔，没关系的，你慢慢考虑。本王答应你就是。你的名字是叫绵绵吗？绵绵当时喜笑颜开，伸出小嘴就要亲南宫林一口，哪知道南宫耀忽然长臂一伸将他截走，斜眼看着六弟：三哥你干嘛？我要带绵绵和他娘亲去查真相呢。父皇只让苏千雪去查，并未提及旁人。你是想对父皇之命阳奉阴违吗？本王自会照料这2个孩子。六弟，你就安心和苏千雪去查案吧。三哥不讲理，分明是嫉妒小绵绵亲近我，才故意把绵绵从自己身边带走，太卑鄙了。六皇叔，那我不去了，我和漂亮叔叔一起。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娘亲呀！我相信你，更相信娘亲。你想从哪儿开始查起啊？还没想到。舒浅月摇摇头，事实上他还没理出头绪。方才他一直没说话，就是在脑子里回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点一滴，一点线索他都没有漏掉。你在我父皇面前说的信誓旦旦的，本王还以为你已经知道这幕后的真凶了呢。弄了半天你根本毫无头绪嘛。本王可警告你啊，你只有1天的时间，要是查不到真凶，你自己人头落地，满门抄斩，还要连累了绵绵。你闭嘴，聒噪！南宫林给这不知好歹的女人差点气死。我娘亲在思考啦，你别吵到她，打断她的思路就不好了。你相信我娘亲，她一定可以查出谁是真凶，真的。好吧，看在小鬼头这么可爱的份上，南宫林决定不跟苏千雪这女人计较。这椅子有机关？闻到了吗？这椅子很香，想必是父皇和母后常用的熏香。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也很香，不信你闻闻呗。这不是熏香，你听过黄莺子吗？黄莺子是什么呀？没听过。是一种金黄色的花，伞状，极美丽。它的根茎很像是土豆，却还有剧毒，要是不小心误食了，就会四肢痉挛，心悸而亡。和这事儿有关系吗？关系极大。这香味没毒吗？它的气味无毒，还很受某些动物的喜爱呢，比如马。什么意思啊？我在书上看到过一段关于黄莺子的记载，有人在西域见过大片金黄色的花海，他就想走近些去瞧，可还没等走近，他骑的马突然发了疯一样，向着那片金色花海狂奔，越来越近。他还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气，离花海越近，那人心头猛然涌上一股危机感。他从马背上滚了下来，正好掉在花海边缘，那马却冲进了花海之中，一声凄厉的马嘶。他抬头看时，那马竟从花海中消失了。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恐怖啊？那花海就是黄莺子，他生长的地方就是悬崖边缘，那人要是不及时落马，也会和那马一样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这事儿和今天发生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啊？舒浅月不由扶额，和这脑筋不灵活的人交流真累呀。他竟怀念起南宫狗来。南宫耀虽然狗，人却聪明得很，一点就透。黄莺子的花香有种特殊的味道，会让马匹兴奋起来，甚至产生强烈的幻觉。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为什么只有你的马发疯，别的马都没有事呢？让马发疯也是有条件的，马儿只是喜欢闻着黄莺子的气味，并不会导致马儿失控。但要是提前喂马吃了黄莺子的根茎，再让马儿闻到花的香味，两者相加，马儿必疯狂无疑。你不是说那根茎有剧毒吗？要是马儿吃了不被毒死才怪呢，你分明就是狡辩。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咱们不妨来做个实验。舒浅月要做的实验很简单，他把从太医那里弄来的黄莺子根茎磨成粉，混在喂马的草料之中，然后让南宫林从马厩里选出了5匹马出来，喂这些马吃了，
他计算精确，每份草料之中只添加了少许黄英子粉，并不会让马中毒。就像砒霜，虽然是剧毒之物，但少量服食的话，对人体并无损害，反而会治疗风湿等病症，是一个道理。五匹马吃完了草料，不但没有中毒的迹象，反而显得颇为兴奋，抖鬃毛，撂蹶子甩尾巴的。但等到舒浅月将2只染了黄英子花枝的乙匹放在50米开外的空地上时，5匹马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马儿鼻孔张大，往外喷气，眼珠瞪得和铃铛一样，张着大口露出牙齿，不停地打着响鼻，烦躁异常。5匹马先后挣脱了马缰，迈开铁蹄，疯了一样冲向龙凤乙匹。眨下眼的功夫，5只巨大的马头将椅子一下子顶翻，木椅被铁蹄踏得4分5裂，马儿一边嘶叫，一边张开大口，疯狂地撕咬起乙匹来。绵绵，你要是不吃饭，娘亲知道了肯定会很担心。你要吃饱了，才能帮娘亲想办法证明她的清白，是不是？小柿子，你也相信我娘亲是清白的？当然，娘亲才不会干那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她肯定是被人陷害的。咱们吃饱了就去帮娘亲找出幕后真凶，多吃肉才有力气。小柿子，你也要吃肉，才能长得高高的。咱们一起保护娘亲。好。漂亮叔叔，你为什么不吃饭，一直盯着我看呢？绵绵，你姓什么？我娘亲姓苏，我跟我娘亲一个姓，当然也姓苏啦。这世人都是从父姓，比如月儿就随我姓，你也应该随父姓才对。可我爹早就死了，坟头草都比我高了，我还要随他一个姓吗？就算他死了，你也是他的孩子，自然是要随他姓。你爹姓什么？原来漂亮叔叔想打听我爹姓什么呀？你直说就好了嘛，干嘛绕那么大个弯子呀？不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我爹。那你娘有没有提过关于你爹的事？当然提过，不过我都告诉过你了呀。漂亮叔叔，你还想知道什么？你娘叫什么名字？父王，娘亲叫苏千雪，这还用问啊？南宫耀懒得理会没开窍的儿子，直接将一颗雷扔出去。绵绵，你娘亲已经告诉我了，她不是真正的苏千雪，她是冒名顶替的。啊！南宫月的下巴差点掉桌子上，相反南宫月的震惊，绵绵则要淡定很多。哦，她的真名叫什么？娘亲的名字有好多呢，你想问哪一个？当然是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呀，那就要问娘亲了，我也不知道。漂亮叔叔，帮不到你，很抱歉。那她曾经叫过什么名字？娘亲的名字多得数不过来，有人叫她恩公，有人叫她仙女，还有人叫她贵丫，也有人叫她大妹子，还有人叫她主人，有人叫她谷主，还有人叫娘亲神仙姐姐呢。哦对了，娘亲还有一个名字。什么？就是娘亲啦。这世上只有我和小柿子可以叫，别人都不可以的哦。漂亮叔叔你也不可以。绵绵得意地抬起小下巴，还冲南宫月心照不宣地挤挤眼睛，两个雪娃娃都笑得开怀。南宫耀差点吐血，这小醋匣筋儿。真想不到臣妾还有看走眼的时候，愣是没认出来那孩子不是月儿，被个小娃娃骗得团团转。是个聪明的娃娃，不在月儿之下。是因为这小娃娃会拍你马屁吧？难道没拍你的？你不也被小娃娃拍得浑身舒服吗？皇上如何就这般放过那苏千雪？您不会真的信了那小娃娃的话吧？臣妾觉得那苏千雪是百口莫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纵马行凶，哪里还会有什么幕后真凶？老六居然还开口为她求情，定是受了她的迷惑。就连月儿这小孩子也像是中了蛊一样，一口一个娘亲的喊她。臣妾觉得那苏千雪是百口莫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纵马行凶，哪里还会有什么幕后真凶？老六居然还开口为她求情，定是受了她的蛊惑。哎，
就连月儿这小孩子，也像是中了蛊一样，一口一个娘亲的喊他。这正是朕觉得奇怪的地方。皇后，你倒是想想，月儿这孩子和老三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和他父王一样不近女色。他那个姨娘在老三府里一住5年，安的是什么心思？你不会不知道吧？听说他那姨娘对月儿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啊，可月儿始终不肯亲近他。可月儿和苏千雪那女人才认识了多久，就开口喊她娘亲了？今天还为了这个女人，差点和咱们翻脸呢。那苏千雪长得那般模样，月儿喜欢她也不稀罕。谁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哄骗了月儿？月儿毕竟才5岁，哪里会分辨人心善恶呢？照你这么说，咱们老三也是不懂事的小娃娃了。老三是什么性子，你我比谁都清楚。他那颗心不说是石头做的，也是坚冰一块。你啥时候看到他为女人动过心呢？就连6年前他成亲，也是太后老人家以死相逼。他对那没福气的王妃没啥感情。据说那女人被大火烧死的时候，老三就在旁边无动于衷地看着，小指头都没有伸一伸。以他的本事，要是想救那女人出来，不是什么难事的。明安帝思虑比韦皇后深远得多。南宫耀是他儿子，他可不是随便开口就为人求情的。想了想，明安帝派人去传南宫月来，小孩子的话总比大人靠谱。你和皇祖母说说，是怎么识得那个苏千雪的？其实韦皇后就算不问，南宫月也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事儿说出来。他要让皇祖父和皇祖母知道娘亲有多好，他们就不会相信娘亲是害他们的凶手了，一定会放了娘亲，还娘亲一个清白的。提到苏千雪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了，小脸也露出笑容。月儿很喜欢他吗？喜欢。那你想要他给你做真正的娘亲吗？什么是真正的娘亲？要是你父王娶她做王妃，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换她娘亲了。可是娘亲不喜欢父王哎，父王也不喜欢娘亲，他们2个凑在一起就要吵架的。苏千雪不喜欢你父王？不喜欢。皇祖父一定要让父王娶了她，我才可以叫她娘亲吗？我喜欢她去救她娘亲，不可以吗？名不正言不顺。可是娘亲不会愿意嫁给父王的。那可不一定，说不定是欲擒故纵。你喜欢她什么呢？哪里都喜欢，娘亲特别好，她长得好看，温柔体贴，味道还特别好闻。她抱着我的时候，我舒服的一点也不想离开。她的本事还特别大，虽然她的武功不如父王，但娘亲和父王比起来，半点也不落下风呢。别人在我父王面前屁都不敢放，可娘亲一点也不怕我父王。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敢和我父王叫板的人。明安帝和韦皇后听着他的童言童语，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他们已经认定这苏千雪是有意接近自己的乖孙，怕是想借此攀上老三这棵大树。这样有心机的女子不可不防，但听到这苏千雪敢和儿子叫板，倒是有几分胆量。韦皇后又问起绵绵的事，南宫月对亲祖母自是毫不隐瞒，她向来不喜欢说话，可说起绵绵和苏千雪来，那叫一个滔滔不绝。她叫绵绵，是个女娃。是啊，绵绵她可聪明了，我每次见到她都像是照镜子一样。皇祖父、皇祖母，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发现她不是我呀？皇祖父，别说是你和皇祖母认不出来，就连父王都认错了呢。我和绵绵互换身份了好几天，父王半点也没察觉，倒是娘亲一下子就吃穿了我不是绵绵。当真？如果真如月儿所说，这女子确实极为聪明啊。皇祖父、皇祖母，你们相信我，娘亲她真的不会害你们，真的。若她真是被人陷害，朕自会秉公而断，不会冤枉好人的。多谢皇祖父，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王。这个苏千雪绝对不简单，她和月儿相识不久，月儿既然对她如此信任，要说她没有目的的接近月儿，恐怕难让人相信。朕给他1天的时间查出真凶，自证清白。若是他做不到，朕不光要他的命，还会灭他苏家满门。
这等居心叵测的女子确实该杀，但皇上也不用太过担心，月儿只是一时受她蛊惑罢了。老三绝不会容忍有人对月儿不利。老三还算是聪明的，他办事朕放心。启禀皇上，平南侯带着小侯爷在外求见。平南侯跪在大殿外面的青石砖地上，身边是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苍白的小侯爷段玉涛。段钦，你这是何意啊？老臣犯了重罪，无言以对圣上，故而负荆请罪。段钦犯了何罪？朕为何不知呢？老臣的犬子玉涛和苏省长女苏千雪自幼定了亲事，两人还未完婚，这苏千雪就被苏省送出了京城。老臣信守承诺，一等就是5年，终于等到苏千雪回京，却没想到她竟然未婚生子，做出这等有伤风化之事。他把经过情由讲了一遍，明安帝听得眉头越皱越紧，对这苏千雪的印象已经恶劣到极点。既然他如此不守妇道，平南侯，你为何还不退了这门亲事？老臣不是背信弃义之人，本想着就算这苏千雪品行有亏，也当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若是这时候对亲，岂非落井下石？这苏千雪万一想不开自尽，老臣岂不是害了一条人命？哪知老臣好心不得好报，犬子竟然被那苏千雪所害，摔断了腿。太医说，犬子这条腿怕是治不好了。老臣就算是个泥巴人，也有个土性。这苏千雪既然对犬子如此无情，老臣也不会再信守他和小二的婚姻之诺。故而老臣前来请皇上做主，解除犬子和这苏千雪的婚约一事。皇上，这样的女子简直就是害群之马，可恶至极。老臣千不料万不料，这苏千雪胆大包天，竟然做出当众行刺一事。她犯下这滔天大罪，罪不可赦。此事虽然和老臣无关，可她却是老臣未过门的儿媳，老臣实在难辞其咎，所以才负罪请求皇上开恩。若有降罪，就罚老臣一人，犬子和家人都是无辜的。明安帝更是心中有数，什么负荆请罪云云，其实就是想借他这个皇帝的金口，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博一个信守承诺的好名声，顺势再一脚将那伤风败俗没过门的儿媳妇踹得远远的。老狐狸！明安帝心里骂了一句，但他心里正对苏千雪印象极差，也不介意顺水推一下平南侯这只粥。明安帝先是出言安抚了平南侯几句，说此事全是苏千雪一人所为，和你平南侯府没半毛钱关系，又私传太医来给小侯爷治伤，最后才下旨解除了平南侯和国公府的这桩婚事。老六，这件事可不是空口白牙说着玩的，你别也是着了那苏千雪的道儿吧？母后，儿臣又不是3岁的孩子，那苏千雪也不是个狐狸精，儿臣能着她什么道呀？她就是被人陷害的。老六，好好说话。儿臣不是替那苏千雪狡辩，事情经过已经调查清楚，有人在父皇母后坐的椅背上浸泡了黄莺子的花枝，又给苏千雪的马喂了黄莺子粉，那马服了药又闻到了花枝的味道，所以才会失去控制，冲撞了父皇和皇母。真正要害你们的人并不是苏千雪，她只是一个替罪羔羊罢了。他与何人有仇，谁要陷害于他呀？若找不出此人，他的嫌疑还是洗脱不了。焉知他是不是贼喊捉贼呢？这黄莺子的花粉并不常见，太医局那里也不多，最后那点儿全被儿臣要来了。儿臣还打听过了，除了儿臣，只有一人要走了这花粉。是谁呀？是平南侯府的人。从太医那里要走黄莺子粉的人，却是平南侯府的一名管事。他先是声称这粉末是为了毒杀店里的老鼠，后来受刑不过，才供认称自己才是陷害苏千雪的人。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承认自己有刺王杀驾之心，
只是说在书上看到过关于黄英子的味道能让马变得失控，因为不忿自家小侯爷被这苏千雪害得摔断腿变成了瘸子，才想出来这个法子，半夜偷着溜进马厩，给苏千雪的马儿喂了黄英子粉，想让他在猎场上也摔断腿，一报还一报。至于龙凤椅坯上被人撒了黄英子花枝的事，他全部知情。那人受刑不过，晕过去好几次，也没改了口供，线索戛然而止。此事定和平南侯脱不了干系，待这人醒来再用大刑，不怕他不招。这人说的未必是假话，他也不过是受人利用的一枚棋子罢了。若真是这幕后黑手，也不会轻易把全盘计划告诉于人的。这人藏在幕后，暗中策划，想要加害父皇母后，绝不能够就这样的放过他。儿臣觉得定是段成庸这老贼。未必，平南侯要害了朕，对他有什么好处啊？他现在身受朕用，官高爵显，要是朕不在了，他还会比现在爬得更高吗？那不能，凡事都是无利不起早。段成庸是个老狐狸，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儿，他是断然不会做的。这件事儿也不能说和他全无干系，最起码让人给苏千雪的马喂黄英子粉，就是出自他的手艺。他这样做，怕只是想替儿子报复苏千雪，但他却料不到，自以为聪明他居然也成了别人棋盘中的一颗棋子。他让人去马厩喂马的行为被有心之人看在了眼里，然后才会在朕和你母后的椅背上动了手脚。这人做事如此严密，不得不说他的心思的确是深不可测呀。可是要是查不出此人，以后他要再起了加害父皇母后之心，岂不是后患无穷吗？不急，再狡猾的狐狸终也有露尾巴的那一天。那咱们就按兵不动，等着他再次露出尾巴。现在朕有一桩好差事，你去把你三哥叫来。有好差事就给三哥，得罪人跑腿的活就让儿臣去做。父皇，您这心眼儿也太偏了吧！快去，再啰嗦打断你的腿。三哥，你是不是早就猜到苏千雪是被人陷害的呀？一点也不意外，这好歹给个反应啊！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没脑子？这事儿明摆着与他无关。喂，三哥，我好心帮你的心上人洗脱嫌疑，你能不能口下留德呀？你是我亲哥吗？什么心上人？好，我说错了，那女人和你半点关系也没有。父皇说有好差事给你呢，还不快去？哼，老三，你把这个家伙和他的口供，还有这两样东西拿去交给一个人。明安帝坐在椅子上，指了指下方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的平南侯府管事，还有被五匹马撕咬的乱七八糟的椅坯。南宫耀拿过口供，飞快地看了一遍，点点头道：儿臣这就去找段成庸。好，这桩收买人心的好差事就交给你了。父皇，儿臣也想和三哥一起去，儿臣想看看那老狐狸的嘴脸。你去可以，但不许多嘴，一切都要听你三哥的。没问题，到时候啊，儿臣就装哑巴，全由得三哥一个人说。三哥也不怎么爱说话，他哪里能镇得住那老狐狸啊？此时段成庸心情大好，儿子的腿虽然太医瞧过了，还是束手无策，可他也借此良机摆脱了和苏胜那头没油水的儿女婚事，又把锅甩到了苏胜那个蠢货的头上，他自己还落得个信守承诺的好名声。至于儿子的腿嘛，天下之大，岂无良医？待儿子腿愈之后，再给儿子攀一门好亲事。他正想得得意，忽听得穆王殿下到来，忙出来恭恭敬敬地将人迎接进去。平南侯，听说你家小侯爷刚和那不守妇道的苏千雪解除了婚约，实在是可喜可贺啊！段成庸尴尬地扯扯嘴角，心想这就算是喜事，也犯不着拿来恭喜吧。堂堂穆王殿下会为了这点小事来登他这座小庙的门？平南侯，我父皇待你不薄，连这等小事都为你出头，你却好大的胆子，竟敢派人向我父皇行刺！苍天可表，微臣对皇上是一片忠心，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绝不会向皇上行刺。若是皇上不信微臣，微臣愿意一死以证清白。是吗？把人带进来。两名黑甲卫架着浑身血肉模糊的管事走进来，把人往地上一扔。南宫耀又将一份供词甩给段成庸，冷声道：人证物证，平南侯，
你还有何话说？冤枉啊！冤枉啊！穆王殿下，这份供词是假的，假的，是有人故意陷害微臣，还请穆王殿下奏明皇上替微臣洗刷这冤屈。冤枉你了？实不相瞒，这管事确是我府里的人。微臣的儿子因被那苏千雪害得断了一条腿，微臣爱子心切，就想出了这个糊涂办法，想要让那苏千雪一报还一报，也摔断他一条腿，为小儿出气。可那衣皮上的什么花枝，确实与微臣无关啊！你这话也有3分可信，但我信你，我父皇睿智，却未必相信。还请穆王殿下替微臣多多美言。平南侯，你和本王说实话，此事确实与你无关。微臣敢以项上人头发誓，若微臣做出这等丧心病狂、十恶不赦的事，就让微臣死无葬身之地。行，你起来吧。平南侯，你说有人陷害于你，那你觉得这人是谁？微臣得皇上恩宠，受大招风，确实有许多人瞧微臣不顺眼。可微臣一时之间确实不知道谁对微臣恨到这种地步，竟想用如此卑鄙无耻的行径来陷害微臣。若让微臣得知，微臣定将此人碎尸万段，也难消心头之恨。你派管事去给那苏千雪的马喂药一事，可有谁知晓？不瞒穆王殿下，微臣也觉得做这事儿不太磊落，哪里敢让旁人得知？就连微臣身边亲近的人也没提过半个字儿。那这个方法你是从何处得知？不会是他？事到如今，平南侯还想为别人隐瞒吗？微臣说与穆王殿下便是。前日荣王府设宴，微臣也有幸在邀之列。席间相谈甚欢，谈及各种关于狩猎的趣事。有人就提到了马的习性，说有一种东西给马服食了，会让马儿变得兴奋起来。微臣就留心多问了几句。段成庸偷偷观察南宫耀的脸色，心下惴惴，忙补充道：那人只是荣王府里的一个幕僚，姓蔡，最是博学。荣王殿下常叫他出来陪客的，此事应该与荣王殿下无关。事关皇子之间的微妙，他可不想让自己躺进这场浑水里。南宫耀又问了他几句，发现这段成庸确实没在隐瞒什么，这才带着南宫林离开。段成庸毕恭毕敬地送出门外，偷着将一个大大的礼封塞给南宫林。他可不敢公然贿赂穆王殿下。相比冷面无情的南宫耀，还是笑面虎一样的六皇子南宫林更好说话一些。南宫林性子急，见四周无人，便将封袋打开，竟是一叠厚厚的金票，足有1万两。三哥，咱们这次办事啊，不只是收买了人心，还发了笔大财呢。小弟就不跟你客气了啊，这笔钱啊，咱们21天作5。他数出5000两金票放进自己兜里，剩下的交给了南宫耀。南宫耀看他一眼，收起金票。三哥，关于二哥的事儿，要不要回禀父皇啊？这里头关系微妙，他和南宫耀俱是伪皇后亲生，而荣王南宫悦却是先皇后所出。虽然排行第2，却是年纪最长、地位最尊的皇子。明安帝文事上倚重2皇子，却把兵权交给了3儿子南宫耀。2人一文一武，同为明安帝的左膀右臂。明安帝迟迟未立太子，朝臣们心里也都有想要拥戴的人选。南宫林跟三哥是异母同胞，自然和三哥是一条心，但他和2哥的关系也不错。荣王谦雅温和，在朝臣中的口碑也是甚佳。要说2哥会对父皇起了谋逆之心，他其实是不信的。我觉得这平南侯心里有鬼，他故意的把线索引到了2哥身上，想混淆视听，他的话不可信。此事不必提及，你派人暗中查一下这个姓蔡的幕僚，记住不要打草惊蛇。父皇，这段成庸对儿臣感激涕零，送了儿臣一笔厚厚的谢仪。三哥咋这么实在，居然一点不留，全部上交给父皇了。那我这5000两要不要也上交啊？他正肉疼地犹豫着。老狐狸出手很大方呀，即使给了你就收着，可问出了什么线索呢？段成庸只承认他确实指使人给苏千雪的马喂了药，但父皇母后的以批一事他确实不知。儿臣觉得他也并未说谎。行吧，
这事儿就先到此为止吧。既然此事和苏千雪无关，就将苏胜他们放出来吧。只是这个苏千雪仍是不可掉以轻心，朕总觉得这个女子颇为古怪呢。儿臣知道，这老匹夫落井下石不是东西。要不是千雪这贱人连累了咱们，秦南侯岂能退婚？穆王殿下和咱们半点交情也没有，他为何要出力查明真相呢？分明就是看在千雪这丫头的面子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看咱们家族兴盛，还是要落在千雪的身上啊！你们两个等我一起去叩谢穆王殿下的救命之恩。这有乃就是娘的老狗！徐氏气得心中暗骂，脸上却是恭顺道：“是老爷，一会儿见了穆王殿下，你要表现得好一点，最好是能得到他的青睐。就算是嫁进穆王府做一个妾，也给咱们国公府上添光。”娘，我一见到穆王殿下就心里发慌，他要是一瞪我腿都软了。没出息的东西，你哪里也不比苏千雪那小贱人差。他连未婚生子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可见脸皮有多厚。穆王殿下再冷，他也是个男人。你看苏千雪那股子狐媚劲儿，穆王殿下就吃那套。娘，你是要女儿学那贱人去迷惑穆王殿下？不，那太下贱了。你懂个屁！要抓住男人的心，就是要投其所好。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女人，你就要变成什么模样。只要你能入得了穆王殿下的眼，以后你就是高高在上的穆王妃，谁都得匍匐在你脚下，任你践踏。真正下贱的是人下神。徐氏言传身教，苏慧兰若有所悟的点点头，但打着如意算盘的徐氏却落了个空。南宫耀根本没见他们，直接把人拒之门外。娘亲，你怎么了？你是不喜欢这里吗？我只是怕住不习惯。娘亲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只管告诉我，我会让娘亲住得很舒服很舒服的。他之所以答应来穆王府给狗男人治疗寒毒，完全是为了儿子。这女人对我永远是横眉冷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偏她对月儿又这般耐心温柔，要说她没企图，谁信呢？他至今也不知道这女人的来历，但把她放在身边，早晚会露出她的狐狸尾巴。这是苏姑娘母女，安排他们住在翠竹轩。苏姑娘，请随我来。父王，我想和娘亲一起住翠竹轩。月儿，王爷，他是谁？他是谁与你无关。是，这位妹妹生得真好看，不知该如何称呼。姐姐过奖了。我家姑娘是阿远侯府的二小姐，你应该唤她一声舒二小姐。真是抱歉，我见妹妹这般风仪，我还以为妹妹是穆王妃呢，原来是舒二小姐。穆王殿下是我姐夫。原来是穆王殿下的小姨子，这姐夫和小姨子本就是一家人。我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还请舒二小姐多多照拂啊。不知怎么称呼姐姐？我是苏千雪。原来是她。娘亲，别理她，咱们去翠竹轩。苏姑娘是住在翠竹轩吗？那可是个好地方，离王爷住的地方非常近，环境清幽雅致。苏姑娘真是好福气呢。是吗？我竟不知道，自己竟是如此有福气之人。多谢舒二小姐告知，感激不尽。王爷，苏姑娘初来乍到，一切都不熟悉，我想去翠竹轩帮苏姑娘打理一下，可好？他自觉这话说得得体，既彰显了自己在这府里的身份，也显出了自己的宽容和大度。南宫耀还没说话，舒浅月就笑道：“舒二小姐一番美意，真让我却之不恭呢。正好，我后面有几个箱子，就有劳舒二小姐了。”南宫月生怕被父王带走，忙不迭地拉着舒浅月离开。舒妙雪咬着下唇，看着三人亲热的身影，心里又是嫉妒又是疑惑。小野种居然喊他娘亲，这贱人又堂而皇之地搬到了穆王府，看来是对穆王妃的宝座势在必得了，自己绝不能让她得逞。王爷，这位苏姑娘要在府里住很久吗？她的事与你无关。苏姑娘，你真是天生丽质，这副容貌别说王爷见了喜欢，就连我也是看得舍不得眨眼呢。舒二小姐才是真正的绝代佳人呢，要不
王爷怎么不留别人，偏留你在这府里住了5年呢？这话入耳，舒妙雪心中得意，抬手拢了一下鬓发，暗想这狐狸精还算有几分眼力。他一指身后丫鬟手中捧着的锦盒，这是我给苏姑娘准备的见面礼。是什么？这是百花斋新出的玉簪花粉，不是铅粉，而是用玉簪花研碎了，兑上了上好的香料，轻盈细腻，洁白无瑕，最是润泽肌肤。苏姑娘要不要试试？怪不得味道如此好闻，这样珍贵的花粉倒是不可不试呢。舒浅月笑盈盈地接过玉盒，纤长的手指正准备揭开盒盖，她秀目向舒妙雪一瞥：“舒儿小姐，你好像有点紧张。”“我是怕苏姑娘不喜欢这玉簪花粉。”“那就好，我还以为这玉簪粉里没有毒呢。”舒妙雪还能维持镇定，她身后的丫鬟已经是脸色大变。“我姨母哪会那么好心给娘亲送什么玉簪粉，一定有猫腻。我还告诉娘亲，千万不能用她的东西。”南宫月准备冲出去揭穿舒妙雪，绵绵一把捂住她的嘴，把她拖开好几步才松手。“别去！”“为什么不去？我怕娘亲会上了那女人的当。”“你都能瞧出来她不怀好意，娘亲又不瞎，她会瞧不出来吗？你别去搅和了娘亲的好事。”“你说娘亲她早就知道了，她这是将计就计。”“别说是娘亲，就是我也能把那蠢女人耍得团团转。”绵绵得意地把自己捉弄舒妙雪的事讲给南宫月听。“你明明和我一样大，为什么比我聪明那么多？我和那个女人待了5年，怎么就没想到你这个法子？”“小柿子，你其实比我聪明，你的武功这么好，还会骑马，还会写文章，还会作诗，还会射箭，这些我通通都不会了。可你比我会捉弄人。”“我这算什么本事？全都是跟娘亲学的。你要是跟在娘亲身边待久了，你也会。”“我也想跟娘亲待久一点。”“其实你父王就是漂亮叔叔也很好啊，别看他脸上凶巴巴的，他的心可软了。我装成你在他身边的这几天，他天天早上逼我练功，我不练他就想打我，可我一哭他就舍不得下手了。”“父王打我，我从来不哭。”“小柿子，你真勇敢，我和你不一样，我要是做了让娘亲不高兴的事，娘亲想打我，她的手还没举起来，我就先哭给她看，我一哭她下手就会轻多了。”“娘亲就算是打你也是很温柔的，对不对？要是我能跟着娘亲，就算她天天打我，我也很开心。”“嘘，先别说了，咱们去瞧瞧娘亲怎么整治那女人。”舒妙雪的丫鬟看到舒浅月迟迟不肯打开香粉的盒子，有些着急，主动凑到她面前殷勤道：“苏姑娘，奴婢叫杜鹃，最擅长梳妆打扮，让奴婢服侍您用这玉簪粉吧。”她迫不及待地打开盒盖，举着送到舒浅月的面前，一股浓郁的玉簪花香气袭来。舒浅月忍不住揉揉鼻子，一个没忍住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就听到杜鹃蓦然发出一声惨叫：“小姐，救救奴婢，救救我！滚开，离我远点！小姐，求你救救奴婢！”几名丫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杜鹃拉开拖走。“舒儿小姐，麻烦你说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什么？你送我的玉簪粉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好端端的，那丫鬟的脸会变成那样吗？”“你还有脸问？你把我的丫鬟弄成那样，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去倒打一耙，让王爷评评这个理。”“好啊，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舒妙雪确实颇有底气，她早让人打听清楚了，这个苏千雪虽然生得一张狐狸精的脸和身段，却是个没成亲就生了孩子的女人。本来和平南侯府的侯爷有婚约，结果又被退了婚，丢脸死了。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哪有资格当穆王妃？她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舒妙雪本来想毁了这狐狸精的脸，却没成功。她一计不成，二计又生。没一会儿功夫，南宫耀就出现在门口。“发生何事？”“王爷，我好心来探望苏姑娘，还买了昂贵的玉簪花粉送给她做见面礼，可她却下歹心想要害我。幸好杜鹃忠心，
替我挡下一劫，可是杜鹃的脸却深深的被他的毒粉给毁了。王爷，你一定要给杜鹃做主啊！杜鹃是谁？杜鹃是我身边的丫鬟，跟我身边好几年了，平时为王爷端茶送水，王爷完全不记得了吗？本王日理万机，哪有功夫去认识一个奴婢？要是这府里个个奴才都要本王去认识，本王还用干别的吗？漂亮叔叔说的真好，小柿子，你这个姨母也太拿不上台面了，动不动就哭，明明是他贼喊捉贼，还反咬我娘亲一口，哎，真够不要脸的。确实不要脸。王爷，我的丫鬟被人如此欺负，还请您为我做主啊！一个奴婢而已。王爷，我虽然不是这府里正儿八经的主子，好歹我也在这里住了5年，精心照料月儿不该有半点差错。杜鹃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却被人毁了一张脸。姑娘家最重要的就是容貌，这样她以后怎么活下去呀？她的脸是怎么毁的？是苏姑娘不知道弄了什么毒粉，想要毁我的容。杜鹃护主心切，替我挡在前面，可她的脸却……王爷，求您还杜鹃一个公道。够了，舒妙雪，你当本王是傻子吗？王爷的话雪儿不明白。那本王就说得明白一点，这粉的味道还很香呢。本王不只是耳朵好使，鼻子也好使，闻得出这是玉簪花的味道。你不是带着玉簪花粉来送礼吗？这粉应该就是你带来的吧？舒妙雪点点头，隐约觉得什么事情不对了。舒儿小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当然知道，你害了我的丫鬟，我绝不会放过你的。舒儿小姐，麻烦你动动脑子。如果你还有脑子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说的话前后矛盾。这玉簪香粉是你带来的，你却口口声声说是我用毒粉害了你的丫鬟。人是你的，粉也是你的。如果说这香粉有毒，这毒也定是你下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用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呢。什么矛什么盾？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舒妙雪，你居心不良，用毒粉害人，结果害人不成，反而害己，又倒打一耙诬陷好人，罪不可赦。你犯此大罪，本该送你去大理寺受审，但顾念你照顾月儿多年，本王网开一面，暂且饶你性命。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来人，把他拉下去，重罚50鞭子，再将他赶出府去。王爷，是我错了，求你饶了雪儿吧。月儿，你替姨母求求你扶我，这些年我对你不薄呀，你就看着我被鞭打，一句话也不说。我没你这样的姨母。舒妙雪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大势已去，不但失去了王爷的信任，还要挨50鞭子，再被赶出府去。这件事要是一传扬开，他还有何面目去见父母？所有人都会把他当成笑柄，对他指指点点。情急之下，对着舒浅月扑了过去。苏姑娘，我求求你，帮我向王爷说句话吧。苏姑娘，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猪油蒙了心，一时糊涂做错了事。舒儿小姐，你会不会是受了杜鹃那丫鬟的蒙蔽，对这玉簪花粉中有毒也并不知情？否则我和你素不相识，又无怨无仇，我实在是想不出你为何要毁我容貌的缘由啊！对，苏姐姐说的极是，我确实不知这玉簪花粉中有毒，我一片好心买来送给苏姐姐做见面礼，却没想到这贱婢杜鹃包藏祸心，竟然在里面下毒，她害人不成反害己，活该！依我说，不能就这么饶了她。王爷，我是被这贱婢杜鹃陷害的，她才是想要伤害苏姐姐的罪魁祸首，这等毒妇就该立刻杖毙。二小姐，奴婢对你忠心耿耿，这些年来替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住嘴！你这贱婢，心肠歹毒，怪我一直没有看出来你的狼心狗肺，要是早点看出来，我绝不会留你到今天。舒妙雪找到了替罪羊，底气十足，她生怕杜鹃再开口把自己做的事情曝光，从头上拔下枚簪子，用尖利的簪尖
刺进杜鹃嘴里，恶狠狠地连戳了好几下。舒妙雪被杜鹃的眼神看得心里发慌，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拔出金簪，用力刺入了杜鹃的右眼眶里。很快，他们就看到杜鹃被人像死狗般从里面拖了出来，嘴里流血，右眼眶中还插着枚尖利的金簪。舒妙雪处理了杜鹃，转头就向舒浅月表忠心：苏姐姐，我已经处置了那贱婢，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无辜的。我对苏姐姐你一见如故，只有仰慕，从无半点加害之心啊。我相信你，舒儿小姐，确实与你无关，你也是受害者。他转头对南宫耀道：莫尔殿下，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舒儿小姐是无辜的，她又亲手处罚了杜鹃，请您看在她照顾了月儿这几年尽心尽力的情分上，就让她留下来吧。他是随口找了个蹩脚的理由，舒妙雪却十足当了真。王爷，我一定会管束好下人，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了。南宫耀没理会舒妙雪，他那双冷冽深邃的眼睛一直盯在舒浅月的脸上。这女人想玩什么花样？南宫耀根本不在乎舒妙雪的去留或生死，他早看出来了，这苏千雪又在演戏，他故意想要留下舒妙雪，是藏的什么心思？南宫耀眉头一拧，点了下头。福九，把月儿和绵绵带出去。你要和娘亲说什么？你不许欺负我娘亲！臭小子！福九抱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娃娃赶紧离开。绵绵非常乖，眨着黑亮的大眼睛劝南宫月道：小柿子，别担心，漂亮叔叔就是脸上冷嘴上凶，其实他对娘亲可温柔啦。要是娘亲能成为我真正的娘亲就好了。什么是真正的娘亲呀？就是娘亲嫁给我父王，做穆王妃。那可不成，娘亲说过，天底下乌鸦一般黑，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呢？你不一样啦，小柿子你还小，还不算是男人。我呢？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男人啊。我娘还说，男人的话一定不能信，男人要可靠，母猪都能上树。还有，娘亲说，越是长得好看的男人，越会骗人。漂亮叔叔长得那么好看，他准是天下第一的大骗子。小柿子，我娘亲是不可能嫁给你父王的。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你们府里没有好人。福九只觉得胸口又中一箭。绵绵，我会保护好娘亲和你的，相信我，我是好人，我不会害你们的，真的。我当然知道你是好人，我是说你那个姨母啦。我娘亲第一天住进来，她就想害我娘亲。不过我不怕，我娘亲比她聪明100倍，你就等着以后看好戏吧。房间里所有人都离开后，舒浅月扶了下衣袖，抬眸淡淡看向南宫耀。一点小事，实在不必惊动穆王殿下，但这可不怪我啊，是你那个小姨子惹的事儿。你和他的事与本王无关，本王也不想知道你要玩什么花样，但本王警告你，这里是我的王府，你最好不要做出格的事。要是让本王抓到你的把柄，本王不会放过你。我本来以为穆王殿下是诚心求我治病，却原来是把我当成奸细软禁起来了。南宫耀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舒浅月也不生气。我答应过你，帮你驱除寒毒，只是你这毒中的时日不浅，我要每天给你针灸8个小时，除此之外还需要配合药浴。他顿了一下，取出一张药方，这是药浴需要的药材，你可以找人去抓药，顺便还可以找人打听一下我这方子里是不是有毒，免得穆王殿下会怀疑我偷下毒手。南宫耀却看也没看，就收进了怀里。何时施针？那就今天开始吧，继续拖呀，你上次拖的可比现在痛快多了。快点开始。开始什么呀，你还没脱裤子呢，穿着裤子我怎么下针？什么？还要脱裤子？当然要脱了，你的寒毒遍布全身，又不是只在上半身，而下半身的穴位一点也不少，这一点不用我说，你比我明白。苏千雪，你最好不要让本王知道你是故意的，否则……他恶狠狠地威胁道：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当然我不是让你全部脱光，你躺在那张榻上。说话间，他打开针灸包，舒浅月取出一枚银针，神情极为严肃，出手如电，
下针若风，不到半盏茶时间，数十枚银针已经遍布在南宫耀全身各处大穴上，入肉极深，只露出浅浅针尾。施针时间虽短，他的额间已是沁出细细薄汗。这针灸看着轻松，可每一针都耗费了他极大的心神。入肉浅一分，效果就达不到；入肉要是深一分，就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这深浅之间需要掌握得分毫不差。明天还是这个时辰，我给你针第2次。不过你最好准备一个净室，我可不想你再睡我房里，我怕让人误会，影响我清白的名声。名声？你有吗？不会说话就闭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有你这样往别人伤口上插刀子的吗？好歹我刚救了你，你一句谢谢没说，就知道恩将仇报。突然，房门被猛地推开。哎呀，小顺子，你干嘛推我啊？害得我站不住脚。我不是故意的，是狡猾。当然，打死也不能承认他们是想偷看了。福九，再多看一眼，本王就挖了你的眼珠子。福九一个机灵，忙不迭地低头，将2个小祖宗抱在怀里，然后掉头鼠窜。哎呀，本姑娘的名声，这下是彻底被毁了一个干净啊！我倒是不在乎，只是传出去，那些仰慕穆王殿下的姑娘们，怕是要哭湿了帕子。还有你的小姨子，怕是又要来找我麻烦了。南宫耀没理会他的风凉话，穿好衣衫，束好腰带，一句话也没说，大步离开。连着几日，舒浅月都雷打不动的在同一个时辰给南宫耀针灸拔除寒毒，但不是在他的地盘，而是选在了南宫耀的净室。每次施针的时候，南宫耀都习惯性的小憩一会儿。醒来后，舒浅月连针都拔了，人也走了，他也不以为意。没几日，府里就渐渐传出了些谣言。小姐，奴婢听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是关于王爷和那个狐狸精的。王爷和那狐狸精怎么了？听说那狐狸精每日下午都会去找王爷，2人独处净室整整1个时辰，谁也不许进，就连送茶水的小厮都不能靠近。等那狐狸精一走，王爷就会立刻传人沐浴。腊梅特意接近南宫耀院子里一名端茶送水的小厮，这消息就是他从那小厮嘴里套出来的。什么？该死的狐狸精，竟然公然勾引王爷，我饶不了他！小姐，您可千万别再去找狐狸精的麻烦。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王爷一定是被狐狸精迷惑了，他现在一颗心全在狐狸精的身上。您要是再去惹他，就是惹怒了王爷。王爷要是一气之下把你赶回府，您这几年的辛苦不就白费了吗？你说的有道理，可是难道我就什么也不做，任由那狐狸精继续迷惑王爷吗？要是王爷把她立为王妃，我该怎么办？我哪里比不上那狐狸精了？那狐狸精死不要脸，没成亲就和野男人生了孩子，王爷却偏喜欢这不要脸的贱人。我清清白白的，王爷却碰都不肯碰我一下，我太不甘心了。小姐，我娘亲说过，男人都是喜欢狐妹子，女人越是清白高贵，他就越不喜欢。王爷之所以这几年对小姐没动过心思，却对那个生过孩子的狐狸精迷得半死，8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屁！男人怎么会不喜欢清白的姑娘，反而却喜欢不要脸的女人？小姐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别说王爷，就是咱们府里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前几年咱们老爷刚纳的第11房小妾，听说就是那个花楼里出来的小狐狸精。听这话，舒妙雪眯起眼睛，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本小姐做不来那等不要脸的模样，难不成你要本小姐学着那狐狸精的模样，去勾引王爷不成？那也太下贱了。王爷喜欢就不算下贱，小姐您就是太端着了，王爷才对您亲近不起来。小姐先不要理那狐狸精，应该去探探王爷的口风。你不去照顾月儿，来这里做什么？月儿这几日都在跟着苏姑娘，就连晚间也不回自己的院子，我想见月儿一面都难得紧，又不好再去打扰苏姑娘，又着实挂念月儿，故而做了这几样点心，想劳烦王爷带给月儿尝尝。王爷，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这几日我在府里
常听到有人说起王爷和苏姑娘的事。这位苏姑娘虽然未嫁生子，却也是护国公府的大小姐，算是名门闺秀。王爷身边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要是王爷喜欢的话，不若就给苏姑娘一个名分。这话是腊梅教他的，叫以退为进。与其让王爷主动开口把穆王妃的位置给了那姓苏的狐狸精，倒不如让他先提出来，只是给那狐狸精一个名分，侧室、小妾或是通房丫头。舒妙雪一边说，一边偷眼瞄着南宫耀的表情。什么名分？这要看王爷有多喜欢苏姑娘了。不管什么名分，相信苏姑娘都不会介意的。但要是让她继续没名没分的在咱们府里住着，怕是说闲话的人越来越多，传扬出去，对王爷对苏姑娘都不好。这是苏千雪的意思？我这几日没见到苏姑娘，并不知道她的想法，只是将心比心罢了。原来是你将心比心。我是一片好意，为了王爷和苏姑娘的名声着想。哼，就凭他也想让王爷给他一个名分，他配吗？本王倒不知道府里何时有了这样的传言，这等只知传话不知做事的奴才留着何用？一个个都该割了舌头赶出去。其实我也只是听了一点风声，并无人亲眼见到。南宫耀不理他，直接换了符九进来，让他去彻查传言之事。查一个灭一个，本王倒要看看这府里还能不能清静了。符九答应下来，走之前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了一眼舒妙雪。舒妙雪心里直打鼓，却强自镇定。符九离开之后，他咬着嘴唇，正想为自己辩解几句，南宫耀冷然开口：出去。这一趟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也算是小有收获，毕竟让他知道了王爷并没打算给那狐狸精名分。方才侍卫们把传话给奴婢的那小厮给拔了舌头，赶出了府去，吓死奴婢了。舒妙雪也吓了一跳，没想到符九执行起南宫耀的命令来如此的雷厉风行。你们这几天都给我安分些，别再出去打听什么消息。王爷下了封口令，不许府里任何人传谣言。不过王爷并不是想要护着狐狸精，他亲口说那狐狸精根本就不配有任何名分。王爷那么高的眼光，怎么可能看上那只狐狸精？他心里肯定是有小姐您的。可王爷直到现在也没对我说过半个字的亲热话。男人看女人，一来是看脸，二来是看身材，三来还要看手段。小姐，你前两样都不缺，就是少了这勾引男人的手段。难不成让我去学那狐妹子的勾当？奴婢听说过有一种好东西，花楼里的姑娘们经常用的，她们衣物上都会熏一种香，男人们闻了就会变得神魂颠倒，不能自已，然后就像苍蝇见了蜜糖一样扑上去，而且还会让人上瘾，欲罢不能呢。哦，还有这种东西？你既然知道，还不赶紧给我弄点去？不管花多少银子，一定要给我弄来这好东西。平南侯府，你不去照料玉儿，在这里发什么脾气？妾身还不是气这些没用的东西，连个像样的大夫也请不到。玉儿的腿怕是治不好了，老爷，您绝不能饶了苏千雪那贱人。要是玉儿的腿真的不行了，就要这贱人的2条腿赔给玉儿。你稍安勿躁，我倒是听说那苏千雪是蝶谷鬼医的弟子，有一手好医术。若是他肯出手给玉儿医治，玉儿的腿应该复原有望。老爷，你不知道，那苏贱人实在是嚣张得很，他害得咱家玉儿断了腿不说，还提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他要让玉儿亲口向他赔礼道歉，否则他就不给玉儿治腿。哦，竟有此事。他怕不是疯了，也不想想他是什么身份。他一个未婚生子的贱人，给咱们玉儿当洗脚丫头都不够格，他也配让咱玉儿向他赔礼道歉？他是个什么东西？你糊涂！他敢说这样的话，就说明他有底气，能治好玉儿的腿。不就是赔个礼道个歉吗？有什么难的？不可能，他算个什么东西？一个不知廉耻的下贱货！咱玉儿可是名正言顺的堂堂世子小侯爷，身份比那贱丫头高贵100倍，
给他赔礼道歉，他受得起吗？受不受得起那是他的事儿。难不成你宁可要一个断了腿的残废儿子，也不愿意开口说一句对不起？段夫人脸色铁青，嘴唇动了动，气得说不出话来。道个歉算什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儿，和儿子的腿比起来，孰轻孰重，你连这个也分不清楚吗？别说他只要玉儿道个歉，就算他要我这个堂堂平南侯当众向他磕头赔礼，我都肯干。男子汉大丈夫，要能伸也能屈，头发长见识短。玉儿，你听清楚你父亲的话了吗？难不成你真的愿意向那小贱人低头道歉？娘，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不就是向那个丫头道个歉，又少不了一块肉。更何况那天的事情确实是我的错，我这也算是罪有应得。娘舍不得让你受委屈。他这儿子向来心高气傲，从未向人低过头，只要想到儿子要去向那贱人低头赔礼，段夫人的心就一抽一抽的疼。玉儿，你能这样想便好，一时委屈算不得什么，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咱们刚和那丫头解除婚约，那丫头怕是正记恨着咱们呢。要是玉儿向她认了错，她又反悔，不肯给玉儿治腿了，岂不是白白让玉儿吃了这个亏？我看那苏千雪不像是心胸狭隘之人，退婚那事咱们做的不太光明磊落，颇有点落井下石。若是那丫头有所怨言，我会向那丫头说明，退婚之事全是我一人的主意，和玉儿无关。只要她能治好玉儿的腿，我这张老脸又算得了什么？段成庸此言一出，就连段玉涛都对自己的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去穆王府找那丫头治病去。穆王府，段夫人和段玉涛都大吃一惊。段成庸早就打听清楚，这苏千雪一早就被南宫耀从行宫接到了穆王府，原因嘛，不详。他却猜测一定和苏千雪会医术有关。穆王府里有人生病了吗？会不会是南宫耀？但他回想在行宫见到穆王殿下的时候，殿下神采奕奕，并不像是生病。这事关皇嗣的隐秘，他还是少知道为妙。苏姑娘，平南侯带着世子小侯爷正在门外求见。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是特意来向苏姑娘你赔礼道歉的。也是时候了，让他们在外口等着。管家沉默了，好歹对方也是平南侯，身份摆在那儿，连大门也不让进，这位苏姑娘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得，谁让自家王爷把她当贵客一样请进来呢？让平南侯久候了。不久不久，能见到苏侄女，就算是等再久也是值得的。段伯父那日若是没有和我家退亲，我今日还得向您唤一声未来公公呢。求今怜免了吧。不知段伯父今日到访是有何要事吗？实不相瞒，苏侄女，我这逆子那日骑马冲撞了你，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腿，是他罪有应得，自作自受。他在家养伤这几天，越思越想，总觉得对不起你，他欠你一声道歉呢，所以他就强撑着身体过来向苏侄女你赔礼道歉。希望你大人大量，能原谅他犯的错。段夫人，您也是来向我赔礼道歉的吗？什么段夫人？我不是。原来不是段夫人，抱歉，是我眼拙认错了。我本来也觉得像段夫人那般高贵不凡的人，是绝不会低下他高贵的头颅的。小贱人，你！段成庸暗骂这老婆子一点忙帮不上，净给自己掉链子，他气急败坏，上前一个巴掌抽过去。给我闭嘴！段夫人头上的帷帽被打落在地，露出她的真容，她慌得无地自容。原来还是段夫人。哎呦，苏侄女儿，我们一家三口都来了，足见诚意十足，你不生气了吧？正主儿还没开口呢，哪来的诚意啊？我错了，对不起。这不是段家的小侯爷吗？这是在和谁赔礼道歉呢？这货咋来了？舒浅月翻了个白眼，
不成想让南宫林瞧个正着。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好像我三哥这门口正演着一出好戏呢，倒是不可错过。誉王殿下，平南侯，幸会幸会啊！几位是来拜会我三哥的吗？怎么在这门口不进去啊？是下人们不给通报吗？这些个不长眼睛的东西，带我去告诉三哥，狠狠地教训他们。犬子几日前得罪了苏姑娘，今天本侯特意带着他来向苏姑娘赔罪，倒是让誉王殿下见笑了。这事儿我也听说过一二，小侯爷能屈能伸，这份气量啊，着实让人佩服。段玉涛的玻璃心碎了一地，他没那个胆子招惹南宫林，只能气呼呼的用力瞪着舒浅月。虽然少了点诚意，却多了一份难得。我苏千雪说话算话，这就帮你治腿。苏侄女果然是守信之人，大恩不言谢，这份恩情我段某记住了。骨头自己接上了，但伤筋动骨100天，段小侯爷要想恢复如初，还需要精心护养3个月。另外，你内火未泄，我这里有一张药方，拿去照方煎药，1天1次，连服1个月。这3个月之中，不要下床，更不要走动，才不会有后遗症。段成庸脸上笑成一朵花，连着对舒浅月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至于这话里有几分真心，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喂，苏丫头，怎么走得那么快啊？有老虎追你吗？苏丫头，你刚才那香膏可真是好东西啊，能不能够卖我1瓶呢？不卖。喂，你别这么快就拒绝嘛，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呗。你要是再缠着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啊？快点，我等着呢。你确定？当然，期待之极。南宫林早就从三哥嘴里听过关于这丫头的趣事，想到向来雷厉风行的三哥竟然会在他手底下屡次吃瘪，他真的想领教一下这丫头能有什么手段，他才不信自己会着了他的道。南宫林正在洋洋得意，一声悦耳之极的铃声钻进耳中，让他心里就像是被小猫的爪子轻轻挠了一下。南宫林不由自主地举起了玉骨折扇，手舞足蹈起来。不好，南宫林心知自己是着了道，可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嘴角含笑，眉如春风。跳得不错，就是腰肢不够软，眼神也不够妩媚。老子是堂堂男子汉，又不是舞娘。他肚子里破口大骂。舒浅月右手轻晃，纤纤玉指上的银铃映着阳光，摇曳出清幽的乐音。随着铃声，南宫林步履翩跹，向着荷花池越舞越近。扑通，他一头栽进了水里，被冰冷的池水一浸泡，南宫林昏沉沉的脑袋终于清醒了过来。他会点水性，却也喝了好几口池水，才从湖里湿淋淋地爬上了岸。这时舒浅月早就走得连影子也看不见了。三哥，你这是怎么了？掉湖里了，一时大意着了那臭丫头的道了。苏千雪，你招惹她做什么？不过她武功不如你，要是动起手来你不吃亏啊。别提了，那丫头说翻脸就翻脸，她弄了个什么古怪的铃声，我一听就迷失了心智，和个傻子一样的往湖里跳，丢脸丢死了。你怎么招惹到苏千雪了？三哥，这不怪我，都是那苏千雪惹的祸，我中了她的鬼灵。你要笑就笑个够吧，反正我的丑态会丢在你家里了，你让你府的人啊都管好嘴巴，这要是传出去半点消息，我和你没完啊。放心，你怎么惹到她了？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招惹她。他把方才在大门口看到舒浅月给小侯爷段玉涛治腿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我就是觉得他给姓段的小子涂的药膏挺好闻的，就想着向他讨要1瓶，我也不白要他的，我出银子买嘛。可这丫头啊，小气的紧，不卖我就罢了，还用那鬼灵来捉弄我。哼，这笔账我是记下了。对了，三哥，你说他不是真正的苏千雪，我看他一定是北堂一族，除了北堂族，谁还会摄魂铃啊？谁说的？没见识！我娘亲用的那叫银锁金铃，才不是什么摄魂铃呢。那你和你娘亲是从北边来的吗？是啊。喜欢六皇叔吗？喜欢。如果六皇叔问你是，你能够如实的告诉我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会给你买好吃的。我要吃冰糖葫芦。绵绵的眼睛亮了，送上门来的竹杠不敲白不敲。没问题，想吃多少有多少。六皇叔，
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冰糖葫芦吧。吃完了冰糖葫芦，你想问什么我都告诉你。好，只许吃1根。5根。1根，不然我就告诉你娘亲。月儿，你也一起去，看着他，不许他吃太多甜食。南宫月点点头，就算父王不说，他也会跟着绵绵妹妹了。他才不放心把绵绵妹妹交到六皇叔手里呢。六皇叔笑起来的样子真像一头狼。南宫离哪知道亲侄子肚子里在腹诽自己，笑道：好，月儿想吃什么只管说，六皇叔给你买。不必，我有银子。好，那咱们走。娘，我没事，你不用这般担心。你吃了这样大的苦头，全都是苏千雪那贱人害的，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可你爹他却不让我报复那贱人，瞧他那屁颠屁颠上赶着的模样，真是让人恼恨。总有一天，我要那姓苏的丫头受到教训。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要娶她。万万不许！你是昏了头吗？这世上好姑娘千千万，你娶谁都行，就是不能娶她。她一个未婚生子、名声败坏的贱女人，连给你当洗脚丫头都不配。我又不是要娶她做正室，她进了咱家门就是咱家人。娘，你要她往东，她不敢往西；你要她下跪，她不敢磕头。你想打就打，你想骂就骂，她要不听话，你打得她滚地开花。妙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法子？只是让你娶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子，就算只是做妾，也太委屈你了。只要能够帮母亲出气，这些许委屈不算什么。更何况娶她进来只是妾室，并不会影响我的前程。有道理。段夫人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她坐不住了，恨不能马上去找段侯爷，告诉他这个消息。母亲，父亲那边你可别实话实说，要不然他准不答应。你就说我对那丫头心怀感激，不想辜负长辈们定下的婚事，故而婚约照旧。那可不成，你只能娶她为妾，万万不可做正事。这个自然，这个只是说辞罢了。娘，你亲自去护国公府提亲，苏胜肯定会答应。等交换了跟帖，他再知道也就晚了。父亲那边由我去说。玉儿，还是你聪明，想了这么个好法子。果然，段夫人去一提这事儿，段承庸就允了。他还很赞成这门亲事。事不宜迟，明天你就去护国公那里探探口风，看看他是怎么个意思。幸好儿子想了个暗度陈仓之计，要不真娶了那贱人给儿子做正室，我非气死不可。三哥，我犯了大错了，我把小绵绵给弄丢了。三哥，你要打要骂都由得你，但是无论如何要先派黑甲卫去把绵绵找回来。只要小绵绵平安无事，我随便你怎么罚都可以。你莫不是傻？六皇叔，你为什么要给漂亮叔叔下跪？绵绵，你怎么回来的？老子找你找的都快疯了，你倒自己先回来了，让老子急得跳墙。我被人拐了，是二皇叔救了我，又送我回来的。六皇叔，你突然把我放在地上，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一只大手把我抱起来就跑。我想喊，可那人捂住了我的嘴，我就知道遇到了坏人，急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一张口咬了那人的手，那拐子却不肯松开，我又踢又打，拼命挣扎。就在这时，二皇叔正巧路过，就让人抓住了那拐子询问情况。那拐子还说我是他孩子，呸！二皇叔一眼就识破了拐子的谎话，把我从拐子手里救了下来。你被拐子拐了，有没有受伤？没有受伤啦，都是那拐子让我咬得满手是血。二皇兄，多谢你救了绵绵，感激不尽。六弟，你倒是给本王说说清楚，绵绵是怎么落进拐子手里的？那个父王，这件事情不怪六皇叔，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小家伙把经过情由简单快速地说了一遍。三哥，月儿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当时是为了去救月儿，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有多危险，我要是晚到1秒钟啊，简直就要出大事了呢。他的口才自是比南宫月说的更精彩10倍，也更惊险万分。但南宫耀明显不想听他叨叨，一个威胁的目光扫过去，南宫林就悻悻地闭上了嘴。荣王南宫月本来和他们的关系算不上有多亲近，今天却因为救了绵绵的缘故，南宫耀破例留他一起用饭。
兄弟三人极难得的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绵绵最喜欢热闹，非要一起吃，南宫月自然和他一起。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别担心啦，我不会有事的。就算二皇叔没出现救我，那拐子也讨不了好去，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我其实知道你没事儿，开始发现你不见的时候，我的确很担心，可没多久，我就好像能感觉到你的想法一样，就不怎么担心了。啊，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思啊？我也不知道。三弟，这叫绵绵的女娃娃和月儿生的是一模一样，为兄竟然分辨不出来，这真是天下极难得的缘分。二皇兄，别说是你和他们不熟，就连我三哥都分不清楚谁是谁呢。当真是有趣之极。他玩味的目光在两个小娃娃脸上盘旋了许久，又叹道：为兄当真是羡慕三弟，有月儿这样聪颖懂事的孩子，要是这小绵绵也是三弟的孩子，为兄怕是就要嫉妒死了。荣王南宫月用过饭后，并未多逗留，就告辞离开，送走了二皇兄。南宫耀冷冷瞥向不识趣的南宫林，毫不客气地质问：你还有事？当然有事。三哥，你就不觉得奇怪吗？奇怪什么？二皇兄出现的时机是不是太过巧合了？那条街向来繁华，二皇兄最不喜欢热闹的人，他怎么会无巧不巧地出现在那条街上呢？而且恰好在马惊了月儿遇险的时候，来了拐子拐走了小绵绵，给二皇兄给救了。我就觉得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那你说说他图什么？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哪能够猜得出他的心思？我这不是和你说说，你或许能够猜得出来呢。猜不出来。南宫耀心中却在想着吃饭的时候儿子和绵绵说的悄悄话，眉头越皱越紧。他豁然站起，高大挺拔的身形吓了南宫林一跳。三哥，我有事。说完他大步就走。两个小娃娃在南宫耀那里吃饱喝足后，就回来找舒浅月。绵绵向来藏不住话，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娘亲。是荣王救你回来的？是啊，他认错人了，以为我是小世子呢，救了我之后就把我送了回来，倒是让小世子和六皇叔担心的要命，好一个找。我知道你没事，我和六皇叔说了，他却不信。你怎么会知道绵绵没事？我也不知道，就是心里好像有一根线拉扯着，本来那根线绷得紧紧的，突然一下子就松了，我也说不清楚。娘亲，你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莫非就是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双胞胎从小分开5年没见，居然还会产生这种奇妙的反应。不得不说，血缘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我懂，但这是你和绵绵之间的小秘密，最好谁也不要告诉，就连你父皇也不可以说。你能答应娘亲吗？娘亲，我保证谁也不说。月儿，你先带绵绵出去玩一会儿，我和她有话说。南宫月没吭声，只是看着舒浅月，见他微微点头，这才拉着绵绵离开。吃里扒外的臭小子！莫老殿下，有何贵干？绵绵为何会和月儿生得如此相似？他的父亲究竟是谁？那狗男人早就死了，你要是不信，哪天我带你去挖他的坟，让你亲眼看个清楚。你又怀疑什么呢？总不会以为绵绵是我和你生的吧？没错，他就是怀疑了，实在是因为绵绵和月儿太过相似。莫老殿下，你这么想要一个女儿，有的是女人想和你生，你府里不就一个现成的绝代佳人吗？本王和他之间清清白白，休得胡言。本王留他在府里，只是为了照料月儿罢了。我才不管你们之间清白不清白，和我毫无关系。我住进来，只是为了给你驱除寒毒。等你病医好，我立马就走。苏千雪，你的真名叫什么？真名？你觉得我会告诉你？我又不欠你的，你审犯人呢？没错，在本王眼里，你就是犯人。好心没好报，早知道不给你驱毒，让你直接毒发死了算了。南宫耀没听清，却也知道他说的不是好话。你在骂本王？不敢，我还想留着这条命多吃几碗饭呢。你和我二皇兄有何关系？你二皇兄？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啊？别装傻，今天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我二皇兄他无事不登三宝殿。原来莫老殿下是来警告我的，你不会以为我是你二皇兄的人吧？你是什么人，本王早晚能查得出来。但是你最好给我安分守己，少招惹是非，否则本王不会放过你的。我和南宫月素不相识，你以为我会信？爱信不信。既然我说的话你不信，你跑我这来干什么？
你和你二皇兄之间有什么狗屁倒灶的事儿，我不清楚，也不想搭理。你们有恩有仇，都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再说一遍，我不会趟你们之间的浑水，我还偏偏就要招惹是非了。我想等着看你怎样不放过我。不可理喻。哎呀，小女不过是举手之劳，段夫人这也太客气了。苏大小姐可在府上？本夫人想亲口向她道谢。段夫人来的不巧，小女这几日啊被穆王殿下邀请去做客，不在家中，这让您空跑一趟。等小女回来，我一定让小女啊亲自去拜会段夫人。这段夫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到底是想干啥呀？他女儿给小侯爷治腿这事，他根本毫不知情。想来是千雪住在穆王府的时候发生的事。这段承雍给儿子治腿，能找到穆王府，这会儿又装什么不知情的？他不动声色，想看段夫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真是太不巧了。实不相瞒，小儿感激令爱千雪的相救之恩，想要求娶令爱。他二人年貌相当，又曾有婚姻之约，不过因为一时误会而错失良缘。若是就此错过，实在是让人惋惜。不知苏国公意下如何？这个嘛，莫非苏国公觉得这门婚事有何不妥之处？哎呀，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啊！苏胜喜气洋洋，连声答应。他这个反应让段夫人很是满意。当下双方交换了子女的生辰八字，然后商议合完八字之后，就定下亲事，择日下聘。段夫人办妥了这桩事，懒得再看苏胜那巴结的嘴脸，很快就告辞离开。呸，什么玩意儿！你们两个哭丧着脸做什么呀？这是咱们家的喜事啊！老爷，妾身不觉得这是好事。这平南侯之前和咱家退婚，可是态度坚决，竟然还闹到了皇上那里。这会儿又突然要和咱家千雪重结婚约，妾身觉得怕不是有什么阴谋。不错，还算是有点见识。老爷，您的意思是平南侯他是不怀好意？段老狐狸自以为聪明，居然算计到我的头上来了，真当我苏上好欺负的傻子吗？兰儿，你这几天就待在家里准备一下嫁妆吧。老爷，咱家兰儿还没许人呢。这不马上就要和平南侯的小侯爷定亲了吗？若是八字合得上，咱家兰儿就是平南侯府的世子妃了。难道老爷给那段夫人的是咱们兰儿的生辰八字？妾身明明听段夫人说想和咱家千雪结亲啊。他平南侯府当我苏生的女儿是狗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想退婚就退婚，想娶亲就娶亲，这想什么美事呢？啊，老子就偏偏不如他的意。我真的可以嫁给小侯爷做世子妃？别做主，把你许给小侯爷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呢？高兴，开心。这件事儿只有咱们3个人知道，不可以传出口风，尤其是不能够传到平南侯那里，知道了吗？不过老爷，这门亲事是千雪的，你擅自做主，不怕千雪回来心里不痛快？这个你放心，千雪啊，压根就看不上段玉涛那小子，就算是段承雍那老狐狸不退亲，千雪也不会嫁给他那个废柴儿子的。徐氏和苏慧兰的笑全僵在脸上，感情他们当成宝的小侯爷就是捡别人不要的，挑剩的。苏慧兰红着眼眶，几乎要哭出声来。苏胜瞧在眼里，不由斥道：瞧你那没出息的样，段玉涛虽然配不上千雪，但以你的身份能够嫁过去，还委屈了你不成？你要是不想做平南侯的世子妃，那就罢了。爹，女儿不是这个意思，女儿哪里就比不上长姐了？以前您总是夸女儿这也好那也好，可长姐一回来，爹就对女儿这般不待见。在爹心里，你当然是比你长姐要强，但谁叫你长姐她运气好，偏入了穆王殿下的眼呢？要知道，穆王殿下的府里啊，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去住的。要是你有那个福气攀上穆王殿下，你还稀罕做平南侯的世子妃吗？当然不稀罕。哎呀，老爷说的极是，
女儿们各有各人的福气，兰儿能攀上平南侯这门亲事，可是天大的喜事。至于千雪能让穆王殿下另眼相看，那也是他的福气。老爷，我先带兰儿回去，也该是时候给她准备嫁妆了。回到自己的房里，苏慧兰忍不住和徐氏吐槽：“娘，爹也太偏心了，凭什么他苏千雪不要的亲事就塞给我？我在他心里就这般没地位吗？”傻丫头，你怎么现在还没转过弯来？他苏千雪就算现在住进了穆王府里，可名不正言不顺，说到底也只是暂住罢了。穆王殿下是绝对不可能给他名分的，更不可能娶她进门。穆王殿下不过就是看上她的姿色罢了。男人对漂亮的女人没有抵抗力，但也绝不会长久。等穆王殿下玩够了，就会把她一脚踹出门，到时候他哭都没地儿哭去。你爹现在扒着他，不过是因为穆王殿下，等他没了靠山，你爹还会把他放在眼里，定是会将他和那小崽子一起赶出府去，来个眼不见为净。但你这门亲事就不同了，平南侯可是准备3书6礼的把你娶进门，名又正，言又顺，以后你就是人人羡慕的世子妃啦。娘，苏姑娘要出门吗？我去备车。去荣王府。舒浅月没客气，福九虽然是狗男人的属下，也是他的眼线耳目，功夫却着实不错。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贴身保护着，能让他安心不少。南宫月和绵绵向来形影不离，这日一早却被明安帝召进了皇宫。他正好趁这个机会出去办一件事。这位苏姑娘果然是个聪明人，再聪明也及不上夫君你神机妙算。本王不便见她，你探一下她的口风，不要着急表明意图，免得让她起了疑心。昨日小女遇险，幸得荣王殿下所救，今日特来道谢。本来该备一份重礼，只是我思来想去，荣王富有天下，不管送什么礼物，怕是都不妥。我便做了几道点心，聊表谢意，还请荣王妃笑纳。昨日之事不过举手之劳罢了，苏姑娘真是客气。他身边的嬷嬷接过食盒，将几样点心取出来放在桌上。点心一取出来，不是扑鼻一阵香。这点心做的真好，比御膳房的点心还要好呢。我娘亲做的点心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你叫绵绵，生的和月儿真是一模一样，我竟分不出来呢。荣王妃没有生育，却极是喜欢孩子。绵绵嘴甜，生得软萌可爱，几句话就逗得荣王妃笑不可支。我和这孩子一见投缘，这块玉算是见面礼，给孩子戴上可以百邪不侵。荣王妃一高兴，从领口取下自身带的一块暖玉，放在绵绵的小手里。绵绵知道这玉贵重，笑着不肯收。荣王妃却执意要给，舒浅月就做主收了。多谢王妃娘娘赏赐。月儿一直唤我二皇婶，你也唤我二皇婶吧，叫王妃娘娘也太生疏了。绵绵乖巧地答应了，三人说说笑笑。约莫半个时辰，舒浅月便领着绵绵告辞。做得不错，那块玉送的也好。我是真心喜爱那孩子，虽然是个女娃儿，却不知道多少人疼呢。咱们的孩子一定会比月儿更可爱。要不咱们就直接和苏姑娘说，听说她治好了平南侯小侯爷的腿，或许她会有法子。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巧，苏姐姐，你是来碧霄楼吃饭吗？是啊。苏姐姐，我请你。我的意思是，我对这里比较熟。好，那就你请客。你是我苏姐姐的孩子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绵绵。姐姐，你叫什么啊？我姓傅，傅姐姐。这辈分乱的，舒浅月笑笑，也不去纠正，由得绵绵称呼，反正各论各的。绵绵的嘴真甜。傅姐姐，这家酒楼的菜好吃吗？你喜欢吃什么？只管告诉我。我要吃最贵的，最贵的一定最好吃。好，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啊？要是我有这么可爱的孩子，我真想天天宠着。瑶瑶有意中人了吧？没有，苏姐姐，以后你就叫我瑶瑶好吗？别再叫我小郡主了，好不好？郡主身份高贵，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攀得上的。可是我喜欢听你喊我瑶瑶。
这不合规矩。不好意思啊，是我逾越了。郡主娘娘说哪里的话，能和您一起用饭，是我难得的荣幸。小郡主摇摇头，似乎不想再听他说这种客套又虚伪的说辞。见他不再来纠缠自己，舒浅月总算松口气，还是要和他保持距离，越少见面越好。小郡主虽然单纯，可一点儿也不傻，再接触下去，她迟早会发现自己的秘密。郡主，世子爷来了。哎呀，我竟然忘了，苏姐姐，真是抱歉，我今天是约了兄长一起用膳，结果在门前遇到你，就把这件事忘了。没关系的，正好……他刚想说正好我和绵绵也吃好了，准备告辞，哪知道还没来得及开口，小郡主就欢然道：正好咱们可以一起吃饭，你不介意的？太好了，让我兄长进来吧，苏姐姐她见过的，不是外人。傅子夜走进来的时候，见到舒浅月在场，眼底微露诧异。兄长，我在外面遇到了苏姐姐，就请她一起吃饭，你来的正好，咱们一起吧。一层尴尬而冰冷的气氛迅速在二人之间弥漫开来，就连小郡主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她想起兄长对苏姐姐那种难以言说的敌意和怀疑，不由有些后悔让两人碰面。本来她是想让兄长多接触一下苏姐姐，或许可能会改变对苏姐姐的印象的，可兄长明显不给她这个面子。兄长，你爱吃什么菜？我帮你点吧。不必了。傅子夜绷着脸，他很少给别人脸色看，但不知为何，见到舒浅月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上次在猎场自己救了他的命，这女人一句感激的话不说，看到他竟然跟陌生人似的，就算是陌生人也不会像他这样不知礼数。早知道这女人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进来。傅姐姐，他是谁啊？他是我兄长。哦，原来是傅叔叔。傅叔叔，你不是小狮子？我是绵绵啦。傅叔叔，这桌上的菜都是我点的，全是我爱吃的啦。你喜欢吃什么，我帮你点好不好？傅子夜的脸再黑也没办法对绵绵继续板着脸，他唇角一勾，笑了起来。傅叔叔，爸！小丫头自来熟地对着傅子夜伸出胳膊，她还起来站在椅子上，把胳膊伸得长长的。傅子夜完全没办法拒绝，直到把小丫头抱过来，他才发现小丫头的手上脸上全都是油，而且很不客气的全都擦在她簇新的衣服上。傅叔叔，你的衣服好软啊，又软又滑，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舒服。这是宫里今年新供的霞光锦，绵绵你要是喜欢，回头我送给你2匹做衣服好不好？娘亲不让我随便收别人的礼物，我是你的傅姐姐啊，不是别人。那也不行。傅子夜诧异，不由看了舒浅月一眼，没想到这女人还挺会教孩子的。他不理舒浅月，却抱着绵绵舍不得松手，让小家伙坐在自己的腿上，给他夹好吃的菜。小郡主一下子后悔了，狠狠瞪了自家兄长一眼。早知道不叫他来了，抢自己的活干。绵绵来，到傅姐姐这儿来，这儿有你最喜欢的四喜丸子。绵绵，这道松鼠鲑鱼酸甜可口，你尝尝。绵绵为难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我喜欢吃鲑鱼。他大声宣布，还是决定留在好看的傅叔叔这里。穆王殿下不请自来，未免有失体统。他是长公主的世子，自是及不上南宫耀的身份尊贵，但两人之间却是有血缘的表兄弟，他对南宫耀便不像旁人那般敬畏。南宫耀冷哼一声，讳莫如深的目光从舒浅月的脸上移开，看了傅子夜一眼。绵绵，过来，我们好好的在吃饭。穆王殿下这是要来抢人吗？吃饭。南宫耀目光在桌上的饭菜上扫了一眼，居然坐了下来。本王正好饿了。所有人都是一怔，舒浅月更是冲他翻了个白眼。这尊大神为何会不请自来？他用后脑勺也想得出来，肯定是腐九通风报的信。在座的只有绵绵对南宫耀的到来表示了真心的欢迎。他比较了一下，还是更喜欢漂亮叔叔了。于是颜值控的小绵绵很自然地从傅子夜的身边
奔向了南宫耀的怀抱。受到1万点伤害。漂亮叔叔，我吃饱了，你自己吃。本王不饿。方才那个说自己饿了不请就坐下来的人，难道不是他？南宫耀一点儿也没觉得被自己打了脸，他垂眸看着绵绵，状似无意的道：今天去哪玩了？娘亲带我去了柔王府，上次二皇叔救了我，娘亲说要去表达一下感谢，我们见到了王妃娘娘，她还送了我1块玉佩呢。下次本王送你10块。好呀好呀，你可不许赖皮。小郡主心里都觉得不舒服了，自己要送绵绵2匹衣料，绵绵都不肯收，可是穆王开口就送她10块玉佩，小丫头答应的极是痛快，亲疏有别呀。她不由看向舒浅月：苏姐姐，你和穆王殿下很熟吗？不熟。小郡主欲言又止，好好的一顿饭，因为傅子夜和南宫耀2个不速之客，舒浅月顿时变得胃口全无。郡主，我还有事，这边告辞了。今天多谢相请，下次有时间的话我请。我哪天都有时间，苏姐姐说哪天？我最近在穆王府做客，在旁人家里宴客不方便，等我回到国公府，我请郡主品尝一下我亲手做的菜。好啊，那一言为定，我记住了。苏姐姐可不要爽约啊，咱们后会有期。绵绵，走吧。哎呀，坐马车好闷啊，我要和漂亮叔叔骑马。娘亲，你自己坐马车回去吧。小白眼狼。舒浅月心里哼了一声，径自离开。他一走，南宫耀也抱着绵绵，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苏姐姐，你是在休息吗？是我来的不巧，打扰你了。无妨，舒儿消息来的正巧，我正烦闷无聊，想找人说话解闷儿，偏巧月儿和绵绵2个孩子不在身边，舒儿小姐这就来了，咱们正好可以聊聊天呢。上次幸得苏姐姐为我在王爷面前说了好话，我才能继续留在王府，这份恩情妙雪感激不尽，所以特意备了薄礼，还请苏姐姐笑纳。说完，他送上一份礼单，舒浅月接过来，笑着颔首：多谢妙雪妹妹，我确实不恭，就收下了。他也直接改了称呼，两人你一句姐姐，我一句妹妹，十分的亲热。舒妙雪在翠竹轩逗留了足有半个时辰，离开的时候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可惜了我那些好东西，没想到贱人倒是老实不客气的全收了。是啊，那苏贱人就是眼皮子浅，怕是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好东西呢。小姐送她的那些名贵衣料和首饰，她哪里会不喜欢？奴婢都替小姐觉得心疼，这些料子都是今年新到的贡品，夫人特意让人给小姐您送来的。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今苏贱人对我态度友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如今我送出去的东西，迟早要他10倍奉还。小姐高明，咱们去王爷那里。这几天他每天都会去求见南宫耀，有时候能见到，有时候见不到。南宫耀不见他的时候，他就老实的站在书房门外等上半个时辰，然后再离开，不吵也不闹，显得比以往乖巧懂事了许多。舒妙雪这次去扑了个空，南宫耀没回来，他等到天快黑了才回到自己的住处。腊梅，你上次弄来的熏香快用完了，可还是没有效果，你再多弄些来。这种香十分昂贵，奴婢也是托了人费了好多心思才弄到一点点，要是想要再多的话，小姐上次给的银子怕是不够。不就是银子吗？本小姐有的是，再给你500两，只要东西有用。舒妙雪给了腊梅1张500两的银票。要是你敢背着我捣鬼，杜鹃就是你的下场。奴婢绝对不敢，奴婢对小姐向来是忠心耿耿，从无二心，若有欺瞒，天打五雷轰。我自是信你的，你起来吧。他送了我这么一份重礼，我要是不好好回敬他一份礼物，也未免说不过去嘛。小姐当年险些被他害死，他就算送再多的礼物，也换不回小姐您这条命。是啊，这份恩情我一直牢记在心，确实该好好报答。小青终于听出来这反话的意味。去把我那件孔雀金球的裙子取出来，给那舒妙雪送过去，就说是我回她的礼物。这么好的裙子就白送给她，她不配。你听我的，将这条裙子如此这般处理一下，
舒浅月在小青耳边细细地叮嘱了一番，听得小青眼睛发亮，拍手笑道：好好，奴婢这就去。不过奴婢觉得他不会穿小姐送他的裙子，这番功夫怕是要白花了。他当然不会穿，他上次用玉簪花粉害我，必是还会防着我会害他，怎么会穿我送过去的衣裙呢？你注意到了吗？他身上好像香得熏人，而且味道很奇怪，奴婢从来没闻过那股味道。行了，照我说的去做，很快就会有好戏看了。他听说舒妙雪这几天每日都会去狗男人面前刷存在感，这个举动就很反常。本来他还琢磨不出原因，今天闻到舒妙雪身上的熏香，他突然就明白了。有意思，没想到舒妙雪会打这个主意啊！那我可要火上浇一把油，看一出精彩的好戏了。小青虽然不知道自家小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看到舒浅月那一脸笃定的表情，也料到几分，欢欢喜喜地拿出孔雀金球的裙子，按照舒浅月的吩咐处置之后，送去给了舒妙雪。舒妙雪是识货的，知道贵重，笑容满面地收下了。但等小青一走，她就让腊梅立刻把这裙子拿到外面的院子里烧掉。这么好的裙子，烧了多可惜啊！我当然知道这孔雀金难得，可你想，那苏贱人会这么好心送这么贵重的裙子给我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快拿出去烧了，眼不见为净！腊梅恍然大悟，又奉承了他几句，然后把裙子拿到院子里烧了个精光。小姐，舒妙雪果然不信你，我刚一离开，他就让人把裙子烧了。烧得好，没白辜负了我的心意。小青一头雾水，她都快气死了，可看自家小姐却是一脸的得意，笑得像只狡猾的小狐狸，狡计得逞。她忽然意识到，尽管自己想不明白，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舒妙雪马上就要倒大霉了，因为她已经上了自家小姐的当了。天色全黑，绵绵才被南宫耀送回翠竹轩。为什么不早点送她回来？本王带她去游湖了，小丫头很高兴不肯回来，索性就多玩了一会儿。这样你就不高兴了？本王的儿子夜夜都在你这里，本王还没不高兴呢。舒浅月居然被噎了一下，她其实是嫉妒，因为绵绵对南宫耀有一种天生的亲近好感。小丫头是个颜控，尤其喜欢长得好看的男人，只是作为小丫头的亲娘，她能感受得到小丫头对南宫耀是和旁人不同的。要是再任由两人亲近下去，小丫头的心就要被狗男人拐跑了。但南宫耀的话也没错，月儿从见他第一面起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娘亲，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儿子的如沐之思，却从来没考虑过南宫耀的感受。舒浅月心情十分复杂，对眼前的男人不由越发的厌恶。你的寒毒还有10天就可以驱除干净，到时候我就会带着绵绵离开这儿。告诉你，绵绵是我的女儿，任何人也休想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本王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但是本王要告诉你，苏千雪，你想多了，把你的心收回肚子里，本王还不屑于打一个小丫头的主意。他冷冷说完，转身大步离开。希望孟王殿下记住自己说的话。身后传来他冷淡的声音。南宫耀恍若未闻，头也不回。还装？娘亲，您生气了吗？因为我和漂亮叔叔一起玩，是吗？所以你不高兴了？其实小家伙什么都懂，他知道回来晚了要挨骂，说不定小屁股还要吃笋炒肉，就提前装着睡熟了的模样。没想到他骗过了漂亮叔叔，还是没能瞒得过娘亲。娘亲，我答应你，以后我绝对不会玩到这么晚才回来，我保证。要是我做不到，就罚我1个月吃不到娘亲做的红豆糕。绵绵的小嘴特别甜，能哄死人不偿命，但唯独舒浅月不吃他这套，任由小丫头说的天花乱坠。舒浅月始终板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好想娘亲啊！娘亲也想月儿。今天月儿去宫里玩的开心吗？还好，就是很想娘亲。娘亲，有吃的吗？我饿了。
宫里的御膳是极好的，可他还是最喜欢吃娘亲做的菜，特意留着肚子回来，又觉得要麻烦娘亲而不好意思。月儿想吃什么？炸酱面。好，娘亲这就去给你做。舒浅月去厨房做了2大碗炸酱面，端上桌来的时候，别提多香了。娘亲，我要吃你煮的面。你不是和你喜欢的叔叔玩得很开心吗？不会他连饭都没给你吃饱吧？看来对你也不怎么样嘛。娘亲，我的面可不可以分给绵绵一半？不可以，你要是吃不了，可以分一半给小青、小兰。我做的东西只给喜欢我的孩子吃，喜欢别人的孩子就去吃别人准备的东西好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喜欢娘亲了？娘亲，绵绵她做了什么吗？别问，和你无关。讨厌，我讨厌你们2个，我才不稀罕吃炸酱面呢。说完，小丫头转身就跑了出去。绵绵，不用管她，她不会有事的。南宫月明显没了吃面的心思，眼神总是往屋外面飘。2个小家伙认识虽然不长，感情却着实很好。要去就去，找到了就把他带回来。好，娘亲，我这就去。南宫月立刻跑了出去，天色已经全黑。绵绵一口气跑出了翠竹轩，他只想找一个娘亲找不到的地方，偏往暗处走，哪儿黑他往哪儿钻。他好像是南宫狗的小崽子。没错，就是他，运气不错。你们几个先把小崽子带走，剩下的人按计划行事。黑衣人们应该是训练有素的杀手，身手敏捷，很快就兵分2路。几人带着绵绵离开，剩下的人则从腰间抽出兵器，迅速淹没在夜色之中。舒浅月嘴上说的强硬，可没一会儿他就坐不住了，跟在南宫月的身后去找那个吃里扒外的小丫头。母子2人先找遍了翠竹轩，没发现绵绵，就向外搜寻，肯定去找南宫狗了。父王那里着火了，娘亲，我要去救父王。你父王武功卓绝，没人是他对手，就算再大的火他也不会有事，更何况他身边有那么多黑甲卫，还有腐九，他们会保护好你父王的。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好自己，知道吗？娘亲，我没事，我会保护自己。但是绵绵，你快去找绵绵，一定要找到他。舒浅月抱着他跑回了翠竹轩，叫来小青、小兰，吩咐2人务必要看好月儿。绵绵呢？南宫耀，他有没有来找你？没有，他没来过。你们那里没事吧？绵绵不是睡着了吗？绵绵一定出事了。绵绵出什么事了？小丫头发脾气跑了，我和月儿在找她路上发现有人纵火。月儿呢？月儿在我那儿，我让小青、小兰守着她。舒浅月刚想说她不会有事，突然意识到调虎离山。2人对视一眼，他猛抽口冷气，立刻道：你中毒了，烟雾有毒。南宫耀听他说自己中了毒，身体却并没觉得异样，正想质问他，但他一提气就发现丹田里真气乱成了一团，而且腹痛如刀割。但他中的这毒着实怪异，不但内力提不上来，而且越是运功，腹中疼痛越是剧痛，只觉得肠子像是要一寸寸断裂开来。不要运气！他随身带着解毒丸，马上掏出1颗送进嘴里，咽了下去。这药丸是龚楚寒用了许多珍稀材料做出来的，不管什么样的奇毒，1颗都能解除。只是因为需要的材料太过珍贵，也只做出来2颗，全都给了舒浅月，以备不时之需。舒浅月见荷包里还剩下1颗药丸，他正准备放回怀里，就看到南宫耀猛一张嘴，吐出一大口紫黑色的血。王月，显然是他强行运功导致。叫你不要运功，偏不听。现在内伤严重了吧？站不起来了吧？此时他岂止是站不起来，就连盘膝而坐都在摇摇欲坠。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自己要是一倒下，那些藏身暗处的刺客立刻就会现身。在场的黑甲卫虽然全是精锐，但几乎人人都中了毒烟，战斗力几乎为0。不好了，有刺客！别管本王，快去救月儿！你带腐九一起走，快！你中了剧毒，毒质已经开始在你全身扩散开来，要是不马上去毒，就算刺客杀不了你，你也活不了多久。少啰嗦，快救月儿！罢了，看在月儿的面子上，我就救你一救。他取出仅剩的那颗解毒丸，不情愿地送到南宫耀的嘴边。这颗药可以解百毒，你嚼碎了咽下去。把这药丸留给月儿，本王还撑得住。你
撑个屁啊！就这一句话，彻底让舒浅月的心软了下来。他一言不发取出药丸，掰开南宫耀的嘴塞了进去，然后运劲一送，那药丸就顺着他的喉咙滚落下肚。谢天谢地，小世子你平安无事。我没事，可是绵绵被坏人抓走了。什么？怎么回事？绵绵怎么会被抓走的？是娘亲审问了那个刺客，他们以为绵绵是我，就把绵绵给抓走了。是我害了绵绵，是我害了绵绵。那个小世子你别哭啊，属下这就去救绵绵，这就去救。好，你快去救，我和你一起去。先别急，我来审问刺客，看他们把绵绵掳到什么地方去了。福九看到地上倒着2名刺客，都还活着，但也仅只是活着而已。不用审了，他们全是黑云堂的杀手。又是黑云堂。提起黑云堂，福九就一肚子怒气发不出来，因为黑云堂是江湖里赫赫有名的杀手组织，只认钱不认人，他们啥事都肯干，就连自己爹娘老子的命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据说黑云堂的首领是个神龙不见尾的神秘人，只要有钱，来者不拒，毫无下限。这已经是他们第3次遭遇黑云堂的杀手了。他们派出来的杀手武功精绝，下手狠辣，但这些杀手却都是首领培养的工具人，他们除了杀人赚银子之外，对别的事情全部一无所知，想从他们嘴里打探消息的概率为0。他们会不会杀了绵绵？不会。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对方苦心积虑下了这么大功夫，花了这么久时间，好不容易才抓到南宫耀的儿子，若是真有深仇大恨，直接一刀杀了岂不更好？既然他们把人掳走，就说明神对他们另有用途，所以绵绵不会有事。娘亲，我想和你一起去救绵绵。这个不行，但你一起去的话会让我分心，如果对方人数多，分出人来对付你，我还得保护你，还要去救绵绵，你觉得成功的几率大吗？我不去了，我留在这里，我不给娘亲拖后腿。不过娘亲，你带福九一起去吧，有他在的话，你们一定可以救回绵绵。他要留下来保护你，否则我不放心。苏姑娘，我擅长追踪之术，有我在，一定可以找到绵绵的。是吗？那你现在去查看一下，他们会把绵绵带到哪儿去？这个现在太黑了，等明天天亮，我一定能够查出线索的。救人如救火，一刻也等不及。等你找到线索，已经晚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就按我说的做，你留在这里保护好月儿，我自会去救绵绵。小青、小兰，你们跟我来。父王，可有受伤？没有。父王，你快让黑甲卫去救绵绵，他被坏人抓走了。什么？怎么回事？福九把事情经过情由飞快地说了一遍。苏姑娘执意要自己去救绵绵，让属下回来保护主子和小世子。她带着小青、小兰一起追上去了。她有线索？这个应该没有。苏姑娘推断出刺客是从水路前进的咱们的府里，属下实在是找不到线索，本想等天亮之后再次寻找，可是苏姑娘却说救人如救火，她等不到天亮。你照顾好月儿，府里的人你负责指挥，继续清剿刺客。他说完一阵衣袍，准备离开。王爷，您是要去追苏姑娘吗？可是您中了毒。已经没事了。父王，你一定要把娘亲和绵绵安全带回来。南宫耀点点头。舒浅月带着小青、小兰离开穆王府，他取出一只白玉小盒，放出信牒。那只五彩斑斓的蝴蝶先是展翅在空中转了圈之后，就偏偏朝东飞去。这信牒是舒浅月特意培养出来，专门为了追踪绵绵用的。因为小丫头自小调皮，经常跑到蝶谷外面玩耍，且好几天都不回来。她气急要打，小丫头就会躲在龚楚寒的身后求庇护，然后趁他不备又溜跑出去，躲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任由他们把蝶谷几乎翻了个遍，才能抓到小丫头。舒浅月就养出了这种信蝶。小丫头服食过一种奇花，会散发一种似有若无的香气，人的嗅觉很难察觉得到，但蝴蝶最喜花香，它能敏锐地捕捉到绵绵身上的气味，从而准确无误地找到小丫头。蝴蝶飞去的方向定是绵绵所在的方向。信蝶一路向东，然后偏偏飞出城墙。黑夜中想要追踪一只蝴蝶并不容易，但舒浅月早有预料，他事先在信蝶的翅膀上撒了荧光粉，
看到信蝶飞出城，舒浅月跺跺脚，也毫不犹豫地准备追出去。可是天卫城城门关得严谨，又有官兵把守，信蝶直接越过城墙，可他们轻功再高也飞不上高高的城墙，只能走城门。难不成要等天亮城门大开他们才能出城？那真是黄花菜都要凉了。上马。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难不成这家伙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他前脚刚到，他后脚就追了上来。南宫耀不答，见他站着不动，长臂一伸，已经握住他的手臂，将他带上马背，又一夹马腹，向着城门直冲而去。不等城门完全洞开，南宫耀已经一夹马腹急冲而出，小青小兰也紧随其后出了城门。山林里不适合再骑马追踪，淡淡的月光穿林而下。苏千雪，这里不需要你了，本王会把绵绵救回来。你有病啊！该回去的人是你才对，我去救我女儿，与你有什么关系？绵绵在我府里被人掳走，对方是把她错认成了月儿，自然与本王有关。谢了，你的好意我不需要。绵绵的事和月儿无关，和你更没有半点关系。莫老殿下，请回吧，我和绵绵的事情不劳你操心。你单枪匹马就想救人，你连对方是什么人，有多少人都不清楚，本王看你是自不量力。我自有办法。你贸然前去，只会置绵绵于危险之中。苏千雪，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保护好绵绵，也不会让她被人掳走了。舒浅月顿时噎住，那信蝶扑闪着翅膀，停在不远处的一株野花上，动也不动。你的蝴蝶怎么不动了？我不来，它自然不动。既然这样，那你就和本王一同去救绵绵吧。他和南宫耀一前一后紧随信蝶，一路向山上行去。两人轻功都是极佳，几乎连沙沙的脚步声都很少听到。两人跟着信蝶奔了大半个时辰，这一路上他出尽全力的奔跑，竟然也没甩掉他。此时信蝶停在前方不远处的一丛蒲公英上面。前面有人，不可轻举妄动，这些人不好对付，咱们不清楚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先不要打草惊蛇，最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你有什么万全之策？还装？他们藏得如此隐秘，你为何就能毫不费力地找到他们的老巢？还敢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对我府里的情形了若指掌，你敢说不是你做的内应？苏千雪，你这个骗子！你用这种拙劣的手段，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女儿做诱饵，将本王骗到这里来，真是用心良苦啊！可惜最后一步还是被本王识破了。你说这是我设的圈套？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内应，你有证据吗？本王会找出证据。那就等你找出证据再来治我的罪。我是来救人的，没空和你废话。你要是不帮忙就滚远点，别碍本姑娘的事。本王要救的人是绵绵，你要不是绵绵的亲娘，本王岂会容你到现在？那我真是谢谢你了。莫王殿下，说一下你的万全之策吧，我洗耳恭听。你去引开刺客，本王去救绵绵。换一下，你去做炮灰，我来救人。绵绵是我女儿，我不放心别人，谁知道人皮下面包藏着的是什么狼心狗肺呢？绵绵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娘亲？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你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就不错了，你凭什么本事救人？别瞧不起人，号称常胜将军，怎么和北陵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让对方俯首称臣呢？吹什么牛啊你！两人三言两语又吵得不可开交。南宫耀怒视着他，你要觉得我说的不对，大可以反驳，既然你无话可说，就证明我说的是事实。本王不和你一个小女子斗，本王的是非成败还轮不到你来评判。舒浅月也不想再和他斗下去，当务之急是救绵绵。就按照我说的做，你去引开敌人，我进山洞救绵绵。好，但若是绵绵出了任何问题，本王绝不会放过你。绵绵是我女儿，几时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对我指手画脚？你说这话之前有没有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尊贵的穆王殿下，你要关心的人是月儿，绵绵的事还轮不到你插言吧？若是山洞里的人是月儿，相信你也会和本王一般对他。舒浅月无言以对，他承认南宫耀这话说的没毛病。两人商议定了之后，并没有贸然行动。南宫耀常年征战沙场，经验丰富，舒浅月也是心思缜密之人。这些人和前进你府里杀人放火的不是一拨，他们全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应该都是军中出来的。除非这些人不是南陈国的，如果这些人是来自北陵，那么他们绑走绵绵的目的也就显而易见。哼，笑什么？
怎么还不行动？再等等。等什么？等他们的首领出现。原来这就是南宫耀的儿子，你是南宫月，你好像并不怕我呀。大哥哥，你长得真好看，比我父王还要好看呢。大哥哥，是你叫人把我抓来的吗？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是因为我父王？你们想以我为人质，让我父王帮你们办事，是不是？没想到南宫耀这个蠢货倒生了个聪明的儿子呀。你不许骂我父王！我说的是实话，又不是骂他。他要是不蠢，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落在我的手里？你是我父王的敌人吗？算是，也不算是。不是敌人，那就是朋友了。不是敌人，也不一定就是朋友。你们大人的话，真是让人听不懂。你不需要懂，只需要跟着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保管你这辈子都没去过，好不好呀？是什么地方啊？是我的家乡，那里啊，常年覆盖着冰雪，放眼望去一片冰雪茫茫。我带你去坐雪橇，有野狼拉着的雪橇，在雪峰上滑行，那野狼跑得快如疾风，就像是在空中飞翔一样。好啊好啊，我去我去。难不成他们是北陵人？南宫耀，他是你死对头吧？他虽是穿越而来，在叠谷的时候也曾听说过南陈国和北陵国常年开战。南宫耀是南陈国的战王杀神，但北陵国也有一位精彩绝艳，足以和他势均力敌的人物，就是北陵国的太子殿下北黄傲。两人曾在战场上数次交锋，互有胜负，谁也没能把谁打趴下，谁也没能占到谁的便宜。6年前，两国握手言和，战火暂息，两国的百姓才得以休养生息。但南宫耀却始终将北黄傲视作今生最大的仇敌，不死不休。有刺客，快保护主子！小姑娘，你的同伴呢？竟然要一个姑娘家替他出头，你们南陈国的男人都死绝了吗？什么同伴？我替谁出头了？你莫非是傻？小丫头活蹦乱跳的，一看就没受伤。方才和那家伙还有说有笑的，我为他担惊受怕了一整夜，没心没肺。娘亲，不是讨厌我吗？又叫我做什么？我没有讨厌娘亲，我最喜欢娘亲了。你是他娘亲？有趣，实在是太有趣了。你们南陈国的男人女人都这么喜欢说谎，就连你这么小的孩子都不说实话。我可不喜欢说谎的孩子哦，通常我会把他们的舌头割下来，让他们一辈子也说不了谎。我没说谎，她就是我娘亲。她是你娘亲，也就是南宫耀的女人了。不是，我娘亲跟我父王半点关系也没有。你娘亲要是和你父王没有关系，那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那个我怎么会知道？娘亲，你是来救我的吗？他们把我绑了来，欺负我，打我，骂我。娘亲，你快救我了！放人！好大的口气啊！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世上敢对我下命令的人可没有几个。我管你是谁！舒浅月已经不想废话，她只想赶紧把女儿带回去。舒浅月直接取出银锁金铃戴在手上，她轻轻晃动手腕。摄魂铃，你是北唐一族的，你是北陵人？不是。摄魂铃对我没用，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你究竟是什么人？这话该我问你吧？你是什么人？北陵人，北陵国的太子北黄傲，就是我。原来是北陵太子。失敬失敬，太子殿下千里迢迢赶赴南陈，就是为了来路走一个小娃娃，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都说祸不及妻儿，太子殿下和南宫耀有仇，大可寻他本人。你们处心积虑的袭击穆王府，掳走他的儿子，想要挟他，这等行径不光明磊落，几乎可以说是卑鄙无耻。太子殿下，您觉得呢？你这骂人倒是不带脏字儿的，有趣有趣。本太子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有人敢当面骂我了。对了，他叫你娘亲，你是南宫耀的女人吗？呸，你才是南宫狗的女人呢！你也叫他南宫狗？咱们倒是志趣相投啊。你既然不是南宫狗的女人，那你拦着我做什么？莫不是想做本太子的女人？倒也不是不能够考虑。太子殿下，你这醉生梦死对我也没用。
这么珍贵的东西如此浪费，不觉得可惜吗？你居然知道醉生梦死，你究竟是什么人？原来他方才悄悄地用了一种迷烟，叫做醉生梦死。这种迷烟无色无嗅，无声无息，使用的时候让人防不胜防，只要闻到一星半点就能让人筋酥骨软，浑身无力。这药虽然厉害霸道，却万金难求，他也只有一小瓶而已。要不是觉得舒浅月是个难缠的对手，他还真舍不得动。没想到刚刚释放出来就被对方察觉。舒浅月虽然没有中招，可被北皇傲抱在怀里的绵绵却吸入了醉生梦死，小脑袋垂在了北皇傲的肩膀上，合着眼睛呼呼大睡。你既不愿做本太子的女人，那就后会有期吧。别走，疯话还没说完呢。再缠着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你这么如花似玉的美人，我还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呢。别想着拖延时间，南宫狗虽然厉害，我那些护卫也不是吃素的。舒浅月冷喝一声，倏然出手，身法如电。北皇傲左臂抱着绵绵，突然将绵绵往舒浅月抛了过去。绵绵猝不及防，在空中惊叫一声，没想到下一刻他落进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怀抱里。舒浅月心里不由长舒口气，他腰间突然一麻，整个人动弹不得。北皇傲笑着起身上前，点中了他的穴道。有人来了。北皇傲，果然是你。你可真会煞风景啊，许久不见，你还是这般的恨我入骨。我却是想你想得紧呐，不惜千里迢迢的赶过来瞧你，却不想在这里遇见了故人。故人？南宫耀眼角扫了扫舒浅月，凛冽的目光似乎要把他穿个透心凉般。北皇傲却不再多说，笑着松开手臂，顺手解了舒浅月的穴道。丫头，咱们改日再续。续你个大头鬼啊！你到底是谁？别杀我娘亲！飘飘叔叔，你要杀就杀我，不许动我娘亲半根头发！绵绵叫道，向南宫耀扑了过去。南宫耀左手一扯，将小丫头带在一旁，顺手点了她的穴道。你和北皇傲是什么关系？他就是绵绵的亲生父亲，是不是？你说是就是。别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你是北皇傲的女人，绵绵是他的亲骨肉，本王说的没错吧？苏千雪，我果然没有猜错，你当真是北陵国人。说，你潜伏在本王身边，目的何在？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舒浅月刚说了一句，眼前寒光闪烁，长剑以极其刁钻的方向刺向他。他吐血之后，眉宇间一片清冷，唇边挂着抹未干的血迹，突然以身作兵器，向着他的剑锋上狠狠撞了上去。南宫耀下意识的长剑一撤，避开他这一撞，右指急点而出，准备将他生擒。哪知道舒浅月这一招却是虚招，两人你掐我脖子，我点你穴道，如仇人一般，火药味四溢。先休战，咱们斗个两败俱伤，你猜谁最得意？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生了北皇傲的当了。他方才故意和我说那些暧昧的话，做那种引人遐想的举动，不就是想让你和我自相残杀吗？现在你可算是如了他的意了。若是他躲在暗处偷看的话，恐怕此时已经笑破了肚子。你和我现在都斗得没了力气，他要是没走远的话，这时候出现一剑一个，咱们谁都别想活命。你休想花言巧语，本王绝不会再上你当，你就是北陵奸细。你真以为我认识北皇傲？哼！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北陵国人，也不认识北皇傲。今天是我第一次见他，要不是他自报家门，我也不知道他是北陵太子。至于绵绵，更是和他半点关系没有。我的话你可以不信，但你可以问绵绵，绵绵要真是他女儿，他何必费这么大周折来绑架他？他甚至连绵绵和月儿都分辨不出来。你用一用脑子想想。你是骂本王没脑子？我只是叙说事实。南宫耀哼了一声，不说话了。他没有去盘问绵绵，而是在脑海里把事情的经过情由细细想了一遍。说实话，他对舒浅月的疑心未消，他的身份仍是可疑。可要说他真和北皇傲是旧识，似乎也不像。他更不像是和别人做了圈套来设计他。南宫耀一冷静下来，就发现北皇傲的话里处处都是破绽。可自己当时看到他们一男一女亲密的搂抱在一起，耳鬓厮磨，像极了一家三口团聚。当时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了开来，热血上涌，只想着杀人，太冲动了。
娘亲，你不生我气了吧？绵绵知道错了，绵绵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乱跑了，好不好？你下次要是再乱跑，我不会再找你。你想认谁当爹当娘都由得你。不会，娘亲我发誓，你是我唯一的娘亲，我才不会认别的人呢。我爹早就死了，我这辈子都没爹，只有一个娘。娘亲，你要是不要我了，我就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很可怜的。什么野孩子？胡说八道！你还有我呢。娘亲，你这是不生气啦？哼，你的药不错，记着，你又欠了我一次。南宫耀不答，心底却在暗自问自己，欠他的要怎么还？要是换了旁人，不是要名就是要利，这些东西他都有，也给得起。可这女人不一样，她什么也不要，但她一定有目的。绵绵呢？我让她去抓一点野味，山鸡、兔子什么的。她才5岁。5岁怎么了？她3岁就满山乱跑，能抓山鸡、兔子？你以为她是别人家娇生惯养，含着金汤匙出生，大事小事都要别人伺候的千金大小姐吗？她跟着我，只能做一个事事亲力亲为的野丫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娘亲？本王很怀疑她是不是你亲生的。袍袖一拂，他转身就走。快，你干什么去啊？找绵绵。看样子他还真很关心绵绵啊。这难道就是父女亲情？以南宫耀这样冷血无情的性格，能做到这一步，舒浅月都没想到。他坐在火堆前陷入了沉思，直到南宫耀的脚步声响起。方圆3里都找遍了，本王怀疑他出事了。舒浅月脸色微变，他也觉得绵绵离开的有点久了。他想了想，放出了信蝶。信蝶在空中转了2圈，便朝着一个方向飞去。本王去追，你留在这里，保护好你自己。他看他一眼，立刻施展轻功跟着信蝶而去。舒浅月愣了下神，南宫狗是在关心他吗？但不可能，南宫狗冷心寡情，就连对自己亲生的儿子都没关心过。他这辈子唯一关心过的人大概就是绵绵，更何况他一直把他当成奸细敌人，他怎么可能会关心他？笑话。他摇头，跟在南宫耀身后一起去寻绵绵。南宫耀的速度很快，他毒伤进去，内力充沛，比来时的速度快了有1倍。不是让你等着，又跟来作甚？绵绵是我女儿，我比你更担心她的安危。关心？亏得你好意思说得出口。你要是真的关心绵绵，也不会让她独自去抓什么山鸡、兔子。本王从未见过比你更狠心冷情的娘亲。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哼，他竟然没走。你要是敢伤他1根头发，本王会让你死无全尸。知道为什么我烤的肉比别人的好吃了吗？其实我只有一个窍门，那就是我烤肉的时候非常专心。说完，抬手摸了摸绵绵的发顶，顺手拔了1根头发下来。我要你抓的兔子呢？娘亲，你终于来了。坐下，你现在是我的人质，放心，我没虐待小家伙，就是拔了他的1根头发而已。要不是因为他要挟本太子，他连根头发也不会少的。北皇傲，你和我的旧账咱们慢慢算。你堂堂北邻国太子为难一个5岁的孩子，要脸吗？为难？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为难你的儿子了？本太子还好心的烤野味给他吃，他夸我烤的肉比他娘亲的还要好吃，你要不要尝尝啊？你用了蓝茅草？你居然知道蓝茅草？不错，这蓝茅草是烤野味的绝配，只是在我北陵境内极为少见，在你们南陈国倒是见到不少。小家伙很喜欢吃我烤的野味，你要不要尝一尝啊？好啊，能尝到北陵国太子殿下亲手烤的野味，是我的荣幸。过奖过奖，姑娘肯赏脸品尝，是我北皇傲之。话音未落，他笑容倏地消失，失声道。北皇傲只听到一阵轻微的破空之声，眼前银光闪动，暗叫不妙。无数细如牛毛的钢针像雨打梨花般向着他急射而去。暴雨梨花针，他瞳孔骤缩。北皇傲知道这暗器有多厉害，不在于它力道有多强，而是数量多，每枚钢针上都未有剧毒，只需刺破一点皮肤就能让人全身腐烂，
中毒而亡。南宫耀，你居然让自己的女人来暗算我，真是卑鄙无耻啊！什么我的女人？这位姑娘可不是你的女人吗？你的儿子口口声声地喊她娘亲，他又为了你来暗算于我，对你还真是死心塌地呢。南宫耀，她是月儿亲生的孩儿，可怜月儿为你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却认了别的女人做娘亲。南宫耀，你对得起月儿吗？他嘴里的月儿，竟是月儿亲生的娘亲舒浅月，这个名字他都快要忘了。一想到这个名字，他脑海里立刻浮现起6年前的新婚之夜，还有那9个月没日没夜的追踪。他出动黑甲卫找了整整9个月，几乎把京城翻了个底朝天，却万没想到这女人竟然比狐狸还要狡猾。他和她斗智斗勇，数次都从她的手指缝里逃了出去，直到后来终于找到了她的行迹。他躲在自己家的柴房里生下了月儿，却发疯把自己烧成了一把灰。南宫耀回想往昔，尽是恨事，脸上肌肉扭曲，咬着牙道：原来你说的是舒浅月之贱人。你骂谁是贱人？本王骂的就是舒浅月，她是你什么人？你竟然喊她月儿，难不成你就是她的奸夫？把你的嘴巴放干净一点，你可以侮辱我，但你要是再侮辱月儿一个字，我绝不和你善罢甘休。舒浅月就纳闷了，看上去北皇傲和舒浅月的关系不一般呢，可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搜了个遍，也没有北皇傲的半点影子。难不成他并没有拥有原主记忆的全部？你骂谁贱人呢？舒浅月是你明媒正娶娶进门的正室王妃，她又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骂她？你知道什么？舒浅月她突然意识到家丑不可外扬，舒浅月红杏出墙这件事他瞒得密不透风，那个敢绿他的小白脸还被他关在王府的地牢里不见天日。没想到这舒浅月的奸夫竟然不止一个，又蹦出来一个北皇傲。北皇傲，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长剑一挺，对着北皇傲分心就刺。北皇傲抽出兵器挡开他的长剑，两人立刻斗在一起。南宫耀，北皇傲，我和你们说清楚，你们之间是仇是怨，统统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你叫苏千雪？舒浅月没理会。咱们回家，别理这两个疯子。就在这时，山脚下突然升起一道耀眼的烟花，金光闪闪，灿烂夺目。南宫耀，我还有事，改日再打过。北皇傲诡异一笑，右手一挥，衣袖中顿时飞出一股彩色烟雾，同时一股浓烈的桃花香气弥漫开来。等到烟雾散去，已经不见了北皇傲的身影。本王总觉得以前见过你。是吗？可惜我却不记得以前见过你。是狗男人，不会真的认出我来了吧？莫老殿下，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若是男人看上一个女人，想和她搭讪套近乎的话，最有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以前见过你。没想到看上去高高在上的莫王殿下，居然也和那些凡夫俗子一样。说实话，你究竟是谁？我说的话你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我再说的话你也不会相信，所以你确定还想听我说？你要是看上我，就3书6礼的来下聘，再用半副銮驾来迎娶，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否则想要娶本姑娘的人多着呢。少做梦，苏千雪，本王再次警告你，少玩花样，你翻不出本王的手掌心。南宫耀，直到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是北陵国的奸细，是不是？你心中有数。南宫耀眼神冰冷地看他一眼，放出信号，这是传召黑甲卫的信号。你是叫黑甲卫来抓我吗？怎么，你还怕我跑了？你还没重要到那个地步。既然我不重要，那你为什么一直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南宫耀，自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我救你几次，帮你解毒，要不是我，你能活到现在？我没要你报恩，你倒处处防着我，真是有意思啊！既然这样，你就干脆把我关进大牢，让你的人来审讯我好了。要不因为他是孩子们的亲生之父，看他对绵绵尚有关爱之情，他就算是死在他面前，他连眼都不会眨，救都不救。要不是你救了本王，你以为你现在还会活着？但本王留你一命，并不是让你去吃里扒外通敌卖国的，你最好不要让本王抓到你的罪证，否则本王诛你9族。莫老殿下，你真的是好心机好算计啊，为了让我待在你眼皮子底下就近监视，竟然连自己寒毒都可以利用，怪不得人人提到你为之色变，
不只是因为你在战场上杀人如麻，雷厉风行，更因为你工于心计，处处谋算。所有被你视为有威胁的人，怕是早就被你除掉了。这也就难怪，那么多人对你恨之入骨，想要你的命，而丢掉性命的都是他们，你却依旧活得安枕无忧。是我小瞧了你了，但是我请问穆王殿下，我究竟是哪里值得你花这么大心思来对付我？我自认为并没有做过半点威胁到你的事情啊，也从来没有招惹过你。就算你要治我的罪，你也总得给我一个罪名吧？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本王，是你先招惹了本王的儿子，让月儿口口声声唤你为娘亲，你安的什么心？别以为本王看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女人，本王见多了。你认为我是借着月儿有意接近你？不然呢？你藏头露尾，始终不肯告诉本王你的真实身份。你明明不是苏千雪，却顶着她的名字住进了苏家。你若不是包藏祸心，会这样处心积虑？本王不是傻子，不会受你的愚弄。就因为我冒名顶替，你就处处针对我，怀疑我，甚至想杀了我，简直不要太可笑。本王眼里容不得沙子，只这一点就让你死不足惜。南宫耀，你未免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吧？我承认不是苏千雪，我冒名顶替进苏家，是我和苏家的私人恩怨，完全和你没有半点关系。如果我真对你怀有恶意，我犯得着三番四次救你的命吗？焉知你不是欲擒故纵，借此向本王讨好，想要取得本王的信任？舒浅月索性闭紧了嘴。你向来能言善辩，为什么不说了？是被本王质问的哑口无言了吧？随你怎么说，你心里已经认定我是个罪人，我说再多也没用，何必白费口舌呢？回去之后你就把我拿下大牢，严刑逼供好了。你想取得本王的信任，还有一个办法，说出你的真实身份。舒浅月犹豫了。坦白而言，舒浅月这次回京并不是想要跟他作对，他更不想有他这样一个敌人，因为他深知与他这样的人为敌，会让他的计划处处受挫，寸步难行。更何况他和他之间本就无怨无仇，当年的旧账他固然有错，可他也不全占着理，两人之间的恩怨和旧账完全可以一笔勾销。原主和他本就素不相识，成婚是奉旨而行，他对他实无半分感情。若不是那日两人都中了药，他连一根手指都不会碰他。但阴差阳错，两人却有了肌肤之亲，并生了一对龙凤胎。就算他得知自己是6年前的舒浅月，也只会厌恶他，并不会像现在这样把他当成奸细来怀疑和仇视，对他处处提防，并怀着杀意。南宫耀，我要说就痛快点儿，吞吞吐吐毫无诚意。南宫耀，我可以认真的告诉你，我不是你的敌人，更没有要算计你的意思。至于我的真实身份，对你而言真那么重要吗？你又不想娶我为妻，实在没有必要调查我的祖宗8代。我保证，我不是北邻国人，更不是奸细，我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本王已经给了你最后的机会，若是你现在说，本王可以对你既往不咎，但若是日后被本王查了出来，后果自负。南宫耀，你还要我怎么样？我现在已经住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你有查到我有什么可疑之处吗？难不成你非要我死才能罢休？要不是因为月儿，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就因为我身份成谜，就一定是死罪？南宫耀，你未免也太不讲理了。难道每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都必须死吗？没错，这就是本王的道理。本王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这个道理。事实告诉本王，每一个谜的背后都隐藏着致命的阴谋，而本王要做的就是把所有对我不利的阴谋全部扼杀，一个不留。你明白了吗？南宫耀容不下他的原因是，他不允许这世上有任何人能操控月儿，甚至包括他自己。他之所以忍到今天迟迟没有动手，大约就是想利用他给自己解除寒毒罢了。这男人心机竟然如此之深。我来京城有我的目的，苏家欠了苏千雪的，我答应过他，要替他向苏家讨回公道，把他的灵位放进苏家祠堂，让他认祖归宗，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慰。这是我对苏千雪的承诺。除此之外，我还要讨一笔债，但这笔债我保证和你穆王府上上下下没有半点关系，是我的私人恩怨。我知道你容不下我，是因为月儿，我可以不再见月儿。等我做完该做的事，我就会立即离开京城，再不踏足这里一步，从此天高地远，永不相见。你想得美，月儿现在已经被你蛊惑，对你一心一意的依赖，
你要是敢伤了他的心，本王立刻就要了你的命。回去后好好对月儿，不得让他察觉有半点异常。你这是什么意思？照本王的话做。抱歉，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按照别人铺好的路去走，我要走自己的路。谁要是拦了我的路，我也不是随便能惹的。这一点想必木王殿下也深有体会。和本王作对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或许我会是一个例外呢。娘亲，飘然叔叔，你们刚才是吵架了吗？没有，你听错了，娘亲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而已。不是，飘然叔叔的脸色好难看哦。飘然叔叔，你是不是惹我娘亲生气了？明明是那不识好歹的臭女人惹本王生气。飘然叔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你千万别惹我娘亲生气，我娘亲生起气来很不好惹的哦。难道本王生气就很好惹吗？背着我说什么坏话呢？我和漂亮叔叔说，娘亲你是天底下最好看最温柔的女人，让她要好好对你啊。温柔个屁！南宫耀差点冲口而出，可是偏偏有的人有眼无珠，看不到我的好呢。还是我家绵绵最有眼光。我的穆王殿下，你可算回来了！不好了，出大事儿！出何事了？穆王殿下，您不知道，奴才来了之后才听说，您府里也进了刺客，还掳走了小世子。幸好小世子平安无事，这真是万千之幸啊！说重点。是，昨夜荣王府里进了刺客，掳走了荣王殿下夫妇，至今下落不明。皇上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立刻派奴才来宣您进宫。奴才赶到这里才知道，您府里也来了刺客。穆王殿下，您快带着小世子随奴才进宫面见圣驾吧。什么？南宫耀虽惊不乱，他几乎可以断定这两批刺客都是一伙人。他只是没想到北皇傲的爪子居然可以伸得这么长，在重重布防的京城，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北皇傲竟能派出这许多人潜进来行事，而他却没得知半点风声。这不可能，定是出了内贼。好，本王这就进宫面见父皇。你真是没一点用。娘，女儿已经有了个好法子，若不是突然闹了刺客，用不了几天，女儿就能如愿以偿了。什么好法子？舒妙雪露出又是得意又是娇羞的表情。是腊梅给女儿弄来的，这种粉可贵得很，500两只能买到一点点，用不了几次就没了。娘，你再给我点银子，我可不想功亏一篑。腊梅能弄到这粉，她哪来的门路？娘，你别管这么多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管他哪弄来的呢？银子倒是有，只是这件事情千万要小心，别让穆王殿下察觉。孟氏去取了5000两银票，交给了女儿。舒妙雪得了银子，又听说穆王府的刺客已经全部肃清，就急着要赶回去。那个姓苏的狐狸精呢？没有被刺客给杀了？好像没有。离开的时候，我隐约听到有人说苏姑娘先追刺客去了，没多久穆王殿下也离开了。他一定是怕狐狸精受伤，这才追过去的。这狐狸精真是会蛊惑人心。你除了哭闹就没别的本事了。娘亲，穆王殿下被那狐狸精迷得神魂颠倒，女儿还能怎样？总不能找人去杀了那狐狸精一了百了吧？也不是不可以，但还没到那个地步。娘想到一个好法子，就算不能把他置于死地，也一定能让他被赶出穆王府。什么好法子？娘亲你快说啊！谣言。要知道，这世上杀人的东西最好用的并不是刀剑，而是人的嘴。谣言有什么用？那姓苏的狐狸精本来就名声扫地，她未嫁生子，名声坏得一塌糊涂。可穆王殿下不在乎，他自己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不要脸的狐狸精，才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呢。若是人人都说这刺客是他引进府的呢？他对穆王殿下心怀不轨，暗中勾引刺客。要知道人言可畏，众口铄金，机会敲鼓啊！孟氏拍拍手掌，唤来心腹密语一番。此时天还未大亮，但关于苏千雪的种种谣言已经开始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花爷爷，我进宫来看您了，您红光满面，看上去比数日前更加年轻了。小丫头乱拍马屁，朕只能越来越老，哪里会年轻呢？花爷爷，要是我都识得你写的字，一个也没认错，能不能
求你一个恩典。行，你要是全部都识得的话，你想要什么，朕都许给你。那个皇爷爷一言，驷马难追。小丫头，你知道驷马是什么马吗？驷马就是跑得很快的马，并不是4匹马哦。这孩子可比月儿能说会道啊！小世子沉稳聪颖，文武双全。言下之意，自是觉得小世子更好。小世子能独自骑马，还会打猎，能扎马步，还会射箭，他比我厉害多了。小丫头，谁教你的读书识字啊？是我娘亲，还有姨父。您答应过我的恩典，还作数吗？当然作数了。想要什么恩典？皇爷爷，我娘亲她进来跪了好久了，皇爷爷可以让她起来说话吗？我知道皇爷爷不喜欢我娘亲，因为有很多人在背后说娘亲的坏话，那些话一定也传到了皇爷爷耳朵里。但绵绵希望皇爷爷可以给我娘亲一个说话的机会，就像上次那样，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上的那样简单。小丫头说大人话的模样很是逗人发笑，明安帝却没笑，而是深思地看了一眼跪在下方的舒浅月。苏千雪，起来说话。舒浅月站了起来，神情从容自若，并无半点第一次进到皇宫的拘谨不安。明安帝将绵绵交给张公公，去御膳房拿些小丫头爱吃的糕饼果子，喜欢吃什么就说，要是没有的话，就让厨子给你做。谢谢皇爷爷。张公公抱着绵绵离开，房间里只剩下明安帝和舒浅月。苏千雪，你可知罪？回陛下的话，臣女不知犯了何罪。现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穆王府里有刺客杀人放火，是你做的内应。如今刺客已经招供，还不从实招来？刺客招供说我是内应，臣女不信。就算有刺客的亲笔画押的口供，那也定是旁人栽赃陷害的。你倒是自信的紧啊！明安帝哼了一声，声音依旧严厉，脸上却不见多少怒容。没错，方才他就是故意炸他一下，没想到这丫头倒是沉得住气，一点儿也没露怯。事情的真相，明安帝早就从南宫耀嘴里得知，也知道两人这一夜经历了什么。只不过他心底始终掩不去对苏千雪的一抹怀疑，所以才屏退了所有人，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苏千雪，你这次救了朕的孙子，功劳不小，你想要何赏赐啊？回皇上，这次刺客未能得手，臣女并无什么功劳，刺客不过是误抓了绵绵，幸好如此，才保得小世子平安无事。你倒是不贪功，但无论如何，绵儿也是替月儿挡了一劫。你是绵儿的母亲，自然是有功劳的，有功就当赏，否则旁人岂不是说朕赏罚不分，是个糊涂皇帝吗？这顶大帽子扣下来，舒浅月不得不接。这皇帝也是有意思啊，竟还逼着人要赏赐的。臣女不敢奢望陛下的赏赐，但若是不受的话，又会为陛下招惹闲言，那臣女就斗胆开口了。这女子果然是牙尖嘴利，说你想要什么赏赐啊？只要是朕能够给得起的，都会给你。既是绵绵的功劳，那臣女想为小女讨要一个赏赐。小女自幼得了一种怪病，就连蝶谷鬼医都束手无策。鬼医曾说过，能治好小女唯一的药材就在京城。臣女想来想去，这药材应该就在御药房，所以臣女斗胆想求陛下恩典，说是有此为药材，能否赏赐给臣女为绵绵治病？绵绵生的是什么病？回陛下，确切地说，绵绵生的不是病，而是中了一种奇怪的毒。去传太医。房间里明明没有人，舒浅月却知道太医院那里很快就会接到口谕。若是太医诊断确有此事，朕自是不会吝啬一味药材。你可以进入御药房随意挑选，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臣女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你要的赏赐是给绵绵的，但是你自己就没有什么想要的吗？朕可不是轻易赏人的，你要是错过了，就别后悔。回陛下，臣女只想要这一件赏赐。那日在花岭行宫，平南侯来向朕请旨，
退掉和你的婚事，朕一时失察就准了他，日后思及此事，对你未免觉得亏欠，故而朕愿意给你一个恩典，你若有想嫁之人，不管是谁，只要你说出来，朕可以为你赐婚。陛下这是想补偿臣女？也可以是这么说的。臣女多谢陛下。说吧，你的意中人是谁呀？臣女并无意中之人，臣女要谢陛下的，这是关于平南侯府的亲事，多谢陛下解除这桩婚事，臣女感激不尽。什么？这门亲事你不乐意？这门亲事乃是长辈所定，臣女也是后来才知晓，平南侯不想要臣女这个有辱门楣的儿媳妇儿，臣女也不想嫁给平南侯府。陛下这是做了一件再英明不过的决定了。平南侯的世子小侯爷也算是人中龙凤，文武双全，他这样的人你都看不上，莫非是心中另有属意之人吗？小侯爷再好，臣女也对他无意，臣女也没有旁的属意之人，臣女早就立过誓言，终身不嫁，故而陛下的好意，臣女无福领受。你一个年轻女子，又未婚生女，名声有损，没了平南侯府的亲事，想要再找一桩这样的亲事，怕是难如登天呐。你现在还年轻，若是终身不嫁，又能够守得住几天的寂寞？倒不如朕给你赐一桩婚事，也算是对你的弥补亏欠，如何呀？舒浅月不由啼笑皆非，听皇帝这意思是非要给他做媒了，他拒绝不行，不拒绝也不行，要是惹恼了皇帝老儿，下旨把他许给个麻子乞丐怎么办？舒浅月脑筋急转，计上心头。陛下好意，臣女感激不尽，只是臣女以未嫁之身生了绵绵，若是嫁人的话，这所嫁之人未必会对绵绵视若己出，若是那样的话，臣女宁可孤独到老。听你的意思是只要那人能待绵绵和亲生女儿一样，你就肯嫁？也未必，这世上臣女有3种人不嫁。哦，是哪3种人呢？第一种，薄情寡义的男人，臣女不嫁；第二种，虚伪做作的男人，臣女不嫁；第三种，不尊重女人的男人，臣女不嫁。女怕嫁错郎，嫁错就会误了一生，臣女已经错过1次，不想再错第2次。旁人瞧不起臣女，但臣女可不觉得自己有哪里低人一等。若是真的要嫁，臣女就要嫁这世上1等1的好男儿，有胸襟有气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要是绵绵如己出，要爱我疼我，心里只有我一人，眼里除了我再容不下第2个女人。若是真有这样的男人，我就嫁。苏千雪，你好大的口气呀！你这嫁人的要求比朕的公主还要苛刻，世上若真有这样的好男儿，他能看得上你吗？并不是明安帝的胸襟不够宽大，实则因为他是个男人，身为帝皇，坐拥3宫6院，后宫美人无数，哪个不是仰视着他，期望着他的恩宠？他是天，女人是地，他们天生就该由男人来选择的。像舒浅月这种话听在他耳朵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陛下说的不错，这世上纵然真有这样的男儿好汉，又岂会看得上我呢？所以我非这样的男人不嫁，这样的男人就未必非我不娶。明安帝不再说话，只是用一种探究的目光审视着他，似乎想要看他说的是真是假。正在这时，外面响起张公公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平静。陛下，太医院沈院守奉诏而来。宣。沈青山带着2名太医匆匆赶来，本来以为是明安帝身体有恙，没想到明安帝指了指绵绵道：“给他把一下脉。”绵绵乖乖地伸出手。明安帝看着这和自家孙子一模一样的小脸，心底还是无法相信，这么活泼可爱的孩子竟然身中奇毒，会活不过10岁。沈青山摸了好一会儿，收回手来的时候，脸上表情全是不可思议。陛下，这位小姑娘的脉象很是奇特，她中了一种毒，应是胎里带来的。这种毒是一种蛊，产自苗疆，是10大蛊毒之一，名为负心蛊。据说这负心蛊乃是一苗女所创，专为负心之人准备。中了此蛊者并不会死，而是会变得面容丑陋，如同恶鬼一般。这蛊毒另有一奇特之处，若是女子身中此蛊，那她就算是貌若天仙，也会变成一个丑八怪。不过生育之后，此蛊毒会转移到她的子女身上，传女不传子。若生下来的是儿子，此蛊毒自然消失；
或是生下女儿就会变成胎毒，但是不会影响婴儿的容颜，而是会毒入骨髓，无药可救啊。沈院长，你能看出这蛊毒的来历，那你可以想法的救救他吗？老夫只知其来历，却不知其解法。这苗疆蛊毒向来奇特，中蛊之人情形各异，怕是只有下蛊或者是中蛊之人才有解救之法。娘亲，我今年才5岁，义父说过，我这毒要到10岁那年才会发作呢，还有5年的时间，咱们还可以去找解药啊。若是京城没有，咱们就去苗疆，苗疆没有，咱们就去别的地方。其实就算找不到解药，我也不怕，5年就是1000多天，娘亲只要让我每天吃1根冰糖葫芦，5年就是1000多根，绵绵很满足了。绵绵算术学得真好，不过1天1根冰糖葫芦可不行，10天1根。娘亲，3天1根好不好？不好，5天1根。好吧好吧，绵绵听娘亲的就是了。明安帝和沈青山等人却都听得呆住了，要不是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他们真无法相信方才那番看淡生死的话是由一个5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的。沈院使，朕方才已经准了苏千雪所求，让他去御药房随意的选取药材。臣遵旨。老三，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那苏姑娘根本就没有看上你，人家的眼光可高着呢。人家要嫁的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文武双全不说，还要眼里心里只有他一个，就这一点你就不够格。你这小子呀，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女人的。说也奇怪，他怀疑苏千雪对自己儿子别有用心的时候，处处提防。可人家姑娘亲口说了，根本没想过要嫁人，言下之意是没看上他家老三。明安帝心里反而又不舒服了，他家老三哪里就不好了，堪称人中龙凤，放眼天下也找不出第2个比自家儿子更优秀的男人。这苏千雪都在老三府里住了这些日子，2人朝夕相见，他竟然毫不动心，也是难得之极。父皇，儿臣早就说过，邀他住在府里不过是为了替儿子解除寒毒，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当真是别无他意吗？你连符酒都派给他了，这符酒可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除了你他还没有跟过任何人呢，就连老六向你暂借几天你都不肯。符酒是为了保护绵绵。行吧，老二那边没事了吧？二皇兄平安无恙，只是二皇嫂受了些惊吓，太医已经给他开了安神药，他服下之后已经无事了。此刻可有抓到？抓到几名奉命看守的，和掳走绵绵的同是北邻国人，也是北皇傲的手下。儿臣断定这北皇傲定然还潜伏在京城之中，他这次带着大批侍卫潜入咱们京城，先是火烧了儿臣的府邸，想要掳走月儿，又掳走二皇兄夫妇囚禁起来，定然所图不小。以儿臣对北皇傲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肯定还有什么阴谋。此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小世子，你这是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张公公，我想去御药房。你去御药房可是生病了，奴才传太医来给您瞧瞧。我没生病，我想去看绵绵。他听到绵绵中了蛊毒，无药可救，沈太医还断言他活不过10岁时，难过的他差点哭出声来。苏姑娘，这位是安远侯。你就是护国公苏胜之女。舒浅月抬起眼看向他，他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侯爷，这位正是护国公府的苏大小姐，陛下召她进宫乃是因为她救小世子有功，故而嘉奖。她救了月儿？开什么玩笑，她一个弱女子哪儿来的本事去救月儿？见到刺客早就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安远侯如此瞧不起女子，可我却听说当年安远侯的令堂舒老夫人年轻之时轻薄更胜须眉，一杆长枪曾将安远老侯爷打下马来，就此结下一段良缘。难道在安远侯心里，令堂见的刺客会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吗？小小女子信口雌黄，竟敢出言侮辱家母，实在是胆大包天。你一个小小护国公之女，见到本侯爷竟敢如此妄言，谁给你的胆子？
我只是叙说事实罢了。阿远侯不信我救了小世子，大可以去问母王殿下。你叫什么名字？苏千雪。这是你的女儿，不是月儿。她是我女儿。阿远侯还有事？现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穆王府里的刺客是你引进去的。苏千雪，你有何话说？审讯刺客乃是大理寺的职责，请问阿远侯何时担任了大理寺卿的职位呢？一句话质问的舒远山差点背过气去。本侯还审不了你一个小女子了。好巧呀，安远侯这是手痒了想练练嘛，正好本王有空和你搭把手。来来，咱们练练，和女人动手，这传出去啊可不好听呢。誉王殿下，本侯并没有想对这女子动手，只是想和她理论一番罢了。她有勾结刺客的嫌疑，又现身宫中，本侯担心她会对陛下不利。安远侯误会了，他和刺客一事毫无干系。我三哥早已经向我父皇说明情由，他不但无过，还因为救月儿有功，父皇特意的宣旨让他进宫，封赏于他的。南宫林转身看向舒浅月，一脸的好奇。我父皇给了你什么赏赐呀？陛下恩赐我去御药房随意挑选一味药材。就这？我父皇这也太小气了，我以为他好歹也会赏你做宅子什么的。不是陛下小气，这是我向陛下讨要的恩典，能让我随意选取药材，我已经感激不尽。你想要药材，只管向我三哥开口，只要是御药房有的，他还能弄不来？就算他使唤不动，你还可以和我说呀，真是白白浪费了一个讨要封赏的机会。本王正闲着无事，正好和你们一起去御药房。哎，对了，苏姑娘，听说你昨夜和我三哥一起去追刺客，救回了绵绵，这经过一定很精彩吧？你快和我仔细说说。我问三哥，他却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呢。他一来嘴就巴巴的没停过，根本没给舒远山再开口的机会，拉着舒浅月就奔御药房。舒远山一口气憋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盯着舒浅月远去的身影，握着拳恨恨不已。他拂袖怒气冲冲的离开。南宫林走出一段路才回头看了看，不见了舒远山的身影。哎，我说苏丫头啊，你是怎么招惹上那个老家伙的呢？我和你说啊，那老家伙啊，没事别招惹他啊，他可是个满肚子坏水的老狐狸。这要是得罪了他，他表面对你笑嘻嘻，背后给你捅刀子，你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今天啊，幸好是遇到了我，要不然你可就麻烦大喽。他不好惹，我难道就好惹了？你以前是不是见过舒远山啊？我怎么觉得你们前世有仇呢？或许吧。舒浅月不置可否，这是原主和舒家的恩怨，他不急，等他解决了苏千雪的事情，再来和舒家好好的算一笔账。南宫林开始频频追问他昨晚的经历，颇恨自己没能参与其中，和刺客们大战一番，让这些北陵国的家伙们知道他南城国的誉王殿下拳头有多硬。只可惜他接到消息的时候，天光早已大亮，南宫耀已经奉旨进宫，刺客更是早已肃清，他连个热闹都没看上。北皇后也来了？你和他认识？不认识，就是慕名而已。哎，你快说说，这北皇后的武功如何？比我三哥怎么样？和我比又如何？兴奋之下，他一把攥住舒浅月的手腕，放手。距离数丈都能感受到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戾气。拜见穆王殿下。拉拉扯扯，成何体统？一时情急，冒犯了苏姑娘了。无妨。三哥，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和父皇在商议政事吗？你为什么要拉他的手？我这不是听说北皇后来了，有点兴奋吗？三哥，你太不够意思了！北皇后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一个字也不说。他来了关你什么事？哎，怎么不关我的事儿？我早就想会会他了。就凭你，苏千雪，我父皇让你去药房取药材，你却在这里和我六弟说说笑笑，谁让你把北皇后的事告诉他了？这乃是国之机密，你随意泄露可知罪。三哥，你这是什么话呀？是我拉着苏姑娘说话的，也是我追问她关于北皇后的事情的，不怪她。你要是追究责任呢，就拿我问最好了。我一个小女子不懂什么国家大事，更不知道什么是国之机密。穆王殿下若觉得这是机密，为何不事先告诉我？既然你一字不提，说明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就是，这算什么大事了？你们俩倒是一唱一和啊。穆王殿下来这里是为了嘲讽我们？刺客的事忙完了，抓到北皇后了？有人口风不严，泄露机密，走漏了消息，本王上哪儿抓人？穆王殿下的意思是怪我了？你心知肚明，
你们吵什么？三哥，弄半天你来不是找我的，而是和苏姑娘吵架的呀。我可没莫王殿下这么闲的蛋疼。吵架？我没那闲工夫。沈元首，咱们去办正事吧。沈青山低头诺诺，当先领路往御药房的方向走去。本王找你有事。什么事儿？他看着南宫耀，却发现自家三哥根本没看自己，一双狭长的凤眼微微眯起，追随着舒浅月的背影。南宫里恍然大悟：三哥，你刚才莫不是在吃醋？吃什么醋？三哥，苏姑娘哪里得罪你了呀？你们昨晚还不是一起并肩作战，智斗北皇傲吗？怎么今天见了人家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我是怕你着了他的道。什么？他当真是奸细吗？他是不是北邻国的奸细，本王还没抓到证据，但他的身份疑点重重，会的东西又多又杂，就连本王也看不出他的来历。总之，你以后少跟他接近。我倒是觉得他没什么坏心思。你被他蛊惑了。三哥，我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旁人说几句好听的我就信，我也是有判断力的好不好呀？更何况小孩子也未必是傻，越是孩子越是知道谁待他是不是真心。月儿冰雪聪明，他分得清好歹的。你还真是中毒不轻。就算我中了毒，难不成月儿也中了他的毒？那父皇呢？父皇盘问过他，不但没有治他的罪，还给了他一份赏赐。你总不会说父皇也是识人不明吧？北皇傲对他态度暧昧。昨晚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回应，尽管两人表现得素不相识，还曾经大打出手，南宫耀仍是敏锐地察觉到北皇傲看向舒浅月的眼神有那么一丝与众不同。他太了解北皇傲了，在北皇傲的眼里，世上只有2种人，一种可以为他所用的人，另一种则是不折不扣势不两立的敌人。对于有价值的人，北皇傲会不计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的弄到手，若不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除掉对方。北皇傲和他一样，眼里从无男女之别，并不因为对方是个女子就会轻敌或有所不同。她是北皇傲的女人？那倒未必，他们应该也是初识。他和北皇傲是初识，可北皇傲对他的态度暧昧，所以三哥你怀疑他的身份可疑。他已经承认自己不是苏千雪，那他的真实身份是谁？若他是北邻国人，不可能不认识北邻的太子北皇傲啊！这位太子殿下在北邻可是鼎鼎大名，就连3岁小孩都认得他那张自命不凡的脸呢。正是从这点出发，本王才断定他不是北邻国人。不是北邻，那就是咱们南辰人。三哥，你审人向来有一套，你就没问出来吗？本王审了，但这女人嘴巴比狗骨头还硬。南宫耀每次见到她，总有那种若有若无、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尤其是他用那双清澈灵动的眼眸盯着他看，他都会一阵恍惚。他始终无法相信舒浅月正是这个原因所在。他这人啊，应该是吃软不吃硬。既然三哥你逼不出他的实话，不妨让我出马，去套到他的来历。你现在都中毒不浅，再接近这女子，我怕你到时候死得万劫不复。喂，三哥，你这是什么话呀？他又不是毒蛇，难道还能够咬我一口吗？他比毒蛇可厉害多了。三哥，你莫不是被他咬过？执迷不悟。三哥，我真是不明白，你对这位苏姑娘哪来的这么大的敌意啊？我细细想来，她从出现在京城就没做过一件危害到咱们皇家之事，不但救过月儿，还给三哥你解毒。她要是敌人，还会这般好心吗？胭脂不是欲擒故纵，她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博得本王的信任，来达到她不可见人的目的。南宫耀始终坚持己见，他的原则向来是宁可错杀100，也不放过一个。老六，你可是今天父皇试探过他，要给他赐婚。赐婚？父皇想把他赐给谁？他答应了吗？父皇问他可有意中人，这苏千雪一口拒绝，还大言不惭地说他有3不嫁，要嫁他就要嫁这世上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还要这男人眼里心里只有他一个，一心一意对他好。这真像是他说出来的话。我怀疑二皇兄暗中和北皇傲有来往。隔墙有耳，这话可不能乱讲。三哥，这要是传到父皇的耳朵里，你吃不了兜着走。三哥，你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二皇兄夫妇被刺客掳走，是你救回来的吗？你可是发现了什么？掳走二皇兄的刺客的确是北皇傲的侍卫不假，
这批人几乎是和府里的刺客同时闯入的荣王府，只鲁人并未放火。我去探查过，没多久就发现了线索，并顺着线索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关押他们夫妇的地方。那里虽然有人守卫，但武功都稀松平常，和掳走月儿的刺客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三哥，你的意思是二哥他是故意留下的线索，他也是故意被掳走的？南宫耀不答，只是用深邃莫名的眼神看着他。二哥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呢？我也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我的眼睛不会骗我，我看到的一切就是事实。可我还是不信，我们和北邻国数代为敌，北黄傲是咱们最大的敌人。这几年虽然暂时息战，但也是为了休养生息，迟早还是要和他们北邻刀兵相见的。二皇兄除非是疯了，会与北黄傲勾结在一起。三哥，你近来是不是太累了呀？我还是来找太医给你瞧瞧吧，说不定啊，正是心思太重才会胡思乱想的。滚！我这也是关心你，我又不是你的敌人，我可是你亲弟弟啊。血缘之亲也不见得靠得住，这世上被至亲之人出卖的事儿还少了。南宫林就不吭声了。他父皇明安帝坐拥江山，恩威并施，朝野上下人人称赞，后宫美貌的妃子宫人更是数不胜数。几十年来，这些妃子共为明安帝诞下10几位皇子和10几位公主，公主大多存活，但10几位皇子能平安长大的也只有他们寥寥几个而已。除了先皇后诞下的2皇子南宫悦，韦皇后所生的南宫耀和他自己，还有萧贵妃所生的5皇子南宫绪封晋王，赐了富庶的封地，常年住在封地，很少回京。另外还有陈贤妃所生的7皇子南宫延，年纪尚轻，被赐封为温郡王。还有10几位皇子，要么出生不久就夭折，要么幼时生病或意外。至于宫人所生的皇子，竟无一人平安长大。南宫林的生母是尊贵无比的韦皇后，只要是这样，南宫林仍记得自己有2次险些就活不成了。三哥，不是我不信你的话，只是二哥和咱们虽然不是一母同胞，但他也是先皇后唯一的儿子，父皇对他有多器重，朝野上下有谁不知晓呀？再说他和北皇傲来往，要是让父皇知道，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二哥他是聪明人，不可能干出这种蠢事来的。越是聪明的人越做糊涂事。三哥，你不会以为二哥为了这太子之位如此的不择手段吧？南宫耀不置可否，只是他抿紧的薄唇透露出一丝残忍冷酷的意味，让南宫林不寒而栗。三哥，若这件事是真的，那二皇兄就是咱们北邻国的大罪人，我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的。我会查明真相，如果事情和他无关，我会还他清白。如果真的如我所想，他声音低沉，后面的话不言而喻。三哥，如果二皇兄真的有异心的话，那他和北皇傲要对付的绝对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月儿。月儿会有危险，怪不得北皇傲到了咱们南辰就搅风搅雨，先是潜入你府里杀人放火，想要掳走月儿，一是想要要挟于你，二来恐怕是想要断了父皇的念想。皇位之争向来惨烈无比，南宫悦对太子之位志在必得，南宫耀就是他登上太子之位最大的阻碍，而南宫耀却比他多了一个优势，他有儿子。三哥，我懂了，我全懂了。三哥，谢谢你信任我，有什么事需要我，三哥你尽管开口。你帮我盯着的苏千雪，他去过荣王府。不是吧？难道他是二皇兄的人？不确定，但他太可疑了，极有可能是别人派来对付我的一枚棋子。这个女人我真想……换做旁人，要是身份有着苏千雪1/10的可疑，他早就毫不犹豫地让人动手除掉。可偏偏月儿喜欢他。南宫耀脸色阴晴不定，时而咬牙切齿，时而犹豫不决。南宫林还第一次在自家三哥脸上看到如此丰富的表情。要不你干脆娶了他算了，既然他身份可疑，那就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时刻盯着，他只要一有异动你就能够发现，况且月儿也喜欢他呀。闭嘴，要不是他还有点利用价值，你以为我会容他活到现在？这狼心狗肺的女人。方才也没风啊，怎么回事？娘亲，你冷吗？
不冷。苏姑娘，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绵绵一定会平安无事的。这御药房中几乎囊括了各种珍稀药材，应有尽有。苏姑娘一会儿不用着急，慢慢挑选。多谢沈院首吉言。沈青山的话给了他极大的信心。没错，苗疆的蛊毒传得神乎其神，说什么无药可救，但舒浅月两世为人，医术精湛，他始终坚信一句话：一物降一物。再毒的毒蛇7步之内也必有解药。万物相克亦相生。一行人将来到御药房，舒浅月已经闻到空气中传来浓烈的药材气息。不好了，不好了！太后娘娘突然昏迷不醒，沈元首，皇上召您速去慈安宫。怎么回事？奴才也不清楚，是慈安宫那里传来的消息。沈元首，您快点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苏姑娘，抱歉，太后有恙，老夫要赶去慈安宫。沈元首，我也略通一些医术，不知可否跟您一起前去？这个……沈青山犹豫了一下，要知道皇宫中规矩严明，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给太后、皇上和皇后等人瞧病的，就连太医院中的太医们也是分3、6、9等。他尽管知道舒浅月是鬼医的弟子，也不敢擅自做主答应这种事。舒浅月明白他的顾虑。太后娘娘慈泽万民，小女子早就心怀敬仰，我自知没有资格给她老人家瞧病，但可以离她老人家近一些，就算瞻仰一下太后娘娘的气息也是好的。既然苏姑娘这样说，那就随老夫一起去吧。不过到了那里，可千万不要随意开口啊。我明白的，多谢沈元首提点。这位住在慈安宫的郭太后，便是给原主舒浅月和穆王南宫耀赐婚的那一位。但也正是这道婚旨，让原主舒浅月一命呜呼，这才有了她穿越而来。舒浅月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原主当初是怎么香消玉殒的，或许谜底会在郭太后这里。沈青山为首的太医们都为郭太后把过脉，可脉象却诊断不出什么来，因为郭太后的病症不像是生病。陛下，臣女医术虽然不精，却也看出太后娘娘得的是什么病。你说太后得的是什么病？回陛下，臣女的诊断颇为大胆荒谬，怕是让人难以接受。你只管说，无论诊断如何，朕都恕你无罪。请问陛下，太后娘娘在发病之前可是经常梦魇，睡梦中曾经乱喊乱叫吗？无错。太后娘娘每次梦魇都会流泪，醒来的时候问她做了什么梦，她却是什么也记不起来。她明明并不难过，却是控制不住。苏千雪，太后得的是什么病？太后娘娘得的不是病，她是中邪。太后娘娘面貌慈善，神中绵长，乃是多福多寿之象，但她眉心有一团黑气，乃是邪气入体之象。只要驱走了这股阴邪之气，太后娘娘就可以恢复如初。那如何驱走这阴邪之气呢？若是要驱除阴邪之气，先要弄清这股邪气的由来。只是太后这病情不容耽搁，臣女不才，想为太后施针，让太后娘娘暂时脱离痛楚。苏千雪，你对治好太后有几分把握？臣女愿尽力一试。至于把握，臣女不敢妄言，9成是有的。没有10成把握，也敢为太后施针？若是太后有半点差错，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就算杀了你们苏家满门，也难不遗憾。父皇，儿臣愿意向上人头担保，苏姑娘定能治好皇祖母的病。若是出了半点差池，请父皇尽管砍了儿臣这颗脑袋。他话音一落，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就连舒浅月都奇怪地看着南宫月。月儿，你要为苏千雪担保，可是当真的？回父皇，儿臣相信苏姑娘的人品，更相信她的医术，她绝不会对皇祖母起加害之心。二皇兄，你肯为了她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和她的交情真是不浅啊。三弟，我和这位苏姑娘并无交情，前几日我在街上偶然救了苏姑娘之女，苏姑娘亲到我府上道谢，也是内子接待的她。三弟这般说话，确实误会我了。既然如此，那苏千雪你就为太后诊治吧。母后，皇帝，怎的这许多人？母后病了，太医们来给您瞧病的。哀家病了，哀家只是近来睡得不踏实，总是做梦，醒来又记不清梦里的情景，
就觉得身上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怎么也动不了，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下来。郭太后说了没几句话，就打了几个哈欠，闭目沉沉睡去。太后娘娘估计要睡上好几个时辰，人多怕是会惊扰了太后安眠。明安帝摆了摆手，示意所有人都退出暖阁。他唤舒浅月上前，紧紧盯着他看了半晌，才道：太后身上的邪气如何才能够完全的驱除？回陛下，这阴邪气到半夜子时最盛，臣女先要弄清楚这邪气从何而来，才能想办法将之除尽。所以今夜臣女想留在太后身边侍疾，还望陛下允准。今夜是最好的时机，要是错过了，臣女也没有把握可以让太后娘娘痊愈。朕准了。明安帝离开之后，朱太医等也纷纷离开。尽管他们也想留下来一看究竟，可圣意难违，谁也不敢抗旨。绵绵小姑娘被皇后娘娘派人接去玩耍了，听说皇后娘娘很喜欢您的绵绵，还特意把小世子也接过去给绵绵作伴。苏姑娘今晚放心在这里安歇便是。多谢方云姑姑告知，在皇后娘娘那里我自是放心的很，只是那丫头顽皮，不要扰了娘娘清静才好呢。皇后娘娘喜欢孩子，这些年来宫里只有小世子一个孩子，如今多了个和小世子一样的小姑娘，皇后娘娘不知道有多欢喜，尤其是绵绵还和小世子生的一个模样，真是难得的缘分。舒浅月心想，韦皇后喜欢小孩子或许是真，但她留下绵绵的真实目的，怕不仅仅是喜欢，更多的是要以绵绵为质。说是自己这边有什么异动，她心底苦笑，这就是皇室之家，永远抱着对别人的防范之心，怪不得养出像南宫耀这种处处猜忌的性子。不想死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没想到穆王殿下这么快就按捺不住，露出狐狸尾巴了。苏千雪，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但会医术，竟然还懂得驱邪。承蒙夸奖，不过驱邪之术我不会，只是懂一些别人装神弄鬼的玩意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朕人面前不说假话，这阴怀木雕的老虎，想必就是穆王殿下你摆放在那儿的吧？太后娘娘近日梦魇连连，全是拜此物所赐。我在一本奇书上读过关于此物的记载，有木名阴怀，产于海底，质地坚硬似铁，触手凉似寒冰，入水即沉。此物天生有一种异味，不可长久摆放室内。才有人得了一块阴怀木，视我珍宝，爱不释手。着高人匠人雕成一块玉如意，常年放在枕畔把玩。半年后，此人竟得了疯癫之症。穆老殿下，不知我说的这些是否属实呢？说的不错，你倒是博闻强识，连阴怀木这种稀缺之物也略知一二。本王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懂什么驱邪之术，在我父皇面前口口声声说太后中邪被鬼压身，全是故意使诈。鬼神之说本就是虚无缥缈，谁说治病就一定要用医术？再用鬼神之力一样可以药到病除，只要对症下药。看来我的药很对症嘛。你以为你的小把戏能瞒得过谁去？你以为我父皇真信了你的话？你不过是自作聪明罢了。陛下民间万里，阅人无数，我这话糊弄别人可以，怎么可能骗得了陛下呢？陛下不过顺水推舟，没有揭发我罢了。要是穆王殿下如此沉不住气，这么快就露了马脚，你就不怕杀了我，陛下会怀疑到你身上？穆王殿下，你对自己亲祖母都能下这般毒手，你可还有半点人性？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良心不痛吗？啊，我倒是忘了，你的心早就被狗吃了，哪儿来的良心呢？就在这时，南宫琳从外面跳了进来。苏姑娘，你误会了，我三哥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太后的。原来你也知情，之前演得不错，就连我也被你瞒在了鼓里，不愧是兄弟，真是蛇鼠一窝。苏千雪，你能不能分清楚青红皂白在骂人？我三哥要真的是加害太后之人，你以为你还有命活到现在吗？天黑风高杀人夜，你们兄弟二人要动手杀我一个弱女子，岂不正是好时候？你真是不识好歹，白长了一副聪明面孔，实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笨蛋。舒浅月也不生气，眼角却暗中向窗户的方向瞟了瞟，在心底盘算退路。舒浅月正在思忖，南宫耀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你出不去的，慈安宫宫内宫外全被本王清了场，全由本王的黑甲卫重重把守，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当然也飞不出去。舒浅月暗暗懊恼，自己真不该没事躺进这次皇家的浑水里来。可谁能想得到，郭太后的病情后面
居然会是这样的一个阴谋，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是后悔了，苏千雪呀，苏千雪，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这事儿本来和你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起，你为什么非要削尖了脑袋往上凑啊？现在骑虎难下，我看你怎么办？凉拌。这种时候，你居然还有心情说笑啊？难不成让我眼睁睁看着你们侵害太后而装聋作哑吗？你要我们说什么你才信？这事儿根本就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和你一样，也是来这里寻找线索的。三哥他担心你的安危，怕有人暗中对你下毒手，这才让他的黑甲卫把这里控制住。你居然反咬一口，说他是加害太后的人，真是好心没好报。是吗？南宫狗有这么好心？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蠢蛋。三哥，你白费心去救她了，救她也是救了条白眼狼。她现在认准了你是害咱皇祖母的人呢，她不信我的话，你自己解释去吧。会是谁把这东西放在皇祖母的房里？你说会不会是？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南宫耀不知可否。按兵不动，引蛇出洞。那他怎么办？凉拌。听了兄弟两人的对话，舒浅月看得出来，两人不是演双簧。他再一仔细琢磨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饶是他自以为聪明，竟然被别人当成了枪使，成了出头鸟。舒浅月咬咬牙，是他自作聪明，上了别人的当。南宫耀，是我错怪你了，这件事确实是我太过鲁莽，上了别人的当。苏千雪，你这人还真是能屈能伸。谁叫你当时处处针对我，一口一个奸细，怀疑我来历不明？本王说的不是事实，你不是苏千雪，坚持不肯吐露真实身份。若不是看在你救过本王和月儿的份上，你早死在本王手上了。那也未必，不死谁手也未可知。莫王殿下确实武功高强，可我苏千雪也不是吃素的。嘴硬，可是你的手段却远不及你的嘴巴那么厉害。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比起来，你真是太嫩了。舒浅月无言以对，他确实聪明有智谋，但对人心的黑暗一面见识的却远不及南宫耀。舒浅月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南宫耀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心思缜密。他未必信他，处处防他，却也一直护着他。这个男人简直就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他越来越猜不透他的心思了。莫王殿下，我认输，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那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三哥方才说了，按兵不动，引蛇出洞。至于你，我三哥的嘴都磨破了，也拉不住你这头倔驴，硬是把橛子往自己身上套。现在下不来了，还能够怎么办呀？这可不成了一条绳上绑着的蚂蚱，跑不了我们，也蹦不了你呗。我明白了，今晚一切无事发生，你和莫王殿下都从未来过。聪明。虽然我是被人利用了，却替太后解除了病痛的折磨，算起来有功有过。莫王殿下不如就此放我一马。现在说这话不觉得太晚了吗？就算本王能放你一马，你觉得利用你的人会放过你？如果你肯说出真实身份，本王就保你平安无事。算了，我自作自受，由得我自生自灭好了。不是他不想吐露实情，实在是不能说，不敢说。他来京城是为了救绵绵，不是和南宫耀赌气的。或许真相迟早会揭穿，对他而言，能拖一时算一时。你以为这世上有本王查不到的秘密？机会本王给过你了，你却没要。苏千雪，你可别后悔。莫王殿下手下强人无数，我不过是一个区区女子，渺小的像颗沙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查我呢？你就这么闲得无聊，没事可做了，一定要和我过不去吗？没错，本王不弄清楚你的底细，会寝食难安。真没想到，我在你心中位置这么重要。既然这样，不如莫王殿下干脆娶了我吧，把我拴在你裤腰带上，像个小山坠似的天天带着，免得我闹什么幺蛾子，岂不是更好吗？想嫁本王，你也配？哀家昨天睡得极是安稳，没有再发梦魇，想来是沈青山开的药极有疗效。他这些年对哀家尽心尽力，皇帝得替哀家好好的赏赐于他。明安帝微微一笑，皇祖母，孙儿给您请安。向郭太后和明安帝分别请安。皇祖母身体无恙，真乃是大喜之事。不过您好得这样快，儿臣真的要好好谢一个人。哀家已经让你父皇赏赐沈院手了，这次定是他的功劳。沈院手确实有功，但皇祖母昨夜睡得这样安稳，定是因为苏姑娘失针的缘故。哪个苏姑娘？
就是护国公苏胜的长女苏家大小姐苏千雪。苏千雪？怎么会是她？听说她从小身体多弱，是个病秧子药罐子，5年前被送出京城求名医治疗，难不成她回京了？皇祖母这段时间身体抱恙，宫人们怕扰了您静养，故而封锁了外面的消息。这位苏姑娘不但求得名医治好了自身之疾，还习得了绝世医术，已经学成归京了。竟有这等事啊！郭太后大为惊奇，南宫月便把昨日之事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当然，他和明安帝都绝口不提中邪2字。原来这个苏千雪不但让哀家睡了一个安稳觉，更是为哀家守了一夜。这般辛苦，哀家却对此一无所知。苏姑娘可还在？太后未醒的时候，苏姑娘来为您请过了平安脉，现在仍未离开。既然这样，传她来，哀家要见见她。臣女苏千雪拜见太后娘娘。这姑娘，哀家好像在哪里见过。皇帝可觉得她眼熟？居士生的美貌，这天下美貌的姑娘都有几分相似之处。舒浅月心中一动，她的相貌其实就是原主的容貌，只是原主10岁之后被人下了那种负心蛊，自打她生下龙凤胎之后，体内的蛊毒转移到了绵绵身上。苏姑娘生得好相貌，只是这穿戴打扮也太素雅了。小姑娘家的，还是要把自己打扮得鲜亮些好。郭太后转头吩咐方云，去挑几匹鲜亮的料子给苏姑娘，再把哀家放在红木匣子里的那盒子首饰赏她。太后娘娘这是真喜欢苏姑娘啊，那盒首饰就连月熙公主您都没舍得给。瞧你这小家子气，哀家不过是送点首饰你就舍不得。月熙身为公主，要啥没有，哪里看得上哀家这点子东西？方云笑着去了，没一会儿就捧了一只朱漆首饰盒回来，交给舒浅月。臣女不过是尽了一些医史的本分，实在是当不起太后娘娘如此厚赐。长者赐，不可辞。皇祖母这是喜欢你，苏姑娘若是不收，岂不辜负了皇祖母的一番心意？月儿所言极是，多谢太后娘娘厚爱。哀家和这苏丫头呀一见如故，哀家近来颇为寂寞，想常听她说话。这有何难？朕赐他一道玉牌，让他可以随时进宫，陪母后说话便是。多谢陛下赏赐，臣女实在是受宠若惊。苏姑娘及笄了吧？可曾许了人家？回太后娘娘的话，臣女早已及笄，家母曾经为我定过一桩亲事，乃是平南侯府的世子。不过前些日子发生一些意外，已经退亲了。退亲？竟有这等事？平南侯那老糊涂是觉得你配不上他家的儿子吗？臣女确实配不上，因为臣女离京这几年，曾与人私定终身，并有了一个女儿，和穆王府的小世子一般年纪。太后娘娘，臣女的女儿还在皇后娘娘宫里，她性子顽劣，臣女怕会扰了皇后娘娘的清静，想去接她出宫。你那女儿和月儿一般大吗？她叫什么名字？皇祖母，说起这位苏姑娘之女，还有一桩奇事。您老人家万万猜不到，苏姑娘的女儿绵绵生的和三弟的月儿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前几日儿臣在外面遇到了那小姑娘，还以为是月儿，见她遇险便出手相助，本是顺手而为。苏姑娘却特意去了儿臣府上道谢。苏姑娘品德俱佳，旁人的闲杂言语纯属污蔑。她字字句句都在为舒浅月辩白，换了旁人怕是早就感激涕零，换了昨天的舒浅月，就算明知道他这样把他抬到高处另有目的，也会对他生不出敌意。但现在他看来，只觉得这南宫月温和可亲的外表之下，不知包藏着怎样的一颗心，细思极恐。怪不得如南宫耀那样的人物也没占到他的上风。多谢荣王殿下为我美言，感激不尽。这世上真有和月儿生的一模一样的孩子，这倒不可不见。苏云，传哀家的旨意，去皇后宫里将这个叫绵绵的小姑娘接了来，哀家想见见。母后，老三和老六还在外面候着，想见您一面。您为了见别人家的小丫头，倒是把自己的亲孙子忘在了脑后了，这也太厚此薄彼了吧。皇帝陪了哀家这么久，
足见你的孝心。不过政事繁忙，皇帝也该去御书房批阅奏折了。来人，送皇帝出去。明安帝也没生气，起身行了一礼，径自离开。你们皇祖母身体无恙，你们不必在这里守着了。三哥，皇祖母不见咱们走吧，在这里耗着也没什么意思。皇祖母还是和以前一样，眼里只有二哥。我和三哥从来都不受他待见。慎言，儿臣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父皇请自便。昨夜可有收获？他们离开之后，有人就偷偷溜进去，将阴怀木老虎换成了一只紫檀的，二者颜色都呈紫黑色。若是不识得阴怀木之人，绝对分辨不出来。这人本就是太后宫里的人，也确实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只阴怀木老虎，只是他却没有吐露是谁指使，更没有供出南宫月的名字。抓到人就好。以三哥你的手段，就算他是块石头，也能够让他开口说话。到时候咱们有人证有物证，这太子之位定是非你莫属。你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区区太子之位？难道不是吗？我知道你志不在此，我做这一切只不过是自保罢了。三哥，你真的没想过要当太子吗？这太子的位置炙手可热，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都盯在上面，伺机而动。朝中更是因为太子之位悬而未决而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南宫琳知道自己论武力远不及三哥，论处事也不如二哥，故而对这太子之位毫无想法。他和南宫耀是异母同胞，自然希望亲生兄长能够当上太子。我想就好，就怕你不想。只要三哥想要的，我南宫琳就算是拼上了这条命，也要把你扶到那高位之上，绝不容他人染一根手指。奴婢方云给穆王殿下、誉王殿下请安。南宫耀没理他，目光看向南宫月，又看了一眼绵绵。父王，六皇叔，漂亮叔叔。偏心眼子的小丫头，眼里就只有你漂亮叔叔，难道我就不漂亮不好看吗？又漂亮又好看的六皇叔，真乖。他直接从怀里摸出一块暖玉，塞给了绵绵。他得好好收着，别丢了啊。绵绵在蝶谷见过不少好东西，直觉这暖玉一定是个宝。六皇叔，这玉既是个宝贝，一定是你极爱惜的，绵绵不能收了。娘亲教过我，君子不夺他人之好。我不要玉，能不能拿玉换10串冰糖葫芦呀？好，答应你了。六皇叔，你不但生得好看，哪都好。这马屁拍的，惹得方云都跟着嘴角直抽动。太后还在等着要见他们，王爷恕罪，奴婢要带他们先进去了。2个小娃娃全部相干，竟然生的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要不是亲眼见到，哀家绝不能信。太皇祖母，太后娘娘，听说您病了，可绵绵见您红光满面，这可是大好了吗？是我娘亲治好了您，对不对？我娘亲的医术可厉害了，义父常夸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医死人活白骨，我可不是吹牛的。太后娘娘，小世子叫您太皇祖母，您可看上去一点也不老呀。哎呦，这小丫头也太能说了，这丫头生得真是像小仙童下凡一样，小小年纪就是个美人胚子，长大了肯定美得不可方物。哎，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说起来，月儿你成亲也有3年了吧，也该为咱们皇家开枝散叶了，回去和你的王妃多为哀家生几个重孙子。是，孙子回去定会多加努力。你们先下去吧。又对舒浅月道：皇帝赐你的玉牌，可随意进宫，常进宫来陪哀家说说话，带绵绵一起来。舒浅月笑着点头。舒浅月寻思，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动用明安帝赏的那块玉牌。别人觉得是殊荣，是赏赐，在他看来，明明是块烫手的山芋。他这次进宫，差点被当成了出头鸟。同样的事情，他不想再经历第2遍。绵绵，咱们回家。可是我答应过小世子，今天还要继续给他讲故事的。娘亲，咱们回漂亮叔叔家吧，我想见小世子。不行，除非你不要我这个娘亲，想让南宫狗给你当爹。南宫狗是谁？月儿他爹。好想小世子啊！
小世子跟他父王回去之后见不到他，肯定会像他一样失望难过的。是在想怎么偷偷溜走吗？当然不是啊！娘亲，我肚子疼，我要方便。这样，我帮你扎一针，你见识到回府没问题。娘亲，还疼不疼了？不疼了，一点也不疼了。绵绵立刻放弃了挣扎。算了，娘亲的鬼心眼子比他还多，他永远也斗不过娘亲。庞管家，你帮我办件差事。哦，2件。别说2件，就算是20件、200件，小人也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第1件，马车上面有一只箱子，是太后赏赐的东西，你找人送到雅梅轩去。第2件，你派人去一趟穆王府，将小青、小兰接回府来。没问题，包在小人身上。哎呀，雪儿，你终于回来了！好，好，好！你在宫中的所作所为啊，为父已经尽数知晓。你为咱们苏家长了脸，替咱们苏家扬了名，这真是祖宗保佑，咱们苏家兴盛在即呀！苏胜一叠声的赞叹，瞅着舒浅月的眼中满满透着慈爱和骄傲，换了谁见到都会认为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慈父。舒浅月丝毫不为所动，他看向苏胜的眼神仍是淡漠的，极敷衍的点了下头，也没行礼，就继续往前走去。小女昨夜在宫里为太后娘娘侍疾，精力未复，这才有些失礼，让诸位见笑了啊！惭愧，惭愧啊！哪里，令爱能为太后娘娘侍疾，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咱们能见到令爱一面，已经占了不少的福气，知足了，知足了。苏胜却没了和众人逢迎的心思，没应酬几句就匆匆让人送客。啊！天哪！父亲，这是您给女儿准备的嫁妆是不是？是不是？太好了，您的女儿真好！还不快把这丫头拉开，疯疯癫癫的，别让她碰那箱子里的东西，弄坏了太后赏赐的东西，她赔得起吗？庞管家忙让2名丫鬟把苏慧兰从箱子旁边拉开。这是太后娘娘赏赐给你长姐的东西。父亲，你说什么？你说这些东西全是……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哪里及得上你长姐半点？整天就知道找我要嫁妆，一个赔钱货也好意思开口？看看你长姐去了一趟皇宫，就得了太后娘娘这么多的赏赐，都是我的女儿，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又是苏千雪！父亲，你现在眼里只有一个苏千雪，以前你可是最疼我的。谁有出息我就疼谁，你要有本事啊，你也进宫给太后娘娘瞧病，让太后娘娘也赏你一些好东西。说完，他懒得理会苏慧兰，快点给千雪丫头送过去，路上小心一点啊，可千万别磕着碰着，要是有半点损坏，老子打断你们的腿。下人们连声答应，抬着沉香木箱直奔雅梅轩。苏胜搓搓手，又让庞管家开库房。我要去给千雪好好选点东西，咱家里呢虽然没有太后娘娘那里的好东西，不过倒是有几味贵重的药材，千雪擅长医术，把这几味药材给她，她肯定欢喜啊。老爷说的没错，小人记得库房里还有一只美人送仙瓶，精美的很，不如一起送给大小姐。你说御赐的那只美人瓶吗？那只美人瓶乃是御赐的宝贝，他颇有些舍不得，可又一想，一只御赐的瓶子算什么？太后娘娘那箱子里的东西哪样不比美人瓶值钱？要是拿不出手的东西，她的千雪丫头还未必看得上眼呢。哎，好，去找出来，一并啊给千雪送过去。娘亲，你知道那痨病鬼回来了吗？我又不是聋子，他还得了太后的赏赐，一箱子珍稀珠宝，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当真？千真万确，整整一箱子的宝物，可惜爹全都让人送去了那痨病鬼的雅梅轩。你爹这个老糊涂，虽说那箱子东西是痨病鬼得的赏赐，可她是你爹的女儿，住在家里吃咱们的，喝咱们的，他这个人都是咱们家的，他得的东西自然也应该放在公处。就算你爹疼他，给他1样2样也就算了，怎么能一箱子全给了他？太过分了！太后赏赐的好东西，随便拿2样出来给你添嫁妆，定能让平南侯府对你另眼相看。哎呀，你爹简直一点没把你的事放在心上。我找你爹去。等等，娘亲，你不知道
爹还让庞管家开库房，说要拿一些珍贵的药材给那痨病鬼，还说要把那只御赐咱家的美人瓶也给他呢。什么？你爹要是真把美人瓶给了那小贱人，老娘就和他拼了！娘，母亲息怒。渊儿，怎么是你？苏子渊是他的长子，年17，去年中了举人后，便进了京城大儒所办的进士堂攻读诗书，也被下次科举夺魁。算来已经有半年多未曾回家了。渊儿，你瘦了，比半年前离家之时瘦得多了。儿子虽然瘦了些，却也长得高了。母亲，儿子方才在外面听了你们的对话，长姐回来了是吗？母亲不必多说，儿子在学堂之中也曾听闻了一二关于这位长姐的事情。母亲，您这是要去找长姐巡视出气吗？不许叫她长姐，这小贱人恬不知耻，得了太后那么多的赏赐，还把主意打到咱家祖传的御赐之物上来了。我要是不狠狠给她一个教训，以后这个家里谁还把我放在眼里？母亲要是真的去了，以后这个家才没有人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居然和那小贱人一个鼻孔出气！儿子只是说了一个事实。二妹，你都快要嫁人了，以后少在母亲这里嚼别人的舌根，连累了母亲不说，还会给自己惹祸上身。我怎么就嚼舌根了？兄长，你是不是不疼兰儿了？不疼你就不会说这些劝你的话了。兄长是为了你好，你以后是要做平南侯世子妃的人，需要记得谨言慎行。嫁到平南侯府，岂能像在娘家这般说话肆意，行止妄为？兄长，你不在家，你不知道那苏千雪有多可恶。自打她一回来，就搅得咱们府里不得安宁。这些我都知道。兄长，你既然知道，就要为娘和我出气，狠狠教训那个小贱人，痨病鬼。教训他会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不过是出了胸口一口气罢了，得不偿失。母亲，二妹，我想劝你们收敛一下对长姐的敌意，不要与她作对才是。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吃里扒外，我白审了你。儿子听说长姐得了皇上和太后的赏识，穆王殿下也对她另眼相看，还有荣王殿下亲自举荐她为太后瞧病。听说誉王在华岭牧场亲自查验证明了她的清白，就连平南侯府和她退亲后，又巴巴的上赶着要再结这门亲事。这些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徐氏和苏慧兰哪能不知？正是因为知道，才越发胸闷气堵。不用你夸他，我们不是聋子。母亲不必动气，儿子只是说了一个事实。长姐回京时间不长，就已经闹出了这般大的动静。试想，京城之中除了他，还有谁能做到同时和3位王爷都有牵扯？听说就连穆王殿下的小世子都对他亲近得很。这样有能力的人物，若他不是苏千雪，你们会不会上赶着去巴结、去讨好、去结交？你的意思我懂，可我要是忍下这口气，去向那小贱人低头讨好，他以后岂不是要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以后怎么当这个家？儿子不是让您一直忍让，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渊儿，娘就知道你聪明，你一定有法子替我出这口气的，是不是？但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先容儿子计划一下，徐徐图之。现在您应该做的是，长姐得了荣耀回府，您这个做母亲的若是称病闭门不出，岂不落人话柄？你让我去雅梅轩见那小贱人，她一个晚辈，不先给我这个当母亲的请安，倒让我巴巴上赶着去见她，哪有这样的规矩？现在不是讲规矩的时候，母亲要是还想当这个家，就一定要去雅梅轩，不但要去，还要带上一份贵重的礼物。父亲喜欢母亲，是因为你温良恭谨、宽宏大量，配得上一家主母的位置。母亲，您在这个位置坐得久了，怕是连怎么讨父亲的欢心也忘记了吧？父亲都能审时度势，放下身段去讨好自己的女儿，母亲，您却看不清情势，处处和他作对。长此以往，你身下这个位置还能坐得稳吗？你说的对，渊儿、兰儿，你们随我一起去雅梅轩看望你们长姐。你想要嫁得风风光光，就给我乖乖听话，收起你这副丧气脸，要笑。3人一起去了雅梅轩，半路上却遇到了兴冲冲的苏胜。孩儿给父亲请安。哎呦，渊儿，学院这是放假了吗？你是何时回来的呀？怎么竟不让人通知为父呢？学院未曾放假，只是孩儿听得家里出了喜事，便向院长告假3日，想回来沾沾长姐的喜气。没想到孩儿回来的这般巧，
孩儿前脚刚到家，就听说长姐也回来了，孩儿便想随母亲和二妹一起去雅梅轩探望长姐。月儿不愧是读书人呐，这读的书多就是懂事啊。老爷说的极是，妾身也是听说千雪回来，想着她为太后娘娘事极辛苦，特意带了渊儿和兰儿前去探望。妾身还准备了一匹布料给千雪裁制新衣。老爷看这块布料可好？料子不错，难得你有这份心了。之前妾身对千雪有些偏见，如今她做出这等光耀门楣之事，妾身疼她还来不及。老爷放心啊，在妾身心里，千雪和兰儿是手心手背的肉，妾身会一样的疼爱。那便好。家里有一件大事，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要派人去找你回来了。是什么事？你那个爹瞒着你，给你定下了一门亲。他定的亲事与我无关，我的婚事我做主，除了我自己，谁也不能决定我的未来。说得好，有志气。你这丫头的性格特别像你祖父国公爷，可惜你那个爹没继承你祖父的半点风骨，一味只知道溜须拍马卖女求荣，半点真本事也没有，永远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你猜猜他给你定的亲事是哪一家？我猜不到。就是平南侯府的小侯爷。是他？平南侯不是已经和咱退亲了吗？这就是你爹聪明的地方了。也不知道那平南侯吃错了什么药，按理说咱们两家已经退了亲事，你又打断了他那儿子的腿。他是个锱铢必较之人，心眼狭小，有恩未必报，有仇却永不忘。经过此事，咱家在他眼里就算不是仇人，也该老死不相往来才是。谁也想不到平南侯夫人竟然亲自来咱家，表达了想要重新缔结姻亲之事，说的冠冕堂皇，说是为了感念你治好了他儿子的腿。可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你那个趋炎附势的爹一口答应下来，双方很快就交换了跟帖，算了八字，过了3书3礼，这门亲事算是板上钉钉的了。随他的便，反正我不嫁。放心，不需要你嫁。你都想不到你爹干的那叫一个啥事。他交给平南侯的八字不是你的，而是慧兰的。也就是说，要嫁给平南侯小侯爷的是苏慧兰，不是你苏千雪。说到此事，苏老夫人心情颇为复杂。平南侯府是门人人羡慕的好亲事，之前他也曾为千雪有这样一门显赫的亲事而觉得高兴，希望这孙女嫁过去之后再不受人欺凌，可以过上扬眉吐气的好日子。但后来他才发现，这平南侯府并不是什么好人家。小侯爷段玉涛年少气盛，嚣张跋扈，脾气暴躁，这也罢了，平南侯段成庸才真真正正是狐狸到极点的老狐狸。还有平南侯夫人，有那样刁钻刻薄的一个婆婆，千雪要是嫁过去了，真的能过上好日子，她可舍不得自己从小就受苦的亲孙女嫁进火坑。祖母，这件事情我知道了。那你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你的意思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就当毫不知情好了。祖母，你也把心放宽了，他们既然把这件事情瞒得紧，连你也不让知晓，那你也就装聋作哑好了。咱们继续过自己的日子，随他们折腾去。可是纸包不住火，眼瞅着这婚期在即，事情一旦败露，那平南侯发现嫁过去的人不是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平南侯可不是好惹的人物，你爹做出这种事欺瞒于他，他如何能够吃这样的亏？千雪，我是担心平南侯会以势压人，到时候你可该怎么办啊？平南侯府势大，早就衰败不堪的护国公府，就好像风雨中的一间茅屋，既无法为孙女遮风雨，也没办法挡雨。她一个老太婆，就算有心想护住孙女，也是有心无力。上一世的舒浅月
独立自主，早就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万事都不依赖于旁人。穿越之后也是孤身漂泊惯了的，苏宅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寄居之地。等他完成苏千雪的心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这里。祖母，别担心，我会保护好我自己。你个丫头能怎么保护自己？这年头还是要找个靠山的好。穆王殿下虽说传扬在外的名声有些不好，但我也只听说他严肃冷厉，并没有做出什么品德不端的事，人品还算不错。他上一任王妃去世已经5年，只留有一子。这5年来，他洁身自好，并没有在女色上招惹半点是非。祖母，你莫非不知道穆王府里住着他的王妃的亲妹妹，而且一住5年，近水楼台，孤男寡女，这哪里叫没招惹是非啊？我找人特意细细查过，那苏妙雪是他王妃的亲妹子，住在他府里也只是为了替王姐照料侄儿，两人之间清清白白。那苏妙雪至今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想想，若是穆王对她有意，她哪里还会保住清白？可穆王殿下却真是个柳下惠，有这样的美人主动投怀送抱，他都能毫不动心，这样的男人可信可靠。我觉得穆王殿下对你和那苏妙雪是不一样的，你若是能得了穆王殿下这个靠山。苏老夫人含义满满的眼神期待地看着他。舒浅月懂。祖母，您是怎么知道那苏妙雪还是清白的？我自有办法。是什么办法？你个丫头打听这么多做什么？祖母，南宫耀手下能人众多，你千万不要派人去刺探他的消息，他这人小心眼的很，一旦被他发现。傻丫头啊，祖母年纪大了，还没老糊涂。我知道你是为祖母担心，不过我打听消息的来源并非穆王府，而是安远侯府。安远侯府？这是原主的娘家。原来他花钱买通了安远侯夫人身边的一名嬷嬷，得到的消息就因为舒妙雪在穆王府住了5年多，还是清白之身，安远侯夫人气得不轻。每次舒妙雪回娘家都要被母亲狠狠地责骂一顿，骂完了再给女儿出主意，只是她想出来的法子在南宫耀面前也全都碰了壁。听说这次苏妙雪回娘家，安远侯府给了她一大笔银子，母女2人密议很久。离开的时候，舒妙雪是喜气洋洋的，显得很有把握。不知道这对母女又要弄什么幺蛾子。但穆王那个人可以称得上铁石心肠，他要是看不上眼的，任他捅破了天也没用。我觉得他们母女的心思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祖母英明。哎呀，千雪啊，你终于回来了。父亲，长姐有礼，小弟子渊拜见长姐。你是子渊，数年不见，竟不识得了。小弟也几乎不认得长姐了。长姐病愈回家，小弟也是才得知消息，这就立刻从书院赶回来相见，还望长姐勿怪事情。都是自家人，有什么怪罪的？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迟见早见也没什么要紧的。苏子渊见貌变色，看出母亲脸色不怎么好看。父亲母亲，长姐累了，咱们还是先告辞，让长姐休息吧。你们先走，我还有话要和千雪说。徐氏打鼻子冷哼一声，起身就走。苏慧兰紧跟其后。苏子渊临走前深深看了舒浅月一眼，这才笑着转身离开。千雪啊，这是为父特意为你挑选的礼物，你看着可还喜欢？你这里哪都好，就是摆设太少了，应该呢多添几件装饰才是。父亲说的不错，这只瓶子也很好，只不过我记得母亲的嫁妆里面还有一只紫貂玉壶春瓶，价值不在这只美人瓶之下，却不知那只玉壶瓶现在何处。这个，他当然知道苏夫人的嫁妆在哪里。苏夫人家世不凡，苏胜犹记得迎亲之时，苏夫人那丰厚的嫁妆惊掉了多少人的眼珠，她更是成了人人羡慕的幸运之儿。为此，她很是洋洋得意了许久。只是后来苏夫人娘家败落，全都被贬至原籍居住，
永世不得入京城。苏胜想借着岳家青云直上的美梦破碎，就连苏夫人那丰厚无比的嫁妆都无法抚慰他受伤的心灵。他对苏夫人的态度更是急转直下，一个不能给他仕途上有半点注意的女人，要他何用？苏夫人难产而亡，苏胜反而大大的松了口气。他苏胜这般人才，死了正室夫人，正好再借此攀一门好亲事。只是苏胜想不到，他薄情寡恩的名声已经传扬了出去，那些高门贵胄之家无一人肯把女儿嫁他续弦。苏胜迫不得已，只能将徐姨娘扶了正。舒浅月口中的那只子定玉壶春瓶，就因为徐氏开口一句喜欢，他就毫不犹豫地送了出去。那个年深日久，这为父也记不清楚了带我回去想想，好好的想一想，一定能够想得起来的。父亲记不清了，我倒是记得这只紫定春瓶的下落，不只是这只瓶子，还有我母亲嫁妆上的另外一些东西。他将一卷账册抛在苏胜面前。这是什么？我娘亲留下的嫁妆名册，上面有一大半的东西都被人用墨笔涂掉了。请问父亲，这些被勾掉的嫁妆去了哪儿？父亲是不是也记不清楚了？确实记不清了。没关系，父亲忘了便忘了，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是啊，都怪为父老了，这记性不行了。听说父亲给我定了一门亲事？没有的事啊。消息是从平南侯府传出来的。千雪你放心，为父不会给你胡乱配亲的。和平南侯府这门亲事定的是你妹妹慧兰已经交换了3书6礼，就等着定下吉期。平南侯呢便会迎娶你的妹妹过门了，这是咱家的大喜事我原本也没想瞒着你，你知道了也好。怎么我听说的却不是这样？小侯爷亲口和我说，他要娶的人是我，不是苏慧兰。什么？你全都知道了？为父说的是真话呀！这事到如今呢，我也不瞒你了。平南侯夫人确实是亲自登门说要向你求亲，不过呢，我想着你也不喜欢那小侯爷段玉涛，这强扭的瓜他也不甜嘛。我怎么能够委屈我的好女儿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呢？但是平南侯这门好亲事为父也实在是不想错过。这思前想后为父就想了个李代桃僵之计，把你妹妹的八字跟帖就给了那平南侯夫人。故而平南侯府以为定的是你，其实这嫁过去的是你的二妹慧兰。千雪，你不会生为父的气吧？父亲拿我的名声如此糟蹋，若是苏慧兰嫁过去之后，对方发现真相，以后我还怎么做人？父亲可有为我想过？这个，为父确实考虑欠妥。只是千雪这门亲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再不容反悔了。你能不能看在为父的面子上，别把这件事宣扬出去让你二妹顺顺利利的嫁到平南侯府呢？你的面子值多少钱？有我的名声重要？想要我隐瞒此事也不是不行，但我有一个条件。行，我答应。别说一个条件，就算是10个条件，为父也全都答应父亲别答应得太快，这个条件可不那么容易办的。这世上还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为父的事儿，你只管说。我母亲嫁妆的账册上所缺失的东西，我要一样不少的全拿回来，少一样我也不答应。这条件就这一个，父亲尽可以慢慢考虑。若是到二妹出嫁之日，嫁妆还没齐全的话，可休怪我把父亲做的事情宣扬的满城皆知，到时候也不知父亲的面子重要，还是我娘亲的嫁妆更重要。那丫头逼我把她娘亲的嫁妆拿出来，要不然就把这件事给捅出去。你帮我想个法子，怎么才能够两全其美呢？难？废话不难，我找你干什么呀？养你那么多年，你连个主意也不能出，要你何用在老爷心里，是金钱事务重要，还是名誉权位重要？又是废话，当然名誉权位更重要了。有了名誉权位，金银珠宝还不是滚滚而来吗？老爷心里既然很清楚，那方才的问题也就不难了，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千雪她娘的嫁妆还给她，让她保住这个秘密，让慧兰顺顺利利的嫁进平南侯府吗？
小人没什么意思，这是老爷心里的想法。老爷有了官爵地位，区一些嫁妆算得了什么？哎呀，对，哎呦，我竟是糊涂了。那些嫁妆本来就是千雪他娘留给他的东西，早就该物归原主了。只是以前他年纪小，用不到这些，我和夫人啊，这才帮他保管了这么些年。现在千雪也大了，也该把他娘亲的东西啊都还给他了。你个没眼力见的，还不快点去雅梅轩啊！老爷去做什么？把千雪他娘留给他的嫁妆名册拿过来啊！我一样一样的给他全部补齐，这一样也不能够漏嘛。等庞管家离开之后，苏胜忍不住自言自语：老子还真是犯了糊涂呀！千雪这丫头现在可是一只炙手可热的金蛋呐，这万万得罪不得。她娘亲的嫁妆算什么呀？平南侯的亲事又算什么？有了这只金蛋，还怕引不来金凤凰啊？都怪你，非要我去见那贱丫头，结果那贱丫头正眼也不瞧我这个当母亲的，还白白送出去一匹好料子，投机不成18米。娘亲何必在意一点蝇头小利，区一匹料子而已。待二妹嫁到平南侯府，要什么样的好料子没有？这件事儿若是没有长姐成全，母亲和二妹真以为这门亲事会顺遂？这话何意？兰儿的婚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有本事左右得了平南侯府不成？母亲莫非忘了，平南侯府那边以为嫁过去的人是长姐？徐氏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这些时间为女儿的嫁妆一事忙得头昏脑胀，一门心思只想着女儿嫁过去之后该是何等的富贵荣华，早就把苏千雪这个眼中钉忘到了千里之外。小贱人要是敢坏了兰儿的婚事，老娘饶不了他。兰儿已经和小侯爷换了跟帖，这门亲事断不会更改。小贱人要是知道他的亲事被兰儿抢了，他会怎样？舒子渊向来善于揣测人心，可他却感觉他这位长姐是一个怎么也猜不透的谜。直觉告诉他，这位长姐的逆鳞触不得，否则后果难料。母亲，苏子渊刚一开口，伴随着苏胜的哈哈大笑声，他推开房门，大步跨了进来。老爷，为何如此欢喜？老爷，这是什么？这是千雪她娘留下来的嫁妆名册，上面有许多东西都缺失了，你把缺失的东西全部补足，一样也不许少。不可能，这是多少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老爷怎么又翻出这笔旧账？是千雪那丫头向老爷讨要嫁妆了，是不是？她哪来的脸开这个口？这本来就是她娘亲的东西，她开口讨要有何不可呀？徐氏险些破口大骂，苏子渊连连给他使眼色，徐氏才强自压下怒火。当年的事，老爷莫不是忘了？家中匮乏，才不得已挪用了一些千雪娘亲的嫁妆，有些已经换成了银子。过了这么多年，哪里还能凑得齐啊？千雪若是缺银子使用，妾身这里还有200两的私房，可让人送去给她花用。娘，女儿现在备嫁妆正需要银子，你有私房银子，为何不给女儿置办嫁妆，却要送给那牢，送给长姐花用？谁是你亲生的呀？爹，你来评评理，娘亲是不是不疼我了？哎，你的嫁妆算什么大事啊？让你长姐高兴，这才是咱们家顶顶重要的大事呢。那我便说得明白一些，千雪已经知道了慧兰替她出嫁一事，她答应不声张此事，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把她娘亲留给她的嫁妆一样不少的全数补齐，只要少一样，她就把这事儿啊宣扬的京城里尽人皆知。到时候平南侯必然是大怒退亲，咱们得罪了平南侯不说，这还毁了兰儿的名声。当然我的名声啊也不剩些什么了，怕是还会影响渊儿的功名。这鸡飞蛋打什么也不剩，想要维持现状，就要用她娘亲的嫁妆封住她的嘴。这丫头一定是疯了，她竟敢要挟老爷你，她这逆女啊，眼里还有老爷你这个当爹的吗？他得了陛下和皇上的赏识，又有穆王殿下撑腰，这就是他不把我这当老子的放在眼里的底气。
但那又如何？只要他能够光耀我苏家的门楣，我受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云儿啊，我告诉你，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要能伸能屈，这才是为父要教你的道理。光懂得这道理不难，要做到却是并不易呀。时间过去这么久，好多东西都变卖了，一时之间哪里凑得齐啊？千雪，这不是为难人吗？能凑多少凑多少，你拿去的那些珍宝古玩字画总不会全都卖了吧？还有千雪她娘亲留下来的田产店铺应该也都还在，这其中的收益啊，你全握在手里，吃了这么多年的红利，也该知足了。老爷，我哪里有什么田产店铺啊？哎，行了，明人面前啊，不说暗话。夫妻多年，你以为能够瞒得过我吗？以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代表我在这个家里就是瞎子、聋子。玉娘啊，做人要知足，更要给人留有余地呀。这兔子逼急了，还要咬人的呢。父亲说的是，娘亲要是真的拿了长姐的嫁妆，就该还给长姐。父亲放心，这件事包在儿子身上，保证会办得妥妥当当，绝不会误了二妹的婚事，更不会影响父亲的名声。还是云儿懂事啊。行，你母亲呢，可能一时之间是想不通的，你劝劝她。为父啊，还有事情要办，那就先走了。渊儿，你帮娘想想法子。你聪明，读的书多，你一定有好法子的，是不是？为今之计就是听父亲的话，把长姐的嫁妆一件不少的全都归还于她。你们都向着那贱丫头来逼我。儿子是为了咱们这个家，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母亲请想，若是不还嫁妆，长姐把这事儿闹得尽人皆知，到那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长姐名声早就毁了，她不在乎名声，可父亲不能不在乎，您不能不在乎，兰儿也不能不在乎，就连孩儿也不能不在乎。儿子寒窗苦读这么多年，眼看秋闱在即，若是咱们府里闹出丑闻，平南侯府第一个不会放过咱们。你以为儿子还能顺顺利利的考取功名吗？就真的一点别的法子也没有了吗？娘亲攒下这些家底不容易啊，一旦还了那贱丫头兰儿的嫁妆和你娶亲的聘礼该怎么办？娘亲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你们，要是那贱丫头神不知鬼不觉的死了，娘亲慎言，小心祸从口出。我要她死，听清楚了吗？你有没有什么法子让那贱人永远消失？母亲，为何一定要她死？她活着远比死了对咱家的好处更多，凡事要权衡利弊。我累了，你出去吧。母亲，出去。看着面目狰狞的徐氏，苏子渊只好无奈离开。徐氏等他走后，叫来自己的亲父，秘密耳语许久。您想说什么？小姐今天找老爷要嫁妆，老奴觉得老爷现在一心想巴结您，那被纳入府里的嫁妆还还给您不成问题，难就难在徐氏那里，他可是个见了兔子都不撒阴的主，吃到肚子里这么多年的肉，让他吐出来难。这事儿由不得他。大小姐还是不了解徐氏这个女人，把她逼急了，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年大小姐您是怎么离开的京城？老奴当时被徐氏给支到了乡下庄子里，等老奴回来的时候，大小姐您已经不在了。幸好您平安无事回来，否则老奴死了都没颜面去见我家小姐。嬷嬷放心，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任大欺凌的苏千雪。老奴觉得大小姐你好像变了个人。或许当真是变了。你给我用了毒粉。剩下僵尸粉，中了之后12个时辰之内会面无表情，除此之外对你没任何害处。哼，谁叫你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最讨厌被人掐脖子，你下次再掐我一次，你信不信我直接毒死你啊？蓝公药，你是吃饱了撑的，大半夜跑到我这儿来发疯，气势汹汹还理直气壮，谁给你的勇气啊？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动手？
你说谁无情无义、没心没肺？我又没招惹你，你说这话岂不是可笑？活像被我抛弃了一样。南宫耀，你不会爱上我了吧？南宫耀木着张脸，他已经试着运气，发现确实没有中毒，只有脸部肌肤没有了知觉。看样子这女人说的是实话。你配？是我不配，但请问穆王殿下，既然我不配，你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一副被人抛弃的模样来，对我死缠烂打的？我不过一个晚上没去穆王府，你也不至于追杀我吧？喂，南宫耀，你和郭太后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全部知情，我也不想掺和。她不见你肯定有原因，我可没在太后面前说你坏话。你要不信，尽可以去查。你以为是因为太后？不是太后还能是什么？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自己想。很抱歉，想不到。如果不能全始全终，你为何要招惹他？我招惹谁了？月儿。月儿她怎么了？她生病了，受伤了，还是被北皇傲掳走了？你说话呀！我只是给你下了僵尸粉，又不是哑巴粉。猫哭耗子。我不是猫，月儿也不是耗子。南宫耀，你会不会说人话？你要是不会说，我就把你变成哑巴。你干什么？南宫耀一伸手攥住他的右臂，如铁钳般的手指牢牢握住他的穴道，他竟然动弹不得。我要去看我的月儿，你放开！谁准你见他的？南宫耀那张俊美如雕塑般的脸上没有半分表情，他用力一甩，他身不由己地连退数步才站稳身体。以后再不许你见月儿，月儿是本王的儿子，本王不准任何人伤害他。我没有伤害过月儿，从来没有，以前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你已经伤害他了，月儿等你却迟迟不见你的身影，你心里可有半点他的存在？你心里只有你的小丫头，只有你在意的东西。你要是在乎月儿，会不理他的感受。他不吃不喝带你出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这里陪着你的小丫头吃香的喝辣的。他等你等得不肯睡觉，困得站不住还强撑着不肯上床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这里抱着你女儿睡得好不香甜，你还敢说你没有伤害月儿？是我的错，我一时考虑不周，确实忽略了月儿的感受。南宫耀，我跟你去见月儿，我亲口向她道歉，好不好？哼，不需要，本王的儿子不需要别人的怜悯。这不是怜悯，是我真心喜爱月儿，的确是我做错了，向孩子认错不丢脸。为了表示诚意，这是僵尸粉的解药，你吃了吧。说，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是你的敌人。你那个野男人是怎么死的？什么野男人？你才有野男人呢。绵绵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你问他呀。病死的。什么病？脏病。脏病是什么病？脏病就是花柳病，棉花素柳惹上的祸，俗称梅毒。舒浅月信口就来，他将一盆脏水眼都不眨地扣在南宫耀的头上，见他毫不知情的模样，心底暗暗好笑。他从哪里染上的脏病？勾栏院吧，我哪知道啊。穆敖殿下，你打听这些陈这么烂谷子的事儿做什么？你对我的事情就这么好奇？一日不弄清你的来历，本王就一刻无法安心。真想不到我一个小女子，竟然让穆敖殿下如此牵肠挂肚。你的来历究竟有何不可告人之处？其实那一晚他们算是棋逢对手，谁也没占了谁的便宜，可对狗男人来说却是奇耻大辱。舒浅月告诉自己，马甲绝对不能掉，掉马甲等于掉脑袋，就算不掉脑袋，南宫耀一旦得知绵绵也是他的女儿，绝对会把绵绵从他身边抢走。穆敖殿下不会是打算娶我过门吧？为何总是追问我的来历？要是你不打算娶，以后就少打听我的事儿。听到娶字，南宫耀眼底明显增加了几分厌恶。你和那个野男人成亲了，拜过天地？当然没有。那他就是你的野男人？随你怎么说，你真的不吃解药？少转移话题，继续说你野男人的事儿。一个入土好几年的死鬼，提他干什么？南宫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本王也想知道他是否是个瞎子，竟能看得上你这种女人。我是哪种女人啊？像我这样的女人，你以为是人想娶就能娶得到的吗？本姑娘要颜有颜，要钱有钱，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一手医术出神入化，让人死就死，让人生就生。想娶本姑娘的花轿，能从城东排到城南，绕京城一整圈。我信走着瞧，像你这种又丑又瞎、嘴巴又臭的老官夫，才没人看得上。你就继续做一辈子老官夫，
糊涂猪老吧，老官夫。你说谁是老官夫？难道你不是？你年纪比我大那么多，你不老？你老婆死了好多年了，你不是官夫，叫你老官夫一点也没错。南宫耀恶狠狠地瞪着他，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说起我那个野男人，也的确是个瞎子，不但是个瞎子，还是个傻子。除了一张脸长得好看，简直一无是处。脾气差，心眼小，霸道野蛮，有眼无珠。和他睡完了，明明两个人都不吃亏，他偏一副苦大仇深的架势找我讨要赔偿，像我欠他几百万银子没还一样。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给休了。你休了他？你听错了，我说的是我让他一纸休书给休了。方才你明明不是这么说的。你一定听错了，我就是被他给休了。野男人在外面找了野女人，就把我休了。他要是不休了我非毒死他不可。你若是毒死他，就犯了杀人之罪，要以命相偿。我就是打个比方，又不是真的毒死他。喂，南宫耀，再说下去天就要亮了，你到底还想不想让我去探望月儿？解药。舒浅月把药丸放在他掌心，将药丸丢进嘴里咽了下去。没一会儿功夫，他就觉得脸上僵硬的肌肤恢复了知觉。走。南宫耀，你干嘛点我穴道？南宫耀沉默地看了他一眼，走过去将他一把扛在肩上。等等，你不会就这么把我扛到穆王府吧？我不放心绵绵自己在这儿，小青小兰被你扣下了，林婶自己怕是应付不了这府里的豺狼虎豹，我要把绵绵一起带走。福九会带着他一起离开。谁？本王。看什么？没看什么。回穆王殿下，咱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你们都是瞎的，看不见本王扛着个女人？看见了。你们看清楚了，这女人是谁？南宫耀将舒浅月的下巴一抬，火光照耀下，她清丽如画的面庞清清楚楚地展露在士兵们的眼前。士兵们都看呆了，可又一想，这可是穆王殿下的女人，他们要是再多看一眼，怕是连眼珠子也保不住了。但不看又不行，这是穆王殿下的命令。士兵们的眼珠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转了，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舒浅月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么尴尬的场面。你们记住她这张脸，她就是镇国公苏胜的大小姐苏千雪，记住了吗？记住了。士兵们满头雾水，却齐声应道。南宫耀再不说话，飞身而起，跃上旁边的屋顶，有如夜神般一阵风的远去。过来让你看看。看什么？你这是看上哪家的姑娘了？三哥，你这样对待人家姑娘，就不怕吓坏了人家？吓不坏，她胆子大得很。是吗？原来三哥你喜欢胆大的姑娘啊！这要是早知道三哥你好这口，小弟哪舍得让三哥你孤枕独眠这么多年呢？南宫离摸摸下巴，饶有兴致的目光打量着那腰细的姑娘，越看越发现，这姑娘不只是腰细肤白，腿也长，就是不知长得咋样。三哥，你就让我见见嫂子长啥样呗。什么嫂子？不许胡说，看清楚。苏千雪，三哥，你这是来真的？你真的看上她了？胡说八道！月儿身体不适，本王带她去给月儿瞧病。三哥，我没听错吧？你要带她去给月儿瞧病？没错。那这里好像是我的誉王府，这不是你的穆王府。三哥，你莫不是天黑走错地方了，认错了府门？没走错。南宫耀定定看了南宫离一眼，转身就走。他说走就走，来去如风。等南宫离回过神来，他早走的连人影都看不见了。三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清楚啊！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里来发什么疯啊？喂，你别跑，你陪我大门啊！这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老子也去踹你家门板去。王爷，您要不要收拾一下再去？要，当然要。要是不好好睡觉，王爷又要为你担心了。月儿，你要做个听话的好孩子，王爷才会喜欢你，是不是？你没发现吗？王爷好像很喜欢绵绵，快要超过小世子你了。我和父王都喜欢绵绵，这关你什么事？要是王爷喜欢绵绵超过喜欢你，你怎么办？那不是很好吗？我也喜欢绵绵超过喜欢父王，我更喜欢娘亲，远远超过喜欢你。不对，我一点也不喜欢你，我只喜欢娘亲一个人。月儿，我是你亲姨母，
那苏千雪不过是一个外人，你这样说，姨母会很伤心的。你才是外人，这里是我父王的地方，你出去，出去！都是姨母不好，我不要你管，你走，你马上走！发生了何事？王爷，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谁让你来这儿的？滚！来人，把他拖出去！以后他要是再敢踏入本王院子半步，就剁去双足喂狗！黑甲卫立刻上前抓住舒妙雪，往外就走。侍卫们全都退下，只有福九悄悄上前，将仍熟睡未醒的绵绵轻轻放在榻上，然后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南宫耀看了一眼舒浅月，你带月儿睡吧，天亮了，本王就让人送你回去。回哪儿？苏宅。这男人大费周章地把他从苏宅掳了出来，扛着他绕了半个京城，才回到穆王府。天一亮，又准备把他再送回去。这葫芦里卖的是哪门子药？绵绵小丫头睡得没心没肺，南宫月也在她柔柔的讲故事声中渐入梦乡。一对粉雕玉琢的小娃娃躺在她身边，舒浅月却舍不得闭上眼睛，看着这个，看看那个，心中柔肠百结。她知道，现在和儿子相处的这段经历，将是她生命里最宝贵的一部分。说是南宫耀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别说和月儿相见，怕是连绵绵也要被南宫狗从她身边夺走。苏姑娘，你醒了。我姓房，是穆王殿下的乳母，现在宫里做事，你就叫我房嬷嬷吧。房嬷嬷，我家绵绵和小世子呢？苏姑娘不必担心啊，小世子和绵绵小小姐好着呢，两人早就醒了。穆王殿下担心他们扰了你休息，就让我把他们带出去玩了。两人玩得累了，方才刚用完了午膳，现在正在王爷的书房里听王爷讲故事呢。午时了，我就睡了这么久，在南宫狗的地方。苏姑娘也饿了吧？请盥洗之后用膳吧。本王的人找到了北皇坳的落脚之地，你和本王一起去。我？你是说让我和你去捉拿北皇坳？事不宜迟，现在就走。哎，等等，我没听错吧？你要带我去捉拿北皇坳？去还是不去？去，现在就走。带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多越好。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这每一件都是宝贝，千金难买，你不识货就不要乱讲。舒浅月不服气地白他一眼，但他还是带了10几样暗器在身边，什么摄魂铃、暴雨梨花针、僵尸粉、软金伞、烟雾弹等等等等，名字平平无奇，可经过他的改良之后，每一种都有奇效。南宫耀见他双手空空，腰肢细弱，眉头一皱：你的东西呢？都带了呀。暗器就是要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兵法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就是那个虚。你还懂兵法？我懂的东西多着呢，你这辈子拍马也追不上。咱们去追拿北皇坳了，绵绵和月儿怎么办？万一再有刺客？不会，本王已经安排妥当，福九和黑甲卫就在外面，你这里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就走吧，不过我要先和绵绵月儿道个别，娘亲要和南宫耀出去抓过坏人，你们乖乖在这儿等我回来，好不好？抓坏人？娘亲，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抓坏人。我也是，坏人很凶恶，本事也很大，身边还有好多帮手，娘亲都不一定可以打得过，你们去了就更危险了。很危险吗？越是危险，月儿就越是要保护娘亲。娘亲，你带我一起去，我会帮你打跑坏人的。我和父王学的本事正好可以用上。娘亲，带我们一起去嘛，一起去嘛！一个也不许去。福九，看好他们，少了一根头发，回来后本王唯你是问。是。穆王殿下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苏姑娘，咱们又见面了。是啊，几日不见，北陵太子风采更胜往昔，比上次见面之时要光彩多了。苏姑娘蕙质兰心，本太子没有想到，不但身手好，竟然还精通阵法。精通谈不上，只是略知一二罢了。更何况这伏羲八卦阵毫无变化，只能用来唬一下门外汉。哦，原来你还是位行家，倒是要多多请教了。好说好说。两人谈笑自若，就像一见如故的朋友般。
相谈甚欢，倒是把南宫耀冷在一旁。南宫耀冷眼旁观，见舒浅月和北皇傲打着讥讽的说话，心下已经不再怀疑他是北陵国的探子，只是暗自琢磨，要不要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将北皇傲拿下。穆王殿下一直不说话，是不是在想要将我拿为人质呢？我劝穆王殿下还是别轻举妄动，否则你会后悔莫及的。南宫耀冷哼一声，他知道北皇傲这人向来机敏谨慎，心细如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这一点和他截然相反。这是我北陵国皇宫特产的美酒，寻常人喝不到，两位请尝尝，这酒味道如何？南宫耀看都不看，舒浅月却微微一笑，接了过来。他先是抿了一口，入口芳香如醉，甜汁似蜜，不由赞道：好酒，不像是酒，更像是蜜。没错，这酒名便是蜜酒，乃是用果蜜所酿。苏姑娘若是喜欢，不妨多喝上几杯。北皇傲给他倒酒，他来者不拒，一口气喝了好几杯。不许再喝了。穆王殿下，你也喝上一杯，这酒确实极美的美味，喝了对你大有好处。可惜南宫耀却听不懂他话里的暗示，他将酒杯往地下一掷。可惜，既然穆王殿下如此的不给面子啊，那我也只好得罪了。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想请穆王殿下换个地方待上一会儿。北皇傲站在那里，手不动，脚未抬，谈笑之间已经发动了机关，谁也没看清他是如何做到的。找出路呀，待着做什么？难不成想在这里等死啊？为什么要救我？没有为什么，想救就救，哪来那么多理由？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他死。但如果这陷阱的下面不是平地，而是刀山火海呢？他势必会跟着他一起丢了性命。若是他死了，绵绵和月儿怎么办？他怎么会这样傻？舒浅月早就悔得肠子都青了，偏南宫耀还和狗一样追问不休。穆王殿下，不会是感动了吧？怎么要对我以身相许，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反客为主的挑起他的下巴，摸了一把。看在你这张脸生得还不错的份上，我或许会考虑一下。没想到南宫耀动也没动，任由他的手指在他脸颊上轻抚。这狗男人这是怎么了？这男人怎么像只温顺的猫，半点也不炸毛，任由自己随便撸，还一副很享受的模样。继续。什么继续？继续。这是让自己继续摸他的脸。舒浅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冷酷无情、对女人避如蛇蝎的南宫耀之口。你中招了！舒浅月猛然想起新婚的那个晚上，他和他同时中招后，他就露出过这种吃人般的眼神。没想到事隔6年，他居然再次中招。南宫耀，你放开我！南宫耀，你醒醒，你中药了！南宫耀，你不是最讨厌女人吗？你看看，我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南宫耀现在完全凭本能行事，他的双臂被他紧紧固住，情急之下，他意图撞向他的下巴。他右足反踢，正中南宫耀的腰眼，南宫耀却准确无误地向他扑了过来，比猎豹还要敏捷，将他一下子扑倒在地。两人在地上扭打翻滚，用的全是贴身劲薄的擒拿手。这擒拿手分筋错骨，一旦被抓实了，就有筋折骨裂的危险。狗男人，南宫狗！南宫耀一动不动，鼻中喷出的气息似乎带着某种花的气味。这情形和6年前的新婚之夜何其相似，唯一不同的就是当年他也中了醉红尘，而现在的他却是清醒理智的。啊，原来如此。舒浅月角眉思索，茅塞顿开。他和南宫耀这一路行来几乎没有分开过，但他为什么才好端端的，南宫耀却中了这奇怪的毒？关键区别就在于城堡外面所种的那一大片晚来香。但他和南宫耀同时吸了花香，他还提醒过南宫耀这香气有益，南宫耀并没放在心上，他也察觉体内没什么异样，就不甚在意。后来见到北皇傲，他连喝了好几杯北陵国秘制的蜜酒，而南宫耀却滴酒未沾。结果他没事，南宫耀却毒性发作。那蜜酒竟然是晚来香花毒的解药，真是有心机。
舒浅月想通之后，对北皇傲的这番心机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和6年前他们同时中了醉红尘不同，当时他刚穿越过来，就发现自己身中醉红尘这种烈性奇药。这药并非无药可解，但他当时手边没药，也没工具，只能把南宫药当成解药来用了。同样，他也是他的解药，两人谁也没吃亏。舒浅月有时候想到，甚至还庆幸自己和他有了那样的一次交集，否则他也不会有绵绵和月儿这样一双可爱的儿女。要是旁人中了这毒，放一点血就会散毒，但南宫药压抑了整整6年，这毒对他的刺激比常人要大10数倍。舒浅月左思右想，终于忍着心疼，取出一枚解毒丸喂进他嘴里。我这颗药可贵重的很，要不是看在你是月儿亲生父亲的份上，我才舍不得给你吃呢。只是若是你死了，月儿一定会伤心难过的。为了月儿，我也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你上不去。你醒了？醒了还不赶紧过来帮忙寻路啊？你不会想被困死在这儿吧？我刚才怎么了？你中毒了，毒性发作，是我救了你。哦，你怎么这么狼狈？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你受伤了？这伤是狗咬的。两人算是扯平了。舒浅月和南宫耀对视一眼，又同时移开视线。木傲殿下，要是我死了，你或许可以多活一些时间，可以等到你的手下来救你脱困。你不会死，我也不会死。南宫耀仍在继续寻找出路，用匕首柄敲击墙壁，这时后面是空心的，声音便会有异样。他换了好几处地方，传过来的声音都是闷闷的，但他相信北皇傲这次绝对会和以前一样留一个后路，只是他暂时找不到罢了。舒浅月背靠墙壁，闭目养神，不是他不想寻找出路，而是在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中，他要尽可能的保持体力，让自己多坚持一段时间。倦意如海浪般涌上来，他一时渐渐沉睡。苏千雪，醒醒！苏千雪！南宫耀奔到舒浅月身边，一探他的鼻息，发现他呼吸细微，人已经陷入了半昏迷之中。他按住他的双肩，大力摇晃，同时大声喊他的名字：“你醒醒！”南宫耀向来冷静，这时却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心慌，仿佛他要失去他一样。是什么导致他变得昏昏沉沉？他自己也是一样的情况。空气。意识到舒浅月和他自己都是因为渐渐稀薄的空气而面临窒息而亡的危险，他不退反进，迎难而上，必须尽快找到出口。这是哪儿？你醒了，这是一条地道，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这周围都是岩石，不像是地底，倒像是山腹中的一条裂缝。放我下来。他并未受伤，只是因为窒息而陷入了昏迷之中。被南宫耀附在背上走了这么长时间，他等于是好好睡了一觉，疲惫消失，精力恢复了大半。南宫耀依言将他放了下来。怪不得北皇傲在京城周围建了这样一座堡垒，我们却一无所知。原来他是通过密道来运输的。换言之，这条通路的尽头就是北皇傲在南城国布置的另一个隐秘巢穴。舒浅月也想到了这点，但他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能不能安全离开。这是铁矿岩。想到他们南城国的铁矿岩山竟然被北陵国利用并大量开采，并建成堡垒来对付南陈，南宫耀就怒火中烧，恨不能将北皇傲碎尸万段。他脸色难看之极，但内心除了愤怒之外，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就算由他们南陈国发现了这座铁矿山又如何？他们能像北陵国一样大量开采并冶炼成钢吗？答案是不能。关于铁矿岩的开采和冶炼技术，他们南城国落后北陵国几乎是10万8千里。北陵国早在50年前就掌握了将生铁铸成金刚这门高精技术，并秘而不宣。北陵国的战力由此大大增强，变得一下子可以与南陈国分庭抗礼。而他们南陈国战场上所用的兵器大多数还是生铁所造，和北陵国的金刚武器相比，小巫见大巫。这么多年来，南陈国能在和北陵国的交战中不落下风，
完全靠的是南陈将士们的一腔血勇和自身过硬的本领。两国暂时休战的真正原因，一是为了休养生息，二来是因为南陈有他这个战王杀神在，北陵就无法越过边界线一步。但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呢？迟早有一天会被打破。发现铁矿岩是好事啊，你怎么反而不高兴？你懂个屁！你为什么骂人？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虽然发现这座巨大的铁矿脉，可是你们的开采技术却达不到大量开采或是大量冶炼，还是无法将生铁提纯成金刚？你懂冶炼之术？不懂。冶炼成钢我是不会，但我去看过一本关于如何冶炼的书，冶炼过程还记得一些。当真？你若是真的能背出冶炼钢铁之术，本王可以娶你。什么？你真的打算娶我？没错，若你能交给我那份冶炼之术，本王就娶你，给你穆王妃之位。这男人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宝，以为谁都稀罕他呢，还想以他自己为诱饵，从他这里换取冶炼之术，做什么美梦呢？嫁给你，做你的王妃？穆王殿下，你不会是诓我吧？本王向来一诺千金，那口述无凭。这是本王的信物，拿着它，你大可不必担心本王会反悔。现在你就把冶炼之术背出来，当真若能炼出金刚，本王就3书6礼迎娶你进我穆王府大门。这信物不错，是块好玉。你若敢欺骗本王，本王就将你碎尸万段。哎呦，我好害怕呀！我可不想被人碎尸万段，这玉佩还是还给你吧。舒浅月手一抖，将玉佩抛还给他。你敢戏耍本王？不敢不敢，我一个小小女子，哪来的胆子去戏耍战王杀神呢？我是活腻了吗？素千雪，你明知道这不是我真名，叫那么大声做什么？喊鬼啊！再敢戏耍本王，本王要你好看！他转身就走，舒浅月笑嘻嘻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好看？我本来就挺好看的。舒浅月越看越明白南宫耀的心情为什么这般低落沮丧，尽管他用冷厉和暴怒来掩饰，还是被他发现了端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能被开采利用，反而被敌国拿来造成了锋利的武器来攻打自己的国家，砍杀自己的士兵，甚至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建造堡垒，等于是赤裸裸的打南陈国的脸呐！怪不得南宫耀一副要杀人的表情，换了是他也是难以接受。这就是南宫耀一听说他懂冶炼之术，立刻就同意娶她为妃的原因。为了得到冶炼术，他真能豁得出去呀！你在看什么？看着铁矿岩呢，含铁的纯度很高，是个丰富的矿脉。恭喜穆王殿下，这次探险因祸得福，发现了这样一个大宝藏。舒浅月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南宫耀想要这冶炼之术，想得快要发疯了。但他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不能轻易给他，得吊着他的胃口。咱们谈谈。谈什么？谈你的条件。只要你肯交付我冶炼之术，条件随便你开。我南宫耀有的立马给你，我没有的，我想尽办法也会为你弄到手。不过这天底下我南宫耀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是吗？那这冶炼术你有吗？你素千雪，你要是不交出冶炼之术，今日就是你毙命之期。我欠你的吗？我的东西凭什么要平白无故的交给你啊？你是我什么人？说话口气这么大，也不怕闪了舌头？你要怎样才肯交出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冶炼术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说。南宫耀心中大喜，眼角眉梢也不禁带出几分喜意。我要你的那枚玉佩做信物。你还要什么？暂时还没有想到，想到之后我会告诉你。堂堂穆王殿下，不会说过的话不算数吧？不会，本王一言千金一诺，绝不反悔。他明知道自己这一答允，就等于是给脖子上套了个枷锁，但为了得到冶炼之术，他义无反顾地答允了下来。你已经欠了我2个承诺，狮子多了不怕咬，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本王已经答应了，你可以交出冶炼术了吧？在这儿，这里也没笔也没纸，你确定要我现在背给你听？就算我背得出来，你能记得一字不差？你不会反悔吧？那可不一定，我又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只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小女子罢了。反悔不反悔，也要看我的心情。大不了我把玉佩还给你，也不要你的承诺便是了。南宫耀浓眉一挑，眼中凶光大盛。舒浅月知道他又要炸毛，收起笑容，正色道：开个玩笑而已嘛，莫王殿下不会真生气了吧？我虽是个女子，也知道言出如山，绝不是出尔反尔的人。你放心，回到京城，我立刻将冶炼术写在纸上，保证一字不错。听着里面有动静，会不会有人？放心，就算是真的有人，现在也变成鬼了。咱们还要在这里守多久？少主说了，天一亮咱们就撤。是人是鬼？南宫耀，你没死？叫你们的主子北皇傲出来见我。南宫耀，受死吧！只听得哎呦两声，两护卫已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南宫狗，有种你就杀了我们！想见我们少主，休想啊，休想！你们的命在我眼中一文不值。北皇傲呢？那护卫不答，反而污言秽语的骂不绝口。南宫耀足尖踢过，直接将他的下巴踢脱了臼。你说不说？南宫耀，你折磨我们也没用。少主交代让我们留在这里取你的狗命，既然你命大没死，那就祈祷你多活几天。等我们少主回来，绝不会放过你。想要我的命，就凭你们这两个废物。北皇傲走了，少主离开了，昨天一早就启程回国了，只留下我们2个人守在这洞口。少主在洞口处布置了连珠怒箭，一旦出发，就会将人射成刺猬。少主交代让我们守到天亮。两人痛得死去活来，说出来的话却几乎一模一样，不会是假的。南宫耀解了2人的分筋错骨，滚回你们北陵去。2名护卫死里逃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南宫耀向来言出如山，2护卫爬起身，忍着疼痛撒腿就跑，生怕跑得慢了，南宫耀改变主意，就得把命留在南陈国。你真的打算放了他们，不要他们的命？不过是北皇傲的2名卒子，他们的命本王不稀罕。言下之意，只有北皇傲才值得他出手。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我等奉了王爷之命，一直暗中相随，直到王爷和您2位进入那座城堡之后，再无消息传来。伏护卫率我等在外面守了1夜，他断定王爷定是出了意外，便分出一部分人潜入城堡，另一部分人在附近的山头搜索。我们搜了1天1夜，终于找到了王爷。你们一直跟着我们？是。这该死的南宫耀。舒浅月咬了咬牙，他还以为南宫狗真的信赖他，才带他一起去探查北皇傲的行踪。原来这又是一次试探，万一他真的和北皇傲有勾结，南宫耀就会毫不留情地指挥黑甲卫灭了他。狗男人，他真该让他掉下悬崖，摔个粉身碎骨。苏姑娘，你别生气，我家王爷他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的，实在是另有隐情。得亏我不是北皇傲的奸细，否则我还能活到现在吗？南宫狗从来没有信任过我，把我当贼一样防着，利用我的医术给他治疗寒毒不说，还用绵绵当人质，又用月儿来牵制我。可他什么都瞒着我，我去为他买命，出生入死，差点送了命，这是人干的事吗？也只有他这狗东西才想得出来，他不是人，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那个苏姑娘，您小点声，可别让王爷听见了。我骂的就是他这个狗，不是人的畜生。告诉他，让他以后滚得离我远远的，否则本姑娘见他一次打他一次。福九对南宫耀称得上忠心耿耿，南宫耀让他去死，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但这件事，他也觉得自家主子的疑心有点重，对苏姑娘太不公平，简直就像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渣男。您骑我的马回去吧。绵绵和月儿在哪儿？主子吩咐过，一定要保护好2位小主子，所以你们离开之后，属下就将2位小主子送进了宫里，在皇上那里，他们绝对很安全，您放心吧。放个屁的心！舒浅月险些破口大骂，南宫耀真是其心可诛，早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就把这一切都算计好了。舒浅月不但在心里大骂南宫耀，更加大骂自己。他早知道南宫狗薄情寡义，不可相信，怎么就信了他的鬼？福九，王爷，您醒了。你好大胆，竟敢擅自脱本王衣服。不是属下干的，属下就算有1万个胆子，也不敢做出这等事来啊。难道本王的衣服是自己脱落下来的？当然不是，您的衣服是苏姑娘脱的。她说您发了高热，要用烈酒降温，
他还亲自用酒给您擦拭身体。福九，他还对本王做了什么？别的什么也没做，属下们都可以作证。他去了何处？苏姑娘她下山去了。本王还在高烧，她居然抛下本王独自走了。这女人简直无情无义，狼心狗肺。我真是救了这白眼狼。属下的错，是属下让苏姑娘发现了行踪。苏姑娘心思缜密，她猜到了属下等人一直跟随在后，便生了气了，还说您骗了她。一气之下，她就独自下山去了。她一定骂本王了。没有，绝对没有。苏姑娘哪有那个胆子敢骂王爷呢？她是不想活了吗？旁人没这个胆子，但她的胆子向来很大，又是个不怕死的。她走之时可留下什么话？苏姑娘说以后不想再见到您了，她要见您一次打您一次。王爷，这是苏姑娘的原话，绝不是属下瞎编乱造的。福九，给本王备马。王爷，您还发着高热呢，可万万骑不得马呀！备马。刚刚到得山脚，南宫耀的身体一晃，从马上栽了下来。南宫耀已经再次晕了过去。快去找辆马车来，还有去附近的市镇请最好的大夫。马车和大夫不到2个时辰就来到了山脚下。南宫耀被送上马车，2名大夫给他把完了脉，诊断的结果都是内损严重，加上风寒侵体，引发高烧，必须及时退热，否则后果堪忧。我三哥怎么受的伤，又怎么会高烧不退？他向来是铁打的身子骨，受过的伤不计其数，这不过是来探查个消息，怎么就弄成这样呢？福九一句话也答不出来。你不是我三哥的贴身暗卫吗？一问三不知，你是怎么保护你家主子的？主子伤成这样，你难辞其咎。确实属下保护不力，但王爷有令，不许属下跟随太近，免得被苏姑娘发现。属下不敢违抗。王爷怎么受的伤，属下确实一无所知。苏千雪呢？她在哪里？她一定知道我三哥受伤的缘由。苏姑娘她已经下山去了。我三哥伤得昏迷不醒，她却撇下我三哥独自走了。说不定伤害我三哥的人就是她。福九，你还不快快让人把他给抓回来？事情不是这样的。福九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南宫林连连追问，可福九却一个字也不肯吐露。就算明知道六王爷是自家主子的亲弟弟，2人又素来亲厚，可六王爷是个藏不住话的大喇叭。六王爷要是知晓了，就等于是全京城的人都知晓了。算了，谅你也没有那个胆子说。本王问那苏天雪去，要是他真的害了我三哥，我绝对饶不了他。南宫耀服药之后，一直睡到日暮西山，才睁开了眼睛。这是哪里？山脚下。王爷您骑马下山，刚到山下就晕了过去。属下派人去附近寻来了大夫，大夫说您的身体消耗太重，受伤之后风寒入体，不能够赶路，给您开了退烧药。属下就下令在原地扎营了。现在什么时辰？本王睡了多久？您睡了6个时辰，现在刚刚入夜。连夜赶路回京。王爷不可呀，您的身子还没有恢复呢，不能赶路，不如再歇息一夜，明日赶路可好？属下已经派了2人追上去保护苏姑娘回京了，王爷大可放心。谁要你派人保护她了？本王的黑甲卫是什么人都配用的吗？那属下立马发讯号把人给召回来。你擅作主张，编20。属下领罚。先记下，回京后再罚不迟。还不赶紧传本王的命令回京？王爷，这个苏姑娘怎么会和北陵国的太子在一起？她不是回京城了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北皇傲，你还真有胆子。好事好事，本以为南宫兄只是武艺高强，没想到出口成章，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佩服啊佩服。北皇傲不是滚了吗？这次可怨不得我，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本来确是有要事在身，急着离开，没能向南宫兄道别，但没想到归途之中却遇到家人，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说着，笑吟吟地向着舒浅月瞥了一眼，神情颇是得意。南宫耀眉峰皱得更紧。北皇傲，你快放了苏姑娘！苏姑娘是我好不容易请到的贵客，我哪敢有丝毫的怠慢，唯恐服侍不周呢，是不是啊，苏姑娘？舒浅月淡淡嗯了一声。等你随我到了北陵，我宫里御藏的美酒尽可奉上，保准比这酒美味100倍。好。苏姑娘，你真的打算跟他走吗？舒浅月不置可否，就像没有南宫耀和福九这群人一样。咱们这就启程吧。
启程？我和苏姑娘有事要往京都一行，想和南宫兄结伴同行。北皇傲，你既然来了南辰，还干出这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就算你想走也走不了了。这便随本王进京吧。惊天动地的大事？你是指我建的那座城堡？那算是什么大事啊？你偷入我南辰私建城堡，这也罢了，却为何在离开之时要害死那许多无辜之人的性命？今天本王便替那些无辜冤死之人向你讨一个公道。原来穆王殿下是善心大发，什么时候人命在你的眼里变得这么重要了？死在你南宫兄手下的人没有上万也有数千，我是不是也要向那些枉死在你手下的人命讨一个公道呢？两国交战各有死伤，本王对他们手下留情，岂不是不忠不义？原来是这样，你想要替那些人报仇，想要我的性命，只怕南宫兄你有伤在身，不是我的对手。至于你手下的这些黑甲卫，苏姑娘一人便足以搞定了。苏姑娘是我南辰国人，怎会与你这北邻国恶贼同流合污？你少血口喷人！话音刚落，就见舒浅月取出一副叮叮当当作响的手链，缓缓套在右手上。摄魂铃，苏姑娘，你莫非真的和这北陵太子是一伙的？你要帮着他对付我家王爷？舒浅月面无表情，就像不认识他一样。南宫耀，你如此的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觉得自己有些无耻吗？再不滚，连你一起拿下！抱歉，是我保护不周，才让苏姑娘你落入了这南宫恶贼之手。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苏千雪，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本王说吗？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故意让本王擒住，莫不是因为你心里起了愧疚？没有，我为何要愧疚？你是怎么和北皇傲遇上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是我和他的事情，与你无关。你要是不说，本王就让你这辈子也见不到绵绵。南宫耀，你不要脸！但舒浅月知道南宫耀做得出来，略一犹豫，他简短的道：“我被人暗算了，是北皇傲救了我。”具体一点。舒浅月索性和盘托出，他负气下山，向着京城一路疾驰。但没过多久，他就神乏困倦，不得已找了个客栈投宿，准备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再赶路。但他万没想到，这客栈居然是个黑店。看着貌似忠厚的店家，居然在他的茶水里下了蒙汗药。舒浅月向来机警，又是用药的行家，平时只要一闻便知茶水有益。只是当时他满心愤懑，心神不属，直到一杯茶下了肚，才发觉不妙。察觉中了招，他索性将计就计，伏在桌上假作昏迷。有人进了他的房间，准备搜他的行囊，他猛然一掌击在那人的胸口，那人口吐鲜血倒在地上，正是店家。舒浅月眼前惊心乱舞，想再出招，却眼前一黑，身子软软倒了下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一条清俊的人影正背着他坐在桌前。舒浅月翻身而起，凝眉打量那人，这不是那又矮又胖的店家，这人正是北皇傲。你果真不是北唐一族的人。我本来就不是北陵国的人，但不知为何，我一见苏姑娘你，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仿佛咱们早就认识一般。那只能说你认错人了，或许我和你认识的人有相似之处吧。或许如此吧。你的属下说你已经回国，却原来并没有走。北陵太子真是好心机，好手段。此言差矣，我确实打算回国，只是中途想起一件未了之事，这才去而复返的。什么未了之事？你？什么？本太子的未了之事，便是苏姑娘你。我特意回来，便是想邀请苏姑娘与我一同前往北陵国。本来以为要费一番波折，却不料天遂人愿，竟然这般的机缘巧合，在这途中与你相遇，还将姑娘从那居心叵测的黑金店家手里救了下来。你说这是不是我和你之间的缘分呢？世上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店家或许正是出自你的授意，你也早就埋伏在这店中，就等着我自动送上门来。苏姑娘可真是冤枉我了，我北皇傲好歹是北陵国的太子，怎会干出这等卑鄙无耻的行径？我敢对天发誓，我与这黑店店主毫无瓜葛，确是巧合。好，就算是你救了我，想我怎么报答？我方才说过，想邀请苏姑娘到我北陵国一游。这个
恕我暂时不能答应你，我在这里还有要办的事情，我不能去北陵。敢问苏姑娘是要办什么事儿？区区在下或许可以略尽绵薄之力，不是我北皇傲夸口，这世上还没有我办不到的事儿。我想找一味药材，天心莲。你要天心莲，作何用途？自然是救人了。救谁？你问这么多做什么？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天心莲，他也只是仅听公楚寒提到过，要治绵绵的病，这味药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就连公楚寒都没见过。天心莲据说生长在天池之中，100年开一次花，100年结一次果，但这世上无人知道天池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世上是否真有天心莲这种东西。自然是有的。你说什么？天心莲是吗？我北邻国的皇宫之中就珍藏着一朵天心莲，是我北邻国的镇国之宝，代代相传，已经数百年。苏姑娘，不会连这个也不知晓吧？这世上真的有天心莲？若是没有，本太子就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北皇傲信誓旦旦。舒浅月沉默了。就算北皇傲说的是真话，可这天心莲是北陵传了几百年的镇国之宝，想要拿到手比上天摘星星还要难，但为了能救绵绵，就算再难的事，舒浅月也一定要办到。你该不会是为了诱我去北陵才故意这样说的吧？你当本太子是什么人？本太子想带你走，直接将你打晕带走便是，何须浪费这许多唇舌呢？你要我去北陵有什么目的啊？这个暂时不能说，到了北陵我自会告知。但苏姑娘放心，此行对你百利而无一害，我与你无怨无仇，犯不着骗你。我女儿还在京城，我要带她一起走。绵绵，北皇傲眼睛一亮，笑意盈盈的允了。双方协商完毕，约好次日便一起动身前往京城接绵绵。舒浅月将这番曲折的经历见能说的都说了。南宫耀听完，眉头皱得更紧。你为了一味药就选择了背叛南臣，你可知道投敌叛国，这是诛九族的死罪。我是一个不问国事的小女子，我只是想去北陵国取一味药材，这也算叛国？若真是死罪，就请莫敖殿下下令诛我九族好了。你想得美，苏千雪，你和苏家有仇，你一个冒名顶替的，本王诛了苏家，你只会拍手称快。你想让本王当你手中杀人的刀，做梦。用意被你识破了，你还真是不好骗。那你准备拿我怎么办？你真以为本王不会杀你？会，你当然会。你南宫耀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事儿？杀救命恩人算得了什么？我就当救了一条白眼狼，被狼给吃了。下辈子投胎，我会让自己记着，再也不救白眼狼。那畜生都是没有心的。苏千雪，我救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报答过我吗？你为何要咬破本王的嘴唇？你还好意思问我？你自己干的什么事儿？你不清楚啊？本王干什么了？你强吻我，要不是我咬了你一口，还不知道你会发什么疯呢。苏千雪，你住口！谦虚了，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怕我会赖上你？放心，本姑娘不会因为你轻薄了我就非你不嫁。本王当时神志不清，故而做出糊涂之事。你又没有发高烧，为何不知反抗，还敢嘴硬，说对本王没有企图？或者说你本就轻浮，被男人亲了吻了，你根本无所谓，是不是？舒浅月生生被气笑了。就凭南宫耀这一张臭嘴，怪不得6年了，他都一直是个单身狗。只有舒妙雪那种瞎了眼的，才会把他当成宝。本姑娘的确无所谓。说句实话，本姑娘就当被狗咬了，狗咬了人，人总不能反过去咬狗。你说是不是啊，莫王殿下？南宫耀，你再不解开我的穴道，小心我赖上你啊！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休想本王放过你。南宫耀心里的怀疑越来越大，说是当年舒浅月没死，柴房里烧死的另有其人，那么眼前这个冒名苏千雪的女人极有可能就是她。见他迟迟不语，南宫耀冷声道：你不肯说，莫不是心虚？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舒浅月，你还装？舒浅月，这是你第2次叫这个名字了。她不是你的王妃吗？听说她5年前就死了。看不出来，莫敖殿下真是长情，对一个死了5年的人仍是念念不忘，甚至对着另一个女人叫她的名字。但是请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苏千雪，不是什么舒浅月。好，那本王就来验证一下，
你究竟是不是舒浅月？舒浅月心里狐疑，正猜测间，只觉得腰间一紧，南宫耀的大掌已经握住了他的腰肢。本王的王妃有一把细腰，你这腰也不错，和本王的王妃倒是一模一样。南宫耀，你不要脸！你想占我便宜，却用这种可笑的借口，你就不怕传出去让人耻笑吗？谁敢笑话本王？你莫不是害怕了？你这火爆的性子，也和本王那死去的王妃一样。南宫耀，你是想女人想疯了吧？也难怪，这么多年的老官夫，身边连个暖床的女人也没有，见到女人就像发了情的公狗。南宫耀心中已经有了80%把握，他就是6年前把自己吃干抹净，丢下一纸休书跑了的舒浅月，所以开始见到他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这些年来，南宫耀身边从来没有少过女人，府里的舒妙雪近在咫尺，他也从未多瞧一眼。太后、皇上都变着法的想往他身边送女人，他一个也没要。南宫耀承认，他心如止水，就连他的身体，这些年也只为他一个女人起过起念杂思。这个女人太狡猾了，兜兜转转6年，她终于又落入我的掌控中了。哼！你让我住在这儿，你就不怕我半夜里偷偷割你的脑袋？要知道，我这个女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还有，你就不怕我知道你的秘密？随你，你要是能割了本王的头颅，也算是你有本事。我要你脑袋有什么用啊？当球踢吗？我没这个爱好。舒浅月想起还在宫里的绵绵和月儿，不由催促道：“你快点沐浴更衣。”备水，本王要沐浴。是。使管家连声答应，吩咐下去：“你随本王进来。”什么事儿啊？给本王沐浴更衣。有病吧，南宫狗！你是没见识管丫鬟小四了吗？居然要本姑娘服侍你沐浴，信不信本姑娘立马让你毒发身亡？苏姑娘，快进去吧，王爷还在等着您呢。这可是旁人从来都没有过的殊荣啊！殊个屁的荣！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别以为他听不出来这管家狐狸声音里的笑意，他和南宫耀全是一丘之貉。哼！让你服侍本王，委屈你了。没有，只是我从来没有服侍别人的经验。穆王殿下又受了伤，万一弄痛了王爷……无妨，过来，给本王宽衣。遵命，穆王殿下。舒浅月告诉自己，赶紧服侍这狗男人洗完了澡，让他进宫把绵绵和月儿接回来。哼，要不是因为他的一双儿女，看他不把狗男人皮剥下来做成狗皮褥子才怪。没给男人宽过衣？没有，你这腰带怎么解不开啊？舒浅月脱他衣服也不是1次2次了，但那都是胡乱一扒，完全不是按正规程序。反正救人要紧，他也不会在乎撕坏1-2件袍子。有机关。南宫耀难得的耐心，伸出右掌握住他的一只手，扣住腰带的机关，啪嗒，腰带轻松解开。南宫耀松开他的手，伸开双臂，示意他进行下一步。舒浅月咬咬牙，心一横，眼一闭，3下5除2将他外袍和内衫脱了。继续。王殿下，再继续下去，您的清白怕是就要不保了。您真的确定要我继续？要。臭流氓！以前自己碰他一下，他就跟被蛇咬了似的避之不及。如今这是怎么了？难不成老树多年不开花，今年发起春来？我这里倒是什么也不缺，只是想麻烦士管家帮我找些狗来。不知道苏姑娘想养什么样的狗？狮子狗、长毛狗，您喜欢什么颜色的？野狗，无论品种颜色，什么都行，但只要公狗，越多越好。这莫不是想开个狗肉宴？史管家答应下来，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但他习惯了事事都向南宫耀禀报。听到禀报后，南宫耀和他一样诧异，他要这么多公野狗做什么？回王爷小人不知，苏姑娘也没说。你照做便是。他倒想看看这女人的葫芦里想卖什么药。我离京这几日，京中可有异动？宫里可还平安？王爷放心，一切安好。只是您出京之后，荣王殿下就接管了京城的防务。听说宫中侍卫统领也换了人了，新换的人是荣王殿下的心腹。知道了。他低低在福九耳边叮嘱了一番话，听得福九面色连变几变。是，属下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请王爷放心。
等急了？本王来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进来许久了，别说你不知道。你出去。本王才是这里的主人。好，那我出去。舒浅月正欲起身，南宫耀在他肩头轻轻一推，他就身不由己地倒回榻上。你想干什么？你要是敢对我非礼，我就上药。不必了，我有丫鬟。那些丫鬟个个笨手笨脚，他们可都是使管家亲自挑选出来的人。那又怎样？本王看他们没有一个聪明机灵的。那你倒是给我换几个聪明机灵的来啊！光说有什么用啊？本王亲自给你上药，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脱！出去！你说什么？请你出去！我有手有脚，自己可以上药，不敢劳动穆王大驾。要是让高高在上的穆王殿下亲手为我上药，我受不起。你若是坚持要给我上药，倒让我怀疑一件事。怀疑什么？我怀疑你对我见色起意。放肆！你若不是看上了我的姿色，就是看上了我的身体，要不然怎么会对给我上药这么感兴趣？这么多年没见过女人的身体了是吧？见一次就忘不掉了是吧？你要真这么缺女人，这京城里有的是秦楼出馆。但请你看清楚，我苏千雪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南宫耀，你要是再不离开，小心我赖上你哦。做梦！可是这点心和香茶不合苏姑娘的口味，请问苏姑娘喜欢吃什么喝什么？我马上派人去准备。不必了，贵府的点心和茶我受不起。苏姑娘这话是何意啊？石管家，你送这几位点心，可是受了你家王爷的吩咐？这个确是王爷吩咐的。那就劳烦石管家去告诉你家王爷，他想取我的性命，来拿便是，何必用下毒这种卑劣的手段？下毒？不，这不可能，王爷没有吩咐过小人下毒啊。这茶和点心都有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几道点心啊，是王爷交代了苏姑娘爱吃的口味，我让厨房现做出来的。做点心的厨子呢，也都是府中用了多年的老人，他们哪来的胆子敢在点心里下毒啊？苏姑娘怕不是误会了，要不我吃一块点心给苏姑娘看看吧。石管家拿起一块点心往嘴里便送，舒浅月一抬手打落了点心，皱眉道：石管家，你莫非不信我的话？不是我不相信，实在是不可能啊！我要不亲自吃上一口，这怕不是要苏姑娘误会了我家王爷。我发誓，王爷绝对没有下毒加害苏姑娘之意，我更无此心啊！他对南宫耀确实忠心耿耿，舒浅月倒是信他这句话。他凝思，这毒不是石管家让人下的，那会是谁？他向两名丫鬟望过去，说：奴婢们送吃食来的路上，曾遇见了舒儿小姐身边的胭脂姐姐。胭脂姐姐闻到点心的香味儿，就说馋得紧，要奴婢们分她一点解解馋。继续说。奴婢们拒绝了的，可是胭脂姐姐取出2小锭银子塞给我们，说她没让点心只尝1小块，绝不会让人发现。奴婢们一时贪心，便答应了她。贱婢，你们差这点银子不成？苏姑娘，不是我信不过你的话，实在是这下毒一事非同小可，我怕是要禀报王爷，再找人来验过这些点心。若是真的有毒，王爷势必会给苏姑娘一个交代的。物证人证都在，尽管找人来验便是。去太医院找几个太医过来验毒。是。来人，将这俩贱婢拖出去，剁碎了喂野狗。且慢，穆王殿下这是要杀人灭口，来个死无对证吗？什么意思？本王处置贱婢，何时需要你的同意？没错，他们是你府里的奴婢，但却也是下毒一事的证人。若是穆王殿下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人处死了，没了人证，我上哪里说理去啊？本王自会给你一个交代。交代？就是杀了这2个丫鬟吗？他们不过是一时贪财受了迷惑，我要的是真正幕后的主使之人。分明是妇人之仁。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哪里及得上穆王殿下一怒之下就杀得血流成河？穆王殿下，想想那些死在你手里的冤魂，这些年你睡得着觉吗？苏千雪，吼什么吼？我听得见。看到炸了毛的南宫耀，他莫名心情就愉悦起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他就偏偏揭他的老底儿。南宫耀死死盯着他，看到他脸上云淡风轻的笑意，肺都要气炸了。幸好这个时候石管家带着4名太医来了。为何耽搁了这许久？腿断了吗？都是下官来迟，还望穆王殿下恕罪。 4名太医吃了一惊，
忙上前拿起几道点心仔细检验起来，先是嗅其味，再用银针试毒。太医们闻着几道点心的味道也没什么异味。4名太医将点心和茶水一一用银针试过，又低声讨论了一会儿，才推举一名太医上前。回母王殿下，这几道点心和茶水无毒。太医验过了，这点心和茶都无毒。我又没聋，听得到。那你为何要冤枉妙雪给你下毒？妙雪叫的可真亲热，我从来不会冤枉好人，我也从来没有说是舒妙雪给我下了毒，我有说过她一个字吗？石管家，你可有听到？苏姑娘确实没有说过这毒是舒儿小姐下的，苏姑娘只是一口咬定这点心和茶有毒，是2名丫鬟说送点心来的途中遇到舒儿小姐身边的胭脂，讨要了几块点心。除了闻其味、银针探毒，你们就没有其他的试毒手段了吗？确实没有别的法子，苏姑娘有何高见呢？舒浅月想了想，这也不怪太医们手段匮乏，实在是银针试毒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说是银针不变色，他们就认定无毒。但他来自现代，却知道银针变色是因为毒物之中通常含有硫化物，遇银后会发黑，比如砒霜。现代经过提纯后，砒霜几乎不含硫化物，就算用银针来试也绝不会变黑，由此并不能证明砒霜就是无毒的。这世上毒物千千万，成分复杂，用银针试不出来的毒物更是数不胜数。不过有一个法子最是直截了当，试验一下就知道了。石管家，麻烦你弄几条活鱼来。很快，石管家让人从荷花池捞了7、8条活蹦乱跳的锦鲤，分别装在水晶缸里送了过来。舒浅月先是将茶水倒入其中一只水晶缸中，没一会儿功夫，那条锦鲤就翻了肚皮，太医们骇然变色。我也饶命！奴婢们真的不知情，奴婢们是冤枉的呀！奴婢们和苏姑娘无冤无仇，不可能要加害于她，求王爷明察。这是什么毒？我等才疏识浅，实在是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毒，还望王爷恕罪。哼，全是废物！太医们脸上无光，不敢辩驳。本王记得你就善用毒药，这毒你还未沾唇就察觉出来，而太医们却连银针也试不出来。莫非你早就知道这点心里有毒？又或许这毒就是你自己所下？你怀疑我自己给自己下毒，用这种愚不可及的手段来冤枉舒妙雪不成？你当我神机妙算啊？我连舒妙雪派人来半路截胡送给我吃的点心也算得到？莫王殿下，你也未免太高看我了吧？我有没有在点心和茶里面下毒，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你府里的人，总不成会和我串供吧？苏姑娘息怒，王爷不是这个意思。他分明就是这个意思。来人，把那个叫胭脂的丫头带过来。石管家亲自带人去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点心里的是什么毒了。说清楚。下官记得在太医院里翻过的医书上见到过，有一种毒药无色无味，能溶于水，银针试探不出，毒性极强，中毒之后会让人身体蜷缩，宛若初生婴儿。这毒名叫千机，听说这毒产生于南疆，而且呢，只有南疆皇族中人才会有，每一钱都珍贵无比，比金子还要贵重呢。我行医这么多年，也只闻千机之名，从未见过此物。这世上除了此毒，再无旁的毒物会有这般的特异。听说南疆的皇室中惯用千机刺人之死，人中毒之后半天内会体型变小蜷缩，手足环抱，状似千机，故而此毒被命名为千机。只是这南疆的毒药怎么会跑到我南陈国来呢？舒浅月早就知道这毒是什么，却没想到这千机之毒却是来自遥远的南疆。石管家带回来的却是胭脂的尸体。禀王爷，小的在梅林中找到了胭脂，可是他却悬梁自尽了。小人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多时，死了。一名太医上前摸了下尸体的脉搏，又翻了翻死者的眼皮，肯定的道：确实没了气息，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按照推断，
若真是胭脂在茶点中下毒，他前脚下完毒，后脚就跑到梅林里自尽，来了个死无对证。就连舒浅月都开始怀疑，这胭脂真的是舒妙雪指使来害他的？舒妙雪是蠢是笨，却不会蠢到干出这种明目张胆的事情来吧？本王会彻查此事，必会给你一个交代。如果这件事真的是舒妙雪做的，她一定会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舒妙雪，你可认得这是何人？胭脂，他怎么死了？本王正要问你，胭脂可是你的人？是啊。舒妙雪眼角一转，看到一旁的舒浅月，一定是你害死了胭脂，贱人！我要你给胭脂偿命！住口！王爷，我的丫头胭脂被苏千雪害死了，你要为我做主啊！舒浅月懒得开口说一个字，静静地看着他表演。舒二小姐，胭脂是自缢身亡的。自缢？我不信，一定是苏千雪这贱人害死她的。胭脂死的时候，苏姑娘正和我家王爷在一起。就算不是她本人动的手，也是她让人干的。她连我都敢打，还有她不敢做的事吗？王爷，你要为妙雪做主。胭脂的死乃是罪有应得，她就算没有自缢，本王也绝不会饶过她。为什么？胭脂她做错了什么事？胭脂在给苏千雪的茶点中下了剧毒，这2名丫鬟就是人证。桌上的点心和茶水是物证，太医已经验查过了，茶点之中确实有毒。舒妙雪，胭脂下毒可是出自你的授意？我没有，我绝没有指使胭脂下毒。王爷，苏千雪她冤枉我。胭脂可是你的丫鬟？是，她是我的丫鬟，可我并没有指使她下毒。苏千雪说是胭脂下的毒，她亲眼见到的吗？分明是她明知道胭脂死了，死无对证，就故意把脏水泼到胭脂头上，还想故意诬陷我。王爷，你要为妙雪做主啊！有人证，有物证，证据确凿，毒确实是胭脂所下无疑。本王问你，这毒你从何处而来？我真没下毒，我若是指使胭脂下毒，就让我天打五雷劈，我不得好死。苏二小姐，这2名丫鬟亲口所说，是你身边的胭脂给了他们银子，这才动了送给苏姑娘的茶点。事发之后，胭脂就在梅林自缢而亡了。舒妙雪，人证物证俱在，你已亲口承认胭脂是你的人，若你再不说出实情，休怪本王对你用刑。用刑？姐夫，不，王爷，我是被冤枉的，我根本没有给苏千雪下毒。这件事情就是他故意陷害我，你应该相信我，我才是你身边的人。我姐姐临死之前曾说过，让你照顾我一辈子，你不能忘了我姐姐临终的嘱托。舒浅月眉梢一挑，她几时说过这句话？记得6年前，她刚生下月儿，腹里还有一个胎儿，正疼痛难忍之际，舒妙雪盛气凌人闯进了柴房，狞笑着抱走了月儿。当时他低头如看蝼蚁般看着自己，狞笑着让人放火，要把自己烧成灰烬。舒浅月眼中寒意亦愈来愈盛。来人，去搜胭脂的住处，搜查所有可疑之物。侍卫带人前去搜查。你要本王信你，本王更相信证据。本王不会冤枉任何人，却也绝不会容许有人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捣鬼。不一会儿功夫，侍卫们带着一只木盒回来复命。禀王爷，这是在胭脂的房中找到的。侍卫们将木盒奉上，南宫耀打开来，只看了一眼，就下令道：拿去给舒妙雪看。舒妙雪看到侍卫们送过来的木盒，见里面放满了10只小金元宝，每只3两，便是30两黄金。你可认罪？我真的没有给苏千雪下毒，但是我讨厌他，我恨他，我真的没有想到用毒害他。是没想到用毒，而不是不想用毒害他，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说完，他才发现问话的人竟然是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舒浅月。你故意误导我，苏千雪，你这个贱人！但不管他骂得多难听，舒浅月始终笑吟吟地看着他，嘴角勾着讽刺的笑。舒妙雪肺都快气炸了，她喘着气，一股浓烈的香气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什么味道？这似乎是舒二小姐身上的味道。这好像是女儿醉的气味。女儿醉？什么东西？是一种烈性香粉，
闻之会让男人变得血脉奔张，一些青楼楚馆的女子用来接客的。给本王搜。舒妙雪脸色大变，她今天走之前不但特意多用了些香粉，还将剩余的香粉都带在了身上，准备将南宫耀一举拿下的。没错，这就是女儿罪。胡说，这不过是寻常擦脸的香粉。你本事不小啊！这真是擦脸的香粉，我不知道什么女儿罪。这香粉是我的丫鬟腊梅买回来的，或许是她换成了什么香，一定是她想害我，我是冤枉的呀。来人，把腊梅带来与舒妙雪对峙。腊梅，你说实话，你为什么要害我？太医说这根本不是擦脸的香粉，而是什么青楼女子用的女儿罪。这些年来我对你不好吗？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用这样的法子来害我？小姐，奴婢不想死，奴婢想活。你做出这等事来害我，你死有余辜。腊梅，你若是好好承认了，本小姐念在主仆一场的份上，会好好替你照料家人，否则他们就和你同罪。这已经是赤裸裸的要挟了。腊梅一下子瘫软在地上，眼中满是绝望。她看出来了，二小姐为了保住名声，毫不犹豫地把这口黑锅扣在自己的头上。二小姐，你的意思奴婢明白了。你想明白就好，只要你肯认错，我就看在你忠心的份上放过你的家人。腊梅，你快说，这件事和我无关，快向王爷说清楚。王爷，是二小姐让奴婢去买的，她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香，是奴婢说青楼女子最喜欢用这种香，二小姐就立刻给了奴婢银子。你胡说！二小姐，奴婢对您确实忠心耿耿，您交代奴婢办的事，奴婢从来都会认真办到。但奴婢也是人，不是狗，不是一出了事就被您踢出去顶罪的狗。背弃主子，连狗都不如，你怎么不去死？王爷，奴婢所言句句属实，这女儿罪十分昂贵，若不是二小姐给的银子，奴婢哪里买得起这么贵的香？奴婢都是在翠红楼的小翠姑娘那里买的香，一共买了1万两银子的，王爷派人去一查便知。1万两？哼！二小姐的银子早就花完了，她是回府找我家夫人要的，我家夫人十分大方，一次就给了她5000两。众人听了这话，表情都变得十分怪异。原本以为这件不光彩的事是舒妙雪自作主张，没想到安远侯夫人竟然也知情。那孟氏明知道女儿去青楼买这种下贱的药物，不但不阻止斥骂，反而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她继续购买，其意为何？细思极恐，当真是为了让女儿嫁进穆王府而不择手段。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污蔑主子，你不得好死！你再乱说一个字，我就让你全家人给你陪葬。二小姐，奴婢今天敢说实话，就没打算还能好好活着。这些年您做的事情，奴婢全都一五一十的记在心里。要是二小姐想听，奴婢可以慢慢的说给您听。有些事隔得久了，恐怕连二小姐都忘了呢。王爷，这贱婢得了失心疯，我就是因为她疯了才把她关在了落霞阁。她的话不能信。这些年来，我照顾月儿尽心尽力，无半点怠慢之处，您都看在眼里。我对王爷您也是关心备至，这些您都忘了吗？就算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啊。你说腊梅得了失心疯，就请太医们给腊梅诊断一下，她是否得了疯病。若她真是疯了，那她说的话自是不作数的；但若是她没疯，那腊梅的话就要让人好好思忖了。苏千雪，你多管闲事！太医给腊梅诊断。4名太医很快就出了诊断结果。回王爷，腊梅并没有得什么失心疯，她神志非常正常，条理清楚。腊梅背叛主子，罪大恶极，拉出去杖毙。和本小姐作对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且慢，穆王殿下下令杖毙腊梅，只给了一个背叛主子的罪名，不觉得太过草率了吗？这事与你何干？她又不是你的丫鬟。我就是见不得有人宁可当睁眼瞎，而是是非黑白于不顾。若是穆王殿下不能给腊梅一个公道，那我去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众，让所有人都来评评这个道理，看究竟是腊梅该死，还是舒妙雪该罚。苏千雪，这是本王的家事，轮不到你说话。他语气中含着浓浓的警告，他又不傻，岂能看不出来舒妙雪想让腊梅背这口黑锅？至于腊梅，
他也并非无辜。光凭他为舒妙雪采买女儿香这一件事，就已经罪不可恕。更何况他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并不仅止一样。如果追究起来，杖毙他也不为过。家世，我倒是不知道舒妙雪何时成了你的家人。她是你什么人啊？王妃？没有三书六礼，就算是你们生米煮成了熟饭，也是无媒苟合，算不得你的家人。苏千雪，用不着这么大声，声音越大越代表你心虚。本王为何要心虚？舒妙雪是本王王妃的亲妹妹，又住在本王府里照料本王世子整整6年，她不算是家人，难不成反倒你是本王的家人？穆王殿下的家人，我可高攀不起，也不稀罕。身为高高在上的穆王，就可以公然护短吗？你既然亲口承认舒妙雪是你的家人，那家人犯了法就可以逃避惩罚，而让家人的丫鬟帮凶成为替罪羔羊，这就是咱们南辰国的王法。如果这就是王法，那么世间公道何在？你要不现在就杀了我，我死了就可以封信天下人的悠悠之口了。你这是对本王处置不满？凡事都要讲个公道，这件事与我无关，只是我见不得有人只手遮天，混淆黑白。腊梅是个丫头，她犯了错就该杖毙，那身为她的主子却没受到任何惩罚，是公平吗？你一意要本王处置妙雪，究竟是何居心？笑话，我有何居心？我有说过让人处置她了？她是你的家人，你自然护着她，这里是你的王府，你说的话就是天，无人敢反驳。你想杖毙谁就可以杖毙谁，我也无权阻止。但我有句话想问腊梅，你可否给我这个机会？你想问什么？关于舒妙雪的一些旧事。苏千雪，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的丫鬟？王爷，请您快点下令，将那满口胡言的丫头杖毙了，要不然她又要污蔑于我。污蔑？腊梅还没开口呢，你就已经先给她扣了一个污蔑的罪名了吗？你怎么知道她说的话就是污蔑呢？她被主求荣，不忠不义，她的话根本就不可信。你这么怕我问她话，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胡说八道，我哪有什么亏心事？既然你不亏心，那我问她一句话怎么了？她一个将死之人，就算是留她在这世上最后的遗言吧。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腊梅不会说谎，我问完之后，你们就可以把她拖下去行刑了。她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苏姑娘，你有话就问，但凡我知道的，我绝不会有半句隐瞒。我问你，6年之前，你家小姐从火场中救出小世子的时候，你当时可在场？奴婢当时在场的。胡说！6年前，你不过是个什么也不懂的烧火丫头，你知道个屁！要不是本小姐提拔你，你会有今天。是啊，6年前我刚卖身进府，是柴房里做最低等的丫头，又黑又丑，任人打骂。高高在上的二小姐怎么会突然看上我这么个小丫头，要我去了你的身边服侍呢？自然是因为二小姐认为我发现了你的秘密，想要灭我的口。幸亏我机警，一口咬定当天晚上夜黑风高，什么也没看到。后来二小姐你屡次试探，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了。这几年来，我费尽心力讨你的好，博你的欢心，你对我尽心消除，一步步提拔我成为你的心腹。那些你不愿意做的脏事烂事，都由我去替二小姐做了。你的手干干净净，我却染了满手洗不净的血污。二小姐，我真的谢谢你这些年来的提拔。满口胡言。二小姐，杜鹃为您做的事情更多，对您更是忠心不二。可她落了怎样的下场？我腊梅不想再做第二个杜鹃。苏姑娘，我把当年的事情都告诉你。6年前，我家大小姐不知怎的得罪了穆王殿下，被满城通缉。有一天，我在柴房里发现了大小姐，但当时她已经快要临盆了。我偷着给大小姐送过吃的，大小姐谢过了我，还给了我银子，让我保守秘密。我那时刚进府，什么也不懂。有一天遇到了二小姐，不知怎的就把大小姐的事情说了出来。我想着二小姐和大小姐是亲姐妹，她不会眼睁睁看着大小姐把孩子生在柴房里，她肯定会帮大小姐的。但是我错了。那天晚上，我准备了吃食给大小姐送过去，还没到柴房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哭声。大小姐生了。我又惊又喜，加快脚步，却看见二小姐带着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柴房，吓得我急忙躲了起来。我不知道柴房里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没一会儿功夫，二小姐就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走了出来，然后下令放火，说要烧死大小姐。胡说！你胡说！我没有，那火是姐姐自己放的，不是我。王爷，他说的全是谎话，我怎么可能会让人放火烧死姐姐呢？那天我从这贱婢的嘴里知道了姐姐的消息，惊喜之极，但怕惊动了别人。没想到我赶到的时候，正逢姐姐刚生下月儿，她当时疯疯癫癫，连我也不认得了，还想亲手掐死月儿，吓得我急忙把月儿抢了过来。怕月儿有什么闪失，忙抱着月儿冲了出来。等我想赶过去救姐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当妹妹的居然想烧死亲姐姐，世上还有这么可笑的事情吗？我没有烧死姐姐，完全是那贱婢血口喷人。奴婢所说全是事实，如果有一个字的谎话，就让奴婢死后堕入拔舌地狱，永不超生。王爷，我真的没有说过，我没有害姐姐。来人，将苏妙雪送回落霞阁，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她踏出房门一步。将腊梅关进柴房，严加管守，送几位太医离开。你好像对本王的家事格外上心。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是因为看上你了，所以才嫉妒舒妙雪，恨不得让她死呢。休得胡言！舒浅月并没想过能一棍子将舒妙雪打死，他也知道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舒妙雪杀人放火，腊梅的证词也是片面之词，除非他肯承认自己就是舒浅月，才能加强证词的可信度，否则根本无法取得疑心极重的南宫耀的信任。这虽是你的家事，我却被牵扯到其中。舒妙雪让人给我下毒，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给我一个交代？下毒一事，本王会继续调查，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绝不会放过真正的凶手。本王知道你也看出来舒妙雪不是真凶，她没那个心机和手段，也弄不到千机这种毒。少自作聪明，我可看不出来舒妙雪没那个心思。她亲口承认了，若是想得到，她早就让人给我下毒了。她只是想，却未必真的敢做。论心狠手辣，她和你比起来，一个天一个地。你这是在夸我？听着可不入耳啊！我比较喜欢听别人夸我国色天香，貌美如花。脸皮真厚，你一意袒护腊梅，为了什么？我能为了什么？我和腊梅不沾亲也不带故，只是看不惯有人为了护短而想白白葬送她一条命罢了。你说本王护短？难道不是？你当时那副嘴脸真是没眼看，可惜没有镜子，不然你自己见了，怕是3天吃不下饭。苏千雪，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这人就这样，你不爱听，那我走了。本王没让你走。你又不是我的主人，我也不是你养的狗，你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我又为什么要听你的命令？这女人牙尖嘴利，本来以为她的嘴也会像鸭子一样硬，没想到咬起来却软软的、弹弹的。舒浅月见她盯着自己不说话，狐疑道：“有话快说，说完了我要进宫。”3年前，舒妙雪救过月儿，那时候月儿还不到2岁。她出生后身体就不好，一直是舒妙雪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虽然有宫里的嬷嬷和太医一起照看，可月儿还是经常生病。有一次冬天，月儿在湖边玩耍，一不留神掉进了水里，是舒妙雪跳进湖里把月儿救了上来。月儿得救，可舒妙雪却因此得了极严重的风寒，昏迷了3天3夜，养了足足1个月才恢复。这件事本王一直记在心里，所以只要她没犯什么太严重的错，本王都不会和她计较。你不是安排辅酒一直保护月儿的吗？她怎么会掉进湖中？当时湖边还有什么人？为什么是舒妙雪跳下水去救月儿，就没有旁人了吗？辅酒那天被本王派了差事，没有跟在月儿身边。月儿贪玩偷跑出去了湖边，是舒妙雪发现她不在房里，一面让人通报本王，一面满府寻找。她发现月儿站在了湖边的石头上，就喊了一声，结果月儿一失足掉进了湖里。当时湖边只有她一个人，她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水里。本王带人赶到的时候，看到她正从水里将湿淋淋的月儿拖出水面，自己却沉了下去。这些话是舒妙雪后来说的吧？就连细节都描述得如此详细，也就是说，当时的湖边只有月儿和她2个人，除了她，谁也没有看到月儿是怎么落水的，对不对？你是什么意思？你怀疑妙雪？我只是觉得事情蹊跷，没有舒妙雪说的那么简单。月儿是怎么说的？月儿还不到2岁，当时话也说不利索，落水后又受了风寒，病了好几天，对那天的事情更是一个字也没提过。太医说孩子受了惊吓，若他不提就别再去问他，免得让他再惊扰。
那月儿落水之后，是不是会经常做噩梦，或是半夜突然惊醒？不错，因为妙雪生病，所以那几日是本王亲自照料月儿的。她确实夜夜梦魇，从梦中惊醒后便再也不肯睡。她当时太小，太医只说月儿是受惊过度，过几日便会慢慢好了。你怎么会知道月儿的情状？这是常识，别小瞧了孩子的智慧。月儿虽然不到2岁，可她并不是傻子，她怎么落的水，她比谁都清楚。她的确是受了惊吓，只是那惊吓却并不是因为落水。若是那个平日对她温柔体贴的好姨母突然在她背后推了一把，不可能，你这是没有证据的猜测，而且带着恶意的污蔑。舒妙雪怎么可能会害月儿？她是月儿的亲姨母，当年是她将月儿从柴房里救了出来，这些年又对月儿细心照料。她若想害月儿，有的是机会。月儿能平安无事的长到现在，她确实付出了许多心力。等一等，柴房一事，听了腊梅的讲述，你还坚信不疑的相信舒妙雪是无辜的吗？当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你可有调查过？你就真的相信舒妙雪？还有，月儿这几年可以平安无事，那是月儿对她生了警戒之心，处处防备，才得保平安。你真以为舒妙雪没有杀过人不成？这是月儿对你说的？没有，月儿不是背后乱嚼舌根的孩子，她一个字也没说过。那就全是你的猜测，做不得数。信不信由你，的确这是你的家事，但我与月儿投缘，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遭遇危险。若是有谁危及月儿的性命，我必会先要了她的命。你对月儿还真是关心。一个陌生人会如此关心另一个人，只因为投缘2字？他不信，除非他就是舒浅月，是月儿的亲生母亲。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隐藏的秘密。6年前的真相是什么？只要去查，总能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腊梅，谁也想不到她一个小丫头竟然会躲在暗处，看到了本不该看到的东西。但除了腊梅，或许还有旁人看到了呢。舒妙雪身边的人你都查过了吗？莫王殿下，还是你故意选择不闻不问，任由真相被时间所淹没呢？南宫耀心里重重一震，他确实没有查问过柴房失火的真相。或许他潜意识里也是希望舒浅月那女人消失的吗？你一意要本王调查当年之事，莫非你是想替那死去的舒浅月伸冤不成？我只是要你给我一个交代，让你看清楚舒妙雪是什么样的女人罢了。你要护着她可以，但若是她的存在危害到了你唯一的儿子南宫耀，我怕你到时候后悔莫及。我言尽于此，再见。你去哪里？进宫接月儿和绵绵。你当穆王府是什么地方？没有本王的手谕，你以为你走得出去？真是骄傲自大的臭孔雀！要不要试试看？要是走不出去，我就一把火烧了你的破房子。你倒是烧烧看。眼瞅着2人横眉竖目，又要斗起法来，石管家匆匆赶来禀报：王爷，荣王来了。二皇兄，本王这前脚刚到京城，他后脚就来了，消息倒真是灵通。陪本王去见二皇兄。我和他不熟，不见。由不得你。见完了二皇兄，本王就带你进宫去接月儿和绵绵。这是交换？算是。南宫耀心事重重，也没心思和他斗嘴。三弟，苏姑娘。见过荣王殿下。舒浅月也没有刻意与荣王保持距离，毕竟荣王对绵绵有救命之恩。2人寒暄了几句，舒浅月还问候了一下荣王妃。他这几天身子不适，请了太医来瞧过，太医也说不出缘由。苏姑娘医术高超，本王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苏姑娘可有空去给她瞧瞧？好，我明日便去。多谢苏姑娘。荣王殿下客气了。南宫耀看着2人一问一答，俊美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寒气。他常年都是冰山脸，荣王早就见怪不怪，只有舒浅月才知道，狗男人又生气了，小心眼儿。三弟，听说你受了伤，伤势可严重。二皇兄是从哪里得知的消息？本王才回京城不到2个时辰，二皇兄就上门探望，消息当真是灵通之极。三弟有急事出京，本王就接手了京城防务，所以你一回京，本王就接到了消息。至于你受伤一事嘛，却不是听说的，而是本王看出来的，一点小伤不值一提。苏千雪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二皇兄尽可直言。哦，三弟和苏姑娘之间竟然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是啊，我和穆王殿下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我说的对不对，穆王殿下？对。南宫耀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字。
既然苏姑娘不是外人，那本王就有话直说了。听说三弟这次出京是为了追捕北皇傲，不知可有抓到？二皇兄的消息确实灵通，没错，我确实得知了北皇傲的行踪，但却让他跑了。跑了？你的黑甲卫追捕之术天下无双，怎么会让他跑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北皇傲此次乃是有备而来，本王险些在他手里吃了一个大亏。三弟，可是北皇傲伤的你，这厮偷着来我南辰，定是于你不利，你要多多防备才好。二皇兄来得正好，我此次发现北皇傲的一个大秘密。南宫耀简单的将北皇傲在京城附近建造了一座金刚城堡的事说了出来。不，这不可能，他从哪里弄来大量的铁矿来打造这样一座城堡？京城附近并无铁矿脉啊。这是我亲眼所见，堡中现在空无一人，北皇傲的人已经尽数离开，我留下一部分黑甲卫驻守在城堡里。这件事我会亲自向父皇禀告。这确实大功一件，可惜让那北皇傲逃了。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迟早会落入我的掌握之中。莫非三弟已经有了万全之策，天机不可泄露？南宫耀却卖个关子。舒浅月看着这兄弟两个你一言我一语的打着机锋，只觉得心真累。这就是皇族，明明是亲兄弟，说话却总是云山雾罩，隔着一层肚皮。三弟，那金刚城堡的具体位置在何处？离京城不过200里，竟然这么近。北皇傲打造这样一座城堡，怕是花费最少几年的时间。咱们养的这些个官兵，个个都是废物。敌人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建造城堡，居然没人发现，本王定要重重惩治。确实是酒囊饭袋，只不过这件事儿怕也不能全怪到他们身上。三弟的意思是，二皇兄请想，北皇傲能在京城如此之近的地方建造城堡，而我们一无所觉，这件事简直是匪夷所思。他北皇傲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故而本王猜测，不是没人察觉，而是有人和北皇傲暗中勾结，沆瀣一气，替他遮掩了消息，所以才会让他建造的如此顺利。二皇兄觉得呢？三弟说的有道理，如果真有人和北皇傲勾结，此人就是咱们南辰的叛徒。本王先从工部追查，定要查出此人是谁，为我南辰除害。此事牵连甚广，怕不仅仅是工部，还有其他部门都脱离不了嫌疑。这件事就交给本王，定会查他个水落石出。那就有了二皇兄了，这算什么辛苦啊？三弟深入虎穴，探得此等机密，更因此负伤，才真是让人佩服。为兄自愧不如。事不宜迟，我这就着手调查。三弟放心，我会小心行事。本王却觉得这件事儿须得大肆宣扬出去，最好闹得人尽皆知。这是为何？你就不怕放出风声，把人惊动了？到时候可就不好查了。本王倒觉得恰恰相反，打了草才能惊蛇，说不定会惊出一条大蟒蛇。到时候二皇兄可不要害怕啊！哼，为兄明白。三弟放心，就算蟒蛇再大，也吓不住为兄。舒浅月看着荣王春风般的笑脸，不由暗想，说是南宫狗也像荣王一样笑的话，该不知道会是怎样一副模样。可他认识南宫耀这么久，几乎没见他笑过。苏千雪，收起你的心思，二皇兄他早就有了二皇嫂，而且和我二皇嫂间谍情深，他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王殿下，我不就多看了荣王殿下几眼吗？就是对他有意思啊。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不知看了你多少眼了，那我岂不是非你不嫁了？别说你没想过。你当自己是谁啊？世上所有女人都排着队想嫁你？当然，这是事实。你以为的事实，其实并不是事实。南宫耀，你也太自视甚高了吧？苏千雪，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本王？你又有什么资格对我管头管脚啊？我爱看谁就看谁，你管得着吗？我就看荣王怎么了？就凭他生得比你好看。他比我好看？看戏看得正上瘾的荣王，没想到这把火烧到了自己的头上。没有，本王哪有三弟好看？三弟，苏姑娘是个女儿家，你别老欺负人家。女儿家都是要哄的。就拿荣王妃来说，她年纪比苏姑娘还要大，可气性一点也不比苏姑娘小。本王在她面前都得做小伏低的，这样才能让她开心嘛。男子汉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嘛。这是本王的家事，
二皇兄管的是不是有点宽了？是，三弟说的是，确实为兄多嘴了，三弟莫怪。什么家事？我的事何时与你莫王殿下有关系了？我是你什么人？陌生人。那舒妙雪才是你的家人。苏千雪，你别给脸不要脸。谁稀罕你给的脸呢？你爱给谁给谁，本姑娘不稀罕。三弟，苏姑娘，麻烦你们别吵了。要是你们因为我这张脸吵得不可开交，那我就不要这张脸好了。一句话逗得舒浅月笑了起来，南宫耀的眼神愈发森冷，胸中怒气上涌。荣王殿下，我有件事情想请教。哦，何事？有人对我下毒，我想报官，却又怕官官相护，所以想请荣王殿下帮我主持公道。下毒？何人敢如此大胆，竟然敢向苏姑娘下毒？你放心大胆地说出来，本王自会给你主持公道。他一说完，又意识到不对，看了看南宫耀。哎呦，三弟在此，哪里需要本王处理？确实不需要二皇兄出手。下毒之人就是莫殿下府里的贵客，是我得罪不起的人物。贵客？莫不是舒家二小姐？舒妙雪给我下毒，神证物证俱在，可莫王殿下却一一护短，不肯处置舒妙雪。我想请问荣王殿下，南辰国中的法条是否是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是因为舒妙雪是莫王殿下的家人可以免罪的话，那这国法何以服众？岂不是形同虚设吗？三弟，苏姑娘说的确有其事，当真是人证物证俱在。若是舒家二小姐真的要毒害苏姑娘，这可不是小事儿，乃是谋杀之重罪。就算她是舒浅月的亲妹妹，你也不该姑息。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南辰国的律法并非儿戏。二皇兄不要听苏千雪的片面之词，关于舒妙雪下毒之事并非那么简单，另有隐情。什么隐情？这是我的家事，还请二皇兄不要插手。莫王殿下，你口口声声说是家事，请问舒妙雪是你什么人？她是你的妾室、通房，无名无分，就算不得你的家人。除非你三媒六理的娶她过门，就算是这样，她成了你莫王殿下的正室王妃，她想下毒害我这事儿，我也必须要追究到底。苏千雪，你为何非要置妙雪于死地？没错，我这个人就是小心眼儿，锱铢必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舒妙雪要是不惹我，我自不会惹她，可她却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如果我再不追究，我就不是苏千雪。若是官官相护，连荣王也无法为我做主，那我就进宫告御状，我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王法可讲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苏姑娘胆敢告御状，确实有气魄有胆量。苏姑娘，你把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若当真证据确凿，本王定会为你做主，不管真凶是谁，都绝不会姑息。舒浅月斜了南宫耀一眼，把事情的经过情由简单扼要地说了出来，最后又道：两名丫鬟亲手指认是舒妙雪身边的丫鬟胭脂下毒，胭脂却自缢身亡，房里搜出大量银两。舒妙雪身边的贴身丫鬟腊梅也指认了她，但莫王殿下却对这所有证据视而不见，一意袒护舒妙雪不说，还要下令将腊梅杖毙。竟有此事？三弟，你对此事可有不同的说法？没有。既然苏姑娘所说全部属实，那你为何不处置下毒之人？三弟，这可不像你的为人，因为那茶点中所下的不是寻常的毒药。舒妙雪怎么可能会有千机这种违禁之物？别说民间不得流传，就连咱们宫闱之中，知道这种毒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苏姑娘，你和太医确定那所下的毒就是千机？确是千机无疑。千机之毒以前就是宫中禁物，自从20年前出了那件事之后，宫里更是无人敢提千机二字。舒妙雪是从哪儿弄到的？舒妙雪不承认下毒，所以这件事情还有待商榷。这女人就是事多，居然敢向二皇兄告我的状，是我太给她脸了吗？这件事非同小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千机在线，关乎国运，我要马上进宫，将此事禀报父皇。苏姑娘，抱歉，不是本王不为你主持公道，实在是这件事牵扯太多，事关宫中隐秘，恕本王不能透露。但请苏姑娘放心，本王并不是罢手不管，待得查清楚原委，这毒确是苏妙雪所下，本王必会还你一个公道。我相信荣王殿下必会秉公而断，本王必不会辜负苏姑娘的信任。
本王这就要进宫向父皇禀报千机重现一事。三弟，你要不要和本王一起进宫？不必了。神王殿下，我正想进宫见绵绵和月儿，不知可否搭一下您的顺风车？当然可以，本王府里就没有马车不成？您府里的马车我坐不起，也不敢坐，多谢荣王。荣王饶有兴趣的目光在两人脸上转了转，笑而不语，转身而出。舒浅月跟在他身后离开。苏姑娘，你得罪了我三弟，就不怕以后在京城的日子不好过吗？不得罪他，我的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儿去啊。苏姑娘，你觉得我三弟这人怎么样？不怎么样，小气多疑，脾气比狗还臭。苏姑娘说话当真是有趣之极。苏姑娘对我三弟没意思？要知道，京城中想嫁给我三弟的女子多如牛毛，数都数不清。没意思，我眼又不瞎。苏姑娘真是风趣幽默，性子活泼，这样的姑娘确实是人见人爱。我三弟不但眼瞎，还是块木头。神王殿下的夸赞，我愧不敢当。我有件事情想请问荣王殿下，当然，你要是觉得不妥，可以不说，就当我没问。你是想向我打听千机之事？舒浅月点点头。这件事情其实过去20年了。20年前，本王还只是一个3岁的孩童。那一年，宫里却出了件大事，前皇后突然薨逝。前皇后就是本王的生母。抱歉，我不该提及您的伤心事。无妨，这件事压在本王心底20年了，就连王妃都不曾向他透露过。要是再不找人说说，本王怕是要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去了。前皇后身体向来康健，无病无灾，却突然薨逝，就连太医都找不出原委，只能说是前皇后得了疾病才去世。我父皇也深信不疑。当年我只有3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听说母后薨逝，小小的孩子也不懂得什么叫薨逝，只知道母后睡在了黑乎乎的棺材里，再也不能给我讲故事了，这才伤心大哭。按照宫规，要停灵7日才能入殓。第7天晚上，我想念母后，就偷偷地趴到棺材上，想要叫醒母后，让她给我讲故事。可我却赫然发现，母后她前皇后她怎么了？那几天晚上，我都会悄悄爬到母后的棺椁里。我不知道母后已死，以为她只是睡着了。她的容颜和生前一模一样，只是身体很冷。我拿了很多被子给她，可她还是冰冷的。第7天夜里，我爬进棺材就吓了一跳，因为母后她竟然不见了。不见了？不是不见了，而是变小了。母后缩成了小小的一团，手足相抱，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我吓坏了，大哭起来，惊动了父皇。父皇赶来看到这般情况，也是大吃一惊。后来我被父皇抱出棺材，大病一场，连续做了半个月的噩梦。等我病好了，母后也早就下葬。父亲下了严旨，任何人不得提及当晚之事。前皇后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倒也不是，父皇暗中派人调查，查出我母后中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毒，名叫千机，是南疆那边皇族之中才有的东西，不知怎么进了我南辰的皇宫之中。而我母后并不是千机之毒的第一人受害者，在我母后遇害之前，宫里曾经接二连三有人得了急症而死，大部分都是极受父皇宠爱的妃子，只是他们没有像我母后那样停灵7日，被我发现了尸体有异。父皇暗中让人开棺验尸，发现那些人的尸体骨骼全都缩成了小小一团，有如蜷缩的婴儿模样，极是可怖。好几人都是如此。太医由此断定，这些人中的全是千机之毒。父皇大为震怒，立刻下令彻查，务必要找出元凶首恶，为那些枉死的妃子们报仇雪恨。可惜的是，一查数年，牵扯到无数之人。那几年腥风血雨，死在千机之案中的人不计其数。后来所有人闻千机而色变，却真正的元凶首恶始终都没有找到，而宫里也再也没有人枉死。时间久了，父皇就渐渐淡忘了此事，可千机2个字却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说完这段往事，荣王脸色凝重无比。没想到时隔20年，千机重现，父皇得知此事定会极为重视，绝不会像上次那般不了了之，定会找到这下毒之人，
为我冤死的母后报这个仇。舒浅月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这般复杂，怪不得南宫耀怎么也不肯处死舒妙雪，竟有这个缘故。舒妙雪一死，这条线就断了。可是那狗男人明知道自己误会了他，却并不解释。荣王殿下，你放心，这件事定会水落石出，我也不会放过这下毒之人。舒妙雪确实没有给他下毒，他能确定的是，这个人对他和舒妙雪都不怀好意。若是能借舒妙雪除掉他，固然是好；若是除不掉，那顶罪的人也是舒妙雪。借刀杀人，一石二鸟。明安帝接到禀报，在御书房宣召2名皇子入内觐见。舒浅月被南宫耀拦在门外。你先在这里等着，不许乱走乱动。待本王见完父皇，就带你去接月儿和绵绵。记住，不许乱讲话。我和柱子说话不成？反正你给本王记住，祸从口出。南宫耀警告完，大步进了御书房。三弟是好意，怕你惹出祸事来。这皇宫不比别的地方，苏姑娘要千万小心才是。多谢荣王殿下提醒，我记住了。舒浅月心想，他本来就很小心，要不是为了接月儿和绵绵，他才没想着要进宫，更不想见到那位笑面虎的明安帝。要不是皇宫之中不得随意走动，他早就去寻绵绵和月儿了。不知道2个小鬼头有没有想念自己。东宁郡主啊，你来这里做什么？莫不是得知我三哥进宫的消息，特意赶来见我三哥的吧？说话的是月熙公主，在公主中排行第7，人称七公主，乃是刘淑妃所出。刘淑妃并不很得明安帝的宠爱，但月熙却生得一副极好容貌，俏美娇丽，深得明安帝和太后的喜爱。东宁郡主比月熙大了1岁，2人年岁相当，可气场却并不合。见过月熙公主，公主殿下是来御书房钓鱼吗？怕是有些不合适吧？这里是皇宫，本公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几时轮得到你来管我了？要是你啊，一听说我三哥进宫，就巴巴的赶进宫来，不是想见我三哥又是为了什么？我是来给太后请安的。哦，给我皇祖母请安，怎么请到御书房来了？哼，还敢说不是为了见我三哥？我听太后说穆王受了点伤，特意赶过来探望，不想在这里遇到了公主。公主也是来探望穆王殿下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来探望我三哥？你不是都快要跟傅世子定亲了吗？若是让傅世子知道你跑过来探望别的男人，傅世子啊，一定会生气的。傅世子胸怀宽广，怎会为这点小事而动气呢？公主殿下一口一个傅世子，莫不是还对傅世子念念不忘？你傅子夜身份尊贵，人又生得芝兰玉树一般，文武双全，性情也好。他幼时常随长公主进宫，月熙公主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个表哥，不待及笄，早已经芳心暗许。他的生母刘淑妃也知道女儿的心事，暗想若是女儿能嫁给长公主之子，也算是有了强硬的后台靠山，对这门亲事自是非常上心。为了女儿能有个好前途，刘淑妃没少巴结郭太后，希望郭太后能给女儿指下这门亲事。殊不料她还没来得及和郭太后提，就从郭太后的嘴里得知长公主已经有了心目中的儿媳人选，就是东宁郡主。月熙几乎不敢相信，她爱慕了那么多年的穆家表哥居然要被人抢走了。她又气又伤心，在床上躺了3天，吃不下饭，还大病一场。病好之后，她就看东宁郡主怎么也不顺眼了。东宁啊，我告诉你啊，我三哥根本就不喜欢你，你再献殷勤也没有用，小心落得如篮打水一场空。多谢七公主提醒，如果我真的竹篮打水一场空，怕是七公主也不一定可以称心如意的嫁给傅世子吧。据我所知，傅世子好像也已经心有所属。你得意什么？就算你能嫁给我子夜表哥，我表哥最喜欢的人也不会是你啊。谁不知道子夜表哥最心疼的人是青瑶妹子？这个又不是秘密，我怎会吃瑶妹妹的醋呢？七公主身居深宫，消息也太不灵通了。据我所知，
傅世子已经有了意中之人。他的意中人不就是你吗？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输得了傅世子的法眼。若傅世子另娶他人，七公主以后是否可以不再针对我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七公主，你看那边是谁？月溪公主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见到舒浅月的一个侧影，不以为意道：谁知道是哪个宫的？想在我父皇面前博眼球，他打错了主意。他可不是宫里的人，他叫苏千雪。七公主就算消息再不灵通，也该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苏千雪，那个未婚生子，被平南侯世子退了亲，闹得满城风雨的苏千雪。就是他，太后娘娘每次提到他都赞不绝口呢。听说太后娘娘还赐给他一块上好的玉牌，让他随时可以进宫觐见。这份恩宠，除了七公主你，还没人得到过呢。自打苏千雪进宫治好了郭太后的病之后，她每次去给郭太后请安，都能感觉得到皇祖母没有以往那么疼爱自己，总会时不时的夸起这个苏千雪来，就连那块自己垂涎好久的玉牌都赐给了她。月喜公主早就想会会苏千雪了，看她究竟有什么三头六面，竟然让所有人都把她夸上了天去。她不再搭理东宁郡主，满腔的怒气全都转向了舒浅月。你就是苏千雪？我是苏千雪，你是谁？大胆，这位是七公主，还不快点过来给七公主磕头行礼？见过七公主。见了本公主为何不跪？公主身份尊贵，但大臣之女见到公主就要下跪行礼的规矩，我却从未听过。公主让我下跪，可有法规可循？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顶撞本公主！掌嘴，给本公主重重的掌她的嘴！且慢，公主殿下，请息怒。这位苏姑娘可是动不得的。为什么动不得？本公主教训一个大臣之女，看谁敢拦着。七公主，苏姑娘是镇国公苏胜的嫡长女，可不是寻常大臣。镇国公？哼，一个世袭的空壳国公，在本公主眼里，连蚂蚁也不如。镇国公确实入不得公主的眼，但穆王殿下呢？我三哥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公主殿下，难道不知道如今苏姑娘就住在穆王府里，与穆王殿下同进同出吗？竟有此事！月溪这段时间一门心思都扑在和东宁郡主斗法上了，根本没心情关注别的事情。他身边的宫人们虽然听到了消息，也没敢向他透露，免得碰一鼻子灰。我三哥怎么会让他住进府里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别脏了我三哥的府邸！公主殿下慎言，要是让穆王殿下听到这话，怕是会不高兴的。舒浅月不由看了他一眼，东宁郡主，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头葱？可这东宁郡主看着温言细语，却处处针对自己，挑动月溪公主对自己的怒气。她有哪里得罪过这位东宁郡主吗？来人，给我把她捆起来，重重的打！月溪，谁又惹到你了？本王倒是要看看这宫里还有人敢招惹我家小七的，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二哥、三哥，你们来的正好，这个女人得罪了本公主，你们帮我狠狠的教训她，替月溪出气。苏姑娘怎么得罪你了？她对我不敬，见面不磕头，分明不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我要是不给她一个教训，以后传出去，本公主的面子放在哪里？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看在为兄的面子上，月溪，你就别和苏姑娘计较了。二哥，你怎么偏帮起外人来了？我才是你的亲妹妹，她算是什么东西？月溪，不得出口伤人。是啊，月溪公主，我刚才就劝过你，不要得罪苏姑娘，你就是不听。今天有她没我，有我没她。来人，苏千雪给本公主绑了，重重责打。你们要是不敢动手，本公主就亲自来。南宫耀，你妹妹要打我，你怎么说？求我，本王就救你。舒浅月笑得很冷，不紧不慢地取出银锁金铃套在右手上。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女人胆大包天，竟然敢在宫里对月溪使用摄魂铃，她不想要脑袋了吗？我好端端的在这看风景，这两位不知道是公主还是郡主的小姑娘过来就让我磕头下跪，否则就要掌嘴。我招谁惹谁了？
如果身为公主，就可以无缘无故的责罚别人，这天下还有王法吗？莫王殿下，你不会又要护短了吧？月溪，他怎么得罪你了？萧哥哥，事情是这样的，公主殿下和我听说您受了伤，特来探望，却在这里遇到了苏姑娘。苏姑娘明知道月溪是公主，却不来拜见，故而惹得月溪公主发了脾气。其实只是误会罢了，不算什么大事。本王和月溪说话与你有何关系？三哥哥，你要替月溪做主，狠狠教训这个不懂礼数的女子。只因为她没有向你磕头下跪，你就要掌人的嘴？可是这样，你不知道她有多傲慢，我可是公主，她算个什么东西？月溪，你越大越不懂事了，为这点小事就要责罚大臣之女，要是让父皇知道，定会大大的不喜。你想将此事闹大，让父皇知晓吗？不想。你为何不问？为什么？你不是一心想告本王的状吗？你就不想知道本王有没有在父皇面前告你一状？你不会。为何？你不是那种人，如果没有别的事儿，能走快点吗？哼！谢谢皇奶奶。多谢皇祖母。喜欢吃就多吃点，爱吃什么只管和皇祖母说。皇祖母啊，让御厨房给你们做爱吃的。绵绵很快吃了自己的那一碗，这碗也给你。我不要，小狮子，你吃。我知道你也爱吃。我不喜欢吃甜食。骗人，你喜欢吃的，你是为了让我多吃一点。绵绵笑着戳穿了月儿的谎话，月儿小脸一红，不吭声了。这两个孩子都这般懂事啊，希望他们长大了之后也能这般相亲相爱。难怪他们还这么有缘，长得一模一样，年岁也相当，说不是绵绵的家世。韦皇后点点头，颇为认同，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绵绵的喜爱。皇奶奶，我喂你吃，好不好？好，绵绵呀，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皇奶奶对我这么好，我孝顺您是应该的。那你祖母对你不好吗？祖母，她不喜欢我。若是她打骂过你，你只管和我说，我为你做主。没打我，也没骂我，她见到我的时候也会笑，还会给我好吃的。可是我知道她的脸在笑，眼睛和心都没笑，尤其是她看我的时候，眼睛像针尖一样，刺得我浑身不舒服。你小小年纪就能看出这些？我看人可准了，从来没有错过。当初第一眼看到漂亮叔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看上去凶得很吓人，可心里却是好的，所以我就救了他一命。你救了耀儿？是呀，当时漂亮叔叔中了一种奇怪的寒毒，浑身结冰，冻得快要死了。他把当时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得韦皇后和周围的人全都惊住了。你懂医术？我从3岁起就跟着义父学医，虽然和义父比起来还差得远，跟娘亲也不能比，但也算是马马虎虎。嬷嬷身体不舒服，你帮我把一下脉，看看嬷嬷有什么毛病，好不好？可是我不会把脉呀，义父说我还小，摸不准脉的。那你怎么能给人瞧病呢？望闻问切是一支纲领，我年纪还小，不会切脉，但是看气色还是可以的。他仔细观察着那嬷嬷的脸色，摇头晃脑，一股子认真的模样。众人都觉得小丫头是在装模作样，只有月儿对绵绵深信不疑。看了这么久，可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嬷嬷你脸色发青，眼中充血，唇色紫暗，应该是前几天得过风寒，还没有痊愈。嬷嬷，你年纪大了，更要注意保暖。你怎么知道的？当然是看出来的呀。我说过，我的医术马马虎虎，也就能看看气色。那给本宫瞧瞧。闻言，月儿悄悄扯了扯绵绵的小手，对她使了个眼色。她虽然小，可懂得宫里的规矩，给皇后瞧病不是小事，要慎重。就连太医们真的瞧出什么，也不是都敢说出口的。韦皇后等人看在眼里，都觉得好笑。月儿，
没事的，你不需要提醒绵绵。绵绵啊，你只管放心大胆的讲，不管看出什么都说出来，本宫不会怪罪你的。那我可就说了，皇奶奶，你好像中了毒。咱家皇后娘娘怎么可能中毒啊？每次送来的吃食都有太医验过的。可是王奶奶的气色确实显示有中毒的迹象啊。绵绵摸了摸韦皇后的手心，笃定道：医父教过我的，中毒之后手心会发热微汗，皇奶奶就是这样。还有皇奶奶的唇色微微泛青，脸色却又发黄，呼吸不稳，呼吸中会有杏仁的味道。太医天天来为娘娘请平安脉，可从未说过娘娘有中毒之症。若真是中毒，我家娘娘为何会一直无视呢？韦皇后也觉得不可能，小丫头确实会看点气色，但也不能为了博得她的欢心就信口胡说。她心里有了几分不喜，却没表露出来。这碗乳酪不能喝，里面好像放了不好的东西。你是说这里面有毒不成？小孩子家的，不要胡言乱语。小世子，你闻闻，是不是有点奇怪的味道？月儿一言闻了闻，却没闻出什么，但她对绵绵说的每一个字都很认同。皇祖母，我相信绵绵，这碗乳酪还是不喝为好。小世子，这碗乳酪绝不可能有毒，这都是御厨房刚刚送过来的，你和绵绵也吃了，你们吃的时候怎么不说有奇怪的味道呢？我和小世子吃的没毒，但皇奶奶这碗乳酪确实味道不对，还是不吃为好。你一口咬定有毒，莫不是要我亲口尝给你看？这乳酪是奴婢亲手做的，奴婢这就吃给你们看，免得让旁人说我给皇后娘娘下毒。嬷嬷，你一把年纪了，怎么和个孩子计较起来？本宫信你。这嬷嬷跟了她几十年，曾经是南宫耀的乳娘，对她和南宫耀都是忠心耿耿，绝对不可能下毒害她，她是信得过的。皇祖母，我相信绵绵，这碗乳酪说不定真的有古怪，我建议还是找太医来验一下。小世子，你相信绵绵的话，就不相信我温嬷嬷吗？奴婢这些年真是白疼你了。好，奴婢这就找太医来查，要是真的查出来里面有毒，奴婢立马就撞死在柱前。恰在这时，何御医带着药桶走了进来。何御医每天都这个时辰来给韦皇后请平安脉，听了温嬷嬷的话，吓了一跳，忙问：可是皇后娘娘身体不适？奴婢给皇后娘娘做的乳酪分给了小世子和绵绵吃了，两人吃完以后，娘娘正准备吃，绵绵突然说这碗乳酪有毒，你正好验验这碗乳酪有没有毒，要真是有毒，我就当场撞死在皇后娘娘面前。温嬷嬷，绵绵只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怎么和个小丫头较起真来了呀？说得轻巧，你可知这绵绵还说了什么？她说皇后娘娘中了毒，说她说的是真的。何御医，你每日来给娘娘请脉，你也脱不了干系。皇后娘娘睿智，怎么会相信一个小孩的话？娘娘自是不信，但这话要是传了出去，何御医不必在意，不过是小孩子家随口说的玩笑话，本宫全没放在心上，不过是一碗乳酪罢了，不值当大惊小怪。韦皇后深知谣言可畏，想将此事压下去，不欲闹大，不看僧面看佛面。绵绵之母苏千雪救治太后有功，就算还她一个人情罢了。这乳酪里无毒，本宫觉得这也是一场误会。温嬷嬷，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奴婢总算是清白了。绵绵不生气啊，就连太医都有看错的时候，你还小，看错一次没什么的。我不会看错，这碗乳酪确实有问题。还有王奶奶的气色就是中毒了嘛。别说了，你说这乳酪里有东西，那你能够说出来是有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但是里面有很不好的东西。何御医可是宫中第一名医，他都说了无毒，你个小丫头怎么就是不信呢？你还说皇后娘娘也中了毒，真是一派胡言。好了，绵绵还小呢，她一个5岁的小姑娘说的话，你们怎么较起真来？这件事到此为止，今天说的话一个字也不准外传。我没有看错，这碗乳酪就是不对劲，何御医验不出来，我代表别人也验不出来。我信你。小世子，你也信他不信奴婢？难道奴婢
会害皇后娘娘和您吗？嬷嬷，我不是说你下毒，而是我相信绵绵说的，这乳酪里真的不对劲。绵绵不是乱讲话的人，她如果说有，就一定有。月儿转向韦皇后，一脸严肃，颇有几分南宫耀的模样。皇祖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还是多请几位太医来一同验证才好，总要落得水落石出，否则月儿无法安心。奴婢真是长了100张嘴也说不清了。小世子认定奴婢下毒，奴婢怎么还有脸再继续服侍娘娘？还请娘娘下一道旨意，将奴婢处死吧。温嬷嬷，你起来，本宫什么时候说你下毒了？本宫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得外传。月儿，你带绵绵去探望太后吧，本宫乏了，要休息。娘亲，绵绵好想你哦，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才回来？我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小骗子，嘴还这么甜。月儿，你是受了什么委屈吗？和娘亲说。娘亲，小世子他是为了我才受了委屈。是不是你闯了祸，让月儿替你背锅了？啊，不是的，我才没有闯祸呢，我很乖的。不信你问小世子。小世子，你说我是不是很乖？娘亲，绵绵没闯祸。好，月儿说的我信。那月儿为什么难过呢？那个……绵绵掰扯着手指，正想开口，韦皇后的声音传了过来：“耀儿，拜见母后。臣女素千雪，拜见皇后娘娘。苏姑娘不必多礼啊。绵绵在娘娘这里叨扰多日，多谢娘娘关怀。绵绵很是乖巧懂事，解了本宫的不少寂寞。本宫啊，很是喜欢她。娘亲，你来的正好，我发现皇后娘娘用的乳酪里面有人放了不好的东西，可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小世子就是因为帮我说话，才受了委屈。怎么回事？温嬷嬷做了乳酪，绵绵察觉到那乳酪不对劲，就劝皇祖母不要喝。她一番好意，却被人冤枉。真有此事？母王殿下，奴婢冤枉啊！那乳酪确实是奴婢亲手做的，可奴婢绝对没有下毒。皇后娘娘依照何御医来验过，说是乳酪无毒。更何况那份乳酪，奴婢还给了小世子和绵绵一人1碗，他们都吃了，也没说有事儿。怎么偏偏就指着皇后娘娘那1碗说不对呢？请母王殿下还奴婢一个清白。本王相信温嬷嬷，她绝对不会给我母后下毒。我不是说毒是温嬷嬷下的了，温嬷嬷是个好人，我和小世子吃的乳酪都没事，只有给黄奶奶的那1碗有问题。何御医验不出来，并不表示她一定无毒。还有，我观察黄奶奶的气色也有中毒之象，是姨父教我的，我不会看错。娘亲，你信我，我没说假话。我信。绵绵体质特殊，她年纪虽小，可3岁起就和着她姨父学习辨认药材，对气味尤其敏感。她说那乳酪不对，就一定有问题。苏姑娘，绵绵毕竟还小，不是本宫不信她的话，是温嬷嬷确实不会做这种事情。皇后娘娘，绵绵是小，她只能识毒，也不会辨别毒物。要是娘娘允许，能否让臣女验一验那碗乳酪？这个自然可以。见过何御医？不敢不敢。何御医号称太医第1人，在舒浅月面前却一点也没有高人一等的架子。听绵绵说，何御医验过这碗乳酪，说是无毒。确实无毒，我用了10几种验毒的方法，还曾经尝了一点。何御医说的不错，这乳酪确实没毒，乳酪无毒，毒下在这只玉碗之上。什么？恕我眼拙，还是没看出来这毒在何处。苏姑娘可能指点迷津呢。这玉碗上所下的毒，与胭脂下在我茶店里的毒一模一样。千机，瑶儿，你说这是千机之毒？事情虽然水落石出，毒并不是温嬷嬷所下，但所有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霾。销声匿迹10几年的千机再现后宫，就算是韦皇后的心里都无法轻松。绵绵，方才是本宫和温嬷嬷误会了你，你不会生黄奶奶的气吧？当然不会生气。这只夜明珠给你拿去玩吧。多谢黄奶奶赏赐。喜欢就好。皇后娘娘，臣女离家已久，极是挂念家人，这便告辞了。本宫原想留你在宫里多住几日，但苏姑娘这般有孝心，本宫自不会阻拦。娘亲，我要和你一起走。月儿，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绵绵可以和娘亲一起，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娘亲，你是不喜欢月儿了吗？胡说，月儿永远是娘亲的宝贝儿，你和绵绵一样，是我的手心和手背。那娘亲带我一起走吧。你要去哪里？我要和娘亲在一起。她不是你娘亲，你娘亲早就死了。我要娘亲，我要娘亲，我要娘亲。漂亮叔叔，你不对。本王哪里不对？你就是不对。小世子从小没了娘亲，他已经很可怜了。你这个当父亲的却不疼他，整天逼他练功不说，还从来不对他笑。你还弄了一个小世子不喜欢的女人在他身边照顾他，那个女人对小世子的好全是假的。哪个孩子不想念自己的娘亲？就因为小世子的娘亲去世了，他就会忘了吗？当然不会。小世子喜欢我娘亲，喜欢叫他娘亲，因为我娘亲会让他觉得温暖，不像你，整天冷冰冰的，像冰沙一样。小世子很想他娘亲，他和我说，他娘亲其实没有死，只是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等有一天，他娘亲一定会回来找他的。他坚信不疑，可你却那么残忍地说小世子的娘亲已经死了，小世子该有多伤心，多难过。漂亮叔叔，你要给小世子道歉。南宫耀瞪着这张和月儿一模一样的小脸，竟然生不起气来。小世子，你别哭了，你父王不疼你，我娘亲疼你，还有我也心疼你。你的娘亲没有死，她就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天她一定会回来看你的。你要好好的长大，你要长得又高又大又威武，你娘亲见到了才会喜欢，知道了吗？好，我听你的，我会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娘亲她一定会回来找我的。我要长得又高又大，保护娘亲，再也不让她受别人的任何欺负，就连父王也不可以。显然，小家伙心里已经认定了，她就是自己的娘亲。尽管所有人都说她娘亲死了，月儿始终不相信娘亲回来了，她就在这里，就在眼前。娘亲，漂亮叔叔，是不是我爹？胡说，他怎么可能是你爹？你爹那个渣男早就死了。你的说法和漂亮叔叔一毛一样。漂亮叔叔也说小世子的娘亲早就死了，还说小世子的娘亲不是好人。什么？他居然这样说？舒浅月顿时怒从心起，南宫狗竟敢背着他说坏话。所以呢，你和漂亮叔叔是不是早就认识啊？当然不是，你想多了。可我总觉得你和漂亮叔叔在一起的时候怪怪的，你对他和对旁人就是不一样的，他看你的眼神也和看别人不一样。还有，我和小世子为什么生的一模一样？娘亲，小世子是不是你生的？胡说八道，你这个小丫头懂什么？以后不许再管皇后娘娘叫皇奶奶，知道了吗？不对，以后咱们再也不进宫了。为什么不进宫了？我喜欢皇爷爷，还有皇奶奶，还有太后、皇祖母。不许再这样称呼，那是皇帝、皇后和皇太后，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你这叫乱认皇亲，被人告一状是要掉脑袋的。绵绵你还小，很多东西都不懂。这世上不是别人对你笑就是对你好。当你深得皇上宠爱的时候，别人都会巴结你，对你笑。但有一天你失去了这份宠爱，那些对你笑的人会在背后拿刀子捅你，恨不能把你踩到烂泥里。绵绵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娘亲，你以后还会再去看望小世子吗？小世子很可怜的，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娘亲。我虽然不喜欢跟别人分享娘亲，和小世子不一样，我愿意把娘亲分一半给他，真的。好，我会去看他，还会对他特别好。你到时候可别怪我偏心啊！娘亲不可以对小世子比对我还好，可以只比我好一点点，不可以再多了，再多了我就会吃醋了呢。真是个鬼丫头。庞管家，我的东西是谁丢出去的？是夫人身边的人去了雅梅轩，把大小姐您的东西都丢了出去。这件事儿，老爷其实也不知情。徐氏不是被禁足了吗？怎么又放了出来？庞管家答不上来。我祖母呢？她可知道此事？老夫人病了，不只是老夫人病了，老爷也病了，卧床不起，
夫人请了人来做法事，说是大小姐带来了邪祟，冲撞了老夫人和老爷，这才让老夫人病情加重，老爷也是因此受了连累。要是继续留您住在这里，怕是府里所有人都要跟着遭殃。老爷听了术士的话，就下令不许您再进家门一步。苏胜现在在哪儿？在夫人那儿。老爷，您何须烦恼？您这道命令下得再英明不过，千雪那丫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迟早没有好下场。早点赶她出府，免得咱们受了她的连累，不是很好吗？我又何尝不觉得去了个麻烦？毕竟她是我的亲骨肉啊！想起她早逝的母亲，总觉得对不起她。苏胜说完，还装模作样的落了几滴眼泪，显得这么真，给谁看？舒浅月没在京城的这些天，她没过多久就从禁足中被放了出来，因为她养了一个聪颖又有本事的好儿子子渊。苏子渊没有直接出面为母亲徐氏求情，他让人将弟弟苏子琪送到苏胜那里，就称是徐氏获罪，无法教养子琪，有劳父亲了。苏胜向来最宠的就是这个老来得子，但苏子琪的衣食住行向来都由徐氏亲自打理。蓦然间换了人，苏子琪自是不会习惯，几乎每天晚上都抱着他的腿，哭着要见娘亲。苏胜大为头痛。白日，苏子渊来探望弟弟，苏胜大吐苦水。苏子渊趁机替徐氏说了几句好话，说什么母亲虽然有错，但罪不及子，子琪弟弟年幼，说是失了母亲的精心照拂，怕是身体会承受不住。他说的头头是道，苏胜不免心动。于是没过几天，苏子琪就被送回徐氏的身边，禁足自然也就解了。没想到七公主会派人来到苏府，说她教女无方，不日就要大祸临头，若不及早和苏千雪撇清干系，就连苏家满门都要跟着一起遭殃。七公主深得太后和皇上宠爱，在宫中地位超然，是人人巴结的对象。苏胜只觉得大祸临头，加上徐氏吹耳旁风，立刻下了决心，唤来庞管家，让他把舒浅月的人和东西全都丢出去，然后下令封锁大门，不准让舒浅月踏入家门一步。苏胜，你把我的人和东西赶出去，可问过我同意了吗？烦了呀！老爷别生气，她这丫头向来这样口无遮拦，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把她赶出去就对了。你又算是个什么玩意儿？来人，把这逆女给我拿下，下手不必留情，这样不尊重长辈的畜生，打死算数。怎么，你们真要对我这个大小姐动手，以下犯上不成？你算什么大小姐？老爷认你，你就是老爷；不认你，你就连要饭的乞丐也不如。苏千雪，你识相的就跪下磕头，老爷念在你是他的一点骨血的份上，或许还会给你点银子，否则你就卷起铺盖，带着你的小野种滚出苏府。小野种？你说的是谁啊？我娘亲说的就是你，你和你生的小野种滚出我们苏家，小野种就是绵绵。6岁的苏子琪脸上露出的是恶毒和狰狞，她这么讨厌苏千雪和绵绵是有原因的，一是受了徐氏的影响，二来她垂涎苏老夫人那里的几样宝贝，老夫人不给她，却非常大方地送给了绵绵。这件事一下子让她把绵绵当成了眼中钉。苏子琪小小年纪，心眼却又狠又毒，徐氏房中的人全都吃过她的亏，被他捉弄打骂不说，他还手脚不干净，喜欢偷拿东西。你再说一遍，谁是小野种？绵绵就是小野种，没爹的小野种。舒浅月不怒反笑，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仿佛有什么影子闪过。下一刻，被人围住的舒浅月不知怎的已经到了徐氏身前，他右手伸出，清脆的嘶声响过。贱人，你敢伤我儿子，我要你的命！10根长长的指甲向着舒浅月的脸恶狠狠划下去，嘴上骂着脏话，还没来得及闭上，就觉得嘴里多了一样东西，臭烘烘的，急欲作呕。你给我吃了什么？毒丸，味道不错吧？哎呀，救命！老爷，救我！老爷，逆女，快把解药拿来！
你向我讨要东西，还能这么理直气壮？谁给你的脸？我是你老子逆女，你的命都是老子给的，老子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你这等生性凉薄的人，也配做父亲？现在一切是我说了算，我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苏胜，你也会和他一样的下场。你要怎样才肯拿出解药？很简单，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当年他从我这里拿走多少嫁妆，一样一样的给我还回来。嫁妆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说。徐氏好歹是你的母亲，你先给她解药，把她的毒解了。要是出了人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母亲？她是谁的母亲？生母不及养恩大，就算她没生你，却也养你这么大了，你怎么半点不知道感恩？她没生过我，更没养过我，就算她死在我面前，我连眼都不会眨。苏胜气得说不出话来。父亲，求求您救救母亲吧！父亲，就把嫁妆还给张姐便是，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不算什么。可是母亲的命只有一条啊！好，我答应你，你的嫁妆会分毫不少的还给你。你快点去解药出来救人。口说无凭，我凭什么相信你？谁知道你会不会赖账不还呢？我是你老子，老子的话就是天。你就是天王老子也没用，言而无信的事情你办得少了。不就是一些破嫁妆吗？好，我现在就开库房拿给你。他唤来庞管家，让他去库房取苏千雪母亲留下来的嫁妆。庞管家领命，战战兢兢地去了。没一会儿，就带着人抬了2只箱子回来复命。你要的嫁妆就在这里，还不快拿解药出来？我母亲的嫁妆册子上少了的那一大半，就只有这2只小箱子。拿去充库房的就只有这些了。那剩下的呢？把大小姐的嫁妆拿出来。没一会儿，被徐氏私吞多年的香笼终于重现天日，被一一抬到了舒浅月的面前。现在这些总够了吧？还是不够。赤金蕾丝香珠盘1对，如意点翠长簪1对，雪貂皮大氅1件，紫丁玉壶春瓶1对，双耳镂空龙鼎1座，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1尊。千雪，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府里这么多张嘴要吃饭，你爹那点俸禄根本就不够。要不是我这些年苦苦撑着，这个家早就破败了。用我娘亲的嫁妆来支撑这一整个苏家，却把我一个孤女身无分文的赶出苏家。许姨娘，这话也亏得你好意思说出口啊！还是那句话，我娘亲留下来的嫁妆一样也不能少，少了的照价赔偿。若是补不足数，那就拿许姨娘的一条命来填上吗？我赔，我一定赔给你。不过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千雪，你给我些时间，准备银子可好？能不能看在还了你这些嫁妆的份上，先把这毒药给我解了？我真的好痛啊！舒浅月随手扔出一颗药丸，徐氏看着那沾了泥土的药丸，一脸嫌弃的模样，但还是架不住腹痛如绞，还是把药丸吞了下去。千雪，你今天从这个家离开，以后就再不是我苏胜的女儿了。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自然会走。这个家当我稀罕吗？拿支笔来，我要亲笔写下断契文书，与这逆女断绝父女关系。从今往后，她是死是活，都与我苏家毫不相干。老爷，别冲动啊！这断契文书可不能乱写。大小姐好歹是您的亲骨肉。闭嘴！拿支笔来。庞管家拿来了笔墨纸砚，苏胜看也不看，大笔一挥，写完了。拿着文书滚出我苏家！以后我苏家没你这个畜生！从今以后，我苏千雪和苏家再无半点瓜葛。我的东西呢？子琪拿了他什么东西？快点给他！好几只香笼被抬出来，苏胜看得瞪大了眼睛。他没想到徐氏和苏子琪竟然私吞了这么多东西，不由恨恨地瞪了徐氏一眼。苏千雪，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大胆！谁敢让我的孙女儿滚出去？母亲，您怎么来了？您身体不好，该好好的休养才是。哪个奴才敢这么多嘴，去惊动了您老人家呀？他这个人虽然对女儿凉薄无性，对老夫人还是颇有孝心，这也是多年来徐氏一直不敢怎么怠慢老夫人的缘故。老夫人，叫祖母，你永远是我苏家的孩子，别人不认你，我认你。
母亲，她不配做咱们家的孩子，她亲口说了她不稀罕。您不知道这逆女她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呢？我不需要知道，我只知道她是我苏家的人，只要有我一口气在，绝不能让人欺负了我的孙女儿。母亲，她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呐，要是留下她，怕是咱们家就要大祸临头了。不管谁想赶我孙女儿离开，都不行。祖母，这个家千雪是住不下去了。如果说这里能有让千雪记挂之人，就是您。千雪不会忘了祖母待千雪这份恩情。千雪，你不能走。这个家里，父不是父，母不是母，实在没有我留下来的理由。祖母，我会回来看您的。你今天走出这个家门，就和我苏家恩断义绝，我绝不会容你再踏入门槛一步。一家人荣辱与共，你能说出这等无情无义的话来，平日里读的圣贤书都喂狗了吗？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儿子来？母亲，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儿子身为护国公，自然得要护得家宅平安，怎么能为了一个逆女就毁了咱们苏家满门呢？让他滚！千雪，咱们走。他不认你，但祖母认你，你永远是我苏家的人。既然他容不下你，那祖母就跟你一起离开。这个家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去收拾我的东西，这就和千雪丫头一起搬出去。祖母不可冲动，我现在无处可去，等我找到安身之地，再接祖母一起，可好？不怕，你没地方住，我有。祖母这些年也攒了不少私房银子，都给你做嫁妆，里面有现成的铺子和宅子，祖母全都给你。母亲，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你的东西怎么可以给他？他一个来历不明的贱种，哪里配得上您的东西？就算您真的把她当成亲孙女，您可别忘了，您可不止她一个孙女啊！难道在您的眼里心里就只有一个苏千雪，别的孩子都不是您的孙子孙女吗？他们都是野种不成？母亲，儿自问这些年来对您不薄，您为何要如此对我？我有哪里做得让你不满意了吗？又或者我才不是你亲生的，我是个野种吗？胡说八道！儿子为了这个家付出多少，您全瞧在眼里。就算儿子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也全是为了这个家。您只知道护着苏千雪，可有看到儿子付出的努力呢？苏老夫人沉默了，她确实不耻儿子的所作所为，可儿子这样做也确实为了维持这个家。罢了，千雪丫头，祖母对不住你。祖母，您没有对不起我。自从我进府以来，您对我一直很好，我会永远记住您的恩情。就此拜别。那你就去吧，若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只管派人来告诉我。好。郭统领，可是苏千雪犯了事儿，与你无关。对，确实是与我无关。郭统领不知道，这苏千雪啊，本是下官之女，但就在方才，下官刚刚写下一纸断契文书，与她了断了父女之情。她已经和我苏家无关了。真有此事？千真万确呀！下官绝不敢欺君。这苏千雪已经不是我苏家之人了，她是死是活都与我苏家毫不相干。你父亲苏胜说与你断了父女之情，已经写下断契文书，可有此事？确有此事。好，既然已经有了断契文书，你的一切祸福都与苏府无关。苏千雪，接旨吧。民女苏千雪接旨。郭敬林取出圣旨，唰的一下展开。苏胜等心中凛然，连忙也跟着跪了下来。只听得郭敬林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胜之女苏千雪协助穆王南宫耀擒贼有功，特赐嘉奖，封苏千雪为丹阳郡主，赐良田千顷宅地一座，钦此。郭统领，你方才宣的旨意是，我家千雪她被封为郡主了？没错，可惜这份殊荣已经与你无关了，恭喜郡主娘娘了。舒浅月也没想到明安帝会大手一挥，给了自己这么大的荣耀和赏赐。丹阳郡主，他对这个封号没什么感觉，不过1000顷良田和宅子正是现在他需要的。多谢皇上赏赐。
舒浅月接过圣旨，暗想这旨意含糊其辞，一句擒贼有功就给了自己这么大的封赏，不对劲。赏赐良田和宅子正常，但一下子给自己加了个丹阳郡主的称号，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他正琢磨着明安帝的用意，千雪，为父错了，为父信了奸人的教唆，误以为你犯了大错，这才写下了断气文书。为父在这里向你磕头赔罪。千雪，咱们父女一场，你就原谅为父吧。为父是猪油蒙了心，一时糊涂呀，是我错了，千雪，为父是真的知道错了。圣贤都能够犯错，你就大人大量，原谅为父这一次吧。苏国公，请自重。为父诚心认错，千雪，你就真的这么铁石心肠，不肯原谅为父吗？为父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小猫那么大，若得一阵风就能够吹跑。为父亲自为你寻药问医，烹汤煎药，你都不记得了吗？我确实不记得了。千雪，是我们对不住你，但就算是我们有千般错，咱们也都是骨肉至亲呐。千雪，你留下来，为父让你住紫光阁，那是咱们府最好的地方，你娘以前就住在那里，好不好？不必，皇上已经赐了我一所宅邸，我再也不必寄人篱下，看别人的脸色。郭统领，我有一事相求。郡主单讲无妨。这些是我母亲留下来的嫁妆，今日我与苏家恩断义绝，自是要将这些带走。只不过苏国公已经写下断契文书，不再认我这个女儿，不肯让人替我搬动，故而我想请郭统领帮一个忙。这有何难，小事一桩。那女人怎么回事？回王爷，护国公苏胜扬言与他脱离父女关系，还亲手写了断契文书，将苏姑娘从苏家赶了出来。恰在这时，皇上的一道旨意下到了苏家，封了苏姑娘为丹阳郡主，还赏赐了千顷良田和一座府邸。属下没想到，皇上赏赐的苏姑娘的府邸，竟然就在咱们的隔壁。苏胜为何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属下还没有打听出来，估计是吃饱了撑的，被女人吹了耳边风吧。他刚写了断契文书，皇上的旨意就到了。听说苏姑娘被封了郡主，苏胜的肠子都悔青了，当场就跪在苏姑娘面前哭着求原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苏姑娘做事儿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讨要了他母亲给她留下的嫁妆，就准备离开。苏胜气恼，不让人帮他搬箱子，他就找了前去宣旨的御林军帮忙，把所有的箱子都搬了个空，连根草都没有留下。听说他离开之后，苏胜恼羞成怒，把他那个后娶的夫人徐氏痛打了一顿，将赶走苏姑娘的罪名全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扬言要休了他呢。你来干什么？你被苏胜赶出来了，是又怎么样？傻子！你骂谁啊？当然是苏胜，为了钻营他不择手段，眼见一棵参天大树就长在他院子里，他不想着好好攀附，竟然一刀将这棵大树砍了，不是傻又是什么？他也没想到苏胜在这种时候竟然脑子进水一样。不过正合他意，他不仅要回了苏千雪娘亲留下来的嫁妆，还给了苏胜等人一个迎头痛击。现在的苏胜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娘亲，你快来，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棵树。有树很奇怪吗？我们府里有好多棵树呢。小狮子你也来了，太好了，我带你去爬树。那棵树上有鸟窝，好大的一个，咱们上去看看是什么鸟，我掏鸟蛋给你吃，我可会掏鸟蛋了。你还会爬树啊？两个小家伙就手拉着手跑进了院子里，很快就不见了影子。福九急忙跟了上去。小狮子，原来你不会爬树啊！瞧我的！绵绵小心，这树太高了，要不你别爬了，鸟蛋也不是很好吃。他爬树你不管？为什么要管？小孩子都是好动的，爬树也不是坏事，有利于活动筋骨。绵绵，你好厉害，怎么可以爬得这么高啊？爬树算什么难的？你会扎马步还叫厉害呢。听福九说，你能扎2个时辰动也不动，我就做不到。那以后你教我爬树，我教你扎马步好不好？不好，我才不要学扎马步呢，腿又酸又累。你父王还在我屁股下面点了根香，差点把我屁股烧个洞。王爷，谁放他出来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立刻把他送回去。南宫耀话声刚刚落地，就听得几声犬吠之声，从大门外面直扑进来好几头大狗。几只狗兴奋地疯狂摇着尾巴，向着舒妙雪直扑过去。舒妙雪吓呆了，一只大狗已经扑了上来。救命啊！救我！舒妙雪吓得魂飞魄散，
南宫耀和管家还有院中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没有人去救他，因为这些狗并没有要咬他吃他的意思。大狗们闻到舒妙雪身上的味道，越来越兴奋。救命啊，王爷！王爷救我！南宫耀的黑眸却不着痕迹地瞟了舒浅月一眼，要说这件事和他无关，他才不信。把狗赶开！倒不是他多同情舒妙雪，实在这一幕让人看到有损他穆王的脸面。王爷，你要为妙雪做主，把这几条恶狗全都宰了。来人，把舒二小姐送回舒府，以后再不许她踏入我穆王府大门一步。王爷，你要送我离开，可是为什么？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放狗！几头大狗大声吠叫，对着舒妙雪咆哮呲牙，张大了嘴巴。是你，我就知道一定是你搞的鬼，苏千雪，我要杀了你！舒妙雪怒火直冲至脑，失去理智般冲了过去，但还没来得及到舒浅月身边，就听得汪了一声大吼，一只大狗对他扑了过来。当时他吓得魂都没了，几只大狗在舒妙雪身后穷追不舍，直吓得舒妙雪哭爹喊娘，恨不能多长几条腿，一路连滚带爬的跑得远了。小人总觉得这位苏姑娘似乎是在哪里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你也觉得她似曾相识？石管家点了点头。苏姑娘为人真是不错，小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姑娘。虽然她名声不好，未嫁就有了女儿，可是她把绵绵教的是真好。要是咱小世子能有像她那样的娘亲，小世子也不会像是现在这样的沉默寡言了。苏姑娘住在咱们府里的这段时间，小世子整个人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会说了，也会笑了。月儿以前不会说不会笑，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以前小世子很少笑，这就算是笑呢，也是偶尔的皮笑肉不笑。小人没见过小世子发自内心的笑出来，可是苏姑娘在的时候，小世子笑得别提多开心了。有吗？有。苏姑娘虽然住在咱们这里没有多少时间，可她在的时候，整个府里都是有活力和生机的。小世子天天的往她那里跑，她住的地方呢，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连咱们府里的下人啊，都争抢着想要去给她送东西。侍卫们有事没事就会从她的院子门口巡视，想要听她讲故事说笑话。南宫耀的眉头又皱了起来，这女人竟然在自己府里产生了这么强的影响力，看来没再让她住进来再正确不过。苏姑娘确实招人喜爱，王爷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呢？你哪里看出本王喜欢她了？苏姑娘是第一个顶撞了您这么多次还能够活到现在的人呐。让她活着，因为她还有用。小世子喊苏姑娘为娘亲，王爷您默认了。我几时默认了？不过是因为懒得反驳罢了。难不成就因为我没有阻止月儿喊那女人娘亲，以至于给了她非分之下？若是这样的话，下次就禁止月儿再喊她娘亲。王爷为了苏姑娘，把舒家二小姐给赶走了。舒妙雪违背本王的命令，私自出门，本王赶她走有何不对？怎么到了石管家嘴里，就变成为了苏千雪了？王爷以前啊，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女子。舒二小姐在咱们府里住了6年，王爷连她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吧？可是王爷却看过苏姑娘，还盯着人家目不转睛的瞧，这一瞧啊就是大半天。有吗？哪有？王爷以前从来瞧不起女子，可是您这次出门办事谁也不带，偏就带了苏姑娘与您一路同行，这说明啊她在您心里啊是有分量的。南宫耀已经懒得解释了，不是分量，而是监视。他是怀疑这女人和北皇傲有勾结，才带她去试探而已，怎么又让别人误会了呢？皇上赏赐给苏姑娘那所宅子，紧邻着穆王府，中间只隔了一堵墙。穆王府？皇帝这是什么意思？京城里再没别的宅子了吗？宅子倒是有的，不过皇上这么做怕是另有用意。郭太后略一思索就明白了。不会吧，南宫月那小子眼高于底，这些年就没正眼瞧过别的女子，要不是月儿生的和他像是一个模子里刻的，哀家都怀疑月儿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苏丫头是个好姑娘，哀家打算为她做主，给她挑一门好亲事，不能委屈了她。南宫月那臭小子可配不上她。哎呦，听听，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苏姑娘是您亲孙女儿，穆王殿下是外头捡来的呢。哀家不能因为南宫月是亲孙子就偏着他，倒是苏丫头身世可怜，她那个爹和后娘又待她不好，贪了她娘亲留给她的嫁妆不说，连断契文书都写了要赶她出门。幸好皇帝及时下了旨意，给苏丫头长了脸。现在她那个爹和后娘后悔去吧。不过苏胜这个人哀家有所耳闻，是个见风使舵的主儿，他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翻脸不认苏丫头了呢？奴婢倒是听说了，这件事情和七公主有关。月熙好大的胆子，竟干出这等事！太后息怒，太后息怒啊！都是奴婢多嘴。你再说一遍。奴婢也是听说来的，苏千雪得了皇上的赏赐，被封为丹阳郡主，住进了傅世子的府里。他有什么资格住进长公主府？他不过是个区郡主罢了，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表哥是被他迷了心窍吗？为什么不把他赶出去？奴婢听说是小郡主很喜欢他，开口降妖的。傅世子向来宠爱小郡主，应该是看在小郡主的面子上，才……月熙想起自己让人去苏府警告了苏胜，曾让苏胜把苏千雪赶出府去，本是大快人心，没想到他被赶出去无家可归，一转头就住进了长公主府。想到他和表哥朝夕相对的情景，月熙公主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他这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这狐狸精分明就是对我表哥不怀好意，他早就打我表哥的主意了，他想近水楼台，哼，做梦！月熙正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忽然听得太监进来禀告：东宁郡主求见。不见。月熙怎么如此不懂规矩？母妃，东宁是来笑话女儿的，女儿不想见他。刘淑妃自然懂得女儿的心事，她住进傅世子府里也只是暂居而已，你何必如此气恼？更何况这件事和东宁无关，你不可迁怒于人，这是你父皇的旨意。那苏千雪现在身份非比寻常，她已不是普通的大臣之女，由得你欺辱。她如今是你父皇亲自下旨册封的丹阳郡主，你去找她的事，就是打你父皇的脸，扫了你父皇的脸面，你可知是什么后果？再不收敛，没人保得住你。你出去吧。你听说了吗？那苏胜和苏千雪断绝了父女关系，还把苏千雪赶了出去。本侯全都知道了。那苏千雪也是因祸得福，皇上封了她为丹阳郡主，还赐了良田宅地，这可是咱们家的殊荣。本侯为玉儿选的这个媳妇儿，没选错。可她现在只有一个郡主的空名罢了，离了苏家，她就什么也没有了。咱们家玉儿怎能娶一个连家族也没有的女子为妻？要是真的娶了这么一个女人，是要落人笑柄的。玉儿以后怎么抬头见人？侯爷，咱们还是把这门亲事退了吧。妇人之见，苏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护国公的虚名罢了。若不是因为这苏千雪得了皇上和太后的赏识，你以为本后会让玉儿娶她？她苏胜算个屁！他的女儿连给本后儿子做洗脚婢都不够格。可这苏千雪就不同了，她可不像他那个没出息的爹。你瞧他回京才短短不过2月，就已经混得风生水起。别说皇上和太后对他另眼相看，就连几位皇子都和他相交不错。这样的人岂同寻常？这门亲事绝不能退。段成庸懒得理会段夫人。来人，备马，本王要去一趟苏家。侯爷，你是要去退亲吗？本侯是去把聘礼要回来。那苏胜已经和苏千雪脱离了父女关系，咱们家的聘礼就应该给那苏千雪，岂能便宜了苏胜？这份聘礼可不薄呢，他为了脸面拿出了近1/10的家产，两家都急着将这门亲事板上钉钉，早就换过了庚帖，定好了婚期，也下了聘礼，就等着吉时一到就可以迎娶新媳妇进门了。没成想会突然出了这档子事。苏胜，本侯今天是来要聘礼的。听说你已经和千雪断绝了父女关系，她不是你苏胜的女儿了，但她还是本侯的媳妇儿。
官儿，本侯送到你府上的聘礼也该给千雪本人。她一个姑娘家不便向你讨要，本侯便替她开这个口。你将本侯送的聘礼拿出来，本侯要将聘礼送到千雪那里。不可以，这聘礼就是给我苏家的，怎么可以说要回去就要回去？更何况这门亲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平南侯这是要撕毁婚约，出尔反尔吗？本侯并未说过要解除婚约，只是千雪她已经不是你苏胜的女儿，难不成你堂堂国公还要霸占旁人的聘礼吗？平南侯这话诧异，千雪她虽然暂时搬离了苏府，可是血浓于水，她永远都是我苏胜的女儿。就算是她对我有些小误会，但父女哪有隔夜仇呀？过不了几天，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的。听说苏国公亲笔写了断契文书，与千雪断绝了父女亲情，可有此事？那不过是一时气愤罢了。我也很是后悔，这事儿啊，当不得真的。苏国公的意思是坚决不肯退回这聘礼了？不出1月就是小女出嫁之日，咱们两家皆为姻亲义士，已经朝野接近。如今平南侯坚持要收回聘礼，难道就不怕传出来让人耻笑吗？你连女儿都没有了，还想和本侯结亲？谁说我没有女儿？要嫁给你平南侯府小侯爷的，就是我家次女苏慧兰。苏胜，你敢欺骗本侯，好大的胆子！侯爷息怒，侯爷息怒。庚帖上的生辰八字是苏慧兰的。没错，是小女慧兰的。苏胜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事情一挑破，他反而松了口气，一副你看着办的架势。退婚！平南侯是要背弃婚约，担负悔婚的名声吗？若是平南侯不在乎名声，在下自无异议。苏胜，你得罪了本侯，就不怕你的女儿嫁到本侯府里会过怎样的日子吗？慧兰嫁给小侯爷之后，就是你们段家的人了。侯爷全家要是待她好，那自是他的造化；要是……段成庸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好人，也被苏胜的无耻震惊了。罢了，人要是能无耻到这种地步，还是不要招惹为好。段成庸再次眯了眯眼睛，射出刀锋般的目光看向苏胜，嘴里发出嘿嘿的冷笑之声。苏胜哪里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把平南侯得罪死了，但比起让他交出那笔丰厚的嫁妆来，就算对面站着10个平南侯，他也能一起得罪了。一个女儿换笔丰厚嫁妆，划算。你个不中用的东西！娘亲，我被人欺负成这般，你还打我？你还有脸哭？我平时教你那些话都当耳旁风了吗？罢了，先让妙雪去沐浴，有什么话慢慢再说不迟。舒妙雪哭着跑了出去。老爷，您就不着急嘛？妙雪被穆王赶了出来，这可怎么是好啊？要不我带着妙雪去一趟穆王府，亲自向穆王殿下赔罪如何？不行。为何不行？舒夫人可不想自己的女儿浪费6年的时间，却一无所获。要是妙雪就这么被打发了回来，她以后还有脸出去见人吗？她可是要做穆王妃的，如今被穆王扫地出门，还有谁会要她？现在不是时候。南宫耀是什么人？你以为自己去哭几声，说几句好话，就能让他回心转意？你也把战王杀神瞧得忒小了。舒夫人也确实畏惧这个名义上的女婿，尽管她的大女儿嫁给了南宫耀，是名正言顺的穆王妃，可南宫耀却对他们夫妇一句尊称也没有，更从来不曾以女婿自居过。朝堂相见，对舒远山的称呼也只是一句冷淡的安远侯，更从来没有上门来拜会过他们一次。要是南宫耀不肯娶她，他这辈子就毁了呀！当初我就不同意你让妙雪住进穆王府，是你非要让她去，她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你害的。老爷，你说这话还有良心吗？我让妙雪去接近南宫耀，为了谁？还不为了咱们舒家，为了老爷您呢？算了，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老爷，你一定要给妙雪做主，向南宫耀讨个说法。妙雪被赶回来，定是因为那苏千雪的缘故。皇上突然封了她为丹阳郡主，上次她的宅子又在穆王旁边，难不成是皇上有意想为她和穆王指婚不成吗？若当真如此，那咱们妙雪就完了。老爷，这苏千雪不除，怕是后患无穷。不可，这苏千雪现在动不得。为什么动不得？苏千雪刚被封了丹阳郡主，深得皇上宠信，
要是他这个时候出了事儿，皇上必会龙颜大怒，彻查此事。你以为事情做得严密点就能脱得了干系吗？别忘了，南宫耀手下的黑甲卫都是什么厉害人物？为妙雪报仇一事，暂缓一缓。欺人太甚！他苏胜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竟敢这样欺骗咱们平南侯府！退亲，一定要退亲！尽管他们这边也没打算娶苏千雪为世子妃，只想让她进门当个妾，但就算是个妾，也轮不到苏慧兰。更何况苏胜是欺骗在先。咱们和苏家结亲，朝野皆知，还有1个月就要迎娶。若是此时退亲，会成为全城笑柄。他苏胜不在乎面子，本侯却不能不在乎。可恶的苏胜竟然用这个来要挟本侯，本侯岂能受他之欺？那咱们就让玉儿娶那个庶女不成？就算是给咱们家玉儿做妾，她也不配。妾身倒是见过那位苏家二小姐，虽然是庶出，却是一副好相貌，娶进来给咱家世子做个妾室，也是挺好的。这位刘基是段成庸妾室中最受宠的一个，故而才敢在段夫人面前说出这番话来。段成庸妾室无数，听了这话，心头一动，说得不错，反正是个妾，罢了罢了。作为男人，美妾当然是越多越好，若是不喜欢了，便不理会就是。你若是觉得那苏慧兰不错，就把她娶进门，给景儿做媳妇如何？这刘基正是段成庸的庶子段玉景的生身之母，就可惜这门亲事不是定给景儿的，若是定给了景儿，景儿自不会推脱。那苏胜能让苏慧兰待嫁，咱家自然也可以让景儿带玉儿迎娶，不过就是个妾罢了。侯爷，景儿才15岁，还没定亲呢，要是平白给她娶个妾进来，这岂不是让人笑话？确实不妥。父亲，母亲，玉儿，你怎么来了？你的腿还没好，他一说了1个月之内不能移动，你不躺在床上养伤，来这里做什么？我死都不会娶那苏慧兰。父亲，你就由得咱家被苏家这般欺辱吗？他敢拿庶女待嫁，咱们为何不能够用庶子代娶？反正你们要是敢逼我娶那苏慧兰，我宁可再断一条腿。没人逼你娶她，你不喜欢咱就不娶。侯爷为何定要逼咱们玉儿娶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一个妾室，让景儿娶了便是。景儿才15岁，还不到娶亲的年纪。再说他兄长还未成亲，哪里轮得到他？玉儿、景儿都不想娶那苏慧兰，可这送出去的聘礼却收不回来了。罢了，本侯娶了便是。段夫人气结，段玉涛才不在乎他爹娶妾室，只要不逼他娶便行。父亲，我要娶苏千雪。你不是不喜欢她吗？就是因为不喜欢，儿子才要非娶她不可。不管是做妻还是做妾，非她不可。你就这么恨她？是。段玉涛答得十分干脆，可他眼中却透着一丝疯狂。这些时日来，他没有一天不想到苏千雪这个女人的，不用闭上眼睛，她的面容也时时刻刻在他眼前晃着。他那张骄傲的神情，清丽的容貌，还有尖刻的话语，让他想起来就咬牙切齿，却刻骨铭心。以前他或许对别的女子动过心，是因为对方俏丽的容貌或是娇美的笑容，但和苏千雪这女人一比，那些女子全都变得云淡风轻，不留一丝痕迹。每天晚上他都会梦到苏千雪，时而旖旎，时而愤怒。从梦中惊醒时，他的心脏在砰砰乱跳，血液沸腾，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浓烈情感，这越发让他无比期盼那个成亲的日子。只是恨他？当然是他弄断了我的腿，我要是不报复回来，我就不姓段。报复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并不一定非娶她不可。玉儿，你是不是喜欢上苏千雪了？没有，绝对没有，我恨她。既然你如此恨她，那为父就想个法子帮你报仇，比如毁了她的脸，如何？毁了她的脸？这未免也太残忍了吧？对一个女子而言，毁容比杀了她还要让她生不如死。既然要报复，当然是要报复的彻彻底底。
更何况他弄断了你的腿，本侯绝不会就这么便宜了他。父亲，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私怨，还请你不要插手。女儿，你很有眼光。这苏千雪今时不同往日，皇上已经封了她为丹阳郡主，赐良田宅地，这在我南陈国的女子当中乃是头一份的殊荣。现在想娶她的人，怕不只有你一个。还有谁？多了去了，比如穆王。这怎么可能？穆王哪里会看得上他？那可不一定哦，穆王对他可是另眼相看。还有小世子也很喜欢他，只要穆王开口，这世上没有女子能拒绝吧。看到儿子灰败颓丧的神情，段成庸心中的猜测再次得到证实。若是你下手的快，这肉不就在你碗里？先把生米煮成熟饭，你还怕那煮熟的鸭子飞了不成？苏姐姐，谢谢你啊，我这2天觉得好多了。你这2天虽然好了一些，可还是不能受风着凉，以后也要按时服药，知道吗？知道了，苏姐姐。太医煎的药难喝死了，不像苏姐姐给我煎出来的药，酸酸甜甜的，我喜欢喝。是药3分毒。苏姐姐，我兄长是不是哪里得罪过你啊？你好像很不待见他呢。我见到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说话，这是我的怪脾气，小郡主莫怪。我当然不会怪苏姐姐，如果是我兄长得罪了苏姐姐，我让他向你赔罪。兄长，你还不过来向苏姐姐赔罪？傅子夜真是一头雾水，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自己有哪里得罪过这位苏千雪。傅子夜苦笑着上前，若是在下有哪里得罪过苏姑娘，还望苏姑娘大人大量，原谅在下的莽撞。苏姑娘费心竭力的为圣妹治病，在下感激不尽。但凡苏姑娘有需要，只管开口便是，在下无有不从。傅世子客气了。苏姐姐，如果我哥哥真的得罪了你，你不要生他的气吧，我替他向你道歉。他这个人看上去脾气很好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又冷又硬，像刺猬一样刺人，靠他近点就被他伤到，对人还有防备之心，一点也不好相处。但是如果他一旦认定了你，他就会掏心掏肺的待你，真的。小郡主的眼睛闪闪发亮，说到兄长傅子夜的时候，脸上焕发出一种别样的光彩来。就凭这一点，舒浅月就可以确定傅子夜或许曾经做过对不起原主舒浅月的事情，但他对自己这唯一的亲妹妹却是宠到了骨子里。姑姑可不能让子夜表哥和这狐狸精接触，我怕表哥见了他被他勾了魂就不好了。子夜成熟稳重，并不是见了漂亮姑娘就失魂落魄的人。这话却是说给东宁郡主听的。众所周知，东宁郡主是他看中的儿媳妇，他可不希望这门婚事还没商定就出了变化。长公主虽然也喜欢月溪这个侄女，并不介意亲上加亲，但儿子的婚事当然要儿子自己乐意才行。唤那苏千雪进来吧。长公主早就瞧出月溪这次前来没安什么好心思，怕是冲着这苏千雪而来。她正愁没人对付苏千雪呢，倒是来了个好帮手，这个机会她怎么可能错过？见过长公主。苏千雪，你好不懂规矩，我姑姑还没叫你平身你就擅自起来，简直是不把我姑姑放在眼里。来人，给本公主狠狠地掌她的嘴，教教她什么才是规矩。请问这里是七公主的府邸，还是刘淑妃的宫里？这里应该是长公主府吧？长公主还没发话，七公主倒喧宾夺主的发号施令，也未免太不把长公主放在眼里了吧？请问这种不尊敬长辈的态度，就是七公主所谓的规矩吗？如果七公主教我的规矩就是这个，那么该长嘴的人应该是七公主才是。苏姑娘好一张利口，听说苏姑娘精通医术，如今住在本公主这里，瑶儿的病让你费心了。她盯着舒浅月的脸，果然生得姿容出众，就算穿的戴的是寻常物事，仍然看得人移不开视线。怪不得明明名声扫地，仍能招惹的穆王、誉王在他面前献殷勤。要是任由他继续住在府里，子夜和他时时相见，难免不会被他勾了魂去。还是想个法子尽快把他打发走才是。他脑中思索着，突然只觉得心口一痛，脸色瞬间变得苍白。长公主已经唇如白纸，
晕厥了过去。本公主怎么了？公主，您突然晕了过去，可吓死奴婢们了。他把方才的情况说了一遍，奴婢以为公主您犯了心疾，已经让人去请沈御医了。是苏姑娘给您施针，发现您是中了毒，为了您服下解毒丸后，您吐出一口毒血来，这才醒了。中毒？本公主中了什么毒？长公主所中之毒可谓是年深日久，最少也有15、16年了。只是您中的毒不重，在您身体里蛰伏，时不时的会发作一下，倒是很难察觉出来。苏姑娘，你这话未免太过荒谬。本公主的身体向来由沈御医调理，若是本公主中了毒，沈御医岂会不知呢？这毒很是少见，公主中的分量又不多。那你说说，本公主中的是什么毒？千机。什么？我中了千机之毒？长公主不必惊慌，您中这毒已经有15、16年，当时您应该只是中了数量极少的一点，所以不会致命。但这千机之毒潜伏在您身体里，时不时就会发作。发作之时，您会胸闷，觉得胸口似乎压着一块大石头，让你喘不动气，并会因此而昏厥。你以为自己得的是心疾，不管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无法缓解这种症状。其实这只是千机之毒发作的症状罢了。你说的没错，太医们诊断本公主得的的确是心疾，就连沈御医的药都没有效果，原来竟是中了毒。可我一直觉得奇怪，小郡主的校正根深蒂固，似乎是娘胎里带来的。现在终于知道她的顽疾是从何而得了。你说什么？瑶瑶的校正竟是因为本公主？没错，正是因为长公主中了千机之毒，您自己未曾察觉，又有了身孕，这毒汁自然也会带到胎儿身上，所以小郡主生下来就体质比旁人要弱，她的校正就因此而来。苏姑娘，也只有你敢在本公主面前直言不讳，原来是我害了瑶瑶。长公主看向舒浅月的目光变得幽深起来。本来她想借着月溪公主来个敲山震虎，好好给这苏千雪上点眼药，免得她打起自己儿子的主意来。现在看来，竟是她想错了。这苏千雪行事磊落大方，完全没有想巴结讨好她的意思。她连月溪公主也敢奚落顶撞，足以见她不是攀附权贵之流。丹阳郡主，麻烦你跟我们去一趟大理寺。我犯了什么罪，要去大理寺？这个下官不知，下官乃是奉旨行事，还请丹阳郡主不要为难下官。苏姐姐，别去大理寺。大理寺是朝廷专审重犯的地方，在他的印象之中，所有进了大理寺的犯人都要经受严刑拷打，不死也要脱层皮。苏姐姐一旦进去了，怕是就再也出不来了。你是什么人？我苏姐姐是皇上亲封的郡主，你敢对她如此无礼啊！下官见过小郡主，下官只是奉旨来请丹阳郡主前往大理寺，此事与傅世子和小郡主无关，还请两位不要阻拦，让下官为难。若是丹阳郡主不愿意前往大理寺，你们就要来硬的吗？下官不敢。舒浅月心中盘算，他要脱围而出不算难事，只不过一旦和官兵动起手来，他没罪也变成了有罪，会被朝廷视为逃犯，成了整个南陈国的罪人，以后怕是步步艰难。他的计划就要彻底泡汤，为绵绵寻药这事也要大费周折，小不忍则乱大谋。我随你们前去大理寺便是。那便最好不过。我陪你一起去大理寺。下官只是奉旨请丹阳郡主一人，旁人不得相随，还请傅世子见谅。丹阳郡主，请上车吧。娘亲，我要和你一起去大理寺。你听我的话，和傅姐姐待在一起，娘亲很快就会回来的。娘亲，大理寺是不好的地方吗？大理寺是朝廷问案的地方。那他们是要找娘亲去帮忙破案吗？或许。傅世子，麻烦你和小郡主帮我照顾好绵绵。你知道大理寺是什么地方？那里一进难出，稍有不慎，这辈子怕是就出不来了。不过你只管放心，本世子绝不会袖手旁观。不需要你插手，你和小郡主只需要帮我看着绵绵就好。我怕小丫头会惹事，我自己的事情我能解决。你一个弱女子能怎么解决？你以为大理寺是皇宫？那里比皇宫更可怕。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没怕过。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你们牵扯进来。傅世子，请你尊重我的决定。傅子夜只能点了点头。下面的人可是丹阳郡主？正是。按理丹阳郡主应有次座，但今天你是疑犯，属下官无法为您准备座位，还请丹阳郡主
不要见怪。不知我犯了何罪？你父亲苏国公今日一纸送状将你告到了大理寺，因为你谋害亲弟，人命关天。你有何话要说？我和苏胜已经断了父女亲情，他的儿子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我没有弟弟。一个六亲不认的畜生！子期他才只有6岁，就算和你不是一个娘，他也是你的亲弟弟，你怎么下得去手啊？子期，你死得好惨啊！原来是苏子琪死了，他怎么死的？你在这里装无辜，子期就是你亲手所害，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畜生！他转身向着堂上扑通跪倒。裴大人，求您为犬子主持公道，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死不瞑目。秦大人严惩杀害子期的凶手，更不能因为他是郡主就有所姑息。本官自会秉公而断，皇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苏胜一口咬定是我害了苏子琪，可有人证物证？自然是人证物证齐全，本官才会奉旨而审理此案。苏国公是今日一早来大理寺递交的诉状，告丹阳郡主杀害亲弟。本司接到诉状后，立刻派人去了苏府查看，证实苏胜之次子苏子琪确实是暴毙而亡，人证物证俱已带回大理寺。丹阳郡主，你还有何话要说？神不是我杀的，我毫不知情。苏子琪一个小孩童，与我无怨无仇，我杀他做甚？这个指认未免太过可笑。神证是什么？物证又是什么？来人，将证人带上堂来。片刻后，庞管家被2名衙役押着带了上来。一看到舒浅月，他就脸色苍白，扑通跪下。你是人证？你亲眼见到我杀了苏子琪？是，我看见的。苏千雪，证人已经亲口证实，你就是杀害了苏子琪的凶手。你有什么话要说？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苏子琪之死，我毫不知情。苏千雪，这丝带可是你的东西？是我的腰带。果然是你害死了子期，你豪横的心呀！他是你亲弟弟，你居然也下得了手？腰带是我的，但行凶的人就一定是我吗？我离开苏家的时候，留下许多衣物并未带走，这腰带就在其中。如果说苏子琪是被人用这条腰带勒死的，那这个人一定就在苏家。不可能，子期是我的儿子，府里的人怎么可能会害他？只有你这个外人才会加害子期。外人？方才你还口口声声说苏子琪是我亲弟弟，怎么眨下眼的功夫，我这个当姐姐的就成了外人了？庞管家和几名下人亲眼所见，就是你下的手，是吗？那么请问庞管家，你见到我行凶害苏子琪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来阻止呢？你们这么多男人，怎么会纵容我一个小女子去杀害一个6岁的孩子？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不管吗？当时我们听到声音赶过来的时候，只看到大小姐你已经勒得小公子断了气儿，我们根本来不及阻止。你一看到有人来了，就松开了小公子，从后门逃了出去。我们没追上。那苏子琪是在哪里遇害的？在他自己房间里。这就奇了，他房里难道没有服侍的人了吗？他身边的人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行凶不成？这个小人不知道。庞管家答不上来，再次偷眼看向苏胜。你不知道就不知道，老是看苏胜做什么？难道这些话都是他教你说的吗？不是，当然不是。那你们可曾看清楚我行凶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戴的是哪样首饰？当时天太黑了，我们都没看清楚。哦，天太黑。既然苏子琪遇害的地点就在他自己房里，难道天黑了居然没有点灯吗？点了灯的，但当时你隐在暗影里。既然我隐在暗影里，你们看不清我穿的衣裳和戴的首饰，怎么就偏偏看见我的脸了呢？这岂不太过奇怪？我记起来了，大小姐，你当时穿的就是你现在穿的这一套。你确定没看错吗？没看错。哎呦，那可就奇怪了。我这套衣裳和首饰都是今早上长公主派人送给我的，长公主和她送衣物来的嬷嬷都可以作证。裴大人派人去长公主府一问便知。一听这话，庞管家的腿瞬间就软了。将这姓庞的拉下去，重则40。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人说实话，小人不敢再说谎了。是我家老爷让小人这样说的。你也是个没良心的畜生，白眼狼！老子白养了你这么多年，本以为你是一条忠心的狗，没想到是头会反咬主人的狼。
他对着庞管家连踢带打，庞管家抱着头惨呼连连。很快，衙役们就将疯了般的苏胜制住。老爷，不是小人出卖您，实在是小人受不住那板子，小人还想多活几年。小人确实没有看到大小姐杀人。裴大人，对这等小人就该动用大刑，不动大刑，谅他不会说实话的。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是老爷让小人诬陷大小姐的。不只是小人，还有另外几名下人，也全是受了老人的指使。小公子死的那晚，小人确实未曾见过大小姐。祖胜，你是丹阳郡主的亲生父亲，你为何要指使下人诬陷亲生女儿杀人？快点从实招来！我没有啊，大人明察，千雪是我的亲生女儿，子期是我的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怎么会将杀害妻子的罪名扣在自己的亲女头上呢？这完全不合常情啊！裴光俊再次瞪着庞管家：“你再不从实招来，大刑伺候！”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实在是老爷做的事儿，这无情无义啊！大小姐是老爷的亲骨肉，可您却从来没有把她当成女儿，甚至亲笔写下断契文书，要和大小姐脱离了父女亲情。大小姐向您讨要夫人生前留下的嫁妆，您拿不出这笔银子，想赖账不还。正好小公子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您就把小人和几名下人叫来，让我们作证是大小姐杀了小公子。您亲口说，只要证实了是大小姐杀人，他就洗脱不了杀人的罪名，到时候欠他的银子就不用还了。裴大人，你要为我家子期做主，不能让他就这么枉死啊！就算凶手不是苏千雪，也和他脱不了干系啊！仵作验尸表明，苏子琪是被人用这条腰带勒紧窒息而死，死亡地点是在他自己的房内。如果这姓庞的和那些下人说的全是假话，杀害苏子琪的人并不是丹阳郡主，必另有其人。丹阳郡主，你可有什么线索吗？裴大人，除了腰带，还有一个证据是任何人都带不走的，苏子琪的尸身。丹阳郡主，听闻你医术了得，莫非你还懂得验尸吗？略知一二。来人，将苏子琪的尸身抬上来。没一会儿，2名衙役就将尸身抬到了堂上。没错，他确实是被人勒死的，但是你们看他的表情，却是惊吓大过恐惧。这是何缘故啊？这说明苏子琪认识杀害他的凶手。丹阳郡主，你还看出了什么？可能看出凶手是谁呀？舒浅月微微点头，目光在周围人脸上扫视了一圈。裴大人请看，证据就在这儿。苏胜没有习过武，又养尊处优，所以他用腰带勒死苏子琪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让自己也受了伤。这2道淤痕就是他杀害苏子琪的证据。胡说！你胡说！冤枉！天大的冤枉啊！裴大人，凶手已经找到，您打算如何处置？丹阳郡主，仅凭他掌中的淤痕，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杀害苏子琪的凶手吧？毕竟苏子琪是他的儿子，他没有理由下手杀害亲子啊！大人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就让他交代一下苏子琪死的时候他在哪儿，在做什么，可有人证？还有，苏子琪死在自己房里，他屋里服侍的人竟然一个也没出现，这一点岂不可疑吗？徐姨娘，苏子琪是你的儿子，你应该最清楚苏胜究竟为什么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苏子琪是谁的儿子？当然是我的儿子。我问的是，苏子琪的生父究竟是谁？是老爷，当然是老爷。畜生，你又想污蔑我吗？子琪是我儿子。丹阳郡主，你说这苏子琪不是苏胜之子，可有证据？自古以来，验亲的方式就只有一种，就是滴血验亲。只是苏子琪已死，血液凝固，如何检验？滴血可以验亲，滴骨自然也可以。滴骨验亲，这倒真可以试试。来人，将苏子琪的尸体带下去，剜其骨，与苏胜滴骨验亲。谁要是敢动我儿子的尸身，我就和他拼命。徐姨娘，你想让苏子琪死不瞑目，让真凶逍遥法外吗？不用滴骨验亲也可以，你是苏子琪的亲娘，只要你说出他的亲生父亲是谁，自然也可以证明。徐氏浑身发抖，内心激烈的交战。他不愿相信杀害儿子的人就是苏胜，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苏胜。他为什么要动手杀害子琪？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7年前，我去白马寺烧香，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表哥，他约我去后山叙旧。
我去了，他却趁机强迫了我。我恢复之后不敢和别人说这件事情，没想到却有了身孕，后来就生下了子期。老爷一直以为子期是他的儿子，可这件事除了我自己，再无旁人知道。苏轼怎么会得知子期不是他亲生的，而对子期下了手？为什么？老爷，子期他犯了什么错？就因为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就要勒死他吗？他才只有6岁，你怎么下得了手？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一直把你当成亲生父亲。苏轼，你不是人，你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啊！老子把你从那种见不得人的地方救出来，替你隐瞒了身世，还给了你名分，你就是这样的回报我的吗？给老子戴绿帽子，还生了一个野种，野种，他就是个野种啊！老子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的养了6年，他居然不是我儿子！贱人，你对得起老子吗？没错，老子杀了他，还要杀了你！苏胜杀害苏子琪，物证人证俱全，来人，先将苏胜关进大牢。待本官上报朝廷，再定其罪。局势也一同收监。丹阳郡主与此案无关，本官也是公事公办，还请郡主不要见怪啊。谁说他与此案无关？拜见穆王殿下。裴青，此案审到什么地步了？裴光俊忙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苏子琪之死乃是苏胜亲手所为，与丹阳郡主无关。丹阳郡主是无辜的。他无辜？若他无辜，苏胜如何会得知苏子琪不是他亲子？难道是丹阳郡主告诉苏胜的？苏胜，你是从何得知苏子琪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没错，就是这个畜生派人告诉我的。你们想不到吧？我生的这个逆女认为是徐玉娘害死了她的母亲，6年前又把她赶出家门。她恨极了徐玉娘，就想借着我的手除掉徐玉娘和她生的野种。是我上了这畜生的当了，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我只是一时被气昏了头啊！舒浅月皱起了眉头，这盆脏水居然又被扣在他头上。苏胜明显是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苏千雪，原来是你，你害了我的子期，我要杀了你！丹阳郡主，苏慎指认是你派人告知他苏子琪一事，这件事儿你作何解释？我没做过，事实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苏子琪不是苏胜的亲生儿子。丹阳郡主，若是你拿不出证据，本官也只能按例将你暂时收监，待查明真相再行处置。裴大人，你这样断案未免草率吧？裴光俊哪里不知道自己有点强词夺理，可他却不敢得罪穆王啊。穆王殿下一来就气势汹汹，明显不是为了给这苏千雪撑腰，而是来找他麻烦的。他要是再不识时务的将人放了，岂非是逆了穆王殿下的心意？裴青断案公正，本王甚是满意。来人，将丹阳郡主收监，像不像？像极了。小世子和绵绵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要不是亲眼见到，属下都不相信这世上还会有人长得跟小世子一模一样的。本王是问你，绵绵和本王像不像？这绵绵和小世子生的一样，小世子像您，这绵绵当然也像了，尤其是眉毛和眼睛特别像。一个陌生人却长得和本王的儿子如此相似。福九，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巧合吗？有吧，绵绵和小世子不就是吗？主子，您就这么恨苏姑娘吗？她也没怎么得罪您吧？您这是要置她于死地啊！那大理寺的天牢是什么地方？福九可清楚得很，把人家娇滴滴花朵一样的姑娘家关于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主子这有多恨人家？难不成就是爱之深恨之切？你也是这样想本王的？属下不敢，属下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属下想不通，如果苏姑娘得罪了王爷，王爷想教训她，有100种更厉害的法子。你说的没错，她是得罪了本王，她以为自己是谁，居然不把本王放在眼里。本王就是要给她一个教训，让她知道本王的厉害。只是关在天牢便宜她了。福九就算没娶过媳妇儿，也能从自家主子这话里听到浓浓的酸意，跟那酿了20年的老陈醋一样。王爷不就是因为苏姑娘住进了小郡主家里，跟傅世子近水楼台了吗？这3天来，主子的心就跟那猫抓一样。果不其然，主子逮着一个由头就把人家苏姑娘给关了起来，也太小肚鸡肠了吧。当然，这话福九也就敢心里想想，他
他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主子还想怎么教训那苏千雪？只管吩咐属下，属下会让他记住，以后对主子恭敬一点。要是再得罪主子，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不必了，照顾好他们就是你的职责。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本王唯你是问。王爷，要不王爷您还是赶紧娶一个王妃回来吧，照顾小世子和绵绵。什么意思？属下是个粗人，只知道打打杀杀，负责保护小世子和绵绵的安危没问题。可属下没成亲，这实在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呀。自打主子把绵绵带到府里来交给他照看，府九这大半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鬼丫头实在是个磨人精。是你要审我，我犯了什么罪？穆王殿下，你这属于私自询问，你就不怕我出去之后在皇上面前告你一状？你以为你能活着离开这里？我实在是觉得我活着比死了对你来说更有用处啊！你想要让我做什么？本王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要是有一个字的谎话，本王保证你这辈子也别想见到绵绵了。你用绵绵来威胁我，不觉得无耻吗？本王只在乎管不管用，不在乎无不无耻。你问吧。绵绵的父亲是不是本王？你都知道了，王爷，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这是终于打算认回我们母女了吗？南宫耀懵了，他只想一巴掌抽在他脸上，打掉他这一脸的假哭，演得这么拙劣。本来已经有9分的怀疑，因为舒浅月这番做作逼真的表演，瞬间降到了不足5分。苏千雪，少做戏了，你演得比戏子还要拙劣。王爷，你真的忘了当年大明湖畔的苏千雪了吗？闭嘴！南宫耀简直无法直视那张假假的脸，还有那假假的哭泣。南宫耀，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你让人把我关进这里，究竟想做什么？本王要你帮我办一件事，若是你能办得到，本王就可以放你离开这里，否则你就在这里待到死吧。想找我办事儿，就用这种方式？好歹我也是你父皇亲口封的郡主。南宫耀，你这样做，未免没把你父皇放在眼里吧？做不做？你先说来听听是什么事儿。我可不像你，没底线的事情我绝不会做。放心，这件事别人做未必成功，但你去做事半功倍。我可以当成你这话是在夸我吗？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了，你也休想要再离开这里。说吧，什么事？你牢房对面的那个男人，本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取得他的信任。什么？那个断了腿的？就是他。答不答应？本王没什么耐心，数到3，你给出答案。答应。你休想在本王面前玩花样。现在我答应了，你反而又不信我。疑者不用，信者不疑，懂？舒浅月不知道那断腿男人是谁，但他却知道南宫要处心积虑地把他关进大牢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他。那断腿男人身上一定藏着一个大秘密。断腿男人恨南宫耀入骨，南宫耀却把他关了10年，都没要他的命，恐怕就是为了这个大秘密。你把我关进大牢，就是想让我接近他吧？你怕是早就想到这个办法，只是正好找了一个理由把我关起来。你从来不会轻易屈服，说你答应本王的真实原因。我是为了绵绵，因为这件事让我见识到了你穆王殿下一手遮天的本事，无论我怎么折腾，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像你这样的人，既然不能与之为敌，倒不如和你做朋友，这样才能活得长久。我是个聪明人，自然懂得趋利避害。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本王姑且信你。穆王殿下选的这个谈生意场所实在是有些煞风景。本王倒是觉得这里用来对付那些不肯说老实话的犯人非常合适。要是穆王殿下信不过我，也不会选择和我合作了。既然这样，我也会拿出我的诚意来。实不相瞒，你让我接近的那个人刚刚向我透露了一个大秘密，但我却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大秘密是否就是穆王殿下想让我接近他的原因呢？你勾引男人还真是有手段，关在牢里还不到1天1夜，就能让那人向你吐露大秘密。苏千雪，你究竟是谁？或许你真是个狐狸精，但凡是男人都逃不过你的魅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不是我有手段，那秘密是我用半只肥鸭换回来的。那断了腿的家伙想用他嘴里的秘密换我的鸭子，但他说出来的那个秘密，我却觉得一文不值。是什么秘密？这就想知道。想见到绵绵，你最好乖乖听话，别在本王面前玩花样。你如果是男人，就别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拿捏我。只要管用，本王不在乎是否卑鄙无耻。
你是一个没有心的女人，这世上除了绵绵，你谁也不在乎。所以本王早就知道，想让你听话为本王办事，就只有这一个法子。舒浅月瞪着他，恨不能想咬下他块肉来。我说便是，他说的那个大秘密，就是咱们发现的那个铁矿岩。本王要知道的不是这个。那你想知道什么？你不必知道太多，只要想办法取得他的信任。时机到了的时候，本王自会告诉你。还有，你给本王乖乖的待在这里，不许离开一步。绵绵在本王府里，你若安分，他便过得安生；你若是敢玩花样，我答应你留在这儿行了吧？保证不离开大牢一步。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3天洗一个澡。什么？你在和本王开玩笑？我哪敢开莫王殿下的玩笑？但是我真的要洗澡，我可不想天天带着一身血腥味、汗臭味睡觉。如果你满足不了我这个要求，那交易免谈。就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你就拒绝本王？在你眼里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就看每个人对洗澡这件事情的界定了。本王答应你了，还有别的要求吗？没了。若不是本王交代，你现在吃的就是和那些犯人一样，黑窝头和馊了的稀饭，你也愿意？和洗澡相比，我还是选择可以洗澡。天天大鱼大肉的，对身体也不好。弄半天，他特意让人送去的食物，他还不领情。千雪，为父就知道你没这么狠心，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吧。我有条件。什么条件？我要知道是谁告诉了你苏子琪的身世，还有又是谁让你把杀了苏子琪的罪名嫁祸给我的？苏尚眼神犹豫，显然拿不定主意。看到他这个反应，舒浅月心里更有数了。只要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就想办法救你一命。好，我说你要保证能够救我一命，不但要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就连我的护国公身份也得保存下来。咱们苏家不能够垮了。杀人偿命，我只能保证你活下去，至于别的，我做不到。好吧，我告诉你便是七公主。七公主为什么要害我？我不知道，七公主乃是金枝玉叶，她不喜欢的人就想来个眼不见为净吧。她想杀谁，这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舒浅月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如果苏尚没有说谎，那这位七公主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给她支招，想出来对付她的计策环环相扣，毒辣之极。上次你把我赶出家门后断绝父女关系，也是七公主派人和你说了一些什么吧？对，千雪你真聪明。那一次确实是七公主派了人来警告为父，都是为父一时糊涂信了七公主的话，这才做出了糊涂事情来。千雪，在为父的心里啊，你始终是我最疼爱的女儿啊。你和徐氏只能活一个，你选吧。我当然是我。千雪你放心，你为他读完这件事儿，我绝对会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会外传的。咱们才是父女之亲啊，身体里流的是一样的血。谁说我为他的事读完了？我是怕他就这么死了，才给他服了药，让他多活几天。他确实罪大恶极，但你手上沾的血就比他少了。就算苏子琪不是你亲生的，你也养了他6年，亲手扼杀一个6岁的孩子，你心里就没有半分愧疚吗？他又不是老子的亲儿子，老子为什么要愧疚？何况老子养了他6年呢！要是早知道他不是我的种，当年他一出生，老子就饿死了他了。千雪啊，你是不一样了，你可是我亲生的骨肉啊！爹知道这么多年亏欠了你，但你放心啊，爹以后一定会好好的补偿你的。其实爹就是因为失去了你娘，太过伤心也太寂寞，受了徐玉娘这贱人的蛊惑，才把她扶了正。但是我没有想到她竟然对虐待你啊！哎呀，早知道这样，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女儿啊！他当年那样的对你，你为何还要救他？不如就这样让他死了，岂不是好吗？闭嘴！你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姓苏的丫头，你本事不小啊！没想到你不但会开锁，还会治病呢。他一直在窥视着舒浅月的一举一动，从舒浅月用金针拨开锁，进入苏胜的牢房，又是怎么救治徐氏的，他全都尽数看在眼里。这算什么本事？我还有很多本事你见都没见过呢。嘿嘿，小丫头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姓苏的丫头，你是在哪里学的医术啊？你的师傅是谁？断腿犯人对他的好奇越来越重，舒浅月没再理他。舒浅月回到自己的牢房，坐回床榻之上，躺了下来，
对面的断腿犯人一直在问他各种问题，特别是对他的医术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不管他问什么，舒浅月的选择就是置之不理。南宫耀让他取得那犯人的信任，却又不告诉他半点那犯人的身份和来历。他思来想去，那唯一能入手并接近那犯人的方法，就是让他主动来接近自己。只有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拿出一样能镇得住他的东西，那就是医术。所以他今晚这番出牢房，警告苏胜，还有给徐氏治病，全都是做给那断腿犯人看的。果然成功的勾起了那断腿犯人对他强烈的好奇心。舒浅月学过心理学，知道这种好奇心不能轻易的满足他，要恰到好处的吊着他，就像是钓鱼的饵，只让鱼儿闻得到，偏吃不到。时机到了，他就不信这条鱼不上钩。苏家满门被灭，苏千雪，是谁替你下的手？苏家被灭门了，苏老夫人呢？她也遭了毒手吗？原来你还有点人性，并不是铁石心肠。你快说，我祖母她怎么了？她还活着，但也仅仅是活着罢了。她在哪儿？我要见她。除了苏老夫人，整个苏家再没有你关心的人了，是不是？舒浅月的回答更让他认定了自己的判断，苏家的灭门纵火案一定与舒浅月有关系，否则为何别的人不是被毒死，就是被烧死，只有苏老夫人一个人是例外。我祖母呢？我要见她。你不是说她仅仅是活着吗？她是受了伤，还是中了毒？你现在是犯人。好，那你就看看你这天牢能不能关得住我。苏千雪，你究竟是谁？南宫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关心和慌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如果他不是真的苏千雪，他又为什么这么关心苏老夫人？这女人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在想这些没用的东西？我只想知道我祖母她有没有事。南宫耀，要是不让我见她，咱们之间的交易就此作废。她暂时没事，但你不回答本王的问题，你休想见到她。苏家的人是怎么遭的毒手？有几人死于中毒，其余的人应该是中了软筋散之类的药物。凶手在全屋浇上了桐油，放了一把大火，无人幸免。这么狠，居然灭苏家满门！你少在这里装无辜，你敢说此事与你无关？南宫耀，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我被关在天牢里，连门都没出去过，狱卒全是你的人，他们可以作证。就算不是你亲自所为，但与你也脱不了关系。否则，为何别的人都死于非命，只有苏老夫人一人无事？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怀疑是我？我是和苏家有仇，但我要报仇自会光明正大，绝不会伤害无辜之人。苏家人欠我的债，我会向欠债的人一一讨还，但那些下人和奴仆却并不欠我什么。在你心里，我就是那种为了复仇不择手段、无非青红皂白的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一进苏家就把他们全部毒死就好了。以我下毒的手法，就算是我下的毒，也不会留半点破绽。南宫耀，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是清白的。你不是很厉害吗？如果你连查到真凶的本事也没有，只会冤枉好人，你算个狗屁的战王杀神，你就是个懦夫孬种。舒浅月一口气骂了个痛快，骂完了，他长舒了一口气。看来真的不是你，本王方才不过是试探你罢了。试探我？你有病啊！试探一下怀疑对象有错吗？本王并未对你动手，也没有严刑逼供，对你，本王已经很客气了。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高抬贵手，对我另眼相看了。哼，我祖母呢？祖母？她是你的亲祖母？就算不是亲的，但苏老夫人对我是真的好，把我当成亲孙女一样，我当然关心她。更何况她是苏家灭门案唯一的幸存者。如果你要查明真相，不应该去问苏老夫人吗？为什么找上了我？舒浅月盯着他的表情，他清楚地看到男人眼中的怀疑和冷厉，他仍是不信他。你还想问我什么？如果你还是怀疑我就是苏家灭门案的凶手，那就直接杀了我。如果你认为我不是，就放了我。本王只想知道这件事是否与你有关。我说了你就会信吗？我已经说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没干。这件事不是我做的，甚至我比你更想知道是谁做的，因为知道我和苏家有仇的不止你一个。如果苏家的人全都死了，几乎所有人都会怀疑是我让人做的。就像你，莫敖殿下，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不去根据线索追查凶手，反而跑到这里来向我一个无辜的人问东问西。南宫耀，你是找不着凶手，想对我屈打成招吗？
你怎么知道本王没有去捉拿凶手？如果你真的把心思花在捉拿凶手上，就不会出现在这儿，对我问东问西了。因为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有的。你又没在现场，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你告诉我的，线索就是苏老夫人，她是唯一的幸存者，线索一定就在她身上。说来说去，你就是想见她。她是我关心的人，我想见她，有什么不对吗？南宫耀，你可以怀疑我，但是我对苏老夫人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不放心，我见她的时候，你全程在旁边盯着。苏老夫人应该还在昏迷不醒，否则你也不会来找我。你找我，一来是怀疑我，二来也是想让我救治苏老夫人吧。你说对了，苏老夫人确实仍在昏迷之中，但本王对外宣称苏家已经没有幸存之人。不过你放心，苏老夫人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这是落水后着凉，风寒侵体，造成高烧不退。如果你怀疑这药力有问题，可以找太医来验方试药，看我有没有动手脚。本王信得过自己这双眼睛。如果你不怀疑我会对老夫人不利，我请留在这里照顾她，直到她醒过来，可以吗？不行，别忘了你还有本王交给你的任务。关于那个犯人，能透露一下他的身份来历吗？我需要知道他更多的资料。不行。你既然让我帮你做事，又处处隐瞒信息，根本就没有诚意。本王不需要诚意，只要结果。你要是做不到，以后就别想走出天牢大门，更别想再见到绵绵。你有种，就别拿绵绵来威胁我。本王乐意。舒浅月难得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向来伶牙俐齿的他，竟然也有在南宫耀面前吃瘪的时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现在可以走了。好，走就走。如果我祖母有什么意外，不会有如果。本王觉得这里比任何地方都要安全。以后每天夜里3更后，你可以过来探望他半个时辰，这已经是本王对你的格外破例。你要好好为本王办事。我答应你，我会尽快取得那人的信任。关于苏家灭门一案，你真的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吗？我是说现场。没有，你去看了就知道，那里已经烧成了一片焦土，就算凶手曾经留下过什么痕迹，也全都烧光了。我能去看一看现场吗？不行，别忘了，你现在还是关在牢里的犯人，如果让人看到你的脸，你觉得别人会怎么议论？我戴上面具，不让人看到我的脸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要去看现场？我想去寻找线索，看看是谁对苏家下这样的毒手，竟然连下人奴仆也不放过。还有，我不想背这口黑锅，明明与我无关，却被人泼上一头脏水，难道我天生就该替别人背锅吗？苏胜杀了苏子琪，让我替他背黑锅，现在苏家被人灭了门，你又把这杀人的锅扣在我头上，你和苏胜还真是一丘之貉。如果本王让你去看一眼现场，你可以停止辱骂本王了吧？这个当然可以。不送我去天牢吗？本王要先回来处理公务，哪有空送你？那我自己回去也行，不需要你送，我认得路。要是你怕我半路跑了，就让你的黑甲卫跟着我。想得美，跟本王进去，在你嫌疑没有洗脱之前，不许离开本王的视线一步。那你交给我的差事不办了？不急于这一时。那我可以见一下绵绵和月儿吗？不行，你是犯人，除了本王谁也不能见。王爷，有人闯进大理寺劫天牢。是什么人？不知是什么人，属下也是刚刚才接到的消息。京兆府的人已经全部都赶去了大理寺，将贼人全部围住，谅来他们也跑不出去的。很好，本王去瞧瞧是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劫天牢。给本王把人看好了，不许他离开房间半步。是，属下遵命。王爷有令，不许你离开房间一步，再不回去，休怪我不客气了。我找南宫耀。王爷不在府里。不在？他不是说要回来处理公务，怎么刚到没一会儿就又离开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无可奉告，这位姑娘，请你立刻回去。舒浅月知道南宫耀手下的这些黑甲卫个个嘴巴都很硬，对南宫耀有极为忠心，想要撬开他们的嘴，比让甲鱼松口都难。他不声不响地带上银锁金铃，手指轻轻摇动，一连串清脆悦耳的铃声如流水般响了起来。南宫耀去了哪里？副统领目光呆滞，心里知道不妙，嘴上却不由自主地答道：有人闯进大理寺劫天牢，王爷听到消息就赶过去了。劫天牢？什么人啊？不知道。舒浅月大感兴趣，这样的热闹他岂能不去？更何况他现在戴着蚕丝面具，除了南宫耀
谁也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你就是苏千雪？你是谁？我是小七。小七是什么鬼？小七就是我，小七不是鬼。没想到你人长得普通，说话倒是很有趣啊。我要去办正事了，没空陪你聊天。舒浅月心中一凛，她闻到了浓浓的血腥气味。你们劫了大理寺的天牢？聪明，果然是个聪明人，也不枉我千里迢迢的赶了过来。你要真的是个笨蛋，我可就是要失望了呢。我可是特意为你而来的，没想到却扑了个空。幸好在这里遇到了你，苏千雪，跟我走吧。舒浅月竖起耳朵，没听到大理寺那边传来什么声音，心中暗暗有气。南宫耀不是带人去了大理寺吗？这劫狱的主犯堂而皇之跑到这里来拦他的路，南宫耀的手下莫非都是吃白食的？哥，你去哪儿啊？去我家里做客。你家远不远？要是太远的话，我怕是没空呢。舒浅月边笑边走近那少年，突然他右手一挥，一蓬银光急射而出。暴雨梨花针，你要是靠这个防身，早就死了800回了。咱们走吧。这么急吗？在想怎么逃走吗？你逃不掉的，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逃出去。就算你逃出去，我也会把你抓回来。要不要试试？我不赌。为什么不赌？我怕你会输，你输了会哭啊。我绝不会哭，咱们就赌一下，你跑我追，看看我输了会不会哭。这话正中舒浅月下怀。从这里到大理寺只隔了一条街道，南宫耀就在那里，只要他能跑到南宫耀身边就安全了。就算我不追你，你还是会乖乖的回到我这里的，你信不信？苏老夫人，你把我祖母怎么了？我祖母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就要你的命！哟，急了，你生气的时候也不好看嘛。真不知道他巴巴的让我把你带回去是为了什么。我祖母呢？只要你乖乖的听话跟我走，他就会一直很好，否则我就会让他很不好。你是谁？是谁让你来的？我是小七啊，我家老大让我来找你的。老大的话我不敢不听，就只能够遵从了。你是北陵人，是北皇后让你来的吗？聪明，长相平平，人倒是不笨。我老大也不算太没眼光。好了，苏千雪，你跟我在这里说了这么多话，不就是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吗？你可别白费心思了吧。南宫耀现在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你呢？你知道南宫耀？鼎鼎大名的穆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更何况他跟我家的老大那可是死对头。可惜我来的时候，老大不让我要了他的命。他说我想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南宫耀的命一定要给他留着，他要亲自来取。取南宫耀的命？他有那个本事吗？诶，听你这话，你好像是挺护着南宫耀的呀。他不是对你不好，还把你关到天牢里了吗？你怎么反而帮他说话呢？没错，他是讨厌南宫耀，视他为最难缠的对手，但和北皇傲比起来，他当然毫无疑问的站在南宫耀这边。我和南宫耀的私仇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有半点关系。你喜欢他？没有。你想不想看看被你们南陈国奉为战神的南宫耀现在是什么模样？你和他交过手了，你居然还能活着？说的他好像多厉害一样，我看也不过如此嘛。不过如此，他虽然没有杀了你，却让你受了伤。一点皮毛伤罢了，无伤大雅。和他的焦头烂额比起来，我这点小伤算什么呀？他手下的黑甲兵被夸上了天，听了我的笛声，却是一个个跟没了脑子似的，互相砍杀，那才叫好玩呢。可惜我要赶着过来找你，没时间多看。你是北唐一族的，北唐川是你什么人？北陵国最有名的就是北唐家族，相传北唐一族中的摄魂灵能勾人魂魄，神秘无比。他记得南宫耀见了自己的银锁精灵，就认定了自己是北唐族人，真是天大的冤枉。你居然听过我的名字，倒也不算是孤陋寡闻。不错，北唐川就是我，我就是北唐川。你真的是北唐川，北唐一族的族长？北唐川这名字也没有什么好听的，我何必要冒充呢？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小七。你叫我小七，我会很高兴的哦。舒浅月一整个无语，怪不得他有胆子闯进天牢劫狱，怪不得他不把南宫耀的黑甲卫放在眼里。早就听说北唐川的摄魂之术天下无双，舒浅月一直很想知道北唐族的摄魂术和自己的银锁精灵异曲同工，究竟哪个更为厉害？想到这里，他缓缓带上银锁精灵，北唐川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铃铛上，看了几眼就明白了。一连串流水般的铃声传入那白衣少年的耳中。苏千雪，你的摄魂灵是跟谁学的？我这不是摄魂灵呀，
这叫银锁金铃，是我自己给他取的名字，好听吗？比摄魂铃好听多了，我就喜欢好听的名字。苏千雪，你很有趣，我不但喜欢好听的名字，还喜欢有趣的人。既然我看上你了，你想不跟我走也不行了。北堂川做了个手势，你看看他是谁？苏胜。千雪，女儿救我呀！女儿，你可千万不能不管为父呀！你一定要救我！苏千雪，你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杀了他。女儿，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啊！就算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想想你的娘亲。我娘亲死了，我没有父亲。至于你，不是早就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了吗？我为什么要救你？你来南辰国就没打听一下？我已经不是他女儿了，他亲手写了断契文书，并把我赶出了苏府。还有这样有趣的事儿？天下竟然还有不认女儿的父亲，有意思。既然老东西没用了，那就杀了吧。千雪，千雪，救救我！我可是你爹呀！除了他，你还有什么威胁我的手段？只管使出来。既然你不在乎这老东西，那你祖母呢？你别说抓了我祖母，我祖母病得很严重，你要是让她病情加重，我会很不高兴的。可是我人已经抓了，这可怎么办呢？不过苏老夫人的待遇可比这苏胜要好得多，我特意派了人把老人家送出了京城，不让人打扰到他，这算不算是将功折罪呢？好吧，看在你吆喝的诚意十足份上，我就跟你走一趟。果然是食物，给本王过来！你喊谁呢？南宫耀，这里虽然是你的地盘，但是你这么的狂妄，真的是让人看不惯呢。你究竟是谁？能用一支曲子就让京兆府的数千官兵们自相残杀，神志混乱，这人的来历绝对不会简单。难道他真的是北堂川？他和苏千雪究竟是什么关系？他突然来到南辰，如入无人之境的直闯天牢，劫走囚犯，又口口声声说是来找人。他来找的人，难道就是苏千雪？一个个疑问涌上心头。南宫耀恨不得把苏千雪那女人一把揪过来，好好问个清楚。莫非他们以前就相识？苏千雪，原来你果然是北陵人，骗了本王这么久，算你有本事。我就是喜欢骗人，怎么了？谁叫你蠢呢？你们要打就打，打完了快点走。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跟我走？看来你是真的不喜欢南宫耀。穆王殿下，你的女人现在归我了。我的女人？就凭她也配？既然你瞧不上她，那我就带她走了。我大哥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她带回去，连根头发也不能够少呢。你大哥是谁？这个嘛，暂时不能够告诉你，反正你日后自会知道的。我大哥说过，可以跟你打架，但是你这条命却是他的，他让我一定不能够伤了你。但是打架不能够让对方受伤，这架打起来还有什么味道呀？北堂川，你是要正式和我南辰为敌了吗？我是欠了别人的人情，不得不还，所以才亲自出马替他办一件事儿。等办完了这件事儿，我还是我，不管是北陵还是南辰，都与我北堂一族无关。这一点，穆王殿下尽管放心。你的人情就是要带着这个女人去北陵吗？本王可以告诉你，不可能。你可以离开，但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离开我南辰半步。你能带走的只有她的尸体。苏千雪，你真的要跟她走，不计任何后果？你是不是眼瞎呀？要不就是耳聋？你以为我乐意和她走啊？你还有脸问我？我问你，我祖母呢？你不是保证她平安无事的吗？你的意思是，他用苏老夫人的性命威胁你？废话！你用苏老夫人来威胁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要真是男人的话，咱们就来真刀真枪的比一比。如果你能赢了我手中的剑，我就让你带她离开南辰，绝不阻拦。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大哥早就说了，你狡诈多端，叫我不要相信你说的话呢。你大哥究竟是谁？大哥就是大哥，你想从我嘴里套出大哥的名字来？休想！时辰已经不早了，我要带着这女人离开。至于那个苏胜，就还给你好了。穆王殿下，你要是再不下令撤开你的黑甲卫，我可就要对他们不客气了。南宫耀知道自己内力高深，可以抵御这北堂川的摄魂鼻音，但他的黑甲卫却是不行，就连内力最深的腐朽也抵御不了多少时候。你大哥要带走的人可是苏千雪？没错，苏胜苏国公之女。虽然她已经被逐出家门，也和苏胜断绝了父女之情，但她
的确是苏千雪没错。她不是苏千雪。不可能，就算我会认错人，苏胜也不会认错呀。他可是他亲生的爹。苏胜有眼无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认得，有什么奇怪的？你可以问问他，苏千雪是他的亲生之女，自打生下来后，他可有正眼看过那个女儿。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我哪有不认得的道理？她就是我的女儿千雪，我绝不会认错的。你女儿苏千雪自出生就生病，直到5年前她病入膏肓。有人说你们把她送到了鬼谷求医，事实上你们却把她丢在了荒郊野外，由得她自生自灭。5年后，这个被你们遗弃的女儿回来了。苏胜，你真的确定她就是你的女儿苏千雪？你怎么知道？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本王的眼睛。苏胜，你看清楚，她真的是你女儿吗？没错，她不是我女儿，她不是。大从她一回来，我就怀疑她的身份。我的女儿千雪乖巧懂事，哪里像她这么凉薄无情？她就是个骗子，骗子！魔王殿下，你抓她，你把她抓起来！她就是个无耻的骗子，冒认官亲，这是死罪，死罪啊！你害得我家破人亡，全是你，全是因为你！你家破人亡，难道不是因为你的自私、贪婪和无耻吗？我的确不是苏千雪。你不是苏千雪，为什么要冒她的名字进入苏府呢？我不是苏千雪，我冒名顶替，是为了替她报仇。事已至此，舒浅月已经没有再隐瞒的必要。他答应苏千雪的事情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苏家已经名存实亡。真正的苏千雪，早在5年前就死了。莫王殿下说的没错，苏千雪早就病入膏肓，药石无灵。被亲母继父抛弃以后，更是万念俱灰。他死之前只有一个愿望。是你要替他报仇吗？不是，千雪他温婉良善，直到死都没有怨恨害他到如此地步的父亲苏胜。他临死之前拜托过我，在他死后能让他的牌位摆进苏家祠堂。生，他要做苏家的人；死，他亦要做苏家的鬼。千雪他真的是太善良了。苏胜，你想不到吧？被你当成垃圾一样抛弃的女儿，到死还在想着你。她从来没有恨过你，而你呢，不但置她生死于不顾，还想着千方百计的利用她。你明知道我不是真正的苏千雪，可你却想借着我攀上平南侯府的高枝儿，所以没有揭穿我的身份，而是把我当成千雪留在了苏家。当你发现我这个假女儿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你就毫不犹豫地把我踢出了苏家，并且和我断绝父女关系。甚至你亲手杀害了苏子琪之后，又把杀人的罪名栽到我头上。骗子，你这个骗子！你装成千雪混进苏家，就是要害得我家破人亡。现在你如愿了，你得意了，我咒你不得好死！没错，苏家现在的确是被人一把火烧成了平地，但罪魁祸首却是你自己。这把火因何而起，只有你心里最清楚。我怎么会知道？起火的时候，我都还被关在大牢里。那是因为有人想灭你的口。苏胜，你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你害了亲生女儿不说，还害了苏老夫人，害了苏家上下满门数十人的命，你拿什么偿还？你百死难赎其罪。不可能，不可能！是谁让你陷害我，就是谁要灭你的口，也是谁灭了苏家满门。不会的，不会是他，不会是他。那个人一直在帮我，怎么会害我呢？七公主她答应过我，只要我咬死你是杀人凶手，她就会想办法置你于死地，她会想办法救我的，她答应过我的。胡说八道，绝不可能！不是他偏袒自己的皇妹，而是他深信月溪绝对没有这种脑子。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舒浅月当然也知道，月溪公主没有这样的头脑，更没有这样缜密的心思，她的背后定有高人指使。你不是苏千雪，那你是谁呀？我是谁关你什么事儿？有意思。你大哥让你把苏千雪带回去，但苏千雪其实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是个冒牌货，你是不是可以放了我，顺便也放了苏老夫人？他现在已经明白了南宫耀揭破自己身份的用意，确实，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让自己留下来。你先告诉我你是谁，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苏千雪？万一你们联合起来骗我呢？南宫耀和苏胜都说了我不是苏千雪，你还要我拿什么证明？我是谁和你有关系吗？有道理，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是诡异的病人，在他那儿遇见苏千雪，和他一见投缘，他托我把他牌位归于苏家，
我便答应了。那你的真名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很重要吗？也不怎么重要。我对你的人更加感兴趣，就算你不是苏千雪，我还是要带你走。我能问为什么吗？我想要收你为徒，把我的功夫全部都传授给你，你想不想学呀？不想。你不想？为什么？我是北唐川，你知道这天底下有多少人想哭着求着拜我为师，我鸟都不鸟他们呢。这个万中无一的机会给了你，你竟然不要，你是不是傻呀？我不需要师傅。其实他和诡异公楚寒可以说是半师半友。住在蝶谷的那段时间，公楚寒不止一次提出过想让他永远留下来，继承他的衣钵，把诡异的名头传承下去，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还有放不下的事情，更因为绵绵的病。可在蝶谷的时候，那里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让他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如果有一天治好了绵绵的病，他考虑过回到蝶谷就这么度过一生，像公楚寒一样研究各种疑难杂症，将医术发扬光大，救济更多的世人。如果说他这辈子有佩服的人，只有公楚寒。你是觉得我的本事不够做你的师傅吗？你听过我的笛声，我还精通易容之术，你想不想见识一下呢？说完也不等舒浅月回答，他就转过身去。等北唐川再转过来时，已经完全又变了一副面貌，竟然变成了一个奇丑无比的丑八怪。众人眨了几下眼的功夫，北唐川已经连换了7、8副面孔，每个面孔都截然不同，就连神情举止、声音形态都随着人物的变化而变化。不只是南宫耀和他的黑甲卫瞧得眼睛发直，就连舒浅月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你的易容之术天下无双，当你把自己这些面具都展示出来，你就不怕他们认得你吗？这样的面具我取之不尽，随手就来，我怕什么呀？除了易容之术，我还精通机关算术、奇门八卦、五行星象，你想学哪样，我就可以教你哪样。如果你的资质够，尽可以把我的本事全学了。像我这样的良师，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确实是绝无仅有。既然如此，那就快快拜师吧。我的眼光很高，难得看上什么人，今天也是与你有缘，这才动了这个念头。你要是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不要。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要就是不要，我就是不想拜你为师。我知道你本事很大，样样我都比不上，但这世上最好的却不是我想要的。那你想要什么呢？这与你无关。北唐川突然一指南宫耀，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所以才舍不得离开南城吧？北唐川，是你束手就缚，还是要本王亲自动手？你想要和我动手，我才不和你打架呢。打赢了你，老大会骂我；打输了，我又会不高兴。要不我就杀你几个手下的兵玩玩吧。北唐川，你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男人？快滚出来，束手就缚，否则本王剑下绝不留情。你先保证不杀我。本王保证留你一命。你说话算话，可不许赖皮啊！你堂堂穆王，不能够说话不算数啊！本王从不食言。一名黑甲卫取出牛皮绳索，走过去准备将北唐川绑起来，但就在这时，只听到耳边响起北唐川清脆如银铃般的笑声。随着他的笑声，一股浓烈的白雾自他手中腾腾升起，迅速蔓延开来。你中毒已深，需要连服2颗。南宫耀闭目不语，那解药确实灵效无比。不过一盏茶时间，他体内毒性尽去，面上重新现出血色。你怎么会有北唐川的解药？我用蛛网偷袭了他，从他身上搜到的解药，但我没想到他会移穴换位，所以又让他跑了。移穴换位？只要我拜他为师，他就教我，我没答应。能学到这等失传的绝学，你为何不拜师？我又不稀罕，你要是想学，你去拜他为师好了。他也配？舒浅月懒得理他，看向旁边的黑甲卫，这是毒物的解药，你拿去给中毒的人服了。那黑甲卫惊喜又感激，忙接过接在手里。王爷，抓到一名逃犯，带上来。2名黑甲卫将奄奄一息的徐氏带了上来。徐氏身中剧毒，身上的肌肤已经开始溃烂，他被北唐川的人当成垃圾一样丢弃了，那些人连杀他都不屑为之。他活不了了，他是你的仇人，看到仇人死在自己面前，心里一定很痛快吧？
舒浅月眼神复杂地看着徐氏，想起惨死的苏胜，他对黑甲卫道：“给他服下解药，他是人犯，应该押回天牢，按律处置。”黑甲卫看向南宫耀，见自家主子点了点头，便给徐氏服了解药，将人押送回了大理寺的牢房之中。他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救他？他犯了重罪，就朝廷律法惩治，我为何要脏了自己的手？我也是人犯，也该回天牢去了。你倒是坐牢坐上瘾了，这天牢就这么吸引你？我被关进天牢还不是拜你所赐？你倒在这说风凉话。只要你求本王，本王可以即刻让你无罪开释。我本来就没罪，是你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把我关进天牢，让我替你办事儿，现在反又让我求你，懒得理你，我回天牢了。本王没让你走，你就不许离开。穆王殿下还有何吩咐？跟本王回府，你就不想见见绵绵和月儿？你肯让我见绵绵和月儿了？那要看你是不是听本王的话了。好，我去便是。苏姑娘，我家王爷面冷心热，我还从没有见过王爷对谁这么上过心呢。就连舒家二小姐住在府里的时候，王爷也从来没有在意过她。他要是不喜欢舒家二小姐，怎么会让她在府里一住5年呢？我家王爷让她住在这里，全是为了小世子。想当年小世子一出生就没了娘亲，我家王爷呢又是个大男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只舒二小姐自告奋勇要照料小世子，我家王爷觉得她是小世子的亲姨母，总比外面的人要更上心一些，这才……亲姨母？哼，只怕他这个亲姨母还不如外人吧。我家王爷要是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得罪了苏姑娘，还请苏姑娘千万不要在意啊。放心吧，我才不会和他一般计较。狗男人得罪他的事还少了，一桩桩一件件罄竹难书，他全都记在小本本上，等有机会他必会向狗男人连本带利的全都讨要回来。管家见他答应了，松了口气。他说了不少南宫耀的好话，有些事情倒是舒浅月从来不知道的，让他对南宫耀更多了一些了解，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南宫耀的印象。南宫耀，出去！堂堂穆王竟然偷看女人洗澡，要脸吗？你究竟是谁？你来偷看我洗澡，就是为了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天下没大事了，我的名字对你而言就这么重要？还是你不过找了个借口，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舒浅月，穆王妃，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你真当本王是傻子，会一直被你瞒在鼓里？该死，他怎么知道的？我哪里露出了破绽不成？他脑子飞快地转动，手脚却比脑子转得更快。突然一扬手，一泼热水向着南宫耀的面门直泼过去。与此同时，他从水池里跳了起来，抢到旁边去取衣物，哪里知道却取了个空。他脱下来的衣物不见了，就连丫鬟们为他准备的新衣物也不翼而飞。想都不用想，定是被南宫耀给拿走了。无奈之下，只好重新跳回水池。不要脸！堂堂穆王竟干出这等无耻之事，偷看女人洗澡，还偷拿女人的衣服，无耻！有本事你就跑！南宫耀，你究竟要干什么？本王想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要诈死。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承认？舒浅月，你就是本王的王妃，你就算化成灰，本王也认识你。说什么？或许时间久了你想不起来旧事，要不要本王提醒你一下？你是自己撕下这张假面，还是要本王帮你撕？这是真脸，真脸！也就是说6年前的脸是假的了？当年的脸也是真的。但话一出口，舒浅月就意识到自己上了南宫耀的当。舒浅月，你怎么会没死？看在你是月儿亲生母亲的份上，本王暂时不杀你。你干嘛这么生气？其实当年的事情你也没有吃亏啊。你还敢提当年？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舒浅月了，你欠本王的，本王要一点不剩的全部讨回来。我欠你什么了？我走的时候拿了你一些金银器皿，不过我全都卖了。那些东西对你穆王殿下来说不过9牛1毛罢了，你不会让我赔给你吧？如果你真的要我赔也行，你先放开我。别想在本王眼皮子底下玩花样，你已经落在本王手里，你以为你会逃得掉吗？舒浅月被他看破心事，他意识到眼前这男人就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想了想，他放软了声音：我没想逃，我一个弱女子哪里又能逃得掉呢？你先松开我，咱们有什么话慢慢谈。
南宫耀松开捏住他下巴的手。我当年离开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你给本王下药，新婚之夜红杏出墙，就是你写休书休了本王的苦衷。休书？舒浅月怔了怔，他这才想起来，当年离开的时候，他因为被这狗男人折腾得死去活来，一时气愤，就在墙上写了封休书，不过是出一口气罢了。哪想得到南宫耀竟然记恨到了今天。我没有红杏出墙，我也没有给你下什么药，我是被人陷害的。你口口声声说我有奸夫，那人现在何处？我要亲口和他对质。南宫耀盯着他，薄唇紧抿，没有说话。你不会是已经杀人灭口了吧？哼！你不让我见人，是怕我和他串供？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我没有什么奸夫，更没有红杏出墙。你忘了之前怎么说本王的？我说你什么了？你说本王早就死了，坟上的草都3尺高了，本王心胸狭窄，不是个好东西，死得好，死得妙，死得呱呱叫。现在你居然忘了？我向你赔罪还不行吗？不行。我不是怕你识穿我的身份，这才顺口说的吗？我说的全是胡话，全是假话，一个字儿也当不得真。你大人大量，就别和我计较了吗？你心里究竟把本王当成什么了？你是南陈国的大英雄、大功臣，你武艺超群，用兵如神，没有你浴血沙场保家卫国，就没有百姓们的安居乐业。我心里一直很崇敬你的，能嫁给你这样的大英雄大豪杰，不知道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可惜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没有珍惜和魔王殿下的缘分，我不但不珍惜，还伤害到了您的尊严。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年不该就这样离开你，就算有什么误会，我也该解释清楚了。你这样光风僭越的胸襟，肯定不会冤枉我，都怪我年少不懂事，因为害怕，就这么一躲了之了。继续说，说的本王开心了，也许就原谅你了。总之，我真的是有苦衷的。本王问你，绵绵是不是本王的女儿？是吧？是还是不是？是。舒浅月硬着头皮，算了，瞒不住了。绵绵虽然是你的女儿，但这几年来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也不知道她的亲生父亲还活着，她没有骗你。南宫耀想到这里，又气不打一处来。你要杀我可以，但绵绵是无辜的。她是本王的女儿，本王自会好好待她，但是你却和本王没有半点瓜葛。你要杀就杀吧。你别以为本王真的不会杀人。当年你为什么要诈死欺骗本王？我从穆王府离开之后，你就派了黑甲卫封锁全城追拿我，气势汹汹，非要置我于死地。我为了活命，只能东躲西藏，最后不得已得到了安远侯府。本来想生下孩子之后就带着他们离开，没想到我的行踪却被舒妙雪发现了。她趁我生产的时候抱走了刚出生的月儿，还想一把火把我烧成灰。新婚第2日你就弃夫潜逃，本王当然要追你回来问个清楚。我第2天不告而别也是被你逼的，那天晚上你活要吃了我一样。我要是再不逃走，还有命活到今天吗？是因为你给本王下药，舒浅月，你还反咬一口。那药不是我下的，我也是受害者，可你不信我，还把所有罪责都归在我头上。我要是不逃走，当年就被你掐死了。后来你带着黑甲卫像狗一样追着我不放。舒浅月，我不是说你是狗，我的意思是你的黑甲卫追踪之术天下无双。你羞辱了本王，也是本王逼的。羞辱你？我怎么不知道？堂堂穆王新婚第2天，竟然被他的王妃给休了，这份奇耻大辱，他竟然还说不知道。你当年写下休书，也是本王逼的你吗？那是我一时冲动，我当时只想着离你远一点，就留下了休书，这样咱们就再无瓜葛。我知道你娶我并不情愿，我这样做也是成全了你，咱们一别两宽，你也可以另娶家人为妻。你怎知本王娶你心不甘情不愿？是不明摆着的事实吗？你堂堂穆王殿下，是京城中多少大家闺秀的梦中情郎，这京城中想嫁你的姑娘排队都绕整个城墙一圈，哪里轮得到我呀？从原主的记忆里，他得知这门亲事是太后所赐。南宫耀刚从边关回到京城，就奉旨成婚。那晚咱们都被下了药，所以才会发生意外。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我当然会自动离开，难不成要等着你一纸休书把我赶出门吗？当然，你要是觉得不解气，现在可以一纸休书把我休了，怎么样？咱们就算扯平了。狗男人记恨他这么多年，原来竟然是因为他主动把他甩了，让他觉得男人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要不我让你休2次，
这样总行了吧？不行，你欠本王的这辈子都还不清。再多也有还清的时候。你说个条件。除非你死了，否则你永远还不清楚。不过本王不会杀你，你要是死了，本王向谁讨债去？你要报复我，随便你，但你怎么报复我都行，就是不要把事情牵扯到绵绵身上，可以吗？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欺骗你，又羞辱了你，你大可以10倍100倍的讨回去。你以为本王会对绵绵做什么？她是我亲生的女儿，本王不是禽兽，更何况虎毒尚不食子。本王只问你一件事，当初你嫁与本王，可是心甘情愿？舒浅月噎了一下，当初嫁给南宫耀的时候，她还没穿越过来，原主的心思她哪里知道？当然不愿意啊！既然不是心甘情愿，为何又要嫁给本王？难不成你又是被逼的？我确实是被迫的，这桩婚事本来就是你不情我不愿，你是迫于太后的旨意才不得不娶我，我家里人却逼着我非你不嫁。这么说，把你嫁给本王是安远侯的错？我和你的婚事确实非我本意，所以我才想着写下休书，一了百了。你方才还说心慕本王，因为本王是大英雄大豪杰，能够嫁给本王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既然是福气，为何又不情愿嫁？都穿帮了还说个屁呀！我说实话，当初我嫁给你是被我父亲安远侯所逼，我其实另有心上人，我根本不想嫁给你。另有心上人？你的心上人是谁？是那个与你偷情被本王抓获的男人？当然不是，那个人。那个男人是谁？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再不说，本王就杀了绵绵、月儿，再杀了你。月儿和绵绵都是你的骨肉，我舒浅月这一生只有你南宫耀一个男人，你信也罢，不信也罢，但绵绵和月儿确实是你的骨肉，你若不信，可以滴血验亲。南宫耀，月儿和绵绵都是你的孩子，你要是不信，你尽管动手，但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后悔？本王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你。舒浅月已经不想再解释当年的事情，她一个穿越者和眼前的男人毫无半点感情，却因为药物的作用发生了一夜缠绵。第二天醒来，她的反应就是尽快逃之夭夭。她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难不成她还要像古代的女人那样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男人的身边，当他3从4德的贤妻良母？她做不到。南宫耀，我还是那句话，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月儿和绵绵是龙凤胎，他们全都是你的骨血。当年我离开莫王府之后，你派人不停地追拿我，逼得我只能东躲西藏，我也因此隐姓埋名，远离京城，再也没有回来。你可以推算一下时间，月儿和绵绵的生辰是哪一日，我和你成亲又是哪一日？要不是因为南宫耀紧追不舍，他也不会直到生下绵绵才发现自己身中奇毒，更不会让这奇毒传到了绵绵身上。你休想花言巧语糊弄本王！你既然有了心上人，那月儿和绵绵的生父就有可能是那个野男人的。6年前那晚，你不过是中了药又没瞎，我是不是清白之身，你会不清楚吗？狗男人，他已经告诉他自己是第一次，让他悠着点，可这狗男人却像发了疯似的折腾他，痛得他死去活来。时隔6年，他居然还怀疑他在他之前有过别的男人。他不只是眼盲，心更瞎。但你为什么要抛下月儿置之不理？你既然没死，为什么5年来你没有回来看过他一眼？在你的心里，只有绵绵才是你的骨肉，月儿就不是了吗？南宫耀，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你没资格这么指责我。我生月儿和绵绵的时候差点死了，那个时候身为他们父亲的你在哪儿？你有想过救救我们母女吗？本王那是根本不知道你们还活着，要是知道，你以为本王会像你一样冷血，置你们母女2人于不顾？你本事这么大，既会摄魂灵，又会易容术，武功又好，医术也强。以你的本事，就算不想被本王发现，你偷着回到京城来看看月儿，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本王问你，这5年来，你可有看过月儿？舒浅月百口莫辩，他想说，其实他是有苦衷的。这5年来，他没来京城，一来确实怕被南宫耀发现行迹，二来是因为绵绵离不开蝶骨。绵绵生下来体内就带着胎毒，她生下来的时候比一只小猫大不了多少，和她异母同胞的月儿虽然只比她早出生了不到半个时辰，却生得很是强健。要不是遇到了龚楚寒这位绝世神医，怕是绵绵连3天也活不到。是龚楚寒想尽了法子替她驱毒，龚楚寒不得已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舒浅月服下药汗，再以母乳的方式喂绵绵。尽管这法子药效会大打折扣，绵绵却也终于熬过了难关，活了下来。我不配做月儿的母亲，5年了，我没有尽过一个做母亲的职责，是我对不起她。南宫耀，你骂的对。别以为哭了本王就会原谅你。谁稀罕你原谅了？我对不起的人是月儿，又不是你。实话告诉你，离开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但是我最后悔的是不该把月儿留给你。我当初不该一走了之，我应该想方设法把月儿从你身边带走。要不是你当年苦苦相逼，我和月儿怎么会母子分离呢？真会倒打一耙。你的意思是全是本王的过错？就是你的错，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你身为绵绵的父亲，你有尽过作为父亲的一天责任吗？这几年来，他身兼两职，既为父亦为母，为绵绵操碎了心。可南宫耀呢，却悠哉悠哉的在京城过着舒适的日子。你要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死追着我不放，我怎么会东躲西藏，最后险些遭了舒妙雪的毒手？要不是你，我何至于和月儿5年没有见面？你要不跑，本王会追你吗？更何况本王只是派人捉拿你，又没下令要你的命，你至于像逃命一样躲着本王？想到当年自己带着黑甲卫被他耍得团团转，他就一肚子火。尤其是他还怀着身孕，而自己竟然毫不知情。要是因为自己的追捕害得他当年落胎流产，月儿就不可能来到这世上了。南宫耀突然一阵后怕，你当年幻影独行的满城追捕我，还扬言要格杀勿论，我要是落在你手里，哪里还有活路？再说，要是你知道我有了身孕，你肯定会把我像犯人一样关起来。够了！南宫耀不想再和他争论下去，这样永远不会有结果。他有道，他也有理，谁也不服谁。月儿和绵绵当真是本王的骨肉？不是，他们是我和外面野男人生的，你把我们母子3人一起杀了吧。南宫耀心底却松了口气，应该说的是气话。南宫耀可以断定，月儿和绵绵9成9是他南宫耀的骨肉，但他还是想从舒浅月的嘴里得到证实。本王再问你最后一遍，他们是不是本王的骨血？舒浅月垂下眼眸，他倔强地抿起了唇角，不想回答。舒浅月，冷，为什么不早说？下一刻，他直接将他从水里抱了起来，迈开长腿，他绕过屏风，走到旁边的厢房，然后将他往床榻上一扔。舒浅月呆住，他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陷进一团绵软的被褥里。你生是本王的人，死是本王的鬼。月儿和绵绵都是本王的骨肉，不管你说不说，这都是事实。你之前害怕本王加害绵绵，脱口说出她是本王的女儿，后来又矢口否认。你是怕本王知道真相后会把绵绵从你身边夺走，是不是？是。既然你想念月儿，为什么不带着绵绵一起回京城来找本王？找你？你能救绵绵的命吗？什么意思？你怀疑本王会杀了绵绵？舒浅月，本王答应你，只要你以后不再做出格的事情，你就还是本王的王妃，也会是月儿和绵绵的母亲。但是教导月儿和绵绵的事情，确实不用你费心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你的王妃，什么名分地位我不稀罕。至于绵绵，她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绵绵她活不过10岁。你再说一遍。我生下绵绵之后，我的毒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毒竟传到绵绵身上，变成了她与生俱来的胎毒。5年来，公主还想尽一切办法替绵绵去毒，饶是她医术通神，也没有办法把毒性从绵绵体内完全除尽。她能做的，只是保证绵绵可以多活几年罢了。绵绵活不长的，如果找不到对症的解药，她活不到5年。我这次带她来京城，一来是替苏千雪完成心愿，二来是因为公主还说过，救治绵绵的解药会在京城。但我来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南宫耀，你能不能把绵绵留给我？她能陪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不能把她留在你身边。如果京城找不到治她病的药，我就要带着她去南疆，就算走遍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治好她。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绵绵就这么离开我。南宫耀的神情由冷静变得震惊，难以置信。有那么一瞬间，他怀疑这番话是舒浅月编出来骗他的。绵绵那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活不到10岁？可看到舒浅月那双清澈的眼眸因为痛楚变得六神无主之时，南宫耀选择相信了他的话。绵绵不会死，本王绝不会容许绵绵就这么离开我。
本王还没有好好疼爱她一天，就算倾尽所有，本王也要救她的命。可是，公主还说过，绵绵的毒势太多，连她都治不好。她治不好，就继续找别的良医。本王就不信天下之大会没有比公主还更厉害的神医。本王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人。你是本王的王妃，本王自会护你。你想让我住在这儿，以穆王妃的身份？不可能，我绝不会留在这儿，更不会顶着穆王妃的名分。本王哪里配不上你，让你如此不屑于做本王的王妃？还是你直到现在还想着你的心上人，想要跟他双宿双飞？舒浅月不由后悔自己怎么就编出一个心上人的谎话。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王妃早在5年前就被一场大火烧死了。我现在突然出现，他们都知道我是苏家大小姐，谁会相信我的真实身份啊？本王说你是舒浅月，你就是舒浅月，这样根本不足以取信于人。你推三阻四不肯恢复你穆王妃的身份，就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吧？你说他是谁？糟糕，怎么越描越黑了？不是，我是为了你好。为了本王？说来听听。我和你本来就没有感情，6年前你也并不情愿娶我，正好一场大火把我烧死了，你借此摆脱了和舒家的姻亲关系，而我也不想回到舒家做什么大小姐。如果你执意要我恢复身份，那你和舒家又要有所牵扯，岂不是给你惹麻烦？咱们以后就装成素不相识，岂不是好吗？素不相识？你倒说说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是怎么有的孩子？你这样说是不打算认回月儿了吗？该死的女人，为了跟我撇清关系，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我当然想认，但现在不是时候。你不想认月儿，可本王却想认回自己的女儿。你还是不肯放弃。我和你说过，要是找不到治好太毒的解药，我就要带着绵绵去南疆。你给她的身份只会增加一路上的风险。我不是阻止你们父女相认，但和我现在不能认回月儿的理由一样。等治好了绵绵，我会带着她回来，让你们父女相认，好不好？不好，你休想在本王面前玩花样，拖延不是办法。本王决定的事情从来不会改变。既然你对穆王妃这个身份不感兴趣，那本王也不会强求。这世上想做本王王妃的女人多的是，你走吧。你什么意思？我要走可以，但是我要带着绵绵一起离开。想都别想，本王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放弃了。你不要的东西，本王想给谁就给谁。舒浅月，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立刻滚出去，从此消失在本王的视野里；二，留下来做你的穆王妃。如果你选了第一个，本王可以饶你一命，但你这辈子都不许再进京城，否则本王会对你下格杀令。我选第2条路。算你聪明。本王很快就会恢复你穆王妃的身份，这段时间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一步也不许离开。如果3天之内你表现得让本王满意，本王可以同意你见见月儿和绵绵。为什么还要等3天啊？我现在就想见他们。这是本王的地方，本王说怎样就是怎样。舒浅月懒得跟他争辩。你上次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有了一点进展。如果我住在这里的话，怕是要前功尽弃。你勾引他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敢辱骂本王是狗？舒浅月，身为本王的王妃，你敢对夫君如此不敬？看来本王该是时候给你一个教训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下巴就被猛然抬了起来。下一刻，南宫耀博而冷的唇紧紧压在了他的唇上。舒浅月被封住了口鼻，喘不过气来。这不是充满爱意的吻，而是带着仇视和恨意的惩罚。他算是明白了，南宫耀就是想以这种方式羞辱他，报复他。漂亮叔叔，你为什么骗我们？娘亲明明被你接了回来，你却不让人告诉我们。我想娘亲了，月儿也想娘亲，你为什么要把娘亲藏起来？是你告诉他，还是本王告诉他？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告诉他的。你们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吗？娘亲，他是不是知道了呀？他是要盘问我吗？我要不要告诉他真话？他都知道了。漂亮叔叔，我娘亲不是故意瞒着你的，她是有苦衷的。你不要生她的气，我替娘亲向你赔不是了。他做的错事，本王自会向他讨要惩罚，不需要你替他请罪。绵绵，你可知道本王是谁？你是漂亮叔叔。本王不是叔叔，绵绵叫父王。父王，你为什么要让绵绵也叫你父王呢？父王，
你是不是想收绵绵做干女儿？她不是本王的干女儿，她就是本王的亲生女儿。月儿，以后绵绵就是你的亲妹妹，你要好好照顾她，不能欺负她，知道了吗？父王放心，我一直当绵绵是亲妹妹，我疼她爱护她还来不及呢，哪里会欺负她呢？娘亲啊，这真的是我父亲吗？你不是说我那个爹早就死了，坟上的草都比我还高了吗？那个，你听我给你解释。我不听，娘亲你说过，解释就是狡辩。娘亲，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漂亮叔叔真的是我爹，可娘你说过，爹是个渣男，他抛弃了我们母女。肯定是真的，我父王从来不说假话，他向来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亲口说了，你就是我亲妹妹。月儿像是生怕美梦会醒一样，板上敲钉的又问舒浅月：娘亲，这一定是真的吧？南宫佑，他确实是你们的亲生父亲。月儿，你能去找一下管家吗？我有些事情想让他去办一下。好，娘亲，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月儿格外的听话，立马撒开了腿，跑出去找管家了。支走了月儿，舒浅月深吸口气，看着绵绵：绵绵，你生娘亲的气了，是不是？你怪娘亲骗你了？我没有怪娘亲你啊。可是漂亮叔叔要真是我爹的话，那他就一定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要不然娘亲也不会说他是个渣男，更骗我说他死了。娘亲，当年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帮娘亲出气。绵绵，你真是娘亲的宝贝儿。娘亲，你这里是受伤了吗？怎么红了好几块？绵绵突然发现他脖子上的红痕，小脸上满是心疼和担忧。我知道了，刚才漂亮叔叔把你关在房间里，是不是在欺负你啊？这是大人的事情，和你小孩子没关系。南宫耀他虽然不算是什么好人，却不能算是坏人，但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你亲生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月儿和你。我知道了，娘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父王。为什么？你不是很喜欢他的吗？小丫头和南宫耀可以说是一箭投缘，除了对她义父宫楚寒，舒浅月还没见到小丫头对别的男人这么亲近过，可见是妇女天性。没想到身世之谜一旦揭开，绵绵竟然不想认南宫耀了。他是漂亮叔叔的时候，我是很喜欢他，但他要是想做我爹，我就不喜欢了。为什么呢？我也说不出来，我就是不想让他做我爹。娘亲，那你喜欢漂亮叔叔吗？不。那你不喜欢他，怎么会和他生下我跟小世子呢？他记得义父说过，男人和女人都要夫妻恩爱，才会诞下儿女。当初太后赐婚，将我和南宫耀赐为夫妻，他不情我不愿，后来又因为意外，我们就在一起了，有了你和月儿。有些时候，人会身不由己地做出一些事情来，并不一定都是出自于喜欢，但是我并不后悔和他在一起过，否则我也不会有你和月儿这样可爱的宝贝儿们。绵绵，你懂吗？如果你现在不懂，那你就记住我说的这些话，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懂了。你只要记得，娘亲从来没有后悔过和南宫耀在一起。我记住了，娘亲。你是漂亮叔叔的王妃，以后咱们就要住在这里，不再离开了吗？可是我觉得娘亲好像并不喜欢住在这里，也不喜欢做漂亮叔叔的王妃，是不是？是，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咱们现在只能住在这儿。娘亲，你不喜欢的话，咱们就走吧，带上小世子一起，咱们回蝶谷去。咱们的蝶谷那么大，任是谁进去都会迷路，只要咱们不再出来，漂亮叔叔本事再大也找不到咱们的。咱们现在还不能离开，娘亲要办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等办完了事，娘亲就带你和月儿离开这儿。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就连月儿也不行，知道了吗？娘亲你放心，我保证对谁也不说。娘亲就知道你最乖了，那你能答应娘亲一件事吗？答应，别说一件，10件也答应。等南宫耀回来，你要认他为父，叫他父王。我不要，我不喜欢他，我不要叫他父王，我更不喜欢这里，我也不想住在这儿。你之前还很喜欢这儿，说这儿的园子又大又漂亮，比苏家好看100倍呢。反正我现在就是不喜欢这里了，我也不喜欢漂亮叔叔了。可是他对你一直很不错，对你比月儿还要好，你怎么会突然讨厌他了呢？他对我是很好，可他对娘亲你一点也不好。以前我不知道他就是我亲爹，我还很同情小世子。他的亲爹在他娘亲刚死，就让另一个女人搬进来住在这里。
要不是小世子一直排斥他，我看漂亮叔叔就要娶她给小世子做后娘了呢。娘亲，我现在想想就生气，你就不生气吗？娘亲不生气，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他想娶谁就娶谁。就算我现在是他的王妃，我也不会阻拦他娶别的女人进门。不过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娶多少女人都行，但那些女人都不许来骚扰你和月儿，否则我就要他们好看。绵绵这才高兴起来，但小丫头还是没有松口，答应喊南宫耀为父王。舒浅月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劝她，小丫头很像她，尤其这固执执拗的脾气，几乎和她一模一样。不像月儿，虽然是个男孩子，倒是比绵绵这个小丫头更懂得人情世故一些，能屈能伸。其实我也生父王的气，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我们的父亲，娘亲也原谅他了，你就不要生他的气了，好不好？我才不要叫他父王，他不好，一点也不好。他丢下我和娘亲不管，自己还在府里养了别的女人，现在又想欺负娘亲，我讨厌他。他欺负娘亲？我亲眼看见的，绝对不会有假。娘亲脖子上被他咬的多是伤，都红了肿了，一定很疼。我要去看娘亲。别去，娘亲不想让咱们担心，你要装作毫不知情，知道吗？要是父王再欺负娘亲怎么办？所以咱们要保护好娘亲，不让父王再欺负她。小世子，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能不能做到？能，我会保护娘亲的。好，那咱们说定了，不许变哦。昨晚上你和绵绵一起睡的吗？她是不是一晚上没睡？睡了。昨天绵绵困得特别早，天还没全黑就睡了，直到天光大亮她才醒，比我还能睡呢。娘亲，绵绵像只小懒猪呢。舒浅月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她的脸色一变，月儿就发现了。娘亲，怎么了？没什么。舒浅月不想让月儿担心，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她摸了摸绵绵的脉搏，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不对劲，绵绵的嗜睡很不正常，但她的脉又摸不出问题来，而且她手足都很冰冷，怪不得她要靠着月儿，还说她身上暖和。娘亲，绵绵身上好凉，我给她盖了很厚的被子，可她的手还是很凉。绵绵是不是生病了？没事，我给她针灸一下，她很快就不冷了。舒浅月想来想去，只能用她最擅长的针灸之术来暂时缓解一下绵绵的体寒。她已经有了不好的猜测，绵绵突然变得嗜睡发冷，八成跟她的胎毒发作有关系。但公主还说过，她已经尽力压制了她体内的毒性，不会这么早发作，所以绵绵一直像个正常的孩子般生活。舒浅月给绵绵施完针，小丫头都没醒过来，只是针灸之后，她的脸色明显红润了一些，手心也有了些暖意。禀王妃，宫中来人宣旨，要您即刻入宫。没空。舒浅月头也没抬，她的心思都放在给绵绵煎药上，哪有心思去管宫里发生了什么事？在她心里，没有什么事比给绵绵治病更加重要。王妃，这是圣旨，您要是不去，这就是抗旨不遵。这个抗旨那可是重罪呀！要是惹得皇上发怒，怕是就连咱家王爷也保不住您呢。好吧，我去。这是我给绵绵煎的药，火候还不够。王妃尽管放心，这药由小人负责看着火，绝不会误了小主子吃药。绵绵小主子生病了吗？她着了一点风寒，有点怕冷，喝几剂药应该就没事了。要不小人请太医来给绵绵小主子把个平安脉吧。不必了，药一煎好，马上就要为绵绵服下，一定要趁热喝，药效才会最佳。绵绵若是还在睡，你就叫醒她，让她喝了药再睡，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王妃只管放心便是。马车已经备好了，请王妃即刻进宫吧。管家亲自煎药，药还没煎好，他就在心里琢磨着。王妃一再叮嘱这药很重要，怕是绵绵小主子的病情不轻，要不还是请太医来瞧瞧，否则王爷回来知道此事，一定会怪罪于他。他思来想去，还是派人去了太医院。裴爱卿，苏胜谋逆一案审理的如何了？谋逆？苏胜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会多出来一个谋逆的罪名？回皇上，这犯人徐氏已经画押做供，
他立正是苏胜私通北陵，一直给北陵国做内应，并且昨日天牢劫狱之事也是北陵国所为。劫狱之时，徐氏就在牢房里，他亲眼见到、亲眼听到苏胜和劫狱之人的对话，并写下了陈堂证供。他们先是将苏胜和徐氏劫走，又害怕事情败露，将苏胜灭口。贼人逃走之时太过匆忙，留了徐氏一命。徐氏经此一事，决心告发苏胜通敌叛国一事。他之前完全蒙在鼓里，更是因为儿子被杀一事变得疯疯癫癫，直到劫狱的那天晚上，他才一清二楚。他同时告发的除了苏胜，还有丹阳郡主。徐氏作证，丹阳郡主一直心怀有意，暗中与北邻国人勾结，不但与北邻国的北唐川来往密切，更是和北邻国的太子北黄骜私交甚笃。这次劫天牢的，就是北唐川和他手下的人。丹阳，你对徐氏的指认，可有话要说？徐氏一派胡言，他的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陛下明察，我说的句句实情。我身为苏胜的枕边人，他没什么能瞒得过我。他们苏家一直心怀不轨，尤其是这苏千雪回来之后，行踪诡异，暗中与北陵太子往来。他死有余辜。苏千雪死的怎么不是你？要不是我救你一命，你现在已经毒发身亡了。徐玉娘，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吗？你休想收买我，我徐玉娘可不吃你这一套。你就是和北唐川一伙的，当日在场的还有穆王殿下，他可以为我作证。徐氏，你口说无凭，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栽赃嫁祸给苏千雪的？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这样的心思害人？我不过是把看到的实情说出来。千雪她好歹是我的女儿，我当娘的怎么会有心害自己的女儿？玉王殿下，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是怎么对我们家千雪的。她从小就是个药罐子，为了给她治病，我连自己的嫁妆都拿出来补贴了，一直养到她16岁，没想到竟养出个白眼狼来。老爷啊，你死得好冤啊！你怎么也想不到，咱们花费了心血养大的女儿，竟会干出通敌叛国这种事，害得老爷你死不瞑目，也是拜他所赐，害得我们苏家绝子绝孙了呀！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字字句句都在给舒浅月身上泼脏水。我说的句句实情，若让半句假话，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裴爱卿，你觉得徐氏所言是否属实啊？徐氏所说乃是片面之词，他口口声声说苏千雪通敌叛国，放跑了劫天牢的要犯北唐川，但除了他一人之外，并无别的人证。至于徐氏提到了穆王殿下，说他也在现场，所以皇上可以问一下穆王殿下，是否确有此事。幺儿，当时你可在场啊？回父皇，儿臣在。北唐川逃走与此女无关，徐氏指证苏胜通敌叛国也与他无关，因为他根本不是苏千雪。哦，他不是苏千雪，那他是谁？他是谁，还是让他自己向父皇说清楚吧。禀陛下，我的确不是苏千雪，真正的苏千雪早在3年前就已经因病而故。她的继母徐氏为了侵吞千雪母亲留给她的嫁妆，竟然将重病缠身的千雪扔到了荒郊野外，让她自生自灭，还对所有人谎称送她去了鬼谷蝶衣那里治病。她亲生的父亲苏胜明知徐氏满口谎言，对这件事情去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可怜的苏千雪却直到死还心心念念记挂着他那个没良心的父亲，记挂着苏家。他临死之前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在他死后将自己的牌位放在苏家老宅祠堂里。原来你不是苏千雪，你是他派来向我们报仇的是吗？苏家的人全部都死了，就是你这小贱人害的，你不得好死！徐玉娘，你以为苏家的人都被火烧死，所以才会捏造出一个谋逆的罪名扣在死去的苏胜头上，再拖我下水，让我受到株连之罪被处斩，是不是？但谁说苏家的人全被火烧死了？还有一个人出事的时候根本就不在苏家，那个人就是你的儿子苏子渊。不可能，你骗我，你骗我！我没必要骗你，大理寺卿裴大人，我说的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苏家失火之时，苏子渊确实不在苏家，他近几日一直住在学堂之中。苏家失火之后，
他才得知此事。苏子渊没死，但是苏胜谋逆，罪名滔天，是要诛九族的。而他身为罪臣之子，绝对逃不过一死。许是你亲口断送了你儿子的性命。没有，我没有要害子渊，我要害的人是你这个贱人！子渊是我的亲骨肉哦，我怎么会想要害他？皇上，裴大人，我赵贡，苏胜没有通敌叛国，是我编出来的。苏胜没有勾结北离人，勾结北邻国的是这个贱人，我恨死他了。为了要把他拉下水，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来。我没有想过要害我的儿子子渊啊，子渊，我的儿啊，子渊啊！陛下，臣犯了失察之罪。裴爱卿，此事怪不得你，全是这徐氏信口雌黄。你先起来。丹阳，说来说去，你还是没说你的真实身份，你究竟是谁？这丫头简直狡猾的要命。他抛出一个又一个的梗，追得徐氏承认了诬告之罪，不但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引开了众人对他的关注。聪明。回陛下的话，臣女的真实姓名是舒浅月。你这女子好大的胆子！你之前顶着苏胜之女苏浅雪的名字招摇撞骗，苏胜他这个蠢货认不出自己的女儿，被你蒙在了鼓里。你当别人都和苏胜一样，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认得吗？你这骗子居然骗到了本侯头上！朝野上下谁不知道本王的长女名叫舒浅月？6年前嫁于穆王府为妃，1年之后就去世了。本侯正是舒浅月之父。安远侯说的不错，我确实不是您的女儿，因为你就不配做我的父亲。你安远侯这是恼羞成怒，要教训一下我这个冒充关系的小女子吗？没错，我确实不是你的女儿舒浅月，但我却是穆王殿下3书6礼8抬花轿娶过门的穆王妃。你要是有胆子，就动我一下试试。你说你不是我女儿，你是穆王妃，胡说八道！我女儿就是穆王妃，你这个骗子，不但冒充我的女儿，现在连穆王殿下死去的王妃也敢冒充，看我不替穆王殿下狠狠教训你！谁说他是冒充的？你要是敢动本王王妃的一根头发，本王也断不会轻饶。你真是我女儿舒浅月？我确实是舒浅月。安远侯既然质疑我的身份，我也不会冒认关亲。他早就看了出来，舒远山不是苏胜。从原主的记忆里得知，这个人就是一条毒蛇，冷血自私，狠毒隐忍。但他表面的形象却是威严庄肃的，朝野上下对他的风评甚佳。否则当年太后也不会把他的女儿指婚给南宫耀。舒远山的狠毒不在表面，全在心计。得罪他的人会被他在不动声色中置于死地。对付他可比对付苏胜要难得多了。不是本侯不相信你的话，实在是姿势体大。众所周知，本王的女儿5年前死于一场大火之中，但是事后却没有找到她的尸身。难不成当年你没有被烧死，你还活着？如果真的是本侯的女儿，你拿出证据来，只要你拿出证据，本侯就承认你的身份。我没有证据。你既然不想认本侯为父，就不要说你是舒浅月。舒浅月是本侯的女儿，众所周知，本侯不容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冒他的名字，做出有辱我舒家门楣之事。我就是舒浅月，舒浅月就是我。我现在的身份只是穆王妃，不是什么安远侯之女。你根本就不是本侯之女，本侯又不是瞎子，岂能认不出自己的女儿来？你冒充本侯之女，就没打听一下本侯的女儿生的是什么模样吗？你顶着这张脸出现在本侯面前，就是最大的破绽。你当别人都是瞎子认不出来不成？没错，当年的我的确是个丑八怪，但我想问一下安远侯，10岁之前的我是否也是面貌丑陋，不堪入目呢？10岁之前的你倒是生得浴血可爱，但女大18变，你最后变成那般模样，只能怪老天爷吧。我之所以变成后来那般，是因为有人一直在给我下毒，我常年服食那种毒药，毒素在身体里累积起来，虽然没要了我的性命，却让我变成了一个貌若无颜的丑八怪。听说那北唐川闯进大理寺劫囚牢，劫走的人是苏胜和徐氏，那徐氏却又说北唐川和这自称是舒浅月的女子有说有笑，三弟还曾亲眼目睹，可有此事？没错，确有此事。舒浅月，
关于这件事，你怎么说？说什么？我和北唐川有说有笑一事？我夫君说的没错，我的确是和那北唐川交谈过，他吃醋了。神王殿下就是想问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又和北唐川交谈了什么，是不是？这件事不交代清楚，你这通敌的罪名就会坐实。你若有罪，也会连累我三弟。我身为兄长的，不能坐视不理。神王殿下和我夫君真是兄弟情深，他们说来说去都漏说了一件事：北唐川从大理寺牢狱里劫走的，并不只有苏胜和徐氏，他还掳走了苏老夫人。这与你有何关系？我虽不是苏千雪，可却受了千雪的嘱托，要完成他的心愿。他在这世上最牵挂的人就是苏老夫人，苏老夫人也是整个苏家唯一对他关爱的人。更何况我顶着苏千雪的名字回到苏家之后，老夫人对我如同亲孙女一样，她被掳，我当然会赶去相救。只是我没有想到北唐川却先一步将苏老夫人送出了城，并且以此来要挟我，并趁乱放出毒物，伺机而逃。哦，原来是这样。北唐川用苏老夫人要挟你做什么事？我三弟又是因何而吃醋？北唐川见我会医术，就想收我为徒，带我去北陵国，被我拒绝了。我夫君当然是不想别的男人对我起心思，所以就吃醋了。他故意不提苏老夫人，就是想故意让你们误会我，做同我通敌的罪名，然后他再出来解救于我，让我对他感恩戴德，是不是，夫君？三哥，你真的吃醋了？住嘴！老三，丹阳说的可是实情啊？是。事情到这一地步，已经是水落石出。所谓的苏胜通敌叛国，是徐氏为了报复舒浅月诬陷出来的，他已经亲口承认。而舒浅月既然是穆王南宫耀的王妃，他当然不会和北陵国人勾结。谁不知道南宫耀和北陵人乃是死敌？北唐川看中舒浅月的医术，想把他带去北陵，才用苏老夫人来要挟。这件事也说得通。至于舒浅月究竟是不是安远侯舒远山的女儿，为什么6年前的她丑如无颜，6年后却变得美若天仙？众人虽然疑惑，但南宫耀已经承认了他的身份，旁人也不敢多说什么。陛下，这徐氏陷害丹阳郡主，罪名极大，按律当斩。好，依卿所奏，斩！将苏子渊带进来。苏子渊听了之后，本来就惨白的脸上更无一丝血色。苏子渊一想到自己寒窗苦读10年，马上就要出人头地，却什么都变成了一场空。他眼神怨毒地瞪着徐氏：“你是我的亲娘吗？你是吗？你怎么可以如此害我？徐玉娘，我恨你，我恨你！”子渊，娘亲不知道你还活着，娘亲以为你死了，被那场大火烧死了。你妹妹死了，你弟弟被你那个没良心的爹亲手勒死，你也死了，娘亲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真的没有想要害你啊，我想害的是苏千雪那个贱人。不，她不是苏千雪，她叫舒浅月。儿啊，你记住她，你看着她，她才是害你的人，全是拜这个贱人所赐。儿啊，娘是活不下去了，但是你要给娘，给你死去的妹妹和弟弟报仇啊！你说什么胡话？你疯了！我没疯，我没疯，我死也不甘心。儿子，你一定要替娘亲报仇啊！徐氏犯罪与他的儿子并无关联，苏子渊是无辜的，故而恳请陛下恕其无罪开释，并恢复他的功名。丹阳，你确定要这样吗？是，苏子渊确实与徐氏一案无关，他本就是有功名的举子，饱读诗书，满腹才华，不该受其母所累，功名尽毁。丹阳也希望他能考取功名，他日为国效力，为陛下分患，为百姓谋福，这样天下少了一个罪人，多了一个好官，岂不是更好吗？好，朕就如你所愿，苏子渊无罪开释，恢复其功名，准其参科。谢主隆恩，多谢裴大人成全，多谢丹阳郡主。苏婶虽有罪，但祸不及满门。丹阳，你既然与那苏千雪有救，不妨替他安置一下苏家人的后事。是。此事到此为止，退朝吧。老三、丹阳，你们去御书房，
朕还有话要说，跟本王走。还有什么事儿啊？我还有急事儿呢。你能有什么事儿？我怎么就不能有急事儿了？绵绵病了，我走的时候拜托管家给他煎药，这会儿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绵绵怎么了？可是毒性发作了。你不是说他还有5年的时间吗？我也说不清楚，按理说毒性不会这么快发作，可他一直嗜睡，这很不正常。本王这就让太医们前去诊断。也好。舒浅月想了想，一人计短，2人计长，说不定太医们会诊之下会想出办法来，也未可知。咱们先去御书房。丹阳郡主请留步，本侯有话想请问。安远侯有话就说吧。你真是浅月，你没死，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与你无关。方才本侯一时情急，有些语无伦次，冒犯了丹阳郡主。若你真的是本侯之女，还望原谅为父出言无状。为父也是老眼昏花，竟连亲生女儿也认不出来了。不敢，您是安远侯，身份尊贵，我这小小女子哪敢冒认官亲呢？是为父失言，你要怎样才能原谅为父？浅月，你的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舒远山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舒浅月，越看越笃定，她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浅月，为父给你赔罪了。父女哪有隔夜仇？更何况丹阳郡主心胸宽广，大人大量。犬子之前得罪了丹阳郡主，但丹阳郡主不念旧物，仍是出手为犬子治好了断腿。本侯特来向丹阳郡主，哦不对，应该是穆王妃道谢来的。平南侯说的有理，妇女确实没有隔夜仇，但方才在陛下面前，安远侯一口一个冒认官亲，小女子哪敢高攀？今天安远侯心情好，想认我为女，哪天心情不好，又将我扫地出门，或是再治我一个冒充官亲之罪，我去向哪儿说理去？这门亲还是不认为好。安远侯，你女儿已经有了认你的意思，你还不赶紧发个誓来？我舒远山在此立誓，舒浅月确是我亲生之女，今日认祖归宗，我必爱她护她，视她为掌中之宝，疼爱有加。若为此事，且不着急发誓。安远侯，今天要认我为女儿，可问过母亲是否同意？你认了我，万一母亲不认，却又如何呢？这个……舒远山神色一僵，他想到府里的夫人还有2女儿舒妙雪，这2人对顶着苏千雪之名的舒浅月可谓是恨之入骨，提起来就咬牙切齿。就连他之前不知道舒浅月就是自己亲生女儿的时候，对他也是厌恶之极。他要是突然认了舒浅月回府，夫人和妙雪那里却是个难题。看来母亲和2妹并不欢迎我这个长姐，这亲不认也罢。好女儿，好浅月，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没错，你母亲和2妹之前确实对你有所误会，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份。如今得知你就是浅月，他们欢喜还来不及呢。月儿，你不知道这几年你母亲和2妹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都很想你。要是他们知道你还活着，定是欢喜万分。是吗？这个自然。好女儿，你若是肯原谅为父，为父这就洒扫庭院，派人迎你回家。等我去见过陛下之后，再商议回舒服一事吧。话说完了吗？抱歉，穆王殿下，是本侯认女心切，耽搁了您的时间。待小女回府，若是穆王殿下愿意一起登门的话，本侯扫榻相候。南宫耀冷哼一声，不置可否。丹阳郡主，本侯想借一步说话，不知可否方便？你先去御书房吧，我随后便来，免得狗男人等得不耐烦，又要发脾气。穆王殿下，小女当年做了糊涂事，还好您胸襟广博，不与他计较。我替小女在这里向您赔罪了。小女这些年流落在外，定是吃了不少的苦，我这个做父亲的很是心疼。希望穆王殿下以后也能对小女多多疼爱。您不看别的，就看她为您生了一双儿女的份上，也不能薄待了她。你是什么意思？本侯就是希望小女在穆王府能不受欺负，但看到穆王殿下对小女如此在意，这颗心也就放回肚子里。只不过
舒远山向着平南侯和舒浅月正在说话的方向看了一眼，低声道：穆王殿下，你可知小女冒充苏千雪的时候，曾和平南侯府的小侯爷定下过亲事，双方已经过了3书6礼，不日就要成亲了。现在小女恢复了本来的身份，这与小侯爷的亲事也就做不得数了。平南侯方才来找本侯，就是想和本侯商议此事，但本侯已经拒绝了他。他想来尚不肯死心。你消息不够灵通，平南侯的段玉涛确实与苏府千金定了亲，只不过和他换了钢铁八字的人并不是苏千雪，而是苏千雪之妹苏慧兰。啊，竟有此事！舒远山惊讶地啊了一声，心想：可惜可惜。本来他想借着这件事进一步讨好南宫耀，看来泡汤了。他说的没错，段成庸确实没有死心。他得知苏胜偷梁换柱，以次女冒充长女的生辰八字和自己的儿子定下亲事之后，确实大怒一场。但没过多久，苏家就遭了变故，这门亲事自然不了了之。让他没想到的是，苏千雪摇身一变成了安远侯府的大小姐舒浅月，还是传言中死了5年的穆王妃。段成庸老奸巨猾，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算准了苏胜不会把李代桃僵的事情告诉舒浅月，于是赶紧巴巴地找了过来。那个丹阳郡主，有件事儿你怕是有所不知，犬子自从得丹阳郡主治好了腿之后，就对您是念念不忘，一心一意想要报答你，便央我为他向护国公府求亲。苏胜也允了，但没想到这老狐狸竟然用苏慧兰的钢铁顶替了你。你不用说了，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我早在金殿之上已经说明，我不是苏千雪。至于小侯爷和苏慧兰的亲事，人既然不在了，这门亲事也做不得数了。小侯爷自可另选名门闺秀成亲。丹阳郡主误会我的意思了，本侯不是想要你履行婚约。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本侯有一个不情之请，犬子要是得知这门亲事不作数了，怕是会伤心欲绝。本侯向来疼爱玉儿，不忍让她伤心失望，就想了一个折中的法子。什么法子？平南侯府的儿子倾慕于本王的王妃，平南侯莫不是要本王休妻，将这舒浅月让给段玉涛吗？不敢不敢，穆王殿下说笑了，我哪有此意啊？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把本王的王妃带到这里来，又提起那苏千雪和段玉涛的婚约，不就是想夺本王之妻吗？穆王殿下误会了，本侯绝无此意。你最好没这个意思，若是有，也趁早给本王打消了。舒浅月是本王王妃，天下皆知，她为本王生了一双儿女，难不成平南侯府的令郎对生孩子的女人格外有兴趣？既是这样，本王就为段玉涛这小子指一门亲事，保管让他心愿得偿，如何？不敢不敢，犬子的亲事哪敢劳烦穆王殿下。他剩下的话全憋回了肚子里，一个字也不敢再提。老三，你上次所奏之事确定属实吗？儿臣确定，绝对属实。儿臣怀疑北皇傲来到我南陈并不是偶然，他身为北陵太子，却千里迢迢地跑到我南陈京都附近造了一座金刚堡垒，却又在被儿臣发现之后弃之敝履，反倒让咱们由此发现了一族发后的铁矿脉。此间种种都透露着不寻常。更让儿臣怀疑的是北唐川的出现。你说的没错，北陵频频在咱们京城有所动作，后面必有所图谋。他们表面的按兵不动，却是在瓦解咱们的戒心。这北陵太子北皇傲野心极大，他日若登帝位，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的。父皇说的不错，儿臣听说北皇轩病重，但却封锁消息，严禁外传。咱们派在北陵的探子好不容易才把这消息传了出来，想必不假。北皇傲突然离开了南陈，想来也是这个缘故。北皇轩当真是快不行了。北皇轩就是北陵国的皇帝，两人从未见过面，可是却互相争斗了数十年。听到这个老对手重病缠身，明安帝心里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几年来，南宫耀明里暗里查出了不少北陵探子，
但他们都知道，还有一部分隐藏在暗处，始终没有露出马脚。明安帝最相信的人，就是眼前这个排行第3的儿子。如果说除了他之外，谁再敌视北陵，非南宫耀莫属。北皇傲竟然还能够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挖掘出铁矿岩，并且加以提煤炼，直至打造出那样的一座金刚堡垒，耗时近2年，咱们竟然一无所知，毫无察觉。耀儿，你觉得朕该追究工部尚书之责吗？铁矿隶属于工部，工部尚书确实有失职之罪，追究下去必是会牵扯到更多的人。儿臣觉得朝廷中必然混入了北邻国的内奸，不止工部，追查下去必有所收获。儿臣愿意领命调查此事。丹阳，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看法只管说出来，这里没有外人，你不用避讳什么。回皇上，这是朝廷大事，我一个小女子。你是朕亲自册封过的丹阳郡主，有封号在身，与寻常女子不同。你只管大胆地说出来，不管你说的对与不对，朕都恕你无罪。父皇，他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意见？女子无才便是德，她能懂得相夫教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等国家大事，她又能懂得什么？陛下既然垂询，那我就斗胆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关于铁矿岩一事，工部确实犯有失察之罪，但追究下去的话，必定会根根蔓蔓，牵扯极广。虽然是会查出一些人来，但也会牵连到一些无辜之人。最重要的是，会打草惊蛇。你的意思是不查？查，当然要查，但不是大张旗鼓，最好徐徐图之。那你觉得朕派谁去查此事合适呢？私采铁矿乃是大事，对方却能遮掩的不露半点风声，那咱们调查此事也宜在暗中进行，找个老成持重的稳妥之人比较合适。言下之意就是南宫耀并非合适人选。南宫耀顿时狠狠地瞪他几眼，舒浅月垂眸敛目，只做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至于听不听，却是明安帝自会做出判断。说的有道理，若是朕派你去调查此事，你可愿意啊？陛下，这不妥。有何不妥？回陛下，一来我身为女子不得参与政事，二来我不是朝廷官员，没有资格干涉这等大事。陛下应该找有能力者来做，必定会事半功倍的。朕只信得过耀儿和你，那朕就把这件差事交给耀儿去做，你从旁辅佐，如何？我怕会辜负了陛下的厚望。无妨，天塌下来还有耀儿替你顶着，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查，别的什么都不用怕。若是他顶不住，还有朕呢，朕罚了，你们且退下吧。福九说太医们已经给绵绵把过脉了，小丫头就是嗜睡了一些，现在早就活蹦乱跳的了。难道是绵绵又闯了什么祸了？不过是小丫头玩心重了一些罢了，就是她不喜欢周太医给她开的药，说太苦，一时贪玩就把周太医的胡子给偷着剪了。剪了周太医的胡子？这小丫头简直无法无天，看我不狠狠打她的屁股！对一个现代男人而言，剪胡子就是小事一桩，但在古代不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子，几乎人人都留着一把美须，精心打理，比头发看得还要紧。要是没了胡须，对男人而言就是受了奇耻大辱。舒浅月都可以想象得到，没了胡须的周太医以后会多尴尬。绵绵是本王的女儿，本王不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就连你也不行。小孩子是不能宠的，你这样只会把她宠坏。本王的女儿，本王想怎么宠就怎么宠，谁也管不着。就算天塌下来，也有本王替她顶着。南宫耀，小孩子不是这么教的。你对月儿严厉，我不说什么，但你过于严苛，让月儿小年纪就变得老成持重，失去了孩子天真活泼的天性。你真的觉得没问题吗？至于绵绵，她是我的女儿，我会把她教好，不劳你操心。你是要指责本王不会管教孩子？绵绵也是本王的女儿，舒浅月，连你也是本王的。两人眼见着又要吵起嘴来。娘亲，你终于回来了。娘亲，听说你进宫去了，怎么不带我一起去啊？我也想进宫呢。
绵绵嘟起小嘴撒娇。南宫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半晌，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么活泼健康的孩子体内会有什么蛊毒，活不到10岁。他在皇宫的时候就派人去了太医院，让所有太医们前来给绵绵会诊。方才福九向他禀报过了，太医们都说绵绵身体好得很，难不成那女人又在骗他？怎么，不好吃吗？娘亲，我的嘴巴是苦的，吃什么都苦苦的，怎么办啊？都怪那个白胡子的小孩，趁我睡着了，给我喝了一股子苦药汤，苦死了。他让我喝苦药，我就悄悄剪了他的白胡子。那个小老头儿见胡子没了，眼圈立刻就红了。绵绵，这件事情是你不对，周太医是为了你好才给你喝药的，你不该因为这个就剪了他的胡子。周太医没了胡子，别人见他是会笑他的，他该多没面子啊。我觉得没胡子的他挺好看的，变年轻多了呢。绵绵，这件事情是你做错了，你不该剪了周太医的胡子。我没错，我又没病，他为什么要给我喝那么苦的药？良药苦口，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你把我和你义父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是不是？走，跟我去向周太医道歉，做错了事情不打紧，要勇于承认错误，这样才是娘亲的好孩子，娘亲才会疼。是，娘亲，我错了。绵绵，我和你一起向周太医道歉，他一定会原谅咱们的。周太医，绵绵胡闹，我在这里向你赔罪了。不敢不敢，是我没管好妹妹，是我的错。小世子不要这样说，这件事儿与你无关。是我错了，周伯伯，你别生我的气好不好？不生气。周太医，我想想办法，给您这胡须再接回去。办法是有的，就是麻烦了一点。丹阳郡主，若是您能够帮老朽把这胡子接上去，老朽感激不尽啊！您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只要是我能够办得到的。不敢，这都是小女顽皮闯下来的祸，周太医不怪罪她就好了。本王的爱女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回穆王殿下，微臣等给绵绵仔细的把过了脉，绵绵只是有些体虚气弱，没有别的病。绵绵体内的蛊毒是在他体内的时候吸收了他的毒素，早就深入五脏六腑中潜藏起来，摸脉是很难摸得出来的。要不是公楚寒对绵绵的病因了若指掌，他也会束手无策。这倒不是太医们无能，他不想把绵绵得病的事宣扬得人尽皆知，便道：有了太医们，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下官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下官给绵绵把脉的时候，发现她的脉象似乎与寻常人不同，似乎有中毒的迹象，但又不是毒，具体是什么，下官实在是摸不出来。你敢确定？下官不敢确定，只是有这样的猜测。下官曾经从一本书上见过关于此类脉象的描述，有婴儿会自母体带来胎毒，但是这种带着胎毒的婴儿极难成活，而绵绵却已经5岁了，想来不会是这样的。这位太医尊姓大名？下官姓刘，名承泽。刘太医学问渊博，他日前程不可限量。刘太医的话打消了南宫耀对舒浅月的怀疑。如果是胎毒，怎么治？下官不知，医书上并无记载，而且据撰写这部古籍的前辈所言，此胎毒万不活医，几乎是无药可救的。无药可救？下官医术浅薄，还请穆王殿下另请高明。想来这天底下能人极多，定会治好绵绵的胎毒的。出去。闻言，太医们如蒙大赦，忙不迭地告退。你的毒是谁给你下的？如果能找到下毒的人，说不定就会有解药。我不知道。别人给你下毒你会不知道？以你的手段绝对不会察觉不出。舒天月，不管这人是谁，你只要说出来，本王就不怪你。你以为我故意隐瞒不告诉你？难道不是？你最好对本王说实话，包括你的秘密。我没什么秘密，该告诉你的已经全都告诉你了。至于是谁给我下的毒，如果我能找到那个人的话，也不会费尽心思去寻解药了。但是据我猜测，给我下毒的人应该在舒家。舒家？舒远山、舒夫人，还是你那个妹妹舒妙雪？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想冤枉别人，
凡事都要讲证据。舒妙雪想放火烧死我，但我却无法确定那毒也是他给我下的。舒浅月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解释不清楚。他穿过来的时候，前身已经中了毒，而在前身的心里，舒家所有人对他都还不错，个个都是大好人。他怀疑过舒妙雪，不过他第一次进穆王府的时候，曾经试探过舒妙雪，发现他对毒几乎是一窍不通。但舒浅月也没有完全排除舒妙雪的嫌疑。舒浅月回忆了一下原身的经历，我从小就被养在深闺里，几乎没有见过什么外人，平时接触的人就只有舒家的人，这毒肯定是舒家人下的。但至于为什么要给我下毒，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的容貌是10岁之后开始起了变化，荣楚还说过，给我下毒那人似乎并没有想一下子就毒死我，而是把我当成一种容器，或是这个人想看到我被各种毒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状。各种毒？公主还说，有人一直在给我下毒，有的致命，有的却是慢性的。我体内最少有17、18种毒，这些毒他大部分都给我解了，而他唯一解不了的，就是绵绵从我这里带走的胎毒。要不是绵绵，怕是我早就死了。但是绵绵救了我，他自己却……舒浅月的声音哽住了。如果可以，他宁可自己这个毒永远解不了，他宁可毒发身亡，也绝不会要这个结果。你怎么断定给你下毒的一定是舒家人？你再怎么不得宠，也是舒家的大小姐，他们要你一个小孩子的命有什么意义？本王倒觉得给你下毒的人是舒家的敌人。我也不知道，但现在不是追查这事儿的时候，我现在只想治好绵绵。你这些年身边没有过别的男人，绵绵的义父怎么回事？公楚寒？你不会怀疑我和公主还有什么吧？他是我的义兄，当年就是他救了我，他还是绵绵的义父呢。是吗？他就是传说中的鬼医吧？没错，他就是鬼医，他的医术非常了得，用活死人100股来也不为过。我和他相比，真是远远不如。南宫耀，我和他的关系亦师亦友，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本王怎么想，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猜的。那你猜错了，本王想把他请到京城来，向他表示感谢。请他来京城？他不会来的，而且你也没必要感谢他，他是绵绵的义父，照顾绵绵是他应该的。本王的女儿凭什么要他来照顾？南宫耀，你不会是吃公主寒的醋了吧？笑话，本王怎么会吃这种醋？他是个瞎子吧？当然不是，你怎么会说他是个瞎子？他不但不瞎，眼神还特别好，眼睛长得也好看。本王更希望他是个瞎子，他居然还夸别的男人眼睛好看。他眼睛好看还是本王的眼睛好看？当然是你的眼睛好看啦。算你有眼光。本王还有要事，你在府里好好照顾2个孩子。娘亲，咱们要搬过去和父王一起住了，这太好了。我不喜欢和他住在一起。为什么？父王他骂你了？没有，我就是不喜欢他。那我也不喜欢他了。绵绵讨厌谁，我就跟着讨厌谁。你不喜欢父王，我也不喜欢父王。听着2个孩子的童言童语，舒浅月不由莞尔。他想，这话幸好没让南宫耀听到，否则南宫耀的鼻子都要气歪了，还得把一个教子不严的锅扣到他的头上。月儿，你这话不对。怎么不对了？你可以讨厌你父王，但你要拿出正确的理由来，不能因为绵绵讨厌他，你就也说讨厌他，这叫跟风，懂不懂？还有，你父王把你教养长大，你张口就说不喜欢他了，要是让他听到了，他该有多伤心难过呀！娘亲，我错了，我不该这样说话。好孩子，知错就好。绵绵有不喜欢他的理由，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不该告诉绵绵，他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坏蛋，而且我还说他坟上的草都30高了。娘亲，你为什么要说父王死了？他是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了？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严格来说呢，我们之间也没有谁对不起谁。舒浅月平心而论，当初他离开南宫耀纯是为了自保，他不想穿越过来之后就被绑在一个男人身边当附庸品。如果南宫耀就此放手，他们一别两宽，说不定到现在还会是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人。可南宫耀却对他死缠烂打地追了他9个月，害得他东躲西藏，差点丧命。2人这才结下了梁子。他本来以为这次也不会再见到南宫耀，可世事多变，
为了给绵绵治病，他不得已在5年后重入京城。舒浅月也知道自己当时应激过度，他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南宫耀的头上。娘亲，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你就算把他夸到天上去，我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要是再问，我也不喜欢你了。好，我不问了，我保证一个字也不问。快说，那贱人和我表哥究竟有什么事情？其实不关傅世子的事，是我家长姐她不守妇道，明明已经嫁给了穆王，可却顶着苏千雪的名字去勾引傅世子，惹得傅世子对她动了情。这话当然是他顺口胡编出来的，他哪里知道傅子夜对谁动情？他只知道只要提到傅世子，七公主就会比谁都紧张。不要理舒浅月这贱人，当真是无耻至极！家姐干出这种事来，确实丢尽了我舒家的人。我有这样的长姐，也觉得脸上无光。你说她是怎么勾引我表哥的？舒妙雪知道，她最在意的就是傅子夜，当下随口又编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月熙公主全都信以为真，肺都要气炸了。这个舒浅月，本公主一定要把她碎尸万段。七公主息怒，我长姐干出这种事来，确实她的不对，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父亲就算是有心想要管教她，可她仗着有穆王殿下承阳，连父亲都不认，这等不忠不孝的女儿，简直就是我舒家的耻辱。您虽然深得陛下宠爱，却也不要轻易得罪了我长姐，毕竟穆王殿下是您的兄长，她也算是公主您的嫂子。贱人，她也配？当初她那么丑，还不是勾引到了我姐夫？也不知道她使了什么狐媚手段，让我姐夫对她念念不忘。现在她又带着不知道是哪个男人的野种回来了，可我姐夫对她这几年既往不咎，连她生的野种都认了下来。你说什么？那个叫绵绵的小丫头真的是个野种，她不是我三哥的女儿。七公主别问了，你就当我没有说过这句话。你快说，你告诉本公主实情，本公主就会想办法帮你完成心愿。真的，七公主你不骗我，本公主说话算话，只要你告诉我关于舒浅月的秘密，我就有办法让你嫁给我三哥。七公主，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当初我长姐嫁给我姐夫的时候，新婚当晚她就红杏出墙，还被我姐夫抓了个正着。什么？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他疯了吗？我要不是亲耳听得我姐夫的贴身护卫福九说的，我也不相信这事竟是真的。七公主，你还记得吗？我姐夫成亲第2天，我长姐就跑了，我姐夫满城通缉着找他，要是他没干出对不起我姐夫的事情来，为什么要逃走？你的意思是舒浅月嫁给我三哥的那天和别的男人有染，那她生下的孩子难道月儿也不是我三哥的孩子，她也是个野种？七公主慎言，这真是个天大的秘密。月熙公主看向舒妙雪，心里别提多得意了，自己不过是小小的给她画了个饼，这舒妙雪就上赶着将这么大的秘密说了出来。好，非常好。当然这舒妙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背叛自己的姐姐，投靠自己，还不是看中了自己公主的身份。你帮本公主想个法子，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但是不能让他知道是谁说的。穆王殿下的耳目众多，他现在受了我长姐的挑唆，不肯见我，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那本公主不管，你一定要想出法子来，否则本公主也没法子帮你的忙。舒妙雪瞠目结舌，她本来是想挑起月熙公主对舒浅月的怒火，然后出手对付舒浅月，却没想到月熙公主却是对舒浅月动了杀心。可她却不想自己动手，而是想利用她，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要是连这种小事都没办法，本公主身边从来不需要没用的人。七公主，法子我倒是有，但就是不知道你想要怎样的结果，是把她赶出京城，还是让她身败名裂？本公主不想再见到世上有她这个人。本王记得你向父皇讨过一个恩典，要去御药房里选取药材，但却有事耽搁了。你想要什么药材，本王可以带你进宫。舒浅月也不知道御药房里究竟有没有自己需要的药材，但公楚寒既然说京城或许会有，
他猜想御药房就是最大的可能。好，那就麻烦莫王殿下了。舒浅月，收起你这假惺惺的客气。那我对你不客气了，你可不许生气。看本王心情。南宫耀不知想到了什么，蓦地沉下脸来。你今天跟傅子夜见面了？小郡主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想来和我叙旧，傅世子就送了他过来。是吗？你和傅子夜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前的南宫耀对之漠不关心，可听到他和傅子夜的那些事情，他便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怪不得这傅子夜一直像苍蝇般围在他身边，嗡嗡不休。原来他们两人早在6年前便有瓜葛。他因为久在边疆没有回京，对他的那些风月韵事半点不知。太后指婚，他便娶了，反正娶谁不是娶。可没想到他娶回来的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连朋友都算不上。我知道以前有一些关于我和他的流言蜚语，但那都不是事实。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都只有这句话。南宫耀，你总是追问别的男人，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所以吃醋了？少做梦！本王可以不管你以前的那些事儿，但从现在开始，你的身份就是本王的王妃，本王眼里可不容沙子。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别给本王的脸上抹黑。要是让本王发现你做出不守妇道之事，永远也不可能。别说傅子夜，我对所有男人都没兴趣。所有男人，也包括本王？当然，后面这句话他没问出口来。对，所有男人。绵绵为何不肯认本王为父？你应该问绵绵，问我做什么？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绵绵才只有5岁，一定是你在他面前说了本王的坏话，他才会如此排斥本王，直到现在也不肯叫我一声父王。舒浅月，你离间我和绵绵之间的父女之情，你要怎么补偿？你要我怎么补偿？你说呢？我会和绵绵好好说，解开你们之间的误会，但他肯不肯认你，我也没有把握。月儿和你如此亲热，本王的女儿却一直不肯认我。舒浅月，你还敢说不是你的问题？好吧，是我错。你想进宫去为绵绵找解药，可以，但是你让绵绵亲自来求我，只要她叫我一声父王，我就带你们进宫。南宫耀，你是绵绵的亲生父亲，为自己女儿找药，还要女儿开口求你。她不认本王为父，本王又为什么要替她奔波？可是……没有可是。舒浅月，我给了你机会，如果你自己不要，那就休怪本王无情了。除了让绵绵认你为父，还有别的条件可以交换吗？别的条件有，拿你自己来换。只要你能让本王开心，本王就会带你进宫取药。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你不是最会讨男人欢心了吗？你可以把你会的手段一一用在本王身上，或许会有效果，也未可知。我不会什么手段，我也从来没有讨过别的男人欢心。南宫耀，如果你觉得羞辱我可以让你感到开心的话，那你已经达到目的了。本王现在并不开心，舒浅月，如果你做不到，那就立刻滚出去，别再出现在本王眼前。舒浅月咬着牙，真想掉头就走，他一刻也不想见到面前的男人。你只要走出这道门，交易取消，本王绝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请问穆王殿下，如果我让你笑了，可否表示你开心了？当然，如果你能让本王笑，本王自会履行承诺。舒浅月走回到他身边，一股悠悠的冷香袭来，他长袖轻拂，袖子向上飘起，轻轻挽住了他的脖子。南宫耀不动声色，他的视线下落至他的唇，就在他的唇将碰到他的唇之时，南宫耀突然觉得腋下一痒，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笑声。南宫耀愤怒地笑着，脸上肌肉扭曲，嘴里却不受控制地发出笑声。南宫耀的牙咬得咯咯直响，但他确实说过，只要他笑了，就算他做到了。可他怎么能想到，他居然使出点他笑穴这种卑鄙的法子，简直是非君子所为。你是堂堂穆王，说话算话，我有事先走了。在南宫耀还没发疯之前，飞快地溜之大吉。南宫耀却气得几乎一夜未眠。你来干什么？是父皇让我来的。父皇让你来干什么？当然是追查北唐川一事。父皇让我跟着你一起学习学习。三哥，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要是不抓紧追查，怕是那北唐川早就跑得没影子了。终究是你说的算，还是本王说的算？三哥，你这是受了谁的气啊？把火气撒在我身上，难不成是三嫂惹你生气了？
少在本王面前提那个女人。南宫林越发肯定，事情肯定和舒浅月脱不了干系。三嫂她又干什么出格的事了？住嘴！不许再提三嫂这2个字，她不配。本王今天有别的事要做，没空管你。三哥，你莫不是想抛下小弟和三嫂单独出去约会吧？与你无关。南宫耀并不打算把进宫取药的事情告诉这个大嘴巴的家伙。人呢？怎么还不来？南宫林来的时候，他就派人去传唤舒浅月了。等了这半天，竟然还没出现。那个回王爷，王妃暂时来不了了。来不了？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是外面有人找王妃。是谁？是舒家2小姐。你来干什么？姐姐。谁是你姐姐？我来探望姐姐。我听父亲说，姐姐你还活着。妹妹，我真的是万万想不到，听说这个消息，我就忍不住想来看你。是吗？你不是早就见过我了吗？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就是姐姐啊！你当时说自己是苏千雪，我就以为你是想来抢走姐夫的，我才各种针对你，这都是误会。姐姐，你都不知道，你走的这几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舒妙雪眨眨眼，她抽泣着说不出话。你来找我，除了续姐妹之情，还有别的事吗？姐姐，我是来请你回家的。父亲很想你，母亲更是想你想得睡不着觉。我们本来以为你会回家探望，可左等你不来，我实在是见不得他们失望，就自作主张想请姐姐你回家一趟。哦，是吗？母亲想我想得睡不着觉。姐姐，你跟我回家吧。家？这儿才是我的家呀！难道你不知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姐姐，你还在怪父亲和母亲吗？当年的事情，他们也是为了你好。你当初死活不肯上花轿，他们没办法才为你喝了那药，否则违背了太后娘娘的懿旨，咱们舒家就要大祸临头了。舒浅月眉梢一挑，她从原主的记忆里搜到，果然在上花轿之前，舒夫人亲手端给她一碗甜汤，还笑着对她说这是暖身子的，是她亲自为自己煮的。原主喝了这碗甜汤之后，整个人就变得迷迷糊糊，她连怎么进的花轿，怎么拜的堂，怎么在洞房里差点被一个男人欺负，整个过程都像场梦一样。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说起来，那我还真的是要多谢母亲她的一片苦心了。还有你，我的好妹妹，我不在的这些年，你帮我照料月儿，真是辛苦你了。姐姐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妹妹为了你，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幸好姐姐你平安回来，月儿有了亲娘照顾，我才放心。月儿，好几日不见，你想姨母吗？月儿却理都不理，又转向绵绵。绵绵，我是你姨母，姨母给你见面礼。她拿出一块玉佩，准备送给绵绵。绵绵笑着接了过来。谢谢姨母，这块玉佩好漂亮啊！你怎么可以拿她的东西啊？快还给她！你想要玉佩，我给你买。这是姨母给绵绵的，绵绵可要收好啊！这玉佩可是宫里御赐的呢。是我皇祖父赏赐的吗？那我进宫的时候会亲口向他道谢。皇祖父赏的东西就是好。舒妙雪的笑一下子僵在了脸上，她几乎就想把玉佩抢回来，却被绵绵闪了开去。绵绵，这个玉佩不能给你，你先还给姨母，姨母再给你一块更好的。我就喜欢这一块。可是这一块真的不行，这是御赐的东西，不能送人。我知道呀，所以这块玉佩更不能还给你了。你们都亲眼看到了，亲耳听到了吗？舒家2小姐把御赐的玉佩送给了我，你们都是证人。姐姐，妹妹一时大意，您就帮妹妹把玉佩要回来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送绵绵一个更好的礼物，比这块玉佩好10倍，比御赐的还要好上10倍。我倒是不知道舒家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那个意思。舒妙雪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她今天怎么净说错话，被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传出去，她非被舒远山打死不可。姐姐，妹妹一时说错了话，你能原谅我吗？你当年放火想烧死我们母女2人的时候，可有想过让我原谅你呢？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自己做过的事情你心里清楚。舒妙雪，亏得你还有胆子在我面前出现。姐姐，
我今天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才唤你一声姐姐，但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别以为莫王殿下还会把你当成宝。你当年做了什么事情，真当别人不知道吗？我做了什么事儿？你新婚之夜红杏出墙，勾引别的男人，被莫王殿下抓了个正着。我是看在姐妹一场的情分上，没有揭露你的丑事。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可就别怪我把这件事情宣扬的人尽皆知，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做的失德之事。到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脸留在京城，就算莫王殿下不杀你，也一定会把你赶出去。我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情你又不在场，你从何而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那你有证据吗？证据？我当然有，他们就是你勾引野男人生下来的野种，什么小世子、小郡主，根本就是来历不明的野孩子。你打我，贱人，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野种，生下来的也全都是野。我警告过你，最好不要招惹我，可你偏偏就不长记性。舒妙雪，你欠我3条命，你真当我是个傻子，不记得你做过的事情吗？姐姐，我错了，我错了，全都是我的错。姐姐你就饶了妹妹吧，当年的事我也是听了娘亲的话，她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娘亲说只要你死了，莫王殿下就会娶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别提多可怜了。舒浅月面无表情看着她表演。母亲让你杀我？她是我的母亲，咱们一母同胞，她怎么会如此厚此薄彼，说出这等话来？你骗我？没有，我绝对没有骗你。我要是有半个字的假话，就让我天打我雷劈。我不信，她是我母亲，你休想离间我母女感情。你是外面抱回来的野种，你跟我们舒家一点关系也没有。话一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原主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舒夫人的半点关爱，她在府里活的连个丫头也不如。原主以前很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舒夫人所生，舒妙雪就能得到舒夫人的全部疼爱，而舒夫人甚至连一个怜爱和温暖的眼神也吝啬给她。舒远山是她的亲生父亲，对她虽然不像舒夫人那样冷漠无情，可几乎也把她当成了透明人，甚至有时候看到她的时候，眼神也不像是父亲看着女儿。你给我听着，舒妙雪，你今天的话我记住了，你回去告诉舒远山他们，这笔债我迟早会向他们亲自讨回来的。讨什么债？我们不欠你的。滚回你的安岳侯府，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看你一次打你一次。你刚才差点害了我们王妃，还不快点向我家王妃赔罪？你是瞎了吗？刚刚明明是他纵马想要撞死本郡主，本郡主差点死了，你居然还要我向他赔罪？福九，你家王爷平时就这么教人的吗？小王爷，你来评评这个理。我不过是和婉仪郡主开个玩笑罢了，要是我真想要他的命，他还能活到现在？方才要不是我及时勒将，他现在早就去阎罗殿和小鬼们喝茶去了。王妃说的没错，他的马连婉仪郡主的头发也都没有碰到，明明就是婉仪郡主的胆子太小，自己吓晕了跌倒了，反倒是怪起我家王妃来。你扔石头惊了我家王妃的马，所以受了惊吓，这也是自找的。你故意向着他说话，就是因为他是穆王妃吗？福九，你摸摸良心，本郡主以前是怎么对你的？本郡主对你的好是都为了狗吗？这位郡主对他的好，无非就是想借着他的嘴替他在自家王爷面前说好话罢了。郡主的好我实在是不敢领受，我是穆王殿下的人，她是我家穆王殿下的正式王妃，就是我福九的主子，我向着她说话不是理所当然吗？难不成我不向着自家主子，反而向着你一个外人吗？本郡主是外人？你当然是外人，你和我家王爷根本就是毫无关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我家王爷怕是到现在连你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他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在我家王爷的眼里就只有我家王妃一个女人。我家王爷亲口说了，这世上所有的女人加在一起也不及上我家王妃，所以婉仪郡主，你趁早就死了心吧。福九看着哭泣不止的婉仪郡主，嘴巴里就跟淬了毒似的。堂堂郡主哭成这个丑样子，幸好我家王爷没在，要不非瞅到他的眼睛不可。他其实也是没办法，王妃和自家王爷有心结，
要是让王妃知道王爷在外面有着许多烂桃花，他和王爷之间的误会就越发大了。作为南宫耀忠心耿耿的属下，福九自觉有责任帮王爷剪除这些烂桃花。你住嘴！你再多说一个字，本王就割了你的舌头。请问质子，您算是哪门子的王爷啊？不过就是一个小国送到我南城来的质子，整天扒着郡主想攀高枝，你想为郡主出头也行，但是先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你哥哥就是他欺负的我。婉仪郡主十分狡猾地将自己的伤嫁祸给了舒浅月，她不敢得罪南宫耀，但舒浅月这个女人她绝不会放过。是你伤的我妹子，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没想到平南郡王居然是个不分是非偏听偏信的糊涂蛋。你敢辱骂本郡王？哥哥，你和他都说什么？还不听妹妹狠狠教训他？他伤了我的脸，你也弄花他的脸，我要他变成一个丑八怪。来人，把这女人给本郡王拿下！谁敢动她？福统领，你和这女人是什么关系？为何要替她出头？难不成她是你的女人吗？你瞎呀，这是我家王妃。你家王妃？她不是5年前就死了吗？福九，你想要护着这个女人就直说，用不着抬出你家王爷来吓唬本郡王。她伤了我妹子的脸，本郡王绝对不会放过她的。就算她是你的女人也不行。但是本郡王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留她一命，但是她这张脸却是别再想要了。你要是伤了她一根头发，你和你妹子的命也就别想要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福九的女人吗？我看你是穆王殿下的护卫，这才给你几分薄面，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可休怪本郡王连你也一起教训了。小教训我？哼，好啊，这就来吧。平南小郡王气得脸都绿了，双手握拳，浑身发抖，但他始终没敢出手，因为众所周知，福九是穆王南宫耀身边最得力的护卫统领，身手高强，能在千军万马中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他手下的护卫也没那个胆子和福九动手。你马上跟我回府，回去罚你跪3天祠堂，不许吃饭。哥哥，你为什么打我？还不长记性？你就算是个蠢货，现在也应该看明白形势。那穆王妃根本就不是你能够招惹得起的人物。你要是再不知悔改，去招惹她，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就连我也保不住你。哥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也怕他？他算是什么东西？以前就是个没人要的丑八怪，凭什么他现在就抖上枝头变凤凰了？我不服！今非昔比，今日的穆王妃绝非是当年的舒浅月，你以后给我离她远点。而有，你最好死了对穆王的心思。我不要！哥哥，你说过会想法子让我嫁给穆王殿下的。那是以前，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南宫耀并非在乎他的王妃，他的黑甲卫还有那个福九一直都护着穆王妃。要是没有南宫耀的首肯，你以为谁都能够支持黑甲卫吗？尤其是那个福九，眼高于顶，目中无人。你给了他多少的好处？他给过你半个笑脸吗？以后你给我安安分分的做人，为兄会为你寻一户好人家，你就死了嫁给南宫耀的白日梦吧。妇人之仁，他想害我也是因为你的缘故，还不是因为你穆王殿下的烂桃花太多。以后我还不知道要应对多少这样的女人，要是个个都杀的话，杀得过来吗？谁再胡闹，我就不给他吃晚饭。娘亲，是你亲自做的晚饭吗？如果是，我就不玩了。我想吃娘亲做的饭菜。我也想吃娘亲做的饭。你们要是乖乖的洗好澡，我就给你们做。好，娘亲，我想吃火锅。火锅是什么？是可以生火的锅子吗？当然不是啦，火锅就是一个大肚子的锅，肚子里面是空的，里面烧上木炭，外面是热汤，可以放很多好吃的东西，有肉啦，菜啦，鱼啦，反正什么好吃就放什么，还有香香的蘸料哦。绵绵说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但他越是描述，月儿就听得越糊涂。绵绵说的嘴巴都干了，也没说清楚。哎呀，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啦，咱们快点洗，洗好了吃火锅啦。舒浅月，你想搬出去也可以，只要你再像那天晚上一样主动勾引本王一次，明天本王就让你搬离穆王府。你，舒浅月被惊到了，用力咬牙。要不换本王来勾引你，如何？
南宫瑶，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当年他中了醉红尘，现在难道也中了？可就算是6年前，他中药之后也一样克制得很好，哪里像今天这一般厚颜无耻？没错，就是你这个女人给本王下了药，你要不给本王解药，本王就吃了你。我没下药，谋害穆王的罪名可是很大的。这个女人是不是傻？半点也不解风情。他满心的旖旎心思，因为这女人的木头属性几乎消退了一大半。不用验，就是你给本王下了药。南宫耀不等再次开口，俯身吻了上去。这要是让绵绵和月儿看见，我怎么解释？解释什么？为什么要解释？南宫耀，你先放开我，月儿和绵绵快回来了。谁敢回来，看本王不打他们的屁股。你平时就是这样教孩子的？本王教的不好，谁不夸赞月儿聪明懂事，小小年纪就颇有本王的风范。倒是你是怎么教女儿的？绵绵哪里不好了？她为何不肯认我？如果不是你对小丫头说本王的坏话，小丫头怎么会对本王生这么大的气？女不教，母之过。舒浅月，你还敢说不是你的错？还不是因为你把舒妙雪接回来，让她照顾月儿，对她的示好也是来者不拒。绵绵最讨厌男人朝三暮四、三心二意了，她不认你是你持身不正，到处招惹烂桃花。照你这么说，是本王的错了。当然是你的错了。本王这辈子除了你，再也没有碰过别的女人一根手指。舒浅月，你没有良心。你上次说让本王带你去御药房找药，你要找的药是叫什么名字？你问这个干什么？本王总不能一无所知，连你要找什么都不清楚吧？绵绵也是本王的女儿，本王对她的关心并不比你少。你要找的不会是冰川天莲吧？如果是呢？舒浅月，你竟然是北陵国的奸细，你终于露出马脚了。之前装的各种无辜，本王差点相信了你，你这个骗子！你乱讲什么？谁是北陵奸细了？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和北陵国没有半文钱的关系。舒浅月，就算你真的是北陵奸细，看在你为本王生了一双儿女的份上，本王不会要了你的命，但你最好给本王安分的待在这里，不许离开一步。你是要囚禁我吗？没错，关于冰川天莲，你最好死了那条心。为什么？公主还说过要治好绵绵的病，其中有一味药就是冰川天莲。南宫瑶，虎毒尚不食儿，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女儿见死不救呢？你还是人吗？算了，是我看错了你，本来以为你会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没有戏。别以为这些话可以骗得了本王，你想用亲情来打动我，趁早死了这条心，本王不会再相信你了。本王不但不会带你进去取药，本王还会把此事禀报给父皇。舒浅月，以后你休想再进皇宫一步。我可以问一下原因吗？是什么原因让你断定我是奸细的？你当本王是傻子，会一直被你骗得团团转？你还要问我原因？傻子都知道原因，可我并不知道。如果你要判我有罪，就拿出证据来，不然我不服。好，那本王就让你死个清楚明白。冰川天莲乃是我南陈国代代相传的镇国之宝，相传近300余年，一直秘藏于国库之中。大约1年前，北陵国皇帝病重，听说只有冰川天莲能够救命，他派了使者想用10道城池来换这味灵药，被我父皇拒绝。这1年来，北陵国派了无数探子潜入我南陈，明抢暗夺的想要拿走这冰川天莲，都没有成功。没想到你居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你还有何话说？苍天垂怜，叫我终于得知冰川天莲的下落，我一定会尽心竭力取得此药，救我女儿性命。你别再玩花样了，无论如何本王都不会再相信你。南宫耀，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最后再说一遍，我不是北陵奸细，我想要冰川天莲是因为它是救绵绵性命的良药，为了救她，就算是天大的困难也拦不住我，就连你穆王殿下也休想。你就算砍断我的手脚，把我关在天牢，我也会想尽办法取得冰川天莲，谁也别想阻止我。冰川天莲对你就这么重要？你得到它，北陵国会给你什么好处？你爱信不信，我是为了绵绵，不为了任何人。北陵国的皇帝在我眼里毫无价值，他就算给我一座金山，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冰川天莲。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救绵绵更重要。南宫耀，我言尽于此，你要是不信我的话，就把我关进大理寺，再穿了我的琵琶骨，砍了我的手足，用锁链把我锁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但是就算如此，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也会得到冰川天莲。你滚，还是我走？南宫耀不语，定定看着他。好，你不滚，我走。本王说过，你不许离开这里半步。我去大理寺自投罗网，这样你总放心了吧？本王什么时候说过要把你关进大理寺了？只要你安分守己，你依旧是本王的王妃，本王可以对你的身份既往不咎。舒浅月没说话，腿长在他身上，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个房间就能困得住他吗？想都别想。明天开始，你就以王妃的身份代替本王处理内务。什么？交代完这句话，南宫耀就大步离开。明明不信任他，把他当成了奸细，想要囚禁他一辈子，又要让他以王妃的身份替他处理内务，想得美。我也喜欢月姐姐。你喜欢就喜欢，何必加一个野字？难不成你认为我真的喜欢他不成？兄长，你别瞒我了，咱们自小一起长大，我的心思从来瞒不过你，你的心思我也能猜到几分。其实你早就喜欢上月姐姐了，只是当时你自己不知道罢了。所谓旁观者清，小郡主傅清瑶前几次就发现自家兄长怪怪的，每次见到月姐姐之后，脾气神情都会变得古怪起来，还时不时的发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后来他细心地观察了一下自家兄长见到月姐姐时候的表情，心中就已经猜到了几分。只是这种事情他哪敢说出口来，要知道现在月姐姐的身份可是穆王妃，兄长这番相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胡说，我才没有喜欢他。一个女孩子家把喜欢挂在嘴上，成何体统？以后不许说这种乱七八糟的话了。可是我不说，兄长你就会不想吗？兄长，你就别自欺欺人了。月姐姐这样的女子，连我都喜欢，你喜欢她也是人之常情，用不着遮遮掩掩的。见兄长默认，傅清瑶的一颗心反而提了起来。兄长，你不可以喜欢月姐姐，这要是让穆王知道了，是会掉脑袋的。不会有任何人知道，除了你。兄长，你也不准备告诉月姐姐吗？为什么要告诉她？难道要让她笑话我吗？月姐姐怎么会笑话你？她不是那样的人。你忘了我以前是怎么对她了？你还记得她初回京城对我那副爱答不理的模样吧？她是怪我的，我知道。那件事她一直都没有忘记。说起来是我错怪了她，当年她应该是被人陷害，我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这事公之于众，毁了她的名声。她恨我也是应该的，我还欠她一个道歉。既然兄长知道错了，下次见到月姐姐，你要记得今天说的话。我说不出口。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勇于承担自己做过的错事。兄长，你若是因为这件事情放不下，以后还会郁郁寡欢，我可不想看到你这副模样。你放心，月姐姐不会怪你的。她真的不会怪我？月姐姐心胸广博，她要是没有原谅你，也不会给我治病了。事不宜迟，我这就找她道歉去。月姐姐她说有要事要办，兄长，你还是改日去找她道歉吧。不，我去找她。小姐，您真的让世子去找穆王妃啊？要是世子他……这是他心底一个解不开的结，早解开也好。就算我今天拦着他，又能拦多久呢？放心，我兄长他有分寸。傅世子，你怎么来了？傅世子一个人，小郡主怎么没跟您一起啊？上面有点不舒服。小郡主身体不适吗？傅世子这是要去请太医，要不绵绵还是交给我吧，不能够耽误了傅世子的正事啊。石管家倒是关心舍妹，但舍妹并无大碍。自从服了王妃开的药之后，舍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说起来，我还没向王妃道谢呢。哦，这么说，傅世子是专程来向我家王妃道谢的了。我确实专程来找穆王妃的，是舍妹让我出来的。她还说绵绵喜欢吃春鹤楼的点心，让我务必要给她买到。傅姐姐真好。傅姐姐好，那我好不好？傅叔叔也好，特别特别的好。绵绵听到有好吃的，嘴巴就变得无比的甜，马屁一个接着一个的拍，拍得傅子夜俊美的脸上像是乐开了花。他是不是想追我娘亲？傅世子应该确实对王妃颇有好感。他不知道我娘亲已经成亲嫁人了吗？小世子啊，你还小，不知道男人的贱性。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最好的。男人都这样？石管家，你也是这样吗？咱们说的是傅世子。石管家，我不喜欢他跟在娘亲身边。石管家想说，我也不喜欢，王爷也不会喜欢，可傅子夜像狗皮膏药一样赶不走，他有什么法子？要不小世子你想个办法把他赶走好不好？要是让你的父王知道你娘亲身边还有别的男人出现，他一定不高兴的。绵绵很喜欢姓傅的男人，我要是把傅世子赶走了，绵绵就会不开心了。哎呦，我的小世子哎，绵绵就是嘴馋罢了。傅世子说给他买春和楼的点心，他就把他当成了天下第一的大好人。难道咱们买不起春和楼的点心不成？还要他去买吗？对，我有银子，绵绵想吃什么我都会给他买下来，用不着别人来献殷勤。那姓傅的男人和娘亲说什么了？你是问傅叔叔吗？是姓傅的男人，你干嘛喊得那么亲呢？小世子，你是不是不喜欢傅叔叔啊？不喜欢，我讨厌他。可是傅叔叔人很好啊，还给咱们买好吃的点心呢。我很喜欢他的，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呢？你被他的点心收买了。我这儿有银子，要多少有多少，你想吃什么就去买，用不着吃他的东西。我懂了，你不喜欢傅叔叔是因为害怕。胡说，我才不怕他。你就是怕他，你怕他抢走娘亲，是吧？你还是希望娘亲能跟你父王在一起。可是看到傅叔叔优秀又出众，对娘亲又好，你就怕娘亲喜欢他，不要你父王了。我说的对吧？对。难道你希望娘亲和姓傅的男人在一起吗？只要娘亲喜欢，他和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绵绵，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父王才是咱们的亲生父亲，他就该和娘亲在一起的。谁说他必须要跟娘亲在一起了？他做了对不起娘亲的事，娘亲才会不理他的。他虽然是我的生身之父，可他没有养过我一天，我凭什么希望他跟娘亲在一起？你不会以为娘亲答应住在穆王府，就是想跟你父王在一起吧？他的话把月儿问住了，难道不是？娘亲确实不待见父王，每次和父王在一起，他们就要吵得不可开交。父王还总是欺负娘亲，完全不像姓傅的男人那样对娘亲温柔体贴。小世子，我懂你，但是你却不懂娘亲。娘亲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是不会被任何男人束缚住的。京城也只是她暂时的落脚之地罢了，迟早有一天，娘亲就会带着我离开的。什么？你们要离开？你们要离开？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为什么娘亲不告诉我？娘亲是打算不要我了吗？哎呀，小世子，你怎么这么爱哭啊？比我还能掉金豆子。娘亲没说不要你啊，但你是穆王府的小世子，皇爷爷是你的亲祖父，就算娘亲想带你走，你觉得皇爷爷和你父王会同意吗？可是我想和娘亲在一起，娘亲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小世子，你不可以这样说。尽管咱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可你和我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了？咱们明明生得一模一样，就连父王和娘亲都分不出来。我说的是咱们身份不一样，你是小世子，我只是个没有名分的小丫头，所以我可以跟着娘亲到处跑，可你却不行。京城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要是跟着娘亲走了，皇爷爷、皇奶奶，还有太皇祖母、你父王，他们会有多伤心、多失望？难道娘亲和我是你的亲人，他们就不是你的亲人了吗？小世子，你真的能忍心这么做吗？没错，他做不到，他不忍心。可一想到娘亲和绵绵要离开他，他的心就像裂开了一样，疼得一抽一抽的。我不要离开娘亲，我不要离开你。你和娘亲说不要走，好不好？娘亲想去哪里是娘亲自己的决定，我和你都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干涉她，那是她的自由，你懂吗？月儿不懂，她也不想懂，她只是想到娘亲不要她了，她就伤心欲绝。早知道你这么爱哭，我就不告诉你娘亲要离开的事了。迟早要知道的，我宁可早点知道。我就是不明白，娘亲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是父王哪里做的不好吗？他对娘亲哪里好了？他总是臭着一张脸，对娘亲说话也是恶声恶气的，还很卑鄙的要威胁娘亲住在他府里。要不然娘亲早就带着我搬到别的地方住了，才不要天天看他那张臭脸。父王他要挟娘亲，我怎么不知道？小世子，你真的是太单纯了，你竟然什么都没看出来。那我去和父王说，让他好好对待娘亲，娘亲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没用的，你父王霸道专横，说一不二，他绝不容许别人违逆他的意思。娘亲不喜欢他，就在于性格不合，这是勉强不来的。小世子，你要懂得体谅娘亲，如果娘亲她真的要走，你也不要哭哭啼啼的阻拦她，那会让娘亲伤心为难的，知道吗？我做不到。你希望娘亲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吗？只要娘亲喜欢就好，娘亲喜欢和谁在一起，只要她开心快乐，反正娘亲不管和谁在一起，她最喜欢的人始终是我，我也永远不会和娘亲分开的。这话简直太扎心了，月儿觉得自己被炸得遍体鳞伤，心痛得不得了，她哭都哭不出来，像挨了当头一棒，呆呆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小世子，小世子，月儿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你对她说什么了？做什么了？我就是告诉她实话，说咱们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京城的。你……舒浅月气恼地瞪了绵绵一眼，小丫头真是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就算是实情也不能张口就来，难怪月儿一下子接受不了，整个人都懵了。石管家也闻声赶了过来，见到月儿呆呆痴痴的样子，也吓住了。小世子，你可千万不能够有事啊！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我哪里还有脸面去见王爷呀？石管家，月儿没什么大事的。啊，小世子没事吗？舒浅月在月儿人中的位置掐了一把，只见月儿哎呦一声，眼珠慢慢转动，整个人都活了过来。娘亲，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你真的要和绵绵离开京城，再也不回来了吗？娘亲，你带我一起走好不好？不管你去哪儿，我都不要离开你。绵绵说的没错，我们是要离开的，不是娘亲不要你，也不是娘亲不肯带你离开，只是以你的身份，你觉得你父王会放你和我走吗？月儿不吭声了，她虽然只有5岁，也知道自己身份有多重要，整个南陈国她是唯一的皇太孙，就算父王同意，皇祖父也绝不会同意。仿佛察觉到父子夜直勾勾看向自家娘亲的眼神，月儿抬眼看着他，对他恼怒地瞪了一眼。小世子啊，你不喜欢我？明知故问，娘亲，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其实父王他可以变好的，可以变得比别的男人都好。要是父王他变好了，你是不是就不会走了？狗男人能变好？舒浅月觉得这就跟狗改不了吃屎一个道理，他才不信，只是不忍让月儿伤心，缓缓道：要是他肯改过，或许我会留下来。娘亲你放心，父王他一定会变好的，我保证。娘亲，在父王没有变好之前，你能答应先不要喜欢上别的男人吗？当然可以。娘亲，你要记得答应我的事儿，可不许反悔，我保证不会反悔。傅叔叔，你别忘了答应我买春和楼的点心哦。你不讨厌我？我为什么要讨厌你？就因为你喜欢我娘亲吗？你知道了？瞎子都能看得出来，更何况你表现得那么明显，别想瞒过我的眼睛。小声点儿。那你娘亲她知道吗？娘亲，她才不关心这种事呢。为什么？因为娘亲心里只有我一个，现在再加上一个小世子，她再也容不下别的人啦。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是怕我纠缠你娘亲吗？当然不是，我娘亲这么好，很多男人都会喜欢她的。如果你能让我娘亲开心，我才不会阻止呢。只有小世子才会希望我娘亲跟他的父王在一起。这个小笨蛋！小丫头才5岁，说出来的话就连傅子夜都自叹弗如。这鬼精灵的小丫头，舒浅月是怎么教出来的？傅子夜说不出自己是什么心情，被小丫头的话弄得患得患失的。娘亲，这个姓傅的好讨厌，是吗？
我怎么觉得他为人不错，长得又好，对绵绵也好，我不觉得他讨厌呢？他长得一点也不好看，还是我父王更好看。娘亲，你也说过父王他好看的。还有姓傅的他对你好，分明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娘亲，你千万别上了他的当。他的话一字不漏的，全都被傅子夜听在了耳朵里。臭小子南宫月，背后莫与他人非。绵绵，你可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才不会帮着傅叔叔说小世子的坏话呢，小世子可是他亲哥哥。穆王妃，你很讨厌我？算不上讨厌，但也算不上朋友。要不是看在瑶瑶的份上，我连话也不会和你说。你还在为当年的事情怪我？那年的事情是我年少气盛，我已经向你赔过礼道过歉了，你究竟要怎样才肯原谅我？我原谅你了，但也不代表可以和你成为朋友。那怎样才能和你成为朋友？傅世子很想和我做朋友吗？傅子夜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舒浅月觉得不解，他一个身份高贵的世子，怎么会想要跟他交朋友？有权有势的他，难道还愁交不到朋友吗？舒姑娘，我今天前来是为当年我做过的事情诚心的向你道歉的。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是傅子夜欠原身的道歉，尽管迟来了数年，终于还是来了。舒浅月不想再计较往事，更何况这几次他跟傅子夜接触，发现他其实也有一颗赤子之心，知错能改，也算是性情中人。你救了舍妹，我还未曾向你道谢。那是我和丽妹的一段缘分，用不着你来道谢。傅世子，你还有别的事情吗？舒姑娘，傅世子，你唤错人了，她是本王的王妃，不是什么舒姑娘。父王，怎么哭了？是被人欺负了？本王倒要看看谁敢欺负你。那两道冰寒的目光能冻得地寒3尺。傅子夜突然意识到自己出现在这里有点多余。傅世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别冤枉人，傅世子他没有欺负月儿。舒浅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是本王的王妃，不是什么舒姑娘。傅世子随口叫了一声，也不算什么大事儿，这也值得你生气。傅世子，小郡主还在府里等你，他让你带的话你已经带到了，这就回去吧。王妃，我家王爷要唤小世子过去。他找月儿什么事？这个王爷没说，咱也不敢问。王妃放心，王爷向来最疼的就是小世子，肯定是不会为难他的。舒浅月倒不是担心南宫耀会刁难自己的儿子，而是他怕南宫耀把月儿接走，就不再送回他身边了。石管家仿佛看出了他的担忧，保证道：王妃放心，王爷没有要留下小世子的意思，只是自打您来了之后，小世子就一直跟在您身边，王爷想见他一面都难。王爷只是想考教一下小世子这些日子有没有偷懒，是否荒废了功夫。等考教完了，我会亲自的送小世子回来的。舒浅月点点头，月儿这才一步3回头的跟着石管家走了。自己说，你今天哪错了？娘亲，少装哭，你衣服不在，哭也没用。哎呀，娘亲，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错在哪儿了？我不该告诉小世子咱们要离开京城，不要他了。可是我也没想到他会哭得这么伤心呀，他也太爱哭了，比我还能哭呢。你明知道他爱哭，还要说这种话刺激他，是为什么？你不喜欢月儿是不是？我没有不喜欢他呀，他是我的亲哥哥，我怎么会不喜欢他呢？说谎，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刺激月儿，让他伤心？其实他也没有不喜欢小世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娘亲对小世子的疼爱，他心里就忍不住生出一股子嫉妒，好像心爱的东西也被抢走了一样。娘亲以前心里只有他一个，可自从小世子出现之后，娘亲的心就分成了2半，一半给了他，另一半给了小世子。他再也不能独享娘亲的宠爱了，这让自小就跟着舒浅月相依长大的绵绵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落差。他故意告诉月儿那番话，一来却是事实，二来他是想告诉小世子，娘亲是他的，以后娘亲不管走到哪儿，也只会带着他一个。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罢了。绵绵，月儿她从小和我分开，
没有得到过我半点关爱，我对他心怀愧疚，难免会多疼他一些，有时候会忽略了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娘亲，是我不好，我不该因为嫉妒小世子，就故意让他伤心。母女俩好久没有这样敞开心扉，不知不觉说了许多话，尤其是绵绵，小丫头平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却很少会向舒浅月袒露内心真正的想法。你就这么不喜欢南宫耀吗？其实他对你一直很不错的。南宫耀对他毫无尊重可言，但对绵绵由始至终都是另眼相看。不知道他身份的时候，南宫耀对他的偏宠也是有目共睹，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月儿的疼爱。他对我好有什么用？可他对娘亲你那么凶，明明是他做错了事，不但不认错，还一直欺负你，强迫你，所以我讨厌他。我也讨厌他，但是为了治你的病，咱们还得暂时住在这儿，等你的药有了眉目，娘亲就带着你离开。那小世子呢？娘亲不带小世子一起吗？舒浅月沉默了一下，她当然想带月儿一起离开，但可能吗？娘亲，我其实舍不得小世子，咱们带他一起走吧，好不好？就算我想带月儿离开，你觉得月儿会跟咱们走吗？当然。未必，你还是不了解月儿。可是小世子很想和娘亲在一起的。月儿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他和你一样大，但他从小生长在京城，是位穆王府的小世子，深得皇帝、皇后还有皇太后的宠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些都是他的亲人，他们身体里流的是相同的血脉，这份骨肉亲情是分拆不开的。月儿是舍不得我，但是你觉得月儿却能舍得养大他的父王，疼爱他的皇祖母、皇祖父，还有他的皇伯、皇叔们吗？娘亲，我不想和小世子分开。舒浅月也不想，但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南宫耀。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恨得牙痒痒的。此时的南宫耀正坐在书房，一脸严肃地看着月儿。父王要考教什么？今天发生了何事？没事。没事，你哭什么？父王，你喜欢娘亲吗？是你娘亲让你来问的。不是娘亲，是我自己想知道。父王，你喜欢娘亲吗？你不好好练功，倒有心思管起本王的事来了。本王喜不喜欢他与你何关？当然和我有关系，娘亲都快被人抢走了。笑话，她是本王的王妃，谁敢打她的主意？是那傅子夜吗？就算不是姓傅的，也会有别的男人。娘亲那么美那么好，有人喜欢她不是很正常吗？你要是不喜欢她的话，娘亲就要走了。她不要你也不要我了。她要走？谁说的？是你娘亲说她要走，是不是？不是娘亲说的，是绵绵。绵绵说娘亲办完了事儿就会带她离开，以后再也不回来了。什么？绵绵还说什么了？绵绵说她不反对娘亲和姓傅的在一起，她说只要娘亲喜欢她就喜欢，可我和她想的不一样，我想娘亲和父王你在一起。那你娘亲呢？她喜欢那傅子夜吗？娘亲说姓傅的男人长得好看，对她和绵绵都好，她说她不讨厌。南宫耀一听这话，顿时后悔不已。他后悔当时手下留情，怎么没一拳打扁那小子的鼻子，让那女人再夸他长得好。他夸傅子夜长得好看，哼，他有本王好看吗？没有，他比父王你差远了，我好讨厌他。可是娘亲和绵绵都喜欢他，绵绵还一直要他抱，还特意给他捏了泥人。父王，你砸了那个泥人，我看着好解气。早知道舒浅月那女人会喜欢姓傅的小白脸，老子砸的可就不是她的泥人，而是她的那张脸。南宫耀心里恨恨道，他气得浑身都在颤抖，但在月儿面前，他还是镇定如恒。那男人和你娘亲还说了什么？他们说了几句进宫赴宴的事儿，刘淑妃请了娘亲去赴宴，姓傅的男人好像也要去。是吗？父王，你会喜欢娘亲？你会对娘亲好吗？本王对她哪里不好了？我打她了，骂她了，还是冻着她，饿着她了？我说的好不是这个，娘亲她要的也不是这个。父王，你要对娘亲好一点，你要是对她好了，她就不会走了。娘亲她亲口答应我的。她说只要本王待她好，她就不走。是啊，娘亲答应我了，她说只要你对她好，她就留下来不走了。月儿放心，本王一定会好好的待她的。父王，你真好。月儿，
除了想要你娘亲留下之外，你还想要什么？我只想和娘亲在一起，还有父王和绵绵，我想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好。父王，你都不知道，绵绵和我说了好多关于娘亲的事，原来娘亲特别受人欢迎，好多人都向娘亲献殷勤呢。除了傅子叶还有谁？那可就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娘亲真的很好啊，长得又好看，什么都会，懂得又多。我要是长大了，我就要娶娘亲。什么？小兔崽子，你再说一遍，你要娶谁？娶娘亲呢？我讨厌那些想追求娘亲的人，他们谁也比不上父王你。可是娘亲偏偏不喜欢父王，还好娘亲喜欢我，那只能等我长大了，我去娶娘亲了。胡说八道！南宫耀气往上冲，对着他的小屁股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很用力，月儿屁股剧痛，可小家伙很硬气，愣是忍住没喊疼，也没哭。以后再不许说出那种混账的话。什么是混账话？我要娶娘亲吗？有什么不可以？绵绵说男人会娶喜欢的女人，我是男人，我也喜欢娘亲，我为什么不能娶她？别人都可以，就你不行，你是他的儿子，懂吗？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对你娘亲说一遍，她会告诉你原因。我这就去找娘亲去。等等，都有什么男人喜欢你娘亲？那可多了去了，绵绵说数都数不过来的。你说，我来数。姓傅的男人。哼，他算个屁！父王，你可不要轻敌哦。你觉得姓傅的男人不如你，可是在娘亲看来，你不一定比得过他呢。就连绵绵也喜欢姓傅的超过你。那是他们眼瞎。父王，你骂娘亲。本王骂他怎么了？他要是敢看上傅子叶，我就挖了他的眼睛，让他变成真正的瞎子。你要挖娘亲的眼睛？想回去告状？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向来是这样。你再说一遍。你要挖娘亲的眼睛，你是坏人，我讨厌你。你还骗我说要对娘亲好，全都是骗我的。你坏，你坏，你坏！谁说要挖他的眼睛了？本王就是吓吓他。骗子！你是不是替绵绵来的的？小狮子，真的是因为我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在这里向你说对不起。不是，和绵绵无关。我要去找他，狠狠地踢他几脚，给你出气。你给我乖乖地站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还嫌你闯的祸不够吗？月儿究竟是为什么挨的打？你心里没点数吗？娘亲，父王打我真的和绵绵无关，和绵绵无关，那就是和我有关了，是不是？不是，是我的错，是我这几天偷懒没练功，真的是这样。娘亲，你信我。月儿，你不会说谎，你一说假话就会结巴。小狮子，你真的结巴了？我没结巴。舒浅月点点头，没再追问。他不想把儿子逼得太紧。至于南宫耀为什么会打月儿，他迟早会查出原因来的。拿走，我不要。小世子啊，这是王爷下的命令，要你把这本经书给抄完。要是明天完不成的话，王爷就要你回到原来的地方，不能再跟王妃住在一起了。他打了我还不够，还要罚我抄书，他是我亲爹吗？这是王爷的命令，这属下也不敢多问呐。我不要，我不抄。你走，我不要看到这些东西。小世子确定不抄吗？那属下就只能够执行王爷的下一条命令了。下一条命令是什么？王爷说，要是小世子坚持不肯抄书，那就让属下把您立刻送回原来的院子里禁足1个月，并且不得任何人去探望您啊！娘亲，父王欺负我，父王欺负我，他明知道我最讨厌写字了，偏要罚我抄书。舒浅月也觉得纳闷儿。南宫耀确是狗男人没错，对月儿管束严厉也没错，但他今天刚打了月儿，不但没有半点歉意，还变本加厉地惩罚月儿，其中必有缘故。福九，南宫耀为什么要惩罚月儿？小世子可是因为哭着闹着要来向王妃告状，这才被王爷狠狠地打了屁股的。他说因为他没练功。福九，回去告诉他我抄，不就是抄一本破经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南宫耀，可不可以把这只雪参给我？不管你要什么交换，我都可以答应你。你这雪参做什么用？公主还说过，如果绵绵可以服下这1000年雪参，可延寿3年。不换。南宫耀，你再考虑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雪参。绵绵的病不能再拖了，她现在已经有了发病的征兆了。本王说不换，他没说不给你。你的意思是，你不要任何条件，就肯把雪参送给我？
不要交换？不给了，这蠢女人。好，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你快把血参给我。刚才是免费送你，你竟然怀疑本王别有用心，现在想要回去，可没这么简单了。那你怎么样才肯给我？亲本王一下，本王只给你3个数，过时不候。舒浅月不假思索地踮起了脚尖，闭起了眼睛亲了上去，亲一下换千年血参给绵绵延寿3年，太值了。别说要亲的是南宫耀，就算是条狗他也会毫不犹豫。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心里是排斥南宫耀的，可在他渐渐深入的亲吻中，他竟然心跳加速，身体里的血在奔流涌动，就连他自己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舒浅月，你躲什么？谁躲了？没躲，你怎么不敢看着本王？舒浅月，你是不是喜欢上本王了？没有。嘴硬。南宫耀想起有人说过，女人都是口是心非，嘴上说的不要，心里却是要。那么他说不喜欢，实际就是喜欢。以后你别这么牙尖嘴利的，本王自会好好待你。南宫耀，我迟早是要离开的。是吗？舒浅月，你要走随时都可以，本王绝不阻拦。但月儿和绵绵都是本王的骨肉，你一个也休想带走。你要留下月儿可以，但是绵绵是我的女儿，你凭什么想留下她？就因为她是你的骨血？没错，绵绵体内流的是本王的血，她是皇家血脉，不可能跟着你浪迹江湖。本王会把她好好教养长大，就不劳你费心了。你是要把绵绵从我身边夺走吗？本王说过不会强求你留下，你愿意走可以，只是不能带走绵绵。如果你想留下，那一切自可维持现状，你还是穆王妃，该有的本王绝不会亏待于你。可是我不能留下，就算走遍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解药治好绵绵。我不像你那么冷血。本王冷血？本王和你相比真是自愧不如。你能舍弃月儿说走就走，本王做不到。我不知道绵绵是本王的骨血，他才会在外流落5年，但本王知道他是我的骨血，就绝不会再让他离开本王半步。你不得不说，南宫耀的话像刀子一样，正戳在他心中最软弱的地方，让他痛不可挡。他真的能舍弃下月儿，带着绵绵离开京城吗？话说的容易，做起来却无比艰难。南宫耀见他不再说话，长长的睫毛垂下来，盖住了那双碱水双眸，牙齿咬得嘴唇出血，神情倔强又冷漠。他莫名有一丝心疼，他要寻找解药，又不是只有那一条路。绵绵是他的亲骨肉，难道他会眼睁睁看着亲生女儿中毒而死，无动于衷？他真以为他是这样的冷血动物？南宫耀早就计划，等京城的局势稳定下来，他把一切安顿好之后，就带着他和绵绵还有月儿离开京城，走遍天下，去为绵绵寻找解药。别说远赴南疆，就算让他踏上死对头北陵国的土地，他也会毫不犹豫。但舒浅月就是不开口，连提都没提一个字，明显他的计划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存在，这才是让他最为恼火的地方。舒浅月，你没有心，本王给你的你既然不稀罕，那你就滚出去，从本王的王府滚得越远越好，再也别让本王看见你。南宫耀，你是个骗子，你故意骗我住了进来，就是想从我身边把绵绵夺走，从一开始你就计划好了的，是不是？就算是吧，但只要你留下来，本王并没有打算把绵绵交给别人照顾，就连月儿也是一样。是你太贪心了，非要把本王的女儿夺走，你觉得可能吗？舒浅月，不是本王骗你，是你太不知足，留在本王身边有这么难？如果京城可以找到治疗绵绵的解药，我当然不会离开。那你就留下来，给绵绵寻药的事儿交给本王，本王保证绝对会找到药治好她的蛊毒。不可能，要是有这么容易，公主寒也不会这么多年都束手无策了。公主寒是天上的神仙吗？她没办法做不到的事情，本王未必做不到。舒浅月，本王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留下来，本王替绵绵寻药治病，否则你就独自滚蛋。2个孩子你一个也休想带走，你要再想见他们，就死了这条心吧。本王耐心有限，你快做决定。舒浅月，你还说你没有野男人，如果你不是心里有了别人，你会这么难做决定？那个野男人对你来说比月儿和绵绵更重要。好，我留下，没有野男人，从来没有什么男人。既然我答应留下来，
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南宫耀，你是我舒浅月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的一个。我舒浅月从来没有做过苟且之事，我所作所为都是清清白白，对得住天地良心。我留在京城，势必就要面对诸多流言蜚语，免不了被人议论。以前我是苏千雪的时候，我可以不在乎名声，但如果做了你南宫耀的王妃，成了月儿和绵绵的母亲，我就绝不允许自己名声有什么差池，更不会让别人肆意诋毁。我要保护月儿和绵绵，不会让任何人有理由羞辱他们。南宫耀，你的本事很大，这点我承认，但有一点你却未必能做到，你可以杀人，但你能封得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吗？你有想过我现在的名声有多糟糕？你留我在京城，只会让莫王妃这3个字变成你南宫耀的耻辱，他们会拿我过去的名声任意糟践，神言可畏。我不怕你不在乎，那月儿和绵绵呢？他们也能不在乎？如果有一天他们因为我而被人瞧不起，你让我情何以堪？这就是你不肯留下真正的理由。你是怕自己的名声连累了月儿和绵绵，让他们受人耻笑。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我这个人的性格也做不了王妃，我自由惯了，受不了被拘束。真的，南宫瑶，我不适合莫王妃这个身份，你需要的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她可以帮你打理服务，可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够了，这些不是理由。舒浅月，你在府里住的还不够自由，本王可有约束过你？就连进了宫，在父皇母后面前，你也是想说就说，想做就做。父皇母后对你可有半点刁难？就算你说错话，做错了事，甚至你把天捅个窟窿，也无需担心，自然有本王为你撑着。南宫瑶，你为我做这么多，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我是月儿和绵绵的母亲？有区别吗？你不就是月儿和绵绵的母亲吗？他一个现代人，竟然在期待一个古代的男人对他许下什么承诺，简直是可笑。南宫耀没有忽略他脸上闪过的失落，这女人又怎么了？舒浅月，本王的回答有什么问题？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说清楚。南宫耀，我问你，如果当年和你拜堂成亲的人不是我，生下月儿和绵绵的人也不是我，你现在还会这么执意要我留在你身边吗？你应该是病了，本王这就派人去找太医，给你看看脑子。你才有病！南宫耀，你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我没病，我的问题是认真的。你那是什么问题？简直一派胡言！当年和本王成亲的人是你，生下月儿和绵绵的人也是你，本王要留在身边的人当然还是你。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难不成你想让舒妙雪鸠占鹊巢？南宫耀，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我和舒妙雪起了冲突，你会向着谁？还说没病，这种蠢话都说得出口。你是本王的王妃，她是什么东西？她不是东西，你都让她在府里住了5年之久，她要是东西的话，你还不把她当成宝贝了，许她做你正室王妃？你要是不想见到这个女人，本王立刻派人将她杀了，这样总行了吧？南宫耀，我答应留下来，领着穆王妃这个身份，但不代表我和你就是夫妻。不是夫妻？6年前你嫁进来，拜过堂，成了亲，不是夫妻是什么？况且你和我连孩子都有了，难不成你不想做我的王妃，你只想做个妾？我说的夫妻是指那种真正的夫妻，2个人要相濡以沫，要琴瑟和谐，要举案齐眉，要彼此信任，这些我和你之间通通都没有。我心中的夫妻并不是拜堂成亲就可以结为夫妻，那只是一道将2个陌生人绑在一起的程序。事实上我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甚至直到现在你都在怀疑我是别人派来的奸细，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那又怎样？就算你是奸细，本王也不在乎，只要你安分守己，本王自不会亏待你。但你给我的这些根本不是我想要的。南宫耀，你一开始就怀疑我，甚至最少有3次对我起了杀心。你让我留下来，其实只是想把我囚禁在你身边，好找出我的幕后主使之人是谁吧。但是怕是要让莫王殿下你失望了，因为根本就没有主使之人。你说完了，那就听本王说说。本王确实一直怀疑你，也一度想要杀你而后快。在本王这里，所有不值得信任的人都该死。舒浅月，你自己数一数，你一共骗了本王多少次？本王对你动杀心，该是不该？要不是念在你是月儿和绵绵的母亲，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站在本王面前？南宫耀怒气上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怎么就喜欢上这样一个无情无义又冷血的怪物？舒浅月，不是本王不信任你，是你根本就不值得我信任，也并不是我一直防备你，
而是你一直在防备着本王，就好像本王是什么洪水猛兽，随时能把你吃掉一样。不可否认，他说的有一部分确实是实情。由一开始他就对他处处设防，正如同他对他也是百般防备。他们两个人互相怀疑，互相防备，又互相试探，谁也没有信任过谁。南宫耀，既然你让我留在这儿，咱们就约法三章，你不能限制我出入的自由。还有，我有我要办的事情，不想处处被你监视。如果你要是做不到，我就只能搬出去。本王可以让你出入自由，但你要敢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勾三搭四，可别怪本王没有提前警告你。又来了，南宫耀，你说话客气点，我什么时候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勾三搭四了？需要本王给你一一举例吗？公楚寒、傅子夜、段玉涛，你应该再加上几个人，南宫陵、南宫月，还有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南宫耀，在你眼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我只是你的附属品，只能顺着你的心意做事，稍有不对，你就会拿一些条条框框来压我。你和这里所有男人都一样，想把我折断翅膀关在笼子里，当成金丝雀那样，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逗弄，博你开心。饿了渴了，给我喝琼浆玉液，你觉得这样就很好？当金丝雀有什么不好的？说来说去，你就是不安于世。南宫耀，你也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既然你希望找一个三从四德，能给你相夫教子的女人，那你就休了我吧，我做不到。舒浅月，舒浅月，你想让本王休了你，你就可以跟你的野男人双宿双飞，休想！这辈子你都是本王的女人，哪个男人要是敢动你一根头发，本王就把他剁成肉酱。南宫耀，我不想和你吵架。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和别的男人勾三搭四，本王给你想要的自由。我也不想被你监视，你能把监视我的人撤走吗？舒浅月身边一直有看不见的暗卫，尽管他不知道这些人藏身何处，他懒得去找，但想到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那不是监视，是保护。没了本王的庇护，你被人掳走了怎么办？你当我是什么稀世珍宝不成？谁会掳我？除非是你的敌人，想抓我做人质，那也是拜你所赐。别说了，本王可以让他们离你远一些，这样总行了吧？行吧。舒浅月向来是人敬他一尺，他敬人一丈。南宫耀能够做出这样的让步，他不会要求太多，否则会再把这个男人惹毛了的。放开我！南宫耀，我答应留在穆王府，不代表可以让你为所欲为。行了，本王不想听你说这些没用的废话。你现在是本王的王妃，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本王想对你做什么，那都是天经地义。舒浅月，你记住了，在这里你要听我的。如果我不听呢？穆王殿下是不是要杀了我？杀了你也未尝不可，但在这之前，本王突然饿了。下一刻，舒浅月就觉得颈上一痛，南宫耀竟然一口咬在他脖子上。南宫耀，你是狗吗？味道不错，很甜。南宫耀，你有病啊！没错，本王是病了，你就是本王的药。找我什么事啊？不是本王找你有事，是出事了。岳西被废为庶人，幽禁冷宫，刘淑妃受其牵连，降为嫔。真的？本王刚从宫里回来，亲耳听到父皇所说，岂能有假？你好像并不怎么开心啊。确实没什么可高兴的，他是自作自受，只是我没想到你父皇能狠下心来做出这样的处罚。他向来都很疼爱这个女儿的。他听闻了不少明安帝是如何疼宠岳熙公主，完全不亚于他对绵绵，但说翻脸就翻脸，果然是帝皇家无亲情。你也说他是自作自受，他犯下这般大罪，要是不重重处罚，父皇如何服众？还有别的事情吗？刘嫔心机颇深，她被降位和岳熙被贬之事因你而起，本王想提醒你要小心。我知道了，多谢提醒。此时刘嫔的宫里，娘娘，你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一天一夜水米未进了。本宫不饿，陛下怎么如此狠心？他亲生的女儿，说贬就贬，说打入冷宫就打入冷宫。本宫想见岳熙一面，他都不准。岳熙在里面一定受尽了虐待，本宫只要一想起来就心如刀绞。舒浅月，都是这个贱人害得本宫的女儿受此苦楚，本宫绝不会放过她的。娘娘是也。滚！吓得宫女们慌忙离开。儿臣特来给刘嫔娘娘请安。荣王，怎么是你？儿臣来探望刘嫔。荣王，你能帮我救救岳熙吗？只要你肯救他，
本宫可以为你做任何事。父皇亲口降了旨意，谁也不能违背。想救月溪出来，千难万难。可是法子是人想出来的，荣王，你向来足智多谋，你一定有办法的。求求你了，你救救月溪，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呀。荣王，我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能在我落魄的时候来看我，肯定有你的目的。你说，你要本宫做什么？只要你能救我的月溪，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父皇旨意已下，无可挽回，除非什么？若是本王做了太子，日后登基，自可颁下旨意，放七妹妹出冷宫，恢复她公主的身份，让她享尽这世上荣华。你说什么？刘嫔是聪明人，自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父皇这次龙颜大怒，对月溪处罚的这么严重，刘嫔可知道其中的缘由？是因为舒浅月那贱人造谣，月溪只是小孩子，想跟东宁开个玩笑罢了，他却在其中添油加醋，惹得陛下大怒，这才对月溪重重处罚。如果月溪只是恶作剧，父皇最多一笑了之，那会褫夺了他的封号，还将七妹妹关进了冷宫，终身不得释放。刘嫔，你当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吗？荣王，你知道了什么不成？刘嫔，我母后当年是怎么死的？我怎么会知道？我得知消息赶过去的时候，先皇后她已经身亡了。那你可有亲眼见过我母后的尸身？没有。说谎，你明明见过的。别问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荣王，冤有头债有主，谁害死了先皇后，你找他去报仇啊，别来找我。你终于说实话了。当年所有人都说我母后是生病而亡，只有我不信。母后向来身体很好，怎么可能暴疾而死？她死后，父皇不许我靠近她的棺椁，可我还是偷偷的去看了。母后她变得好可怕，明明7尺的人，死后竟然缩成婴儿般的大小。她哪里是暴疾而亡，分明是被人下毒所害。刘嫔，是不是你？不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刘嫔，你怕什么？冤有头债有主，本王自会找那害我母后的人讨要这笔债。既然此事与你无关，你何必害怕本王？刘嫔脸色发白，当年的事情她确实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可她知道这秘密关乎性命，就连对亲生女儿月溪，她也瞒得滴水不漏。荣王，你若无事，本宫要休息了。刘嫔这是要赶儿臣离开吗？没有。刘嫔，是你求本王救月溪妹妹的，如今本王只不过想要你稍稍为本王出一份力，你就拒绝本王，将来可休要怪本王不留情面。你想怎样？南宫月将一个纸包交给他，这是什么？千机。你要害谁？明知故问。我真的办不到，我刚失宠，根本见不到他。这不重要，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会做吗？南宫月笑着伸手入怀，掏出一块玉佩。这是月溪妹妹的东西，儿臣特意带过来。同时请刘嫔放心，月溪妹妹在冷宫一切安好，本王已经派了人照应她，吃喝用度都和以前一样。好，我做。那就请刘嫔等候好消息，时机到了，本王会派人通知你的。荣王，月溪她真的没有受苦吗？当然没有，她可是本王的亲妹妹，本王怎么会让她受那种罪？刘嫔只管放心，有本王一日，月溪妹妹就会平安无恙。南宫月，你好狠！陛下，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希望你不要怪臣妾，臣妾也是被逼无奈。谁叫你那么狠心，要把月溪关进冷宫，还褫夺了她的封号？人心都是肉长的，她可是从臣妾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臣妾不能眼睁睁看着月溪这辈子待在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她就会被毁了的。父皇，儿臣知道月溪她犯了错，可她年纪还小，就算是犯了再大的错，也不至于被褫夺了封号，还关在冷宫那种地方。月溪她从小就养尊处优，哪里吃过那样的苦啊？她一天也待不下去的。父皇，您是要生生的逼死月溪吗？你若无别的事，就出去吧。父皇。六弟，这几日政务繁多，父皇忙得很，你就不要再给父皇添乱了。二皇兄，你怎么也说这种话？月溪难道不是咱们的亲妹妹吗？你怎么能像三哥一样，眼睁睁地看着月溪受那种苦呢？三弟，你们两个都是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父皇，
儿臣不求别的，只求父皇能够宽恕了亲妹妹。亲妹妹犯的错，儿臣愿意替她领受责罚。你愿意替她受罚？愿意。父皇，儿臣也愿意替七妹妹承担罪责，请您开恩，放了七妹妹出冷宫吧。七妹妹从小锦衣玉食，哪里受得了冷宫的苦楚？月儿，你也要为月溪求情吗？是，请父皇饶了七妹妹。你们可知月溪犯的是何罪？儿臣知道。既然知道，你们还为她求情？她年纪小做错了事儿，你们两个也是非不分吗？就因为她是你们的妹妹，是朕的亲生女儿，就可以任性妄为，嫁祸栽赃，视人命如草芥吗？都滚出去！父皇，我知道月溪犯了错，她是儿臣的妹子，儿臣也有教导不严之错。父皇，请降一道旨意，连儿臣一起处罚吧。你是在要挟朕？儿臣不敢，儿臣只是想同七妹妹一同受罚。好啊，好一个兄妹情深！滚！六弟，别再惹怒父皇了。这几日父皇处理政务已经很是辛苦，你就让父皇省点心吧。父皇，你要是不宽恕月溪，儿臣就不走。你就不怕朕将你的誉王封号也给褫夺了吗？儿臣不怕，只要父皇能够饶了月溪，这个誉王不当也罢。南宫月心里却是一松，暗暗欢喜。若是六弟真的没了王位，这太子之位自己又少了一个劲敌。六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还不快向父皇赔罪！父皇，请降旨吧，只要您放了月溪出了冷宫，儿臣就不当这个誉王了。笑话！你当这誉王的封号是什么？容得你讨价还价？南宫璘，你太让朕失望了。儿臣知道，我文不及二皇兄，武不及三哥，哪都不行。父皇您从来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儿臣也确实是不争气，不能够为父皇分忧，还要惹得您生气。但是月溪她是儿臣的妹妹啊，我不当誉王算不了什么。只要有三哥在，儿臣还是可以过得潇洒自在。可是月溪要是关在冷宫，她这辈子就毁了。既然你不想当这个誉王，就去军中供职吧。父皇，可不可以换个惩罚呀？我不当誉王可以，但我不想去军营啊。由不得你，要是不去，朕就让人打断你的腿。滚吧。义兄，你来的真是太巧了，我正好有事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去把绵绵托付给你了。绵绵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吗？她最近有些嗜睡，可是我把脉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正想派人给你传消息，没想到义兄居然比我想的早到了几天。我和你约好了10日左右无事，就提前来了。公楚寒对着舒浅月说话，眼尾却扫向南宫耀。这面容俊美的冷面杀神，从他一进来就脸含煞气，就是舒浅月的丈夫，他也配？公楚寒半点也瞧不上南宫耀，话也没和他说一句。姨父，这是我哥哥小世子。见过义父。见面礼。谢谢义父。义兄，你这也太大方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随手就给了孩子？月儿他还小，你还是自己留着，随便给他个什么当见面礼就好了。我可没有你这么小气。月儿，你娘亲和你相认之后，她有送你什么礼物吗？娘亲肯认我，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小家伙这么点的年纪就学会拍娘亲的马屁了，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绵绵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叫我义父也就罢了，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收了你，你为什么也要叫我义父呢？您是绵绵的义父，自然也是我的义父，我叫您义父没错呀。好孩子真聪明，我这礼物没有白送，收好了可别弄丢了啊！月儿不知道是什么，但她听娘亲说这东西贵重，又送了回去。义父，我还小用不到，您先留着，等我长大了再送给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现在用不到？娘亲说的。你这儿子也太听你的话了，将来啊准是个妈宝。月儿才不是妈宝。义兄，天色晚了，我送你去歇歇吧。三哥，你脸色不好呀，莫不是生病了？要不小弟去请太医来给你瞧瞧？你等着，小弟这就去请太医去。滚回来！三哥，冤有头债有主，这谁惹你生气了，你就找谁算账去吧！啊，可别把气撒在小弟的身上啊！我可不想白挨一顿打。我后悔没听三哥你的话，去找父皇为亲妹妹求情，结果惹恼了父皇。父皇刚刚还削了我的封号，罚我去你的军营出苦力。三哥，我都这么惨了，你还不肯放过我吗？父皇罚你去军营做事。是啊，三哥，我不过就是替亲妹妹求了几句情，父皇就重重的惩罚了我。这算什么惩罚？本王天天都在军营，
照你所说，父皇天天都在惩罚我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三哥，谁不知道你向来是把军营当家的，到了军营你就生龙活虎，格外的精神，谁能跟三哥你比啊？行了，你不爱去，不去便是。本王不会向父皇告状。多谢三哥。听说你得到了北塘川的消息，我想跟你一起去抓人。不行。哎，三哥你考虑一下呗，小弟我保证不会拖你的后腿，就算我武功再不济，给你当个马前先锋总可以吧？不比辅酒差啊。辅酒留在府里，不去。什么？辅酒不去？这不应该啊！三哥，你哪次出门办事不带着辅酒？他怎么可能不去？他不去的话，谁去啊？总不会是三嫂吧？南宫耀来了个默认，南宫林瞠目结舌，好半天才道：“三哥，你就算是和三嫂一起去抓人，这也不妨碍带着我一起嘛。我保证到时候离你们远远的，绝对不打扰你们。我就是不想留在京城，免得父皇看到我又要生气。”不行，三哥，我再不滚，本王打断你的腿。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三嫂，你愿意带着我一起去吗？当然愿意。那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出发呀？明天，我已经准备好了，事不宜迟，早去早回。你要本王等你3天，就是为了等他？没错，绵绵状况有异，把他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公主还是绵绵义父，对他情况最为了解，有他在，绵绵就不会出事。你是怎么和他联系上的？南宫耀一直派人在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去的几个地方也没见过他和陌生人有过联系，他身边也没有信鸽。我来京城之前就和公主还有过约定，说我3个月内没有回蝶谷，他就来京城。竟然是这样，你让他住在这里，可问过本王同意了吗？你为什么会不同意？他是绵绵义父，当然是绵绵在哪儿他就在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他住在这儿，我可以另寻地方，不过绵绵也要和他在一起。算了，离开本王的府邸，没了黑甲卫的保护，你能放心让绵绵跟着他？他一个弱不禁风的大夫，能保护得了绵绵的安危吗？你也未免太小瞧人了。我义兄虽然不会武功，但别人想动他一根头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他一个人足以抵得过你100个黑甲卫。就凭他，本王也不用100个，就派10个黑甲卫，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要不要试试？我敢保证，这10个人绝对是有去无回。试试就试试。别怪我事先没有提醒你啊！你真的要为赌一口气，而让你这些忠心耿耿的手下送了性命，值得吗？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本王这些人拿不下公楚寒，还会死在他手中不成？简直是可笑。一点也不可笑。你不了解他，公楚寒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他的医术，而是他精于用毒，就连我和他比也是远远不如。毒？南宫耀目光一凝，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舒浅月的用毒之术，可以称得上是匪夷所思，防不胜防。公楚寒除了用毒之外，他还有一样本事。什么本事？易容。南宫耀目光一亮，他们这次去抓北塘川，最担心的就是打草惊蛇。北塘川的警觉性非常高，比最狡猾的狐狸还要难抓。他派去的人好几次都差点被北塘川发现，说是经过易容改装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你是王爷？本王不过是易了个容，你就认不出来了？您真的是王爷啊？这属下完全认不出来。这是王妃给您易容的吗？王妃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啊！他又多看了南宫耀几眼，神情有些一言难尽。王爷，属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那个王妃的易容术确实了得，就是把您画得丑了一些。南宫耀眼角跳了跳，该死的女人，她定是故意的。方才她只顾着看镜子里那张完全不同的脸，竟然没留意到她给自己画得这么丑。义兄，我这次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绵绵和月儿就全托付给你了。要不是看在绵绵这小丫头的份上，我还真是懒得管你的闲事。你和那个男人的误会解开了吗？也不算完全解开，他始终对我心存怀疑，而我对他……舒浅月对着公楚寒向来是没有秘密的，有什么说什么，但这时候他却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心里很乱。你喜欢上他了？没有，怎么可能？舒浅月矢口否认。他想起一件事。义兄，你说过在京城里有解药，可是在皇宫之中吗？未必。我已经拿到了千年雪参，可以延绵绵3载之命，但是天下这么大，要是连皇宫中都找不到的话，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就算真的去了南疆，也未必能找到。
解药一事你先不用操心，这次你和南宫要离京，可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呢？当然有，义兄的软筋化骨散，多给我一些吧。就知道惦记我的东西，这次又是哪个倒霉鬼得罪了你，居然要用到软筋化骨散？北堂川，是他？义兄，你识得北堂川？你和他有交情吗？交情谈不上，不过倒是有一面之缘。你要是抓到了他，别弄死了，留口气，我还有话想问他。好。三哥，为什么非要坐船呢？咱们走陆路不行吗？水路快。三哥，我不惯和人同睡。真巧，我也不习惯。要不你去江里凉快凉快。哎，算了算了，我突然发现，自打小的时候跟三哥你同过床，这些年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机会了。这可是来之不易，小弟一定要珍惜。睡到中夜，舒浅月的房门被砰砰敲响。什么事儿？六弟他不舒服。他生病了？不知道，这次一直在吐，折腾死了。他没病，就是晕船了。他竟然会晕船，真没用。你给他治治。舒浅月给南宫林服了药之后，又给他扎了针。没多久，南宫林就觉得胸口像是移开了一块大石，变得轻松起来。三嫂，你的本事可真是厉害，我好了，没事了。没事就好，这里人多耳目也多，你说话注意点，别再叫我三嫂，会引起别人怀疑。那我叫你什么呀？随便你怎么叫，反正我现在是你们夫妻两个的小厮。那就叫你小月。随你。小月，去给本夫人弄点吃的喝的来，本夫人饿了。是，夫人。你在这里做什么？南宫耀，你会水吗？还好，你问这个做什么？还好是有多好？比如，若是这船沉了，你能自保吗？这个怕是不能，这船怎么会沉？我也说不清，就是直觉告诉我，仿佛有危险，好像有人提前准备好了陷阱，正等着我们往里跳。你是说咱们的行踪被人发现了？我不确定，你这船是提前订好的，还是临时随意找的？当然是随意找的。那船老大不会有问题，他根本不会武功。我看过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肤色黝黑，应该是常年跑船的人。船老大是没问题，但是船上别的人未必会没有问题。你的水性不精，南宫林根本就不会水。若是这船出了故障，你们岂不是变成了鱼肉，任人宰割吗？这船能有什么事儿？能出的事情多了去了，比如遇上暗礁，比如船底被人凿个洞，再比如有人放火烧船。你这是猜测？这是闭气丸，你和南宫林一人一颗，留着备用。希望我是杞人忧天。你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船快要沉了。什么？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一艘船，这怎么会说沉就沉？我也希望是开玩笑，但这就是事实。有人在船底舱凿出了几个大洞，将水灌了进来，用不了多久，这船就要沉到江底。我去舱底看过，破洞太大，根本就堵不住，而且救生的小船不见了。是船老大，一定是他干的。不对啊，这船是他的，还装了满舱的货物，他为什么要凿穿自己的船？连船和货物都不要了，他这是疯了不成？若是得到了足够多的利益，别说是这船和货物，就算是搭上这满船人的性命，他都乐意。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船老大有问题的？你既然发现这船不对劲，为什么不早点阻止？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会知道船老大有问题？人是你找的，方才我问过你，你还笃定他没事，现在被打脸，就想反咬我一口吗？南宫耀无话可答，生死攸关，舒浅月懒得跟他计较。我给你们的闭气丸都带着吧。哎，带着，我不会水，就算这闭气丸也撑不了多久。难不成我这次出行不利，要淹死在这江里变成水鬼吗？胡说八道，你不会有事。那可说不准。三哥你是知道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三样东西，一是父皇，二是你，第三样就是水啊。早知道要坐船，我宁可回京天天挨父皇的骂，在军营里面出苦力，也绝不坐这个破船。我只是觉得不甘心。三哥你好歹是娶妻生子，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可我还是有大好的年华，连亲都没成，这早知道。他嘟嘟囔囔抱怨个没完，听得南宫耀心头火起，一指过去封了他的哑穴。烦死了！每人50两，会水性的和我去底舱。我会水，我也会水，我去。要不是这货船非常大，这会儿怕是已经要沉没了。若是在江心沉船，那就是九死一生，再精熟的水性也免不了变成水鬼。
是你们救了我，多谢。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不是我们救的你，是我们家主子。我家主子发现你在水里漂着，就让我们把你捞上来，还非要带着你赶路，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喂，你是怎么落水的？我家主子租了一艘货船，没想到走到一半，船被水鬼凿了。我落水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你们遇上了水鬼啊，真是倒霉。你运气好，遇上了我家主子救了你，但你的主子怕是没你这么好命。我们这一路行过来，除了你没看到第二个活人。这倒是个好消息，说明南宫耀他们应该还活着。你昏迷了3天3夜，我们都以为你要死了，想把你丢了，但我家主人却不许，非要我们带你到前面的镇子里找大夫。我会好好报答你家主人的。我家主人可不是因为要你报答才救你的。你们没有遇到水鬼吗？就算遇到也没事儿，我家主人可是交了保护费的，水鬼不会伤害我们。明言，不许乱讲话。舒浅月再想套他们的话，却什么也没套出来，两人的嘴都闭得严严实实。接下来的路程，他一直闭目养神。反正他现在身体虚弱，就算他有心想去寻找南宫耀他们，也是有心无力。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养好身体。主人，你救的那个人醒了，不过他应该是病了，全身发热，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一直昏睡不醒。去请大夫来给他治病。怎么是他？两名小厮嘴里赞不绝口的绝世好人，竟然就是南宫耀带着他前去追踪的北塘川。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是你点了我的睡穴。三哥，你当时跟中了魔似的，在江里找三嫂，小弟实在是担心你，这才不得已。人呢？找到没有？我出了重赏，让水手们下水寻找三嫂，可是他们害怕水鬼，谁也不肯去。我出到1万两也没用。不用找了，我相信他没死。谁让你洗掉的易容？我沐浴了呀，当然就洗掉了。南宫耀没说话，只是死死瞪着他。接下来几天，南宫耀一直接到飞鸽传信，他们距离北塘川也越来越近。这几天，南宫耀一次也没提过舒浅月，但每天晚上都会投当地最大最好的客栈，去最贵的酒楼。南宫林不敢提，更不敢问。咱们明天就去古杏镇，北塘川就在那里。他们有多少人？咱们要不要调集人手？就咱们2个怕是不够吧？当然我知道三哥你能够以1敌100，可是要想要万无一失的抓住北塘川，还是人手多一点比较好呢。不必。公子救了小人的性命，小人无以为报，愿以为怒为弊，报答公子的救命之恩。我只是不想再见到陆有冻死骨，并不贪图什么报答。我的奴仆也够用了，不需要增加人手。你的病若是好了，便自去吧。公子，小人无依无靠，父母双亡，小人万念俱灰，这才投水自尽，却蒙公子救了性命。小人的命是公子给的，以后小人就是公子的人了。若是公子嫌弃小人愚笨，不肯收留，那小人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思。这就拜别公子，下辈子小人做牛做马，结草衔环的报答公子吧。公子他很可怜，要不你就收留他吧。也好，既然如此，留下便是。咱们也不差多一张嘴吃饭。你叫什么名字啊？小人的父母一直叫我阿毛，公子叫我阿毛便是了。阿毛？这名字也太土了。要是公子唤你阿毛，旁人还以为是叫土狗呢。阿毛这名字不太好听，要是你不嫌弃，以后就叫明月吧。他2人一个叫明烟，一个叫明湖，你以后就叫明月，可愿意？愿意，多谢主人赐名。你果然没死。我差点死了，但是被人救了。是吗？你爱信不信，反正我问心无愧。南宫耀，我并没有故意想避开你。救你的人就是北塘川，这未免也太巧了吧。他们一路追踪北塘川，结果顾的船就在江里遇到了水鬼凿船。他下水追杀水鬼，结果消失不见。再见到的时候，就看到他和北塘川走在了一路，还说他被北塘川所救。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那个人是谁？舒浅月知道，他指的是偷袭自己的刺客。我不知道，我怀疑有人跟踪我，就故意现身引他出来，结果他刚一出来就被你杀了，我什么都没来得及问。你是在怪本王？我可不敢。你怎么会和北塘川在一起？就因为他救了你，他认出你了？我这几天一直没洗脸，我一重成了这个样子，他应该认不出来。我那天落水之后昏迷了一段时间，醒来以后就在马车里，北塘川收我做了他的贴身小厮。那些水鬼你可知是什么人派的？我不知道，
不过我听北塘川的小四说道，他们并不怕水鬼，因为他们交了保护费。但我怀疑这些水鬼分明是针对你来的。你是说本王的行踪泄露，有人想要借机暗杀于我？我只是猜测，极有这种可能。本王这次出京行程只有父皇和二皇兄知道，旁人无从得知。我对自己的易容术还是挺有信心的，易容成这个样子，旁人根本认不出来，除非有人事先知道你要走水路，提前安排了水鬼凿船。我可不想冤枉什么人。至于谁想害你，你心里比我更加清楚。南宫绫呢？我怎么知道？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我昨晚和他分开之后，他就消失了踪影，但他留下了一个线索。要不是他留下的线索，本王还找不到你呢。他是不是遭了你的毒手？没有，我和他无冤无仇的，我害他做什么？他昨天晚上确实看到我了，没想到他喝成那个样子，还能给你留下线索。快说，我六弟究竟在哪？他没事儿，现在应该是在牢房里吧。舒浅月想起明烟的话，他离开上个镇子的时候，给了那里的衙役10两银子，让他们多关南宫绫几天。究竟怎么回事？他喝醉了，闯进了北塘川的房里，可能认出了我，嚷着要花100两银子买我，被北塘川拒绝了。我担心他乱讲话会引起北塘川的怀疑，就暗示明烟和明狐把他弄远点。没想到他不知怎么惹上了官差，被抓进大牢关了起来。这可怪不得我，我要是任由他乱讲，北塘川肯定会怀疑我的。让他在牢里静静也好。你不怪我？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非要跟着我出京。既然这样，就让他感受一下坐牢的滋味。接下来你打算继续跟着北塘川？我现在还不知道苏老夫人的下落，我不想打草惊蛇。这北塘川一向往西而行，路上并没有和别人有过接触。我曾经探过他的口风，但他什么也没透露。若是现在抓他，我怕他狗急跳墙，苏老夫人会有危险。你的意思是，你一天打探不到苏老夫人的消息，本王就一天不能抓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抓就抓，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北塘川有点不对劲。哪里不对劲？我也说不上来，或许只是一种直觉吧。他和我上次见过的那个北塘川大不相同。舒浅月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发现，北塘川还真是一朵妥妥的白莲花，不染半点杂质的那种。他确实像明烟和明狐说的那样，心肠善良的像菩萨。路上遇到野猫野狗，他都会停下来买几个包子投喂。有受伤的小鸟落在车窗上，他会细心的给小鸟敷上伤药，再让明烟把小鸟送回树上的鸟窝里。你分明是被他骗了。谁不知道北塘川最善于伪装，但他就算化成了灰，本王也认得他那张脸。或许他真是装得太像了。我怀疑刚才那名杀手要对付的人不是我，而是北塘川。可惜没来得及问什么就被你杀了。想要查出他的来历不难，他既然以北塘川为目标，肯定还会继续派人来，到时候再抓一个活口就是了。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本王按兵不动，你继续跟着北塘川，看他究竟想玩什么花样。他想在我南辰玩花样，是真没把本王放在眼里。本王会让他知道，瞧不起本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北塘川心细如发，你小心别漏了行迹。我若是真的死了，你会不会伤心？不会，一点也不会，我只会高兴。口是心非，六弟说过，女人都是嘴里说的越凶，心里就越是喜欢。他的话也能信？他要是这么有经验，还会到现在还打光棍，连个媳妇儿也娶不到。舒浅月，你就是口是心非，你其实是担心我的，对不对？不对。好了，本王知道你的心思，别闹了，乖。这是南宫耀，脑子出问题了吧？你干嘛？我去隔壁看看，不知道北塘川怎么样了。就算再多几个北塘一族的死士，他也不会有事，用不着你替他担心。毕竟他救过我，苏老夫人也还在他手里，我不能让他出事。你什么意思？你还要继续留在他身边？你可知道继续跟着他有多危险？你想知道苏老夫人的下落，那很简单，本王这就去把他抓起来，严刑之下，不怕他不供出苏老夫人的下落。万一他就是不招呢？我不能拿老夫人的命去冒险。我看你就是舍不得他，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你看上他了？你说什么鬼话？长了嘴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就知道跟狗男人没办法和平共处。刚刚温馨了不到片刻，男人就原形毕露。南宫耀眉头一皱，
低低咳了几声。舒浅月马上过来，准备给他把脉。下一刻，南宫耀已经揽住他的纤腰。别吵了，我没事儿，我装的。我就是不想你去看北唐川。这话不像是你说出来的，你真的是南宫耀？你要不要证明一下本王是谁？南宫耀话音刚落，薄唇就压在他的唇上。每次亲你都会把我咬出血。南宫耀并不愚蠢，他并非察觉不出这女人对自己那种若有似无的心意，他自己也承认渐渐被她吸引，而双方谁都不肯率先袒露心迹，仿佛谁先开口谁就输了。你坚持还要跟北唐川在一起？是，你不用跟着我，我会保证自己不会出事。说本王执意要跟着你们呢。我不想为了你暴露自己，引起北唐川的怀疑。南宫耀，你要是不听我良言相劝，后果自负。他故意说的十分冷酷绝情，他不是铁石心肠，他也不是木头一样毫无知觉。南宫耀对他的心意他已经渐渐察觉，但他不容许自己对他产生感情，一旦有了感情，他怕自己会就此沦陷。南宫耀会用他的柔情制成一把枷锁，将他牢牢地锁在身边，锁在京城，让他彻底失去自由。他会变成后宅里的女人，养他的鼻息，以他为天。这并不是舒浅月想要的。舒浅月，你真的对我毫无留恋？是。若本王死了，你可会难过？不会。我恰恰相反，舒浅月，我想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你的妻子？傻瓜。南宫瑶，说你当初娶的人不是我，你也会像这般护着他的，对不对？只要她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也会这样做的。现代的灵魂穿越而来，他和南宫耀这个古人的思想完全不同步，他们之间永远不会产生交集，如果有，那也只是他和他的错觉罢了。什么他？本王娶的人是你，哪有第二个人？南宫耀，你要护着的只是穆王妃，并不是我。你就是本王的王妃，本王护着你哪里不对？舒浅月，本王和你说心里话，你少顾左右而言他。我只问你，你心里究竟有没有本王？若是你对我无意，我也绝不会死缠烂打。你想要和离，回京之后我就立刻上书跟你和离。咱们改天再谈这个问题，好吗？舒浅月，你这是在逃避。是的，他承认他就是在逃避，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等找到苏老夫人，我就给你答复，绝不食言。一言为定。舒浅月越来越觉得怀疑，他跟着北唐川一路西行，好几次他都想试着套北唐川的话，可北唐川总是答非所问。北唐川给他的感觉不像是赶路，也不像是躲避追杀，他神态悠闲，完全就像是游山玩水，遇到风景好的地方还会停留下来多住上一天。这天晚上，他悄悄离开客栈，放出烟花讯号，然后他就站在夜色里静静等待。你叫本王来是想好了，准备告诉本王那个答案了？我还没想好。那你找本王何事？没事就不能找你。因为你想我了。说正事，南宫耀，我怀疑咱们跟着的这个北唐川不是真正的北唐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也和你一样是易容改扮的？没错，我这些天一直在观察他，他的言谈举止还有一些生活习惯都和传说中的北唐川大大不同。我虽然只见过那个北唐川一次，可直觉告诉我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直觉？我的直觉向来很准，如果我之前在京城见过的北唐川是真的，那眼前这个就一定是假的。总之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除了相貌一模一样。当然如果他是个易容高手，当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世上真有这么高明的易容术，能将一个人完全易容成另一个人的模样？你能做得到吗？我不行，我只能把人易容成别人认不出来，或是扮的有7、8分相似，但想完全一模一样，我没那个本事。我义兄或许可以做到。公楚寒？除了他，你还能不能想到第二个人？或者他有什么师兄师弟？我义兄以前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少，他几乎从来不提。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年除夕之夜，义兄他喝多了，提到他曾经有一个师弟，但是因为犯了错，很早就被逐出师门了。他还念叨着不知道小师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但他酒醒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过什么小师弟了。本王也觉得此事可疑，这个北唐川出现的太过蹊跷。他如果真的是北唐川，那怎么会顶着这张脸公然露面，根本不怕让人看见？我也觉得他是故意用这张脸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说他是有意引你出来，而且他这一路往西而行，漫无目的。我认为
他是想引得你离开京城，并且越远越好。这是调虎离山。你去看看他的脸是不是易国荣？明月，你怎么会和这些人在一起？是他们也把你绑来了吗？公子，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个明月明显是和这伙强盗一伙的，他就是个奸细，你救了个白眼狼。明月，这不是真的，是不是？你难道一直在骗我？没错，我是骗了你，因为你也骗了我。舒浅月从怀里取出易容的工具，她倒了点洗容液在掌心，涂在北堂川的脸上。舒浅月取出帕子，在北堂川脸上擦了擦，竟然什么也没有擦下来。事情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的脸没有易容，是真的。你可是北堂一族的北堂川，没有想到在南陈国也有人知道我北堂川的名字。你是南陈国的穆王南宫耀？正是本王。请问穆王殿下为什么要抓我？我北堂川可触犯了南陈的哪条法规不成？这倒没有，但你为何要来我南陈？目的为何？久慕南陈光好，我特意前来游览一番，这也有罪吗？我虽是北邻国人，却向来不参与北邻和南陈的政事。现在两国休战，我便想着来南陈游玩。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只带了这2名不会武功的小厮。穆王殿下，我并不是你的敌人，也并不想与你为敌。你若是不信，可以问问你派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兄弟明月。抱歉，我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他可以证明，我只是游山玩水，并没有与任何人有过接触，更是没有刺探什么军情，甚至我连南陈的都城都一步都没有踏入。舒浅月缓缓点了下头，正是他说的没错，他跟着北堂川这些天，确实没有见他有过异常。南宫瑶，会不会是我们一开始就认错了人？那个在京城里出现的北堂川，其实才是个冒牌货。他把自己易容成了北堂川的样子，劫天牢，并掳走了苏老夫人，而眼前这个，才是真正的北堂川。南宫耀几乎和他同想到这一点，只是疑团虽然解开，但他想要捉捕的人却变得扑朔迷离，他甚至连对方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实不相瞒，就在数月之前，有人易容成你的样子，进了京城，闯进天牢，掳走了我的祖母。他自称是北堂川，而且身边带的人的确是北堂一族的，所以我们才把他错当成了你。北堂族长，如果你真的是北堂川，你可有什么仇家或是仇人？这人易容成你的样子，几乎和你一模一样，他一定是你身边熟悉的人。如果你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我们感激不尽。有人易容成我的样子？要说仇人嘛，不瞒你，我北堂一族名声显赫，族中子弟遍布天下，少说也有数万人。这些人或许会得罪了什么人物，但是我身为族长，却是很少与人发生纠葛。我有一堂兄，容貌生得与我有5、6分相似，但是小时候他就犯了错，被驱逐出了我北堂一族，这些年来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从我北堂族习得有易容之术，只是我并未见过这位堂兄，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否与他有关。你这堂兄叫什么名字？他叫北堂风，但是驱逐出族之后，他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现在他在何处，长成什么样子，我是完全不知。我相信他说的话。你怎么知道他说的不是假话？就凭你和他短短相处10几天，你就这么相信他？直觉。本王更相信自己的直觉，把这3人押送到京城关起来。南宫耀，他不是说了这件事和他无关，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他的话？本王不信任何人的话，本王只信证据。在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与劫天牢一事无关之前，本王只能把他当成疑犯对待。三嫂，你又惹得3哥生气了。我刚刚看到他的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也就你有这种本事。坐牢的滋味怎么样？不怎么样。三嫂，那天晚上我喝醉了看到的小厮，当真是你吗？你眼力不错，确实是我。我就说嘛，我是不可能会认错人的，就是我当时喝得太醉了，要不然怎样？要不是你喝醉了，早就揭穿了我的身份，露了马脚。那你也不应该撺掇那2个小厮去打我，还把我送进去坐大牢。我这辈子还没有进过那么脏的地方呢，牢房里不是狮子就是老鼠，咬得我浑身全是包，臭气熏天的。我出来洗了3个时辰，还有那股子臭气呢。三嫂，你得补偿我呀。好，补偿你。你想要什么？我暂时还没想到，等我想到了，三嫂你可不能够赖账啊。行。三嫂，不管3哥他说了什么话惹你生气，你都别怪他。你是不知道，你失踪之后，3哥他差点疯了。他把那天的事情绘声绘色描述给他听。3哥当时站在木板上，2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水看，整个人就如同中了魔一般。
我这喊的嗓子都快哑了，他连回头都没看我一下呢，那架势就像是要随时要跳进去一样。后来我趁他不备，把他给敲晕了，要不然啊，三哥他非跳进江里给你陪葬。哦，不是殉情。三嫂，你想不到吧？三哥对你，嘿嘿，还真是。舒浅月大为意外，南宫耀竟然会为了他跳江，夸大其词。哎，一点也不夸大，真的，三嫂，你是没有看到三哥当时那个样子。南宫林正说的口沫横飞，突然声音顿住，尴尬的笑了一下。三哥，你回来了？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是怕三嫂一个人无聊，这过来陪她说说话解解闷。既然三哥你回来了，那小弟我也就不多待了啊。南宫耀冲着他离开的背影狠狠瞪了一眼。他就是探子。这个人鬼鬼祟祟的跟了咱们2天1夜，今天我让人把他抓了起来，但他什么也不肯说，只说自己是无辜的路人。所谓的跟踪只是巧合，我可不信什么巧合。他的身份绝非寻常，我不想用刑留下什么痕迹。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开口说实话。舒浅月微微颔首，走到那男人面前，摸了一把他的脸，手上的触感告诉他，这男人是易过容的。他从怀里取出洗颜液，倒了一点在帕子上，很快那男人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你是谁？你怎么能够一眼看穿我的易容？你的胸前是不是有一个胎印？能不能让我看看？舒浅月的身体微微一震，她锁骨的位置确实有一块与生俱来的胎记，但并不很明显。这男人怎么知道？难道他认识以前的舒浅月？不行，除非你告诉我你的身份。算了，用刑。不必用刑，我有办法让他说实话。你要是受不住了，就点点头，否则我每试一根针，都会让你生不如死，最后会疼得你想把身上的肉一口一口咬下来。你的脸长什么样子？如果你让我看看你的脸，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我的脸？你的眼睛像极了一个人。像谁？让我看看你的真实面容。想都别想。你想知道我的秘密，我只要看看你的脸。舒浅月思索片刻，点头应允。她缓缓洗去脸上的易容，露出一张秋水为神玉无骨的容貌，双眸如水，静静看着那个男人。像，真像。挑娘，你一定是挑娘。你的胸骨下方有一个桃花形的胎记，是不是？闻言，南宫耀冷厉的神情为之一变，变得惊疑不定。他锁骨下面的胎记却是桃花形状，他这几天跟他耳鬓厮磨，亲密无间，看得清清楚楚。但这男人却是从何得知？没错，我确实有一个桃花胎记，但我却不是什么挑娘，你认错人了。我不会认错，你就是挑娘。我丢失了18年的亲妹妹，挑娘，我是你的兄长啊。18年前你还只有3岁，那年的除夕，你闹着要跟我一起去看灯会，我便拉着你的手带你去逛花灯。你看上了一盏兔子灯，吵着要买，我便松开了手，叮嘱你不要乱跑，乖乖的等着我回来。可是等我买了兔子灯回来，你却不见了。我找遍了整个花灯会，都找不到你。回到家里，爹娘听说你失踪，娘是当场就晕了过去。爹爹几乎把京都整个都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你的踪迹。我更是被爹打了个半死。这些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你，可找遍了整个北陵，始终没有你的消息。挑娘，这些年你去了哪里？你的故事确实很动听，但我劝你还是说实话的好。我家主人不愿意对你动刑，但我是个女子，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你听过吧？挑娘，是我欠你的。当年我弄丢了你，害你流落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年的苦。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怪你。有什么刑罚，只管用在我身上，我是绝对不会怪你的。别演戏了，月儿，你出去，我会让他说实话的。南宫耀对付细作的手段太过凶残狠辣，他不想让他看见。月儿，你现在叫月儿。挑娘，你真的是记不起来了吗？当年你虽然只有3岁，可是我不相信你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你从小就喜欢缠着我，爹娘让你叫我兄长，可是你一直叫我哥哥。可是你吐字不清，总是把哥哥喊成了多多。挑娘，我是你的多多呀。多多。挑娘，当年是我一时疏忽，全都是我的错。只要你活着，我就比什么都开心。你想问什么就问吧。你是谁？众清晨。你是众清晨？没错，我就是众清晨。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他说，不想被人听到。随你。南宫耀说完，大步走到门前，走了出去。他知道，他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南宫耀的怀疑上又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有些疑团，他一定要弄清楚。仲清晨，你是什么人？我是你的兄长，你的多多。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在北陵国是什么身份？这么说，你这些年来并没有在北陵，怪不得咱们爹爹找遍了全国都没有你的下落。跳娘，你究竟去了哪里？我在南辰。原来是南辰国的人掳走了你，这些年你受苦了，终于让我找到了你。跳娘，你放心，以后你再也不会是孤身一人了。以前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跳娘，你当时太小，很多事情记不清很正常，但是你生得跟娘亲一模一样，你的胸前又有桃花胎记，我绝不会认错的。2天之前，我无意中看到了你胸前的印记，就起了疑心，这才易容跟着你们。没有想到你真的是我失踪了10几年的亲妹妹。你在北陵国是什么身份？你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没有，我对北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不知道就不知道。跳娘，你只要知道我是你的兄长，从今以后我会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我不是什么挑娘，我叫舒浅月，是南辰国人。不，你就是挑娘，我绝不会认错的。你是北陵人，流落南辰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一切的苦难都过去了，以后我会把最好的全都给你。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仲清晨，你究竟是谁？我在北陵任右相。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清晨公子。舒浅月这才想起来，他在别谷的时候听到一些前来求医的人曾经提到了北陵国清晨公子的名号，都说他精彩绝艳，尤其是精于韬略，协助北陵皇帝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曾经推行了不少利民的经略，深得北陵百姓爱戴。他对北陵的情况并不关心，听到之后也没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这位清晨公子竟然会是原身的亲生哥哥。南宫耀，他是你引来的，对吧？我胸前的印记也是你想法子让他看到的，是不是？你早就怀疑我的身份了，这是你故意布下的一个局。你究竟是谁？我是舒浅月，不是他说的什么仲挑娘。那你怎么解释你胸前的桃花胎印，还有你和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舒浅月心里升起一抹悲哀，这个男人和他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他有一丝一毫的信任。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一面跟着他同床共枕，做着只有夫妻才能做的亲密之事，另一面却能毫不留情地引来人揭穿他的真实身份。他真是有一颗魔鬼般的心脏。我只问你一遍，你究竟是南辰人还是北陵人？你是舒浅月还是仲瑶娘？我也只说一遍，我是舒浅月，我生在南辰，长在南辰。就算我真是他口中的仲挑娘，那也是3岁之前，对以前的事情我完全没有记忆。你爱信不信，我从来就不是北陵派了南辰的奸细。好，你想做舒浅月，我就让你做舒浅月；你说你是南辰人，我就让你做南辰人。从今以后，你就是舒浅月。南宫耀眼中迸射出杀气，转身就走。舒浅月心中蓦然一惊，过去拦住他的路。你要干什么？杀了他，只要他死了，这世上就再不会有人知道你身世的秘密，也再不会有人知道你是仲家失踪了10几年的女儿。你只会是舒浅月，是我南宫耀的妻子。你不能杀他。为什么不能？你舍不得他。你方才亲口说过，你对3岁之前的事情没有记忆。既然没有记忆，你对他自然不会有什么情感。他对你而言，除了是一个陌生人，更是敌人。你亲手杀了他，我就为你守住这个秘密。放心，我任何人都不会吐露。我不许你伤害他。南宫耀，我知道你有你的计划，我和他都只是你计划中的一个棋子。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月儿和绵绵的份上，不要杀他？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他就是月儿和绵绵的亲舅舅。不行，你先要弄清楚一件事，他是仲清晨，是名满天下的清晨公子，是咱们南辰国的死对头。他活着对咱们南辰只会有害无益。南宫瑶，你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了。你有本事就去杀了他，拿我当诱饵算什么本事？你要杀仲清晨，还不是动动小指头的事情？舒浅月，杀了我，再杀了他。我不杀你，但是仲清晨一定要死。有我在，绝对不许你杀他。就算他是你的敌人，但他也有可能真的是我兄长。南宫瑶，你和他之间素不相识，真的有不死不休的深仇大恨，一定要他的命吗？南宫耀不答，他和仲清晨只是互闻其名，双方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要说仇恨，
他们没有私仇，只有国恨。你想让我放了他？我若是放了众清晨，事情传出去，这就是通敌之罪。你是想让我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吗？我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也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你现在不能杀他。我不是为他求情，只是想求一个真相。好，我答应你，我不会杀他。其实我也并不是要护着他，只是想到他说的话，如果他真的和我有血缘之亲，我不想看到他被你折磨。本王暂时不杀他，但是他也别想过得舒服。你想问他什么？我去问。你想的还是天真，被他说的话骗了。他清晨公子是什么人？是北陵皇帝最忠心的狗，他可以出卖任何人，也绝不会出卖他的皇帝。关于你的身世，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但是关于北陵的国事，他半个字也没有吐露。你就算去问，他告诉你的也只是一些没用的废话。舒浅月，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众家和皇帝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真的不知道这中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以为他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身居右相之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胸有韬略，而是因为他们众家和北皇乃是世代姻亲，众家的女儿每一代都要送一个进宫里，嫁于北陵的皇帝。竟有这样的事？但是他们这一代的众家却只有众清晨一个独子，没听说生下女儿，自然也没人嫁到皇宫。众清晨想要坐稳他右相的位置，当然要苦苦寻找当年失散的幼妹。舒浅月，你不傻，你想清楚他究竟为什么想要认回你这个妹妹。小娘，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吗？除了桃花胎记，你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吗？你的脸和娘亲几乎一模一样，但凡是见过娘亲的，没有人会认不出来。小娘，我不信你会把以前的记忆全都忘了。你当时虽然只有3岁，可是你已经能够背出整本的《三字经》，所有人都夸你聪慧过人。你再想想，你会想起来的。他面容诚恳，舒浅月仍是不语，心里却已经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从原是那些零星碎片的记忆中看到了一些他说的画面，但他却没办法告诉他，他真正的妹妹挑娘早就已经不在了。挑娘，我不知道你这10几年来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我也知道你对我这个兄长没有了记忆，你对咱们众家也没有了归属感。或许有人收养了你，自称是你的父母，但那都不是真的，你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真的疼你爱你，你永远体会不到那种被父母捧在掌心的幸福。挑娘，你不肯认我，是不是因为那个男人？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你和他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他是南城人，你是北陵人，你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没有，不是因为他的缘故。挑娘，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无可奉告，你还是担心自己的命可以留多久吧。南宫耀，南宫耀，他不在这儿，早就离开了。你说什么？你要找的人早就走了。不可能，昨夜是南宫耀一直守着我，握着我的手，还给我盖衣服。小娘，一直都是我陪着你。不会的，不是你。小娘，跟我回家吧。我不是你妹妹，也不叫什么挑娘，我的家不在这儿，在南城。小娘，你3岁离开北陵，把他乡当成故乡，我不怪你，只是爹娘直到死还在记挂着你。如果你不跟我回家，那就只有另一个去处。什么去处？天牢。我宁可坐牢，也绝不跟你回去。听话，挑娘，我可舍不得让你去那种地方。北皇傲让你来的，是不是？你既然猜到了，为何还要拒绝呢？挑娘，以后不可以对陛下直呼之名，那是大不敬。陛下，原来他做了皇帝。1个月前，先帝驾崩，太子即位。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会来找我。你需要一个妹妹，因为众家的女儿是要嫁进皇宫的。可惜，我绝不会如你所愿。众清晨，你打错了算盘。挑娘，你怎么会这样想我？我来接你回家，因为你的确是我的亲妹子。你流落在外10几年，受了这么多的苦楚，我恨不能把心掏出来补偿你，又怎么会勉强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只想给你一个家。我不去。挑娘，这是陛下的命令，你我都抗拒不得。他派我来接你回家，若是你拒绝，下次来接你的就会是陛下本人了。我和他八竿子也打不着一起，说起来，我还是他敌人。他不杀了我，想干什么？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微服去过南城。他见到了你之后，就对你念念不忘。回到北陵之后，他派人去查了你的身世，断言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然后他派人去南城接了你回来，可惜都没有成功。陛下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却仍是对你心心念念。没想到你却不请自来，
我得知消息便赶过去见你，只是不小心露了行踪，成了你的阶下囚。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踪，我自以为高明的易容在你们眼中根本啥也不是，你们布好了罗网，就等着我们自己投进去。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聪慧过人，算无一策。他跟南宫耀是多年的对头，若是南宫耀踏上他的地盘而不自知，岂不是太无能了？南宫耀也真是小瞧了我们陛下。他并非不知道，只是他这个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南宫耀呢？他人去了何处？一觉醒来他就不见了。挑娘，在陛下面前不要提到这个人。我不会见你们的陛下。郑清晨，你说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哥哥，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别说是一件，就算是10件100件我也答应，再难的事儿也一定会为你做到。放我走。抱歉，这件事我做不到。就算我真的答应放你走，你能离得开这里，也出不了北陵。挑娘，你不了解陛下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想得到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能力保护你，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伤害。挑娘，相信我，你跟我回家，没有人会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舒浅月心中冷笑，他虽然看不到周围除了众清晨还有别的人，但可想而知，众清晨身为北陵右相，位高权重，本来是南宫耀的阶下囚，却脱困而出，出现在这里，身边怎会没有高手护卫？他不让这些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但不代表周围没有埋伏。舒浅月低头思量，要不要将众清晨擒住做人质？他正犹豫中，众清晨仿佛看穿了他的想法般，叹了口气：挑娘，你是个聪明人，我既然会出现在这里，就不怕你抓我做人质。但是这周围并不都是我的人，你觉得陛下会因为你抓住了我而就放你离开吗？好，我跟你走。我只是答应和你走，并没有说要做回郑家的女儿。我是舒浅月。不管你是谁，你在我心里都是挑娘，我的妹子。拜见陛下。好久不见。的确是好久不见，只不过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是北陵太子，如今却是皇帝陛下，我是不是该向你3跪9叩行大礼？要是我不行礼，你会不会让人砍了我的头呢？当然不会，这么美的头，朕可舍不得砍了。如果你身边有毒，你会对我下毒吗？会。陛下，舍妹不是那个意思，她不必解释，朕不会管她。这几天朕有事儿不能够陪你，就让你哥哥带你逛逛咱们北陵的都城。你想要什么只管说，若是他买不起，朕出钱。我和你不熟，你别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不熟吗？那很快就会熟了。我累了，想回去休息。好，你去吧。北皇傲一点也没有皇帝的架子，仍是笑看着他。舒浅月没有行礼，直接转身离开。陛下，舍妹初来乍到，还来不及学习礼仪，臣一定会教导于她，还请陛下恕罪。众卿多虑了，朕并非怪罪挑娘，你何须自责呢？她不懂礼仪吗？他勾唇笑了笑，脑海里闪过初见时那个如花影照水、恣意洒脱的面容，和刚才看到的这个故作倨傲无礼的舒浅月倒是有趣。挑娘，你喜欢吃，我让他们天天都给你做。绵绵最喜欢吃狮子头，如果她在的话，肯定会喜欢，天天吃也吃不够。绵绵，绵绵是我的女儿，今年5岁了。对了，你不会不知道慧锦成过亲嫁过人了吧？知道我有一个女儿很奇怪吗？我生了一对龙凤胎，绵绵是女儿，月儿是儿子。你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吗？你不用猜了，就是南宫耀，就是让你们北陵人闻风丧胆，有着战王杀神之名的穆王南宫耀。原来他果然是南宫耀，怪不得你会对他那么特别。你们真的已经成过亲了吗？没错。你为什么非要我入宫？你明知道我的身份。这件事只要你不说，没有任何人敢提起一个字儿，以后你就是朕的女人。是吗？你会给我什么名分啊？你想要什么名分？除了后位，你想要什么，朕就可以封你什么。果然和他想的一样，北皇傲根本不会立他为后。当然，舒浅月也根本没想当什么皇后，他只是从北皇傲的态度里更加断定了一件事：北皇傲并不是恋爱脑，也并没有对他深入刻骨的爱意。他之所以非要他入宫，无非因为她是众家的女儿罢了。这说明他们皇族和众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北皇傲知道，众清晨知道，除了他们2人，旁人都是一无所知。我不要名分，
我只是想要……你想要什么？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说，朕无有不允。我要你放了南宫耀。北皇傲大吃一惊，他半身酸麻，软倒在地。你对朕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给你下了一点毒。你不会忘了我会毒术吧？怎么会对我没有半点提防呢？你敢对朕下毒？你放了南宫耀，我就放了你。什么南宫耀？别把我当成傻子。你若是不放南宫耀，我现在就杀了你。杀我？你有这个胆子？我是舒浅月，南辰国穆王的王妃，我有100个理由可以杀你。你要不要试试？舒浅月，我要立刻见到南宫耀。你和他还真是一对。南宫耀真的被你抓了？不是被抓，是他自投罗网。别人都说南宫耀残忍冷血，薄情寡义，没有想到他对你还真是一往情深，居然为了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你说什么？我要见南宫耀，立刻，马上。舒浅月，你敢要挟朕，是不想要命了吗？你以为我不敢吗？待南宫耀过来。御林军首领躬身领命，舒浅月持剑横在北皇傲的喉咙处，犹如石像般动也不动，似乎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不在乎死，要死也要拉着北皇傲这个垫背的。让他们全都退下，你去赶车，谁要是敢阻拦，我就先杀了北皇傲。马车很快驶离了京城。你们逃不掉的。逃不逃得掉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是死了，就要你来陪葬。北皇傲，我想和你做笔交易。什么交易？朕现在被你们胁迫，但你们想要朕放了你们，却是休想。我只是想要1个时辰，我现在可以放了你，不过你要约束你的人，1个时辰之内不可以追我们。至于1个时辰之后，你的人如果可以抓到我们，那就生死由命，我们死而无怨。朕答应你，1个时辰之内绝不会派人追你。好，成交。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宫耀。皇甫逸云打量着南宫耀，轻朝着勾起唇角。多谢。道谢就算了，这是咱们之间的交易，我已经完成了承诺，但能不能跑得掉，还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放心，如果我们2个被抓住，绝不会把你供出来。我要是担心这个，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做这种事儿了。就此别过。舒浅月所乘坐的马车和他原来的马车背道而驰，暂时脱离了险境。他松口气，去看南宫耀时，却见他已经昏迷不醒。南宫耀，南宫耀！他急忙给他把脉，这才发现他除了外伤，内伤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忙取出药丸为他吃了下去。他在马车里找到了一个医药箱，里面盛满了各种药材。这个皇甫逸云想的还真是周到。一直忙了大半个时辰，舒浅月才勉强处理完他的伤处。处理完了外伤，开始凝眉思索怎么治疗他的内伤。南宫耀体内经脉错乱，应该是服食了剧毒的药物导致。他曾用内力逼毒，但那毒性特殊，越是动用内力，就会让经脉伤得越发严重。舒浅月一时想不出解毒的办法，只能从那些药材里捡了几味缓解的药材，放在嘴里嚼碎了，慢慢喂给南宫耀。南宫耀，你醒了。你睡一会儿。舒浅月摇摇头，这会儿他的睡意已经去了大半，从车厢的包袱里翻出了干粮。吃点东西吧。喂我，用刚才那种方式。舒浅月一愣之下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是要自己将食物吃了，再嘴对嘴的喂他。方才他昏迷不醒，他只能用这种办法喂药，可如今他却是清醒着的。舒浅月没好气地白他一眼。南宫耀努力抬起手来去拿他手中的干粮，可指尖发颤，说什么也举不起来。好吧，看在你伤得这么重的份上，我喂你便是了。舒浅月心中一软，将手中的酥饼掰成小块，送进南宫耀的嘴里。南宫耀一口气连吃了2张酥饼。没你做的好吃。等咱们脱离了险境，到了南辰，我做给你吃。南宫耀沉默了一瞬，但他不忍打破他的幻想。舒浅月仿佛看清了他所思所想，挑起眉梢道：你别想太多，好好休息，把你的伤养好。我可不想回到南辰的时候，月儿和绵绵看着他们向来英明神武的父王变成一个老病鬼。我的伤好不了了，我经脉错乱，内力几乎全失。有我在，你放心。舒浅月打量着这所小院，作为暂时的容身之地，也算是不错的。三哥，六弟，是我。三哥，我会为你报仇的。咱们先抓紧时间离开这儿。舒浅月不确定皇甫逸云是否真的可靠，尽管他派人接应了他和南宫耀，
又暗中和南宫林通上了消息，但人心难测，谁知道这会不会是皇甫逸云和北皇傲商量好的计策，来个一网打尽。总之，只要一日不离开北陵，他们就远远谈不上安全。拿下！你们瞎了狗眼，不认得本王是谁啊？你是谁？报上名来。见过六殿下，下官是新任御前统领郭建安，奉了陛下旨意前来捉拿逆贼。来人，拿下里面的逆贼。你可知里面的人是谁？那是我三哥和他的王妃。请六殿下恕罪，下官奉令要捉拿的逆贼并不是穆王妃，而是北陵国的众挑娘，还请六殿下不要阻拦，否则就是抗旨不遵。你们要捉拿的人是众挑娘？没错，下官也是奉旨行事。但这圣旨究竟是不是父皇亲口所下，就不知道了。穆王殿下，您这是要公然抗旨不成？本王刚回京城，正要带王妃进宫拜见父皇，就不劳郭统领领路了。你们退下。这个……郭靖安心有不甘，可他也没那个胆子敢触怒南宫耀这只老虎，拔他的虎须。下官护送穆王进宫。滚！听说父王和娘亲回来了，我好想娘亲啊！我等不及要见娘亲了。义父，等娘亲回来了，你就带我们离开这里吧，咱们回蝶谷去。我也去。绵绵，你怎么可以不要我了呢？你肯定舍不得你父王，你确定要跟我们一起离开吗？我舍不得父王，我也舍不得娘亲。绵绵，你和娘亲就不可以留下来吗？咱们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永远不分开，不好吗？不好，一点也不好。娘亲又不喜欢你父王，娘亲说她这辈子只会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娘亲她喜欢父王的。不喜欢。喜欢的，我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我看到他们抱在一起亲亲嘴。啊，不可能，你胡说。我没有胡说，我从来不说谎的。姨父，我不相信小世子的话，娘亲不可能会亲别人，他都还没亲过你，怎么可能去亲那个坏男人？公楚寒啼笑皆非。二皇兄，三弟不必多礼，看到你平安归来，为兄这颗心终于能落下了。我正想和王妃一起去拜见父皇。且慢，三弟，你莫非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什么身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三弟，你何必明知故问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她并不是舒家的大小姐，而是北陵国众卿臣之妹众挑娘。她是咱们的对头，是敌人。三弟，你以前不知她的身份，不知者不怪，父皇不会追究你的过错。只是这个女人不能再留在你身边，她是敌国之女。来人，拿下众挑娘，谁敢动她？三弟，这是父皇的旨意，你是想抗旨不遵吗？不管她是什么人，她都是我南宫耀之妻，是我明媒正娶的王妃。她是舒浅月也罢，她叫众挑娘也好，在我眼里没有半点差别。三弟，你执迷不悟，太让为兄失望了。舒浅月轻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南宫耀眉头皱紧，显然是不乐意，但他又低语了几句，右手握住了他的左手。南宫耀只觉得掌心里多了样东西，他缓缓握紧。好，我跟你们走。还是众姑娘识得大体，既然如此，就委屈众姑娘了。他一口一个众姑娘，绝口不提穆王妃三字，显然是咬死了舒浅月的身份。说是南宫耀再行阻拦的话，就会被扣上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我要见父皇。三弟，你刚刚才回到京城，先回府休息吧，等父皇传召再行觐见为好。我现在就要见父皇。三弟，你不要让为兄难做，没有父皇的旨意，为兄万万不敢放你进去。父皇见不见谁，难不成都由你一人说了算吗？你莫非是在怀疑为兄？让我见父皇？没有父皇旨意，任何人都不可惊扰了父皇。三弟，你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宫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拿着你的进宫玉牌冒充你的人，企图行刺父皇。竟有此事？当时幸好我就在父皇身边，替父皇挡下了刺客的重击，父皇无恙，但是却雷霆大怒，下令要彻查此事，务必要找出刺客的真实身份。那刺客虽然拿着你的玉牌，可父皇和为兄都相信这件事与你无关。只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父皇下令更换了进宫的令牌，没有父皇的传召，任何人都不得入内觐见父皇。三弟，你先回府，待
待魏兄回禀过父皇之后，父皇一定会选你入宫的。三嫂呢？被御林军带走了。什么？他们竟敢当着你的面拿人？他们怎么会如此大胆？是二皇兄亲自带人前来的。二皇兄？三哥，我进不了宫，这些混蛋侍卫说宫里进了刺客，我的玉牌失效了。你可有见到父皇？父皇他怎么样？我没见到父皇，二皇兄也是如此这般的说法。他说要先去禀报父皇，父皇下旨宣诏才能入宫觐见。岂有此事？咱们是父皇的儿子，难不成还会谋害父皇不成？竟然把咱们当成刺客一样的防着，二皇兄做事也太过分了，我要找他理论去。稍安勿躁。他低头看向掌心，舒浅月留给他的是一个小纸团，上面草草写了3个字：父子业。父王，我娘亲呢？我要见我娘亲！娘亲，我要见娘亲！宫神医，麻烦你照顾好他们，我和三哥还有要事要做。他们的娘亲呢？南宫林嘴巴张了张，一言难尽地看了看2个孩子，龚楚寒就明白了，不再追问。咱们先回府，让你们父王办完了事，自然会带娘亲来见你们。月儿和绵绵都极懂事地点了点头。南宫林目送着龚楚寒带着2个孩子离开。三哥，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去找父子业。深夜，露白风轻。我今天听说2位殿下回到了京城，就猜到你们会来找我，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穆王妃呢？她可安好？被御林军带走了。这么说，传闻是真的？她真的是北陵众家的人？传闻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到京城的？你们先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属实？没错，我三嫂她确实是北陵众卿城的亲妹妹，但是这件事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我们去了北陵之后才得知她的真实身份的。她并不是北陵派来的奸细，也从没有想过要害我三哥的。她当然不会是奸细。穆王殿下，她是你的王妃，你就任由她被御林军带走？你可知道她被带走后会是怎样的结果？用不着你来教训本王。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傅世子，其实是我三嫂让我们来找你的。她怎么说的？三嫂被带走之前给我三哥留了个字条，上面只有3个字，那就是你的名字。南宫林知道这父子业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先是大概把他们在北陵国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我们一回到京城就被御林军给围住了，说要捉拿叛贼就是我三嫂，我就奇了怪了。我们紧赶慢赶的赶回了京城，怎么这消息竟然比我们的行程传的还要快呢？鸟比马快啊！是了，我竟然忘了这一点。南宫林重重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恍然大悟，有人飞鸽传信。京城发生了什么？我父皇可还安好？你们想打听的事我并不是很清楚，你们也知道我不涉朝政，但是这2个月来荣王殿下已经接管了整个京城的防务，至于陛下的安危，我想你们是多虑了。我们今天进宫面见父皇，可二哥却拦着不让我们进去，非说要父皇宣诏才可觐见，就连我们进宫的令牌都失效了。宫里曾进了刺客，听说是荣王殿下拼死护驾。那可有抓到刺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件事陛下交给荣王殿下负责，结果如何，你们可以去向荣王殿下一问便知。南宫耀想起之前南宫月那皮笑肉不笑的脸，心里再次一沉。傅世子，若是我们有事需要你帮忙，你会伸手相助吗？看在舒姑娘的面子上，我自然会帮。什么舒姑娘？那是我三嫂。我和她相识的时候，她只是舒浅月，不是什么穆王妃。当时是我欠了她的，我早就发过誓，欠她的我会100倍偿还。说吧，你们想要我帮什么忙？现在还没有想到，等想到的时候再找你。好，一言为定。三哥，这都3天了，还是没有三嫂的消息，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她的安危吗？还有父皇一直都没有召咱们觐见，这不正常啊！父皇如果没事，他怎么可能知道咱们回到京城却不见咱们一面呢？父皇他一定是出事了，不行，我要进宫去。闯进去吗？除了闯，还有别的法子吗？以你的本事，你能闯得进去？我知道我没有你的本事大，也没有你聪明，我想不出别的法子，所以只能够用这个笨方法。你要是聪明，你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出来啊！等什么？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好法子吗？我都快要急死了，想到父王可能会有危险，想到三嫂她身陷囹圄，我的心就跟放在火上烤一样，难受极了。我可没有你这么沉得住气，好像他们不是你的亲人一样。你真是个冷血无情、无情无义的怪物。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个冷血无心、无情无义的怪物。他也这么骂过我。
南宫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忽然他看着南宫耀盯着的方向，目光猛地凝住。三哥，失火了，那里是皇宫。父皇还在宫里，我要去救父皇。不要去！你什么意思啊？这火不会是你找人放的吧？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想杀了父皇篡位不成？南宫耀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对不起，三哥，我是太心急了，这才口不择言。父皇不会有事。这3天来，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跟南宫耀在一起，足不出户。他也没看到三哥向外传递什么消息，可突然之间，三哥就运筹帷幄，仿佛掌控了一切。这京城的天是要变了吗？主子，信不如命。三嫂，三哥，你是疯了吗？你居然派人去劫了天牢，这可是死罪啊！不劫天牢，难道由得他被折磨死吗？南宫耀的声音冷得吓人。早知道他会遭受这样的折磨，他当初无论如何也不该任由他被御林军带走。皇宫里局势不明，父皇一直没有宣他们觐见，还有整个京城的防务都由南宫月把持，形势对他们大为不利。把舒浅月送出城才是上之计。我不走，南宫耀，你实在不必这么做，他们不会杀我。但他们却一直在折磨你。这点折磨算不了什么，他们也并未对我动刑，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知道我的身份，我活着远比死了对他们更有价值，怎么舍得让我死呢？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我答应过你，不管发生任何事我都会护住你，我还是食言了。这怎么能怪你呢？南宫耀，你不该救我，这样太冒险了。别说了，咱们这就离开。这3天来，他每天都为了他的安危提心吊胆，想到他在天牢里受尽折磨，他恨不能以身相待。我不走，南宫耀，你让人给我送回去。回哪儿？天牢吗？不行。三哥，你这样做确实太冲动了，我觉得三嫂她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应该稳妥行事。南宫林突然发现，向来沉稳的三哥变得沉不住气了。南宫耀何尝不知道这不是个万无一失的好计划，但他派去的人亲眼见到被关在天牢里的舒浅月受到的种种折磨，他哪里还能忍受得了？他没亲自带人冲进天牢劫牢，已经算是客气得很了。不好了，不好了！王爷，荣王殿下已经下令封锁了城门，不许进也不许出。福九，你带人护送王妃从密道离开，走得越远越好。是，属下遵令。谁都清楚，荣王既然下令封城，下一步估计就是要全城搜捕舒浅月，怕是第一个要搜的地方就是穆王府。在这个时候把人送走，显然是不智之举。还不快带王妃离开！我不走。你必须离开。我走了，就会背上一个叛贼的罪名，没罪也会变成有罪，而你南宫耀也会因为我而蒙上了污点。他们走这一步，就是想给你扣一个造反的名头，他们就可以师出有名，趁机剿灭你这个造反的逆贼。南宫耀，难道你想成为南辰的罪人，永世背负着骂名吗？王爷，荣王殿下带了御林军将咱们王府围住，说要王爷交出王妃，现在人就在外面。来得好快，很好，本王倒是正想会会他。三弟，看在兄弟一场，只要你把金犯交出来，本王不会为难于你，也不会将此事禀报于父皇。什么侵犯？侵犯就是仲挑娘，也就是舒浅月。她曾是三弟你的王妃，本来被关押在天牢，今夜却有人在宫里纵火，趁机劫走了侵犯。三弟，这件事若不是你，再无这等胆大包天之人。是我又如何？三弟，我是看在兄弟情分上，这才好言相商。但你要是执迷不悟，就是抗旨不遵。抗旨？二皇兄口口声声说是奉了父皇的旨意，那就拿出父皇所写的亲笔诏书，否则抗旨这2个字，我原封奉还。你……南宫月气得浑身哆嗦，他手抖了半天，却没拿出什么圣旨。这是我南宫耀的地方，若是有人敢随意踏入我府门一步，不管是谁，本王都要他人头落地。准备迎战。对，干他！六弟，你也要跟着南宫耀一起造反不成？什么造反？二皇兄，你少给我们乱扣罪名！我们是父皇的儿子，只是想自己的家不让人入侵，哪里就是造反了？二皇兄，你要想入府捉拿侵犯，就拿出父皇的圣旨，没有圣旨，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义兄，麻烦你再帮我照看一下他们，不要让他们离开这个房间。你要去哪里？做什么？他们为了我要拼个鱼死网破，
我总不能袖手旁观，我要去和南宫耀并肩作战，杀一个算一个，杀一双就赚了。舒浅月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翁楚寒看着他的背影，神色复杂。仲挑娘，你若是肯随本王离开，本王就不追究南宫耀抗旨一罪，否则我是舒浅月，不是什么仲挑娘。你今天可以从这里带走的只有我舒浅月，你想找仲挑娘，她早就死了。休要狡辩，仲挑娘，你敢逃狱乃是死罪，但今日本王可以看在南宫耀的面上放你一马。你要是再执迷不悟，可休怪本王不客气了。敢问荣王殿下，你带兵前来捉拿于我，究竟是奉了谁的旨意？如果没有当今陛下的圣旨，你带兵闯入穆王府，也是死罪一条。当然是父皇的旨意。既然是陛下的旨意，那圣旨何在？他笃定南宫月绝对拿不出明安帝的亲笔圣旨。果然，南宫月被他质问得哑口无言。南宫月很快就避重就轻，冷冷道：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逆贼！既然你不听本王好言相劝，非要刀兵相见，本王也只好成全你们。本王奉的是陛下口谕，捉拿仲挑娘一干叛贼，若有阻拦者，与他同罪，杀无赦。父皇从不乱颁什么口谕，二皇兄，一定是你假传父皇的旨意，我要进宫面见父皇，亲口向父皇问个清楚。等本王拿下了叛贼，你再进宫向父皇问清楚也不迟。六弟，你也要跟着南宫耀一起造反吗？你少给我扣罪名！我只是帮着三哥挡住想要闯进王府的贼人，这和造反没有半文钱的关系。今天你们要是谁敢踏入穆王府，才是真正的造反。打就打，谁怕谁啊！来啊啊！老子今天就和你们这些不长眼睛的玩意拼了！南宫离，你要是再执迷不悟，可休怪我不念兄弟之情，对你不客气了。少假惺惺了，说的好像你对我很客气一样。谁敢动我三哥三嫂，我就跟谁拼命！主子，宫中急变。他凑到南宫月耳边，低声急语了几句，就看到南宫月脸色大变。回宫。南宫月突然带着人离开，显然是宫里出了要事。三哥，你又安排了什么锦囊妙计？你快告诉小弟吧，小弟被蒙在鼓里，都快憋坏了。南宫耀一脸的莫测高深，就连舒浅月也看不透他的心思。但他有一件事可以笃定，南宫月之所以匆匆离开，一定和南宫耀的安排脱不了关系。他就知道南宫耀这男人做事向来是走一步看百步，绝不会干出那种没脑子劫狱的蠢事。感情方才那一幕竟是他演的一出好戏，就连他也上了他的当了。舒浅月想到这里，狠狠白了南宫耀一眼。月儿，你生气了？你听我解释。你的功力恢复了？是你的义兄给我治好的伤。哦，原来是这样。舒浅月不由拍拍额头，暗想自己当真是糊涂了，竟然把义兄这样一位大国手给忘在了脑后。他治不好的伤，义兄肯定会有办法。南宫耀，你最好给我说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生我的气了？你说呢？抱歉，事关机密，这是父皇的密旨，就连六弟也不知情。南宫耀，你一直这么自作主张，我在你心里究竟算什么？你是我最重要的人，甚至比我的性命还要重要。这是陛下和你布下的局，先让御林军抓了我，你故意不加阻拦，降低南宫月的戒心，然后又蛰伏不出，让南宫月以为大事已经尽在他掌握之中。他想逼宫，你却在皇宫里放了一把火，让人把我劫出天牢。南宫月正好抓着这个罪名，带着御林军气势汹汹想拿你，结果却是中了陛下和你的调虎离山之计。陛下借着这个机会清除了南宫月宫中的势力，南宫月这次回去怕是正好投入陛下布好的天罗地网。他这次是有去无回了，是不是？南宫耀瞪着他，久久不说一语。他和明安帝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竟然让他原原本本猜了出来。一直和北灵国有勾结的人就是南宫月，对不对？南宫耀沉默着点了下头。他这次奉了密旨去北陵，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找出那个隐在幕后的黑手。尽管他早就有所怀疑，可南宫月真的按捺不住露出真面目时，还是让他心里五味杂陈。南宫瑶，日后你会当皇帝是不是？他没有否认，父皇确实承诺过会许他太子之位，他对这个位置也是势在必得，并不是想要成为万人之上，而是他早就看出来这个位置非自己莫属，只有坐在皇位之上，他才可以一展心中抱负。你若是当了皇帝，也会像你父皇那样娶很多个女人，是不是？不会，
就算有朝一日我登上了帝位，你是我唯一的皇后。你记得这话便好。若是你食言，我就跟你永世再不相见。放心，永远不会有那一天。北皇后那边要是知道南宫月这么快就露了马脚，怕是要气得吐血吧。南宫耀了一声，他的黑眸变得幽深起来。舒浅月知道，他和南宫月虽是同父异母，但他内心一直对这位二哥颇为尊重。现在兄弟反目，他心里应该比谁都难受。三哥，二皇兄他劫持了母后。什么？怎么会这样？南宫林摇摇头，他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只是接到宫中传来的消息，他要见三嫂。不可能。可是三哥，南宫月他用母后的性命威胁父皇，他只给了1个时辰，扬言若是三嫂不出现的话，他就立刻要了母后的命。他要是不想活了，我就去送他一程。三哥，就让三嫂进宫一趟吧，我不想让母后出事。可是宫里出了事情。南宫月用我母后的性命要挟，他要见你一面，你可愿意去见他？我去。月儿，很抱歉，这件事原本和你无关，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但是母后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救人要紧。我想不明白，南宫月为何要见你？我不想让你出事。我和他没冤没仇，他不会杀我。明安帝一看到舒浅月，就忍不住长长的松了口气。保护好自己，离他远点，不要让自己陷于危险之中。陛下，你明知道我的身份，你还愿意相信我吗？皇后的命重要，你的命也一样重要。是，我明白。南宫月，你要见的人来了，你马上放开我母后，让她一个人进来。不可能，你先放了母后。南宫耀，你当我是傻子吗？我要是放了这个女人，你们立刻就会下令万箭齐发，把我射成个刺猬。舒浅月，我数3下，你再不进来，我立刻就割下这个女人的脑袋。1、2。舒浅月毫不犹豫地迈步走了进去。你想见我，是想以我作为人质吗？现在我来了，你可以放了皇后娘娘，她流了不少的血，需要马上救治。她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儿？你过来。舒浅月再次向前一步，忽然南宫月脱手松开了韦皇后，一把拉过她，挡在自己身前，手中的长剑已经架在了她的脖子上。有你陪我一起死，不亏了。长剑光芒闪过，一道鲜血激射而出。这一变故，所有人都想不到，南宫月竟然横剑自刎了。陛下，皇后娘娘只是受了惊吓晕了过去，并无大碍，只要服点安神药便好。但是荣王殿下已经气绝身亡。他真的死了吗？回陛下，真的死了。明安帝的目光从太医脸上扫过，看向南宫耀、南宫林，最后落到舒浅月的脸上。他临死之前和你说了什么？回陛下，南宫月什么也没说。不可能。三嫂，不管二哥他死之前对你说了什么，或是你对他说了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们都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觉得他会和我说什么？我要是什么都知道，还用问你吗？三嫂，你要是不想告诉我们，就只和父皇一个人说吧。朕亲口许诺，只要你说出南宫月最后的遗言，朕都绝不会追究。陛下，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把我当成奸细，抓起来拷打盘问，我绝无怨言，因为我问心无愧。南宫月的突然自刎，确实让他背上了重重的嫌疑，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猜疑，这里面有什么阴谋，更何况别人呢？父皇，别人可以不相信月儿，但是儿臣相信他，他不是奸细，更不会做有损咱们南臣的事情。如果父皇要拿他下狱，就请将儿臣一起下狱吧。三哥，你怕不是疯了？你是不是被人下了迷汤，失了心神，竟连这种话也说得出口？老三，你真的要护着他吗？是，儿臣发过誓，他和儿臣荣辱与共，同生共死。别人想要伤他，就先从儿臣的尸身上踏过去。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不但明安帝呆了呆，就连舒浅月也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南宫耀，他心里激荡无比。忽然身体晃了晃，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太医，快传太医！哀家要见见穆王妃。郭太后神情有些疲惫，她这段时间没在宫中，一直在城外南郊的绿竹庵礼佛。听说宫中发生了大事，这才连夜赶了回来。回禀太后娘娘，我家王爷吩咐过，除了太医，认识谁都不能进去，请太后娘娘恕罪。哀家只是想来探望一下孙媳妇，南宫耀也未免把人护得太过了吧。房间里舒浅月醒过来，听到郭太后的声音，忙爬起身。
走过去打开了房门。太后娘娘，好孩子，你受苦了。太后娘娘，您一回宫去来看望我，我感激不尽。你还叫我太后娘娘？皇祖母，您都知道了，你还愿意和我说话吗？您不觉得我是奸细，是南城的叛徒？宫里没有不透风的墙，就算郭太后不在宫里，但宫里的消息也会事无巨细地传到她的耳中。关于她的真实身份，怕是郭太后早就知道了。哀家只是老了，并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哀家还没有老眼昏花到认不清人。你要是北林派来的奸细，那哀家早就死了，哪里还能活到今天？别人不信你，哀家信你。皇祖母，他没想到在这宫里还能听到这么温暖的话语。好孩子，你跟哀家去慈安宫，有哀家在，看谁敢动你一根头发。皇祖母，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留在这儿，莫老殿下会护着我的。好孩子，你还是太年轻，不要太相信男人说的话，尤其是皇家的血脉。为了得到某些东西，他们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舒浅月心中一凛，只觉得郭太后这话里有话。她想起郭太后之前对南宫耀的态度，可以用冷若冰霜来形容，就连对南宫琳也比对南宫耀要亲近得多。南宫耀和他的亲事是郭太后所赐，但当时他是京城有名的草包加丑八怪，南宫耀却是赫赫有名的战神，文武双全，智计无双，相貌更是俊美绝伦。这门亲事可以说是指婚的莫名其妙，就连舒浅月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高攀了。由此可见，郭太后对南宫耀极为不喜，这门婚事与其说是赐婚，倒不如说是对南宫耀赤裸裸的羞辱。怎么起来了？太医说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卧床静养。南宫耀，你说实话，我究竟得了什么病？你没生病，你只是有了身孕。我有了身孕？月儿和绵绵又要多一个弟弟或是妹妹了。舒浅月的手按在自己的小腹上，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想起这段时间自己的嗜睡、体力不支，时不时犯恶心，确实在怀有身孕的征兆。他竟然完全没往那方面去想。怎么不高兴？你不喜欢孩子？不是，就是太突然了。你困了，睡一会儿吧。你留下来陪我。好。南宫耀轻轻躺在他的身边，两人紧紧相贴，呼吸相闻。舒浅月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梦乡。挑娘，你有了我的骨肉。众挑娘，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你哥哥把你送进了宫里，你是众挑娘，只能是我北皇傲的女人。南宫耀，就……舒浅月猛地一个机灵，从睡梦中醒了过来。怎么了？做了个噩梦。梦到什么了？舒浅月想起梦中的情景，不由皱了下眉头。真是个匪夷所思的怪梦，荒诞的可笑。他竟然会梦到北皇傲，北皇傲还口口声声说他的孩子是他的。没什么。舒浅月不想把这闹心的事说给南宫耀听。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想月儿和绵绵了。南宫耀只是看着他，却没有说话。他的沉默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陛下还是怀疑我和南宫月的死有关，我被软禁了。算了，所有人都不信我，只要你信我就够了。南宫耀，你没必要对我觉得抱歉，我的身份确实会让人怀疑，尤其是南宫月，他临死之前还用了这样的法子来陷害我，我就算是有100张口也解释不清楚，就连我自己都想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月儿，我发过誓会护你平安，不管是谁也不能伤害到你，我的誓言永远有效。若是想伤害我的人是你父皇呢？无论是谁，我这就让人把月儿和绵绵接进宫来陪你。父皇虽然不许你出宫，却没有不许他们进宫。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们永远都会陪在你身边，永远不会离开你。刘嫔找我有事？我来这里只是想求王妃一件事，希望王妃能够答应。刘嫔向我行这样的大礼，我可受不住。您虽然由妃降为了嫔，仍是高人一等，而我却是被软禁起来的犯人。王妃，您前途不可限量，我提前向您说一声恭喜。什么意思？恭喜我什么？我又有什么前途了？王妃不愿意张扬，可大家都是明白人，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我知道开口求人不易，但为了我的月息，我也只好厚着脸皮来求王妃了。只要您答应救救我的女儿，不管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你让我救月息公主，我哪有这样大的本事？刘嫔娘娘，你找错人了。今天我还敢称呼您一声王妃，要不了多久就要唤您一声皇后娘娘了。你胡说什么？宫里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妃何必还要掩饰呢？如今荣王已死，太子之位定会落在穆王殿下的头上。您这个穆王妃啊，很快就是太子妃。等陛下禅位，日后所有人都得匍匐在您的脚下，不只是嫔妾，所有人都要仰视您的荣光。刘嫔，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今天你说的话，我就当没有听过。来人，送客。王妃，您救救我的月息，我只想救救我的女儿，求您。刘嫔娘娘，我自身难保，哪来的本事救人？你求错人，找错对象了。没错，我找的就是你。南宫月他亲口和我说，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找人救月息，就让我来求你。他说你一定会帮我的。南宫月？他只是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你。刘嫔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他的掌中。舒浅月目光顿时凝住，他呆呆看着手中的玉坠。他万万想不到，刘嫔给他的竟然是那枚被南宫耀扔到湖底的玉坠，也就是众卿臣给他的传家之宝。他怎么会落到南宫月的手里？但南宫月已死，这个答案他怕是永远也不知道了。父皇，这里有我，您去休息吧。该休息的人是你，罢了罢了，这许多奏折反正也批不完，你去休息吧，明天再继续。南宫耀又待了片刻，拿起奏折继续批阅起来。等他批完了大半奏折，外面已经打起了3更的鼓点。南宫耀已经有2天没有去看舒浅月了，他心急如焚。回宫的路上，情不自禁加快了脚步。月儿，舒浅月平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呼吸也时断时续。来人，传太医。南宫耀几乎快要疯了。太医们赶了过来，个个神色凝重。有着太医院第1太医称号的何太医把完了脉，也是一言不发。何太医，你快说，他究竟是怎么了？实不相瞒，王妃她是中毒了。什么中毒？她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呢？你们既然发现她中了毒，那就给她解毒啊！你们这么多人，难道连个毒都解不了吗？老夫无能，解不了王妃的毒，只能让毒性暂缓发作，但也只能够拖延3天罢了。要是3天之内找不到对症的解药，恐怕王妃她救不活他，本王让你们全都给他陪葬。三哥，您冷静啊！要是他有什么闪失，本王就一把火烧了你们太医院。放肆！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就要放火烧了太医院？耀儿，你说这话简直太让母后失望了。母后，您怎么会来这里？本宫听说舒浅月中了毒，便过来瞧瞧她。刘嫔，穆王妃中了毒，今日只有你来过，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你们是怀疑我下毒谋害了穆王妃吗？我只是和穆王妃说了几句话，不是我干的，我没给她下毒，她不是大夫吗？如果我真的给她下毒，她怎么会察觉不到？你们休想冤枉我！出去！她双眼赤红，身上的戾气散发出来。刘嫔更是不敢多留半刻。韦皇后本来想说什么，终于还是什么也没说的离开了。得知消息赶来的明安帝看到舒浅月的模样时，也是倒抽了一口冷气。何曾查出是何人所为？父皇，儿臣恳请您彻查此事。朕会亲自彻查。朕那里还有一株天山雪莲，据说可解百毒，待会儿让人给你送来。多谢父皇。这个逆子，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连本宫这个母后都不看在眼里，实在是可恨可恼。殿下对您还是孝敬的，他都是受了那个北陵妖女的蛊惑，等那北陵妖女死了，管好自己的嘴，要是有谁多嘴多舌，就割了他的舌头。奴婢不敢，奴婢不敢。奴婢办事，娘娘放心，真的没有人察觉。奴婢已经买通了那店里的宫女，让他们把药膏抹在她用的茶杯上，事后那茶杯也被奴婢销毁了，谁也查不到是娘娘您的头上。躲在窗外的南宫琳身体一僵，像是被点了穴道般动弹不得。这是本宫花了好多心思才弄到的毒药，就算是大罗神仙，
也救不了他的命。娘娘英明。南宫林再也听不下去了，他转过身悄悄离开，漫无目的的在宫里走着，竟然是母后下的毒。要不是亲耳听到，他怎么也不会相信，向来亲切慈和的母后怎么变得这般的歹毒，竟然让人给三嫂下毒。三嫂究竟哪里得罪他了？母后竟非要置三嫂于死地而不可。口口声声说会保护好他，你就是这般保护的？与你无关，与我无关。傅子夜冷笑，咬牙提拳冲了上去，和南宫耀斗在一起，招招致命。两人虽然没有用上内力，可拳拳到肉。你们打够了吗？打够了就听我说。月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你们看到的那样，我被人下了毒。然后呢？我承认是我故意中的毒，那毒性虽然厉害，可对我却没什么大碍。我又吃了一种药，让自己进入了一种假死状态，就像你们之前见到的样子。可是太医明明说你的毒无药可解。他解不了的毒，我未必解不了。你忘了我服用过百毒不侵的药了吗？抱歉，让你担心了。你故意假死想做什么？我只是想知道，韦皇后为什么想给我下毒。你打算怎么办？装鬼。南宫瑶，你不会拦着我吧？答应我，以后再不许这样吓我。以后不会了。四目相视，有一种无形的情意在其中流动。傅子夜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苦笑一声，自己真的是多余。韦皇后睡梦中只觉得冷风吹到了脸上，蓦然惊醒。你是谁？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本宫的寝宫！皇后娘娘，你不认识我了吗？舒浅月，你究竟是人是鬼？我是人是鬼？皇后娘娘，你说呢？别过来！皇后娘娘，你为什么要给我下毒？说，为什么害我？因为我恨你，你这个北陵的妖女，你混了我的药儿，还差点害得我身首异处。求求你，求求你快点走吧！舒浅月露出了然之色，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韦皇后把仇恨全都记在了他身上。拜见陛下。你明安帝大吃一惊，这是要把他的魂都吓出来吗？明明前一晚还躺在床上几乎没了生机，第二天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眼前。父皇，这件事是这样的，浅月也是没办法才用了这个法子，只是为了能找到下毒之人。朕要他自己说。舒浅月，你究竟有没有中毒？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朕？陛下，我确实被人下了毒，但这毒我自己解了，却留是装作中毒未醒的样子，就是想在暗中找出下毒之人。我当真不是有意要欺瞒陛下，只是若不这样，也不能让下毒之人露出破绽。找到了吗？是谁要下毒害你？父皇，若这下毒之人是您身边最亲近的人，您是否能做到一视同仁？明安帝瞳孔一缩，他正想开口询问，皇帝，你是不是糊涂？你要是管不好你的后宫，哀家就替你管。好好的一个皇宫，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乌七八糟，竟然有人胆敢给哀家的孙媳妇下毒！他得知舒浅月中毒的消息，气急攻心，竟然晕厥了过去，慌得他身边的宫人忙去禀报了南宫耀。舒浅月得知之后，悄悄赶到了郭太后那里，施针救醒了太后，然后把自己将计就计的事情坦然告知。他没想到郭太后还是沉不住气，跑到明安帝这里替他讨公道来了。母后，莫非您知道是谁下的毒吗？除了那个女人，还能有谁？平时看你倒是挺聪明的，怎么到了关键的时候就成了个榆木疙瘩？孙媳妇，跟哀家走，以后哀家护着你，看谁敢动你一根头发。陛下，你听臣妾解释。皇后，你太让朕失望了。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舒浅月她没死，都是你们装神弄鬼骗本宫的。瑶儿，你过来告诉你父皇，母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啊！南宫耀脸色冰冷，灵儿，你帮母后说句话，你说啊！母后，你怎么会变得这么狠心？孩儿都快要不认识您了。这句话打散了韦皇后心底最后的一丝希望。她看着面前的南宫林，还有毫无表情的南宫耀，
最后落在一脸无情的明安帝脸上，只觉得全身发冷。不该是这样的，可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满盘皆输。皇后，朕本来以为你贤良淑德，多年来将朕的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你却……来人，即日起废除韦氏皇后之位，降为嫔，软禁清心阁，非诏勿出。离开韦皇后的寝殿，南宫耀一直沉默。舒浅月知道他和明安帝的感觉一样，没有打扰他。这就是皇家。韦皇后以前对他并无敌意，甚至还一再表示出对他的喜爱，但一旦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韦皇后就立刻将他视作死敌，深恶痛绝。她甚至不惜和南宫月串通演了一出戏，只为了要将他置于死地。要不是被他及时识破，怕是连月儿和绵绵也难逃韦皇后的毒手。想想他仍是不寒而栗。南宫月与北陵勾结，罪证确凿，明安帝派去的人在他的居处搜出了大量通敌的证据，他的党羽被斩首示众，罪名较轻的则发落充军。那一日，荣王妃自缢于府。三嫂，快随我去看父皇，父皇病危。陛下病危？陛下得的是什么病？陛下不是病，是中了毒。陛下怎么会中毒？这毒可厉害。陛下所中的毒，毒性复杂，这毒并不是从口而入，而是吸入了毒气，而香味就是毒气的来源。我暂时还没有找到陛下所中之毒的源头，但这毒和所有香气相冲。不过太后不必担心。陈王爷求见。宣。片刻，一名紫袍玉冠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拜见太后，臣在外游遍了大江南北，听说宫中出了事情，连忙星夜赶了回来。不想一回到宫中，就听说皇兄他得的什么病，可有大碍？为何不见太医？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你皇兄他被人下了毒，那些个太医们竟然谁也没能瞧出来。幸好有哀家的孙媳妇，有她在，陛下不会有大碍。孙媳妇儿。成王的视线随着郭太后落到舒浅月的脸上，微现诧异之色。你一走就是4个春秋，你的身体还好吗？回太后，臣的身体很好，这条胳膊也没事儿，只是阴雨天气的时候有些酸痛罢了。太后，您老人家身体可还安康？有月丫头在，哀家这把老骨头还扛得住。月丫头。成王又看了舒浅月一眼，舒浅月从原身的记忆里搜了搜，他是明安帝的堂弟，两人也是少时玩伴。在明安帝还年幼之时，一次出宫游玩，遭遇歹人偷袭，危急之时是成王舍身相救。后来他更是协助明安帝一路登上帝位，后辞别远游，但也因为那场意外，他的左臂被废。郭太后见到成王十分欢喜，明显有许多话要讲。众人识趣的告退。我怀疑陛下中的毒和这幽冥花有关。幽冥花？这花有毒？他看来看去也没觉得这小花有什么特别的，和路边的野花没什么区别。有毒，但毒性不烈。不过你别小看了这花，一朵花的毒素不足为惧，但若是成千上万朵的幽冥花，毒素就能让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了。南宫瑶，宫里的香料都放在何处？全都收在库房之中。我想去看看。好。功夫不负有心人，2个时辰后，他终于在一只放置沉水箱的匣子里找到了要找的东西。这些香料是你负责保管的？是奴才。那你可知道，皇上中了剧毒，就是来自于这些香料。母王妃明察，奴才绝对不敢干这种事情啊。是吗？有没有干过？以后再说。告诉我，那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你放进去的？不是。你看守库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奇怪的人？3个月前关公公来过，说是为皇上来取龙涎香的，要得很急的样子。奴才查验过他的令牌，确实无误，就放他进去了。但是他去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小太监说道：“这关公公侍奉明安帝多年，地位仅次于陛下最宠信的张公公，也算是陛下身边的红人。听闻还是当年的成王救过陛下之后，特意挑选了送进宫来的。”种种线索全都指向了成王，偏偏成王迟不迟早不早的，偏就这时候回到了京城。他又是极爱花的，
难道说这件事真的与成王有关系？莫非奴才只记得这些了？舒浅月行色匆匆，心里不断想着，如果事情真的和成王有关，那么这个阴谋在当年明安帝还年幼的时候便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韬光养晦了几十载，现在才付诸行动。那关公公多半就是成王安插在明安帝身边的眼线。3个月前，借着去取龙涎香的机会，将幽冥花瓣混入了那些香料之中。关公公，他对父皇忠心耿耿，不会有二心，父皇对他更是信任，他怎么会背叛父皇，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南宫耀心里已经多了一份猜疑。那成王呢？皇叔生性散漫，对朝政全无半点兴趣，故而父皇封了他一个闲散的王爷。他最喜欢的就是游山玩水，况且他以前救过父皇，怎么会突然对父皇起了歹意？成王在宫中可有府邸？你想夜探成王府，你还是怀疑这件事与皇叔有关？不是夜探，而是正式上门拜访。他总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我和你同去。有南宫耀一同前往的话，更不会引起怀疑，他也省得找借口。咦，你们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了？皇叔多年未见，想和您叙叙旧，唐突拜访，还请皇叔见谅。你们来的正好，我这里刚刚煮了新茶，你们尝尝味道如何？南宫耀一边喝茶，一边和成王话起了家常。舒浅月端着茶杯，嗅着茶香，慢慢啜饮了一口。他的视线不经意地落在了角落里的兽族铜纹香炉上。如果他没有闻错，这香炉里燃烧着的香也是混杂了幽冥花的沉水香。难道说自己所料错了？好茶，这是本王特意从南边带回来的云顶雪露，用的水也是从山上取的冰川水。听说皇叔喜欢养花，且颇有研究。本王只是粗通皮毛罢了。这就是幽冥花瓣，是本王从极为偏远之地求来的，据说能够养神安眠，且味道也着实好闻。本王用过之后，确实觉得睡眠好了许多。本王还特意让关公公带了些去给陛下用。皇叔，将这花瓣放在沉水香中使用的法子，也是您和父皇说的吧？不错，当时陛下还想向本王多讨要一些，本王告诉陛下，这东西用多了便是剧毒，陛下这才一笑置之。不知皇叔对我父皇子嗣中毒一事可有何见解？本王不通医理，但听说陛下中的乃是幽冥花之毒，本王并不以为然。这幽冥花瓣鲜少有人所知，又是极难得之物，统共京城只有本王带回来了这么一些，就算全都给陛下用了，对陛下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本王怀疑是有人刻意陷害，才这般大费周章。事实真相如何，本王亦未可知。成王这话确实有理，就算真的是他下的毒，现在也没有证据。天色已晚，不便再打扰皇叔，我们这就告辞。皇叔手中的东西切不可再让旁人得知，否则会百口莫辩。好，本王会记住。王爷可是被怀疑了？南宫耀耳朵一动，觉得有些耳熟。等到那人再开始说话，才忽然想起，这不正是父皇身边深受宠信的关公公？应该没有，南宫耀临走还叮嘱过本王，莫让此事被旁人得知。那王爷下一步的计划是？一切如常。真的是皇叔，只是父皇若是出事，对他一个闲散王爷有何好处？他在朝中一无兵权，二无实权，他能如何上位？舒浅月也摇摇头，尽管他和南宫耀同样对成王起了怀疑，却又都觉得这些怀疑的理由立不住脚。王爷，属下听一些年老的宫人说起一个传闻，当年成王救的不只是陛下，还曾救过先皇，故而先皇颁下一道密旨，若是陛下有何意外，将会由成王监国处理朝政。如果先皇真的颁下这样的密旨，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还从不相干的宫人嘴里口口相传，府就随便打听一下便得知了。更何况先皇又不是膝下无子，他是鬼迷了心窍还是怎的，竟会颁下这等让人啼笑皆非的密旨？他出现的太巧了。是啊，实在是太巧了。陛下刚一中毒，成王就回京了，而宫里又传出关于他不利的传闻。南宫耀眉头紧皱，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透着一股子古怪。扶酒退下后，他走到桌边，拿起茶杯就要饮下。等等，还记得咱们在成王那里喝的茶吗？他从怀里取出帕子，擦了擦南宫耀的手指，又将帕子打湿，取出银针擦了下帕子，只见银针立刻变得乌黑无比。竟然真的是皇叔！那毒应该是抹在了茶杯边缘，你的手碰过茶杯，手指上却沾了毒，
这毒溶于水，你只要碰过带水的东西，比如喝茶的时候沾上一点水，这整杯茶立刻就会化为毒水。现在看来，确实种种证据都指向了成王，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皇位。所有人都以为你就是下一任太子，只要陛下出了事，你再毒发身亡，京城必将大乱。若是再有先皇密旨，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接任大位。舒浅月分析的头头是道，南宫耀不语，记得自己小时候也曾绕膝在成王身边，成王对他很是喜爱，常常抱着他去骑马打猎，亲手给他做小弓小箭，还用木头雕了小老虎送给他。虽然都不是多值钱的东西，却让他感受到了一份亲情。没曾想多年不见，他一归来竟然是带着杀意。关公公，你还有何话说？你不是说你下的那毒见血封喉，能让南宫耀化成一滩血水？今天本王在早朝之上见到的人，莫不是鬼？王爷有所不知啊，咱家确实是用的是1等1的剧毒。南宫耀还能够活到现在，怕是和他娶的那个女人有干系。那个女人听说是出自蝶谷，深得蝶谷诡异的真传，或许是被他救了回来，也未可知啊。但是王爷放心，此事咱家做的是极是隐蔽，任是谁也不会怀疑到您身上来。关公公，你跟了本王也几十年了，你知道本王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咱家自然知道，王爷大可放心。成王似乎已经平息了怒气，两人开始闲谈起来。娘亲，你为什么好几天不回来？义父说你在宫里有要紧的事，有什么事情比我们更重要吗？两张同志的小脸一起看向他，舒浅月笑了笑，浑若无事地岔开了话题，问了问他们近来的功课。皇宫里那种肮脏的事情，他可不想污染了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他陪孩子们待了大半天，就准备赶回宫里。娘亲，我也要和你一起进宫，我想天天看见你。以前父王也常常带我进宫的，为什么这次就不行？等我和你们父王处理完宫里的事情，就回来陪你们。你是哥哥，要听娘亲的话，你要是不听话，谁来帮我管束绵绵？好，我听娘亲的。娘亲，我也要进宫。你听话在这等我，我办完事回来就带你们回蝶谷。真的？娘亲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娘亲，你放心了，我会照顾好妹妹的。你准备怎么做？先按兵不动，不能打草惊蛇。皇叔他在外云游多年，可宫中一旦有事，他立刻就出现了。可见朝堂之中定有他的眼线，既要按兵不动，又要先除眼线。在陛下没有醒来之前，确实是不宜大动干戈。但毒蛇既然露出了獠牙，咱们就先拔了他的毒牙，给他一个警告。2天之后，关公公就被逐出了皇宫，因为在他的房里发现了巨额的银票，可他又支支吾吾交代不出银票的由来，说的驴唇不对马嘴，最后被驱逐出宫。之后的几天里，宫里接二连三的有人出事，不是这个渎职，就是那个代工，逐的逐，捉的捉，一时之间宫里鸡飞狗跳，人人不得安宁。舒浅月接到郭太后的旨意，心想该来的终于会来。也是，他和南宫耀这几天把皇宫搅和得不轻，郭太后怕是已经看不下眼去了。怎么办？太后娘娘发威了。谁叫你想出这么损的法子，连皇祖母都让你惊动了。罢了，我陪你去一趟慈安宫便是。舒浅月忍不住笑了笑，不是他想的法子太损，实在是成王在宫里埋藏的根基太深，要是不用点出其不意的招数，早就让人看穿了他的用意。哀家问你，你最近在闹腾些什么？皇祖母，我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说来听听。皇祖母，我斗胆想问一问，当年先皇是否下过一道密旨，若是陛下出了什么差池，由成王代理朝政？那又如何？舒浅月知道皇家最忌讳这种事情，可这时候也顾不得了，将自己在成王府的发现一一说给郭太后听。皇祖母，事实证明成王就是下毒暗害陛下之人，如果他当真得到过那道密旨，那么陛下若是有什么意外，他就可以凭着密旨顺利登上皇位。这话不可乱说。在郭太后的眼中，一个救了自己丈夫和亲生儿子的人，甚至不惜失去了一条手臂，能有什么坏心思呢？皇祖母，那日孙儿从成王府回来，杯中的茶水被人动了手脚，要不是月儿及时察觉了异样，
孙儿现在已经成了一具尸体。当真，这几天被你们闹腾着赶出宫去的那些人，都是成王的眼线了。是的，皇祖母，这都是我想出来的主意。皇祖母，您要罚就罚我吧。罢了，你们去吧。哀家想自己待会儿。没想到穆王妃的医术这般了得，陛下这么重的病也治好了。臣看到陛下龙体健康，这颗心总算是落回了肚子里。成王，陛下是中了毒，而不是生了病。这次我侥幸替陛下驱了毒，但这下毒之人至今没有线索。成王神通广大，不知可有什么线索吗？我一个闲散之人，无职无权，又多年未曾回京，哪有什么线索？穆王深得陛下信任，难道一直到现在也未查出真相吗？暂时没有。陛下，你方才问我可有什么好地方让穆王历练一番，臣现在倒想到了一个好去处，正适合穆王殿下。哦，说来听听。臣游历四方，曾去过极北的蛮荒之地，那里出产寒铁，用来锻造兵器是极好的，只是产量稀少。陛下想对北陵用兵，需要大量的兵器，若是在锻造的兵器里加入一点寒铁，则凡兵立成利器，上了战场会增加我方极大的胜算。臣听闻穆王曾经找到一处出产疾风的铁矿脉，想来对这寻矿颇有研究。若是能在北蛮之地找到寒铁矿，岂不是对我朝的一大助力？臣又听说近来那里瘟疫流行，医药紧缺，而穆王妃的医术如此高明，若是能治好瘟疫，岂不是对当地百姓大功一件？对穆王的威望也有很大提升，此乃一举两得。陛下觉得如何？南宫耀心里暗暗冷笑，这成王分明是做贼心虚，担心他有把柄落在自己手里，就来个先下手为强，想把自己和月儿支到那极北的蛮荒之地。说得好听，是为了让自己寻找寒铁矿脉，让月儿去治疗当地的瘟疫，为自己增加威信和军队的助力。但那北蛮之地常年窘迫，动荡不安，这一去危险重重，能否活着回来也未可知。说是让自己去历练，倒不如说是送死更为妥当。北蛮之地确实出产寒铁不假，但朕也听闻那里的人蛮横无理，时有动荡。陛下，正因为那里动荡不安，才需要穆王这样的人以雷霆之势前去镇压。那些蛮横的最服的就是强者，您还担心穆王丢您的脸不成？臣可记得陛下当年才12岁，就已经提着长枪，骑着比自己还要高一头的马领军出征了。不错，老三他不弱于朕当年。老三，你觉得如何？儿臣愿意前往北蛮之地，为父皇解忧。好，好，好，那你就下去准备准备，朕即日下旨送你出乡。陛下，该是真了。明安帝笑着躺在床榻上，闭上了眼睛。成王一脸好奇地看着，并未离开。舒浅月索性当着他的面取出针囊，他把针消了毒之后，手法熟练地为明安帝施针。起针后，拔出来的银针尾端已经是闪闪发亮，毒质去尽。施针之后，明安帝已经沉沉地睡着了。穆王妃的医术果然了得，深得诡异真传呐！这般好的医术，治疗北蛮之地的瘟疫，想来定能药到病除。穆王妃，此去一定要小心啊！不该管的事情，切莫过多插手。成王，不是自己的东西，也切莫垂涎。诸位来见我，有何要事？穆王殿下，臣等要说的乃是朝中重事。穆王妃一介女流在这里旁听，怕是不太妥吧？本王允许，如何？穆王殿下，这自古规矩，女子不得干政。你闭嘴！这位老大人，你今年高寿？怕不是有60多了吧？早就到了含饴弄孙的时候，为何不在家里享享清福，需要跑到别人地盘上少口多舌呢？你什么你？连话都说不利索了，还一口一个女子的。你这么瞧不起女子，为何还要处处依赖女子？没有女子，哪来的你呢？本王妃确是女子，但本王妃却比一群只知道吃白饭的人要强100倍。你们是男子，你们有本事，为何陛下要派人前去北蛮之地？你们一个个都像缩头乌龟一样不出声了。你们要是真有本事，你们去啊！不敢去，还在这里乱叫什么？
底下的大臣们被训得一个个面色青白，低下头去。南宫耀本来有些郁闷烦躁的心情，被舒浅月这番话全都驱散了。尤其看着大臣们面如土色，更是暗暗好笑。你们心里是不是都在骂本王妃是个女人？目光短浅又不识大体啊！舒浅月忽然指着那老头：“对，就是你。”没有，下官不敢。不敢？我看你们都敢得很。你说你一大把年纪，跑出来闹腾什么？在家里安安静静的等着寿终正寝不好吗？要是觉得闲得难受，不如这次北蛮之行，我和穆王带你一起去如何？让你也欣赏一下北蛮风光。臣不敢，臣不敢。好了，王妃莫要跟他们置气。诸位大人，方才是王妃唐突，还请诸位海涵。诸位要是没什么事儿，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你刚才很神气啊。哪有？我这还不是仗了穆王殿下你的事吗？算你有自知之明，你这般厉害，可是吓破了这些人的胆子。舒浅月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史管家匆匆进来。王爷，陛下驾到。父皇，父皇，您怎么会来？朕要是不来，哪里会知道你的王妃竟是这般的伶牙俐齿、舌战群臣呢？陛下谬赞了。母后的眼光不错，老三，你能够娶到这样的王妃，是你的福气呀。南宫耀微微一怔，就连舒浅月也有些意外。明安帝这还是第一次这般夸赞于他。父皇，儿臣确实有福之人，不要辜负了他。你们这一去凶险非常，要多加小心，保命比什么都重要。明安帝沉吟片刻，将一个小小的蜡丸交给了南宫耀。明安帝并未多留，很快就离开了。南宫耀却将蜡丸收进了怀里，并未打开。舒浅月就明白，这应该是明安帝和他之间的秘密，不能为人得知，也就聪明的没有多问。陛下体内还有些许余毒未清，我会留下一个药方交给沈大人。魏静和义兄说过了，若是宫中有人来请，他会出手相救。公楚寒的医术毒术皆在他之上，有他在京城，确实让人放心。只是他脾气古怪，救人杀人全在他一念之间，也完全看他的心情。南宫耀点了点头，不知为何，他现在听到公楚寒这3个字，还是会觉得不快。毕竟他不在他身边的那5年，是那个义兄陪在他身边，形影不离。舅父，不敢当穆王殿下如此称呼啊。舅父。舒浅月登时恍然，原来他竟是韦皇后的兄弟，皇亲国戚，姓韦名言。敢问穆王殿下还有何指教？舅父，我即将去北蛮之地，你可有什么话要说？下官祝殿下一路顺风，逢凶化吉。舅父，你可是因为母后之事还在怪我？你母后在冷宫受苦，你却在这里逍遥快活，你还有脸开口和我说话？舅父，你不明真相，母后她……你住口！你要是还想认我这个舅父，心里面还有你的母后，你就立刻将这个女人给杀了。舅父，你说什么？如果连一个女人都下不去手，我就休在我面前提你的母后。魏延冷哼一声，眼角淡淡扫了舒浅月一眼，看也不看南宫耀，转身离去。魏兄，这是被谁惹出这么大的火气？有事快说。本王种植幽冥花一事已经被那个女人察觉，他们这次去北蛮之地，本王不想见到那个女人活着回来。她活不了那么久的。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放心，我比你更想要那个女人的命。三哥三嫂，南宫莲，你去逛花楼了吧？果然还是三嫂聪明啊，这就是醉花楼里最好的酒了。小弟我特意的带来，请三哥三嫂共品。三嫂，你尝尝这酒，比宫里的御苑的酒也是分毫不差的。南宫耀一抬手打断了他手中的杯子。三哥你放什么脾气啊？客气了这么好的酒了。不过没关系，醉花楼里啊还有好几坛，改天我请你去醉花楼里面喝个痛快，好不好呀？他醉了，来人送他回去。胡说，我没醉，谁说我醉了呀？三嫂，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明天我要和你们一起启程，父王已经同意了，让我跟着三哥出去历练呢。历练。关将军，我们今天去镇上见到了知府大人。
真是巧啊！那知府无恶不作，欺压百姓，关将军可曾知情？末将略有耳闻。本王还听说关将军助纣为虐，曾经帮着知府打退了去衙门讨公道的百姓，可有此事？有。敢问将军，为何明知此事犯法，还要知法犯法？这个……关将军似乎被问到了难言之隐。将军不必多虑，若是有什么事情，只管说出来，莫王殿下自会为你做主。莫王殿下，王妃娘娘，末将确实有罪。实不相瞒，末将并不是出于本心要助纣为虐，实在是有难言之隐。末将家中有一小女，名为碧娘，生得容貌不俗，却不想被那知府见到了小女求娶不成，他竟然派人半夜将那小女绑了去了。关将军手下有数千人马，难道还会怕一个区区知府不成？你何不带人将碧娘救出来？那畜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手段，给末将的夫人下了一种毒，那个毒每月就会发作一次。要是没有那畜生的解药，我夫人他眼中泪光闪闪，声音哽住了。如此说来，若是有人可以解了尊夫人的毒，你就不必再怕那知府大人，可以无所顾忌了。不瞒王妃，小女不堪受辱，以及悬梁自尽。末将唯一在乎的就是夫人，若是夫人无事，末将的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若是我能治好尊夫人的毒，关将军，你待如何？王妃，莫要跟末将开玩笑了。我夫人的病并非瘟疫，而是一种罕见的毒。末将请了不知道多少人来看过，可都是束手无策呀。旁人治不好，我未必就会没办法。将军，你起来，现在就带我去瞧瞧尊夫人吧。好。将军，怎的有客人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妾身这就去烧水给二位泡茶。夫人不必多礼，我们是来为你治病的。治病？姑娘不必费心了，妾身这病是治不好的了。舒浅月不答，观察着他的气色。关夫人脸色发青，眼神散乱，眉宇处透着紫黑之气，显然毒已经渗入心肺，怕是连1个月的时间也要熬不过去了。他扶着关夫人重新躺了回去，又安慰了她几句，便起身走到屋外。关将军见他对自己使了个眼色，会意地跟了出去。王妃娘娘，内子的病可还有救啊？夫人可知道自己中了毒？内子只知道得的是顽疾，他自打中毒之后，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怕是撑不了多少时日了。更何况每到月半，这毒便会发作，让他生不如死。末将实在是无能为力呀。月半，舒浅月心中一动，掐指算了算，今天便应该是月半毒性发作之日了。关将军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神色黯淡，但双手却紧紧握成了拳。爹，您回来了。梅儿，过来见过穆王妃，这是我的小女儿。拜见王妃娘娘。不必多礼，这药是给夫人喝的。娘亲每次喝完药，精神都会变好呢，只要坚持喝下去，娘亲的病一定会好的。舒浅月却不置可否，她接过药碗闻了闻，眸中露出深思。梅儿，这药先不要端给夫人喝了。王妃娘娘，大夫说这药要是凉了就没效果了，要趁热喝最好。爹，是不是这样？王妃，您的意思是，这药有何不妥吗？这药是从哪儿来的？是知府大人给的。他给的药你都敢用？毒是他下的，你女儿是他抢的，他送来的药你居然敢给你夫人喝？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末将也是没有办法，内子的病怎么也治不好，只有知府送来的药喝下去之后，内子才有了些好转的迹象。尽管知道希望渺茫，可是只有一线希望，末将也不想放过。算了，我再去瞧瞧夫人。舒浅月转身进屋，有劳姑娘了，我先给你把脉。她将指尖轻轻搭在关夫人的脉搏上，静心诊脉。过了一会儿，舒浅月收回手来，她取出银针，飞快地刺入关夫人手腕处的合谷穴。关夫人闷哼一声，脸上露出痛苦之色，却又咬牙忍住。舒浅月收回银针，看到针尖果然变了颜色，她转头对关将军道：将军放心，尊夫人这病我能治。王妃娘娘的大恩大德，末将。你先起来，等我治好了尊夫人，你
你再谢我不迟。给我准备1盆水，3条干净的毛巾。梅儿很是伶俐，打来了水，也将舒浅月要的东西准备好了。梅儿，看好了门，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许人进来。我要给你母亲施针治病，不能受到惊扰。是，梅儿记住了。王妃娘娘，这药可有不妥之处？这药里虽然没毒，却在其中混入了一味药。这药含有极强的刺激性，可以让人很快的产生兴奋的感觉，但是后果十分严重。若是长期服用，会让人上瘾，对这药产生依赖，再也戒不掉了。这狗知府骗我，他说只要内子按时服用他这药，定然能够痊愈。我居然信了他的鬼话。今日内子得蒙王妃娘娘相救，大恩大德不敢言谢。关某以后愿为穆王殿下、王妃娘娘当牛做马，任凭驱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既然将军有此血性，那不如现在就带兵去抄了知府衙门，如何？抄知府衙门，不是末将不敢，可没有圣意。末将，本王下令，关将军立刻带兵查抄府衙。末将遵令。你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我不累，我要去看你们收拾那个死胖子。不过是救人罢了，为何要消耗大量内力？他以为他看不出来，其实在他看到他走出房间那虚弱的神情时，他心里就跟明镜一样。别忘了，你有身孕。我就是消耗了一些内力，休息休息就补回来了。可我却救人一命，升了7级浮屠啊！最重要的是，还帮你收服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这不是很划算吗？下不为例。好，以后全听你的。发生了何事？百姓们前来闹事，昨日才领了药回去，今天就来闹事。你们有什么不满？说。你们抄了知府的宅子，可那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我们百姓的血汗钱，就被你们给私吞了，这让我们怎么活？是啊，快把我们的东西还回来！谁说是我们私吞的财物？我们有眼睛，都看得见。那一箱箱的财物都被搬到了你们的军营里，不是私吞又是什么？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我们要回自己的东西，这有错吗？要不是你们当兵的助纣为虐，我们会被狗官欺压到这种地步吗？你们口口声声说关将军助纣为虐，你可知道他的难处？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些士兵，他们不是没有武器，面对你们却手无寸铁，就是因为不忍心伤害你们，你们却毫无顾忌的出手伤人。你们扪心自问，他们有哪里对不起你们？这可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是这个将军带着人护住了狗官，要不然那狗官早就被我们打死了。那你可有知道，关将军的女儿在及笄之夜被狗官掳走，不堪受辱自尽而亡。那狗官给关夫人下了剧毒，以此来要挟关将军为他所命。关将军确实有错，但你是要他抛弃自己妻子于不顾，做一个不仁不义之人吗？诸位说的都不错，的确是我关某对不起大家。我因妻子中毒，我得不受那狗知府的要挟，做了许多的事。我向诸位磕头谢罪。你们以为这军营是随便就可以进得来的吗？是关将军下令，任何人不得伤害百姓，所以这些士兵们才会手无寸铁。否则，你们以为真的可以打伤他们？还有这些治疗瘟疫的药，都是军营免费提供给大家的。若是关将军真有害你们之心，他何必还要救你们？这话再次击中人们的心，百姓们面面相觑，再也无人叫嚷。若是你们再不知好歹，可休怪军法无情。末将有罪，请穆王殿下重责。这件事情我已经上书向父皇禀明，待不日就有回信。在此之前，军中事务一切如常。以后若有人再敢进军营闹事，严惩不贷。是，末将遵令。你刚刚为什么要冲上前？就不怕有人伤了你吗？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百姓前来闹事，就是想要一个说法。可你和关将军都是沉默寡言的人，根本就懒得解释。这个时候我只能挺身而出了。有的时候能不动手就不动手，能动嘴解决的事情，何必要打得头破血流呢？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话，就堵得他们哑口无言，将这场风波化解于无形之中。我哪里有做错啊？南宫耀无语，他竟然无言以对，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南宫耀，你居然不夸我，还凶我，快夸我！你做得好，这才对吗？舒浅月现在已经越来越摸清楚了南宫耀的脾气，吃软不吃硬。南宫耀看着他笑颜如花，满心的担忧全都化为一声叹息。我要去看一看关将军的伤势。他受伤了？我方才看到他左臂一直垂着抬不起来，应该受伤不轻。有军医，用不着你。南宫耀，
你别的都好，就是有点爱吃醋。在我眼里，没有男人女人之分，只有病人和非病人。我和你一起去。你的伤怎么样了？将军的左肩以前就有旧疾，这次又被人重重的砸在了旧患处，怕是不太好。军医说的还比较隐晦，要是治疗不当，怕是关将军这条左臂就要废了。我来看看。不敢劳动穆王妃的大驾，末将的伤不碍事，有军医在，吃几副药就会好的。少啰嗦。他直接按在关将军的左肩上，忍一下，肩膀脱臼了。他一只手托着关将军的肩膀，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手上发力，咔嚓一声，关将军的脸扭曲了。关将军咬紧牙关，才没让自己哼了出来。这药膏可以治疗他的旧疾，你给他涂在患处，3天涂一次，1个月之后，他的旧疾就不会再发作了。啊，多谢王妃。老先生，我也是大夫，我可以帮你坐诊。你要是大夫，那就先给老夫把个脉吧。舒浅月也不推辞，抬起手搭在了老郎中的脉上，细细感受了一下，他面色忽变。怎样？老先生，您中了毒，最少有10年了。好，果然是好医术，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医术就如此精湛。老先生，您这毒已经深入肺腑，怕是无药可救。老郎中点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一个木匣子，不过巴掌大小，交在了舒浅月的手里。老夫无儿无女亦无徒，一身医术后继无人。今日有缘碰到好姑娘，就将此事赠予姑娘，希望姑娘能妥善保管，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舒浅月还没来得及推脱，老郎中已经开始给病人诊脉开方去了。他收起木匣，也不多问。这里环境太恶劣了，药材短缺，这才造成了瘟疫流行。以前百姓们不相信官，也不相信兵，他们过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你和南宫绫可有什么收获？可有找到含铁矿脉？没有，哪有这么容易啊？要是含铁随便就能找到，也不会堪比黄金了。舒浅月也觉得自己想多了。那狗知府不知道从哪弄来许多含铁，他招了没？招了是招了，但他私售的含铁都是他克扣下来的，他并没有发现含铁矿脉。陛下那边有消息了吗？哪有这么快？也是。他叹了口气，可恨他人单力薄，也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多救一个是一个。怪不得书上常说，大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他的医术再高，能救的人也有限。数日后，南宫耀终于接到了宫里传来的消息，明安帝允了他的奏折，同意将狗知府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还之于民。南宫耀把此事全权交给了关将军负责运行。真舒服呀！他满足惬意的长吁口气，整个人都埋进了水里，温热的水荡漾着，水波浮动。泡了将近半盏茶，他才恋恋不舍地上了岸，穿好了衣物。舒浅月看着湛蓝的天空，心情大好，说不出的悠闲惬意。这些日子忙忙碌碌，难得有这样一个清闲的时光，颇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趣。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南宫耀何尝不知，他不喜欢朝堂之中尔虞我诈的斗争，渴望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他身为皇子，肩负着举国重任，他想要这种闲云野鹤，他注定给不了他。南宫耀久久不语，舒浅月敏锐地发现他的异样。不过没有你的风景，再美也是无益。月儿，南宫耀愣了愣，心底猛然窜过一阵暖流，唇角不自禁地扬起，那张俊美若仙的脸庞灿烂逼人。老先生！他吃了一惊，疾步飞奔过去，没有移动老郎中，先翻了翻他的眼皮，又把了下脉。事情和他想的差不多，老郎中是体内毒性突然发作，这毒最少在他体内蛰伏了10年之久，早已经是无药可救。舒浅月却不愿放弃希望，他取出一枚公主函炼制的驱毒丸，给老郎中服了下去。没过一会儿，老郎中灰败的脸色慢慢有了点血色，他呼吸平稳，脉象也渐渐有力。老先生，您觉得怎么样？不中用了，不中用了，我这把老骨头活不了几天，何必浪费这么珍贵的药丸？哎，当真是可惜啊，可惜啊！这药就是治病救命用的，能够让老先生转危为安，又何来可惜呢？
看来老朽的眼光不错。那日我送你的匣子，你可还留着？留着呢，老先生。那匣子你好好留着吧，老朽没什么报答你的，匣子里的东西就算是老朽的一番心意吧。舒浅月回到营帐里，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小木匣子来。他先看了看那药丸，还尝了尝，确实只有去晦气的功效。这药丸很是寻常，一般的药铺里都有的出售。想起老郎中的话，他说的是匣子里的东西，却并未说是匣子里的药丸。莫非匣子里有夹层？他对机关不是很精通，南宫耀却是颇有研究。南宫耀翻来覆去的看了一会儿，就找到了夹层的所在。打开来，里面有一张薄薄的纸。这个好像是含铁矿脉。含铁矿脉，这可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他们这次前来北地的一个重要目的。苦苦寻觅而不得，没想到却从天而降，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有些觉得不真实，这带着凉意的纸也觉得分外烫手。舒浅月终于明白老郎中的话中之意了，这张地图的价值远超过他的那枚驱毒丸，他受之有愧。把这地图收好，要是传出去消息，怕是咱们以后都不得太平了。好。南宫耀接过地图，小心地贴身收好。若这张地图是真的，那这小小的一张纸足以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舒浅月又愣了好一会儿，才从这个意外捡到宝的冲击中缓过神来。南宫耀也因为太过吃惊，两人谁也没有留意营帐外面一条身影悄悄离开。咱们来此的差事已经办妥，该启程回京了。当地的瘟疫已经控制住了，士兵们也拿到了朝廷发放的武器和军服，还有充足的粮草。他又得到了含铁地图，他准备回京之后将此事密报给父皇。好吧，听说要回京，舒浅月并不觉得怎么开心。他想到回京之后又要面临那些尔虞我诈的日子，就高兴不起来。但想到回到京城又能见到月儿和绵绵，这才精神一振。主子，福九，福九是他身边最为得力的暗卫，对他忠心耿耿，随着他出生入死，受伤无数，却从未有过像今天这般的重伤，可以说生命垂危。月儿，你一定要救他。我会尽力。他经脉受损，五脏六腑移位，胸口的剑伤差一点就伤到心脏，能撑到这儿真的很不容易。还有救吗？我只能尽人力，听天命。舒浅月说完，取出一把小银刀，用烛火消了毒，将伤口处的腐肉一点点地割除。他的手法又轻又快，饶是南宫耀用内力护住他的心脉，福九的脸色还是越来越苍白。将伤口全部处理干净，用了最好的金疮药，又包扎完毕。舒浅月面色凝重地取出银针，深吸口气，平复了一下微乱的心跳。他稳住心神，手中持着银针，稳稳地刺入福九的穴道，一共要施981针，每一针下去，舒浅月都耗尽了全部心神。他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才能不刺激到福九已经脆弱不堪一击的经脉。施完最后一针之后，舒浅月长长的呼出口气来。怎么样？能熬过今夜的话，他就性命无忧，但能不能醒来，就要看他的造化吧。辛苦你了。主子，宫中有变。宫里发生了何事？成王他得知主子拿到了含铁矿脉的地图，已经禀告了陛下。陛下怕是对主子起了猜疑之心。说完这番话，福九的力气用尽，慢慢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昏睡之中。陛下要是对你起了猜疑，会怎么样？南宫耀摇了摇头，面色凝重不语。舒浅月也沉默下来，他能体谅南宫耀的心情，被亲生的父亲怀疑，他心里一定不好受。虽然他能够体谅明安帝这种杯弓蛇影的多疑，却还是心中不满。真正要害他的人就在身边，他却猛然不知，如同瞎了一样视而不见，却怀疑对他赤胆忠心的亲生儿子，真是让人心寒。月儿，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启程回京。我会当面向父皇禀明此事。关于地图一事，我会亲手呈给父皇，以证清白。
到时候谣言自会不攻自破。可是腐朽伤势太重，虽然性命可保，他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没有1个月怕是不能行动。你和我一起赶回京城，让老六留下来稳定军心。他能同意？我去跟他说。南宫耀找来南宫林，把腐朽受伤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让他留下来。关于京城的变化和明安帝的猜疑却是一字未漏。南宫林是个藏不住事的性子，要是让他知道，怕是非要闹着跟他一起回京城不可。三哥，这里我早就待够了，我要跟你一起回京。你跟我走了，腐朽怎么办？三哥，你们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你三哥是信任你，你留在这里稳定军心，你莫非要辜负他对你的信任不成？当然不会。好吧，你们回京，这里交给我。陛下，此事万万不可，这应该只是谣传，您不能听信啊。穆王殿下奉旨前往北地，他有功于国，更是对陛下忠心耿耿，绝不会做出背叛之事，还请陛下明察。他若是没有背叛朕的旨意，为何明明找到了寒铁矿脉，却迟迟没有禀报？若不是私藏祸心，又是为何？或许穆王殿下有不得已的苦衷呢。穆王不在朝中，却仍是有人维护，可见穆王的威望不小啊。成王常年不在宫中，此时倒是对朝廷之事过分关心啊。我乃先皇之子，关心国事有何不可？我为陛下分忧解难，忠心可表。此事无需在意，朕心意已决。再有异议者，推出午门斩。成王，此事可有不妥之处？陛下，此事非同小可。那寒铁矿乃是各国垂涎已久之物，若是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可朕的皇子还在北地。陛下，您可知道，那舒浅月的真正身份是北邻国的仲挑娘。据说仲家代代都与皇室联姻，她却一直跟在穆王身边。想必那寒铁矿图也定是落入他的手中。若是让他将此图献给北陵，舒浅月的2个孩子还在京城之中，又曾救过太后和朕的性命，他不会背叛朕的。那陛下可有想过，若是那舒浅月真的没有异心，为何迟迟不将寒铁矿图献上，甚至在密信之中全然未曾提及此事？陛下，自古以来弑父篡位之事并不少见，臣不敢妄言。但那舒浅月虽然嫁给穆王生下孩儿，却改变不了她是北陵人的事实。陛下不得不防啊！明安帝脸上犹豫不决，此时门外闪过一个暗影，暗卫在明安帝耳边低语几句。明安帝脸色惊变，眼中的犹豫荡然无存。暗卫消失之后，明安帝又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说的不错，朕接到暗报，他们不但得到了寒铁矿图，也已经按照图寻找到了寒铁矿石，但南宫耀却是只字未提。他们正准备在北地秘密进行开采矿脉呢。成王，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臣定不辱使命。你是担心陛下受人蛊惑？我不愿意再祭父皇，但有些事不可不防。此事我自己回京，你和南宫林都留在这里等我的消息。他直接去了关将军的营帐之中，两人密谈了很长时间。舒浅月目光落在刚刚接到的飞鸽传书上，京城异动。明安帝下令备兵，有朝臣力荐，却被明安帝打下天牢，获罪待斩。太后震怒，亲自前去，却吃了闭门羹。此后一直被软禁在慈安殿中。月儿，我走了，你要保重。舒浅月点点头，将2个瓷瓶塞到他的怀里。一个是解毒丸，一个是毒药，你拿来防身，有备无患。还有，一路小心。他片刻也不想离开他，但局势不容乐观，他不能让他跟着自己冒险。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月儿，他日我若称帝，你就是我唯一的皇后，后宫除你之外，不会再有任何嫔妃。等我。南宫耀日夜兼程，不数日已经来到京城。开城，本王要进宫面见父皇。穆王殿下，属下无礼，陛下有旨，禁止任何人出入皇城，属下不敢违抗圣命。任何人不得出入。南宫耀冷冷皱眉，他盯着那侍卫半晌，才转身离开。这不像是父皇会下的命令。
上一次封锁宫门，还是荣王起了反叛之心，宫里定是发生了大事，否则父皇绝不会如此。又难道是父皇年事已高，受了成王的蛊惑教唆不成？即便如此，南宫耀也下了决心，必是要进皇宫探个究竟。谁派你来的？说。我绝不会告诉你的，是我技不如人，任由你处置便是。很好，我这里正好还缺一个药人，不如就你吧。所谓药人，就是用来试药的，尝过千百种毒药，身体千疮百孔，不能再用才会被放弃，其中遭遇的痛苦折磨，可比宫中刑罚还要厉害100倍。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妥协？身为一个杀手，你可不够敬业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身上有药味儿，让我猜猜，你家里有重病之人吧？我给你双倍价钱，只要你告诉我幕后之人究竟是谁。他的话似乎让黑衣人动心了，眼神闪动，犹豫不定。我还可以送你一副药方，你既然来刺杀我，一定知道我的身份。你那重病的家人，我保证让他痊愈，如何？你如何得知？你身上有金银草的味道，很浓，想必是因为家里有肺痨病人长期煎药才染上的。这是50两银子，还有1瓶药。告诉我那人是谁，我再价你100两。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个男人，衣着尊贵，戴着面具，气宇轩昂，声音很冷，说话简短，大概也不是很年轻，却也并不老。舒浅月若有所思，取出100两银票交给那黑衣人，拿着银子，马上带上你家人远走高飞，免得惹来杀身之祸。那瓶子里的药丸1天2次，1次1颗，15天之后，保你家人的病可以痊愈。黑衣人露出欣喜之色，对他千恩万谢，跳窗离开。衣着尊贵，气宇轩昂，声音冷淡，不年轻也不老。思来想去，倒是真有一个人符合标准，那就是韦炎，南宫耀的亲舅舅，韦皇后的兄弟。南宫耀一直找机会想进入皇宫，却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容易。3日了，他一直徘徊在外，寻找时机。南宫公子，多日不见，别来无恙。月儿，你就是不肯听我的话，怕你遇到危险，才让你留在北地。可你偏偏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想你了3个字，却带着满腔的柔情和相思，瞬间堵住了南宫耀的嘴。两人缠绵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分开，商量正事。我去了镇北大营。舒浅月简短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父皇这道旨意下得莫名其妙，既然认定我有谋反之意，让人捉拿于我，我明明已经故意露面，可这几日却并未见到有人前来搜捕。还是得想办法混进宫里。戒备森严，我试过了，想混进去难上加难。会有办法的。当真是可恶，那些人为何就是执迷不悟？真想把他们的狗头一个个都全都砍下来。陛下的决定都是对的，所有不听陛下之言的大臣，就该将他们打入天牢，抄家示众。可是朕已经将这些人全都关了起来，为何还是不断的有人向朕进言，反对朕的旨意呢？陛下，那些不听您旨意的人，明显就是对您不忠。这等不忠不义之人，留他何用？只会乱了朝纲。皇后说的有理，他们反对朕，朕便砍了他们的头。今天臣妾听闻又有2人上书反对陛下用兵，陛下还是尽快处置了吧。好，皇后此言甚得朕心，朕这就下旨将他们拿下。皇后娘娘果然厉害，几句话就让陛下乖乖听从，这等本事当真让微臣好生佩服。少废话，成王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这个自然不会，臣已经接到了消息，南宫耀早在3日之前就回了京城，却直到今天也未曾露面，陛下也始终未曾下令捉拿，还望娘娘再接再厉。知道了，你退下吧。那微臣告退，皇后娘娘多保重。成王行礼后笑着转身而出，韦皇后一直盯着他的身影出了大殿，一双凤眸中满满的全是恨意。想起在清心阁那段不堪回首的时日，他就无法不恨。他恨皇帝，恨成王，恨南宫耀，恨舒浅月，恨郭太后，恨把他送进冷宫的每一个人。这些他所受到的苦痛和耻辱，他要千倍百倍地讨回来。想到现在的明安帝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就连他最信任的儿子南宫耀也被他视为了最为防备的敌人。
再由此想到南宫耀以后将要面临的凄惨处境，韦皇后先是低低而笑，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张狂。南宫林听着里面传来的笑声，渐渐心凉。他并没有听从三哥的话留在北地，而是早在3天之前就抵达了京城，甚至比南宫耀还要早了1天，进宫也并未受到阻拦。韦皇后这几日的变化，他全都看在眼里。本来以为母后经过那件事之后定会痛改前非，就算真的疯疯癫癫地生活在冷宫一样的清心阁，对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远离纷扰，自在清静。她甚至想到以后将母亲接到身边，带她游历民间，一样也能过得快快乐乐。岂料她一回到京城，就听闻了父皇将母后接了回来，并宠爱有加。父皇究竟为何要这么做？是出自对母后的深情厚爱，还是另有目的？听说皇后搬去了凤鸾殿，你去那儿放一把火，我趁乱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南宫耀点点头，两人分头行事。陛下，臣等这一天等了许久了。成王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满意的笑了笑，转身离开。陛下身体不适，速去调2队御前侍卫前往凤鸾殿灭火。是。成王加快脚步，匆匆朝凤鸾殿赶去。姓韦的女人现在可不能死，否则她的计划就会功亏一篑。此时明安帝正静静躺在床榻上，双眼紧闭。舒浅月放轻脚步，一直走到床前，试探着推了推明安帝的肩头，没有任何反应。舒浅月想了想，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对着明安帝的人中穴轻轻刺了下去。突然明安帝脸色一变，裸露在外的手臂上突然鼓起来一个小包，在皮肤下扭动了一会儿，又渐渐蛰伏下去，像是有一只活生生的虫子在蠕动。巫蛊，他脑海中浮现出这2个字眼。这种神秘的东西是舒浅月不曾探究过的，但他却从书上对巫蛊之术有一些了解。舒浅月拔出银针，悄悄地退了出去。他不知道成王和韦皇后在密谋什么计划，若是贸然解蛊，明安帝的突然变化只会引起他们的疑心，让他们改变了谋划，只会适得其反。为何去了这许久，没受伤吧？我没事儿，陛下好像是中了成王的巫蛊之术，已经被控制了心神，但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母后有没有参与。他真的怀疑南宫耀真的是韦皇后亲生的儿子。韦皇后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像是要将南宫耀往死路上逼。南宫耀，你先出宫，我想借这个机会去天牢探听一下成王的底线。不行，我去，不能让你冒这样的危险。你的身份是皇子，又是陛下最宠信的穆王，他们就算知道这火是你放的，也不会把你关进天牢。这件事情只能是我去。那你若是出了意外怎么办？不会有意外，我有足够的能力自保。如果我真想走，你觉得那里可以关得住我吗？你快去找南宫林，让他多加小心。故意现身被侍卫抓到的舒浅月被带到了韦皇后的面前。是你，穆王妃，你不是去了北地吗？何时回的京城？你这大半夜的跑到本宫这里来放火，当真是好兴致啊！皇后娘娘才是真正的好心机、好手段。您被废了，还能重新获得帝宠，又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这样的本事还真是让人羡慕。我这次进宫就是想向皇后娘娘您请教一二，还请皇后娘娘不吝赐教。来人，给本宫将这纵火行凶的女人打入天牢。你以下犯上，不知尊礼，就算穆王知道此事，也断不会饶你。舒浅月，你以为穆王会罩着你？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你还以为自己是万人宠爱的穆王妃不成？你加诸在本宫身上的耻辱和痛苦，本宫会10倍奉还。皇后娘娘好大的口气，正好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才能笑到最后。带下去。舒浅月被带了下去，她如愿以偿地被关进了天牢。他给你的，他受伤了。怎么会是血书？南宫耀看得心神大乱。是狱卒的血，他很好，没受伤。那熟悉的字迹确实出自舒浅月之手，心里简单的交代了一下他现在的情况，还有从大臣们嘴里听到一些关于成王的事。
南宫耀看完，沉默不语。如果不需要回信，我就走了。慢着，穆王殿下还有何吩咐？多谢，举手之劳罢了。不等南宫耀再开口，他就加快脚步，迅速离开。南宫耀抿了抿唇角，将血书翻了过来，只见还有一行小字，写了简单的解蛊之法。他在心里默念了2遍，牢牢记在心里。父皇，逆子，你狼子野心，竟敢图谋朕的皇位！父皇，逆子，反贼！南宫耀看到癫狂般的明安帝，无奈之下只好并掌如刀，击在他的后颈之上。明安帝身子一僵，倒了下去。南宫耀将明安帝安置在榻上，他想起舒浅月带来的消息，开始在房间里寻找起来。没一会儿，就在床下找到了一个小巧的香炉，里面满是香灰。他用匕首割破明安帝左手无名指，挤出2滴鲜血在香灰之中，又将沾了血的香灰粘起来，涂在明安帝的指尖伤处，静静等待。南宫耀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就看到一只浑身赤色如血的胖虫子扭动着从指尖伤口处钻了出来。他忙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瓷瓶，对着那胖虫子，瓶子里装着含有鲜血的香灰。肥虫子一扭一扭地钻进了瓶子里，南宫耀急忙用瓶塞将瓶子塞得严严实实。收好了瓷瓶，他拿出舒浅月早就交给他的药丸，化在水里为了明安帝服下。1个时辰后，昏迷不醒的明安帝终于发出一声叹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老三，真的是你？是的，父皇，儿臣回来了。这好像是做了一个梦，梦里朕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朕听信了成王的话，下令通缉你和月儿。父皇，那不是梦，全是真的。真的？朕怎么会下那样糊涂的旨意呢？朕真的是老糊涂了，竟然中间不分，信了成王的花言巧语，还相信对朕忠心耿耿的耀儿会起兵造反。幸好会酿成大错呀！父皇不必过于自责，您的所作所为皆是因为中了奸人所下的蛊毒，这才心智混乱，不能自已。儿臣已经将这蛊虫从您体内驱了出来。父皇，您将母后从清心阁迎了回来，重新立为皇后，这件事可否是出自真心？朕念及旧情，曾去探望于他，谁知道他竟然勾结成王，暗算于朕，朕绝饶不了他骂人。张公公何在？父皇，儿臣并未见到张公公。明安帝长叹一声，摘下随身玉佩，交在他手里。老三，这件事儿交由你全权处置。总之，朕不想再见到他们。说完这句话，他像是耗光了所有的力气，重新躺了下去，不再说话。耀儿，你回来了。儿臣拜见母后。你连怎么给母后行礼都忘了吗？敢问皇后娘娘，您真是我的母后？放肆！南宫耀，你好大的胆子！母后，儿臣奉了父皇之命前来。三哥，你回来了。南宫耀见到他时并不觉得意外，仿佛早就料中一般。南宫琳沉默半晌，突然直接跪在了他的面前。灵儿，你在做什么？你给本宫站起来！谁让你给他下跪的？母后，你收手吧。六弟，你这是做什么？三哥，求你，母后她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求你留母后她一条生路吧。南宫耀一把拎起他的衣领，将他提起来。谁让你给他磕头下跪？他也配？母后，他是三哥啊！母后，你终于说实话了。没错，我确实不配做母后你的儿子，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三哥，你既然知道了，也好。敢问皇后娘娘，我的生母究竟是谁？她现在何处？10几年过去了，本宫已经记不得了，谁知道她是死是活？一个下贱的婢子而已，谁还记得她是谁？王后，陛下，您终于来了。陛下，耀儿她疯了，她竟然对臣妾无礼，求皇上为臣妾做主。是吗？陛下，耀儿她私自进京，还想要加害臣妾，她居然要弑母。够了！陛下，你为师，你演的戏真是拙劣！你伙同成王给朕下蛊，
既有胆子做，可有胆子承认？陛下，臣妾。朕全都知道了，朕怎么都没有想到，意图谋害朕的，竟然是朕的枕边人。枕边人？你何时把我当成枕边人？在你的心里，永远想着的是那个贱人。陛下，你说臣妾要谋害你，可有证据？带上来。刘公公被2名御前侍卫押了上来，扑通跪倒。奴才，拜见陛下，求陛下开恩饶命啊！把你知道的事情一字不漏的全说出来。奴才以前是在清心阁负责打扫的，后来皇后娘娘来了清心阁，奴才也曾尽心尽力的服侍过。有一天，奴才晚上起夜，一不留神看到了皇后娘娘房里有光亮，奴才一时好奇，就偷偷过去瞧，看到了成王赫然在内，他和皇后娘娘正在低声说话。皇后娘娘也没了平日里的疯癫模样，奴才就知道不好，正想偷着离开，却不小心让成王发现了。成王当场就想要了奴才的命，可因皇后娘娘阻止了他，把奴才调到了陛下身边当差，让奴才时刻监视。奴才不敢不答应啊！求陛下开恩，奴才就是因为怕死，请陛下饶了奴才的狗命。陛下，你要相信臣妾。来人，将韦氏打入天牢，听候发落。连续2次的背叛，已经让明安帝彻底的心灰意冷。我母亲究竟身在何处？你想要知道，我偏不告诉你。我死了，你们谁也别想知道她在哪里。韦氏，说出你的条件。我要一条活路和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我还要亲眼看到我的灵儿他登上太子之位。好，朕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下耀儿圣母的下落了吧？究竟在哪里？陛下，您对那个贱婢可真是用情至深，这么多年了，您居然还没有忘了她。朕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废话少说。我不相信你们，我会把囚禁她的地方写下来，等我远走高飞，自然会把东西交给你们看。你以为我们会信你？你们爱信不信，除了相信我的话，你们还有别的法子吗？陛下，如果你还想再见到他，最好就照我的话去做。传朕的旨意，即日起册封南宫麟为太子，待朕100年之后，由太子南宫麟即位。另赐韦氏1块免死金牌，白银5万两，黄金3000两，保他此生富贵无忧。韦皇后脸上闪过一抹得逞的笑容。韦氏被废出宫，成王幽禁，明安帝的蛊已解，京城局势大定。月儿和绵绵呢？被信宫的带走了。信宫的？听听。舒浅月想笑又忍住，也不知道义兄哪里得罪了他，每次提到义兄，他都是这个口气。南宫耀的目光却停留在他的脸上，眼神变得深邃难测起来。在想什么？我母亲。舒浅月也跟着沉默了。他和他一样，经历了韦皇后的事才得知，他竟然不是韦皇后的亲生子。至于他的生母是谁，他一无所知。韦皇后一口一个贱婢，恨意甚浓，但明安帝却为了得知南宫耀生母的下落，竟然愿意放韦皇后一条生路，甚至立了南宫麟为太子，这其中定有极大的隐情。舒浅月知道，南宫耀为了寻找这个谜底，不惜孤注一掷。他忽然想到一个人，韦岩。南宫耀被他一言提醒，当时醒悟过来，多谢。留下这2个字，他大步离开。或许从韦岩的口中能够得知一些线索，但事情和他想的差不多。南宫耀扑了个空，韦岩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甚至是死是活，极大的可能就是他已经和韦氏一起离开了京城。3日之后，明安帝颁下诏书，正式册立南宫麟为太子。南宫耀照常上朝，神色如常，并无半点不悦之意。但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朝臣们都猜测不到他心意如何。散朝后，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去御书房协助明安帝处理政务，而是直接回了穆王府，闭门谢客。无论是谁求见，都吃了闭门羹。
怎么样？他不是中毒，也没有受伤，是被人用异术强行封住了心神，这才看上去和活死人一般无异。舒浅月取出银针，开始给红衣女子施针。72枚银针刺入了红衣女子的奇经八脉之中，红衣女子仍是一动不动。舒浅月数着时间，将一炷香的时候，她开始起针。最后一枚银针拔出的同时，红衣女子突然坐了起来。小姑娘，是你救了我，多谢姑娘出手相救。我乃西凉女王，你有什么心愿只管说出来，本王一定会为你办到，算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你既是西凉女王，又怎么会被人囚禁在此呢？你们是？在下乃是南陈南宫耀，她是我的妻子。啊，原来你们是南陈国人。西凉向来独立，与南陈和北陵都未曾交恶。故而女王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之后，对两人的一计之心大大消除。本王是被最信任的人所背叛，落到这个下场。现在不知道那贼子坐本王的位置，坐得可还开心？女王看出两人的疑惑，轻笑一声：我虽然是被贼子的艺术禁锢于此，可感官未失，可能是因为口不能言，眼不得明的缘故，本王的听力和感知力却越发的敏锐了。你们一路上碰到的白骨大军，应该就是那些前来寻找宝藏，却运气不好，命丧于此的人，被炼成了蛊。女王被异术封密在这布满重重机关的地穴里，关于宝藏的传说却吸引了无数贪婪的人前来寻宝。这个消息又是谁散播出去的？疑云重重。你们可否见过一副血石棺材？见过，我们就是在那血棺底部找到了这里的地图，才寻到这儿的。那里是本王为自己精心打造的陵墓，只是那贼子生怕有朝一日有人能找到我，所以费尽心机将我送到了这里禁锢起来。幸好本王早就料到，故而提前在那血棺里留下地图。女王陛下口中的贼子是？西凉现在是谁称帝，自然便是谁，只是以他那狠毒凉薄的性子，怕是如今的西凉早已经被他弄得民不聊生了。那女王陛下就忍心看到自己的子民生活于水火之中吗？你说的有道理，你们是来寻宝的吧？结果没有找到宝藏，却见到本王这个活死人，是不是很失望？我们并不是来寻宝，而是来寻人，只是没想到会见到女王陛下。寻人？你们要寻的是什么人？这与陛下无关。呵呵，这里除了本王和你们两个，再也没有第四个活人。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寻人，怕是要失望了。但你们既然来此，又机缘巧合的救了本王，本王也会知恩图报，不会让你们二人白白跑这一趟。传说中的宝藏确实有的，就在这石床之下，你们自己去找吧。找不找得到，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本王就先去收拾了那些蛊虫吧。女王说完，摇曳生姿地向石门走去。南宫耀，你试试看，能不能把石床抬起来？你好好休息，急着寻什么宝？你这么想要宝藏，回去之后我带你去国库，你想要多少拿多少。我总觉得这是个机关，可是那女王陛下却不肯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别的东西。要是能打开石床，或许会有你母亲的线索。你好好休息，我来找。你答应我，不管找没找到，以后再也不许你陪我冒险。别忘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若有失孩子怎么办？好，我知道了。得到了舒浅月的保证，南宫耀才满意的吁出一口气。他在墓室里走了一遍，除了当中那张石床，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机关。他运足了力气，试着想要抬起石床，哪知道不管他怎么用力，俊脸都憋红了，石床仍是纹丝不动。南宫耀，住手！你要做什么？你要是敢伤害他，我立刻要了你的命。本王是看你的妻子中了蛊毒，给她拔毒罢了。这是我西凉秘术，以蛊治蛊，否则她中的蛊毒无药可救。难不成你想看到你这如花似玉的心上人身体里长满了蛊虫，最后被蛊虫吸干了血肉，变成一堆白骨吗？南宫耀咬咬牙，他当然不想看到这一幕。我若想害他，只要不出手相救，他用不了多久也会死。我何必还要浪费我精心培制的蛊王？你若是不信我，我乐得轻松。好，你救他。一炷香之后，你妻子还需要好好调理，这里不宜久待。外面的蛊虫已经被本王清理掉了，咱们这就离开吧。
你终于醒了。你以为我快死了是不是？南宫耀没有回答。傻瓜，我怎么会死呢？舒浅月笑着安慰他，但他也觉得奇怪。他记得自己中了很严重的蛊毒，这种蛊毒和寻常的毒不一样。他确实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为了怕南宫耀担心，他一个字也没透露。可他现在却还活着，难不成那蛊虫进了他的身体，就此蛰伏不动了？这不可能啊！南宫耀看着他，有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本王现在无处可去，只好厚着脸皮跟着你们。女王陛下，话说您既然重获自由，为什么不回您的西凉王宫里去？你觉得那里还会有我的位置吗？本王来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陛下请说。女王指着桌上那只盒子，那里有本王想要的东西，所以想和你们做一笔交易。什么交易？女王陛下说来听听。小姑娘，你在那墓穴里中了白骨蛊毒，当时昏迷不醒，本王给你拔除了大部分的毒素，但还是有余蛊未消，本王可以帮你彻底拔出蛊毒，另外再附赠你驻颜丹的丹方，若是你能炼成此丹，就可以像本王一样驻颜不老。女王陛下的条件倒是诱人的很，只是我觉得不太公平。哪里不公平了？说起来，我在墓穴里解了女王陛下身上的禁锢，换陛下为我拔除身上蛊毒，也算是两相抵了。至于这驻颜丹的丹方，我却不是很感兴趣。难道你不想像本王一样驻颜不老吗？不想，生老病死，人之常态。所谓的驻颜不老，也只是外表上没有变化罢了。我对这副皮囊是老是少，并不在乎。瞧不出你小姑娘倒是颇有见识。那既然你不稀罕这驻颜丹，你想要什么？我只是想知道那只盒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女王陛下愿意用珍贵无比的驻颜丹来交换？想来它的价值要远远超过驻颜丹。小姑娘确实聪明，不过告诉你也无妨，这盒子里的东西对本王确实有大用，但是对你们却用处不大。如果本王所料不错，这里面是一只暖玉瓶，瓶子里放的应该是一只蛊王。蛊王？没错，本王遭人暗算，功力大损，直到现在还不过恢复了30%功力，想要夺回王位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本王想要恢复功力，就要借助这蛊王，它可以帮本王增强修为，还可助本王夺位的时候以臂之力。我想再加一个条件。小姑娘，你别打这蛊王的主意，你操控不了，反会受其害。本王是诚心想跟你交易，这才坦然告知，你可别得寸进尺。女王陛下，我不要你的蛊王，只是打听一下，这墓穴里是否还有别的线索？什么意思？实不相瞒，我们去那墓穴并非寻宝，而是寻人。寻人？你们要寻的是什么人？舒浅月也不隐瞒，指了指南宫耀。他的母亲下落不明，我们找到一份地图，按照地图所示，才找到那所地穴。没想到会在那里遇见女王陛下，可我们的线索却也断了。关于你说的线索，本王确实不知道，不过本王可以帮你打听一下，倒也不是全无希望。在我西凉国中有一密族，其酋长号称知晓天下事，本王与他是旧识，或许他那里知道什么也未可知。既如此，那就多谢女王陛下，这只蛊虫请收下吧。好呀，本王说到做到，现在就为你拔出体内残留的蛊毒。你生得这样好看，你的母亲一定也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美人吧？说不定比那西凉女王还要美貌。南宫耀，你真的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吗？我不知道，但我小时候却听得工人和嬷嬷私下提起过，说我的母亲是如何温柔美貌。只当时我太小了，以为他们说的人是韦氏。我其实知道韦氏并不是我的生母，因为我有3岁之前的记忆。我记得有一个女人时常出现在我梦里，她有一双非常温柔的眼睛，她会唱好听的歌，但她的脸长什么样子，我却始终看不清楚。我以为那是梦，直到韦氏袒露了真相，我才知道那不是梦。我的母亲果然另有其人，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世上，还是早已经化作了一捧黄土，但是我却知道她有可能还活着。我就疯了一样的想要见见她，看她一眼。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可笑啊？南宫耀，你一定可以见到她的，一定可以。是的，他不会放弃。每次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上苍就像故意捉弄他般，让他看到一线光明，让他像飞蛾扑火般的相信，只要坚持，
他就可以找到梦里那个温柔的女人。3天之后，咱们就启程。咱们已经各不相欠，从今以后各走各路。你不想找娘亲了？当然想。本王不想欠人情，等本王炼化了蛊王，就带你们去见密族酋长，到时候就看你们的机缘吧。3日后，怎么变成了这样？西凉女王的身体僵了僵，美眸难以置信地睁大。云之境，顾名思义，那是一个像云雾般的桃源仙境，曾经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哪知道数十年不见，竟然会变得如此的破败苍凉。这里大概是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你们跟紧我。西凉女王看看周围，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东方走了过去。两人紧随其后，走了好一会儿，竹林深处出现一座古朴的竹楼。丹阳，是碧莲。丹阳，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碧莲，这2位是？他们是南城国人，我被那个没良心的贼子禁锢在地底墓穴几10年，是他们救我出来。原来是这样。几10年不见，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了？云之境究竟出了什么事？你来的时候已经见不到活人了吧？几十年过去了，你被关了几十年，如今云之将也早已今非昔比。到底怎么了？你被关起来的第4年，他就带兵攻进了云之将。咱们云之将的人向来是与世无争，哪里能够抵得过那些官兵的进攻？所以啊，能逃的都逃了，没逃走的都被杀了。现在这里只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和酋长了。老畜生！他当年究竟是瞎了什么样的狗眼，才将那老畜生当成心肝宝贝一般，还将他带到了云之境疗伤，没想到却害得云之境变成这般的满目疮痍。别自责了，碧莲，生死由命，你去见见酋长吧，他已经等候你多时了。你来了。酋长，云之境到底怎么了？碧莲，你天资聪慧，向来自负。当年我就提醒过你，那人不可信。如今的云之境早已经不是昔日的云之境了，这里只有我和丹阳2个老而不死的废物，再也没什么值得搜刮的东西了。你又何必来此？丹阳的身体怎么会衰败至此？命骨被毁。当真？我为何要骗你？我会让那个男人付出代价的。西凉女王不再说话，头也不回地离开。她回到竹楼里，丹阳老人沉睡着。西凉女王站在竹榻旁，取出自己炼制的命蛊，想要替丹阳重逆命蛊，却又担心他这孱弱到极致的身体经不起任何的冲击。可是没有命蛊，他随时都可能断气。女王矛盾之极，眼眶竟然红了。舒浅月看了眼床上奄奄一息的老人，试探着道：女王殿下，要不然让我试试？小姑娘，你救救丹阳。我尽力而为。就算不用把脉，舒浅月也能看得出来，丹阳老人已经是强弩之末，10日无多了。把脉之后，果然像他想的一模一样，丹阳老人的脉象杂乱不堪，时有若无。怎么样？你但说无妨。这位前辈体内经脉尽毁，修为全失，丹田破损，怕是……那丹阳他还有多少日子？如果用药好生调理，大约还有半年。罢了，就算半年也是好的。小姑娘，麻烦你开张方子吧。舒浅月在房里找到纸笔，写下一张药方，交给了西凉女王。你们猜本王多大年纪了？陛下看上去不过20多岁。本王和他乃是同年所生。我和丹阳自小相识，那年我不过6岁，因为寻找蛊引而掉落悬崖，挂在了树梢上。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的时候，是丹阳的出现救了我。那年他也刚刚6岁，我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后来我研制出了驻颜丹，可他却不肯服用。
丹阳说容貌衰老本就是上天注定，何必强求挽留。他这话和你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还不等舒浅月开口，床榻上昏迷不醒的丹阳老人发出虚弱衰老的声音。他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你醒了。碧莲，生死有命，何必强求？他叹息一声，看向西凉女王的眼中带着丝怜爱和不舍，又似是解脱。显然他已经听到了两人之前的对话。丹阳，碧莲，叫你身后的那2个年轻的过来，我想瞧瞧他们。丹阳老人笑道，尽管身体虚弱不堪，精神看上去还不错。晚辈舒浅月，见过前辈，他是我夫君，我们都是南神国的。不错不错，后生可畏啊。舒浅月也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并未多问。两位来这里莫不是要找什么东西？不瞒前辈，我们是来打听一个人的。哦，什么人？我夫君自小与生母别离，有人留下线索，我们按照这线索一路寻找，最后找到的却是女王的藏身之处，线索就此全部断绝。不知前辈可能指点一二？他可是南陈国的皇子。正是。你们先去吧，我累了，要休息一会儿。丹阳性子直傲，他不想说的事情，无论是谁，他一个字都不会吐露。就算我去问他，他也不会说的。可他明明知道什么。罢了罢了，看在你们救过本王的份上，本王就厚着脸皮再带你们去见酋长。想要让酋长开口，总比让丹阳开口容易得多。小姑娘，你做饭的手艺怎么样？还算不错。那就简单了，你去弄点好吃的，只要让酋长吃得高兴，他或许会告诉你想知道的消息。好。舒浅月二话不说，和南宫耀去林子里打了些野味，精心烹制了。酋长，这是2个小家伙特意来孝敬您老人家的。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吃人的嘴软，酋长一口气吃了2只香喷喷的烤鸡。自打云之境败落之后，老夫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食物了。说吧，小姑娘，你想从老夫这儿知道什么？不瞒酋长，他是南神国安帝之子，名叫南宫耀，自幼和母亲离散，错认他人为母，但养大他的那位皇后却包藏祸心。如今真相大白，那皇后却说他的生母尚在人间，还留下线索。我们按照线索一路寻来，找到的却是西凉女王陛下。女王陛下说您通晓天下，不知可能直言一二。南陈国的密室，没错，老夫虽然走不出这云之境，但是却听闻过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请前辈指点。老夫听说南陈国之前的皇后并非韦氏，那位先皇后一共诞有2子，长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次子名叫南宫月。二先皇后在生下2子南宫月后不久就离世了，之后南陈国的那个小皇帝很快就立了新后，姓韦，是不是啊？是。韦氏也生了2个儿子，3皇子叫南宫耀，就是你，但你并非是韦氏亲生之子，你的生母另有其人。请问前辈，晚辈的生母究竟是谁？她现在何处？往事已矣，你又何须知道太多？前辈，请您告知，不管您有什么要求，晚辈定会竭尽全力帮您完成心愿，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若是老夫让你恢复这云之境呢？晚辈愿尽全力。既然如此，老夫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吧。你的生母，她确实还活着。当年她生您的时候难产，生下你之后性命垂危，有人便将她从宫里带走了。那个小皇帝立了韦氏为后，对外宣称你是韦氏所生。请问前辈，是谁将我母亲带走？老夫只知道此人右手手腕上有一道月牙形的疤痕，若是你们能找到此人，或许会有你生母的消息。请前辈说得更明白一点，此人现在何处？老夫已经很多年没有离开过这里了，除此之外，对旁的都是一无所知。有些事情不可说，若是你们有缘，他日自会相见。
若是无缘，老夫累了，你们自行去吧。南宫耀，若是他日你母子团聚，别忘了今天答应过老夫的承诺。咱们离开之后就回去吧。回去？你是说回家？当然，我想月儿和绵绵了。怎么，你不想吗？怎么可能不想？南宫耀想起宫中发生的事情，早已经归心似箭，但难得出来一次，看到他出宫之后每日都这般轻松愉快，他就不忍心提出回京之事。京城可是有变。你怎么知道？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发生什么事了？成王不见了，父皇担心他和北陵勾结，对咱们不利。那还等什么？咱们快点回去！发生这样的大事，你居然瞒着我不说。在我心里，什么都及不上你重要。你少说甜言蜜语。你是南宫耀，在你心里，国家百姓都要远胜于我。别反驳，反驳就是你对。南宫耀就是南宫耀，我喜欢的南宫耀可不是只会儿女情长的男人。南宫耀定定地看着他，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了。咱们走吧。怎么，你们利用完了就想要甩掉本王吗？女王陛下，您误会了，您这是怎么了？丹阳他刚刚去了。怎么这么快？他是自绝经脉，可本王就是不明白，他明明还有半年的时间，他为什么就不想活了？女王陛下，您先别伤心难过。您可记得丹阳前辈临去时脸上的表情吗？嘴角含笑，是含笑逝去的。这说明丹阳前辈心愿已了，他含笑逝去，大彻大悟。您应该为丹阳前辈高兴才是啊。确实，丹阳活得够久了，他命骨已毁，能够支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活着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痛苦，是煎熬。如今他去了，却是带着笑的。三人离开云之境，沿原路返回，到了一所城镇。女王陛下，我们要在此歇宿，明天就要启程回南辰去了。舒浅月对这位萍水相逢的西凉女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相处了这些时间，颇有点依依不舍。陛下，您以后有什么打算？是要回西凉国吗？我还没有想好。若是你回西凉，我们还可以顺路同行几日。西凉女王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夜色降临，南宫耀和舒浅月同床共枕。为何要跟他同行？你不觉得他很孤独吗？他孤不孤独关咱们什么事？舒浅月没办法跟他解释自己的那种心情，他将心比心，想到西凉女王孤零零地被关在地底墓穴几十年，好不容易苏醒后，却发现物是人非。7年的旧友已逝，就算他仍旧保持着美艳的外表，那颗心他也早就千疮百孔了。他一直跟着他们，怕也是为了那每天夜里难以忍受的孤寂吧。想想就让他觉得有些可怜。南宫耀是个直男，哪有他这么复杂细腻的心情？只是觉得不想被人打扰自己的二人世界，有女王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想和心爱的女人甜蜜一下，都被别人的眼睛盯着，那滋味太难受了。明天我就给他一笔银子，让他自己走。睡吧，你的伤还没好呢，要好好休息。舒浅月低叹一声，顺从地闭上了眼睛。就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时候，就看到一条人影轻轻推开窗户翻了进来，然后又进来了一人。2名黑衣人哪里知道南宫耀已经起了杀意。你们是谁？说，谁派你们来的？是君上。什么君上？哪来的君上？说清楚。就是君上。南宫耀听得一头雾水，直接一刀割了那人的脖子，黑眸盯向另一人。这人看到同伴瞬间失衡就地，他哆哆嗦嗦，牙关咯咯作响，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南宫耀没了耐性，也一刀抹了脖子。哎呀，你怎么全给杀了？好歹留一个活口啊！他说是什么君上派来的？莫不是西凉国的君上？可西凉国的王怎么会盯上了他们？他们和西凉素无往来，又从无恩怨。不好，快去看女王陛下！今夜是女王和那只古王融合的紧要关头。你们是谁？为什么深夜闯入我朋友的房间？休管闲事，再不让开，连你们一起宰了！他们是那贼子派来的，本王早就料到，那贼子发现我醒了之后，绝不会放过我。只是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你一个女人还想和君上争夺王位，不是自寻死路又是什么？那原本就是本王的位置，是那贼子狼子野心，辜负了本王对他的信任。他将本王关在那墓穴里，像活死人一样几十年。他有胆子做这种事，
却没胆子过来见我吗？成王败寇，你命骨已毁，今日就放你一马。黑衣人居高临下的看着西凉女王，声音冷酷，就像看到一只快死的蚂蚁不屑出手般，大模大样的从两人身边走过，经过舒浅月身边，舒浅月的脸顿时一沉，他握在手中的黑木匕首毫无预兆的出手，一剑刺穿了黑衣人的咽喉，那人的尸首重重倒下。小心，他的剑有毒。其中一个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同时从腰间掏出一个瓷瓶打了开来，同时嘴里念念有词：快走，那是蛊。舒浅月只觉得眼前一暗，视线里什么都变得模糊不清。女王陛下，是我顾虑不周，没想到他们会对你下手。小姑娘，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本王已经没命了。舒浅月想到他命骨被毁，怕是命不久矣，他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受。你身上可有什么不适？舒浅月忽然想到自己失去意识之前，左臂曾经感到一阵剧痛，他下意识地扯起衣袖去看，只见雪白的小臂上有一个血痂，小小的月牙形，看上去仿佛是条虫子粘在了皮肤上面。他忍不住用指尖轻轻一触，剧痛袭来，同时那块血痂竟然也跟着扭动了几下，让他不寒而栗。那是尸骨虫。尸骨虫？我中了蛊？这是他们用本命精血所炼制的尸骨虫，一旦附着在人体之中，就像复古之躯，会跟着你一辈子。就算尸骨之人已经死了，可是尸骨虫却会寄居在你的体内，它会随着稀释你的精血而慢慢长大，最后它会把你吸成一具白骨。女王陛下，求你救他。就算你不开口求我，本王也会想办法。只是他中的蛊不是一般的蛊，而是我们西凉人用本命精血所炼制的尸骨虫，尸骨入体，无法可解。唉，不过我虽然无法替他解除这尸骨虫，却有办法让他暂时休眠一段时间。希望你们在这段期间能找到替他解蛊的人，帮我拿根银针来。女王从舒浅月那里接过银针，对着他手臂上的凸起刺了下去，只见那块凸起的皮肤颤抖起来。舒浅月忍不住闷哼一声，忍住阵阵剧痛。女王又取过一枚银针，再次刺了下去。我还有多久？长则3月。不过还有一件事，你的左手现在应该没有了知觉，大概再过上半个月，怕是就会全身瘫痪。全身瘫痪？舒浅月试着动了下左臂，果然一点知觉也没有，就连肩膀处都有了麻痹的感觉。月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找人治好你的蛊。我不担心，我这人呢，命大得很，没这么容易就死了。去准备硫磺水、艾叶、赭石还有草灰，另外再来一盆热盐水，快去。南宫耀马上点头，转身出去。没一会儿，这些东西都被送进了房间。陛下只管下针便是。女王没看他，每刺入一枚银针，舒浅月的脸色就苍白一分。等女王刺入了最后一枚银针，舒浅月的脸上已经白得像纸一样。暂时只能这样了，我只能替你暂时压制这蛊虫，让它陷入沉睡之中。若是找不到解蛊之人，10天之后蛊虫就会醒过来。我就要与世长辞了。你明白就好。蛊虫其实是一种活的毒，它们会进入你的身体，长到什么地方，纹路就会蔓延到什么地方。西凉女王一边说，一边将舒浅月手臂上的银针拔了下来。暗紫色的纹路并没有消失，只是由深紫色变得极浅极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你最好不要用左手，这些小虫子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让他们睡着了，要是你把他们再吵醒了，后果自负。知道了，多谢陛下提醒。都死到临头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哭有用的话，我早就哭了。这倒也是。西凉女王点点头，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盒子交给他。女王陛下把朱颜丹的丹方给了我，这张丹方可谓是稀世之宝，或许说这是天下所有女子梦寐以求的宝贝。舒浅月毫不怀疑这丹方的真假，因为西凉女王就是最好的例子。她近100岁却能始终保持着20多岁的模样，不只是容貌，就连身体的机能也保持着年轻时候的皎洁灵敏。除了丹方之外，盒子里还有一些信件。这是写给女王陛下的情书。这写信之人是谁？女王陛下将这封情书保存这么多年，
想来这写信之人，就是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或者说是他的夫君，也就是用艺术将他囚禁起来，把他关在地底墓穴数十年，然后坐上西凉王座的那个人。女王曾数次提到过贼子、畜生，神态言语中对那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但舒浅月却也听得出来，他对这人不只是信任，还曾经深深爱过。西凉国向来中立，不与北陵和南陈来往，王位大多是传女不传男。女王虽然会成婚，她的伴侣被称为王夫，但在西凉人眼中，所谓的王夫只是女王的仆人罢了。看这书信的笔记，这位王夫桀骜不驯，骨子里带着傲气，可不会甘心一辈子在女王裙下做一个仆人，定是他起了异心，谋害了女王，自己登上了王位。南宫耀，你怕不怕有朝一日我也把你谋害了，然后篡了你的位置呢？你要就给你，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就算你要我的命，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何须你来谋害啊？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女王殿下要不是相信了这狗男人的甜言蜜语，又哪里会落到今日这般下场？若是有朝一日我负了你，你就用剑在我这里刺进去，取我的心头血。你这些甜言蜜语都是和谁学的？以前的你可不会说这些。我说的字字句句发自肺腑。这个给你。给我这簪子做什么？这是九凤簪，这是出宫之前父皇亲手给我的，让我送给你。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九凤簪只有皇后才可以佩戴的饰物，可明安帝不是已经立了南宫琳为太子了吗？为什么又把属于皇后独有的九凤簪送给他？我不明白，既然这是皇后娘娘才有的东西，陛下为什么要给我？你向来聪明绝顶，连父皇的意思都猜不出来吗？猜不出来，我也不想猜。我现在想洗澡，你出去。我帮你洗。不要，你出去。又不是没给你洗过。南宫耀，我饿了。好吧，你想吃什么？舒浅月一口气说了10几样食物，南宫耀明知道他是故意想把自己支开，还是认命地离开了房间。南宫耀，你什么时候布置的这一切啊？交给安卫，让他们找人感知出来的。我喜欢。周围是梦幻般的花灯，清凉的夜风从河面吹拂而来，送来阵阵荷花的气息。这是桃花酿，是这镇上的特产，味道呢虽然不及宫中美酒那般香醇，胜在清甜。舒浅月看着那色若浅红的酒，果然闻到一股若有似无的桃花香气。好酒。月儿，我南宫耀这一生只与你相伴，绝不食言。你先闭上眼睛，3、2、1。随着南宫耀轻声倒数，最后一个字落下，头顶上方传来了破空的声音。睁开吧。舒浅月一睁开眼，就看到夜空中划过闪亮的轨迹，绚烂的烟花在空中绽放。喜欢吗？喜欢，谢谢你。南宫耀，你为什么忽然要这样？你不喜欢吗？喜欢是一回事，但是这不是你的风格。你出其不意的搞这些，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活不长了。不许胡说。女王只是说，若是解不了蛊毒，我还有3个月；但是若是能找到解蛊之人，我就能长命100岁。你就这么希望我死啊？胡说，我怎么可能希望你？可是连女王都解不了的蛊，还有谁能解？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女王虽然厉害，但她也不是天下第一呀。再说世上万物生生相克，我就不信没人能解得了这尸蛊虫。真的有人能解？当然，只是我最近要用内力压制这蛊虫，不让它发作，不能多用内力，还要请南宫公子保护我这个弱女子了。乐意之极。一来就看到你们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的，真的是。你来干什么？三哥，你和三嫂在这里浓情蜜意，却将小弟独自承受着父皇的压力，你们于心何忍呢？父皇有旨，让三哥你即刻回宫。回去做什么？这我怎么知道呀？我只是来传达父皇的旨意的。三哥三嫂，你们在外面玩了这么久了，也该玩够了吧？关你屁事，滚！三嫂，你看三哥他又欺负我，你帮小弟说句话呀。好，我们明天就启程回京。果然还是三嫂亲呀，何必要等到明天呢？咱们即刻就启程吧。你最好说实话，你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说的就是实话呀，父皇想你们了，召你们回京呢。你不说实话就算了，我们还没玩够呢，把这只讨厌的苍蝇赶走吧，太煞风景了。别，等一等，三哥你别动手，我实话实说还不行吗？三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让你三更半夜的跑到我们这儿来偷听壁角？那个，我想请三嫂你去见见夏姑娘。哪个夏姑娘？还能有哪个夏姑娘？就是那个夏青云啊！啊，是她。舒浅月登时想了起来，这个夏青云来历不明，一路跟着他们去了北地，又从北地到了京城。他和南宫林拉拉扯扯的，南宫林退他就进，他要是退，南宫林就进。后来南宫林在京城找了个地方安置他，让他暂时住了下来，并没有让他进誉王府。夏姑娘怎么了？我要是知道她怎么了，也不会半夜跑来打扰三哥和三嫂你们了呀。父皇召我回京，我才知道她居然不声不响的跑了。我让人去打探她的行踪，然后发现她就住在这里。这么巧？是啊，可不就是这么巧吗？我的人查到了夏姑娘的住处，我匆匆的赶了过来。你既然知道了夏姑娘的地方，去见她便是。难不成她不想见你？也不是，你和她之间的事和我们无关，滚吧。三嫂，六弟，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是太子，你的太子妃之位将来必是要由父皇所指婚的，不是你想娶谁就能娶谁的。三哥，你想多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她了呀？算了，我不管你的闲事，你爱怎样便怎样。我好久没见到夏姑娘了，挺想见见她的。南宫耀，你陪不陪我？南宫耀心里100个不愿意，可看到他笑盈盈的眼神，哪里说得出一个不字来。走吧。却狠狠地瞪了南宫林一眼。南宫林心花怒放，在前面带路，来到一处小院外面。南宫林停下脚步，站在门前犹豫。要我先进去给你探探风吗？好啊。夏姑娘。夏青云像是睡着了般，躺在床榻上一动不动，伸手去握夏青云的手腕。他觉得不对劲，他中毒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服毒自尽？谁说他是服毒自尽啊？他还有救吗？你过来，帮他打通经脉。他没时间跟南宫林解释，取出银针，飞快地给夏青云施针。三嫂，他会好吧？难说，他中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毒，我能做的就是帮他将体内毒血给放出来。要是找不到对症的解药，怕是……他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好好的为什么要自尽啊？都说了，他不是自尽。怎么不是自尽？这门窗都关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啊！谁说没有痕迹？舒浅月走到窗前，仔细地观察着。不可能有人想要杀她，她一个弱女子也没有得罪过人，在这里有无亲无故的，谁要害她？如果真的是有人要杀她，那人难不成还会飞天遁地啊？你过来。南宫林一眼走近，瞪大眼睛看了半天。看出来了吗？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啊。算了，我演示一遍给你看。舒浅月拔下一根长发系在窗栓上，然后从窗口跃了出去，再将窗户轻轻带上。他拉动头发，那窗栓缓缓落下，然后他换火折将头发烧断。等他回到室内，问南宫林：“看懂了吗？”原来是这样，究竟是谁竟然对他下这样的毒手？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只有等他醒过来。但是我只怕他就算是醒了过来，也只会什么？这毒很是厉害，已经侵入了他的五脏六腑，极有可能伤害了他的中枢神经。就算他真的可以醒过来，智力也会大大受损，不能再像常人一样了。他就算能活，也会变成个傻子。傻子？不过要是能找到对症的解药，他还是有希望恢复如初的。三嫂，你的医术这么高，你一定能够治好他的，是不是？我没你想的那么强，我要是有那种本事，我也不会。还中了别人的蛊，无药可救。你准备怎么办？希望他在这儿吗？我不知道，还是把他送回京城吧，在那里好歹安全一些。好，听三嫂的。南宫林打起精神，走出去放出信号。没一会儿，一辆马车就停在了门外。三哥三嫂，我这就要回京城了，咱们一起同行吧。南宫耀缓缓点了下头。他们出来这么久，是该回宫去了。不过我们要先去客栈一趟。舒浅月想起西凉女王，自打她在墓中救了女王，女王一直跟着他们。此时他们要启程回南辰，而女王却命骨被毁，怕是命不长久。不知道她今后有何打算。义兄，抱歉，我忘了给义兄你带礼物了。哼，谁稀罕你的礼物？脸色难看成这个样子了，你忘了自己是有身孕的人了吗？义兄，我知道错了，我也不想这样，但有时候事情真的是难以掌控。既然知道无法掌握，就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嘛。当初我为了救你，几乎1个月不眠不休，耗费了无数的心力，这才把你这条命
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你答应过我，你会好好的珍视生命，你做到了吗？义兄，对不起。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义兄，我种的是尸骨虫，你可会解蛊之法？你惹上西凉国的人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是西凉的，看他们武功都稀疏平常，就没怎么放在心上。谁知道他们会让这种阴毒的蛊虫害人呢？等着。舒浅月等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龚楚寒才回来，手中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药。喝了。义兄，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解他的蛊毒，非龚楚寒莫属。唯一的名号不是浪得虚名的。他正准备喝，忽然吸了吸鼻子，闻到了一股异样的味道。这是堕胎药是吗？不错，这个孩子不能要。如果你还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就把这碗药喝了，打掉这个孩子。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法子？喝。义兄，你要是逼我喝药，你就再不是我的义兄。如果你不打掉这个孩子，你就只有死路一条。舒简月，你只有不到3个月的命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我不喝药，我要这个孩子。就算你想要，你做得到吗？你只有不到3个月的命了，你要是坚持的留下他，他也活不到出生的那一天。等你死了，就是1尸2命。如果现在打掉他，我有办法给你解蛊，可你若是执意要留下他，那是我无能为力。义兄，就没有2全其美的办法吗？抱歉，我做不到。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我给你时间，可是这尸骨虫不会给你时间，我只等你到明天。好，我会给你答复。就算你真的命大，能活过3个月，你能保证他是健康的吗？这段时间，你又中毒又中蛊，你是懂医术的，你应该清楚这些对你腹中的胎儿伤害有多大。别忘了绵绵，难道你想再生下一个像绵绵那样的孩子，活不到10岁吗？你别傻了，听我的，打掉他。别说了，别说了。我不说，事情就不存在了吗？我不能让你继续做这个残忍的梦。如果你一意孤行，你只会面对比我说的更残忍10倍的现实。你死了，还想要再拖累你的孩子们吗？绵绵和月儿怎么办？你忍心让他们成了没有亲娘的孤儿？舒浅月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如纸。他不想再听到他说一个字，因为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在剜着他的心。他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静静。这一刻，他突然很想念南宫耀。他没哭，尽管眼睛3色难言，可他却哭不出来。舒浅月在湖边呆呆坐着，天色渐黑，夜幕笼罩周围，可他浑然不觉。月儿，义兄，你答应我的，明天我会给你答复，你能不能别来烦我？龚楚寒要你答应他什么了？南宫耀，你终于回来了。他欺负你了？没有，义兄怎会欺负我？那你为什么会哭？义兄他想要我打掉肚子里的孩子。这就去打爆他的头。别去，义兄他是为了我好。什么意思？他要打掉咱们的孩子，你还为他说话？舒浅月咬了咬嘴唇，他现在后悔刚才不该一时软弱，现在该怎么收场？要是让南宫耀得知真相，他会怎么选择？要是他也像龚楚寒一样让自己打掉孩子呢？不，他几乎立刻打消了告诉他真相的想法。义兄他没有恶意，他觉得我身体太弱了，所以才建议。你少替他说话。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咱们的孩子关他屁事，他凭什么说这种话？穆王殿下好大的火气啊！你有什么资格让他打掉我们的孩子？我确实没有资格，但是你有。你什么意思？你来对他说，这个孩子不能要。你有病吧，龚楚寒？别人都说你是神医鬼医，我看你先把自己的病治好，再去给别人治病。月儿，咱们走。南宫耀，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坚持要他留下这个孩子，那么……你住口！义兄，我答应过你，明天会给你答复的。你早就做好了选择，今天和明天，你的答案不会变。舒浅月狠狠咬了下牙，不得不说，龚楚寒真是这世上最了解他的人。他不会打掉孩子，就算给他再长的时间选择，他的答案也只有一个，他要留下他。这个孩子你绝对不可以留下。龚楚寒，本王敬你是月儿的义兄，对你一直容忍。要是你再说这种口无遮拦的话，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孩子是我和月儿的，与你无关。谁说与我无关？什么意思？义兄，这里没你的事，你别掺和行不行？为什么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把真相告诉他？他不是你最亲近的人吗？你为什么还要瞒着他？月儿，
你告诉他，你让他自己选择。月儿，你们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南宫耀，咱们走吧。义兄今天心情不好，受了点刺激。月光下，南宫耀的表情细微变化，没有逃过公主寒的眼睛。他一下子就发现了南宫耀的神情有些不对劲，他在怀疑什么？不会怀疑舒浅月肚子里的孩子和自己有关吧？公主寒心底不知为何有种难以言喻的快意，他看着南宫耀渐渐铁青的脸色，故意诱导：月儿，你别再瞒了，事情是瞒不住的。既然他已经发现了，你就把真相告诉他吧。你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让你打掉这个孩子。你别说了，公主寒，我说了我要这个孩子，这是我的孩子，与你无关。你肚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什么谁的？这是你的孩子呀。南宫耀，你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如果这真的是我的孩子，公楚寒为什么让你打掉他？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不许伤我义兄！你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他这一举动愈发坐实了南宫耀的猜测。既然如此，本王就成全你们，以后别再出现在本王面前，否则本王绝不会再饶了你们的性命。他转身迈步便走，因为他怕自己再不离开，会真的控制不住汹涌而出的杀意。公楚寒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决绝离去的背影，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这就信了，但他只是抿紧了唇角，一个字也没解释。舒浅月抓住胸前的衣襟，身子晃了晃，倒了下去。舒浅月，月儿！南宫耀像一阵旋风般卷了过来，在公楚寒的手臂刚刚搀扶住他的时候，已经被南宫耀将人抢了过去，抱进了自己的怀里。来人，传太医，快传太医！传个狗屁的太医！有我在这里，要什么太医啊？南宫耀，你真不是个男人！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她是你的妻子，你竟然会怀疑她？你刚才说的那番话真不是个男人。如果我是他，早就跟你一刀两断，恩断义绝了。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本王就要了你的命？你除了杀人还有别的本事吗？让开，别妨碍我救人。他不理会南宫耀，搭上舒浅月的脉搏，凝神诊断。他怎么样了？公楚寒竟然一句话也没交代，就这么离开了。王妃娘娘没事吧？滚！南宫耀低吼一声，吓得腐酒麻溜的重新滚到看不见的角落去了。脚步声响，有人走了进来。滚出去！我是来给他送药的。原来他是去煎药去了。南宫耀心底对他的恼意消了一分，可恨意却半点不减。想趁我昏迷不醒打掉我的孩子，你什么意思？不装了。说完，公楚寒就转身施施然离开。舒浅月张了张嘴，他回过头来，正对上南宫耀幽深黝黑的黑眸。你是装的，你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生气。你为什么生气？你还好意思问我？就你刚才说那话，我不该生气吗？什么叫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孩子父亲是谁？你心里没数啊？还说成全我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我和义兄清清白白，在你心里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就凭你问出这句话来，我就该一辈子不理你。月儿，你的意思是你的孩子是？出去！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该不相信你。你不走我走。是我错了，你要打要骂都可以，但你别离开好吗？我错了。南宫耀，你知道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吗？是什么？信任。如果夫妻之间连信任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婚姻也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南宫耀，从你不相信我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放弃你了。不，月儿，你要我怎么做才会原谅我？只要你说，我一定能做到。你真的能做到？能，一定能。好，那我问你，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只能选择一个，你会选谁？当然是你。在南宫耀心里，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舒浅月眼底涌上的却是失望，果然让公楚寒料中了。要是南宫耀知道了真相，他肯定会和公楚寒一样，坚持让他打掉孩子。这里他不能留了。南宫耀，咱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冷静。为什么？因为你不信任我。告诉我真实的理由。你要离开我，是因为公楚寒，是吗？对，是因为我义兄。南宫耀，咱们和离吧。舒浅月，如果你出了这个门，以后就再也休想踏进来一步了。我会带绵绵离开，你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带走。不行，绵绵是本王的女儿，你可以走，她必须留下。你的女儿？你有什么资格说她是你的女儿？好，你可以带走绵绵，但月儿必须留下。好，娘亲不在这里，只有父王一个人。啊，奇怪，娘亲去了哪里？娘亲不会是在和咱们玩捉迷藏吧？咱们再去找，我不信找不到娘亲。好。你们娘亲呢？
娘亲不见了呀！娘亲肯定是躲起来了，还等着我们去找她呢。父王，咱们一起去找娘亲好不好？走，咱们找她去。南国耀心里不知道有多后悔，幸好他没走，给了他一个补救的机会。只是他带着2个孩子，几乎找遍了整个王府，也没有找到舒浅月。王妃呢？王妃她早就离开了王府了呀！不可能！1个时辰前，属下亲眼看到的。王妃她出了府门，上了马车就走掉了。她一个人走的？不是，王妃她不是一个人，那个宫神医和王妃一起离开的。大门外静悄悄的，没有马车，也没有了人影。王妃呢？王妃走了，早就走得看不见了。王爷啊，您怎么不早点出来呢？她去哪儿了？王爷，您是当局者迷呀，我不知道您和王妃闹了什么别扭。王妃走的时候很是决绝，但是她没有将绵绵小主子一起带着离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王妃心里啊，根本就是放不下王爷您呢。绵绵留在您这里，她就有了回来的理由。要是她真的带着绵绵一起走了，那就说明啊，她的心也就不在您的身边了呀。真的是这样？我这双老眼不会看错人的。石管家，本王明白了。等一等，王爷，您这是要去追王妃回来吗？没错。可是王妃的马车好像是出城去了。多谢几位解围，小女子感激不尽。阁下拿的这个包袱可以还给我吗？我家主人说救人不能白救，这个包袱就当是救你的代价了。闻言，舒浅月差点没气笑了。这和那伙山匪有什么区别？他还奇怪的是，自己这包袱里有什么宝贝不成？怎么这马车里的人就盯住不放了？没错，他包袱里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宝贝，但也说不上价值连城啊。难不成是那张驻颜丹方？我家主人说这包袱里的东西想必对你比较重要，主人他不白要你的东西，给你1000两银子买你的包袱。不管多少银子，包袱是我的，我不卖。把包袱还给我。你敢违抗我主人的意思？他是你的主人，又不是我的。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只听从自己的意思，不像你做别人的狗，只会乱咬乱吠。你……那青衣人大怒，手中的鞭子像毒蛇信子般突然挥出，向着舒浅月纤细的脖子抽了过去。舒浅月只觉得鞭梢快要触及自己的脖子，就在这时，一颗小石子倏地飞来，打中了青衣人的手腕，长鞭脱手掉落在地。舒浅月留意到，那颗小石子正是从神秘车厢里飞出来的，只是不知道马车里这人明明想抢自己的包袱，又出手救了自己。手下之人无礼，还请姑娘不要见惯。咱们萍水相逢，本无丑怨，请阁下把包袱还我，咱们大道朝天，各走一边，以后再也不会相见。姑娘要怎样才肯将这包袱割爱呢？我这包袱里的东西对旁人来说一文不值，对我来说千金不换。若我愿意拿万金来换呢？我还是一个字，不。姑娘，你想去哪里？我可以送你一程。阁下，我们以前没见过面吧？你说这话不觉得交浅言深吗？我只是想跟姑娘做成这笔交易。我这包袱里究竟有什么吸引了阁下呢？你要是愿意让我送你一程，我或许可以解开你这个谜团。姑娘要是执意不肯上车，怕是我这几名手下会对姑娘的同伴不利啊。好，同行就同行，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别去，义兄，我不会有事。舒浅月已经看明白了形势，这神秘的白发男人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极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才来的。舒姑娘，你醒了。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奴婢叫小环，是主人吩咐来服侍舒姑娘的。这里是主人的宅子啊。那你家主人是谁？主人就是主人。我想见你家主人。他猜定是那个神秘的白发男人。这白发男人先是让人夺了他的包袱，又用公楚寒的性命胁迫，逼得他不得不与他同行，甚至这男人根本就是为他而出现。舒浅月越来越好奇，这男人究竟是谁？他有什么目的？月儿呢？穆王殿下，你来做什么？月儿呢？关你屁事！你要是不说出月儿去了哪里，本王立刻就要了你的命。我是真想不明白他究竟喜欢你什么？难不成
就是喜欢你这凶神恶煞的模样吗？外面那些人是怎么死的？他们想打劫我们，然后被人杀了。被人杀了？是什么人？我哪知道是什么人？你现在才来有什么用？月儿他被人给掳走了。什么人掳走了月儿？就是一个神秘的白发男人，带着4个青衣护卫。那几名护卫武功高的出奇，使用的武器就是长鞭。那些不长眼睛的山匪，就是被他们杀的。白头发男人，他为什么要掳走月儿？我不知道，他们先是抢走了月儿的包袱，又用我的性命要挟月儿跟他们走，然后月儿为了保护你，就真的跟他们走了。我猜想，月儿也想弄明白他们的来意，也不知道月儿那包袱里面藏了什么宝贝。那几人明显是冲着他和那个包袱来的。我之所以留下来，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你来的还算是快的，我没有看错你。静夜之中，小环已经睡着了，均匀的呼吸声声入耳。舒浅月睁着双眼，脑海中各种念头纷至沓来。这白发男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把他软禁在这里？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可他想的都头痛了，还是毫无半点线索。就在他再次闭上眼睛，朦胧中准备睡去，一条黑影飞身而入，落地无声。他手指轻点，小环脑袋一歪，动也不动。舒浅月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觉得眼前一黑，那人封住了他的睡穴，他陷入了沉睡之中。他将他抱了起来，飞身跃出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南宫耀和龚楚寒像2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荒郊之中转了大半天，直到天光大亮，龚楚寒发现自己上了当，终于不再跟随信蝶。2人好不容易才从迷阵一般的密林中钻出来，重新回到了马车旁边。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故意带我走错路，就是想让我再也找不到他，是不是？不错，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被人耍的滋味不错吧？真笨！要不是因为你是月儿的义兄，又救过他的命，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说完，他就转过身，大步就走，因他怕自己再晚走一步，就会要了对方的命。龚楚寒方才的话，就是想要激得南宫耀离开，离得他越远越好。等南宫耀走的影子都看不见了，龚楚寒才皱起眉头，思考自己究竟是哪里犯了错。他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让南宫耀看自己的笑话。没有了信蝶，但不代表龚楚寒就没有线索。他从荷包里取出一根发丝，那发丝又黑又长，闪烁着光泽，是女子的头发，是他一路上追踪的时候找到的。他敢断定这是舒浅月的头发，但当时他急着追踪信蝶，只是将这发丝顺手收在了荷包里，并未多加留意。此刻静下心来，龚楚寒意识到这是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付我一个弱女子，阁下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你就算解开我的穴道，我也跑不了。你不怕我？怕你？为什么？我记得我并没有得罪过你。你想杀我的话，我现在早就死了。你留着我，显然是因为我还有用。把驻颜丹丹方交出来，本座可以饶你不死。我说了，丹方放在包袱里，被那个白头发男人抢走了。你以为本座会相信？说！忽然一股劲力扑面而至，舒浅月只觉得脸上一热，鼻中闻到一股浓郁腥甜的血腥味儿，伴随着迎面人的惨叫声，他感到自己被人扯了过去。是你？是我来迟了，你可有受伤？我没事。你是谁？竟敢擅闯我的宅子，劫走我的客人！迎面人死死地盯着他的脸，忽然左手一挥，一阵淡黄色的烟雾弥漫开来。等烟雾散去，迎面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毒，快屏住呼吸！我这里有解毒丹，你先服下。白发男人看了舒浅月一眼，直接将药丸送进口里，咽了下去。药丸入腹，他只觉得一股暖意从丹田处散发了开去，胸口那种憋闷之感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咱们走吧。多谢你及时出现，救了我。你是我的客人，在我家里出了事儿，我自然有责任保护你。再过2天就会到京城了。你要进城？我是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为什么？就是不想回去。难不成你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见不到父亲吗？这句话瞬间击中了舒浅月，她震惊地看向白发男人。没错，他确实有了近4个月的身孕，但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可这白发男人却看出来了，眼神真毒。是这孩子的父亲不想要他。为什么？他想打掉我的孩子，但无论是谁想伤害我的宝贝儿，我都会和他拼命。别怕，我会保护你们母子。舒浅月诧异地看着他。你不信我？信，但是我和你萍水相逢，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饭做好了，咱们过去吃点东西吧。轻描淡写的就将话题岔开了。夜幕低垂，舒浅月身在帐篷里睁大了眼睛，了无睡意。他在想南宫耀，也在想这个神秘的白发男人，还有龚楚寒。义兄他故意留在那里，没有跟上来，是想向南宫耀传递消息吗？他最擅长追踪之术，想必应该很快就能查到他的下落吧。说是南宫耀真的追了上来，他该怎么办？要原谅他吗？舒浅月翻了个身，低低叹气，他的心里其实已经软了。穆王殿下，我劝你还是睡上一觉，养足精神的好。你不睡，吵得我也睡不着。你要是不养足了精神，明天遇到他们，被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你确定他们是往京城去了？确定，我这双眼睛不会骗我。你不是武功很厉害吗？你在担心什么？我怕他们会伤害到月儿。你想多了。小王奉了父皇之命前来迎接贵客，你是南宫绫。正是小王。南宫绫按照迎接贵客的最高礼仪，将白发男人迎入皇家驿馆之中。他留意到白发男人乘坐的马车里仿佛还有一个女子的身影，但那马车却一路驶向了后面。南宫绫向来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他好奇心一起，谁也拦他不住。三嫂，救我！舒姑娘，这人私闯入内，不怀好意。你出去，不用你管。青衣人犹豫，想起主人说过的禁令，任何人不得进去打扰了这位贵客，他心不甘情不愿地退出了房间。三嫂，你怎么会在这里？出去！什么？我让你出去！你要不马上出去，我就让那些人把你拖出去，再把你剁碎了喂野狗。你究竟是谁？滚不滚？让我滚也可以，但是你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我三嫂？你究竟是不是舒浅月？你认错人了。不可能！三嫂，你是不是受了别人的胁迫？是不是有人威胁了你？我知道你就是我的三嫂，你是故意装作不认识我，一定有原因的。我知道我打不过那些人，但我会把你在这里的消息告诉三哥，三哥一定会来救你的，你等我。你站住！三嫂，不是我不想现在带你离开，我是真的打不过他们呀。吃了。这是什么？你中了毒，这是解毒的。好，我吃。南宫绫对他是100个信任，也不多问，张口就把药丸吞了下去。你果然是我三嫂，只有三嫂才会把我放在心上。你放在服下的是毒丸。毒丸？你为什么要喂我毒药？你还究竟是不是我三嫂？你要是敢把我在这儿的消息透露给任何人，我就让你长穿肚腩而死。什么？舒浅月不再理会南宫绫，拍了拍手，守在外面的青衣人立刻说道：舒姑娘有何吩咐？这人偷窥我的闺房，我已经为他服下了长穿肚腩的毒药，你们把他扔出去吧，别让他死在这儿了，扑了我的眼睛。那贼人呢？舒姑娘说已经给他喂了毒丸，怕他死在房里捂了眼睛，让属下把人扔出去了。倒是便宜了他。舒姑娘可曾受到惊吓？这个好像并没有，舒姑娘淡定得很。你们继续守着，要是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不要再来见我了。是。南宫耀和龚楚寒在半日之后进了京城，没过多久，龚楚寒就查到了白发男人的落脚之地。他们住进了皇家驿馆，还有你的6弟誉王亲自接待。这人究竟是谁？我不知道，等我先进宫一趟。1个多时辰后，南宫耀回来了。他们是西凉国的，那白发男人是西凉国的摄政王，据说是女王的王夫。女王常年养病，就由他暂代朝政。西凉国的摄政王？父皇今晚在宫里设宴，请了西凉国的摄政王前去赴宴。我想趁机去驿馆将月儿救出来。南宫耀这2天追在这白发男人身后，却始终没有追上对方。对方竟然堂而皇之进了京城，到了他的地盘。他要是不把这口怨气发作出来，他也不是南宫耀了。你不会武功，
今晚上救人的事儿你不用插手了，你只要回府等着便是。利用完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本王是为你好。不需要，我和你一起去救人。摄政王此行带了许多护卫，你看到的几个青衣人只是明面上的，还有许多暗卫，他们的武功只比那青衣人更高强。你坚持要去，本王也不阻拦。但你要是遇到凶险，可别怪本王事先没有提醒你。不需要你提醒，我自有办法自保，我也不会拖你的后腿，说不定到时候你还要我保护你呢。这是他给你的回答。穆王殿下，我家义妹根本就不想再见你了，你还死皮赖脸的待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离开！你说的对，我是该离开了，我没脸见他。他说完这句话，展开轻功，很快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义妹，咱们离开这里，回蝶谷去吧。对不起，义兄，我不能和你走。为什么？义兄，请你帮我照顾好月儿和绵绵，我还有事要做，你快点离开吧，这里不是久待的地方。公主还知道，她做出的决定谁也无法动摇。她低叹一声：“那你保护好自己。”我会的。三哥，我找到三嫂了。你绝对想不到三嫂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三哥，你这是怎么了？你是生病了还是被人点了穴？你倒是看看我，你说话呀！顾神医，你快看看我三哥，他是怎么了呀？他心病。心病是什么病啊？是一种绝症，治不好的病，只有一个人可以治。可你不就是天下最厉害的神医吗？这个人不是你？我可没有那个本事。你怎么弄成这样？你是被人打劫了？三哥，你刚才可是吓死我了！我不是被人打劫，是被人给打了。谁敢出手伤你？这事儿说起来不大光彩。南宫绫不太好意思说自己一时好奇，跑去偷窥人家西凉摄政王带来的女眷，想看看人家有多美貌。他要是敢说实话，三哥非打断他的腿不可。再说他是来报讯的，可不是来挨揍的。南宫绫避重就轻的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三嫂在哪儿了。她被西凉国那个来的摄政王给关了起来了，你快去救她呀！对了，她现在就在皇家驿馆里面，咱们立刻带黑甲卫去把三嫂给救出来。不救。三哥，你说什么？我说不救。他说完转身大步离开。宫神医，你帮帮我三哥看看吧，他真的是病得不轻啊！他居然说不去救我三嫂，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见死不救，我可不像他这么没人性，我这就去建宫去找父皇，让父皇派兵把驿馆给包围起来。要是那摄政王不交出我三嫂，就把他乱刀砍了。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三嫂的事怎么会是闲事？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三嫂不是你义妹吗？你就这么的无情无义，见死不救吗？你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人家当夫君的都不去救自己的妻子，轮得到你出马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也和我三哥一样不赞成我去救人？你们就忍心看到我三嫂落在那白头发的恶魔手里吗？我义妹做事自有主张，她也并不是被人囚禁的。你的意思是，我三嫂是自愿留在那摄政王手里的？南宫绫先是难以置信，但他转念一想，这位摄政王手下的青衣人对舒浅月的态度称得上恭敬，他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俨然把他当成了主子，哪里像是阶下囚？要不然他也不会以为这后院里的女子是那摄政王的女眷。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可是我三嫂为什么会跟那个西凉国的摄政王在一起？他不会是看上那男人了吧？那摄政王的年纪足可以做他的父亲了。狗嘴吐不出象牙来。顾神医，三哥他为什么不肯去找三嫂啊？你以为他没去？我和你三哥刚从驿馆回来，他倒是满怀欢喜的想要接他回府，但我那义妹却不肯见他，还扔给他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一副衣袖。衣袖？不会是那个意思吧？没错，就是那个意思。这不可能！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三哥呢？算了，这是三哥和三嫂之间的事儿，我不管了。舒浅月在遇到白发男人之后，忽然有一种第六感，她意识到结果的希望或许会落在她身上，尽管希望渺茫，她也不想错过。孩子，你放心，娘亲一定会让你平安降生的。天亮了，她躺在床上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一阵阵呼唤：“舒姑娘，醒醒！舒姑娘，可是，舒姑娘，主人来了。”舒浅月嗯了一声，
他知道自己猜的没错，白发男人的身份已经昭然若揭。尽管他在他面前一个字也没透露，他住的是皇家驿馆，南宫林亲自出迎，他就是西凉国的摄政王。见过摄政王。你都知道了。王爷身份尊贵，又是这般的高贵清华，人品出众，我除非是个傻子，才会猜不到阁下的身份。为什么不离开这里？皇爷什么意思？舒浅月故作不知，他其实知道他的意思。昨夜南宫耀和公楚寒的行踪早就在白发男人的计算之中，他故意进宫赴宴，就是给南宫耀一个机会，让他带自己离开。当然，这也是在试探他的心意。你是个聪明人，不需要本王说的太过明白。原来王爷已经知道了，我就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王爷您的眼睛。您是故意的，对不对？王爷这是想赶我走吗？本王并无此意，本王只是奇怪，旁人都道穆王和王妃十分恩爱，你们纵然是有些口诀，既然穆王有诚意道歉，你们本该是夫妻和好才是，而为何你却是避而不见呢？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你不肯原谅他？他可是打你骂你，还是另外有了别的女人？舒浅月神色黯淡，低下头，他久久不语，眼中忽然落下泪来。别哭，有什么委屈你可以告诉我。王爷，我没事，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以后不会了，我再也不会为那个男人掉一滴眼泪。好，女子就该像你这般，不依赖男人而活，不以他们的喜为喜，以他们的悲为悲。王爷这话可真的说在我心坎上了。那你可有别的去处？王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请你带我离开这儿。你要离开？那你想要去哪里？莫不是想着跟着本王回西凉国不成？正是，我想和王爷去西凉，不知道王爷可能答允。你为什么想要去西凉？我久慕西凉的风土人情，听说那里并无人歧视女子，女子一样可以入朝为官，甚至就连王位也有女子来做。我更听说西凉女王美艳无双，想亲眼一睹她的芳容。那你怕是要失望了。女王陛下身患重恙，已经许多年不理朝政了，她也从不见人。就算见不到女王陛下，我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想亲眼看看能养育出王爷这般人物的水土究竟和我南辰有何不同。那儿一定是山川玉秀，绝对会让我大开眼界的。本王还要在这里逗留些时日，这样吧，你暂且先住下，或许等过了几日，你和穆王自会重归于好。若是他不来向你赔礼道歉，本王就亲自去见见他，总不能让你们年少夫妻分离。既然王爷不欢迎我，那我马上就走便是。舒姑娘，本王并无想让你离开的意思罢了。既然你的心意已决，那么本王离开的时候，你就随本王一起同行吧。当真？本王言出如山，怎么会骗你一个小姑娘呢？王爷，你这次来南辰要待多久？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儿？等本王办完了事，自会离开，不会太久。主人，外面有一个叫公楚寒的人求见。公楚寒？本王记得你有一位义兄，有个称号是蝶骨鬼医，可是他？正是。那你可想见他？不见。那就说本王不见外客。主人找了稳婆来问，说是王妃您有了身孕，不能受凉，不能吹风，所以派人去采买了好多东西回来，还留下了2名稳婆，随时可以照顾您。主人还专门找了擅长做菜的厨子，专为王妃你准备膳食呢。舒浅月不由愕然，她是怀了身孕，却也不至于娇弱成这般。这白发男人和她非亲非故，却待她这般细心体贴。到了晚间，有人送了饭食进来，舒浅月一看桌上的菜肴，不由得哭笑不得。怎么，这些菜不喜欢吗？要是不合口味的话，就全撤下去，换新菜，再将做菜的厨子打20棍子赶了出去。王爷特意让人给我准备的，就算不合口味，我也不会辜负你的一番心意。那就多吃一点，这些菜本王尝过，还不错。舒浅月心中又是一震，这男人贵为摄政王，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竟然亲自为自己试菜。一顿饭，舒浅月食不知其味，但在白发男人的注视下，他还是吃了不少。坐轿吧，别摔着，也别累着。王爷，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没成过亲，或是您并没有过自己的骨肉？本王成过亲，但却没有自己的子嗣，你如何猜到的？我不需要这轿子，王爷别太相信稳婆说的话，我自己就是大夫，
我比任何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有了身孕确实不能太过劳累，但是适当的活动对孕妇是有利无害的。王爷既然知道我的身份，想必也知道我已经有了一双儿女。我是做过母亲的人了，我生产的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接生的，哪里需要什么稳婆呢？本王知道你有一双儿女，听说他们生得一模一样，极是可爱。不知道本王可否有那个福气见见他们？怎么，你不想让本王见到他们？你是担心本王会伤害他们吗？当然不是，实不相瞒，我比任何人都想见到他们，可是我不敢，也不能见。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怕见到他们之后，就再也舍不得离开他们了。你不知道，我是用了多大决心和毅力才离开了那个家。究竟穆王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你竟然如此的怨恨于他，竟连亲生孩子也可以割舍了？因为他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他逼我喝药打掉孩子。好孩子，别哭了，你在我这里，本王会护着你，没有人能够伤害你和你腹中的孩子。抱歉。我很高兴你把不愉快的事情说出来。你不想坐轿，那就随意走动走动。你别怪本王擅作主张，本王只是觉得有什么误会，还是要当面说开为好。我明白，王爷，你不用多说了，你是为了我好。王爷，你安排这一幕，是想赶我离开吗？本王从来就没有说过要让你离开，只是想让你看清楚自己的心。如果你见过他之后，仍然愿意留在本王身边，本王说过的话永远有效。舒浅月仍是紧紧咬着嘴唇，目光悠悠地看着南宫耀。南宫耀一时竟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来找我，就没有话想和我说吗？月儿，你真的对我没有半分感情？你真的要和我分开？月儿，你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才肯回到我身边？你说，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做得到。月儿，你舍得离开我，你也舍得离开月儿和绵绵吗？他们可是你的亲骨肉，还有你肚子里没出世的孩子，你忍心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南宫瑶，从你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那一刻开始起，你就不配做他父亲了。这就是我要离开你的原因。我确实舍不得月儿和绵绵，他们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离开他们就像在用刀子绞我心上的肉一样痛。南宫瑶，你是个男人，你不是母亲，你不知道我有多痛。南宫耀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大手狠狠揪住，他知道，但他喉头哽住了。南宫耀，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有多痛，你能把月儿和绵绵给我吗？你让我带他们离开这儿，你能答应吗？如果你肯答应，我就原谅你。你肯原谅我？为什么又要我把孩子们交给你？你还是要离开我是吗？我原谅你和我要离开你是两回事，你能答应吗？不能，绝不可能。既然这样，我和你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南宫瑶，你走吧，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你我二人再无干系。这就是你的决定，你不后悔？不后悔。舒浅月，你真是一个狠心绝情的女人。多谢夸奖。南宫耀忍不住狠狠瞪着他，有那么一刻，他想再次软声相求，或许他会心软，答应跟他离开，但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低头。要是他真的开口祈求，他还是那个顶天立地、一身傲骨的南宫耀吗？他就像条卑贱的狗。舒浅月仰起头来，看着他离开的方向，一直看着。过了很久很久，直到身后响起一声叹息。唉，既然这般放不下，为何不跟他重归于好呢？你还太年轻，太过倔强。等到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有些事情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只要互相退后一步，完全可以海阔天空。有些事情可以原谅，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信任都没有了，就算我这次原谅了他，下次呢？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那本王也不再劝你，你去收拾一下吧，明天一早要离开这里了。这么快啊？后悔了？没后悔，我本来想在离开之前去见见我的孩子们，现在怕是来不及了。相见真如不见，不见面倒还好，一旦见了，怕是你又舍不得他们了。本王本来想着多逗留几天，但是突然接到消息，西凉国内有紧急要事需要本王回去处理，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本来想着离开之前给你们夫妻二人一个见面和好的机会，但现在看来却是本王多管闲事了。王爷是为了我好，我明白的，只是我和他之间再也不可能了。舒浅月，你给我醒过来！义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还在这里做美梦？你攀上的高枝儿早把你抛下，自己一个人走了。什么高枝儿？你是说摄政王？都说一孕傻3年，这是一点也不假。你平时那样聪明机灵的一个人，现在竟然变成了傻子似的。义兄，有话好好说。你说摄政王一个人走了是怎么回事？他已经离开京城了。这不可能！他完全无法相信，就在不久之前，那个白发男人还用那样温柔的眼神看着他，诚恳地邀请他跟他一起去西凉做客。怎么说变就变？这短短的几个时辰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吗？现在是不是有种鸡飞蛋打的感觉呀？舒浅月垂眸不语。没错，他确实很是懊恼，他在反省自己是哪里露出了破绽，这才让那白发男人产生了警觉，改变了主意。只是就连南宫耀都没看出来他演的那出苦肉戏，白发男人怎么可能会发觉？他沮丧的是计划失败，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走了多久？出的哪个城门？你还不肯死心，想要追上去不成？那男人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汤？你非要这样的对他死缠烂打？他心里的计划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义兄也被他瞒在了鼓里。舒浅月现在也不想说。你打算怎么办？摄政王抛下你离开了，你又跟南宫耀恩断情绝，要不你跟我回蝶谷去吧。你放心，我不会再逼你打掉孩子，只是你的蛊毒要是不解，你真以为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吗？我活1天，他就在我身体里1天，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至于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既然这样，那你就回穆王府吧，好歹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好马不吃回头草，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机。舒浅月始终还是无法相信白发男人就这么一走了之。他明明答应过要保护他，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难道说他突然离开是试探他的一种方式？说是自己现在回去穆王府，那他之前的戏就全白演了。你化妆成车夫，想带我去哪儿？三嫂，你别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以后别叫我三嫂，我和南宫耀已经恩断义绝，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再无瓜葛。三嫂，你别再说气话了。如果你是要带我去穆王府，免了，那里我再不会踏足一步。不是，舒姐姐，是皇祖母想要见你，特意派了我来接你进宫的。皇祖母？这是太后交给我的玉牌，绝不是假的。好吧，我也想见见他老人家。你这丫头，竟然这么长时间不进宫来，是不是把哀家给忘了？你是有身子的人，以后可要格外当心啊！你这臭小子跟来干什么？祖母，你也太过桥接桥了吧！我刚把舒姐姐接进来，你就看不上孙子我了？什么舒姐姐？这是你三嫂，你再没大没小不懂规矩，哀家让人打得你屁股开花。是舒姐姐让我这么叫的。你还敢狡辩？一定是你得罪了哀家的月丫头，气得她呀离家出走。来人，把这小子给哀家拉下去，重重的打他的板子。哎呦，皇祖母，孙子冤枉！舒姐姐不肯回穆王府，可和孙子没有半点关系啊！明明就是三哥惹的祸。舒姐姐，你快点帮我向皇祖母求情，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可不想吃笋炒肉，这顿打我冤枉啊！皇祖母，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与六弟无关，请您别打他板子了。算了，哀家就看在你三嫂的面子上，少了你这顿板子。月丫头，不是哀家倚老卖老，实在是哀家呀年纪大了，见不得你们年轻人好好的夫妻反目分离。吵归吵，闹归闹，但是这人的心啊，实在是不能伤得太重，要是真的伤到了近处，怕是想挽回就难了。舒浅月垂眸，心中却是重重一震。他一直以为太后不喜欢南宫耀，每次南宫耀前来慈安宫求见，太后不是给他吃闭门羹，要不就是冷着脸对他爱答不理。这番话说的既是为了南宫耀，也是为了他。年轻人说话不知轻重，
若是南宫耀那小子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还望月丫头你放宽了心胸，好歹原谅他一字儿。你向来聪颖，哀家的话不必说太多，想来你也都明白。舒浅月哪能不知道太后的一片苦心，她不是不想回去，也不是真的想跟南宫耀恩断义绝，但白发男人前脚离开，他后脚就回了穆王府，那他的前面铺垫了这许多，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想到腹中未出世的孩子，想到自己身中尸骨毒，不足3个月的命，便始终没有松口。这一次哀家叫你进宫，是你父皇有事想请你帮忙，他拉不下来脸开口，只好让哀家来说。太后请讲，不知是何事？月丫头，你去过极北之地，你觉得那里如何？这里位于咱们的南陈国北端，和北邻接壤，又临着西凉，从地理上讲乃是军事重地，兵家必争之所。但那里物不丰，民不多，驻兵也不多，显然朝廷并未加以重视。你说的很好，很对。哀家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却有这般见识。皇祖母，您别夸我了。本来这件事情你父皇说要交给你去办，哀家还放心不下，但听了你方才这席话，哀家觉得皇帝的眼光没错。皇帝，还是你自己当面和月丫头说清楚吧。明安帝轻袍缓带，面带笑容走了出来。母后现在觉得朕的提议如何呀？舒浅月急忙起身行礼，明安帝抬抬手，示意他不必多礼。朕接到密报，说是北地有人谋反，朕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派人去那里探查最为合适。你朝中那许多文武朝臣都不用，偏偏要用哀家的孙媳妇，她一个小姑娘，还怀着身孕，你就忍心让她劳累奔波？母后，儿臣就是想不到可用之人，只有月丫头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何只有她最合适？月丫头上次去极北之地，曾治好了当地百姓的疫症，深得民心。她又与那关将军有救命之恩。北地那里穷山恶水，尽是刁民，官员谋逆，你把月丫头派去那里，是想让她送命不成？她肚子里可还怀着龙子龙孙，甭管你说什么，哀家绝不同意。皇祖母，您别生父皇的气，父皇的话也有道理，我愿意去北地。不行，哀家万万不许。母后，月丫头都同意了，您还是不肯答应，究竟要怎样才行呢？除非你能保证月丫头一根头发也不少的回来。这有何难？正好朕刚得了一名高手护卫，身手极为了得，就连朕也是远远的不是他的对手，由他负责保护月丫头的安危，定然是万无一失。哦，竟有这样的事？他一个人能护得了月丫头须发无伤？他要是做不到，朕就砍了他的脑袋。他的脑袋哪里比得上哀家孙媳妇的命重要？月丫头，你当真要去那北地？我愿意去。罢了罢了，那朕就安排一下，护送月丫头前往北地。要不要这么着急呀？哀家还想留月丫头在宫里多陪哀家说几天的话呢。军情紧急，一刻也耽搁不得，还望母后见谅。等月丫头平安返回之后，朕就下旨让月丫头进宫，陪母后住上个1年半载，如何？那就一言为定。父皇，您上次中毒还有余毒未清，我回去以后精心拟了一个药方，可以清除您体内的余毒。舒浅月从怀中取出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药方，明安帝大为意外，伸手接了过来。好，难为你还时时记挂着朕的身体，好呀。哀家的孙媳妇是好，可你这个当父皇的却处处算计着她，你羞也不羞。明安帝离开之后，太后又秘密叮嘱了舒浅月很多该注意的事项，说了又说，只觉得不放心。小猴子，过来见过月丫头，以后她就是你的主子，你要用心服侍。小猴子见过穆王妃，奴才姓侯，
因为生得太瘦弱，太后娘娘一直变换奴才小猴子。小猴子没别的本事，但尽心服侍主子这件事儿，奴才肯定能做好。请太后娘娘和穆王妃尽管放心。哀家的孙媳妇要是少了一根头发，就唯你是问。小猴子连声答应，舒浅月不再推辞，带着小猴子拜别了太后。小猴子，奴才在。我义兄还在宫外等我消息，麻烦你去告诉我义兄一声，就说我奉了陛下的旨意前往北地，请义兄帮我照顾好2个孩子。小猴子满口答应着去了。这一次前往北地和上一次心情完全不同，上次有南宫耀陪在身边，而今他却是孤身一人。不对，舒浅月忽然想到，明安帝曾说要派一名高手护卫保护他，可这护卫直到现在他还没见到人影，这人不会一直躲在暗处不露面，等他有危险的时候才出现吧？一想到有人在暗中跟着自己，或许还时时偷窥着，他就整个人不好了。你是谁？我奉命保护你。尽管他脸上木然毫无表情，舒浅月仍是吐出口气来，啼笑皆非。就眼前的男人化成了灰，他也认得出来，这是南宫耀。原来明安帝一口一个来保护自己的武功高手就是他，果然是皇帝呀！老谋深算，他自叹弗如。南宫耀被他看得后脖子上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对自己的易容之术还是颇有自信的。这丫头不会是发现自己了吧？他要是当真认出了自己，会不会立刻板下脸来赶他离开？想他南宫耀堂堂穆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在这小丫头面前被弄得束手无策，不得已去求父皇，以护卫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他面前。陛下让我保护你。南宫耀逼紧了喉咙，假装番人，吐字不清。舒浅月差点没笑出声来。很好，既然这家伙喜欢玩角色扮演，那自己就陪他玩玩。原来你就是父皇说的那个高手护卫，你叫什么名字？我无名。无名，这名字倒是不错。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保护我，但我不喜欢有人在暗中窥死我，没有我的吩咐，你不得靠近我身边3米之内，明白了吗？你出去吧，我要洗漱了，让小猴子进来。好。这演技，舒浅月不禁摇头，哪个护卫敢像他这般大模大样的，一看就露馅儿，亏他还以为自己演得不错。关将军不必多礼，别来无恙。王妃安好，末将一切都好。罗知府免礼平身。关将军，听说城里又爆发了疫情。关将军点点头，面露惭色。王妃娘娘，您远道而来辛苦，不如休息一番，再去视察民情。我想出去看看情况，你们不必陪着。两人没有要关将军和罗知府作陪，而是从后门出了驿馆，不多时就来到大街上。舒浅月来过城镇，既然爆发了疫情，他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当地的药铺和医馆。没一会儿，两人就到了一家医馆的门前。刚一进门，扑鼻就是一股带着霉味的气味。一共2两3钱。这要这么贵，我没这么多银子。去，快走，别在这里碍眼。哎呀，可不敢惹这刘大夫啊！你是不知道他后面有人撑腰，惹了他就把你抓进大牢关你个3、5月，你是哭都没地哭去的呀！这还有王法吗？他气归气，可想到刘大夫身后的靠山，只能忍气吞声，去了当铺将值钱的东西当了，回来继续抓药。那童子接了银子，嗤笑了他几句，就去药柜里取了几味药，包起来丢给他。听说最近疫症流行，这位大哥也是得了疫症吗？你可觉得有何不适之处？我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是疫症，就是觉得这几日睡不好觉，身上没什么力气，只怕是染上了疫症。本想多问大夫几句，可大夫根本不容我问话，就给我开了方子。哎呀，这药钱可真贵，但俺就是卖苦力的，没了力气就没办法赚钱，再贵的药也得吃啊。你要是吃不起药就别来，既然抓了药，还这许多废话，还不快点出去！你是哪来的村妇？要是来瞧病的，就去乖乖排队；要是来找事的，就马上滚出去。小兄弟，别生气，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几味药是治什么病的？我又不是大夫，你要想知道，排队去。真巧，我是大夫。黄芪、白芍、桃仁、当归、枸杞，
就这区区5味最寻常不过的药材，竟然就要收2两3千银子，这药是银子打的吗？那刘大夫气得脸都白了。请问一下，这5味药材是治什么病的？当然是治疗癔症的。癔症？这位大哥不过是睡眠不好，加上吃不饱饭，身上没了力气，你竟然就诊断他得了癔症？好，就算这位大哥得的真是癔症，你开的这5味药能治得了癔症？医书明明写着，这5味药乃是治疗女子经期不调的方子，给女子调养癸水的。什么胡说八道！这明明是治疗癔症的，你根本就不懂医术，满口胡言！不算不懂医术的人，随便找本医书上翻翻，也能查出这些药材的作用吧？你是谁派来的？竟然敢坏我的名声和生意！明明你就不懂医术，连脉都不会诊，就敢开医馆，你不是骗钱又是什么？谁说我不会诊脉？我这方子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气血两亏，我给他开调理气血的方子，还有错了吗？舒浅月见他一副死不悔改的模样，懒得再跟他废话。女子气血不足，当以黄芪、白芍、桃仁、当归、枸杞5味药调气养息，以补气血之不足，当女子癸水来时可用。他一念完，刘大夫羞得恨不能找条裂缝钻进去。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自然是罗知府那个不争气的外甥了。你审他了？这家伙是个怂包软蛋，我只问他要死还是要活，他就把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了。这是他亲笔写下的罗知府做的恶事，这家伙不学无术，连字都写得如此难看。不过有了这份证供，看那罗知府怎么还抵赖。没想到这罗知府一表斯文，暗中竟做了这许多恶事，死了一个狗知府，又来一个姓罗的，比原来那个狗知府还要凶狠恶毒，北地的百姓们当真是受苦了。这罗知府所做的恶事极多，其中供词中白纸黑字的写明了罗知府是怎么私造的兵器，怎么招兵买马，又是和谁勾结谋反。让南宫耀触目惊心的是，他竟然在这份供词上看到了一个颇为熟悉的名字——西凉国的摄政王。原来罗知府背后的那只推手是他。舒浅月也万没想到，他竟然在暗中收买了罗知府，干出这等勾当。若不是背后有西凉摄政王这样一个大靠山，罗知府一个小小的知府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干出这种诛九族的罪行？而北地的大小官员，或受胁迫，或受诱惑，几乎全都被罗知府一网打尽，全都和他沆瀣一气。无名，我想出去一趟。你要去哪儿？我要去见见关将军。好，我送你前去。尽管南宫耀隐藏得很好，舒浅月还是察觉到了他潜在的杀机。无名，你想杀了他？对，我想先和他谈一谈，如果他真的做了十恶不赦的罪行，那么你就杀吧。大夫呢？回将军，小人去请了，可是所有的大夫都被知府大人请走了，小人一个也没请到。什么？小人去了知府大人那里，可知府大人却将小人赶了出来。他说只要将军答允了他该办的事儿，大夫马上就到，否则……他做梦。是王妃娘娘，妾身无法行礼，还请王妃恕罪。关夫人，一别数月，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王妃，求求你救救末将的夫人。夫人这病是怎么回事？王妃娘娘，咱们借一步说话。末将拜见末。住口！我是王妃身边的护卫，无名。无名？你明明就是末。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究竟是怎么认出我的？某王殿下这双眼睛湛湛有神，末将再从未见过有第二个人会有殿下这般的眼睛啊！王妃，你放过我家夫君吧，求求你！我知道我夫君他做了很多错事，但他都是被逼无奈，他全都是因为我这个没用的人拖累了将军。关夫人，不管任何原因，都不该成为他做错事的借口。机会我给过他一次，不会再给第二次。舒浅月走出房门，一眼就看到关将军直挺挺地跪在南宫耀的面前，他的脊背弯曲，低着头。王妃，我夫人她……舒浅月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对南宫耀道：“咱们走。”无名，你一直没睡吗？我不困。你只知道让我休息，你自己呢？现在我以穆王妃的身份命令你立刻睡觉，最少睡2个时辰，否则我就不要你这个护卫了。不要我？那你要谁？去睡觉。舒浅月梳洗之后便来了前厅，
一名官员已经等了许久，看到他，马上恭恭敬敬地上前行礼。这官员双手呈上一份礼单，又说了一连串的好话，无非就是希望他能笑纳礼物。好，本王妃收了。闻言，那官员笑得脸上开了一朵花。没过多久，那官员就告辞了。这官员刚走，立刻又有一名官员上门送礼，整整一天，送礼的官员络绎不绝。就在这时，外面有人匆匆来报：王妃娘娘，知府大人来了。去告诉罗知府，本王妃乏了，不见。着实这样，罗知府回去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安。他亲自厚厚地备了一份重礼，再次送到驿馆。这次舒浅月便见了。你还想杀他？他是咎由自取。就算你要取他性命，也先不用急于一时。我想先救了关夫人再说。这关夫人也是命运多舛，之前那狗知府为了拿捏关将军，给关夫人下了毒，幸好遇上了我。可我没想到，我给关夫人解了毒，她居然又染上了曼陀罗花的毒瘾。什么是曼陀罗花的毒瘾？这曼陀罗花是一种生长在西部的异花，它色彩鲜艳美丽，果实硕大，是一种非常好用的麻醉药剂。但要是用的多了，就会让人中毒上瘾。中了毒瘾的人就会成为曼陀罗花的奴隶，为了一口曼陀罗花，让他们做什么都可以。关夫人的毒瘾虽然被他暂时控制住了，但想要清除，却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的。可想而知，关夫人之所以染上毒瘾，并非出于自愿，她应该是不知不觉中了暗算。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人在她的药材之中加入了曼陀罗的药粉。这药粉有止痛凝神的作用，但要是加大剂量，加上一定数量的服用，就会让人中毒上瘾。想通了这一节，舒浅月对关夫人的同情更多了几分，同时对关将军的痛恨也减少了几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想不到罗知府能送出这样一份大礼来。我这下可发了一大笔横财，有了这些礼物，就算离开南宫药，也足够我和绵绵后半生吃喝不愁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舒浅月后悔失言，只能装傻。你说你要离开穆王，这话可是当真的？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我的护卫罢了。我和穆王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智慧。我是想和南宫耀和离，我来到北地这么久，他身为我的夫君，却对我不闻不问，连封信也没有。他心里哪里还有我这个王妃？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南宫耀沉默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因为他的指责没错。好吧，不就是家书吗？写就写。南宫耀决定今夜就写家书，让这个女人没得说嘴。这份礼单就是这些贪官们贪赃枉法的实证，而且是他们亲手所写。有了这份证据，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全都杀了，一个不留。不急，不要打草惊蛇。罗知府已经被西凉收买，还有他手下那些个官员，怕是个个都投了西凉摄政王。咱们只要动了他们，西凉摄政王必定会得到消息。知道又怎样？要打就打，要战就战。两国交战，受苦的却是百姓。咱们南城和北陵停战不久，百姓们刚刚休养生息，要是这时候再和西凉开战，万一北陵来一个趁人之危，和西凉双面夹击，就算最后咱们胜了，却要牺牲多少将士们的性命，又有多少百姓要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呢？那我去西凉，杀了他们的摄政王。西凉国向来与我南臣井水不犯河水，可自打这摄政王把持朝政，竟然对我南臣起了觊觎之心，虎视眈眈。此人不可留，只要此人一死，边境自会太平。末将拜见穆王妃。无名，请关将军进来。南宫要过去打开房门，一进了门，关将军就双膝跪地。王妃娘娘，末将有罪。姓关的，你确实有罪。北地所有官员全都给本王妃送来了厚礼，唯独不见你关将军礼物，你还把本王妃放在眼里吗？这该杀的狗官！王妃娘娘，末将有要事禀报，末将心意已决，此事关系重大。关将军跪在地上，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说得十分详细。尽管舒浅月已经猜到了大概，听关将军亲口说完，他和南宫耀都是气愤难当。那罗知府给末将夫人用了一种奇怪的药，让夫人只要一时不服那药就生不如死。他以此来要挟末将和他一起谋反，但末将始终未从。尽管末将没有答应那姓罗的，
可因为妇人的缘故，不得不对罗知府等人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他们鱼肉百姓，更将大量的寒田卖入了西凉。末将有罪，请王妃娘娘重重处置。末将犯了死罪，死有余辜。王妃娘娘曾经给过末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末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王妃娘娘的信任，羞愧，无言以对。只是末将一个将死之人，不敢奢求王妃恕罪，只求王妃娘娘能够救救我那苦命的夫人。她对我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却受末将所累，活得生不如死。末将每次看到夫人痛不欲生，都恨不得以身相待，更恨自己做了那姓罗的帮凶爪牙，良心夜夜难安。北地的兵权可还在你手中？在末将手中。那罗知府几次三番的想要从末将手中夺走兵权，都被末将严词拒绝。正因如此，姓罗的就在我夫人的药中动了手脚。但末将知道事情重大，兵权万万不能交到姓罗的手中。算你聪明，姓罗的拿到兵权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你和你夫人的性命。胡明，我还有事，这姓关的就交给你处置，是生是死由你决定。他说完就施施然走了出去。末王殿下，末将甘愿领死，只求您能高抬贵手，放过末将的夫人。本王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愿意接受？末将不敢。你只说接不接受？接受。不论末王殿下有任何驱策，末将都将誓死完成任务。好。南宫佑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关将军没有半点犹豫。末将遵令，末将这就回去准备。我无法给你任何承诺。关夫人体内的毒瘾，我没有把握完全去除，我只能说尽人力，听天命。或者说，关夫人的毒瘾能否戒除，关键不在我，而在于她自己。末将明白，王妃娘娘能再给末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末将甘愿肝脑涂地的报答王妃。我不需要你报答什么，只要关将军你以后持身清正，为百姓造福，我就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这张药方虽然不能彻底清除关夫人的毒瘾，但在她毒性发作的时候却可以缓解一二，每隔10天用量递减，大约1个月以后，尊夫人差不多就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她以后不再接触这曼陀罗花，她这毒瘾或许不会再发。不舒服，我马上去找大夫。不用，我没事。是孩子，我感觉到他在踢我。这么顽皮，十足是个男孩。月儿以后该有伴了。胡明，关于南宫耀的真实身份，两人早已经心照不宣。故而舒浅月又一次叫无名的时候，南宫耀只觉得笑意盈满了黑眸。舒浅月靠在他怀里，再一次感受到他紧实有力的臂膀。倦了，睡一会儿吧。次日，此时罗知府的心情非常舒畅。他昨夜给王妃娘娘送去了那样一份厚礼，相信定会把所有人的礼物全都压了下去。王妃娘娘没让人送回来，也就是收了。但罗知府早就在心里盘算好了，他准备带王妃回京的时候，派人装成劫匪，将王妃和他带来的这一众御林军全都灭了口。到时候北地他就是天，一切尽在他掌握。就在这时，管家神色惊慌地赶过来禀告：知府大人，不好了，关将军来了。一个姓关的也值得你这么慌慌张张的？让他在外面候着，本知府现在不想见他。知府大人，您快去看看吧，这关将军今天来势汹汹，还派人将咱们府邸团团围住了。平时见了小人他惯得像孙子，今天却像是换了一个人呐。姓关的反了他了，竟然围住我的府邸，看本官这就出去要他好看。姓关的，你好大胆子，将他绑了。姓关的，你疯了，你竟敢对本官如此无礼，谁给你的胆子？封锁罗宅，一个人也不许跑，将姓罗的押入囚车。关将军又带人奔进下一个官员的府邸，他心里有一个名单，上面全是给舒浅月送过礼的各个官员。禀王妃，这是在罗知府家中的密室中找到的。这只锦匣竟然放在密室之中，想来关系重大，咱们还是小心点儿。你怀疑这里面有机关？防人之心不可无。这锁想打开极是简单，却又找不到钥匙。不管是谁得了这只匣子，想来都会毫不犹豫的开锁。但越是简单的东西，就越会暗藏玄机。罗知府这人心思深沉，这一举动却是欲盖弥彰，不怀好意。王妃说的有理，姓罗的诡计多端，这里面藏着的一定是害人之物。我觉得这里面藏着的
就是罗知府最大的秘密。你们在此稍等，别动这匣子，我去取就来。说完，舒浅月就匆匆离开，留下南宫耀和关将军面面相觑。舒浅月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木桶，他将木桶罩在锦匣之上，将一根细细的铁丝伸入木桶底部的小孔，轻轻拨弄那几下，就听得咔嚓一声，锁开了。舒浅月不敢掉以轻心，他凭着手感挑落铜锁，挑开了匣盖，等了片刻，忽然一阵阵密如急雨般的声音响声不绝，像是千针万针齐发，全都射在木桶之上。木桶微微晃动，过了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姓罗的当真该死，斩首示众，太便宜他了，该把他千刀万剐。姓罗的不能死，他活着比他死了用处更大。你怎么会猜到这里面有机关？一来是姓罗的心思狡诈，二来这匣子重量不对，所以我猜他在里面布置了一个杀人的陷阱。这什么味道？当真是提神醒脑。这就是曼陀罗花的味道。什么？所谓的果实实际上也是曼陀罗的种子，这一颗果实可以种出无数的曼陀罗花，同时这果实也可入药，少量使用的话既可提神醒脑，也可镇痛安眠，但用量要控制得极为严格，稍一不慎就会让人上瘾。请王妃将此物交给末将，末将这就一把火把它烧得干干净净，免得再去害人。关将军，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物虽然有毒，能让人成瘾，却也是极为难得的一味药材，想根治尊夫人的毒瘾还需要它。关将军对他极是信服，听他这么说也不再坚持要毁掉了。这是寒玄铁啊！寒玄铁？你确定？末将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寒玄铁是什么样子，只是觉得这块石头和传说中的寒玄铁很是相似。北地盛产寒铁，但是寒玄铁乃是寒铁中的精英，末将驻扎在北地这么久也从未见过。如果这真的是寒玄铁，那末将当真要恭喜穆王殿，恭喜穆王妃娘娘了。关将军差点说漏了嘴，南宫耀一颗心登时热了起来。他也知道寒玄铁，听说这东西产生北地靠近西凉的地界，只要在铸造兵器的时候加入少许寒玄铁，就能锻造出绝世的神兵利器。王妃娘娘，无名大侠，若是你们相信末将，就把这寒玄铁交给末将。末将懂得锻造之术，可为穆王殿下打造出一柄绝世好剑。好，关将军，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锻造兵器一事可以稍缓，明日午时还劳烦关将军亲自监斩。末将领命。姓罗的从哪里得来这块寒玄铁？或许这块寒铁石是某人用来收买它。高官重利，是男人没有不追求这两样东西。南宫耀一想，极有这个可能。舒浅月又在那锦匣里翻了翻，果然找到了几封书信。他随手取过一封拆开来，果然如他所料，这信是西凉摄政王写给罗知府的，措辞颇为客气有礼，但却带着股颐指气使的凌人气势，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几封信看完，他和南宫耀都是心中剧烈震动。原来罗知府府里那些奇珍异宝竟然全是西凉国那位摄政王送的。信件中写明，让罗知府用这些珍宝收买驻地官员，务要尽为所用，为日后西凉大军南下铺平道路。另有一部分珍宝授意罗知府用来招兵买马，打造兵器。那块寒玄铁果然就是摄政王送于罗知府的一份重礼。这些密信就是姓罗的通敌叛国的罪证，板上钉钉，他死有余辜。幸好咱们及时发现了他的阴谋，必不会让他得逞。你说的不错，咱们不妨将计就计，姓罗的不能杀。那明天的斩首，移花接木。好主意。那马瘦子是罗知府的亲外甥，两个人身形也差不了多少，咱们就来个移花接木，斩的是姓罗的狗官，掉的却是那马瘦子的脑袋。此事了结之后，我想去一趟西凉。你要去刺杀摄政王？此人不除，必为我南陈的心腹大患。太危险了，你孤身一人深入险地，而那位摄政王位高权重，身边护卫高手无数，你根本没有得手的机会。我已经通知了辅酒，最多2日他就会赶来，由他护送你回京。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看样子
不管我说什么，你都是非去不可了，是不是？我会平安回来，你等我。好吧。你是谁派来杀我的？要杀就杀，休想从我嘴里知道半个字！哼！挺硬气的，有骨气，就是不知道你这骨气能坚持多久。无名，你有没有法子叫他开口？能。让犯人开口，他知道最少100种法子，无论多硬的嘴，在他南宫耀面前也坚持不了1炷香。但过程有些恐怖，他不想吓着舒浅月。南宫耀走过去，拎起那杀手，进了一间无人的房间。舒浅月本来想好奇的过去看看他是怎么审问犯人的，却被小猴子拦住了。小猴子是知道南宫耀真实身份的，他更对穆王和他手下的黑甲卫审讯犯人的手段早有耳闻。王妃娘娘，咱还是别看了吧，奴才怕您看了之后会做噩梦。过了片刻，他是西凉摄政王手下的护卫，但他却不是受了摄政王之命，而是自己擅自行动，想要杀你，为摄政王出一口气。他是擅自行动，也就是说，西凉国的摄政王并不想杀我。怎么可能？自己破坏了他经营许久的计划，他应该对自己恨之入骨才是。难道说他已经布置了厉害的后招在等着自己？无名，放他回去。放了他？他也只不过是个没用的棋子罢了，何必杀了他脏了自己的手？他已经出卖了自己的主子了，就算回到他主子身边，他主子也不会留下他的命。一只丧家之犬，看他能有什么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逆西凉摄政王虽然并未下令杀我，但他身边的护卫已经按耐不住，对我起了杀意，足以说明咱们在北地这一举动已经撼动了他的阴谋。既然这样，来而不往非礼也。无名，你早日去西凉吧。等福九赶到，我再去西凉。在没确定你安全之前，我再不会离开你半步。今天不用你出手，我一样制服了杀手。我又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你实在无需为我担心。主子，属下来迟。进来。福九推开窗户跳了进来。怎的迟了半日？回主子，属下有要事回禀。说吧。主子，京城生变，属下接到陛下发来的密函，请主子速速回京。究竟怎么回事？福九却说不清楚。听说自己接到一封加盖了玉玺的密信，由飞哥传来，字迹是明安帝的亲笔，让他速召南宫耀回京。月儿，我要即刻回京，我一个人先行，让福九保护着你。你们带着御林军，不必着急赶路。若是京城无事，我自会派人前来接应。我知道你贵县四剑，但你先冷静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蹊跷。你是让我不管父皇的安危？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回京可以，但我建议是一切都在暗中进行，不可光明正大。咱们表面上依然驻扎在北地，这御林军一个不动，我和你却轻骑快马先回京城，你觉得如何？你也要与我同行？不可，我一路快马加鞭，你的身体吃不消的。你有了身孕，就如你所说，你和御林军留在北地，京城那边有什么消息，我自会派人通知你。我要和你一起赶回京城。我身体没事，如果咱们的孩子连这点颠簸也受不住，他怎么配做你南宫耀的儿子？爹爹英雄儿好汉，我相信他爹爹是个盖世英雄，所以他也绝不会是个孬种。好，那咱们即刻就走。等一等，那姓罗的怎么处置？先将他暂时关押起来，等咱们回京之后，若是父皇平安无事，再让御林军将他押送京城。好。相哥，快点进城吧，父皇已经等了你好久了。是吗？人家看到你回来高兴的要命，你怎么还是一张冰块脸，冷得冻死人了。三嫂，你怎么受得了啊？他向来这样，你和他做了20几年兄弟，今天才知道。父皇没事吧？父皇当然没事，他让我出城迎你，这会儿啊正在宫里等你回去呢。父皇，京里究竟发生了何事？您派人给福九送了密信，召儿臣速回京城，儿臣路上还遭到了官兵的截杀，那手谕上却盖了成王的印信。京城的确是发生了件大事，因为朕一时心软，放了那成王一条生路。本以为他已经远离京城，却没想到他一直蛰伏于京城。待你离开京城不久，他就按耐不住狼子野心，带着叛军冲进皇宫，对朕逼宫。后来呢？幸好朕身边还有一批忠心之士，擒下了叛党，拿下了成王。他现在已经畏罪自尽了，但那截杀你的密信
想必是在他逼宫之前就安排好的一步棋。成王虽然死了，但有一个人还活着，想来你们会想见见此人。你们随我来。快来人，给本宫把这火灭了！他是不是疯了？他应该是受了某种极大的刺激，极为怕火，这做不得假。不管他是真疯还是假疯，这辈子他是别想走出这里一步了。就让为师在这里清清静静的过下半生吧。就算朕不在了，他也休想离开。父皇，你真的准备就这样关他一辈子吗？朕不想杀他，他毕竟曾是朕的枕边人，但他却干过太多恶毒之事。现在这样的日子对他而言是他的报应。你们或许会说朕这样对待为师太过冷酷无情，但这是他咎由自取。幺儿，你的母亲怕是早就遭了这恶妇的毒手，不在这世上了。他却利用你的恋母之心，让你白白的奔波了数月，遭遇了无数的凶险。为师，他死有余辜，朕留他一条命，却让他日日夜夜活在地狱里，为你母亲赎罪。幺儿，是父皇识人不明，让这恶妇误了你。这恶妇一疯，你母亲的下落再也无人得知。不，还有一个人。你是说韦延？朕派了无数人去寻，可此人却是如石沉大海，消息全无。只要他活着，我就一定能找到他。幺儿，你真不愧是朕的儿子。在这世上，如果朕还有可信之人，就唯你一人了。陛下，臣妾觉得这里有些气闷，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请陛下允准。好，你去吧。多谢父皇。舒浅月行礼后退出了御书房，下一刻他就看到明安帝取出一块虎符交在他手里。父皇，这是何意？这虎符权力极大，所到之处等于皇帝亲临。拿着这虎符，他连只属于明安帝的禁卫军和御林军都可全部调动。父皇，无功不受禄，儿臣不敢收这虎符。南陈国的惯例，虎符向来只交于太子，而此时的太子是南宫琳，而非他。幺儿，你是怪父皇没有把太子之位交给你吗？当时父皇也是逼不得已。父皇，儿臣从来没有怪过您，这太子之位，儿臣也从无觊觎之心。幺儿，你对父皇说实话，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坐在这把椅子上，指点江山，为百姓造福吗？想过，儿臣一直以为父皇会把这个重担交给儿臣手中。好，好，好，去吧。陛下给你虎符做什么？父皇，他想把太子之位给我。什么？太子不是南宫琳吗？难不成明安帝准备废太子？咱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宫里定是发生了大变动。这次回京，他发现明安帝的眉宇间多了抹说不出的戾气。南宫耀想不明白，舒浅月心里也在想这件事。他隐隐有了一个极为不妙的猜测，他一个外人也能察觉到明安帝对南宫琳的变化，又想到韦氏，想到成王，这个猜测几乎可以得到了证实。南宫琳极有可能不是明安帝的亲生骨肉，他的父亲是成王。一想到这个可能，舒浅月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你们回来了？义兄，月儿和绵绵呢？他们在哪儿？月儿和绵绵，你们不是让人把他们接走了？我们刚从宫里回来，并未派人来接他们。可那人拿着皇帝的手谕，说是宫里派来的，接孩子去宫里和你们相见，难道是走岔了路？哪有此事？不好！难道那人根本就不是你们派来的？是我上了别人的当？义兄，您把事情经过说一下，是什么人接走了月儿和绵绵？他们离开了多久？向哪个方向去的？就在半个时辰前，一个穿着太监服饰的内侍来宣旨，说你们平安回京。皇帝极是高兴，在宫中设宴，并特意的接两个孩子进宫相见。我见他带着手谕，就放心的把孩子们交给他。眼看着马车确实向着皇城的方向去了。没有，绝无此事。父皇根本就没有宣召月儿和绵绵进宫。自打知道两个孩子被人骗走，下落不明，舒浅月整个人就像是失了神一样，不言不语，不行不动，一直是龚楚寒在照料他。他有治身孕，这药对他的身体不会有什么伤害吧？没有，我还会害自己的妹子不成？喝完药后没多久，舒浅月终于闭上了那双一直呆滞无神的眼睛。龚楚寒长长的出了口气。
好了，只要他服下这碗安神药，好好的睡上一觉，醒来后就能够恢复神智了。他得的是什么病？失心疯。什么？穆王用不着这般的大惊小怪。失心疯并不是什么绝症，只是病人一时受不了刺激，谈涌心头，才会一时迷失了神智。你放心，我义妹向来心智坚定，她只是一时接受不了2个孩子失踪的消息，这才有些失常。你确定她醒来就会恢复如常吗？要是连义妹的病都治不好，我还敢称什么诡异？那你能治好她体内的蛊毒吗？龚楚寒当时哑了声音，南宫耀也不再多问，只是就这样守着舒浅月。你守在这里也没用，也帮不了任何忙，倒不如你亲自出去寻找，说不定能够将月儿和绵绵找回来。等她醒来之后，看到孩子们无恙归来，你想想，她该有多欢喜啊！月儿就拜托你了。放心，她是我妹子，我当然会尽100个心的。南宫耀亲自带领黑甲卫全程搜寻，这样的大动静自然瞒不过明安帝。明安帝听说月儿和绵绵被人以他的名义骗走了，下落不明，气得脸都青了。大胆反了！竟然有人敢穿假圣旨，该诛九族！羽林君，你们随穆王的黑甲卫一起，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将这胆大包天的贼人抓到，把小世子平安的带回来。月儿去哪里了？你怎么会睡在月儿的床上？月丫头该死，他居然给我下了药！你答应过本王说会好好照顾她，你把她照顾到哪儿去了？他一定是自己去找月儿和绵绵去了。你说清楚，他去哪儿找月儿和绵绵了？穆王殿下，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你说一下，或许你能够知道月丫头去了何处。龚楚寒回想了一下，努力记起每个细节。我却是一直守着月丫头，她睡了大约有6个时辰，突然就醒了过来。如我所料，她醒来之后就恢复了神智。她第一句话就问起了月儿和绵绵，我只能够如实相告，说你带着人正全程搜寻，想来定是可以找到，让她耐心的在这里等待。月丫头很冷静，她又向我打听那带走孩子们的内侍是什么模样。我告诉她说，那是个生得很俊的小白脸，年纪不到20，眉眼如画。我当时见到这小白脸内侍的时候还奇怪，长得这么好看，竟然跑去宫里做了太监，实在是可惜。月丫头听到这里，脸色突然就变了，声音也发起抖来。我就觉得奇怪，就问月丫头是不是认得这个小白脸太监。月丫头只说了一句话，希望不是他。他说希望不是他，这个他指的是谁？我也是这么问月丫头的，可月丫头却闭紧了嘴，一个字也不肯吐露。但我看她的神情有些古怪，就想着给她把一下脉，哪知道她却忽然用了药把我迷倒。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人事不知的睡了过去。再醒来就看到了你。南宫耀沉默着点了下头，眼前的情景何其熟悉。6年前他也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他搜遍全城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他就有本事能逃得开他的视线。他能锁住全城，却未必锁得住他。父皇，儿臣要去寻找妻儿，还请父皇允准。你再说一遍，究竟发生了何事？南宫耀也不隐瞒，将舒浅月得知一双儿女失踪之后失了神智，醒来后又消失不见了的事情简短说了一遍。儿臣知道他一定是去寻找月儿和绵绵了，他孤身一人，凶险难料，敌人又躲在暗处，儿臣放心不下，故而要去寻他。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你什么意思？若是寻不到他们，你就再不会回来了吗？南宫耀，你回答朕，是或不是？是。好啊，朕当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耀儿，在你心里国和家孰轻孰重？父皇，请恕儿臣不孝。他从怀中取出那块沉甸甸的虎符，上前一步，放在明安帝面前的玉案上。耀儿，你当真要如此？你若是这一去，朕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父皇恕罪，儿臣不孝。他对着明安帝跪倒，磕了3个头，起身便走。耀儿，你回来！父皇，儿臣心意已决，绝不更改。朕知道你这个孩子向来如此，朕没打算再劝你。把手伸出来。南宫耀看着父皇，毫不犹豫地伸出右掌。明安帝将那块虎符重新放回他手中。去找他们吧。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身为男人，若是连妻儿都无法顾全，那他也没那个本事治理天下。去吧，朕相信你不会让他们失望，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父皇在这里等着你们平安归来。父皇，去吧，这块虎符可以调动天下兵马，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期待。父皇，六弟虽然年轻，但他向来聪明，只要跟在您身边好好磨练，未使不能。不必说了，你早去早回。我知道月丫头是怎么出城的了。什么？你找到月儿了？没有，我只是从她留下的痕迹一直追到了这里。她从这里沿着城墙翻下去了。你是说她翻下了城墙？她一个人又怀着身孕，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谁说她是一个人了？她有帮手，而且她这个帮手武功不弱，轻功更是极高。你们这次离京，可曾结识了什么新朋友吗？南宫耀刚想否认，脑海里却蓦然闪过一个人影——楚白。据公楚寒的描述，这个楚白完全符合他说的特征，武功好，轻功又好，来无影去无踪。也只有楚白才会出入他的王府，不惊动府里的黑甲卫和侍卫。但舒浅月为什么会和楚白一起离开？他就算要去寻月儿和绵绵，为何不等自己回来？又为什么连片言之语也不留？月儿会不会是受了这人的摆布，是被这个人掳走的？你为何说他是月儿的帮手？月儿明显不是被掳走的，他对我下药的时候神志非常的清醒。他这个人做事向来果决，定是早就有了深思熟虑才会走下一步棋。他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南宫耀不得不承认，公楚寒非常了解舒浅月，她就是这样一个女子。6年前她从身边走得毫不犹豫，又是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躲了9个月，生下了一双龙凤胎。这样的本事，天底下也唯有他一人。他叫楚白，是一个杀手。至于此人的来历，本王还没有派人查实。楚白，从未听说过此人，但他是个杀手，怕不是个假名吧？你们是怎么相识的？他是杀手，怎么却和月丫头成了朋友呢？朋友？他也配？那个冒充内侍骗走了月儿和绵绵的人，一定是他。如果真的是他，那么月丫头会跟他一起离开，我就明白了。此人居心叵测，先是用计骗走了月丫头的孩子，又潜伏在王府里。他定是趁着我去给月丫头煎药的时候，和月丫头取得了联系，用2个孩子来要挟月丫头。那是月丫头的心头肉，为了他们，月丫头只能跟他一起离开。你的宝贝儿子和丫头在我手里，我可没伤害他们。他们这么可爱，谁忍心伤害他们呢？你把我的孩子带哪儿去了？楚白，你究竟要对他们做什么？我没想要对他们做什么呀，只是我奉命前来请客，又怕你不赏面子，不得已想了这个法子。只要你肯随我前去，我保证你的2个孩子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少。楚白，你不把他们还给我，我立刻要你的命。你杀我容易，想见孩子们就难了。我死了，谁带你去见他们？我要怎样才能见到孩子？只要你答应做客，跟我离开这里，你一定可以见到他们，一根头发也不会少的2个小娃娃。夫人，我并不想和你做敌人。从你掳走我孩儿那刻起，你已经是我敌人了。我也是没办法。夫人，你大可放心，你的一双儿女现在很安全，只要你到了那里，定可以见到他们，我保证。我不相信你的保证。说实话，我也只是一个棋子罢了。那人神通广大，早就安排好了这一步步棋。在你和南宫耀还在皇宫的时候，你们的孩子早已经被那位送出了京城，早就去得远了。我留下来就是为了接夫人你啊。舒浅月沉默下来，久久不语。楚白听到他很久没开口，忍不住叫他：夫人，夫人。你快些赶路，我想早点见到孩子们。但你的身体……我没事，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你要当真是为我好，也不会骗走我的孩子们。楚白人生中第一次觉得，原来被背叛让人痛恨，同样背叛别人的信任更让人难以接受。他后悔接了这样的任务。是月丫头的味道。为什么只有马车不见人？他难道是遭到了不测？不是，他们应该是知道有人跟踪，所以弃了马车，但是我却没有找到他们离开的足印。他们应该是上了树，却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了。这里有许多树，咱们就算是再多的人也找不到了。本王这就调黑甲卫过来，就算把这片土地翻过来，也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弃车只是第一步。若是换了我是月丫头，我不想被你追上，还会易容。你是说月儿她根本不想被我追上？她不但会自己易容，还会给那姓楚的也易容？是的。为什么她就这么不想见到我？莫王殿下，你一定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名声。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本王的名声怎么了？穆王殿下审讯犯人的本事，天下皆闻。落在你手里的人，怕是从来没有招不了的寇供吧？你要是捉到那楚白，你一定会严刑逼供，让他供出幕后主使之人。但如此一来，你能够保证月儿和绵绵平安无事吗？月丫头就是太了解你了，才不想被你追上。在她心里，保护2个孩子更为重要。他们之前乘坐马车，一直向西而行，就算是为了躲开咱们，或许会改道，但最终还是会往西走的。只不过不知道他们这是不是迷惑咱们的一种方式，或许他们是想声东击西，为了引咱们往东，一开始就故意向西，等咱们往西追去，他们实际上却是向东，这样就会离他们越来越远。往西？你确定是向西？要是选错了方向，咱们就和月丫头失之交臂，怕是很难追得上了。本王赌了。阁下，你要我办的事我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东西呢？银发男人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手一扬，一个小瓶子落在楚白手里。本王说到做到，从不骗人。别伤害他，他想见他的孩子。你的事情办完了，以后他的事与你无关。穆王殿下，你认错了，她绝对不会是月丫头，顶多就是有几分相似罢了。我乍一看也以为她是月丫头，但那是不可能的。西凉国新立的女王怎么会是月丫头呢？你一定是太想念月丫头了，所以看到这新女王和月丫头有几分相似，就先入为主了。那女王绝对不会是月丫头，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也希望自己是认错人了，但你告诉我，这世上还会有和月儿一模一样的女子吗？我不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上说不定当真有和她生的容貌相似之人呢。用过晚膳，两人分别就寝。公楚寒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的事，了无睡意。不光南宫耀怀疑，其实他也在暗暗疑惑，白天见到的那新女王，会不会真的就是舒浅月？因为这太巧了，尽管隔得远，看得不是很真切，公楚寒仍能断定，这新女王的容貌和舒浅月最少有8分相似。更巧的是，舒浅月也应该来了西凉京城。大晚上的穆王殿下不在自己的房里睡觉，是想扮鬼吓唬人吗？我睡不着。你是来找我开安神药的？好，你等着，我这就给你开药。我来找你陪我去一个地方。好吧，你想去哪儿？万国寺。你还是不肯死心呢。我要亲眼再见他一面。见到了又怎么样？他绝不会是舒浅月。现在那万国寺守卫森严，就算你闯进去见到了女王，也只会失望而已。无论如何，我也要去这一趟。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呢？我说到做到，答应你的事自然不会食言。2日之后，就是你的登基之日，也是你我成亲的好日子。等成了亲，你自然会见到你想见的人。你当真说话算话？我从不食言。我之前答应你的事，不是已经做到了？你要我救他，现在他不是活得好好的？真是个倔强的孩子，你何必非要跟自己过不去呢？就算你是不为了自己，也该为了你腹中没有出生的孩子想想。你这般辛劳，他也辛苦啊。拿开你的脏手，别碰他。是你？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月儿，跟我回家。你是谁？我是南宫耀。月儿，你看清楚，我是你夫君。我不认识你。月丫头，你让我们找得好辛苦，你怎么会是下一任的西凉女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受了这摄政王的胁迫？你是被逼的，是不是？月丫头，你别怕他，有我和南宫耀在这里，谁也别想欺负了你去。我也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月丫头，你再说一遍，你当真不认识我？不认识。公楚寒脸都绿了，他只觉得心肝脾肾肺哪都气得疼。这就是你说的守卫森严？这2人闯进来骚扰我，你怎么处置？陛下，这是臣的疏忽。月儿，你再清楚地说一遍，你不是舒浅月，你不认得我南宫耀。摄政王，你再不把这2个狂徒赶出去，2日之后你我的婚礼就此取消。臣如陛下所愿。来人，将这2人拿下。义兄，你现在又记得我了？之前在佛寺的时候，你不是说不认识我吗？我当时是为情势所迫。义兄，你当真是我的妻了吗？我在这里向你赔礼。免了，我可受不起你的大礼。舒浅月，你究竟为什么不肯认我？你不认我也就罢了，连你自己的夫君你也不认了吗？义兄，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没事吧？我不知道，他中了摄政王那什么寒冰化骨掌，已经是1天1夜没了动静，不知道是生是死。
要是他死了，岂不是称了你的心，如了你的意？明天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嫁给那摄政王了。我提前祝你们夫妻和美，白头到老。义兄，你何必说这样的话？我了解南宫耀，他绝不会这么死的。原来你是来送他一程的。好啊，你现在就让人去杀了他。他现在动弹不得，绝不会反抗。或许你想亲手杀了他。我怎会杀他？舒浅月把一个小瓶子交给龚楚寒，说道：“这是寒冰化骨掌的解药，你拿去给他服下，可解他体内寒毒。”这不会是毒药吧？这药有没有毒，义兄你一看便知。以前我信你，但是以后，哼，却未必信你。龚楚寒似乎被伤得不轻，他收起药瓶，嘴唇动了动，正想开口：“你把解药喂给他，就和他离开这儿，走得越远越好。以后你们就当世上没有我这个人。”你真的是舒浅月，是我的义妹，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为了要当西凉女王，你不认义兄，我不怪你，你却连自己的夫君也不要了。你，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女人，早知道当初我就不该救你。你知道我们一路上寻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吗？我们千里迢迢的终于找到了你，可你却恋慕权势，为了当女王六亲不认，你连禽兽也不如。义兄，这是出城的令符，你们拿着它，马上就走。谁稀罕你的破令符？你滚！公兄，咱们离开这里。南宫耀，你没事了？我的寒毒已经驱散了，这要多谢公兄你想出来的法子。孩子们可还安好？他们很好。我要月儿。不行，月儿是我的儿子，他必须跟我离开。难不成你要他看着自己的娘亲嫁给别的男人，让他开口喊别的男人做父亲？就算你愿意，你可有想过月儿的感受？你让他情何以堪？好，你当真不跟我一起离开？你不后悔？不后悔。做西凉的女王，对你就这么重要？月丫头，希望你真的别后悔。说完，他就毫不犹豫地追随南宫耀离开。舒浅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南宫耀拿着舒浅月给的令符，很顺利地离开了京都，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回去？你说什么？回去？或者你带着月儿回南辰，我要再进京城。你还不肯死心？你回去做什么？明天就是他登基的日子，也是他和那摄政王成亲的时候。你要亲眼看到他和那个男人拜堂成亲，亲近我夫妻恩爱吗？南宫耀，你别傻了。龚楚寒，你有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人？问这个做什么？你一定没有真心喜欢过一个人。如果你有，你就会知道我现在的心情。不管他做了什么，就算他真的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在乎。我只想要再去看看他，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此生无憾了。南宫耀，别人都说你冷血无情，可谁知道你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情种。好啊，既然你想回去，那咱们就回去。你不亲眼见到他和别人成亲，怕是永远也不会死心的。女王陛下，明天就是你登基的好日子，你不好好准备，怎么有时间来看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婆？好孩子，委屈你了。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答应那个恶魔的要求。他的确是个恶魔。那你能答应我，替我除掉这个恶魔吗？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全都是拜这个恶魔所赐。他有着世上最干净最明亮的容貌，可他的心却比魔鬼还要黑。我当初就是瞎了眼，上了这恶魔的当，被他囚禁在地底几十年，做了活死人，好不容易得见天日。这恶魔怕我回来夺了他的权势，竟又找人毁了我的命骨。现在就算他为了逼你答应他，修复了我的本命之骨，我也没有几年好活了。更何况我变成这般模样，走出去，谁会认得我就是他们的女王陛下？这辈子我都不会见神了。我都知道，女王陛下。那你是答应我了？我尽力。好孩子，你去吧，以后别再来了，来了我也不会再见你。我想见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恶魔，可是那恶魔却始终没胆子出现在我面前，就连修复我的命骨，也只敢趁着我昏迷不醒的时候
他可真是个胆小鬼。木须，本王好看吗？好看，女王陛下在我心里永远没人能及得上你的美貌。本王也觉得自己很好看，不过花无百日红，本王也该去了。主子，那老女人满口对您不敬之词，属下实在是……他以为本王不敢见她，还骂本王是胆小鬼。好，那本王就去见见，也该是时候见一见故人了。故人相见，也来无恙。你故意说那等言语，不就是想见本王一面吗？你以为本王不敢？可是本王偏偏来了，你却为何不肯露面呢？陛下，臣来了。你来晚了，陛下他已经去了。什么？你再说一遍。陛下已经去了。西凉女王一袭鲜亮的耀眼红衣，静静地躺在榻上，双手合在胸前，脸上罩着一块红色头纱，遮住了她的面容。摄政王大步上前，伸手去接她面上的红纱。别动，陛下生前遗愿，不想被任何人看到他的面容。连本王也不准吗？这是陛下遗愿，请摄政王成全。没想到知道你死，却也不想让我看到你最后一面。你竟这般爱惜自己的容颜吗？即使在本王心里，红颜枯骨全部都一样。来人，将陛下的遗体葬于皇陵。他已经被你害成这般模样，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他？你以为是本王杀了他？笑话！本王耗费了大量心力才修复了他的命骨，又怎么会要他的命？他是自尽的。舒浅月死死咬住嘴唇。是的，或许西凉女王确是自尽的，但要不是这白发男人害得她容颜尽毁，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她又为何要自尽而亡？他是你害死的。也罢，就算是他是因我而死，但你和他并无过深的交情，不至于恨我到如此的地步。你恨我是因为南宫耀吗？你拿了我的令符给了他，又把你的儿子交给了他，想必现在他已经早就离开了京城，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南城，此生你们都不会再见面，但你却会成为西凉的女王，所有西凉的子民都会臣服于你的脚下。高高在上的西凉女王还比不上区区南城国的一个王妃吗？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迷恋权势。摄政王，你既然这么想拥有权势，为什么不自己称王，非要立我这样一个傀儡？为什么？问得好，你莫非忘了西凉国世代皆以女子为帝？本王纵有雄才伟略、旷世之才，可惜却身为男子，做不得那个位置。因为你需要一个傀儡，那为什么选中的人是我？我究竟何德何能，入了阁下的眼？你太小瞧自己了，请阁下为我解惑，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对权势半点不感兴趣，更没有治国之才，我只是最普通平凡的一个女子，你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我？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花费偌大的时间精力，还有财力，还将楚白安排在我身边，拐走我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将我引到西凉。这偌大的西凉城，难道就找不到你需要的傀儡女王？摄政王面对他的疑问，只是微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陛下，你打算穿着这身凤袍入睡吗？你怕我？怕我什么呢？在你眼里，我不一直是一个老头子，老头子是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了。尽管这是你我的新婚之夜。既然您不打算做什么，那么我要休息了。本王也该休息了。摄政王阁下，您是要在这里休息吗？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就算本王是个老头子，可仍然是个男人。难道你觉得这样的夜里，本王不该对你做些什么吗？摄政王阁下，请问您今年贵庚？您这般年纪了，想对我这样的小女子有那种非分之想，就不觉得羞耻吗？本王已经记不清楚已经有多久没有摸过这么柔美的肌肤了。你虽然嫁过人生过孩子，可是这皮肤还是像少女一样的娇嫩。但是本王打赌，你一定还没有体会过做女人真正的快乐，那种快乐足以让你化为齑粉，死去活来。你想试试吗？本王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世上至高无上的快乐。滚！好多年了，本王没有听到过这个字。以前只有他敢对本王这般的呼来喝去，没想到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也敢对本王说这个滚字。你胆子不小，但是本王喜欢。阁下，别忘了，我是个有身孕的女人，
就算阁下对我有非分之想，能不能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你不会对一个大肚子的女人也不放过吧？堂堂的摄政王大人，想要什么样的女子，还不是唾手可得？何必这么饥不择食呢？您还真是饿了。小丫头，别在本王面前玩心眼儿，你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的。但是本王喜欢你这样，你就像是一只小老鼠落在了猫的手里。你猜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本王给了你无上的权力，让你成为至高无上的王者，所有人都会臣服于你的脚下，你就半点都不感激本王吗？你给的这些我不稀罕，本王会拿你稀罕的东西来交换。你答应过我，成亲之后就让我见绵绵。本王自会如你所愿，但是你欠本王的，本王迟早会收回来。啊，娘亲，是弟弟在踢你了吗？是啊，他很顽皮的，你为什么要叫他弟弟？或许是个妹妹呢？妹妹我也喜欢呀。娘亲，妹妹怎么还不出来？我都等不及要见她了呢。快了。舒浅月想到蛊毒已解，腹中的孩子终于可以平安降生，心里充满了平安喜悦。和腹中的孩子比起来，什么都不重要了。接下来的日子过得缓慢而平静。皇宫里，所有人都称绵绵为小公主。摄政王对她的喜爱有目共睹，立她为皇太女的传言在宫中愈传愈烈，甚至都传到了舒浅月的耳朵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他就让人去传摄政王。陛下，传臣来有何事？听说你要立绵绵为皇太女，确有此意。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你不希望你的女儿成为下一任的女王？不希望。绵绵有她自己的人生，她未来要做什么，应该由她自己决定。她才5岁，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不想给她任何禁果。孩子话，你自己本身还是个孩子。正是你刚才的话，她才5岁，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怎知道她将来不会成为女王，成为万人之上？你又不是她。绵绵是我的女儿，我当然知道她的想法。不，你不知道。绵绵有独立的思想，她不会受任何人的束缚，她的未来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无论是你和我，都无权去掌控她的人生。你说的不对，绵绵还小，还不定性。你从小给她灌输什么思想，小孩子总是很容易就接受了。你带着她上朝，让她从现在开始就接触朝政，慢慢培养她的兴趣。你以为我不清楚吗？你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只可惜你对朝政半点也不感兴趣。我若是感兴趣而贪恋权势的人，你也不会选中我这个傀儡。你怎么知道本王是要选一个傀儡，而不是真心想为西凉国选一位女王陛下呢？明摆着的事儿。绵绵的事儿不必多说，她是我的女儿，也是本王的。你不会忘了吧？你现在是本王的妻子，你的女儿也是本王的女儿，我的女王陛下。或许你想立腹中的孩子为皇太女，你休想再打我孩子的主意。摄政王微微一笑，饶有深意地看他一眼，转身离开。舒浅月冷静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是跟魔鬼做了交易，这是一件太过可怕的事情。当时他为了孩子们不得不答应魔鬼的条件，可眼看着魔鬼把他的利爪伸向了孩子们，舒浅月才猛然醒悟，不可以，他一再的退让只会让魔鬼变得更加嚣张。再这样下去，魔鬼不但会把他吃的骨头也不剩，就连他的孩子们也不会放过。从这一天起，舒浅月对摄政王的态度开始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他会时不时的亲自下厨做一些小菜，让人送给摄政王品尝。有时候是他别出心裁的小菜，有时候是他精心制作的点心。摄政王每次吃到这些与众不同的小食，都会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这个女人又想玩什么花样？他开始对舒浅月产生了浓浓的好奇。为什么西凉国会以女子为帝呢？因为建立西凉国的是一个女子，那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她把一盘散沙一样的西凉各个部落统一了起来，成立了国家，又打退了诸多前来侵犯的敌人，让西凉国自此强大。他很少和别人谈及这段历史，却跟他讲了很多关于那首任女王的故事。娘亲，我想小世子了。小世子跟着爹爹回南城了吗？你住在这里不开心吗？我以为你喜欢住在这儿。刚开始是喜欢的，
可是我想小世子，还有义父，还有爹爹，娘亲，咱们回南城去好不好？舒浅月极缓极缓地摇了摇头，她有些不忍心看小丫头失望的眼神，岔开话题：“你自己荡秋千好不好？你要是荡得好，娘亲就给你做红豆糕吃。”好呀，娘亲不许骗我。娘亲几时骗过你了？陛下呢？陛下和小公主在花园里荡秋千，小公主很喜欢秋千，陛下一直陪着她。只许吃2块，小心牙疼。娘亲，牙疼别找我哭啊。吃吧，有本王在，牙疼也不怕。难得绵绵喜欢，就让她吃。本王有药。是药3分毒，她才只有5岁，吃太多甜食对她不好。绵绵，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大人，娘亲是为了我好了，我听娘亲的话，就吃2块。摄政王心里忽然一阵莫名的悸动，他才5岁就被他教得这么好，将来一时之间，摄政王的心思飞出去了很远很远。大人，你尝尝我娘亲做的红豆糕，可好吃啦！我娘亲还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点心呢，可惜娘亲很少做，她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给我吃。你娘亲做的点心，除了你，还有谁吃过呀？小世子、义父，还有爹爹。不过爹爹几乎没吃过的，娘亲从来没有单独给爹爹做过点心，她只能偷我和小世子的点心吃。绵绵，本王刚刚收到了一个消息，南宫耀已经回到了京城，被立为了太子。那原来的太子南宫璉呢？是先太子自请让位，他现在仍是誉王。南宫耀成了太子，另立太子妃。现在那位太子妃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了。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本王在南城有细作，他们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太子妃是谁？是你的亲妹妹舒妙雪。舒妙雪，你如今心愿得偿，可是称心如意了。舒浅月越想越觉得好笑，她的笑意抑制不住地从嘴角一直蔓延到了眼角眉梢。舒浅月擦去了眼角笑出来的泪水，慢慢站直了身体。她用平静的语气道：“帮我传太医，还有稳婆，我怕是要生了。”说完这句话，她就闭上了眼睛，整个人晕了过去。怎么还没声音？陛下怎么样了？回王爷，陛下他的胎位不正，怕是要难产。请问王爷，万一保大还是保小呢？你们给本王保陛下母子平安，2个都要，听到了吗？听到了。别怕，本王在这里。如果我死了，绵，本王会照顾他，一生一世，你不会死。不，我要你答应我，你答应我，送绵绵回南城，送他回他父亲身边。如果我死了，胡说，你不会死，有本王在，你绝不会死。太医，给本王救人！他要是死了，本王要你们全部都给陛下陪葬。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声惊醒了昏沉沉中的摄政王。恭喜王爷，陛下生了一位小王子。为什么只有婴儿哭，听不到他的声音呢？陛下母子平安，陛下是太累了，昏睡过去了。你没骗本王？不敢，臣不敢欺骗王爷。王爷要是不信，可以去亲眼看一看。你们好好的照顾陛下，不许半点有失。娘亲，弟弟不见了，娘亲，弟弟不见了。你说什么？是谁欺负本王的小公主了？娘亲，弟弟不见了，弟弟不见了。绵绵，你再说一遍。是弟弟，我刚才去看弟弟，可是乳娘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弟弟，弟弟没有，弟弟不见了。请一位立刻去找，找不到小王子，所有人提头来见。你娘亲刚生下的弟弟，他太累了，让他好好睡一觉。可是
弟弟真的不见了。娘亲醒过来，要是见不到弟弟，娘亲会受不了的。有本王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你保证？本王保证。2个时辰过去了，清一卫找遍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失踪的小王子。摄政王听了清一卫的禀报，面沉似水。有内鬼，去查，把内鬼找出来，把小王子给本王平安无事的带回来，否则你们就提头来见吧。摄政王给清一卫下了死令，但1天1夜过去了，失踪的小王子一直没有找到。清一卫已经把整个京城都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得到半点有用的线索。阁下，你神通广大，你一定可以帮我找回孩子的，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求过你，这次我求你帮帮我。好，本王答应你，本王就算是上天入地，也要把孩子找回来。谢谢你。舒浅月大病了一场，她很少生病，除了6年前生下一对龙凤胎的时候九死一生，更险些葬身于大火之中。幸得遇到了龚楚寒，将她救了回去。从那以后，她就几乎没再生过病。但这一次，她的病来势汹汹，把她整个击倒了。她卧床不起，每天都像是生活在噩梦里。有很多时候，她甚至分不清这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太医的诊断结果是一致的。陛下其实是在逃避，他不愿意醒过来，他不想面对失去小王子这痛苦的现实，所以才会让自己一直沉睡在梦境中。这对陛下而言也是好事儿。若我要强行把陛下唤醒，怕是陛下接受不了刺激，会得失心疯的。等把小王子平安带到陛下身边，臣等再唤醒陛下。王爷，陛下得的病是产后伤神，他这次醒来之后，只怕是会忘了以前的事儿啊。你说他会失忆？有极大的可能，但也不是全无记忆。他可能会忘记那最让他伤痛之事，比如小王子的失踪。陛下只要能安心静养，不操劳，不生气，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你醒了。你是谁？我是你的王夫。王夫？我是谁？陛下，您是西凉的女王陛下，万人之上。我是女王？是的，我的陛下。我莫非在做梦？你现在是清醒的，你病了太久，太医说你一直在做梦。我得的是什么病？风寒。可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连根小手指也不想动。太医说是因为你风寒入骨，烧得不省人事，有几日连水米都喂不进去，以至于身体过于虚弱。还好你终于醒了，陛下，你会好起来的。好，我信你。太医说你要多休息，现在你再睡一会儿。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抱歉，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以前你总是唤我夫君，既然你忘了，那就重新记住我好了。我叫叶清雪。你的名字很好听。他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没一会儿就呼吸沉沉的睡着了。睡吧，别再做关于那个梦了。摄政王又凝视了他好一会儿，终于咬破指尖，将鲜血一滴滴的喂进他嘴里。忘了以前的事儿对你只有好处，如果你不记得了，就永远忘了他吧。娘亲，娘亲。陛下，这是咱们的女儿，她叫绵绵。女儿？她是我和你的女儿吗？娘亲，你是把绵绵忘了吗？你不记得绵绵了吗？绵绵，娘亲记得，你是娘亲的宝贝，娘亲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快点好起来，本王和绵绵才能够安心。咱们先出去，让娘亲多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娘亲，我和父王先离开，您好好休息啊。大人，咱们这样骗娘亲，真的好吗？你觉得有哪里不好？娘亲说，好孩子是不可以骗人的。那你以前有没有骗过人？当然骗过，可我却没有骗过娘亲。娘亲要是知道我骗了她，她会生我的气，再也不理我了。我不怕娘亲打我，但我就怕娘亲不理我。别怕，你娘亲不会知道的。更何况咱们这不是欺骗，是为了救你娘亲。只有用这个法子，才会让你娘亲忘了失去你弟弟的痛苦。绵绵，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学着替娘亲分担痛苦。这个秘密，你就把它永远的藏在心里，永远不要让你娘亲知道。我知道的，大人，你是为了娘亲好，我记住了，这是秘密，我会守口如瓶，绝不会在娘亲面前提到弟弟半个字。大人，
弟弟真的找不到了吗？你本事这么大，怎么就找不到弟弟呢？本王是人，是人就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本王答应过你娘亲，就算是上天遁地，也会替她把孩子寻回来。但是在寻回来之前，你要记住，千万不能够刺激她，否则太医说了，如果她再受到一次这样的刺激，就连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大人，我都记住了。本王和你的交易早已完成，你还来做什么？对呀，正是交易完成了，我们两两互不相欠，所以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你。我欠了夫人一笔账，我是来还债的。还什么债？这是我和夫人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这里是皇宫，本王的地方。若是你不说实话，本王就让你永远都见不到他，甚至可以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哎呦，你这是在威胁我吗？王爷，你莫非忘了我的身份？我一个杀手最不怕的就是死，但我这条命也不是谁想拿就能拿得走的。我就是说啊，王爷，我此番前来并不是想与你为敌，我就是来探望一下故人，但夫人好像不认识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不是夫人，是陛下，是西凉国的女王，是本王的妻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变成了女王？你们还成了亲？绵绵她还叫你父王？此事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摄政王这才把舒浅月产子失子的经过说了一遍。什么？竟然有人在你眼皮子底下偷走了夫人刚出生的婴儿，直到现在都下落不明，这不可能啊！本王也觉得不可能，但这就是事实。我不信，我不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就连我都做不到。你算个屁！你少瞧不起人，我是打不过你，但是却未必杀不了你。我想偷一样东西，这世上还没人能躲得过。本王不跟你斗嘴，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去找出这个人来吧，把他的孩子平安无事的带回来。如果你真的是欠了他的债，这就是你还债的最好方式。哈哈，险些上了你的当。你想让我替你出力，就明码标价的开口，只要你肯出价钱，什么都好谈。你很聪明，什么都可以。你别想打他的主意，太医说过，他受了那样的刺激，忘记了以前的事情，所以连你也不认得了。他现在只知道自己是西凉的女王，本王是他的王夫，绵绵是他和本王的女儿。你编了一个好故事，你骗了他。本王是为了救他，他差点就死了。太医都说他回天乏术，是本王救了他，但本王能救他一次，却未必还能救他第二次。要是他再受到刺激，旧病复发，那就神仙难救。在这世上，谁要敢再伤害他一根头发，本王绝对不会放过。你找我究竟为什么？不光是为了让我去替你找那个失踪的婴儿吧？本王是要你帮我杀一个人。哦，杀谁啊？你是杀手，杀人一向只问价钱，不对目标。只要本王出得起银子，杀谁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也不是谁都杀的。这世上有3个人，我绝不会出手。本王要杀的人绝不会在那3人之中。你先说说看。摄政王说了一个名字。杀了他，本王给你1万两黄金。西凉国堂堂摄政王居然出1万两黄金让我去杀一个女人，我很好奇，这个叫舒妙雪的女人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她在南陈，你在西凉，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起。更奇怪的是，她也姓舒，她和夫人是什么关系？她是陛下的妹妹。你让我去杀夫人的妹妹？这笔生意你接还是不接？不接，我说过，和夫人有关的生意一概不接。我已经欠了她一笔债了，再杀了她妹妹，以后我还有脸见她吗？闻言，摄政王不由冷笑出声，他右手一扬，一张轻飘飘的纸就向着楚白飞了过去。楚白打开，只看了一眼，笑容消失无踪，怒气上涌。这对狗男女好不要脸，我这就去宰了他们，剃着他们的脑袋回来。这笔生意我接了，买1送1，杀2个只收你1份钱。南宫耀不能杀。为何不能杀？他竟然把夫人抛在脑后，另娶了他人，还立了那贱女人做太子妃，他该死。没错，他是该死，但却不该死在你的手里。这个人留给本王。好，我要见夫人一面。不行，他现在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贸然的出现在他面前，只会引起他对往事的怀疑。
本王不能够冒这个险。我要是不出现，才会引起他的怀疑。本王说不行就是不行。王爷，你这是信不过我。我不会伤害他，我保证不会在他面前泄露半个字。我只是想见见他，送他一份礼物。他不稀罕你的礼物，他需要什么，本王都会给他弄来。若是你这差事办好了，回来后，本王可以让你们见上一面。好，一言为定。是你？没错，是我。你认得我了？我认得。看来你还真的把以前的事儿全都忘了。我以前认得你？当然。不过摄政王那老头子肯定没有跟你提起过我的名字，是不是？老头子？他不老啊。你别被他迷惑了，他的年纪做你祖父都绰绰有余。算了，先不提他了。夫人，现在我要带你离开这里。你为何叫我夫人？那不重要，我不会害你。夫人，我只是要救你。我哪里也不去。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绵绵，我会带她一起离开。离开？你真的以为可以逃出去？那你未免太小看摄政王了。不管你跑到哪儿，天涯海角，他都不会放过你。你走吧，我就当从来没有见过你。你记得我是不是？舒浅月却不再理他。如何？他是真的失忆了吗？他确实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看到我，他吃惊却没有慌乱。我说要带他和绵绵离开，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现在王爷可放心了？在这世上，想知道一个人的心太难了。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等你坐在本王这个位置也会如此。要不是步步小心提防，本王也活不到今天。那王爷的心可以落回肚子里了。我可以保证，他把前尘忘得一干二净的。那件事儿办得如何了？没机会下手。那男人把那女人护得跟眼珠子一样，好像知道有人要去行刺一样。身边始终有黑甲卫守着他。天下负心男儿莫过于此。总有一天，我要摘下他的项上人头。你为何如此憎恨南宫耀？你一个杀手拿钱办事，他跟你无怨无仇。他对不起夫人，那关你什么事儿？楚白答不上来，摄政王也没追问。娘亲，你真厉害，你真的骗过他们了。鬼丫头，是你配合的好。娘亲，等咱们找到了弟弟，就回南城去好不好？我想小世子了。还有父王，我才不相信父王会做对不起娘亲你的事情。他就算真的娶了那个舒妙雪，他也绝不会碰他一根手指头。娘亲你放心，父王心里只有你一个的。我相信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那不过是他刻意演的一出戏罢了。为了迷惑摄政王，他虚虚实实，他一再试探，两个人就像是一棋高手，你来我往，且看最后鹿死谁手。走到今天这步棋，他似乎占了上风。摄政王应该已经相信他是真的失忆了，这对他接下来的计划很有帮助。但怎么找到失踪的儿子，他还是一筹莫展。幸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楚白出现了。他不明白楚白在他和摄政王一起演的这出戏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只知道他也是摄政王手中的棋子。既然是棋子，也许也可以为他所用。王爷，昨夜我见过那个刺客。陛下，他对你做了什么？他并没有对我做什么，只是他说要带我离开这儿。他说他认识我，可我对他却无半点印象。他没有伤害我，我拒绝了和他离开，却也没有通知锦衣卫去抓捕他。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是错了。陛下，相信臣，臣会保护好陛下还有绵绵，不会让你们母女受到一丝伤害。都这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来？不会是送信的人把信弄丢了吧？还是出了什么状况？他们又遇到了麻烦不成？会来的，你不是已经打听清楚了吗？他现在是西凉国的女王陛下，失去了以前的记忆。就算他不来，那位摄政王也一定会来。沉住气，摄政王可不是好对付的。他再不好对付，还能比南宫耀那块骨头更难啃？那可说不定。我对这位摄政王只闻其名，还从未见过其人。听说他成了我的妹夫，我倒还真是很好奇，他究竟是怎么样让挑娘看上他的？他一个老头子，哼！众卿臣颇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严格说起来，摄政王把持西凉朝政，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如果这么算的话，他倒的确是一个老头子了。据北陵的探子回报，据说摄政王看上去不过30出头，尽管一头银发，却是个风度翩翩的绝世美男子。
忠言绝不在穆王南宫耀之下，就算他驻颜有术，精力也必不济，怎么可能连续数十年精力不衰？他这次奉了北黄傲的密令前来西凉，也有一探这位摄政王虚实之意，说是当真入不得眼，是个糟的不能再糟的老头子，那他就替挑娘除了这个眼中钉，再替挑娘立密家婿便是。小徒儿，为师在这里等了你好久了，你终于来了。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也没有师父。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师父北堂川啊。就算是没有正式拜过师，可是我说过，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可以收你为徒。小徒儿，你要不要现在拜师啊？只要你拜，我立刻收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失之不来呢。不拜。我家挑娘可是聪明的紧，就算她忘了你是谁，你也别想让她上你的当。挑娘，你可还记得为兄？我不认得你，可是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就是北陵国的右相吗？你记得我？他不记得。阁下想必就是西凉的摄政王大人了，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众右相来我西凉，不知有何要事？王爷真是个爽快人，直入主题。没错，我确实是有要事要和王爷相商。王爷既然知道我的身份，想必也知道我就是挑娘的亲兄长。就算他忘记了以前的事情，可我却没忘。我和挑娘幼时离散，好不容易才找回了这个亲妹妹，本想让她认祖归宗，却不想被那南宫众右相不相关的人和事就不必提了。不想我这妹子被人拐走，我这兄长心里煎熬，日夜担忧，怕挑娘受人欺辱，却不想听到挑娘她做了西凉的女王，还有了你这个妹夫。兄长，摄政王见他秒懂自己的暗示，绝口不再提南宫耀的名字，一颗心终于缓缓落了地。众清晨也看着他，双方交换了下眼神，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小徒儿，走，为师带你去摘莲子。阁下请自重。好吧好吧，我不叫你徒儿了，你是我师傅。小师傅，带徒儿去摘莲子可好？我们要谈的事颇是无聊，你去散散心也好。你们聊，我陪我小师傅去了。王爷对我家挑娘倒是颇为钟情啊。众右相可是来与本王续儿女私情的？当然不是。如今南宫耀的军队在西凉边境蠢蠢欲动，蓄势待发。那南宫耀是个锱铢必较之人，你夺了他的爱妻，他岂能不恨你入骨？必要时以南陈铁足万军之势踏平你西凉。这战事已经一触即发，不知王爷可有应对之策？不知众右相有何条件？王爷是个痛快人。既然摄政王开诚布公，他也不藏着掖着，两人细细密密地谈了起来。你真的忘了以前的事情吗？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重要吗？你其实记得的，是不是？你记得我，记得你哥哥，你却装作忘记了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小徒儿，我知道你被那家伙威胁了，所以才不得不委身下嫁给那个老头子。但是你别怕，只要你肯拜我为师，为师会保护你。我帮你杀了他，怎么样？北堂川，你今年贵庚？你难道不是个老头子？你这张皮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是从死人屁股上剥下来的皮做的面具吧？你别一口一个死人屁股，我这是自己的脸。好吧，就算我误会了你，可你真实的年纪也不比摄政王小几岁吧？何苦一口一个老头子叫人家？你管他叫老头子之前，就没照照镜子里的自己吗？你还真护着他，我倒是看走眼了。你对他并不是虚情假意，既然你记得一切，那你还记得南宫耀吗？那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你为什么要装作失去了记忆？是为了让那男人对你更死心塌地吗？小徒儿，我和你兄长这次是特意为你而来的，你要是受了委屈，只管开口，我们会给你撑腰的。你们帮不了我的。只要你说，就算有天大的难事，我也给你去办。如果我办不到，还有你兄长啊。这世上还没有我和他加在一起办不到的事情呢。小徒儿，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我的孩子不见了。绵绵还是月儿？不是绵绵，也不是月儿，是我刚出生的孩子，他才刚刚出生就不见了。这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人在摄政王的眼皮子底下做出这种事来？那男人我虽然只见到过一次，可他是什么人物？手眼通天，他甚至比南宫耀还要厉害得多。不瞒你说，我之前潜入南陈，想把月儿带出来都没能够成功，怎么会有人能够瞒过摄政王的耳目，偷走你刚出生的孩子呢？我也不相信，可事实真是这样。王爷他派人搜遍了全宫，甚至全城，都没找到半点线索。我那可怜的孩子也不知道他声音哽住了。所以你就装作失去了记忆，
你是不想回忆起那份痛苦？除了这样，我还能怎么办？那段时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梦到我的孩子，梦到他在哭，在喊我，在叫我去救他。可是我却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再这样下去，我怕我就要疯了。换作是我，怕是也要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所以你就强迫自己忘了这件让你痛彻心扉之事，这真是苦了你了。他发现自己真的错怪了他，他是欺骗了摄政王，欺骗了所有人，但其实他真正想要欺骗的人是他自己。是我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我本不该把这事告诉你的。没有人能帮我，就连摄政王都找不到那孩子下落。我不该一直抱着希望，你就当没听过。北汤川，你答应我，不许把今天的事情告诉我兄长，一个字也不许提。为什么？摄政王办不到的事情，未必你兄长和我就办不到。告诉他，才能帮你找回失去的孩子。难道你不想让那孩子平安的回到你身边吗？没用的，找不回来的。兄长为了我，竟然千里迢迢赶到西凉，他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让他为我操劳担心。他愿意，他欠了你的，他愿意付出一切去补偿你。你说的对，是他对我的愧疚，让他愿意为我去做一切。可实际上他并不欠我，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他。如果他真的为我做太多，我怕自己会承担不起。北汤川，你可以答应我保守这个秘密吗？好，我答应你，希望你别后悔。我不后悔。你准备一直就这样自己欺骗自己吗？你能够骗得了多久？迟早有一天你会坚持不住的。除了骗自己，我还能做什么？如果那老头子知道了真相，他可不会相信你，他会杀了你。如果你点头，我可以替你解决这个麻烦。你们来西凉不是为了和他合作？是与你合作，不是与他。你才是西凉的女王陛下，他把你当成傀儡，你不会不知道吧？无所谓了，我本就是个傀儡。这个女王的位子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我也不想操那些劳什子的心。他愿意就让他去做就好。你还真是心大呀。对于不在意的东西，我随时可以放手。怎么样？他真的是失去记忆了？没有，他记得所有的事情，包括南宫耀，他全都记得。你说他的失忆是假的？他记得所有的事儿，也包括我。当然他都记得。这丫头演得真好，把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但他还是对我说了实话。为什么？我答应过他要帮他保守秘密的。说都说了，还遮遮掩掩的做什么？掩耳盗铃吗？我还不是为了你。你当我愿意做背信弃义的小人吗？难道你不是？你才是小人，你全家都是小人。真做小人总比做伪君子要强得多。那个摄政王还真是高深莫测，就连我都识不出他的深浅。你的意思是他是个伪君子？那我的小徒儿岂不是嫁了个衣冠禽兽？倒也算不上是伪君子。挑娘为什么要故意失忆？是为了迷惑他吗？他其实早就看穿了他了。他究竟和你说了些什么？罢了，实话和你说吧，我那小徒儿其实是为了……北堂川还是把舒浅月告诉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你妹子刚出生的孩子被人偷走，下落不明，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你是孩子的亲舅吗？你相信他的话？你不信？你觉得他在骗我？如果他说的是假话，我就把这2颗眼珠子挖出来给你。她是你亲妹妹，你居然会怀疑她？不是怀疑，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摄政王我刚刚才见过，这人心思缜密，处事滴水不漏。他的亲衣卫赫赫有名，不在南宫耀的黑甲卫之下，在这样严密防守的皇宫里，怕是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他对挑娘明显是十分上心，挑娘刚生的孩子怎么可能会不翼而飞？就算是真的有人胆大包天做出这种事儿，又怎么可能没有留下半点的痕迹呢？难道他摄政王属下的青衣卫都是吃素的吗？是摄政王坚守自盗。不行，不能够让小徒儿落在那老头子手里，他会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的。你不必去了。为什么？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亲妹妹被老虎吞入腹中吗？这是挑娘自己的决定，她有自己的计划，你别管了。你要驻颜丹做什么？你已经容颜不老了，难不成你还想返老还童，把自己变成一个3岁孩子不成？你知道想要维持这张脸不变，我要遭多少罪吗？每隔3个月，我就要在脸上动1次刀龟之术，那份痛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要是不动的话，会怎么样？别的老头子啥样，我就会变成啥样。老，就这么可怕吗？当然可怕了，你还年轻，站着说话不腰疼。等你老了，看到皱纹爬上了你娇嫩的脸颊，眼角也长满了皱纹，乌亮的青丝变成了白发苍苍。昔日对你死心塌地的男人变了心，喜欢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姑娘，你怕不怕？没什么可怕的，
女人怕容貌老去，是怕失去了男人。但你一个男人，为什么想要留住年轻的容貌呢？这是我北唐一族的秘密。既是秘密，我就不问了。如果你肯卖一颗驻颜丹给我，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你留着这个秘密，传给下一任堂主吧，我不想知道。小徒儿，你拜我为师，我就把堂主之位传给你，再告诉你这个刀龟之术的秘密，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娘亲，绵绵小丫头，快拜师！你只要拜师，我就立刻收你为徒，把衣钵都传给你。你谁啊？臭小子！臭小子！哈哈，小丫头，你再叫一声。臭小子，臭小子，臭小子！不行了，小丫头，我简直爱死你了，我非要收你为徒不可。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北唐川唯一的入室弟子。你不是一直说要收我为徒吗？你又不肯拜我为师，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收小丫头。哎呀，她简直就是我找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良才美质，这样的好苗子万万不能够落在别人的手里。绵绵，快叫师傅！我才不要！你连毛都没长齐呢，就想当我师傅？我都68岁了。骗子！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呢！你明明比我大不了10岁。我真没骗你。北唐川急了，他从来没向别人吐露过自己真实的年龄。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每隔3个月就忍受一次刀龟术的痛苦，这会儿却生怕收不到徒弟，急急地把自己的老底都掀了。女王陛下，你快跟小丫头说，我真没骗她。你真68了？千真万确，我要是有一个字的假话，就天打五雷轰。他没骗你，他看着小，其实是个老头子。看吧看吧，我真的没骗你。绵绵小丫头，来，快叫去师傅。娘亲，我不要老头子做我师傅。老头子怎么了？你那父王不也是个老头子？你还叫他父王呢，怎么就不能够拜老头子为师了？哼，你骂我父王，我不理你。好好好，我错了，我不骂他了，我骂我自己。绵绵小可爱，你就拜我为师吧。你看我都这么老了，连个徒儿也没有，以后这入了土也没有人给我送终，多可怜呐！娘亲，我真的要拜他为师吗？看你自己，想拜就拜，不想拜就不拜。拜吧拜吧，我不但有很多别人不会的本事，我还有多的数不清的钱，只要你拜了师，我全都给你，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谁稀罕你的钱啊？好像我很贪财似的。是为师说错了，为师给你买，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他从身后摸出一个冰糖葫芦，塞到绵绵手里。这个冰糖葫芦算是为师的见面礼。谢谢师傅。娘亲，我的病快要好了。真的？是姨父亲口说的。姨父说就差1味药了，只要找到这味药，我的病就能治好了。这段时间有人发现你姨父了吗？没有。当然，小白帮了很大的忙。小白？就是楚白，我一直叫他小白。嘿嘿，记住，这件事情要继续保密，你要继续装作不认识他，不要让任何人发现破绽。义兄，真的是你？是我。义兄，我终于找到这最后1味药材了。真的？终于找齐了，绵绵有救了。月丫头，还是你厉害啊！你是从哪儿找出来这味药材的？是他去了一座古墓里找到的。他是摄政王。义兄，药已经齐了，绵绵就交给你了。放心，我一定会尽快的炼制出解药的。我见到了众卿臣。你那个北陵国的兄长，他来西凉了。西凉要和南城开战，他是想来分一杯羹吧？北唐川也来了，就在宫里，他已经收了绵绵，收关门弟子了。北唐川，北唐族的族长，那个老不死的老头子，他怕不是有100多岁了吧？姨父，他没有100岁，他说他才68。68，也是个老头子了吧？黄土都埋到他脖子了，他还能有几年活头？他巴巴的收我的绵丫头当徒儿，是为了给他养老送终吧？他想得美！这件事儿我绝对不同意。嘿，可是我收了他的冰糖葫芦，已经叫过他一声师傅了。一个冰糖葫芦就把你给收买了？你的眼皮子咋这么浅呢？义父告诉你，北唐川的老头子可是有不少的好宝贝呢。你去对他说，真想收你为徒，就把他代表他堂主之位的玉麒麟传给你。玉麒麟？对，但他的门下有一条禁令，见玉麒麟如见堂主。只要玉麒麟在手，所有北唐族的人都会为你马首是瞻。他们让你来劝我不要出征，是不是？是，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国不可一日无主，朝中并非没有善战的将领，你没有必要亲自领兵出征。本王非去不可。
给我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为了你，为了男人的尊严，可以不去吗？不能。本王从来没有拒绝过你，但这次，抱歉。是我不该来这一趟。你生气了？我有什么理由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该记得自己的身份，一个躲在你身后的傀儡罢了。什么傀儡？难道在别人眼中，我不是个傀儡吗？我是为西凉国的女王，却把国家大事都交由你去处理。你对我的好，在别人眼中却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权，可以立刻下旨，撤掉我这个摄政王。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夺走你的权势，我也不在乎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傀儡的女王。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再去冒生命危险，我怕你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答应你，我怎么去的就会怎么回来，我不会让自己少一根头发的。我要让南辰亲眼看到他们是怎么被我赶出西凉国土，是怎么跪伏在本王脚下俯首称臣。陛下，你只要好好的留在宫里，别的事儿什么都不必你操心。你信我吗？我信你。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好。摄政王眼睛闪亮，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舒浅月走了出去，事情仍然按着他的计划一步步进行着，每一步都在他的计算之中。王爷每天都把咱们的行踪传输回京城，会不会……你们是在怀疑陛下吗？末将不是那个意思，末将是怀疑会不会有人中途劫走了飞鸽。王爷以后传说还是更谨慎些才好。本王不希望再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半句诋毁陛下之言。末将不敢。摄政王绝不会怀疑舒浅月，他要是想杀他，他有无数次的机会，有时候甚至都不用他出手。他重伤垂危的时候，只要他袖手旁观，他绝活不到现在。所以他无比信任他，绝不会背叛自己。直到这一天，摄政王发现他们再次陷入了南辰军的埋伏之中。王爷，末将等拼死也要护住您的安危，我们来拖住敌人，您快走吧。传本王号令，所有人都退回帐篷里，不论外面发生任何动静，谁都不得出帐，违令者斩。王爷，南辰军马上就要杀过来了，咱们这是束手待毙吗？王爷，末将拼死也要护住您离开这里。王爷，您快走，末将在这里替您挡着。该来的始终都会来，本王不想躲也不会躲，本王就在这里等着他。王爷在等谁？一个迟早会来的人。你还不传我的号令？难道想让咱们10万人马都折损于此吗？若真如此，你就是西凉的大罪人。你一直对本王忠心耿耿，本王全都知道。以后你要善待自己。好了，你去吧。传完号令之后，你也进入帐篷里，不得出来。是，末将遵令。摄政王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谁出卖了本王？当然是他，我的妻子舒浅月。你再说一遍。你已经听清楚了，只是不愿相信罢了。本王不信。你要见见他吗？要见。好。南宫耀向旁边闪了闪，于是摄政王就看见了舒浅月。他本来以为在西凉皇宫中的他，就这么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了他面前。为什么？我以为你知道。本王对你不好。不，你对我一直很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只要你告诉了我，我就原谅你。我没什么需要你原谅的。可本王想知道，就算是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心愿，你可以满足我吗？关于他的话，舒浅月一个字也不相信。他镇定如恒，明显他有后招。他从来不是束手待毙的人，只是就连他也看不出来。我的孩子，刚出生只看了一眼的孩子，我见了。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你什么时候猜到的？是有人出卖了我，告诉我他是谁。出卖你的人就是你自己。当一件事情做得毫无破绽，没有漏洞，恰恰就是他最大的破绽和漏洞。整个皇宫都在你的控制之下，没有你的允许，谁都无法接近我身边。可我的孩子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连一点线索也没留下。你手下那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青衣卫，竟然一直找不到，连嫌疑人都没有。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你坚守自盗。王爷，我说的没错吧？是本王低估了你，那么你的失忆也是假的，你一直在欺骗我。彼此，人生在世，全凭演戏。王爷好演技，我演的也不差，但再好的戏也该落幕了。叶清雪，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我会放你一条生路。我对陛下没有演戏，全是真的。舒浅月浑身轻轻一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听得身边传来一声厉吼，
月儿，快闪开！一道耀眼的白光猛然炸裂，吞噬了帐篷里的一切。等到烟雾终于散去，帐篷里的摄政王已经消失不见了。南宫瑶，我是在做梦吗？不是做梦，月儿，咱们终于团聚了。是啊，终于团聚了。月儿，咱们走，我带你回家。回家？哪个家？当然是南辰，咱们的家。其实我并不是南辰人，众所周知，我是北陵众亲臣的亲妹妹，我是北陵人呢。南辰和北陵世代为仇，我其实应该是你的仇人。南辰不是我的家。谁敢提及你的身世，我就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杀人就能堵得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吗？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就算你杀光了天下所有人，也改变不了我是北陵人的事实。抱歉，我不能和你回南辰。月儿，你是我的妻子，你也是我的王妃。不对，我现在已经是太子了，你就是我的太子妃。太子妃不是舒妙雪吗？那个贱人，她也配？当年她害你们母子差点葬身火海，本王没有当场要了她的命，只是将她挖去双眼，割了舌头，关在地牢之中，每天喂她泔水，让她苟延残喘，等你回去处理。月儿，你跟我回去，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你是怪我没有杀了他吗？当然不是，我只是现在还不能离开西凉。你的家不在西凉，在南辰。你难道想留在西凉，继续做你的女王陛下？做女王比跟我在一起还重要。没错，我要留下来，继续做我的女王。舒浅月，难道在你心里，真的做女王比我更重要？这不是我认识的你。人是会变的，或许是你变了，也或许是我变了。本王再问你最后一次，你究竟是要跟我走，还是留下来做女王？当然是留下来。好，很好。既然如此，女王陛下，祝你永远不要后悔。义兄，我这么做是不是错了？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梦里感到愧疚和不安。你没做错，你只是为了自保。如果你不这么做，西凉和南辰不会像现在这样和平。是吗？义兄，你给我开副药吧，我想忘了以前的事儿，全都忘了。你是在逃避，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忘了什么？忘了南宫耀，还是叶清雪，还是将我、绵绵、月儿，还有那个你只见过一面的孩子全都忘了呢？舒浅月，你给我坚持起来！公楚寒的话如棒喝般，让沉浸在软弱里的舒浅月浑身一震。他挺了挺脊背，目光重新焕发了光彩。我并不贪恋权势，也从来不想做什么女王，这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副沉重的重担，也是一副枷锁。如果可以，我真的想回到从前。你回不去的，没有人可以回去过去。向前看吧，未来永远是光明的。不如放下这一切，咱们出去放松几天。这世上离了谁都一样，不会第二天就变得毁灭。好，义兄，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你不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吗？哭吧。谁想哭了？我又不是绵绵。别装了，哭完了再回去，再憋下去啊，我怕你迟早会把自己憋死。哭又不丢人。舒浅月愣是被他逗笑了。既然哭不出来，那笑也不错。你恨他吗？恨，他害了女王陛下，我发过誓要为女王陛下报仇。还有，他抢走了我刚出世的孩子。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摄政王其实是个替身，你信吗？替身？是的，这就是他的秘密。和你朝夕相处的那个叶清雪，他并不是当初和西凉女王成亲的那个摄政王。真正的摄政王早在10年前就已经不在了。那个摄政王暴力残忍，一心想要夺权。他野心勃勃，一步步登上了摄政王的高位后，就将西凉女王囚在了地底石棺，不见天日。他还安排了死士，一旦发现女王离开石棺，就去刺杀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活着回到西凉。自他做了这件亏心事之后，他几乎夜夜都会做梦，梦到女王前来找他索命。后来他甚至不敢上朝，不敢看到太阳，每日都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里。但国不可一日无主，他就为自己找了一个替身。那替身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他亲自教那替身，让他代替自己处理政务，替自己坐在摄政王的宝座之上。10几年来，那替身做得非常出色，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个秘密。但替身就是替身，他们虽然生了一样的容貌，性格喜好却完全不同。这替身并没有摄政王那样的野心勃勃，他从来也不想当什么一国之主。或许这正是摄政王选中他的原因。本来日子可以就这么过下去，直到有一天，这替身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世之谜。原来他并不是那摄政王随意找来的。试问，两个全无血缘关系的人，怎么可能会生得一模一样的容貌？他是那摄政王的私生子。
摄政王将女王关在地底石棺之后，他曾经大肆地宠幸宫中的女子，甚至不只是宫中，只要被他看上稍有姿色的女子，都逃不出他的魔掌。那替身的母亲就是被他欺凌的女子之一。摄政王在无数私生子之中选择了叶清雪，因为她和自己生的最为相像。他并未告知叶清雪真实的身世，把她训练成了自己的替身。后来呢？后来知道身世的叶清雪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生身之父。他恨极了这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玩弄了他的母亲。他母亲恨那个男人，从而把那对男人的恨都发泄在了小小的叶清雪身上。他是在母亲的仇恨和毒打中慢慢长大的。他发过誓，若是有一天找到那个男人，他一定会亲手杀了他。他做到了。所以叶清雪不是杀害女王的凶手，他唯一对不起你的就是偷走了你的孩子。可笑，这太可笑了。他不是我的仇人，那我……抱歉，我本来不想说，但是还是觉得你应该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叶清雪，他告诉你的就是他真正的名字。义兄，我问过你，我有没有做错？你说我没有。现在知道真相的你，还会这么说吗？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真相，可我还是该恨他。他偷走了我的孩子。是，楚白一直没有放弃过找他。你恨他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他。义兄，你说他会主动出现吗？他应该恨我的，我骗了他，他应该恨得想亲手杀了我。其实我一直在等他出现，这么久了，他始终没来。如果你真的想见他，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让他出现在你的面前。什么办法？你现在还想着南宫耀吗？如果我说不想，那我也太薄情寡义了。但我和他不可能了。既然这样，那你有没有想过给自己选个亡夫？舒浅月沉默了。大家都是聪明人，话不需要说得太透。他秒懂龚楚寒的意思。好，义兄，我想放弃这个计划。放弃？你确定要放弃？你不想见到孩子了吗？义兄，我放不下，可是我还能怎么办？叶清雪心思细密，既然做戏，那就要做全套。你今晚应该留在喜房之中，而不是回到这里来。你要我回去和那少年洞房不成？我做不到，此事绝无可能。一孕傻3年呐！我那个聪明机灵、鬼点子比谁都多的义妹去哪儿了？你跟我白学了医术了。想要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的睡着很难。舒浅月恍然，他起身走了出去，没一会儿来到喜房里。本王忘了，还有交杯酒未喝，这杯是你的，本王的已经饮过了。新王夫接过酒来，他似乎想问什么，终是没有问出来，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再等一会儿，药性就该发作了。你叫什么名字？请陛下赐名。你难道没有名字吗？只有一个小名，难登大雅之堂。这样啊，这件事我会交给礼部，让他们多起几个名字给你挑选。陛下，您可以随意给我取个名字，不管怎样，我都会喜欢的。本王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又忘了规矩吗？是，陛下，是我僭越了。药效怎么还没发作？舒浅月看着对面少年那双神采奕奕的眸子，心里越发觉得不耐。陛下，时辰不早，让我服侍陛下安歇可好？舒浅月只觉得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南宫耀，怎么会是你？看到我很失望吗？你把我的人弄哪儿去了？你的人，要是他敢碰一碰你的一根头发，本王早就将他大卸8块了。他是你安排进来的？是又怎样？南宫耀，你凭什么这么做？就凭我是你的夫君，只要我是个男人，就绝对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妻子去嫁给别的男人，想都别想。你舒浅月注定要和我南宫耀绑在一起，一生一世永不分离，结发为夫妻，恩爱永不移。月儿，这是我对你的誓言，我南宫耀若为此事，将永世不得超生。南宫耀，你为什么要来？我都已经决定忘了你了，你又出来跑到我眼前。为什么要忘了我？你忘得掉吗？就算你真能忘了我，你能忘了月儿？月儿，她在哪儿？你把她也带来了吗？我要见她，我要见她！别急，她很好，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今晚是属于我们的，咱们是不是该安歇了？我的女王陛下。南宫耀，这里不是你的久留之地，难道你还能一分为二吗？山不来救我，只能我来救山。什么太子，什么皇位，我都不在乎，我只想陪在你身边，就算留在西凉做你的王夫，也未尝不可。你要留在西凉做我的王夫？你没听错，我早就决定了。南辰那边我已经一切都安排妥当，
既然你不肯去南辰做太子妃，那就只能我来西凉做你女王陛下的王夫了。你可不能因为这个就欺负我。南宫耀等了半天，不见他说话。我这么热烈的表白，竟然换来的只是沉默。看来我这一片心是要被白白辜负了。等我去狠狠地打月儿的屁股。为什么要打月儿？都是这个臭小子出的主意。他说，只要我肯放下太子之位，到西凉来做你的王夫，你就会回心转意。这臭小子胡说八道啊！他以为他的娘亲还对我情深似海，可他娘亲早就变心了。他哪里还看得上我这个老男人？他喜欢更年轻的小白脸儿。你敢动月儿一根手指，我跟你没完。以后你愿意顶替别人的身份，戴着面具生活在我身边，放弃你在南辰所有的一切吗？你放心，我这辈子绝不负你。南宫耀，我很高兴你来了，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招王夫成亲，我只是想引出一个人。我都知道你是想引出他。摄政王叶清雪，他偷走了咱们刚出生的孩子，躲了个无影无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派黑甲卫搜索他的下落，就算上天入地，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把咱们的孩子找回来。